村子里，一户人家屋里传出妇人痛苦的喊叫声：“夫人，用力，快了！”爹，你别晃了，我看得头晕。别怕，娘亲给我们生妹妹。娘亲会不会疼死？不生了，以后再也不生了。老二，你带老三去喊大伯和大伯娘来。哈哈哈哈！哎呀，你就这点出息，媳妇儿生个孩子你都吓成这样。大哥，你终于来了。女人生孩子不都是这样的吗？你不用担心，大嫂进去帮忙。夫人，用力，头出来了。随着婴儿的啼哭声传出，村子上空盘旋欢腾的鸟儿们瞬间安静了下来。哎，生了，恭喜夫人，是个女娃。在沈家终于有女儿了。快去煮红糖荷包蛋。哥哥，我去烧火。快，老大，快煮好给你娘端去。爹，家里好久都没有鸡蛋和红糖了。去烧水，大伯回去拿。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时一群野鸭子飞了进来，齐齐蹲下，一阵噗噗噗的声音响起，地上七零八落的都是鸭蛋。生完蛋，野鸭子们又腾空飞走。佛祖保佑，不幸落我沈家了。书生还是有用的。哎呀，天哪，好漂亮的女娃啊！我接生了20多年，从来没见过刚生下来就这么俊的女娃。我弟媳和弟弟都俊，他们生的娃当然俊了。大嫂，给我看看闺女儿。王氏小心翼翼地接过女娃，轻轻地放在素娘枕边。素娘，你是我们沈家的大功臣，自从祖辈被派来这里守那劳狮子龙脉，沈氏家族已经100多年没生过女儿了。大嫂，你才是这个家的功臣，若没有你和大哥帮扶，我哪有福气生下这闺女儿？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快睡一会儿，我去给你拿红糖过来。稳婆端着盆去屋外。恭喜沈先生，你家闺女可漂亮了。银子多少来着？别进去，姨娘亲怕疯，快去给稳婆拿银子。婆婆，这里只有20文了，如果不够，改天有了再补上。稳婆数了数10文退给老大，给你娘亲买点东西补补。婆婆收10文就够了。还疼不疼？闺女是不是长得像我？我觉得长得不像你，更像弟妹。哇，好可爱哦！我终于有闺女了。沈继贤宠溺的眼神盯着闺女。嫂，我觉得闺女像我多些呢。闺女要睡觉，你出去把我准备下奶的草药煮起。门口3个脑壳向屋里张望。哥哥，我想看看妹妹。我也想看。不准进去打扰妹妹休息，快烧火去。沈先生家的，今晚别睡太沉了，有大事儿要发生了。沈继贤吓得赶紧跑出去。发生什么事了？没听到外面的回答，沈继贤走到厨房。老二带着老三烧火就行。老大，你去河边看看有没有鱼，捞几个起来给你娘补身子。李正到底说的什么？他得去问清楚。他远远地看见李正家门口围了一大群人。今天晚上村里安排人轮流值班，一旦地龙翻身呐，就敲铜门啊！什么地龙翻身？李正叔，你刚才说什么？为什么说地龙要翻身了？周婶子神色惊慌地说道：刚才我从镇上回来，刚走到村口，就看到村子的上空有好多鸟在飞。对，我也看到了，有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鸟儿，可漂亮了。老朽刚才也看到了，还看到了五彩祥云呢。听我爷爷说，地龙翻身的那一年，天空中也出现过这种云，百兽异常，百鸟欢腾，这都是地龙翻身的迹象啊。素娘刚生了闺女，就遇到这事，要是晚上出来落下病根儿，可如何是好？你家素娘生了，还是闺女？是个漂亮闺女。哇，我们沈家没有被诅咒呢。你看，三弟家这不是生出女娃来了吗？这么说，我儿媳妇也能生出女儿了？就这么说定了。今天晚上周家老大和我家大儿子守夜，没事啊就散了吧啊！李正挥了挥手，沈氏族人都走到沈继贤面前道贺，说要去看看刚出生的闺女。他笑脸婉拒，心里暗暗腹诽。这天气转凉，你们一个个的去看我闺女，树被风吹了那可不得了。哟，那不是沈先生的大儿子吗？你们看他提的什么？是我家老大，我喊他去捞鱼。这都入冬了，你让娃去捞鱼，你脑壳里被墨水灌满了吧？
三弟哟，这河水都下降好几尺了，哪里来的鱼哟？万一娃滑下去，你咋和素娘交代哟？老大家的，你去捉一个老母鸡，让素娘啊补补身子。沈家老大越走越近，他气喘吁吁地喊道：“爹，快来帮着提，我拿不动了。”难道沈老大还真捞着鱼了？你看，玉不琢不成器，这不捞到了。村里有好奇的娃儿早跑着上去接着了。哇，这么多乌鱼、甲鱼、泥鳅。沈继贤走上去一看，还真是，点头道：“不错，拿回去养起来，让你娘亲慢慢吃，吃完了你再去捞。”爹，今天是托了妹妹的福，运气好，我在泥巴里找泥鳅掏出来的。爹，他们家捞那么多值钱玩意儿，这母鸡还送不送啊？送，必须送！沈家百年得一闺女，老金贵了。迈着轻快的步伐往沈家三房走去，篱笆院里18、19、20，大伯有20条呢。不，有21条。大乌鱼肚子下面还有一条小的。老三奶声奶气道：“诶，真的呢，三娃真细心。大伯有10个甲鱼，不知道能卖个什么价？”沈继贤疑惑：“和谁商量了？我才是你爹。”还是大侄儿云峰有算计，留2条甲鱼给你娘亲炖汤，拿8个甲鱼啊去镇上卖。卖什么卖？都炖给素娘吃。沈大伯给他一巴掌呼到后脑勺：“你个书呆子，知道个屁呀！一个甲鱼能卖2、3两银子了，得买多少母鸡和肉了？还要给我们宝贝闺女添些棉衣和棉絮。真的能卖那么多银子？那好，让素娘天天只吃一种也腻人，明天去镇上卖。去把家里最深的那个大盆拿过来，盆浅了，甲鱼要往外面跑。大伯娘拿2条乌鱼回去给文虎炖汤喝。乌鱼都留给素娘补身体，谁也不准动啊！明天让你大堂兄上山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先逮几只野鸡来和甲鱼一起炖。这不，我捉了一个肥的，炖给素娘先吃着啊。李正叔，这多不好意思。云墨、云星，你俩去烧火，云峰去杀鸡炖锅里。这小子每年都要杀几只野鸡。我也愿意爹来杀，可爹你敢吗？李正叔有心了，您老的恩情啊，我沈家记下。往后您老有事儿，尽管吩咐。李正叔，拿2条乌鱼回去下酒。使不得，使不得。都留着给素娘补身子啊。若不是素娘啊刚生了闺女，怕吵着她，我今天啊非得揍你一顿不可。都30岁的人了，还没云峰会干活，快去洗了，帮着娃做事去。说着气哼哼地拂袖而去，让他自己去干，都是你惯的，都几十岁了，做事都不利落。说着拉起自己婆娘的手就走。三弟秀气，他只会读书，你和他置什么气呀？素娘，你坐好，我抱闺女给你，她还没吃第一口奶，别饿着她了。素娘缓缓坐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抱着闺女，把她放到媳妇手里。闺女儿，快吃一口。什么声音？好吵哦！她使劲地睁眼，可眼睛却好似被眼屎糊住了。素娘用力挤压，呲了闺女一脸。谁拿牛奶喷我？我明明在山区救援，太困了就地打盹，难道是身体失温就挂了？闺女，慢点喝啊，爹爹不跟你抢。别凑太近，耽误闺女喝奶。闺女吃饱了吗？给娘亲笑一个。语气甜腻而宠溺。哇塞，这就是我娘亲！天啊，这么美，那我苏苏定然也会是个大美人了。宝宝可以把心放小肚肚里去了。沈元苏乐了。相公，快看，闺女朝我笑了，好软萌啊！闺女的梨窝都和你一模一样呢。一张放大的俊脸凑了过来，星眉剑目，白面如玉。沈元苏努力地瞪大眼。这是我爹，宝宝喜欢。沈元苏开心地又笑了起来。媳妇儿，快看，快看，闺女可喜欢我了，她在朝我笑呢。素娘，你看闺女好像伤心了。这爹也是够够的了，连这都能猜对。别瞎说，小孩知道伤心啥？他可能吃饱了想睡呢。宝宝也知道伤心的。我的个神哟，这家穷的比山区的牧民都穷。小时候也看了不少，别人穿过来都是相府嫡女、公主什么的，我咋就穿成这样？难道是胎穿的原因？算了，看在爹娘都俊美非凡的份上，忍忍。钱嘛，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宝宝以后自己挣。相公，快，闺女拉粑粑了，去端热水来，把我准备的尿布都拿过来。沈继贤惊慌失措地跑向屋外。老大，快，热水，尿布你放哪里的？你端屋里去，妹妹拉粑粑了。爹爹不是说不准我们进去看妹妹吗？沈云峰头也不回地走向他们三弟兄的睡屋。老三看着呆愣的二哥，奶声奶气地说道：“妹妹拉粑粑了，就可以进去了。”老二似有所悟地哦了一声：“看妹妹哪能落下我呢？”先拿开，再擦屁屁，我来。这小哥哥真俊，像爸爸。哦不，这里叫爹爹。爹娘弟弟，你们看，妹妹冲着我笑了。少年高兴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哥哥，你那手刚给我洗了屁屁。他想提醒，可说不出话，只有傻乐呀。你们看呀，妹妹的小酒窝和我的一模一样。我看看，妹妹和老三最像，那一对梨窝都一模一样。娘亲，我也想长得像妹妹一样，好可爱哦。不错，都好俊的，尤其是三哥，美得雌雄难辨。你们三个看也看了啊，摸也摸了，是不是该出去了？娘亲，妹妹叫什么名字好呢？相公，你学问好，还是你来给闺女取名吧。那是咱们要给闺女取一个最好的名。娘亲，妹妹的脸又白又嫩，像包子。你瞎说，明明妹妹的脸粉得像桃子。你们两个闭嘴，就知道吃，是不是想给妹妹取名叫包子桃子？爹，千万别听那两小只的，太俗了，闺女以后可咋出门啊？这小哥哥真俊，像爸爸。哦不，这里叫爹爹。爹娘弟弟，你们看，妹妹冲着我笑了。少年高兴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哥哥，你那手刚给我洗了屁屁。他想提醒，可说不出话，只有傻乐呀。你们看呀，妹妹的小酒窝和我的一模一样。我看看，妹妹和老三最像，那一对梨窝都一模一样。娘亲，我也想长得像妹妹一样，好可爱哦。不错，都好俊的，尤其是三哥，美得雌雄难辨。你们三个看也看了啊，摸也摸了，是不是该出去了？娘亲，妹妹叫什么名字好呢？相公，你学问好，还是你来给闺女取名吧。那是咱们要给闺女取一个最好的名。娘亲，妹妹的脸又白又嫩，像包子。你瞎说，明明妹妹的脸粉得像桃子。你们两个闭嘴，就知道吃，是不是想给妹妹取名叫包子桃子？爹，千万别听那两小只的，太俗了，闺女以后可咋出门啊？大哥哥，不用去河边洗，我们屋子边有水，暖和的。这屋子边哪来的水啊？这又不是夏天，山上有水下来。二哥没骗你，今天才有的，从下面冒出来的。说着就往柴房的茅草屋走去。今天就先用着，明天请大堂兄来帮着搭个棚子，妹妹洗澡就不冷了。我也要洗，我也要洗。洗，哥哥给你们俩都洗。我们家云墨和云星是最爱干净的了。陪着大哥哥，我去告诉爹，柴屋后面有温泉。嘘，小声点，别把妹妹吵醒了。你娘亲刚喝了碗鸡汤睡下了。爹爹，今天我和三弟发现屋子后面有热水冒出来，大哥哥说是温泉。今天闺女一落地就好事连连，我这闺女难道是福星转世？我得去找大哥说说。树大招风，得捂着点。你去叮嘱哥哥和弟弟，别出去嚷嚷啊。我去大伯家看看。这时，沈大伯正和媳妇儿在屋里说着悄悄话。孩子他娘，你还记得我以前给你提过一个传言？有个僧人路过梧桐村，说我们沈家若诞下闺女，必定是贵不可言的凤命。这话你还记得不？记不得了，你也把这事忘了。最好给我烂到肚子里，若是被有心人听去，咱们闺女就危险了。我没别的意思，今天你没看到那群野鸭子来院里下蛋的情景，太神奇了。哎，还有那些甲鱼，就是汛期也没见谁家在河里打过这么多甲鱼起来。记得呀，你觉得弟媳妇儿是普通人吗？她说家乡受灾和家人走散了，你可听过
他去找家人。你的意思是弟媳妇儿是大户人家的闺女？说不上来，就感觉弟媳与众不同。说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她怎么能过得了这穷日子？不管家里有啥事都别说出去，知道不？大哥大嫂在屋里没有？我进来。三爷爷，今天小叔叔为何没有来找我玩？小叔叔的娘亲今天生了小姑姑啊，以后虎儿有姑姑了。三叔，爹娘在屋里，我去帮你喊。文秀，你去忙你的，我自己去。三弟，快进来。进屋后，不等哥嫂说话，他也坐了下去。闺女睡了，你不在家伺候着，你跑过来干啥呀？大哥大嫂，我家闺女是个宝，话好好说，咱老沈家族100年才得一闺女，当然是宝了。哎呀，我是说闺女会给沈家带来好运。刚才老大去洗尿布，二娃说柴屋后面有温泉眼。大哥，你不觉得奇怪？爷爷，三爷爷，快出来看，我爹在屋后面挖到热水了。大侄儿沈云之正挥起锄头忙活，看到几人过来，放下锄头道：爹娘，三叔，你看我刚挖到的温泉，过几天给妹妹洗澡就用这个水。我们院子边也发现了温泉，老大已经用上了。我明天和云峰把甲鱼卖了，就回来去山上看看，弄一些石块做一个温泉池。对，再搭个棚子，冬天洗澡就暖和了。你快回去把闺女照顾好，搭棚的事儿云芝知道一起做。走出大哥的院子，他望了望大哥隔壁的几间瓦房，那是二哥家。他要不要去告诉二哥他有闺女了？一阵鸡杂香从茅草屋里飘了出来，老三沈云星端着一碗香喷喷的鸡杂玉米糊糊，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哎呦喂，三儿，别端出来啊，爹爹进屋去吃。爹爹进去吃吧，这碗是给大黄的，我们有妹妹了，也给大黄吃点好的。收起脸上的不悦，往卧室走去。爹，快来吃，吃了好去给妹妹换尿布。沈云峰把盛好糊糊的粗黑大碗往上方一放。爹，快吃，屋里送药不多了，我们吃了早点睡，明天还要去镇上。他瞥了一眼旁边放甲鱼的木盆，木盆里的水很少，刚淹过甲鱼背。二娃，你去把盆里加点水。咱家虽穷，井水还是有的，别把甲鱼渴死了。不是所有的鱼都需要很多水，甲鱼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出水换气，水多了会被淹死的。爹不知道，爹只知道知乎者也，嘿嘿。都是爹爹不好，以后爹爹也要多学做家务活。你洗漱了就带弟弟们睡去，换尿布的事爹去做。爹爹好像变了。大哥哥，爹是不是又不准我们看妹妹了？别多想，是爹自己想照顾妹妹。以后去看妹妹时说话小声点儿。李正家，李正的老伴儿谢婶子今天出去走亲戚去了，媳妇儿就跟他抱怨：娘，那么大的老母鸡，爹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就送给沈先生屋里了。你咋不说你儿子读书？沈先生只收了你几个铜板，那不是一回事。李正拉起老伴儿就往里屋去了，又关上房门。老不正经的，天都没黑就进屋了。你个老不正经的干啥呢？天都没黑，也不怕儿媳妇笑话？不是，老婆子，我跟你说，咋说都不行，还没洗脚呢。这死老头子，老娘才出门1天，都离不开我了。我们梧桐村来凤凰了。什么鸟？就是那个长尾巴很漂亮的那个吗？沈家有女了。什么？你是说素娘生了？你还记得爹曾经说过的那个传说吗？怎么不记得？是不是奉命不要紧？他说沈家女子金贵，这话没错。你看村里沈氏族人大大小小近100人了吧，几代人硬是没生出来一个女儿，可把隔壁村的人馋的。今天我娘家嫂子还托我给她闺女在沈家寻一门亲，你看素娘的那几个儿子你别惦记，我看那几个绝非是池中之物，沈家其他的你看着办啊。我晓得了，他家云峰也还小，再说那孩子那么俊，10里8乡还真没有一个姑娘能配得上他的。第二天，当绚烂的第一缕曙光照亮天空，云芝、云峰，快上来，我捎带你们去镇上。沈云峰把手里的2个铜板往林大爷衣兜里一塞，麻利地跳上牛车。哎呀，这孩子
牛车上还有同村的2个妇人。云峰呀，你娘亲给你生了一个妹妹，这事儿是真的吗？是真的，昨天我家那小子也去河边了，泥鳅都没看到一个。我堂弟的运气好。哎呀，可不是啊，沈先生家的闺女一落地，这好运就来了。家家都知道了沈先生喜得闺女的消息，沈氏族人都跑到篱笆墙外面来问候，有真关心的，有好奇的，也有羡慕的。感谢大家的关心，我进去给闺女换尿布了。宝贝，苏苏，你梦到什么了呀？嘘，别说话，闺女肯定是梦里见到爹爹了。你想得美，你闺女肯定是梦到娘亲了。你看闺女的脚好可爱。吻，不跟你说了，我困了，你给闺女揉揉脚吧。爹爹，今天野鸭子还来不来呢？话音刚落，空中的野鸭子像下饺子似的落在院子里，盯着地上蹲着的一群野鸭子。又一阵噗噗噗的声音响起，白白的鸭蛋滚了一地。爹爹，他们下蛋给我们，我们喂他们吃的，蛋比玉米金贵，咱不吃亏。云星把满地的蛋看了一会儿，今天比昨天少了1个蛋，难道那只鸭子有事耽搁了？昨天26，今天25个。弟弟，你数得比哥哥还快。我经常帮哥哥数铜钱，当然数得快了。以后长大了，我要天天数铜钱玩。你长大了想当掌柜？我要当东家。咱家可没那么多钱让你当东家，你去当上门女婿还差不多。哼，我才不会呢！我把野鸭子的蛋卖了就有钱了。三叔，我先回去了啊，娘亲下午过来给妹妹做棉衣。等等，把这个给大伯带回去，给二伯家也带一块过去。哥，早点吃午饭，下午我俩把温泉吃气了，明天妹妹该洗澡了。哥，今天卖了多少银子呀？你们猜猜看。20两。不止，至少要25两。里面有3个甲鱼，很大，其他的都差不多大，应该能卖35两银子。三弟，你说你长大了还想当东家，我看你是想当土匪。34两。这次儿子，他娘的真是做奸商的，做东家的料。哇，这么多，是不是有肉包子吃了？不用天天吃玉米糊糊了？哇，大哥哥给我买了我最爱吃的肉包子呢。云星乖，你把包子给文虎送2个过去，再回来慢慢吃。迈开小短腿儿，噔噔噔的，一会儿就跑了1个来回。你跑那么快干啥？我又不吃你的包子。娘亲说的，人心难测呀。你娘亲是说别信陌生人，她怕你们遇到拍花子。我知道，我逗哥哥玩的，我难道还分不清哥哥和肉包子谁重要啊？这可不好说。沈云墨无言。我信你个鬼哦！孺子可教也。娘亲，妹妹好喜欢我呢，看到我进来就开心成这样了。沈云苏无语。三哥，你真像了。你只要进屋轻轻掀门帘，可以每天进来陪妹妹玩。云星连连点头，嘟着油乎乎的小嘴儿，也凑近妹妹的小脸蛋。三哥，你那嘴太油了，宝宝脸上会过敏的。三儿，你嘴都没擦，别臭着妹妹了。娘亲不爱宝宝了，都嫌儿子臭了。是有味儿。臭小子，我昨晚都只亲了1只脚板，你满嘴油腻还想亲妹妹，皮痒痒了。我去洗了还不行吗？都别争了，2个月之内你们谁都不准亲我闺女。大人在外面跑，身上有毒气，苏儿皮肤娇嫩，容易过敏。娘亲不会也是传来的吧？娘亲说的好有道理，毒气不就是病毒吗？好吧，为了妹妹好，我只要她的小手手。哥哥，你当我是宠物呢？苏娘，你歇着，我去搬石头砌温泉池，明天好好给闺女泡泡澡。宝贝，爹爹干活去了啊，别想我哦。宝宝真没有，宝宝只想睡觉。午后的阳光像轻柔的丝带，轻抚着大地。沈大伯带着儿子沈云之，沈继贤带着大儿子和二儿子，搬的搬石头块，砌的砌石块。三叔，你看这么大合适了吧？就这么大，合适了。院里，大伯娘带着儿媳妇杜文秀在院里给沈云苏做新棉袄。云峰这棉布买的真好，软软的又暖和。娘，这是细棉布呢，比起粗棉布贵了1倍的价。若是昨年我肚子里那个不小产，说不定就是个闺女呢。看把你能的，你明年生个闺女出来，我把你二弟从军的钱都给你买绸缎穿。那不用，二弟都20岁了，留着给他娶媳妇儿用。
你二弟都走了几年了，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母亲别急，二弟立了大功就回来了。战场上刀剑无眼，我只想他平安回家就好。哎，昨晚听云芝说，云峰的甲鱼还是3弟酒楼的东家买下的。云清这臭小子都好几天没回家了吧？母亲等2天去镇上看他去。腊月将近，酒楼里忙着呢。身家大房的3儿子13岁就去镇上醉仙居当学徒了，现在都16了，都还没媒婆来提亲。光是想想都头疼，都是穷害的。你为什么不上我们这边来吃饭了呢？大黄有口难言，慵懒地摇了摇尾巴。文虎啊，如果有鸡汤和玉米疙瘩汤，你愿意吃什么？当然吃鸡肉。娘，这里还剩了这么多棉花和棉布，是做褂子呢，还是做棉鞋呀？大伯娘、大嫂，我买的时候都算了文虎和云星的棉袄，剩下的全给妹妹做尿布。大兄弟啊，这棉花和细棉布做尿布也太奢侈了吧？棉花吸水，细棉布软和。大伯娘婆媳俩看时间不早，把文虎和云星的棉衣带回去慢慢做。他们俩抓紧时间做了20多条棉尿布，直到晚霞暗淡，飞鸟归巢，2个温泉池都砌好了。不错，以后啊，每隔2年换稻草就行了。我去做饭，大伯，你们都在这里吃晚饭。今天不吃饭，等会儿李正啊要安排守夜的。今晚该轮到云芝了，你们也早点休息，明天上山上去看看。云星洗了手，把大伯娘做好的棉袄和尿布拿去屋里。素娘拿着尿布直夸大嫂和文秀的手艺真好，她又拿着大花袄在闺女身上比了比，不错，好柔软的。这个冬天冷不着闺女了。沈云苏也睡饿了，又一个没忍住尿尿了，她轻轻地哇了一声。今天娘亲精神好多了，换尿布都是她自己动手，只有排黄糊糊是爹爹端热水伺候的。咦，好舒服，有尿不湿的感觉。一阵鸡汤的香味飘进屋里。娘，你给妹妹换上棉尿布试试。大哥沈云峰端着一碗鸡肉走了进来。风儿，你如何想到的？很好用，我已经给妹妹垫上了。我看尿布容易湿透，我想加上吸水的棉花，应该是暖和又吸水。风儿真聪明。大哥哥不卖尿不湿真是屈才。宝宝好想快点长大，我要吃肉肉。云星一天恨不得溜进娘亲的卧房800回，一会儿说我进来收尿布，一会儿说我看娘亲喝不喝水，一会儿说娘亲吃完了，我来收碗。李正就站在篱笆墙院外面，看到沈继贤从屋里出来。我说继贤啊，你什么时候回祠堂教那几个学生啊？他们家找我过来问问。李正叔，你看我家刚添了闺女，一时还走不开，要不再等几天？行，你忙去吧啊！天大地大，我闺女今天泡澡的是最大。三叔早，云芳带上背篓。就往外面走去，走到栅栏门还不忘回头叮嘱道：妹妹洗澡出来后在炭火边把头发烘干。沈继贤点了点头，看着儿子的背影又摇了摇头。我们当野鸭子。屋里素娘下床活动了一下身子，沈云苏看着娘亲举手投足都不像农家妇人，听到门口的脚步声走近，素娘停了下来。这娘亲是戏精。哟，素娘，你咋下地来了？我抱闺女去洗就成了。起身就往外面走去，步伐缓慢但很轻盈。素娘，等等我啊，你披一件衣服把头盖上，外面有风。素娘身着一件白色里衣，头发如瀑布般的垂进水里。她端坐在温泉棚里，袅袅烟雾升起，仿佛水中仙子。愣着干什么？把闺女给我。素娘，你还是那么美。给她洗好头，又泡了一会儿，小脸儿都泡得红扑扑的。准备好帕子，你把闺女擦干，包好回屋里，我进去把头发给她烘干。素娘把闺女一抱出水面，沈云苏锁骨下那若隐若现状如荷花的胎记，看得她瞳孔一缩，手微微的颤抖。素娘，怎么了？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没什么，差点爆滑，吓着我了。闺女皮肤太滑了，你赶紧包起来，等回屋我给她穿衣服。屋里，沈继贤已经把小闺女的头发擦干，抱着闺女坐炭盆边上烤火。你去洗衣服，这
这里我来。你给闺女穿衣服，我帮你头发绞干。见他抱着闺女发呆，沈吉贤说道：“先把闺女放床上去吧。再抱一会儿，新棉被暖和。”看着已经消失不见的胎记，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手不由自主地摸向自己的锁骨。山下，云芝和云峰刚走到上山的路口，几辆马车和一群侍卫停在了大门口。一个管家模样的人跳下马车，从车上抱下一个3岁多的孩子。那孩子像是睡着了，脸色苍白，一眼都能看出来这孩子有问题。接着从车上又下来几个丫鬟婆子，丫鬟们从车上扶下来一位衣着华丽的美妇，一群人拥着那美妇人和孩子走了进去。走，别看了，这家人不像普通人家。这宅子平常都只有几个看院子的人，我见过几次，还卖过山货给他们。云峰说着，又瞅了一眼那高高的院墙，一路上树叶的清香，鸟儿在枝头欢快地蹦来蹦去。山没走多远，就见树下的草丛里有很多蘑菇。这季节还有这蘑菇，哎，我们多捡一些回去。哥，这是灵芝，真的？先摘回去给娘亲看看，她认识不少药材呢。两人又继续往树林深处走去，在一堆草丛里捡了10几个野鸡蛋。哥，我们再往里走一点看看，没有就别进去了，怕遇到大的野兽。一头野猪从里面惊慌地冲了出来，直直地朝云峰的身上撞去。快闪开！完了完了！砰的一声，哥，他死了！云峰，你吓死哥哥了！我的个娘啊！这野猪少说也得有300多斤吧？哥，没事了，他都没动了。见沈云峰脸上、身上都溅满了鲜血。你受伤了？没有，这是野猪的血。野猪被你杀死的？云峰，你太厉害了！算是吧。我们快下山，请村民过来帮忙抬。就我们2个是弄不回去的。哦，对，快走！刚才好像是虎啸声。刚走出几步，就见几只野鸡脑壳埋进草丛里。两人从背篓里拿出早就准备了的绳子，像拔萝卜似的，整整拔了8只野鸡出来。两人又找来一根树枝，把串成一串的野鸡抬了回去。一路上看到村民投来羡慕的目光，都赞叹沈家的运气太好了，他们上山能逮住1个野鸡都算运气好了。两人刚走到篱笆墙外面，刚好李正走了过来，他挨家挨户通知今晚就不用守夜了。他看到沈云峰一身的血迹，惊呼出声：云峰，你这是？云峰刚才在山里杀死一头野猪，太大了，我们2个人搬不回来。别急，我马上去喊几个人去帮忙。见哥哥回来了，云墨、云星飞奔过来。哥哥，好消息，野鸭子又来生蛋了，我又喂了它们玉米的。真的，都一连3天了。云峰伸手揉了揉2小只的头，我去叫大伯娘过来。说着，两人大步地往山上的那条路走去。云星噔噔噔地迈着小短腿儿往大伯院里跑，云墨若有所思地走向温泉池。爹，你快去看，大哥和云芝哥逮了好几只野鸡回来，还有半背篓灵芝。我的个娘啊，这得卖多少银子啊？素娘知道啊，对，去问问素娘。儿子，你去把衣服晾起来，我去问问你娘。爹，还有一件事，哥哥在山上杀死了一头大野猪，李正爷爷已经叫人去帮忙抬了。什么？你哥杀死了野猪？他缓缓地蹲了下去。爹，你怎么了？没什么，爹腿有点软。你哥没受伤吧？没有，云芝哥和大哥又去山上了。沈继贤定了定心神，这一连串的不寻常都是从闺女出生开始。获得宝贝闺女真是沈家的福星。去叫大伯过来。他快步地朝卧房走去。素娘说道：我听到了，你去找大哥商量，我建议把野猪肉分一半给村民，其余的分成3份，给二哥家也送1份过去。素娘，从咱们闺女落地开始，好多不寻常的事发生。你说咱闺女莫不是神仙转世吧？爹，咱不是神仙，当神仙多累，天天都被人求着。别瞎说，是沈家祖宗保佑，咱家日子会越来越好。宝贝，你说是不是呀？娘亲，你还真说对了。素娘，他们摘了好多灵芝回来，你帮着看看能卖多少钱？这一朵是灵芝，其他的都是怀耳和栓菌，可以入药，价值不大，大概100多两吧。年份太小了。 100两也不少了。
还是让云芝和云凤去镇上药铺买，把银子分成3份，给二哥家拿1份，让他去找郎中把酒治一治。山上，李正带着10多个村民跟着水云峰他们一起往山上去。一路上，大家一边走一边警惕地张望，越往山里深处去，大家越紧张。云峰，还有多远呢？水生树就是这里了。大家7手8脚的把野猪五花大绑，一路上轮流换着抬，好不容易才把这大家伙弄回了村里。大家听说有肉分，都高兴地奔走相告。沈元峰勇杀野猪的事儿很快就传遍了10里8乡。大家安静一下，沈先生仁义，愿意分给大家。大家都不富裕，沈家呀100年无女，沈先生喜得千金，大家各自从家里拿米和菜，我们大家呀一起煮一顿好吃的，庆祝庆祝，好不好？这主意好，我去把村里的屠夫叫来。不一会儿就把米和菜还有农家自己做的调料，有什么拿什么，满满的堆了一地。沈继贤把地点选在了沈家祠堂，烧火的、切菜的、煮饭的，妇人们有说有笑，男人们和屠夫一起分割肉。在李正的指挥下，他们把沈家留下的半边肉都分割好，由3个年轻的送到沈家去。大伯娘王氏亲自带人把肉送到老二沈继林家，看着二弟媳妇杨氏眼睛不方便，特意嘱咐她不用做饭，她会送过来。大嫂，都是我这眼睛拖累家里了，素娘生了闺女，我什么忙都帮不上。老二家的你也别急，等几天云芝和云峰去镇上卖了山货，找个郎中回来看看。祠堂里，猪脚和骨头炖的萝卜的香味儿，远远的就能闻到。哥哥，今天比过年还热闹呢。沈云峰揉了揉他的小脑袋，若有所思道：我们有妹妹了，以后的日子天天都是过年。大哥说的对，我看到妹妹那可爱的模样，每天都好高兴。以后你们都得对妹妹好，不能让她受一丁点委屈，知不知道？知道，我会一辈子都对妹妹好的。对，就是以后爹不在了，我也一样对妹妹好。沈继贤只觉得心肝肺都疼，他很想给她一个暴栗子，可看到她那和闺女最像的样子，又下不去手。他狠狠地瞪了3个儿子一眼，磨牙道：老子还年轻着呢。我没说错呀，爹瞪我干啥？大哥，我说错什么了？喂，你们都没说错，是爹想偏了，跟爹去给祖宗上香。咱们呢，都求祖宗保佑妹妹健康快乐就好了。沈继贤带着几个儿子去祠堂，你们跟祖宗保证，要一辈子守护好妹妹。我回去换尿布，还要给你们娘亲做饭。爹说要做饭，不好。爬起来就往家跑。有一年他们赶集去了，回家晚了，他爹打算煮好饭给娘一个惊喜，结果他们回家时，他娘一脸漆黑，差点把厨房烧了。祠堂的坝子里饭菜飘香，大家再次向沈家人道喜，一片喜气洋洋。那个朱红大门的大宅子里，丫鬟婆子们都忙着干活，管家高盛焦急地候在主屋门口，直到里面御医方文龙说了一声无碍，夫人不必忧心，赶了几天的路，小主子并没有比在京城差，这已经是奇迹了。来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待着，去哪里找我生儿的贵人？娘娘别担心，相信国师他不敢胡诌。过里几日，娘娘且安心回宫，这里有我和高管家，还有侍卫，请娘娘放心。我不相信生儿是身患顽疾，定是被人做了手脚。高盛，奴才在。西安国师他说，殿下必须来此才有生路。这里偏僻，贵人不一定有多高的身份。你在这里要管好下人，要与人为善，不得欺凌任何人。娘娘放心回京城吧，我定会打理好这里的关系，不放过任何找到贵人的一丝机会。不得泄露殿下的身份，以后让大家改成少爷吧。奴才遵命。说完，抬步走向后院，伺候在屋外的几个丫鬟紧跟其后，看着娘娘的背影消失在回廊尽头。高盛连忙走向屋里。国师的话虽然听起来玄乎，可
可从脉象上看，殿下的确没有我预料中的严重。真的？殿下什么时候会醒啊？最迟明天早上。殿下这里交给你了，我去吩咐厨房把药和吃食热炉子上，殿下醒了就传。要是咱们主子早一点来，今天或许能吃上野猪肉，可惜了。怎么，村民不卖？不是，听说沈家百年无女，他家把野猪肉给梧桐村的人分了吃了，这会儿正在村子里庆祝呢。以后去村里采购食材，对沈家不可苛刻。目光扫过厨房的几个厨娘，以后厨房的事儿就归黄婶管，黄婶说的非常好，我们在这里吃喝都会去麻烦村民，切莫仗势欺人啊！夫人给的赏银，与他们分了吧。走出厨房，高盛打开耳门，目光看向对面村里，村里的欢声笑语阵阵传出。3天后，清晨，几辆马车缓缓地从朱红色的大门驶出，高盛深深地向村尾那个篱笆院看了一眼，转身进了大门。顾离生打量着陌生的环境，他轻声问道：这里是哪里？我说殿下会醒，是指他可以睁开眼进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殿下最严重的时候还呕吐，这次只迷糊了几天，已经算很好了。黄婶儿小心翼翼的一勺一勺地喂着他鸡汤，然后又是一小碗黑乎乎的汤药，看着小主子吃药就像吃饭似的，他心疼不已。为了小主子一点白开水，照例给顾离生一颗蜜枣。谢谢，不苦了。殿下，不，少爷，这里是梧桐村，离京城啊也有2-3日的路程。我想去院里看看，我想走一走。他颤颤巍巍地把双脚放在地上，又用手扶住床沿，十分吃力地站了起来。片刻后，他感觉呼吸平稳些了，才小心翼翼地迈开脚步向门外走去。院子里的松柏深绿，没有了春天的翠绿有生机。不知道明年的荷花是不是和今年一样美？黄婶儿背过身去，悄悄地摸泪。方文龙抬头望天，他硬生生地把眼里的眼泪逼了回去。高盛低着头，再也忍不住心里的悲痛。他看着他学走路，学说话，聪明伶俐，深得皇上喜爱。淑妃外加手握兵权，皇后和太子不会明着下手。国师用了3天3夜的占星术，推算出卧龙山脚下有小主子的贵人。凤凰，贵人，对，为了小主子，我得挨个地儿去找。在村里人的指引下，他来到李正家。李正见他穿着绸布料子的衣衫，请问你是？啊，在下呀，是对面庄子上的管家，我姓高，名胜，主子在这里养病，以后多有打扰了。哦，原来是高管家呀！幸会幸会，你们来这里养身子是对了的。我们这里啊，虽然偏远，可这里山清水秀啊，对病人甚是有利。由于家里没有茶杯，都用碗喝水，高盛也不别扭，端过就抿了一口，连声夸道：好茶，这茶呀，京城里可喝不着。哎，听说你们村儿有人家喜天千金，我这里啊备了一点薄礼，李正大人可否带个路？我也去恭贺一番呢。哎呀，哈哈，高管家真是太客气了，你们来庄上住，我们村儿都跟着沾光喽。那我就带你去走一趟。哎，您前面请。就是这里了。他呢叫沈继贤，是我们梧桐村啊唯一一个读过几本书的人。他是秀才，他祖上有读书人，到他这一代已经读不起书了。他虽然不是秀才，教孩子们认字儿算账是绰绰有余了。也很了不起了。这时沈继贤正在院里晾尿布，屋檐下坐着2个相貌俊秀的孩子，他们抬头望着天空。李正刚张嘴准备喊沈继贤，就见一群野鸭子飞向篱笆院里。高盛一把拉住李正，两人屏住呼吸，生怕惊扰了刚落院里的野鸭子。院里的2个小孩向野鸭子投食，吃了食物后的野鸭子们在院里欢快地扇动翅膀，然后心满意足地腾空而起，又飞向村外。沈先生，那群野鸭子是？李正叔，快请进来坐。这鸭子是2孩子养收的。哎呦，真是怪哉呀！
我是对面庄子的管家，刚来几天，听说沈先生喜得贵女，特地过来道贺，以后大家都是邻居了，请多关照。说着，双手递上他带的礼物。小小薄礼，不成敬意，还请沈先生笑纳。云墨，去把鸭蛋捡一些，给贵人带回去尝尝。沈继贤把两人让进堂屋里落了座，又亲自去泡了素娘配的草药茶。高盛接过碗，他抿了一口，接着又喝了几口，眼睛盯着碗里似茶又不似茶的叶子。沈先生家的茶真特别啊，可否告知泡了一些什么东西？回去我也试一。这是我内人和大儿子在山上摘的草药，有轻微的清热解毒功效，夏天喝又去暑热。沈夫人会医术？不会，妇道人家就会配点驱蚊和解暑热的而已。哦，那也很了不起了。在下可否向你讨要一点这个茶呀？我带回去让我家主子也尝尝。那没问题，家里还有很多。医生说你也带点回去。沈元苏咯咯笑的声音传了出来。高盛不失时机地说道：听笑声啊，你家千金一定是可爱与健康。贵人好耳力，一听就知道。我家闺女可乖了，比那几个臭小子都乖。你夸得那么好，又不报给我们看看？哎呀，诚心馋我老头子呢。等着，我去抱我家苏苏出来见见贵人。苏娘，李正叔和高管家来了，我抱苏苏去见见他们。快抱回来，别凉着了。哎呦，乖乖，叫爷爷。哼，幼稚！宝宝才出生几天，喊出来不吓死你才怪。好漂亮的小宝贝儿啊！李正大人，你看他朝我笑了。说着，伸手在衣袖里一阵摸索，掏出2粒金瓜子放在苏苏手里。乖乖，叔叔啊，没有给你带糖来，这个给你买糖吃啊。这叔叔有意思，我喜欢。宝宝现在只喝奶，糖不糖的没关系。刚才动娘亲太累了啊，宝宝困了。让高管家破费了，多不好意思。高盛拿着沈继贤送的野鸭蛋和草药茶酒回去了，他心里隐隐有个猜测，需要时间来证明，希望小主子能撑到那一天。高盛刚走到半路，就碰到迎面走来一个风神俊朗的少年。云峰，今天你又打着兔子了？啥时候你又去打野猪？把铁猪哥带上。铁猪哥，你就别逗我了，那天我也是惊慌之下才误杀了野猪，再去我可没把握了。他应该就是李正嘴里的打猪英雄沈云峰了。他友善地朝少年点头微笑。回到家，沈云墨和沈云峰争先恐后地给大哥说高管家来过的事儿。沈云峰一听说高管家还给了妹妹2粒金瓜子儿，他们家无权无势，那人为何来攀交情呢？大哥哥，你看，这就是那个叔叔送的东西，可以给妹妹做新衣服了。还好不算太贵重，只是那金瓜子太贵重了，改天打了野味，再烧些银丝炭给那大宅子送一些过去，算是回礼。爹爹刚才让我把野鸭蛋送给那个叔叔了，我捡了20个给他，留下几个我给二婶送去了，家里还多呢，娘亲吃不完。可是灵芝没卖上好价。父亲，你不该收下那个管家的金瓜子，那1粒都值8两银子了。不是，为父不知道那玩意儿如此值钱，我以为最多也就值7斗米。哎呀，爹，这就退回去。爹，别去，送回去打人家脸呢。我想办法去还这份情。哥，改天你再去杀头野猪，给他们送去不就得了？你给老子闭嘴啊！你当那野猪那么好杀？你咋不去呢？大哥说那金瓜子一共值16两银子，我不是想到野猪值钱点吗？你个兔崽子，咋不是老虎更值钱呢？爹，你别管，我有办法。马上就要下雪了，我去山上烧几天炭，我想办法烧些银丝炭出来，那个用着没烟，大户人家都喜欢用那种。山上那窑洞多久都没人去烧了，才听到有老虎叫，也不准你去。那金瓜子的情分慢慢还。爹放心，我不会一个人去的。我把铁猪哥和云之哥都约上，烧了炭大家分。再说这个冬天有妹妹了，家里这普通的炭熏着妹妹可如何是好？那你们多带点刀。爹爹，妹妹想吃肉包子。哼，你个臭小子，你当老子傻呢？你妹妹饭都不会吃，还能吃肉包子？明明是你想嘴馋，还拿妹妹说事儿。爹，我没骗你，真的。上次我吃包子，妹妹就吧唧嘴儿。三弟，你咋不说小黄喜欢吃？别扯那些没用的，你想吃就直说。高盛回去后，把草茶包拿给方文龙。你看看这个草药茶，挺好喝的。我们以后啊，也这样搭配着泡茶。妙哉！
这配方不是汤药，胜是汤药，口感也不会差，有一点回甜，还有一点清凉。金银花、绞股蓝、黄芪、薄荷，这个茶可否煮给少爷喝？可以，我去煮点尝一尝。2天后，沈云峰和沈云芝还有刘铁柱几个人背着背篓，挑着箩筐，里面装着干粮。3人走了近半天的路，才找到被废弃了2年的窑洞。你们等会儿就别出去了，万一有野兽，这里的火堆足够，让他们不敢前来了。早上，晨光穿过厚厚的树叶，从枝头洒落下来，直到第一缕阳光射下，才冲淡了隔夜的寒气。3人吃了点东西后，踏着满地的断棵折枝，曲曲弯弯，结果用了整整1天才砍了1窑。原本预计的3天时间，看来是不够了。直到第3天傍晚，沈继贤见几人还没回来，开始慌了。沈继贤六神无主时，他又去大哥沈继德家商量。你也不想想，3天时间哪里够？窑洞附近砍柴都需要1、2天的时间呢，都30的人了，也不把胡须蓄起来。我才不留胡须，素娘不喜欢。素娘是胡须扎人。他说的是真的。王氏瞪他一眼，没有说话，就自己睡去了。真是的，自己心里没点数啊。大宅子里，方文龙觉得小主子喝了高盛带回来的茶后，精神好多了。他翻遍了库房，也没找到他需要的那一味药材。他决定去卧龙山上碰碰运气。刚进山不久，这一路上野田七、何首乌、野薄荷，老高呀，这真是个宝地呀！咱们小主子或许真的有救了。我操，有老虎！快，老高，救我！你爬树上去，我前去看看。方文龙转身就往树上爬，由于惊慌，刚爬上1米就滑了下来。自己报警啊！高盛几个起落，来到一个山坳，他站在高处，远远地看见有3个人手拿着木棍和一只吊情白额虎对峙。快把草点燃！老虎看到火球向他飞去，吓得老虎转身就跑。铁柱哥，老虎走了，你把这堆火看着，我和云之哥过去把前面的火灭了，再烧下去，整个山都会被烧的。你们这是？高管家来的正好，我们烧的银丝炭马上就好了，我等会儿给你送府里去。你这是？云峰感激高管家的照拂，特意约我们来烧银丝炭。今年家里有妹妹了，也需要烧点好炭的。这里太危险了，以后别来烧炭了。哎，你们等等，我再去喊一个人过来帮忙搬。方文龙见高盛回来，老高，我在这里。老虎呢？回去找母老虎去了。哎呀，别逗了，接我下去。这么一点高，你跳下来试试。哎呀，如果再回到从前，我一定好好练武，不学这老婶子医术了。你轻点。哎呦，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不行，明天开始你得教我练功。前面沈家小子和村民在烧炭，应该是我一时高兴，那2粒金瓜子惹的祸。哎，你随我去帮着搬，还是你自个儿回府去搬？我觉得沈家那孩子不错，我想让他进府。哎，你说让他干什么好？跟我学医。跟你学医啊，多浪费人才。我看那小子骨骼清奇，胆识过人，是个练武的好苗子。你都想好了还问我？你这不是逗我玩呢？我若直接让他跟我学啊，人家未必愿意，得找个由头才好。那孩子清高，不会接受无缘无故的好。你可以雇他进府干活，慢慢让他知道学武的好处，他不就愿意了？还是饱腹经书的方大人有办法，就依你之见，到时候还得委屈你了。你要收个徒弟，为何要委屈我呀？看着堆成小山的炭，箩筐和背篓都装不了。看着沈云峰走向树上垂下的藤蔓，高盛就知道这小子有办法。手里东西最少的就是方文龙。你且坐着休息一会儿，我把炭背回去，再回来接你。算你狠！看着刚才已经精疲力尽的人，这会儿精神百倍地走在前面。走完山路，就是高管家住的大宅子。沈云峰把满满的一担炭给高管家，他若不收下，这孩子怕是要和他生分了。不知高管家你们的炭是否够用？府里人多，不够的。如果你们用不完的，都可以卖给我们东家。沈云峰迈着轻快的脚步往回走。嗨，沈哥哥，你背篓里的炭还卖不卖？沈云之以为喊的是他，他一回头，只见一个年约14岁模样的姑娘，她身后还跟着一个小丫鬟。这不是白香参家的孙女白香兰吗？哎，
你咋跑到我们梧桐村来了？你闭嘴！我没和你说话，我为啥就不能来梧桐村了？我这不是关心白小姐吗？你来这里要去谁家？哥哥帮你带路。白小姐如果要买炭，哥哥便宜卖给你，你给5两银子就成。你咋不去抢呢？这破炭就要5两银子。我真没卖你贵价，你不信去镇上打听一下，很多人都烧不出来这种银丝炭的。他提起裙摆就往前面跑，一边跑还一边喊道：沈哥哥，你等等我，我有话跟你说。完了，我俊秀非凡的堂弟被猪惦记上了。这位大姐，你是在喊我吗？我有那么老吗？我来这里。这位大姐，你请便吧，我不认识你。我可以去你家要点水喝吗？铁柱，你去屋里端点水出来，白姑娘口渴了。白小姐还是热的呢，管够。他狠狠地瞪了刘铁柱一眼，谁要喝你家的水了？走，去他家。小姐，这可使不得，若是被老太爷知道，非把奴婢打死不可。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就这么回去了。说是那死丫头怂恿祖父找人去沈家说媒，那可如何是好？小姐息怒，二小姐才12岁，老太爷不会这么早就给她议亲的，要议亲也是先紧着小姐你的。你说沈公子他会不会还出来？小姐，听说沈公子才刚满12岁。哼，本小姐又不嫌弃他小，你看他那大高个，看起来都像15岁的人了。刘铁柱为了不惹祸上身，就往屋里去。刘铁柱，白大小姐还有何吩咐？豪气冲天的把那10文钱拍在刘铁柱手里。白大小姐这是何意啊？以后你给我盯着点沈云峰，他出门去哪里，你必须过来给我报信。这事我可干不了，这钱你还是收回去。你敢？你若不听本小姐的话，以后这几个村的灵活你都干不成。就这么说定了，我等着你的消息。眼睁睁地看着主仆2人大摇大摆地往村外走去。看什么看？那屁股一看就好生养，娘同意了。娘啊，你就别添乱了，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出去4、5天了，就烧这么点儿。大部分的炭我卖给那个大宅子里的管家了。儿子，烧炭咋这么赚钱？明天你又去。儿子，你再去烧一次，就可以把刚才的大屁股姑娘娶回来了。娘，那是白香参的大孙女，你觉得咱家高攀得起吗？这炭是云峰做的，我可做不出来。你这个憨批，人家姑娘都找上门了，有啥高攀不起的？我去找云峰玩去。沈云峰回家后都来不及吃饭就去洗澡，然后用帕子揉搓着头发，他就进屋看妹妹去了。娘，烧的银丝炭我拿了1担给高管家，算是抵了金瓜子的钱了。看到大哥哥回来，他高兴的笑眼弯弯。儿子，以后别去烧炭了，在山里待几天太危险了。沈云峰伸手抱起妹妹。妹妹，想大哥哥没有啊？这个冬天冷不着了。宝宝好感动，也想念哥哥。大哥哥，铁柱哥找你。院外，刘铁柱把10文钱往沈云星手里一拍：你拿着，我拿着道信。10文钱，铁柱哥这是想看我的野鸭子吗？不是，给你买糖葫芦吃呢。你给云星钱干啥？那炭是你辛苦烧的。那死胖子白兰香威胁我，让我给他通报你出门的时间和地方。那个10文钱就是他给的。不爱，我躲着他便是，你不用为难。晚上，沈云峰和2弟弟扒拉着账，就60两，家里盖房子是不够的。2弟喜欢读书，他准备开春了，送2弟去清河书院读书。3弟现在还可以跟着父亲读1两。1个月后，早上阳光明媚，给大地披上一层光辉。沈云苏躺在娘亲怀里，秀气地打了一个哈欠。夫人，请问云峰在家吗？素娘一听声音就知道是高管家。青瓜子叔叔又来了，妻子宝宝手里不收金瓜子啦。沈夫人好，少爷里面请。院里的几人这才注意到高管家身边站着一个小孩，五官清俊，衣着不凡，脸色不大好，显得有些孱弱，眼底泛着淡淡的青色，一看就是旧病未愈的模样。少爷请坐这里，晒太阳挺好的。素娘抱着沈云苏准备进屋去，家里来了外男，还是交给儿子去招待更合适。夫人且留步，在下有事和夫人商量一二。农家没有点心招待，少爷不妨尝尝这山野干果。谢谢夫人美意，福姨说我除了吃饭只能喝药。好一个俊俏的小哥哥啊！来，握个掌。不，我只是想给你把个脉。顾离生定定地看着摇篮里粉雕玉琢的小孩。小哥哥太高冷了。
顾离生看着襁褓中的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突然，一阵荷花香飘进他鼻子里，他感觉通体舒畅。沈夫人，在下今天带我家少爷来，就是想雇沈公子去府上帮工，月例比不得京城，也就1两银子一月，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呀？这事恐怕我不行，我要照顾弟弟妹妹，实在是腾不出来时间。要不我给你介绍我堂兄去？少爷过来养病，没带什么人过来。沈公子只需要帮着府里采买些食材即可，不需要点卯。我去，除了去镇上采买，我还可以砍柴。他那眼睛看一会儿别处，又往摇篮里看时，他恨不得马上把妹妹藏起来。儿子，你别逞强，若是忙不过来，就让云芝去。沈公子做事细心，我相信他行。若是家里有事啊，可以请假。府里没多的人，不碍事的啊。你们多坐一会儿，我带闺女进去了。太阳刺眼，她会睡不好。随着摇篮的远去，那淡淡的荷花香也消失殆尽。走出篱笆墙，顾立生频频回头，那荷花香是他。少爷，你是不是喜欢沈公子家？香。什么香？荷花香，那香味闻着呼吸都通畅不少。少爷以后可以常跟着沈公子去他家玩吗？我看他一家人都不错，不似普通的农户。小主子的贵人是那谪仙般的娘，还是那雪玉般可爱的小姑娘呢？不管如何，与沈家把关系拉近就对了。大宅子里，沈云峰把采买回来的用品一一检查了一遍，交给了负责厨房的黄婶。沈云峰看时间还早，就去帮着打扫院子。就听见高管家的声音在花园里响起：别动，要是伤了耳朵什么的，我可不负责的啊。高大哥，不带这么玩的，要出人命的。你这是信不过我呀？都玩了2天了，你这不是还好好的吗？要不你把眼睛闭上。沈云峰循着声音走去，只见方文龙头上顶着一个苹果，背靠大树站着，脚在微微发颤。高管家站在2丈之外，手里捏着一个柳叶飞镖。只见高管家安慰方文龙道：你配合的好了，我陪你去卧龙山采药去，行不？只听噗的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老高，咱以后别玩这个了，我心脏受不了啊。云芳，来，你也来试试，可好玩了。我不行。他指了指离得最近的一棵大树道：试试这个距离，偏了也没关系，找找手里的感觉，学会这个用于防身也好的。沈云峰有些心动，他把手里的飞镖掂了掂，用平时扔石头的动作把飞镖扔向大树。一声轻微的声响，飞镖打在树身上后又落在了地上。云峰啊，你的手感真好，这准头没练过是很难打准的。他跑过去捡回飞镖递给高管家，讪讪一笑：我经常用石头打野兔，偶尔能中一次。如果你学会了飞镖，以后打中野兔子的几率就大得多，还可以打鸟、打野鸡，比打猎的人收获都多。真的？我可以教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学上1、2啊？愿意愿意，我学会这技艺，以后说不定打野猪都可以，再也不用像上次那样瞎猫碰到死耗子似的，举起刀划破野猪肚皮了。好男儿志在四方，如果有武艺傍身，就是从军后都能被重用，一进军营都可能被提拔成千夫长的。从那天开始，沈云峰就跟着高盛从练暗器开始。顾离生自从闻过那淡淡的荷香后，身体通畅了几天后，又回到了原来的症状。方文龙把完脉，疑惑的道：前几天少爷的脉象有所缓解，难道我的药方还是没对？少爷，沈公子家里有野鸭子到他家院里生蛋，村里的孩子们经常去看，都成了村里的一道风景线了。你想不想去看一看呢？幼稚，外面雪都那么厚了，你还带少爷出去，万一少爷着了凉，我这药不就是白用了？路上的雪都被沈公子扫过了，出去透透气，对身体还好一些。信不信晚上你再把脉看看？我也想去看看野鸭子，你们不必担心，我多穿一点再出去。对，多穿点，把裘皮斗篷披上。披上红斗篷的顾离生，在红色的衬托下，脸上显得不那么苍白了。由于天气变冷，沈云星用稻草做了很多的窝放在屋檐下，他早早的就抱着妹妹坐在那里，等着野鸭子下蛋。沈云峰在院里练飞镖，不
不会再应声落地了。沈云苏眼睛一直跟着大哥的飞镖移动。太好了，大哥手的准头很好。妹妹，哥哥给你背三字经如何？不如何，我还想看大哥练功呢。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高管家，少爷，快里面请，外面冷。外面冷，少爷请屋里去坐吧。我看野鸭子。他说着就走到屋檐下，坐在了沈云星身边。少爷在屋里闷得慌，他特意过来看野鸭子下蛋呢。这时，野鸭子旁若无人地飞落在院里，再大摇大摆地走向沈云星做好的窝。顾离生故作镇定地看向那群蹲着的野鸭子，闻着淡淡的荷香，他有些心虚。直到所有的鸭子都生完了蛋，顾离生又悄悄地深呼吸几下，他才站起身说要回去了。回去后，方文龙把脉后，惊奇地发现少爷的脉象又有些缓和。他开始认同高盛的说法，多带少爷出去走走。殿下，你以后要多去看看沈家妹妹，她或许是你的贵人呢。我能闻到她身上有一股荷香，闻后感觉浑身舒畅。殿下，这事关重大，别和任何人提起，若被宫里的人知道了，会给沈家姑娘带来无妄之灾。今天去沈家，没见到沈先生和沈夫人，殿下的贵人非那襁褓中的小姑娘莫属。从那以后，高盛带着小主子时不时地去沈家看鸭子。马上就过年了，高盛带着整个府的人扫着院里的积雪。这活就交给你了。好身手。高大哥，快放我下来！你这个不讲武德的玩意儿，你是抱着树干摇呢，还是我给竹竿给你用？你若骂都能把积雪给骂下来，也算是你的本事。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委屈一下。再说你把树上的积雪处理了，也是大功一件呢。少爷可以放心的在院里玩耍了。感情是想诱惑这小子跟他学轻功，拿他挂树上做示范，这黑心肝的。为了小主子，我忍。方文龙在树上颤颤巍巍地动了一会儿，树上的积雪只落了少许下来。他脚尖轻点，像一只轻盈的燕子飞向大树。一阵惊呼声后，沈云峰又看到高盛搂着方文龙的腰从树上飞身而下，稳稳地落在地上。方文龙一屁股坐了下去。沈公子，快扶我一把！真没人性的，太不人道了。路过高盛身边时，高盛低声道：晚上我请你喝酒。哼，打一巴掌给一颗甜枣，我不吃你这一套，下不为例啊！见院里只剩高盛一个人时，鼓起勇气走过去，扑通一声跪了下去。高管家，我想拜你为师，不知……沈公子千万别客气，师傅不敢当，我愿意倾囊相授。沈家的年夜饭桌上多了高盛和顾离生，还有一脸幽怨的方文龙。沈继贤把大哥二哥都请来一起过年。饭桌上，沈云峰恭恭敬敬地给高盛敬了拜师酒。沈继贤非常高兴儿子能拜师学艺，他频频地给高盛和方文龙斟酒。摇篮里的沈云苏看着桌上的野猪肉吞口水。最要命的是三哥沈云星，他每吃一道菜都会夹起来给沈云苏看看。妹妹，你看，这是大哥哥从冰窟窿里砸出来的鲤鱼，大伯娘煮的可香了。就是他不能吃。我知道，我就给妹妹看看。三哥，你确定你这样真的好吗？眼不见为净，宝宝睡还不行吗？顾离生在满屋的酒肉味里，还是闻到了那淡淡的荷香。素娘见沈云苏睡了，就准备抱着她回屋里去了。等等，顾离生从衣袖里拿出一枚玉佩，放到熟睡的沈云苏身上。这玉佩是高僧开过光的，辟邪，有灵性，能保佑苏妹妹平安，当我给她的压岁钱吧。我看少爷你那小嘴嘚嘚的，才像是开过光的呢。沈继贤给每个小孩都发了压岁钱，愿少爷平平安安，岁岁有今朝。顾离生手里拿着这10文钱，心里甜丝丝的。这10文钱和父皇的赏赐不同。晚上，素娘把顾离生送的那枚玉佩收了起来。既然是少东家送的平安玉佩，你何不给闺女戴上？玉佩凉，还是别戴了。他为什么送给我？古人送玉佩好像是定亲，不会吧？宝宝还在穿纸尿裤呢。也许这里送玉佩的意思不同，还是小说看多了，带偏了。哦，想起来了，今晚是除夕夜，
应该是压岁钱的意思。时间转瞬即逝，3年多过去了。在高盛的悉心教导下，沈云峰的功夫大有长进。院里，顾离生站在窗边，看着高盛和沈云峰练武。院里的松柏和黄角树又长高了一些，顾离生也长高了不少，面色比刚到梧桐村好的太多了。沈公子，你家妹妹找你来了，快请小苏苏进来。师傅，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吧。哎，不急，你去洗洗。黄婶啊做了新糕点，我让小苏苏帮我尝尝。说着，头也不回地往外面去了。刚到垂花门，就见小苏苏蹲在地下，看着地上的蚂蚁。苏苏啊，快进去玩。你上次啊说的那个什么糕，黄婶做出来了，正准备啊给你送过去呢。你来的正好，你进来，趁热尝尝啊。波波，鱼。高升一头雾水，小苏苏说的什么他不太明白。他说要落雨。咦，多多，你咋知道？离生哥哥，你咋个知道我说下雨的？没有为什么，我就是知道。还有你说的那个什么糕，若是不好吃，说好的输了的人要赔一个绿头大蚂蚱。香芋糕，这小子太狡猾了，万一好吃他也说不好吃呢？不行，得多几个人作证。赌就赌，不是打赌。妈呀，这年纪说话口齿不清太吓人了，听起来差不多，意思就差大发了，都快扯上人命官司了。他面不改色的朝里面走去。宝宝反正还小，说话是不用负责的。你们爱懂不懂？刚走到花园里，就见黄婶儿端着一碟白白胖胖的糕点走了过来。婶婶，我的多多呢？沈公子刚练了功，去冲凉去了。两个小孩落座后，顾离生盯着白白胖胖的糕点，提醒着沈云苏道：还记得打的赌吗？我就是一个大蚂蚱嘛，地里多的是，回去就让三哥帮着逮一串，还可以附送你一只小猪虫。一想到顾离生看到猪儿虫的模样，沈云苏乐的嘴都快咧到耳根子了。还没输呢，为什么要给他大蚂蚱？看着白白胖胖的糕点上面还有花纹，两人就这样盯着糕点看了好一会儿，也不动手。最后两人同时说道：你先吃。你不吃算了，我不婶婶吃，他耍赖。高管家和黄婶儿交换了一个眼神，正准备找个借口开溜。高伯和黄婶都尝尝，吃了如实说就是了，我输得起，不就是输了陪你上山捡蘑菇吗？我才不怕，没什么大不了的。顾离生暗自腹诽，悄悄地瞅了一眼他腋下挂着的手帕。等等，我不要绿头大蚂蚱，太幼稚了，我要改一个赌注。不容易，你丫的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幼稚了。少爷，你已经比很多孩子都成熟了，哪里幼稚？少爷，你别较真儿啊，千万别把苏苏丫头惹毛了呀。改就改，不让你改。我要你的帕子。这厮居然想要娘亲给他擦口水的帕子，若给了他，那他就不得拿衣袖横着擦了。不行，我娘绣的。你把帕子给我，我答应你2个条件，还有笔墨纸砚和算盘。黄婶知道小苏苏这年纪容易流口水，她转身去屋里拿出来2张手帕。苏苏不必担心没帕子用，这是老奴闲暇时绣的。小苏苏，看看你喜欢不喜欢呀？沈云苏看着前面的手帕，一副忍痛割爱的模样，逗得黄婶和高盛忍俊不禁。婶婶的漂亮，我赌。说着他也把腋下的帕子解下来放在桌子上。高盛一溜烟的跑进顾离生的书房，再跑到府里的账房，他拿起桌上唯一的一把算盘，转身就往花厅跑。哟，这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大事吗？看高大个那紧张的额头都冒细汗，难道殿下又被沈家丫头戏耍了？不对呀，每次殿下被沈家丫头气得磨牙，过一会儿殿下就会烟消云散，今天难道还被气得更狠？你先起，你先吃。顾离生也不客气，轻轻地捏起一块面前的糕点，缓缓地放在嘴边，斯文地咬了一小口。他细嚼慢咽，好吃不？好吃不？别流口水了，你自己尝尝不就知道了。算你狠，明知道本宝宝还想会流口水，还故意气我，你给我等着。抓起离身边最近的一块又白又胖的香芋糕，放进嘴边里一咬，
一只小手向高盛和黄婶挥了挥，示意他们一起品尝。两人各拿起一块糕点放进嘴里，还没尝出什么味儿，一不小心都吞下去了。高盛和黄婶尴尬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咋样？好吃不？方文龙有一点想不通，高盛这憨批为什么那么紧张沈家小丫头呢？若不是他和高盛一起到的梧桐村，他都怀疑这丫头是不是高盛的私生女了。这憨批喜欢姑娘，自己找个媳妇儿生不就完了吗？为何把别人家那姑娘紧张的比殿下还重要？哎呦喂，少爷和小苏苏有口福了哈！皇婶又做什么好吃的了？要不我帮着你尝尝。叔叔，吃。太好吃了，香软可口，又没有普通糕点的甜腻。高盛一看他那憨批样，就知道他是来砸场子的，连忙向他蒙眨眼睛，让他闭嘴。高，你眼睛不好了，要不要我给你看看？有病要尽早，耽误瞎了就不好了啊！你瞎，你全家都瞎，你这方脑壳搅屎棍！对吧？好吃。赢了。顾离生非常大气的把笔墨纸砚往他面前一推，又顺手把他那擦过口水的帕子顺在了手里。高盛对自家小主子竖起了大拇指。方文龙点头道：太好吃了，香糯可口，回味无穷。皇婶，还有没有？吃。没了，过2天再做。这明明盘子里还有几块，为什么说没有了？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算了，别人说不能得罪郎中，我觉得不能得罪厨娘，不然最喜欢吃的红烧肉就没了。赢了。小苏苏真是食神，居然知道香芋能入糕点，以前厨娘们只知道用来炖汤。苏苏最乖喽，以后啊还有什么新吃法也记得告诉我们，皇婶都做出来，我们尝尝。只要是他爱吃的东西，他都记得配方和做法。他敢说，他们不一定敢吃。比如这会儿在树上唱歌的知了，那玩意儿用油炸可香了。这孩子体弱，高蛋白适合他，改天让他尝尝，但愿别吓死他吧，不然可就罪过了。你吃。沈云苏拿起一块糕点塞进嘴里，又劝顾离生吃了2块。大豆多吃。小苏苏对哥哥真好，怪不得沈公子啊，天天都恨不得把小苏苏带在身边呢。这时沈云峰换了身干净衣服走了过来，一把抱起自家的妹妹。我家乖苏苏又吃什么了呀？高兴成这样。多多吃，哥哥吃。少爷，还是你吃吧。沈云苏抓起那块糕点就塞进大哥嘴里。他不多起。沈云峰被妹妹逗得哭笑不得。还别说，这糕点真香糯。多多，我赢了。沈云峰哪里肯收妹妹赢下的赌注？必须收，说好的赌，下次你输了可别哭鼻子。说不要。师傅，改天我另给你买一个新算盘。别买，府里的账不多，又不用统计，我记在账本上就行了。算盘呢，平时都放在那里，落尘了。顾少爷母亲来过2次，都只住了2天就匆匆离去了。这府里大小事都是师傅说了算，而少爷的父亲从没有露过面。沈云苏刚走一步，就回头看向顾离生道：香芋不多起。好，我不多起。苏苏，你咋知道少爷不适合多吃香芋的呀？不，刻画还有糯米。小苏苏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在里面加了发糕粉，少爷偶尔吃1-2块可以。多多回雨。苏苏喊哥哥回，要下雨了。这一句话提醒高盛了。苏苏，什么时候会下雨呀？沈云苏看了看天，最早晚上，最晚明早。沈云峰毫不意外妹妹会知道天气，妹妹无论说什么他都从不怀疑。他弯腰抱起妹妹，明天若下雨就不出去买菜，我去河边捞鱼。我和你一起去。高盛说道。他又看向方文龙，方文龙还没等他开口，一溜烟的跑了。日子过久了，高盛一个眼神他都知道，不就是想让他一起去河边吗？他才不去呢，瓜娃子才和他去。记得珊珊啊。知道。拜拜。看着兄妹俩远去的背影，高盛感叹道：沈家真是好福气啊，有如此乖巧可爱的女儿，
真是羡煞小人了。谁说不是呢？这丫头聪明伶俐，小小年纪做事进退有度，比京城的贵女千金都强上几分。说着，都把目光看向顾离生。顾离生心想，这两人什么眼神？沈家闺女好，难道我就不好？我回屋去了。他要赶紧回屋去验证一下他的猜测。他轻轻地从衣袖里拿出了那张月牙白的手帕，然后又轻轻地在鼻子前晃了晃。他嘴角上扬，这香味儿还是熟悉的荷香。果然如此，他轻轻地把手帕叠好，放进胸前的衣襟里，高盛看着他关起的房门，嘴角露出会心的微笑。走出大宅子后，沈云苏怕哥哥抱着他太累，就说要自己走。沈云峰帮他拿着算盘和纸，还有一只狼毫。这玩意儿也不算贵，都收了吧。哎，手帕完犊子了，老子赢了的，为何还把帕子给他了？我就说人高兴过头会晕头的吧。乖苏苏，咱们明天啊把这个还给少爷好不好？我看这笔几十文买不到的呢。我赢的，他耍赖不还。等本宝宝生气过了再给他拿鸭蛋去。摇到头上的小啾啾左右摇摆，为了给闺女打扮漂亮，素娘自己做了一个红红的蝴蝶结给她戴上。沈云峰见妹妹那咬牙切齿的模样，赶紧哄道：好，先不管她，咱先回家啊。回家。沈云苏说着就迈开小短腿儿，噔噔噔的往前面走去。一路上村里人都和他打招呼：小苏苏，来婶婶家坐一会儿吧。小姑姑，去我家吃饭好不好？我要回家找娘。刚走到竹林外，沈云苏只觉得身子腾空而起，落入熟悉的怀抱。哎呦，苏苏，你去哪里了呀？爹爹都在村里找了一圈了。妹妹到大宅子接我去了，爹不用担心。我能不担心吗？前2天还听说镇子上有拍花子出来，以后苏苏出门你们都跟着啊，人多的地方要把妹妹抱在手里。知道了。爹爹，我不怕。到家时，素娘已经准备好了晚饭，沈云墨和沈云星也放学了。沈云墨看着厚厚的一叠纸，拿起来闻了闻，这只是上等品，比我在书院用的贵1倍呢。大哥今天又去镇上了吗？沈云苏把狼毫往他面前一推，给我赢的。他叽叽呱呱地说了一阵。沈云星抱着算盘蹲在门外，嘴里念叨着什么1去9进1 2去8进1，然后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响起，更听见妹妹在说她又赢了那个少爷。这笔墨纸和算盘是顾离生自己下的赌注。妹妹，她咋知道我想要算盘的？然后他想了想，又说道：我总觉得那小子没安好心，以后离他远着点。是不是他府里没丫鬟，想拐咱妹妹去做丫鬟呀？这倒是不会，他的人品我还是信得过的。他就是喜欢和咱妹妹玩，那府里没小孩，他也挺可怜的。星儿，你说的也太离谱了。我看那孩子挺有教养的，不是你说的那种人。素娘把一碗蒸蛋放在沈云苏面前，沈云苏见桌上只有他一个人面前有蒸蛋，他拿起木勺子，挨个的往爹爹、娘亲和哥哥们碗里放蒸蛋。咱苏苏自己吃，哥哥不吃，你吃了快点长大，哥哥带你去读书。沈云墨摸了摸妹妹的小脑袋，爹爹喜欢吃玉米窝窝头，吃了身体倍儿棒。沈云峰端起手里的粥，蹲在门外去了。沈云星伸长脖子，就着沈云苏的手吃了一勺。好了，哥哥吃了，你自己吃，等哥哥赚钱了，让你天天吃肉包子。肉包子是你喜欢吃的，我闺女才不爱吃那个。咱们小苏苏以后要天天吃炖猪脚。你才是最喜欢吃炖猪脚。来，娘亲喂。晚饭后，大雨如约而至，夜晚雷声阵阵。沈云苏耳边一会儿是雷雨交加的声音，一会儿又是咕嘟咕嘟的泉水声。睡梦中，他迷迷糊糊地看到那烟雾缭绕的温泉又出现在面前。这次他看到有3个温泉池，其中一个池子里荷花开得正艳。他有点好奇，温泉里也能种活荷花。他走过去，伸手挨个的去摸池子里的水。第一个池子的水是温热的。他再看向最后的那个荷花池，池
池边有一块石头有2米高，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焦字。他继续往里走，后面就是一片黑土地，地里的一角长着一些像人参的东西，其余的地方都空着。沈云苏暗道可惜，那片黑土地旁边是一座2层木屋。沈云苏就纳闷了，我梦里怎么有这样的场景呢？一声惊雷响起，他猛然惊醒。咦，手还湿漉漉的，难道房顶又漏雨了？不对呀，前不久高伯伯还带着大宅子里的人来给我家翻了屋顶的，伯伯还买了一些新瓦补上。难道我尿床了？摸到小裤裤都是干的，他才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他瞪着眼看着帐顶，帐顶也没有漏水。泡饮胶这几个字像刻在他脑海里，摔都摔不掉。是梦非梦，他又沉沉地睡着了。沉睡中，那熟悉的咕嘟咕嘟声仍然在耳畔响起。今天学书院放假，二哥躲柴屋后面去背书，他怕吵着妹妹睡觉。三哥沈云星趁父亲没看到，偷偷地溜进屋看妹妹睡。醒来的沈云苏闭着眼，一伸懒腰，手就摸到一个脑壳，他以为是爹爹，他刚要开口喊爹，妹妹睡醒了，哥哥带你去找娘亲。你吃饱了撑的吗？妹妹睡得好好的，你去把她喊醒。睡醒不睡？是妹妹睡醒了，我抱她过来找娘亲，爹又冤枉我了。谁让你老是偷偷去看妹妹睡觉的？活该！走，宝贝，娘亲喂饭饭去。妹妹快吃，大哥在准备渔网，我们今天去河边网鱼去。真的？宝贝慢慢吃，别噎着了。河边涨了水，太危险了，咱们不去，好不好？对啊，苏苏乖啊，咱不去。爹今天陪你认字儿，好不好啊？爹娘，有我和二哥，还有沈家族里那么多人，我都不会让妹妹落地的，不用担心，我背着妹妹就远远的看，好不好？多多，背苏苏去。云峰，我也带了渔网的，咱们一起去。云清哥，今天最先居的东家给你放三叔，三叔好。小苏苏，三哥哥回来了，还记得我吗？沈云苏冲他甜甜的笑道。多多好。苏儿喊哥哥还不是那么清楚。我们家小苏苏说话算清楚的了，当年云清他5岁说话都不清楚。沈云苏心想，爹爹，咱还小，说话不清楚很正常，不丢人，咱能不能别埋汰三堂兄了？三叔，三婶，快看，苏苏在冲着我笑啊，她肯定还记得我。咱们妹妹真聪明，那当然，咱们沈氏家族啊，历经100年才生出这么一个闺女，当然是最聪明的。素娘笑而不语，她当然知道自己的闺女有多聪明。多多，过年回家了。哎，妹妹真的记得我，还知道我过年回来过的。咱家妹妹真的是好记性。素娘，你听到了吗？咱闺女今天连着说了3个字了，口齿清晰的很。乖苏苏，再给爹爹说3个字。胡子长。听到了吧？闺女说的可清楚。听清楚了，闺女说你胡子长了，快去刮了。多多，等我。云清哥哥，等会儿你和大哥捞鱼，我负责背妹妹，他说的话我才听得懂。我还要写作业，就不跟你们去了。云星，你可要把妹妹背好，路滑，走路慢点。二哥放心，我光着脚丫子去，走路可稳了。沈云苏洗漱后，素娘给她换了一身粉红色的衣裙。妹妹真乖。知道妹妹乖了，老子叫你回来是让你去捞鱼的吗？你把李家姑娘早点娶回来，说不定啊，我明年也能抱上孙女。老三，你给我把那逆子轰出来，我在院子外面揍他，别吓着我们苏苏了。三叔，你别听爹的，那李家姑娘丑死了，我见过的，我才不会娶她。老三，你磨叽个啥呀？把胡须留起来，都30几的人了，整得跟个小白脸似的，也不嫌丢人。这是苏苏让我刮的，她说扎手啊。既然是苏儿说的，那你还是刮了吧，别留着碍眼啊。三哥，你不知道，家里妹妹说话比老族长都管用。沈老三，你出来！你若要我进去逮你啊，我定让你屁股开花。妹妹啊，三哥哥这次要死定了。那李家姑娘又黑又矮，三哥死也不会娶那样的姑娘。三哥喜欢漂亮的，以后才有机会生个像妹妹这么漂亮的闺女。沈继贤都听得连连点头。我说大哥，你就别为难云清了。你给我闭嘴！咱家穷成啥样，你心里没点逼数吗？哪里还轮得到他挑3拣4的啊？我当年不也穷的裤子都没多的，不也娶了素娘如此美貌的贤妻？还有理了！
你给我走出院子试试。咱又不傻，送出去挨揍。妹妹，别光笑啊，快想办法救救三哥呀！三哥不怕挨揍，就怕你大伯非要娶那丑八怪锦屋就惨了。多多不怕，苏苏去。真的，我帮妹妹去和爹爹说。说着，他抱起沈云苏，走到院子边，离院外的沈继德有3米的距离。沈继德一看到小苏苏，苏儿乖，昨晚打雷吓着宝宝没有啊？大伯，苏苏不怕，苏苏怕丑人，丑人都作怪。苏儿啊，你三哥一把年纪了，再不娶亲呐，他这辈子就完了。爹，我还没满19岁，咋就一把年纪了？二哥在军营都还没成亲，我不急。沈云苏差点笑喷。2年，三哥娶漂亮嫂嫂。好，就听苏儿的，苏苏说啥就是啥啊！你能跟你二哥比啊？他若当了将军，他就是30岁都有大把的姑娘任他选。你都学了几年了，也没见你煮个啥来吃，你到底学没学到东西啊？苏儿今日中午过来吃饭，我叫你大伯娘给你做好吃的啊。说着就双手往后一背，往回走了。学会了的，爹，蒸煮炸我都会的。等会儿捞鱼回来，我煮给你们吃。沈云苏一直在想，如何让这蒸煮炸都会的3堂兄也发家致富呢？走吧，我把网补好了，把妹妹放背篓里，背篓里2块。沈云苏很想给爹爹点一个赞，他若一直在三哥的背上，背久了2个都热。爹爹太聪明了，把哥哥抓紧了啊！小苏苏高兴的只差吆喝一声嫁了。他还从来没有见过捞鱼的场景，他很期待。星儿，带妹妹看一会儿就背回来，别把妹妹累着了。最累的是我，好吧？沈云峰和沈云清拿着网，提着木桶走在前面，沈云星背着沈云苏，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从村里一路出去，一路上都有人加入捞鱼的队伍，有沈氏族人，也有村里的孩子，其中就有刘铁柱。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往河边走去。河边昨夜河水很大，倒灌进了田里，这时候已经缓缓退去。沈云星找了一个高一点的田埂落脚，那样才能看清楚河边打鱼的情景。10几张网齐齐地撒向河里，等网落到河底后，大家才缓缓地往上收网。沈云苏激动的都屏住呼吸，瞪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水面。肯定是大哥哥打的鱼最多。妹妹，你猜这一网是谁家打的最多？多多，苏丫头，你当然说你家哥哥打得多了，我还说是我家哥哥会打得最多了呢。哼！沈云苏给了几人一个白眼儿，懒得跟他们理论。他笃定是他大哥哥最厉害。高盛远远的就看到村里的一群人走向河边，他提着一个大木桶也走了出去。看到他走出大门，方文龙才松了一口气。黄婶儿看他张头鼠脑的，暗暗偷瞧高盛出门的背影。昨晚河里涨了水，村民们都捞鱼去了。方大人，你不去瞧瞧热闹？我就不去凑热闹了，我还要煎药。你们看，好多的鱼啊！村民们指向那一排渔网，大家都伸长脖子，看谁家网里的鱼最多。天灵灵地灵灵，菩萨保佑我哥第1名。哇，沈家那2网好多的鱼哦。随着渔网拉上岸，村里其他人的渔网里就几个不大的鲫鱼在蹦跶，只有沈云峰和沈云清的渔网里白花花的，满满的一网的鱼。这下村民傻眼了。妹妹，你说油炸小鱼就是那个小白条鱼吧？就是。高盛看鱼打得太多了，他回去叫车夫把马车赶出来。沈云清看着几大桶鱼塞满了马车，他请缨道：这鱼太多，得往酒楼送才卖得完。我认识的酒楼掌柜多，我和车夫大哥去卖鱼就行了，剩下大哥你看着办吧。最后沈云峰把没拉走的鱼都分给了大家。村里人都道沈家人运气好，人也厚道，只有狗蛋儿咕哝道：沈家走了狗屎运了。妹妹说她想吃那个小白条鱼，给她多留一些，等云清哥哥卖了鱼回来，让他炸给妹妹吃。妹妹睡着了吗？哥哥背你回去了好不好？没，等多多。大哥哥马上就回了，铁柱哥在等他呢，我们先慢慢走回去，大哥哥走得比我们快。好吧。得了妹妹的话，沈云星才慢慢的往回走。刚走到田埂边，刘铁柱的爹和娘在田里除杂草，只听见铁柱娘大呼：
当家的，快来看呐！河里跑了好多只祸害到咱家田里来了。啥祸害呀？我马上来逮，看我不捏死他！就是大夹子，这祸害会在田埂上打洞的，可厉害了。听到铁柱娘的话，沈云苏本来快被哥哥颠得昏昏欲睡了的，他嗖的瞪大眼。铁柱娘说的该不会是龙虾吧？妹妹，哥带你去看新奇的，你抓好哥哥脖子啊！说着，他就往刘铁柱家的田埂上走去。去看看，看，就是这个。哎呦，这玩意儿还夹手呢，老头子注意点儿，这大夹子夹手很疼的。沈云苏定睛一看，真的是小龙虾耶，还是红了头的大个头。再看龙虾身子，好肥哦。妹妹，你看，这玩意儿就是要夹手，不然哥逮几个给你玩，比绿头蚂蚱还好玩呢。吃煮。妹妹说可以吃，那就是可以吃，还必须吃。老婆子，俺家今年收成要泡汤了，这大夹子太多了，一堆一堆的，咋个办呢？爹娘，你们闹什么？你看，咱家田里来了好多大夹子，这玩意儿能生得很，要不了多久啊，咱们整个村里的田都是大夹子了。多多，有办法，咱家买一文一斤。妹妹，这么多你也吃不完啊！沈云星想着妹妹想吃，逮几个煮给她尝尝。这田里有上百斤的了，自家哪里能吃得完呢？多多卖酒楼分成。这里的人没吃过，如果真像妹妹说的那么好吃，她就可以去找酒楼合作了。云清哥带着她去谈，就不会被老板轰出来了。哎，婶婶，你别急，你给我3天时间，到时候这大夹子是祸害还是宝贝，就见分晓了。沈老三呐，你小孩子知道什么？这玩意儿是祸害庄稼的，必须见一个捏死一个，不然后患无穷啊！爹娘，别急，我就是不睡觉，要把这大夹子给清理出去。沈云苏见他们不信，急得抓耳挠腮。云香，你怎么带妹妹？看把妹妹都要惹哭了。手带多多，快捞！大哥哥，我没有惹妹妹生气，是妹妹着急了，她要吃田里的大夹子，你回来的正好，快给妹妹捞几斤回去煮。这里肉好吃。铁柱哥，把你家的背篓借我一下。云峰，这些大夹子我来捉就行了，哪好意思耽搁你啊？刘铁柱看着沈云峰往他家的田里去，以为沈云峰是帮他家除害。你闭嘴，快过来，一起给我逮大夹子，我妹妹要吃。好好好，你家妹妹要吃月亮你都会去摘，不服了你好不好？看着大哥哥不一会儿就逮了半背篓，沈云苏催促三哥道：回家撒调料。大哥，我先背妹妹回去了啊。一路上沈云苏给三哥说着需要些什么调料，一回去就紧锣密鼓地准备调料。沈继贤听沈云星说今儿中午有稀奇玩意儿吃，还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爹爹，是我吃。闺女，你说那啥大夹子可以吃？好吃。素娘一脸淡定，仿佛闺女说什么都不算是惊为天人的事儿。沈云星刚坐下休息一会儿，大哥就一手提着木桶，一手提着背篓回来了。沈云墨吓得连连后退，沈云峰和沈云星站在木盆边，看着张牙舞爪的大夹子，也无从下手。爸，这里。对，妹妹说把这里掰扯开，她就不夹手了。篱笆墙的小院里，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父亲在一边提水，母亲手拿蒲扇在一边给孩子们打着扇。3个俊俏少年有条不紊地忙着手里的活，好一副其乐融融的和谐画面。沈云清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三叔、三婶、云峰，嘿嘿，你们猜卖了多少钱？能卖2两银子都不错了，如果死鱼多，估摸能卖1两多银子，不管卖多少，对半分。我都没你打得多，哪能和你对半分啊？我拿1两就行了。妹妹拿着，一共卖了4两银子，我找了3个酒楼掌柜才分完。多多，给叔叔生气。云清，你拿着，别惹妹妹生气。得，妹妹最大，她说啥就是啥。行，我先拿着，下次回来给妹妹买糖吃。云峰，这玩意儿你起来干啥？多多，你煮。这能吃？调料我已经准备好了，三哥你好好煮就是了。哎，重点在炒料上哦。沈云星把妹妹交代的如何炒料的方法说了一遍，沈云清听得连连点头。哦，还能这样煮？那我得好好试试。哎，你干活不利索，你去喊我娘把大家的饭煮起，再去给二伯娘说一声，
叫他们别做饭，到我们家一起吃。有路过篱笆院的村民看到他们家洗了一大盆的小龙虾，暗暗同情啊，沈先生家的日子还是太穷了，连大家子都洗了煮来吃。季贤呐，你家2个娃在清河书院读书得花不少钱吧？其实你们可以只送1个去就行了，反正你家云星还小嘛。您老人家说的在理，但下个月2个谁考不上童生，谁就回家。我肯定考不上。你个兔崽子，你考不上还有理了？沈云峰、沈云清一人端一大盆儿，向大伯沈继德家走去。妹妹，哥带你去看着煮，看云清哥煮对没有？沈云清拿了一个凳子到厨房里，让沈云苏站得高高的，这样他就能看见锅里。你若煮不好啊，你就滚回来种地，肯定能做好。只是妹妹说的这种吃法，酒楼里真没有。用了整整半个时辰，一大锅小龙虾和一大盆油炸小鱼干就做好了。沈继林牵着眼睛不变的妻子杨氏，刚走到门口就闻到了香味儿。大嫂啊，你煮的啥呀？好香的呢！是云清煮的大夹子和小鱼干，今天云峰和云清去河边捞的。沈云苏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小龙虾，给大家示范如何吃，先轻轻地嘬了一口，味道还不错，很美味。大家学着沈云苏的方法，直接洗了手，用手剥虾壳。妹妹这煮法不错，人人喊杀的祸害原来如此美味。众人都赞不绝口，尤其是尝到了小鱼干。苏儿今天吃的太多了，你别喂了，他喜欢，下次再给他煮。多多，你吃，饱了。一大家子人在一起吃的比过年还热闹。三叔，你啥时候回家又煮大夹子和小鱼干给我吃？就知道吃，你把这心思用在学习上，夫子也不会罚你站了。小叔叔，知道乌鸦为什么看不见自己黑吗？嘿，你等着，我让大伯揍你。二伯娘，看到我的小手吗？咱们苏儿的小手可白了，二伯娘看到了。难道二伯娘眼睛好了？二伯娘，这是姐。乖，别闹，你二伯娘只是看东西模糊而已。苏儿，二伯娘就是做不了细活儿，想给我们乖苏苏做件衣服都做不了，二伯娘真是没有用。苏儿，给二伯娘吹吹就好了，二伯娘会好的。苏儿，等着二伯娘给我做新衣服。小手掰开杨氏的眼睛看了看，装模作样的往眼睛上吹了吹。沈云苏判断杨氏是轻微的白内障，沈云苏心里有了谱，就去院子里找哥哥们。三哥，今天中午的菜你做的真不赖，就你这手艺可以自己开个小酒馆了。书呆子，你知道开个小酒馆需要多少银子吗？房租1年要5、60两吧，加上规制桌子板凳，还有厨房用具，没个200两银子是不敢想的。再说了，镇上就这么点大，你若做得好，地头蛇几天就把你铺子砸了。沈云峰眉头微蹙，什么时候他才能够挣够200两银子呀？他心里没底。云星，你咋个知道这么多？我们东家的死对头就是地头蛇，说不是东家后面有人，我们醉仙居早就关门大吉了。哎呀，这多简单呀！书院外面的卖文房四宝的铺子都要掐价，更别说其他的生意了，道理都是相通的。三弟，如此美味又新奇的菜，没地方卖钱还真是可惜。卖啊，为什么不卖？而且还得三哥引路。怎么卖啊？合作或者卖方子。沈云星把妹妹给他说过的合作理念讲了出来。那要是我们东家不愿意怎么办？我给他尝。对，妹妹说的对，我们呀先让他尝，他肯定能喜欢。沈云峰蹲下身抱起妹妹。独乖，是不是困了？哥哥带你去娘亲那里啊。等等，菜谱2成也行。妹妹放心，哥哥知道怎么分成，不会亏酒楼东家，咱们都能赚，还能让村里的小伙伴们都赚呢。只感觉眼皮越来越重，他靠在大哥哥的肩头睡着了。沈云峰把妹妹抱回家，交到娘亲手里后，就带着云清和云星拿着背篓走向外面。他们准备趁今天大家都有空，在晚饭前赶到镇上。睡梦中，泉水的咕嘟咕嘟声又响起。朦胧中，沈云苏又看到了泉水和荷花。中午吃了不少的小龙虾，这会儿感觉很口渴。他揉了揉眼睛，用手捧了一捧泉水喝了起来。泉水池里清澈见底，一股小小的泉眼往上冒，像一串晶莹剔透的珍珠。咦，
真好喝。接着他贪婪的又喝了2口。大黄的叫声响起，沈云苏一个机灵又醒了过来，嘴里的甘甜还萦绕在舌尖。他按耐住激动和惊喜，闭上眼，满脑子想着那几池清泉。突然他感觉身边有凉爽的感觉，没有了卧房里的闷热。他睁开眼，又置身泉水边。原来老天待他不薄啊，他也有一个泉水空间耶。既然泉边标好了泉水用处，那这些泉水必然有奇效，他得慢慢的研究，让他们发挥最大的作用，造福更多的人。他迈着小短腿儿，迫不及待地往那木屋跑去。他挺好奇，老天给了他些什么装备。跑到木屋前面，他又看了看土里那些像人参的苗子，又长高了一些。他怀着忐忑的心推开木门，映入眼帘的是屋中间空荡荡的。完犊子了，这空屋能干啥？他打开每一个屋子看了一圈，一共3间屋子。一间屋子是卧室，里面只有简洁的木床和衣柜。唉，都怪宝宝我生前太穷了呀，财产都没有多少，花呗都还没有还完，哪里还有遗产可以带过来？这一世宝宝我一定要努力，争取多挣点银子，然后娶几个漂亮的嫂嫂，再养个俊俏的面首。宝宝还小，先不想这个。这屋子也不错，相当于一个移动的家，可以放心休息的地方。这里的温度很舒服，不冷也不热。他又回到另一间屋子，中间啥都没有。他嘴里安慰自己要知足，身体很诚实的在屋里的每个角落搜寻起来。哎，这是什么？抽屉？哇，肯定是个宝贝。轻轻拉开最下面的盒子，心里默念着黄金。珠宝，珠宝，黄金。哎，不是钱的味道。一抽屉黑咕隆咚的，又圆又丑的不知名的东西。他拿起一颗仔细端详，又闻了闻，是香。难道是做香囊的？没味道。他又拉开其他的抽屉，同样是些不认识的东西，看模样应该是什么种子。望着他够不着的抽屉，他估计都是这些玩意儿。他又走向另一个空屋子，果然一整面墙都是书。他拿出一本翻了翻，里面有图，像是医书，里面还有一本内功心法。他首先想到的是给大哥列。他意念一动，又回到了床上，心里还惦记着他的泉水。他觉得空间里的水应该算灵泉，喝了肯定对身体有益。他悄悄地去厨房，用碗装了一些出来，分别放到做饭用的水缸里，还有桌上的水壶里。哎呦喂，闺女睡醒了，口渴了吧？爹给你倒水喝。已经装完泉水的沈云苏被爹爹逮个正着。喝就喝，又不是酒，喝饱喝不醉。宝贝啊，还喝2口啊。今天的菜味有点大，爹都觉得有些口渴了。还没完了是吧？娘亲劝饭，爹劝水，这日子也太幸福了。喝饱了，找哥哥去。他刚走到门口，就听身后的爹爹大呼小叫道：苏娘，咱闺女说话利索了，哎，快来听听。妹妹，再说一遍，是哥哥，不是多多。二哥哥，我要找大哥哥。爹娘，听到了吧？妹妹能说4个字了。沈云墨兴奋地抱起妹妹就转圈圈。快放下，别摔着我苏儿了。二哥带你去。沈云墨习惯性地无视爹爹的训斥，抱着妹妹就往外面走去。不对，灵泉空间的木屋比自家的屋子高1倍，那是不是上面还有一层？刚才出来的太匆忙了，下次进去再好好看看。完了，老朽活了大半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大夹子。刚走到李正家门口时，一群村民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田里也发现了大夹子的事儿。李正说，这事儿你得拿个主意出来啊！我们受灾的事儿得往县令大人那里报告，今年的赋税得给我们减免，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了呀。对，我刚才看了一圈，从里到外每一家田里都有，尤其刘铁柱家的田靠河边，他家田里更多。好，这事儿就这么办。咱们村前些年受了水灾，都没给县令大人叫过苦，这次咱们也别忍着了。咱们村这位置低，年年涨水都受灾，
县令也不管我们的死活，村子里好多家里的大小伙都娶不上媳妇。可不是嘛，我家大宝都20了，媒婆来看一下就不来了。你看沈家那么俊的几个小伙子都没媒婆上门提亲。哎，怎么沈先生那3兄弟家没人来呀？难道他家田里没有被祸害？我今天路过他家院子外，还看到他家几个娃在洗大夹子。沈先生家的地给佃户种的，估计是不够吃，就让娃把大夹子抓来吃了。他家儿子给大宅子干活，应该不缺吃了。走，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去找县令，他不给咱们村免赋税，我就坐他衙门里不走了。狗蛋，你死哪里去了？快跟娘去田里捉大夹子，咱弄不死他，逮起往河里扔总行了吧？田埂上，沈云峰几人提着小半背篓的大夹子，正往大宅子走去。他们无论跟刘铁柱的爹娘怎么说，别忙着把大夹子逮了扔去河里。刘铁柱爹娘也不听，这会儿正在田里忙得热火朝天，他都已经背了2背篓往河里倒了。二哥，你把妹妹带出来干啥呀？外面热，快回去。大哥和云清哥去大宅子借马车去了，我回去拿调料，我去把调料捣碎一下。吃饱了撑的，今儿中午不就没捣碎？捣碎认不出材料，掌柜必须买我们的。他以前只觉得妹妹聪明伶俐又可爱，没想到读书从不走心的弟弟也如此聪明。三哥适合赚钱。想起三弟没事就抱着那算盘噼里啪啦的拨，沈云墨若有所思。二哥哥，回家。哦，回家。沈云墨把抱着妹妹的手紧了紧，生怕一不小心把宝贝妹妹落到地上去了。大宅子门口，沈云峰把马车套好后，把马车赶到路口等了好一会儿，沈云星才提着布袋子姗姗来迟。你怎么磨叽了这么久啊？沈云星跳上马车，把布袋子往车厢里一放。嘿嘿，我们呀不光谈抽成，还要谈调料。我把调料捣碎了，酒楼就只能从我们手里买。大哥，你快夸我吧，弟弟我多聪明啊！三弟，等会儿就看你的了，如何谈，你心里可有谱了？放心，我心里有数。万一掌柜不答应合作，我再去找别的。等会儿做出来的菜，只拿一些给你们东家尝，要留有余地。大宅子里，顾离生坐在花厅里，他手里捧着书册，心不在焉地翻着，偶尔抬起头看向花院外面的垂花门。车夫秦钟在花园里扫水，为了让小主子在花园散步方便，他总是很快的就把积水清理干净。直到他第10次抬头看向垂花门的时候，昨晚雨太大，路上有点滑。那你去把大门口的积水打扫一下，别把高叔和黄婶他们滑倒了。哎呦，小主子，这话也就你自己信。高管家武功高强，走路能滑倒。黄婶今天忙着收拾云峰那小子送来的鱼，今天都没出过大门，他摔哪门子跤啊？若说方玉仪会滑倒，他还能信几分。可方玉仪出门都是看天气的，明明心里是在惦记那苏丫头为什么今天没过来，还非要板这个小脸装着不在意的模样。再说沈家住在村尾，到这里又不需要从村里经过，从沈家通到这里的路早就被高胜带人铺上了石块，就是下雨天走路都不会打滑的。今天沈护院放假，刚才他带着他弟弟去镇上了。你还是去把大门口扫了，垂花门肯定进水了，你打开门通通风。垂花门四面都通风的好吧，既然小主子坚持，那他还是去把大门打开吧。沈云苏回家后，让二哥给他在小篮子里装了20个鸭蛋，他迈着小短腿儿，慢悠悠地往大宅子走。一路上都是菜地和田，他想到了他空间里那个写着娇的灵泉。他刚动意念，就听到有水声响起，然后就见有水凭空地往田里倾泻而下。他挨个地把路边的田里都放了些灵泉水，他一路走一路玩，有蚕蛹从土里破土而出，往附近的树上爬。想着金灿灿香喷喷的蚕蛹，他露出了促狭的笑容。都快到了，才找到30个。秦钟来到大门口，光洁的地面早已经看不到一滴水珠。
他站在门口的大树下，看向沈家的方向。正在他郁闷时，一个小脑袋从大树后面冒了出来。秦叔叔，你在等谁？哎呦喂，小祖宗，你喊我阿忠就行了啊，别喊叔叔。嘿嘿，阿忠。小苏苏，这是又给少爷送野鸭蛋来了。大家都吃，才不是给他一个人吃的呢。再说他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这天气热，蛋容易坏。唉，要是有冰就好了。心中以为这是苏苏姑娘带来给小主子一起玩的。走，找皇婶。沈云苏昂首挺胸地走在前面，心中提着篮子走在后面。走到垂花门，他故意咳嗽一声，还大声说道：皇婶这会儿在厨房，小人这就带苏苏姑娘过去。顾离生虽然只看到了垂花门前一闪而过的粉色裙摆，镇上沈云清带着他们与掌柜说明来意。看在沈云清的面子上，掌柜的没有当面拒绝，只说让他们快去厨房做出来尝尝。三人去厨房洗炒煮，不到半个时辰，厨房里的浓郁香味儿飘了出来。他在厨房外面向里望了望，闻着那鲜香味儿，掌柜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只装一盘出去，让掌柜的尝。他看三堂兄把手伸向架子上的青花瓷盆。哦，对的，我差点忘了，我拿一个瓷盘装。掌柜看着沈云清端着一盘出来，他就纳闷了，明明煮了一锅，为何只端一盘出来呢？唉，这个玩意儿在乡下就是个祸害，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掌柜的，你这就说错了，我们这个叫小龙虾，不是你说的那个祸害，不信你尝了就知道了。白掌柜，你先尝，保证不会让你后悔。他慢腾腾地夹了一个小龙虾放进面前的碟子里，他一口咬下去，只咬破虾球上面的壳。哎呀，这么硬，如何让人下嘴啊？白掌柜，吃小龙虾的美味呢，不光在味道上，还有在剥的趣味上呢。对，若是只张嘴吃啊，就没意思了。沈云清也只好违心地在一边点着头。再比如啊，香城的汤锅子菜都是生的，若小二都帮着煮熟了，那还吃个什么劲儿啊？大家都享受那自己在里面煮的过程。对，我看那些贵人在烫锅子的时候谈笑风生，还互相打趣谁烫的最好。白掌柜索性挽起衣袖，学着沈云星刚才的吃法，当蘸着汤汁的虾球吃到嘴里，麻辣鲜香欲罢不能，他一个接一个的剥得不亦乐乎。白掌柜剥得可过瘾，我没骗你吧？剥小龙虾就是越剥越熟练，越剥越上瘾的。白掌柜如果有意，咱们呢谈谈如何合作，如果不喜欢，那就此作罢，我就再去找别家谈。你们坐下吧，你们打算如何合作？先开个价吧。请问掌柜的，这小龙虾你打算如何给食客定价呢？这以后再定。做这个菜是有秘方的，如果合作呢，秘方我只给我堂兄知道，还有调料难得，但是我能保证你们酒楼不缺调料。看在我堂兄和你们酒楼的渊源上，除去成本，4-6分吧，你6，我们4。3-7开。成交。那接下来咱们再谈小龙虾和调料的价格吧。我怎么感觉三弟比白掌柜还像商人？这玩意儿河沟里田里到处都是，我去市场上买就是了，就不用谈了吧。沈云星扫视了酒楼大厅一眼，1楼宽敞，顺着木楼梯上去就是雅间，装修也挺别致，难怪醉仙居的生意比其他的好。我再说一遍啊，我这个呢叫小龙虾，不是乡野田里随便能有的，就是我也不能保证能给你供多少的货，这玩意儿冬季不好养活的。真的？那你能保证给我供多久的货？我保证下雪之前能给你供货，但是量嘛就看情况了。既然咱们是合作，小龙虾我也不赚钱，2文钱一斤，比猪肉便宜多了，煮出来后比猪肉利润高。其实吧，最难的是调料，这可是要去我们家后面深山里才能采到的。这菜是好吃，也太不易了。这调料难道不是山下都有的那些吗？还是我记错了？难怪爹要骂他像奸商，可不是嘛，把经商老油条都忽悠得一愣一愣的。可不是嘛，谁让咱家穷啊，就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去的。这是一道冒着生命危险的菜，
这孩子不容易呀。哥，去把厨房的那盆龙虾端出来，别碍着厨房的大师们干活了。正准备进厨房的大厨正走进门，一脸傲慢地说道：哎，赶紧把厨房清理干净，我马上要干活了啊！大厨，你先坐一会儿，小的马上去把厨房清理干净。沈云峰也紧随其后，跟着过去帮忙。白掌柜见沈云峰话不多，走路稳健轻盈，沈云峰是个练家子，难怪他们敢去老虎嘴边讨生活。一大盆小龙虾，沈云峰轻轻的就端了起来，就放这。沈云清没出来，他在后面清理用过的锅。小婶子，那外面是什么玩意儿？我堂弟家的小龙虾。什么玩意儿？那不就是大夹子吗？这是小龙虾，可能和你说的大夹子有亲戚关系。外面大厅里，沈云星看了看酒楼门口，又坐了回去。掌柜的，调料呢不光采摘，还要清理炮制，好比草药，你懂的吧？这我知道，但是1斤得用好久的。我也不多收，就100文1斤吧。这会不会太贵了？我卖给其他地方的人都卖的120文1斤，你不信去我们村里问问，别的人家不会配这方子，更别说上山看老虎了。再说了，这菜方子我就只给你一家，别家加价我也不给。人嘛得有诚信，老话说好女不嫁二夫。沈云峰看着弟弟从一道菜都扯上婚嫁了，他把头转向窗外，实在是没脸看了。白掌柜绞尽脑汁也没想出一个反驳的理由。酒楼的生意不温不火了好久了，这道菜他势在必得。那这我们还有的赚吗？我保证你们酒楼赚钱，以后呢有其他的方子，我给醉仙居优先合作。还有其他的？几位，里面请，里面请。白掌柜在不在啊？把上好的酒菜都上来，把我的贵客招待好喽。你们稍等下，我去把财神爷接待了，再接着谈。哎呦，我都好些日子没见到穆老板了，最近又把生意发展到哪里去了呀？几位贵客，楼上雅间有请。什么味道啊？好香啊！这是我们店新推出的新品麻辣小龙虾，麻辣鲜香，味道一绝。哎，给我们来一份大份的啊！这道菜是论斤卖的，先给我们来5斤。好嘞。嘿，5斤，我看呀10斤都未必够你们吃的。沈云清为难了，这都煮了，如何分呢？这有5斤吗？这里一共只有10多斤，分了1/3了，差不多。把你们酒楼擦手的帕子给每人送一张上去，方便他们擦手。白掌柜下楼梯时刚好看到了这一幕，这少年神态自若，不卑不亢，游刃有余地指挥着他酒楼的小二，但前途不可限量啊。白掌柜，你想好定价了吗？不瞒小伙子，这菜用料特殊，我心里还真没谱，要不你给定个价？那就35文1斤吧。如果太便宜，和你们酒楼不匹配，拉低了你们酒楼的格调。好，听你的，就这么办。小伙子，你想不想到酒楼来帮工啊？我弟弟还小，还没满10岁呢，目前还在清河书院读书。我看他个高，以为他已经12岁了。哎呦，不好意思，是老夫眼拙了。沈云清把龙虾端上去后，又给客人讲了吃法。小二很快就送上去几个凉菜和酒，客人们觉得这吃法很是稀奇，净手后都纷纷拨了起来。曾大厨在后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热菜。沈云星与白掌柜约定了，每天送货就结头1天的账。这个麻辣小龙虾再来10斤。沈家小子，明天你送200斤小龙虾过来。白掌柜，不可，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你懂的吧？就是调料，我一时也没准备那么多，我这还得连夜去找呢，每天最多150斤。的确是，家里还没有那么多的调料。听你的，就这么办。三哥，我们就先回去了，这里的事就交给你了，调料收好，你的那份我会每天交给大伯娘。我晓得了，你们快回去找调料吧，再晚天就要黑了。白掌柜，那就这样，咱们合作愉快，今天的菜我就不抽成了。等你不想读书了，啥时候都可以来跟我干。鞭子轻轻一扬，马车快速移动。白掌柜手抚下巴，喃喃道：哎呀，这孩子必成大器。梧桐村，李正让村民们吵得头疼，索性赶了骡车往县城附近的亲戚家去住一晚。看着李正的骡车消失在村口，村民们才松了一口气。大宅子里，沈云苏迈着小短腿一走进厨房。小苏苏，饿了没有？今天做了荷叶粑，马上就好了。啥？黄金甲？沈云苏指了指阿忠手里的小竹篮。嘿呀，这不就是蚕蛹吗？
小苏苏有心了，我们鸭蛋都还没吃完呢，你这又送这么多过来，你别笑，小苏苏说能吃就是能吃，而且还好吃呢，我马上试试。洗泥巴。顾离生看着沈云苏进了厨房好半天都没出来，他不断的抬头看着厨房过来的回廊，可能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手里的书已经好久没翻动了。洗好蚕蛹，黄婶亲自掌勺，热锅上油，小火慢炸，不一会儿蚕蛹特殊的香味就四散开来。沈云苏走到装水的瓦缸边，装着玩耍。趁黄婶的注意点都在锅里那金灿灿的蚕蛹上时，他把灵泉水挨个的往瓦缸里放。哎，小苏苏，别玩水了，快过来尝尝。哇塞，好香，我好吃，大家吃。苏苏乖，你吃。哎，苏苏乖，你吃啊。两个厨娘说出去摘菜，落荒而逃。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敢吃。黄婶拿起筷子就夹了一个放进嘴里，外酥里嫩，唇齿间的鲜香味弥漫开来。好吃，又脆又香。我到花厅里去，你和少爷一起吃。嘘，别说，这是什么？我端去。他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往花厅去，钟在花园里看他端得如此费劲儿，走过来帮忙。阿忠，我行。小苏苏对殿下如此用心，将来怎么也能是个侧妃。你闭眼。为什么要闭上眼睛？有好吃的了，吃了你猜。小苏苏，你今天说话多了一个字，可以说4个字了呢。恭喜恭喜。恭喜你妹！你以为宝宝我听不出来你那调侃的语气吗？信不信等我老子吓得你尿裤子？好好好，我闭上眼睛还不成吗？不准偷看。好好好，绝不偷看，偷看的是小狗。知道就好，谁看谁小狗。顾离生闭上双眼，一阵香味扑鼻而来，不像是糕点的香味，他不由得动了动鼻翼，夸赞道：好香。我的新发明，差不了。张嘴，刺，快刺，要你吃。咔嚓一声轻响，一口咬下去，脆酥感油然而生，一股说不出的香味在舌尖弥漫开来。不准看，刺！小苏苏命令式的语气说道，他知道一旦他睁开眼，就不是吃不吃蚕蛹的事情了，估计得吃沈家云苏了。这病娇少爷身体太弱，高蛋白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看在他还给我看书的份上，就多投喂他一些。啊，不对，是看在高伯伯的情分上，让他健康点，别累着高伯伯了。对，就是这个理由。趁着他咀嚼的时候，沈云苏悄悄地用意念控制，把那个饮池里的灵泉水注一边的小水壶里，一连投喂了7、8颗后，沈云苏递了杯灵泉水给他喝。真好喝，你给我喝的什么？是你家的水呀。他捻起一颗蚕蛹，看也没看的就往他嘴里送。他猛然看清他手里的食物，你吃知鸟？刚才吃的不也挺香？还吃不？没了。他全然无视顾离生此时那张黑得快滴墨的脸。这个是黄金甲，吃了长个。我信你个鬼！此时树上的知了提高了嗓门，沈云苏抬头看了一眼，再叫我吃了你。看着他把盘里最后一个蚕蛹放进嘴里，看到没？蛋白质，长个，美颜。这一刻，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如果把它炸了，他是不是也能咔嚓一口下去把它给吃了呀？以后别吃他们了，他们太吵。都你的，会叫的，不好吃。咱俩谁是小孩还逗我呢？他端起水杯一饮而尽。今天的水为什么更好喝？难道是因为刚才吃了那啥，嘴里的香味影响了？花厅外面，微风吹动莲花，摇曳生姿，空气里夹杂着茉莉花的味道。沈云苏想起一首诗词：南风穿堂过，风吹莲花动，心里有事，眉头紧锁。苏妹妹，那啥，其实还挺好吃的，就是想到它是虫子，心里有点发毛。这人以为他生气了？你不识好人心。蚕蛹营养，你体弱很适合。还有蚕蛹、蜂蛹、竹节虫、蚂蚱。等等，哎，苏妹妹，你说这么多我记不住，你还是说说什么是不能吃的吧。
都没有注意到在花厅外面站了半晌的高管家和方文龙。小苏苏说的没错，蜂蛹是个好东西，就是不好找。我们小苏苏懂得真多。有了方玉一的话，顾离生才确定苏丫头没有故意整蛊他。你怎么知道的？还知道的那么多？看书呀。你别逗我了，你认识多少字？能看全书？我考考你，看你能认识多少。顾离生拿起手边的《论语》，翻到第12章。小苏苏的娘亲懂得一些养生茶，也许是她教的呢。少爷，别当真。苏丫头才多大，你就给她看《论语》啊？马甲就这么掉了，这孩子一点都不可爱。你看看，能认几个算几个，不认识也没关系。改天我再教你。宝宝好气哦，我就让你丫的见识见识，姑奶奶我是神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小苏苏居然真认识，贵人果然与众不同啊！二哥、三哥都学了。黄婶端了荷叶粑过来让大家尝，大家有说有笑的。明天去山林逮蚕蛹。可以捡蘑菇。哼，小人不算数。果然还是闹翻了。小苏苏，你等等，我送你出去。少爷说着玩的，明天他会去的。哼，他怂。小苏苏呢？咱们小主子不是怂包，他是见得少，让他多见几次就好了。咱们苏苏大气，别和他计较啊。沈云苏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花厅里那怂包，正用无辜的眼神看向他。小苏苏放心，少爷呀，不光帮你逮蚕蛹，我让他去竹林里帮你掏竹节虫，好不好？真的？真的。他若不去啊，我把少爷给你提溜到竹林里去。那好吧。那苏苏还回花厅玩一会儿？过来，我回家找哥哥。少爷，小苏苏没生气了哎，快给他笑一笑。小苏苏，明天见。路过厨房门口，黄婶听到小苏苏和高盛的说话声，就提着小竹篮走出来。苏苏，给二哥哥和三哥哥带点婶婶做的糕点回去，让他们也尝尝婶婶的手艺。谢谢婶婶。谢过后就提溜着小竹篮往垂花门走去。刚走到门外，就见大哥沈云峰驾着马车回来了。师傅，妹妹，我们谈成了。沈云峰一脸喜悦，跳下马车。高伯伯好。云香，你先带妹妹回去，我把马车停马厩里就回去，这里有我呢，你先忙去吧。向师傅告辞后，就抱过沈云星手里的妹妹。我才抱一会儿就又被抢了。哥哥，快说谈得如何了？哎，妹妹会喊哥哥了。妹妹刚才还说4个字了，说话清楚很多了。两位妹奴可不可以先说正事儿？篱笆院墙里，爹娘快出来，有好消息。你个兔崽子，你二哥都在家里看书，你却跑得没影儿。今天多亏了云星，他谈成了小龙虾的生意。沈云星走进堂屋，取下了挂在墙上的算盘，一阵噼里啪啦后，那小脸笑得像开了花。怎么样，卖成了？成了，醉仙居愿意卖麻辣小龙虾。你是书生，成何体统？爹娘不食人间烟火，也是很头疼的事儿。哥哥快说。快说。小龙虾以每斤2文钱的价格谈成，我打算以1文钱的价格在村里收。你这不是奸商是什么？有你这么坑乡亲们的吗？爹，我没赚多少，每天要往镇上送，中途死的都是损耗，还有家里得买一个骡车，我们若没空时还得雇人送，这都是成本。香料我打算以50文1斤的价格在村里收，番椒还是按市场价1文2斤的价格收。就是那个主菜的调料这么贵，你谈成多少？妹妹，你知道桂皮和八角还有香叶、山奈、白蔻、香果那啥的，这几种材料都得之不易吧？收起来还得雇人收拾处理，我也就只要了100文1斤。三哥哥很棒。咱们村沈氏家族的人不少，他们也帮衬过我们，做人不能忘本。爹娘放心，我们家赚钱的事儿都会带上他们。小龙虾只有冬季没收成，其他的时候每家都有钱赚。你们卖小龙虾，那大夹子卖的如何？从今以后没有大夹子，
从我们村卖出去的都叫小龙虾。这不是骗人吗？我觉得小龙虾比大夹子好听。小龙虾这个名儿还是妹妹起的，我也觉得好听。小龙虾就小龙虾吧，反正都是吃的。刚才谁说是骗子呢？这爹变得也忒快了点儿。还是我闺女聪明。你们快去给乡亲们说一声，今天下午他们已经抓住很多往河里倒了。沈云清和沈云峰一脸肉疼地跑了出去。他俩一路小跑来到李正家，气喘吁吁地喊道：谢奶奶，快铜盆！云峰、云星，发生什么大事了？看把你这孩子急的。秀兰，快把铜盆拿出来。爹都不在家，敲什么铜盆嘛？李正爷爷他去县里找县令大人，今年我们村的稻子收成呀，要被大家子霍霍了，看县令大人能不能帮我们想点办法，度过这一期难关。沈云峰接过段秀兰拿出来的铜盆，急切地敲了起来。村民们听到熟悉的铜盆声，都纷纷往李正家聚拢。谢婶子，李正说有消息了吗？应该没这么快的呀。就是，我今天看到李正说下午才出的村，骡车不比马车，哪有那么快？今天你家逮了几背篓祸害？我都逮了3背篓了。哎呦，太多了。明早继续。还是铁柱娘能干，我看她至少背了5背篓去河边。我家的田离河边最近，受灾最严重。叔叔婶婶们，你们先静一静，还是由你来说吧。众人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让沈家小子说什么呀？我就不一一给各位长辈们打招呼了。我说的主要内容是，从明天开始，我们村儿没有大夹子了，是值钱的小龙虾。哎呦喂，沈老三，你就别捣乱了，你就是让大家子跟你姓，他不还是个祸害吗？老三，你说小龙虾值钱，谁买啊？那玩意儿谁买呀？傻子才买，那玩意儿猪都不吃。老子中午才吃了，老香了，比猪肉好吃的呀。不对，难道我们比猪还不挑食啊？1文钱1斤，我收。云星，你疯了？你家哪里来这么多钱赔啊？老三，你一个孩子就别掺和了，李正会想办法的。前些年那么苦的日子，咱们不也挺过来了？沈氏家族的族长姗姗来迟。我知道季贤家几个孩子都是好的，这事儿交给李正去处理，你们都别急。云星说的是真的，我们家研究出了这小龙虾的吃法，下午就去镇上联系好酒楼了，明天开始就往酒楼供货。这是真的？三叔公，这事儿千真万确，你不信问我大伯和二伯。三叔，这是真的，那玩意儿还很好吃的。这吃法你们家谁研究出来的？当然是我那聪明可爱的妹妹了。苏丫头才3岁多吧？妹妹是还小，可是她总会想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方子，我们都试过，确实可行。大家合计一下啊，一共分2组，每户一天交10斤小龙虾，隔一天另一组又交，以后用量大了再做调整。哎呦喂，我要是今天听了沈家小子的话，也不会往河里倒那么多了。你这个死鬼，也不知道心疼婆娘，让我今天歇着点儿。我们家不是你当家的吗？我哪敢拦着你做事儿啊？铁柱娘做事手脚可麻利了，你今天至少往河里倒了5背篓吧？整整6背篓呢，200多斤的。你这个木鱼疙瘩，还不快去捞回来？娘，是你催着我和我爹逮的，河水那么大，早就冲跑了。家里有八角、香叶、山奈、桂皮、白蔻的，我都要收。干的50文1斤。真的？还有香果收不收啊？都收，只要是我们这里常见的香料，都是这个价。还有番椒，1文钱2斤，和市场上的一个价。大家听到这么多赚钱的地方，都激动万分。各位叔伯婶婶，你们自己去分组啊！明天上午早点去逮小龙虾，选个儿大的逮，小的过几天就大了。有人还提出了，为了避免争执，只准逮自己家田里的，不准去别人家田里逮。娘，你是不是担心公公啊？娘就别多想了。前几年涨水，村口的稻田都被淹了，也没见上面派一个人下来查看。三叔公啊，我们送你回去。惠及必伤呀，愿祖宗保佑。沈继林听得一头雾水，正想追问，沈家族长已经转身而去。沈继德目光闪了闪，他看着族长的背影，心里暗道：
难道他也知道那个传说？那还有谁知道？夜晚，天空中繁星万点，亮晶晶的，像点缀在天上的夜明珠。卧龙山上，一群黑衣人在山上起起落落。快看，这里有人活动过的痕迹！听到喊声的黑衣人快速地飞扑过去，惊得林中已经归巢的鸟儿四处乱窜。这是一个烧炭的窑，没有坍塌，应该是最近2年用过。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一个家族的人？他们也许知道什么，要不我们去抓起来问问。主子说的话你忘了，切不可打草惊蛇。再说都几代人，谁知道他的后人知道多少？远处又有2个黑衣人翩然落下，两人单膝跪地，禀报道：老大，那边也没有发现人生活的痕迹。山林深处就别去了，听说有老虎出没，里面定然没人住，再去外围找。趁今晚月色明亮，都仔细着点。众人齐齐领命而去。老大，那个大宅院要不要去探查一二？你这是嫌命长了。你以为那人身边没人保护吗？皇上既然敢把他放在这里，必定是做了周密的部署的。都3年多过去了，都还没那人消息，我想去打探一下他是否已经……如果他好转，必定会回去加入战斗；如果他已经陨了，皇上必定会昭告天下。还是老大英明，卑职佩服至极。这里的事办完之后，我就回京，老太君和少夫人都会来清河镇暂住，这里就交给你管理了。谢老大提拔，卑职敏感五内，卑职定好好遵从老大旨意，绝不会给老大丢脸。那就好。两人一前一后飞身而起，这群黑衣人在山脚下地毯式的搜寻，在快靠近上山路上的大宅子时，领头的人双手放到嘴边，一阵猫头鹰的叫声响起。听到猫头鹰叫声的黑衣人朝发出声音的地方循声奔去。今天就到这里，撤。半晌后，一个人影战战兢兢地从田埂上爬了起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段秀兰。黄昏时，她从后门悄悄地跑回娘家。她把沈家闺女研究出了煮小龙虾的事儿，原原本本地告诉她娘家爹娘。爹娘，你们爱信不信。若你们田里发现大夹子，切莫带去丢了，给我去卖钱。我若不是看大哥不中用，我何苦冒着犯众怒的危险回来报信？沈家那3娃子说了，明天收一部分人家的，一家只收购10斤。莫说我们田里有没有，就是有，沈家也不一定要我送去的。爹，沈家娃说他卖给镇上的酒楼的，到时候你就去镇上酒楼挨个的去问，镇上酒楼就那么几家。明天叫你大嫂去田里看看，她一整天都窝在家里，让你大哥出门干活，忒不是个东西。你刚才说多少钱1斤来着？整整1文呢，一家人可以卖10斤，就是10文，得买多少米了呢？说你爹往酒楼送，可以多送点，咱家不就发财了？要是咱下河村田里没有，我就去梧桐村田里逮。对，他们不准我们白天去逮，那就晚上去，就是不知道晚上看不看得见。走，帮娘烧火，娘今天买了肉，你吃了回去，等会儿路过田边的时候，你顺便看看大家子晚上在田里动不动。就这样，娘俩在厨房里忙着煮饭炒菜。吃晚饭的时候，你婆家比其他的人家好过，你都不知道拿点酒回来孝敬爹，真是白生养。谢老婆子又不让我当家，我哪有钱给你买酒？再说我公爹又不喝酒，家里没酒。看到月亮都升上了树梢，段秀兰娘就催她快回去。她一路走，一路查田里的小龙虾。当她穿过第一个田埂，走到刘铁柱家的田边时，听说他家田里最多，她得好好采一下点儿，好让父亲明晚直接就去刘铁柱家田里逮。她刚想爬起来，抬起脖子，她就听到猫头鹰的叫声，随即看到一群黑衣人从她前方飞过。人会飞，我的个娘啊，太吓人了。此时的她已经脚爬手软，周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湿得能拧出水来。屋里谢大婶儿听到后门急促的敲门声，她轻轻地穿上鞋子去开门。后面有鬼追你吗？没家教的东西！有鬼？我看你才像个鬼，蓬头垢面的，一身臭汗味。你又回你娘家帮干活了？娘，真的，我看到了，不止一个，是一群。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别去觊觎别人家田里的东西，否则我不会饶了你。大牛，相信我，我真的看到鬼了，一群从山上方向飞出来的鬼。哼，尽是胡话，臭死了！快去洗澡。你看到的鬼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身材都魁梧，全是穿的黑衣服。别出去瞎说呀，等大牛爹回来再说。
早点休息，明天早上还得下田逮小龙虾。大宅院里，方文龙给顾离生把完了脉，他面露喜色，是不是更好了？脉象强劲有力，不快不慢，比以前好多了啊。只是无碍，有话直说，都在阎王那里都挂过号的人了，没什么可怕的。只是殿下身体还是太弱，若经常吃一些苏苏姑娘说的那些食物，对殿下的康复大大有益。我还是愿意去阎王那里报道啊。那也不难，就是蜂蛹不好找，附近都没有养蜂人呢。殿下，您看小苏苏多可爱啊，做事多体贴。他说的那个竹节虫，这个季节正好有，咱明天啊就去找找。你是不是答应他什么了？殿下，那啥，上面说的大丈夫一言九鼎，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呢。我什么时候言了又诺了？我记得高大人文韬武略都不错，今天咋就语无伦次了呢？明天我和少爷多弄点竹节虫回来，给方玉仪下酒，或是方玉仪一同前往啊。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炮制的草药明天就可以碾了。不好意思啊，明天就不奉陪了。为了让殿下早日康复，我这就去研究药方。说着，逃也似的往外面走去。没关系，你先忙吧，改天啊我再陪你去，顺便去山上采药。那就谢谢了啊。走出老远，他骂骂咧咧的道：我谢你个大头鬼！高伯，你别着凉了，快去休息吧。高盛躬身一礼，退了出去。此时的沈云苏，他黑葡萄般的眸子瞪得老大，心里惦记着灵泉空间里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哪里有心思睡啊？那些古书上的植物，是不是就是抽屉里那些种子长大的样子？两种东西的存在必然有联系的，对吧？改天一样种出来一点，对比一下。反正那黑土地空着多浪费的。宝贝啊，他大半夜的不睡觉，你乐什么呀？哼，宝宝就是不困，晚点睡而已。您着个什么急？沈云苏闻着娘亲身上熟悉的香味儿，他打了一个哈欠，又咂巴咂巴小嘴儿，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早上，梧桐村上空的薄雾被第一缕霞光撕开。沈云峰看着陆陆续续送来的小龙虾，他算了算家里的存银，除去家里花销的，家里只有20多两存银。沈大爷，你家云芝逮的龙虾为何比我们的大很多呢？哎呦喂，大家看，真的呢，他逮的小龙虾个儿大还干净。娘亲，我出去看看。他又晃了晃脑袋，确定头上的双压剂不会散落。别摸了，你3个梳头梳得挺好的。沈云芝负责称重，沈云星负责发钱。村民们拿着钱，乐呵呵的直夸沈先生生了个福星闺女。是不同，不但个大，肚子下面更干净。他发现挨着沈云芝家的田的那几户人家，小龙虾的个头会更大更干净些。挨着云芝家的田都沾上好运了呢，要不我们也把田挪一挪。大伯母，等会有人拿干香料来，你就收了方二伯家去，让二伯帮着清理和捣碎。哎，记得分类啊。你和你大哥忙去，你大伯回家与我说清楚了的，剩下的事交给我就是了。小苏苏，你守着钱盒子，大伯娘去准备背篓装香料。王氏回去让儿媳杜文秀把家里的背篓都腾了出来。哎呀，一大家子都去帮着忙活，还不知道赚的钱有没有大房的份呢。果然，沈云峰和沈云仙刚走不久，就有村民把家里晒干的香料拿来卖。小苏苏，你好乖呀，你咋知道小龙虾好吃的？咱家100年才有一女，当然是与众不同的闺女了。就是呀，那是当然。沈云苏离窝浅笑，他晃了晃脑袋，左右看了看，见院子外面正在觅食的半大鸡仔儿，它都可以吃，很多东西都可以吃。小苏苏呢，这半大鸡仔都没长身皮，可不能拿来吃了。等过年的时候，婶子家炖大鸡公的时候，婶子给你端一碗送来。对，苏苏乖，等你李正爷爷回来了，我就杀只鸡炖了，也给苏苏送一碗鸡肉过来。爸爸，我就是想吃炸鸡而已，这话分不对呀。大伯母称完香料，他就准确地算出了该多少钱，又一文不差地数好铜钱，递到王氏手上。有人发现他递给王氏的钱不多也不少。哎呦喂，沈家小丫头会算账哎，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家3弟的孩子哪一个不会识字算账？
哦，对了，小苏苏才3岁多吧，这也学得太早了点儿。快4岁了，我找二伯娘去了。他一走进二伯家的院子，就大声地喊道：二伯娘，苏苏来看你了，你有没有想我呀？苏儿，二伯娘在这里。趁杨氏没在屋里，沈云苏往水缸里和水壶里装了不少的灵泉水。苏儿，你口渴了吗？二伯娘给你倒水，你别把衣服弄湿了，会生病的啊。二伯娘，我不口渴，我就是过来看看你。云竹哥哥不在家，二伯娘肯定想云竹哥哥了。你云竹哥哥已经3年多没回家了，听说他跟着舅舅去了邻国东陵，为了学艺，二伯娘再不舍也得忍着。沈云苏见二伯娘眼里泛起了泪花，她有些后悔不该提起堂兄，惹得二伯娘伤心，又在院里逗留了一会儿才离去。杨氏看着模糊的小人影走远，心里叹息，若不是生儿子云竹时坏了身子，她说不定也生了2、3个孩子了。沈云苏见大家都在各忙各的，她悠闲地迈着小短腿儿往田埂上走去，每走到一块田，然后用意念控制往田里注入灵泉。不到1刻钟，他就走遍了村里的所有田埂。县城里，李正一大早赶着骡车到城门口。哎，你是干什么的？请2位官爷行个方便，进去帮小人通报一声。小人呐，是清河镇梧桐村的李正，我有要事禀报啊。你当这里是菜市场啊？想进就能进的？2位大人，若不是村里发生了人命攸关的大事儿，我何苦大老远跑来麻烦县令大人呢？到县衙来的人，谁不是性命攸关的事儿？哼，少拿这一套来给我们添乱啊！官爷，咱真的有要紧的事儿，我是李正，肩负整个村的责任。若见不到县令大人，我也无颜回村见父老乡亲呀。整个县的里正多了去了，我们大人可接见不过来。一边等着去吧。饥肠辘辘的他还没有吃早饭，眼看太阳越来越烈，连衙门口大树上的知了都像是在叫屈。他牵着骡子在县衙周围转了一圈，见侧面有一个包子铺子，他略一犹豫，还是上前问了问包子的价格。还好5文钱1笼的包子，又白又大。老人家，你不是县城的人吧？老板端来包子，又送了一大碗汤给他，与他拉起了闲话。他就如同倒豆子一般的把为何进城又如何被拒之门外的事儿给包子铺的老板诉说了一番。哎呀，没有银子打点，进不去大门的。这事儿啊，县令大人也未必清楚，你还不如去侧门堵县令大人的马车有用呢。得了老板的指点，李正感激不尽的连连道谢。直到进午时，一辆马车才缓缓地从衙门里驶了出来。就是这马车。县令大人请留步，梧桐村李正有大事禀报。驾车的车夫见前面冒出一个人来，吓得连忙勒紧缰绳。你这人好生无礼啊！有事不去前面递状子，为何在这里拦老爷马车？车辕前的一个小厮跳了下来，上前把李正拉到一边。老人家，你这样太危险了，有什么冤屈啊，咱慢慢说。如果咱家老爷的马车把你撞到了，你这是陷我们家老爷于何地呀？什么情况？大人开恩呐！求县令大人救救我们梧桐村的村民，我是清河镇梧桐村的李正。你们村今年又受水灾了？大人有所不知啊，今年洪水经过，洪水虽没有淹没全村的稻田，可是洪水卷来了大夹子，现在村里的田里啊都是那玩意儿，今年的收成是没有喽。你们在这里稍等，我带他进去记录情况。县令坐在桌前的太师椅上，你坐下来仔细与我道来。李正躬身一礼后，把事情的经过如实讲了一遍。他略微思忖，蘸了墨，就下笔如游龙。你先回去，我会去梧桐村查看了灾情，才能定夺。现在给不了你任何承诺。请问大人，大概何时到梧桐村呢？大概在4天左右。小人就回村，静候大人的到来。行了，你回去吧。我去过大门求见，我没帖子就出示了路引，就是没银子打点了，小人才不得不去侧门拦驾，请大人勿怪。我知道了。他瞳孔微缩，周身散发出一股冷意，看来呀，得好好整顿一下了。包子铺子那老板见李正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
老人家办事可还顺利？托你的福啊，县令大人是新上任的吧？很不错呀，有了他，是咱们整个江陵县的福气呀。哎，好官又如何？要进得去那道门才是本事啊！李正再次谢过老板，牵了骡子就向他进城的方向去。一个尖嘴儿猴腮的人从侧面冲了出来，一个趔趄就撞向他的怀里。对不起啊，我没有看到前面有人。年纪轻轻的眼睛就坏了，以后走路慢点儿。那人一转身就往巷子里跑去。他大爷的，眼睛不好使，跑得比兔子还快，也不怕撞墙上。骡子也很懂主人的意思，吭哧吭哧的往前面走去。出门没有带水囊，感觉嗓子都要冒烟了。卖凉茶喽，又香又冰的凉茶，喝了解暑又解渴。不听还好，越听越渴。哎，大爷，你来一碗吧啊！你看这大热天的，跟着中暑了不划算。我家凉茶便宜，1文钱2碗，1文钱2碗也不贵。那就来2碗吧。我再要点凉水呀，喂我的骡子，可行不？行，没问题啊！我后面有给过路的马准备的井水，我去提1桶出来。老板转身，很快就提了1桶水出来。李正把手伸向怀里，他僵在原地。咦，钱袋子呢？难道不翼而飞了？老大爷，你这是遭了3只手了。哎呀，算了，你喝1碗吧，以后路过这里再补我就成。这多不好意思呀，我就不喝了。我替我家骡子谢谢你了。朝老板连连道谢后，牵着骡子出了城门。村里，沈云苏在祠堂外的黄角树下，手里捏着一只蚕蛹，给小伙伴们说这个油炸起来吃可香了。沈四胖接过小苏苏手里的蚕蛹，一举手扔进了草丛里。小姑姑，如果你饿的时候就来我家，我给你留饭。小姑姑，你这会儿是不是饿了呀？我回去给你拿2个窝窝头过来。四胖、长生，你们2个傻瓜，你看苏丫头脸上比你们还有肉，她这是饿着饭的样子。沈云苏两手捂脸，宝宝，我这是婴儿肥呀。欧大，你还真说对了，宝宝我在家都是开的小灶。你看，她的小手都胖得起蜂窝了。欧大，你别瞎说，我看我小姑姑就是瘦了，我就不信沈氏家族这么多户人还养不起我小姑姑了。小姑姑别怕，我让我爹找族长，让族长开祠堂，宣布让小姑姑在我们沈家轮流吃饭。停，别争了，你们争长个，这个比母鸡营养。小龙虾可是我发现的，可以吃的哦。对的呀，我咋把这茬给忘了？好呀，小姑姑，下午咱们进树林逮蚕蛹去。以后苏丫头让我们吃什么就吃什么，她让你吃屎，你吃不？你记着，下次苏丫头找到了新吃法，你别吃。快进来默1遍字就可以回家了。沈云苏躺在树杈上，他左右看了看，他意念一动，他已经站在荷花池的灵泉旁边了。咦，好像是2层的呢，上面还有窗户，只是窗户是关着的。上面是什么？更高1层，应该是宝贝吧，不然放那么高做甚？他迈着小短腿儿，噔噔噔地跑进木屋，在四处寻找楼梯，然而并没有。要不要从外面弄一个竹梯子进来呀？对嘎，宝宝我真聪明，改天试试。今天的计划是种那些不知名的种子。当他站在一排抽屉前时，他为难了。1、2、3、10，算了，蒙吧。本着前世玩游戏的规则，初级玩起。从左到右吧。当他捏着一颗种子来到黑土地旁时，他又犯难了。宝宝没种植经验呀，没工具，怎么办？他又躺在了树杈上，就在他手边不远就有几节枯枝，他才满意的又进了灵泉空间。他走到黑土地旁，用枯枝刨了一个小洞，就把种子丢了进去。他放下手里的枯枝，一溜烟的又跑回木屋里拿种子，如此来回的种了就跑，跑去了拿了种子又继续种，好半天他才把这10颗种子塞进土里。嘿嘿，宝宝我现在也算是真正的农民了。再不回家，爹爹就该着急了。他刚一抬腿，总觉得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算了，不小了，还是洗了手回去了。他刚走到泉水池边，就看到一个大大的粗陶瓷碗。他想起来了，浇水，对，种到土里的东西都要浇水。把水浇好，裙子的下摆也打湿了。他意念一动，又坐在了树杈上。片刻后，他一蹦一跳地往回走，
嘴里还哼哼唧唧地唱着儿歌。苏丫头，你去祠堂玩去了呀？苏丫头，天太热了，你快回去。你看你裙子都湿了，我去田里玩水哦。还没有到家门口，就听见有骡子的嘶鸣声。难道大哥哥买骡车回来了？不错不错，这骡子壮实还年轻，毛色也好。大伯，我们家没有多余的地方养，我让云芝啊把柴房边的茅草屋腾出来，骡子交给你大伯娘养，你负责其他的事儿。苏儿，你干啥去了？你看你那小脸儿都成了花猫了。妹妹，你躲哪里耍贪去了？我回来找你半天了。娘，快出来！妹妹变成小花猫了。我想做炭笔，学写字，毛笔太费劲。这有何难呀？三哥说想怎么做，我去给你做。还不等娘亲到来，就把她放进温泉池里。苏儿，你这是哪里玩去了？我去你二伯娘那里找你，她说你早走了。娘亲，以后我出去玩，你别找我。吃饭时我就回家。你想当野猴子了是不？这大热天的也不怕中暑。娘亲，下午自泡长寿逮蚕蛹。对，不算撒谎，宝宝什么也没说。别跑出村子，外面有拍花子，知道吗？不出村。娘，给妹妹穿这个裙子可以吗？可以，放那里吧。你这是小皮猴，三个哥哥都没你调皮，刚长了河水，也不准去河边玩耍。不去，娘亲放心。田埂上也别去。咱们去高点的地方玩，也不会去水边。嘿嘿，我真的是去高一点的地方，半山腰呢，想想都开心。饭桌上，沈云星喜气洋洋地讲着今天买骡车的经历。爹娘，妹妹，你知道吧？那车马行的人可鸡贼了，一个骡子加骡车，俺家25两银子。这么贵，看吧，这就是我说的奸商。最后你们买成多少？今天啊，多亏了醉仙居的掌柜，他让我们去卖牛羊的市场看。嘿，我们一路小跑到醉仙居不远的牛羊市场，嘿，还真是里面呀好几个卖骡子的。一打听价格，有卖20的，卖15的。车马行的人也在市场收骡子，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们一直在围着看，一脸嫌弃又不走，就等着快散场了好杀价。看吧，我说什么来着？商人就是狡猾。咱儿子现在也算商人。咱家儿子不一样，他是读书人，绝不会变成奸商。闺女，你说是不是啊？我当然不会是奸商呀，我是要带着全村和全族的人赚钱过好日子的人。这话我爱听，这才是读书人该有的气节。是，我就也学做那些人的模样，混在人群里转悠，听他们讨价还价。是策，老子夸早了。不然我又如何能用15两银子买了一只才5岁的骡子呀？可惜了，那卖骡子的车厢不好，又花了1两银子去修，还加了几块新木板，不然我和大哥早就回家了。这以后如何给大伯和二伯家分账，是个头疼的事儿。5分制，先吃饭。快吃，等会儿妹妹好好和哥哥说说。听苏儿的没错。沈云峰一仰脖子，吃了碗里的最后一口饭。爹娘，我去师傅那里了啊。说完还不等回答，就大步流星地朝院外走去。妹妹，你说吧，听着。首先，你把全部的账看成一共10份或100份，你按出资人的比例分账，对方也可以是出力不出钱。宋娘，你听，咱闺女说话又利索多了，能说成串的话了。爹，你别捣乱。妹妹给我讲如何管账呢。闺女一天比一天大了，说话越来越清楚，是正常的。你看她都不怎么流口水了。爹，你一边玩去，别来打断妹妹给我说正事儿。臭儿子一点都不可爱，只有闺女最像。大量收番椒，再多准备坛子，能卖大价钱。可是家里只有几两银子了。城里省市商行5份制，1两银子1份额，年底按照头钱多少算，分成。沈云苏把现代企业的经营模式巴拉巴拉地讲了一通，沈氏家族和梧桐村的人都可以参与进来。我梦到辣椒酱的做法一定要做，会赚很多很多的钱。好的，都听妹妹的，我把村里的人都用起来。妹妹说的需要任命负责人，还得是自己最信任的人，那就非二伯和大伯家莫属了。他一溜烟的跑到大伯家。星儿可是遇到难事了。大伯娘，大伯、二伯，这事儿我一个人也干不了，我明天就要回书院上学了，这事儿只能让二老和云芝哥受累了。大伯，我准备大量的收购番椒，这事儿就拜托您了，负责监工番椒的加工过程就得二伯您来了。那得多少钱啊？你手里的钱够不够啊？我还有钱。好，出的钱都算入股，赚钱后就按股多少分。这事儿由云芝哥负责，组里的人愿意入股也可以，村里其他的人愿意也行。爹得说了，做人不能忘本。家里还有15两，我全拿出来。大伯娘别急，这事儿还得找李正和组长商量，他们召集大家，问问大家的意愿，愿意就加入，不愿意呢也可以来帮工，30文钱一天。
大伯管银子，爹会写，他当管账，二伯管加工这一块，云之哥负责跑外面，比如采买和送货，收货款。没问题，星儿放心，二伯啊一定能干好。三弟明天放心去书院读书，家里的事啊交给我，忙不过来时，我知道找大牛和刘铁柱。大哥说的对，你们只负责把关管理，其他的事儿雇人做，让大家都赚钱。大宅院里，花厅外的荷花被太阳晒得越发的娇艳。院里的大树上，知了偶尔的吼一嗓子。顾离生坐在花厅里，殿下，你进屋睡一会儿吧。沈公子今天从镇上买来了冰回来，我已经放在你卧房里了。这会儿啊，屋里比花厅凉快。我不困。他见沈云峰带着车夫秦钟往大门的方向走去。我去看看，今天小苏苏要来找你去山上玩呢。呵呵，玩逗我呢，哼我差不多。沈云苏每天中午睡一会儿都会自己醒来，他跨上他的专属小竹篮，精神抖擞的往祠堂里那棵黄角树走去。远远的几个背着小背篓的人伸长脖子，正向他这里张望。接着几人屁颠屁颠的朝他飞奔而来。杜丫头，小姑姑，小姑姑，我们等了你好久了，你干嘛不早点出来？睡午觉，睡午觉？不是，苏丫头，你为什么要睡午觉？睡了好整个，不然……他目光瞅了狗蛋一眼。我娘说个子高浪费布，不可贵了，咱省钱了。你们为什么没有喊林招娣和四丫一起？没敢喊，怕他告状。今天我们去山上，下午不去祠堂上课，你爹肯定会在村里找我们。快跑！看着小苏苏迈着小短腿儿在前面拼命地跑，高盛从大门出来，望向通往沈云苏家的那条路。突然一阵噔噔噔的声音响起，几个小孩向这里跑来。小苏苏，你慢点跑，别摔着了。嘘，别喊了，我爹听到得把他们抓回去。好好好，伯伯小声一点啊，快进去。少爷午觉啊都没进屋睡，就等着你来喊他呢。高盛把几个小孩带进了垂花门，又带去厨房隔壁的偏厅。哇塞，这院子好漂亮！哇，这糕点也好好看哦。多尝一尝吧，这是小苏苏最爱吃的椒盐桃花酥。是，别客气，等会儿咱们多带点蚕蛹，送一些给林收少爷。是，谢谢小姑姑，你们也吃。谢谢婶婶。王婶儿微笑着点头回应，还是有小姑姑好，我家姑姑最好了，跟着小苏苏混真好。这个朋友我交定了。高盛把他们送到上山的路上，目送几个小孩走远，他要绕道去前面探路。苏丫头，我在前面给你探路，万一草丛里面有蛇呢？你这杠精脑子坏了，还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沈四胖和沈长生撇了撇嘴。顾离生一听到说有蛇，他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背脊冒了出来。鸟儿唱歌给我听，我是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别问我从哪里来，也别问我到哪里去，我要摘下最美的花献给我的小公举。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小姑姑，这歌真好听，我们怎么没听过？小姑姑，你也教我们唱呗。当然是我自己编的，我会好多儿歌，还会讲故事呢。宝宝，我容易吗？一天天的不是说做梦就是瞎忽悠，我也不愿意这样的。谁叫我是个善良的小仙女呢？苏丫头，你说的大王是谁？为什么要抓个和尚做晚餐？你这一天天的想的什么？和尚也是人，不能用来吃的。唉，这熊孩子咋这么较真儿呢？我知道不能吃，我这不是对，是给他们讲讲故事的时候了。我先祖不是留下了好多书嘛，其中有讲故事的话本子，我空了讲给你们听。小姑姑，那书在祠堂里吗？我咋没有见过？这娃一点都不孝顺，老是刨根问底的，一点都不可爱。你们才读多久的书，哪能看得懂？别问了，我讲给你们听更精彩，比叔叔先生讲的还好。本少爷知道也不戳穿你。杜丫头，你什么时候去镇上听过叔叔先生讲故事啊？我小姑姑说听过就是听过，难道我小姑姑干啥都得给你们禀报一声啊？我这不就是好奇问一下吗？干嘛这么较真儿？别嚷嚷，耽误我小姑姑唱歌。小姑姑继续唱，我们也跟着学。就这样，一群小伙伴一路唱着往半山腰的那片竹海走去。哎呦喂，我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只有顾离生不时地弯腰捡路边树下的蚕蛹。少爷，你为什么不唱歌？幼稚，我忙这个。哎呦喂，我咋一高兴把正事儿给忘了？我操，大意了。小姑姑，我没忘，
我是想等到回来时再捡的，反正蚕蛹在树上爬得很慢。这是内涵我笨。你们确定回来时还能一眼找出它？少爷说的对，这么一点大，等会儿肯定看到的不是这只了。这一路捡上去，不耽误回来再捡。少爷就是少爷，比咱们聪明多了。以后咱们除了听小姑姑的话，少爷的话也必须听。好，就这么说定了。少爷和我小姑姑一样俊俏聪明，要不你留在梧桐村做我小姑姑的赘婿？这熊孩子，姑姑我才多大，这话是能随便瞎逼逼的吗？真是恼人头。少爷害羞了，让你逮蚕蛹一个没逮，脑子里净胡思乱想些啥？快去少爷站的那棵树下，一起去找蚕蛹。离生哥哥，别听他胡说八道，童言无忌，童言无忌，你大人有大量，别与他一般见识。如果苏丫头以后要招赘婿，可以在村里找。你知道这卧龙山上什么花最美吗？什么花最美？你想得美。什么叫想得美？我刚才西瓜吃多了，想尿尿，你们谁去啊？等等，我要去，不成体统。身后有哗啦啦的声音响起，顾离生声音如冰。快，别回头！两人并着走有些窄，他几乎是被顾离生拎着走的。顾离生把小苏苏带上前几十米，直到后面的人看不到，也听不到一丝声音了，才停下脚步。云峰，快去通知大家，每家至少要交20斤。今天老板都接了别人的定金，做不出来，掌柜就得扣我月例了。别急，等会儿啊，云星和云墨还有文虎就下学了，让他们去给村民传话，大哥用骡车去接他们仨去了。原来是镇上有一家人从京城来，在醉仙居订了10几桌酒席。云清哥哥，既然不差钱，咱们再做一道菜出来，叫黄金甲，保证那贵人喜欢。大哥哥，你猜我今天捡到什么啦？他已经把小鸟安顿在屋里的高处了。妹妹，你这是蚕蛹，有的地方叫知了猴，你弄这么多想干啥？你若放明天，他们都没飞远，那得多吵啊！我让它飞肚子里去。这能吃？怎么煮？妹妹说能吃就能吃，哪里来的那么多废话？我烧火，你掌勺。哎，你今天晚上还得回镇上吧？正好带回去给掌柜的尝尝。沈云苏把如何炸蚕蛹的做法仔细地给沈云清讲了一遍，竹节虫的做法他也讲了一遍又一遍。妹妹，你就等着吃，哥哥保证能做好。竹节虫炸好后，裹点面糊再炸一次。有的人怕吃虫子，这样就看不出来是虫子啦。这主意不错。少爷，你不让我们过去，你也得给我们说说呀。我小姑姑去哪里了吧？没什么好说的，再等一会儿。苏丫头是不是也不是？我小姑姑都不见了，你还笑得出来？快，那不是苏丫头吗？只见小苏苏一脸湿漉漉地走了出来。小姑姑，小姑姑，苏丫头！几人快步上前迎了上去。苏丫头，你玩那啥了？你看你头发和衣袖都是湿的，你说清楚，我小姑姑玩什么了？刚才看到一张大树叶上有水，我洗了一下手，怎么啦？以后别乱去碰树林里的水，谁知道有没有毒？还是你去前面探路。好嘞。他拿起树枝继续拍打身边的灌木丛。我为什么这么听他的命令？算了，看在桃花酥和西瓜的份上，听他的就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一阵微风拂过，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鸟儿在林中欢腾。看前面，到了！大家顺着狗蛋的喊声向前喊去，前面视野开阔了起来，一片连绵起伏的竹海出现在大家面前。以后上山前别让他们喝水，也不准吃西瓜。你就站在这里别动，我去就回。苏丫头，少爷，小姑姑，小姑姑，你在哪里啊？你快回答我呀！小姑姑，你快出来，死跑怕怕！听着喊声越来越近，远远的，他们看到小少爷玉树临风地站在前面，满心欢喜，激动万分，又哭又笑的道：嘿，小姑姑没事，小姑姑没事，嘿，吓死我了！别动，就站那儿。只有少爷，小姑姑呢？为什么不让过去啊？沈云苏给大树施了一下肥，起身时看到不远处一株红如火焰、通体透着灵气的植物，他走近一看，生金草，就此一株，如果采摘了太可惜了，他得想办法移去空间的黑土地里养着。他小心翼翼地捧起整棵生金草，意念一动，进入了灵泉空间。他在黑土地里刨好坑，又轻轻地把它放了进去，这才出了空间。快跟上！看脚下，他们都比你大，不用你喊。小姑姑，少爷说的没错，你走好就行了。什么叫做我走好？
这话也太不吉利了，大家小心，蛇也喜欢竹林，大家别走远，就在这里找一找，只需要看竹下面有没有粉末就行了，那就是被竹节虫咬了的竹子。我见过的，李正家外面的竹林下面就有。那是水竹，没有罗汉竹的竹节虫肥。苏丫头，你为什么知道那么多？就你问题多，我小姑姑能是一般人能比的吗？我三爷爷会教书，你爹会吗？我也要好好读书，争取考进清河书院。这就对了，读书能改变命运，会更有出息，加油！我要有出息。哇，这里好多！小姑姑，快过来，你看四胖找到了。只见一棵已经有些枯黄的罗汉竹下堆着一大堆的粉末，竹子在残留的那半截罗汉竹里面蠕动着，直看得人头皮发麻。对，就是它，周身都是宝，可香了。顾离生眉头微蹙，这个可以吃？离生哥哥，快拿竹篮过来，好多，多炸一大盘了。顾离生刚平息的情绪又拉了起来。哎呦，小姑姑，装这里面才跑不了。还是咱们的长生聪明又细心。我看娘亲去地里捉虫喂鸡，就是拿的这个口袋去。沈四胖拿口袋，狗蛋儿拿了2节枯枝，像夹菜一样，把又白又胖的竹节虫夹到了口袋里。轻点，别夹破了，破了就坏了。再继续找，得再有这么3个的量。后面的顾离生正走向竹林边的一片野花丛。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主。嗨，离生哥哥，你来摘花也不喊我一声，咱们一起采摘呀。我来摘就行了，这里都给你，回去放你家的那个煮水杯里，里面放一点水，能保持几天的鲜药。哇，真香！谢谢离生哥哥，我可喜欢花了。离生哥哥，你听到了吗？有女儿在喊我，真的，她叫得很急，像是在求助。也许她遇到困难了吧。当急切的啾啾声再次响起，两人循声找去，草丛里一只刚破壳的雏鸟正伸长脖子，无助的嘶鸣。小可爱，你是不是和娘亲走散了呀？是不是饿了？你看它像是能飞的样子，这明显是被他爹娘抛弃了。带它回去，咱们一起养。当然，你去叫狗蛋拿一只竹节虫过来，它饿了。趁顾离生离开的这一会儿，他用意念把灵泉里的水倒了一些在手里。别急，慢慢喝，等会儿我带你回家哦。苏丫头，你捡到鸟窝了。沈云苏把小鸟从地上捧了起来。你把那个竹节虫撕碎了喂它，你最好歇了想玩它的心思。你怎么知道？我正想说让给我玩几天呢，我河边的鸟笼子都还在。狗蛋儿，那一脸馋样，瞎子都看出来了。苏丫头，姑姑，就给我玩2天行不行？他都要玩2天，那我也得玩2天。都闭嘴，不给，一个都不给，我们会玩死他的。愣着干啥？快喂，他可能一口饭都没吃过。他不吃饭，是吃虫虫。就你聪明，我姑姑指的他的饭就是虫虫。快看，这里好多鸡头菌，长生，快过来！顾离生手里提着小竹篮，在竹林边聚精会神地捡着蚕蛹。别捡了，这里够多了。话音未落，砰的一声响，小心！原来是一只梅花鹿，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一头撞在了沈云苏身侧的一棵大树上。你这个傻瓜，走路都不知道慢点，撞疼了吧？顾离生见他摸着梅花鹿，又拿出手帕给梅花鹿包扎被撞断的鹿角，把他另一个脚也给包扎好。趴在地上的梅花鹿休息了一会儿后，一步一回头的向密林深处走去。树下被撞断的鹿茸散落一地。小苏苏，我觉得这梅花鹿是故意给你送鹿茸的，我给你捡篮子里，你拿去换银子。离生哥哥，你试试帮我把鹿喊回来，我们也带它回家。你别逗了，鹿是群居动物，他要回去找他的家人，他还有媳妇和孩子呢。那好吧。沈四胖几人也捡了半背篓的鸡枞菌回来了。下山吧，再不回去太阳就落山了。村里沈继贤到了祠堂，见他讲课的屋里只有2、3个小孩。狗蛋儿和沈四胖几人哪里去了？这大夏天的，难道这几个臭小子去河边洗澡去了？沈继贤转身就往河边跑。沈继贤在河边转悠了一遍，也没见到有孩子的衣物，他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沈继贤又去村里挨家的找他们的爹娘，最先去狗蛋儿家。狗蛋早早就吃了饭去祠堂了，他说要去找沈四胖几人玩，还说有你们家苏丫头。那不可能，我家闺女这时候去大宅院找她大哥去了。可能我家那混小子去河边洗澡去了。沈先生别急，我这就去把他揪到祠堂去上学。沈继贤还来不及阻止，狗蛋儿爹已经冲了出去。他刚跑到村口，就见李正没精打采的回来了。狗儿他爹呀，你来帮我把骡子牵回去。哎呀，我实在是没力气了。沈继贤一追出来，就看到李正从
从骡车上下来，就蹲到了地上。李正叔，你怎么了？我饿了，又口渴，没力气了。哎呀，您老人家也太省了，再如何节约也得买几个包子吃啊。猜对了，吃的正是包子。狗蛋的娘这大嘴巴子，一会儿就把沈四胖几人不知道躲哪里耍去了的消息传遍了全村。李正进村就看到几人手拿竹条，气势汹汹，咬牙切齿地迎了出来。李正叔，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李正叔，你辛苦了。其实吧，县令怎么说已经不重要了。李正叔辛苦了。你们这是？我家那臭小子又逃学了，这不准备让他尝尝笋子炒肉。我与你们说了多少次了，教育娃娃要向沈先生学习。你看他家何时打过娃呀？你看看他家的娃，个个有出息。你再看看你们家，天天打，可教育好了？咱们不是讲不听吗？只能揍呗。娘，狗蛋娘，你看你家狗蛋背的啥？这兔崽子就是背托金子回来，老娘今天也得狠狠的试试鸡枞卷。还有这个是小姑姑分给我们的，我也有，我这里也有。我们要给小姑姑鸡枞靴，她不肯要，她说她家没鸡炖。娘亲，下次炖鸡的时候，咱们给苏丫头端鸡汤去。她说她家的院子里一只鸡都没有。狗蛋的心意我领了，可别端鸡汤来啊！我们家吃鸡都是吃的他大伯和二伯家的。今天你们谁带头往山上去的？我。孩儿他爸，你和沈先生送李正说回去，我得好好修理修理这兔崽子，都学会撒谎了。李正实在是没有精神管他们了，在沈继贤的搀扶下回了家。你这是被县太爷打板子了？水，哎呀，快煮点疙瘩汤。婶子，你记住，我来倒水。李正接过水杯，一口气喝了2大杯。县里今年换了县令，这个白县令啊，与众不同啊。我看他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他答应我，最多4、5天呢，就回来村里查看。这不算欺上吧？接着，他把他们家闺女说大家子变麻辣小龙虾的事儿如实交代了一遍。这只是个意外，县令大人应该不会怪罪你们。我看白县令啊是个正直的人，应该理解，也会为我们村儿变废为宝的事儿感到高兴啊。老头子，我给了你钱，你又舍不得吃，你这是何苦呢？来，先少吃一点儿，等会儿咱们吃晚饭时你再吃一点儿，饿太狠了不宜多吃。李正叔，你慢用，我就先回去了。祠堂里还有2孩子等着我散学。沈继贤刚进院门，就听到沈云清的声音在院里响起。不一会儿，沈云苏面前就摆着一大盘竹节虫和一大盘蚕蛹。大哥哥，等等，竹节虫你们可以尝尝，其他的都给黎生哥哥送去。沈云清刚尝了一口，太好吃了，这个我要带去酒楼。这个就别带了，大哥哥，帮我装竹篮里，我要和小伙伴们分享。我再尝一个。妹妹，这黄金甲如何定价呢？沈云苏思忖了一会儿，他想到同寝室的那3个好朋友，他们是不是也穿过来了？他要在这世界留下标记，如果他们也穿过来了，才能找到他的痕迹呀。180一盘吧。妹妹，180文还是挺贵的。我觉得180文一盘没问题，这个真不好找，而且一天比一天少。我让狗蛋他们去找，1文钱2个。大哥、三哥、妹妹，你们吃什么了？我在院外我都闻到香了。沈云墨和沈文虎也走了进来。哇，蚕蛹也可以吃吗？我试试。沈文虎都来不及拿筷子，抓一颗就放嘴里。二叔，你也尝一个，我还要做功课。然后拿了一本书就出了屋。嘿，二哥怕虫子，他不敢吃，可我敢呀。沈云苏提着小竹篮，慢慢的往门口走去。妹妹，你要去哪里呀？哥哥今天还没举高高呢。没什么，就是约了小伙伴们，请他们也尝尝蚕蛹。沈云星走过去，你看哥哥给你做的炭笔是不是你想要的那样？里面是炭，外面是我用纸包起来的，要是用木头就好了，下次再试试。咦，三哥你还真做出来了，不错，这样已经很好了。等云竹哥哥回家了，让他去想办法改进，奖励三哥吃一个。还没等沈云星问他为的什么，沈云苏提起篮子就往外面去了。他一边走还一边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几人早早就溜到了顾离生住的那个大宅外面，直到那抹小身影出现在大家的视线。我去接水丫头，我也去接小姑姑。等等，一起去。慢点儿，别摔着了。周二宝，那是我的小姑姑，你后面去。来呀，你快追啊！谁让你胖的跑不动的？好你个周二宝，你等着，我会瘦下来的。这就是竹节虫，你们每个人可以尝一个，蚕蛹我给你们多留一些，还有少爷的份儿，他捡的最多。还有，别提竹节虫几个字，这是炸面条。万一离生哥哥听到了，如何忽悠他吃呢？秦钟早早的就等在门房了。阿周，给我一个盘子，我给少爷带好吃的来了。哎，好，小苏苏，你
你等等。他让秦钟把那盘端进去给少爷吃。沈云苏说要去厨房找黄婶儿，他又溜到水缸边，往里面加入灵泉水。黄婶儿这时候恰好送饭去饭厅，门房里狗蛋的手刚伸向蚕蛹，周二宝凉凉的道：“记得有人说过不吃的呢。”哼，傻子才不吃，都是好哥们儿，过了就别提了。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长生说的对，先是我不对，不该看不起苏丫头，觉得她太小了，说话不可信。现在我服气了，以后咱就拜她为老大。嘴里说的好听，那个咱们老大留一个了吗？吃是太香了，没忍住。我保证明天去捉更多的蚕蛹，让老大吃个够。正说着，李正家的铜盆声响起。老大，咱们一起去看看吧，村里又发生什么大事了？一起去吧。小苏苏，你等等，少爷有请。你们先去吧，我等会儿再去。沈云苏来到饭厅，就见顾离生蹙眉盯着那一盘竹节虫看，黄婶儿和高管家都在一旁候着，神情微微有些紧张。那是不是？你尝一尝不就知道了，这还用问？你尝一口，保证你满意。这可是我云清哥哥亲手做的，他可是醉仙居的大厨哦。少爷，你就尝一口，不好吃啊再吐了。顾离生心想，这是好不好吃的问题吗？他是怕那是那白白胖胖的家伙，可面上又想疙瘩面。不吃拉倒，以后都不给你送了。谁说不吃的？一个两个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一起吃，今晚有你喜欢吃的鱼片粥。我娘亲还在等我，云清哥哥也回来了，我就先回去了。沈云星到二伯院里看了看收的香料，才1天时间都收了整整10多斤了。沈云芝已经向外面传了消息出去，附近几个村里有番椒的人听到后，都纷纷表示愿意卖给他们。李正把村民召集起来后，宣布了明天早上每家可以卖20斤小龙虾的事儿，大家高兴得眉开眼笑。蚕蛹1文钱2个，有多少啊就收多少。如果你们愿意去找，晚上更好找。今晚你也去。还不等李正说完，那些小孩也溜烟的跑回家，拿起背篓就往地里田间的树下去。儿媳妇这是怎么了？把那一晚上段秀兰说的胡话原原本本的讲了一遍。她可能不是胡说，咱们梧桐村要不太平了呀。沈云苏回家后，他看爹爹和娘亲在准备晚饭，意念一动进了空间。他站在黑土地前，看着生金草比他刚移栽进来时更茂盛更鲜艳了。他摘了2张生金草的叶子，出了空间就直奔二伯家。苏儿，快进来一起吃饭，你二伯娘做的疙瘩汤可香了。苏儿，快来，二伯娘再去给你煎一个野鸭蛋。我不吃饭，我是来给二伯送药的。苏儿，这是生金草，我今天在山上发现的。这真的是他呀，原来传说是真的。二伯，快吃了。苏儿，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星，最近你经常来，我感觉我的眼睛都看得更清楚了。二伯娘，你的眼睛肯定会好的。有我们沈家小福娃，一切都会好的。沈继林把生金草放进嘴里，他感觉一股暖流在体内游动。这一晚，梧桐村到处都是火把在黑夜里游走。半山上，一群黑衣人俯视着山下。老大，今晚的计划撤退，再另找时机。如果照现在这样，我们是无法完成主子的命，还得找机会接触沈家人，尤其是最年长的族长。这群黑衣人往清河镇飞奔而去。清河镇上，白掌柜尝了沈云清带回来的蚕蛹，他赞不绝口。早点休息吧，明天还有很重要的事，希望大家都齐心协力，把明天的酒席备好。山庄里，一位年约60旬的妇人，头发花白，面色红润，打扮得雍容华贵，一看就是保养极好、出身不凡的贵夫人。一群黑衣人从后院飞落院中，可有眉目了？郡主息怒，只找到了山头和被前朝派去的沈家后代，现在还未打探到具体消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汪总管，你要时刻记得，丞相府是不养废物的。小人有一提，郡主可否听听？你且说来听听，如果可行，我让丞相给你记一大功。小人觉得，莫说夜晚去打探，就是白天去，在那茂密的山林里，也找不出有价值的线索。现在唯一的是要取得沈家族长的信任，让他说出实情。你说的有一部分道理，这事儿不能惊动上面，要如何才能取得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的信任？起来回话吧。谢过郡主，郡主所言极是，要和沈家人搭上线，一时半会儿有些困难，容小人下去好好筹谋一番再行动。你下去吧，把下面的人约束好，不得惹出乱子，惊动了不该惊动的人。看着汪总管出去，郡主，这事儿你看需不需要老奴派几个奴婢出面？这事儿还是女人更好办事儿，和乡下的泥腿子攀关系，比在京城与人周旋还麻烦。你能有什么更好的主意？要不让大丫鬟装扮成逃荒人，嫁去梧桐村沈家去？且不说沈族长家有没有带去的儿郎，就是有一个心腹嫁进门，他也打听不到什么。是老奴思虑不周。
长乐郡主端起桌上的茶抿了一口，眼看太子已经成年，后宫里的皇子们如同雨后的春笋，越来越壮，我又不能都一一拔去。郡主不必忧心，大小姐贵为皇后，又是皇上的表妹，这皇位必定是大皇子的。唉，外人是这么看，可我们都明白，我的秀兰也只是皇后而已呀。郡主别急，慢慢来，早些安置吧。明天还有很多人过来拜见，得养好精神。天刚蒙蒙亮，梧桐村一片喜气洋洋。沈云芝带着大牛、刘铁柱，还有几个沈氏家族的年轻人，在沈云苏家的院外忙着把小龙虾收集起来。哎，你们看，我们的龙虾也是又大又干净，和沈继德家的那几块田里的一样肥了。我家也是。哎，真的呢？你们不说我还没发现啊。沈继林看到今天特别忙，都来在一边帮着数蚕蛹。他看着2杯篓蚕蛹，不知道昨晚云清和掌柜的谈得如何，酒楼到底收不收啊？这可是好几两银子收起来的。二伯，你放心，酒楼肯定会要。若不要，云清哥半夜也会回村通知我们的。星儿啊，说的没错，老三昨夜没回来，就说明掌柜的是喜欢这道菜。要是酒楼不收啊，拿回来每家分摊了，咱们自己吃。这么好的东西，咱们也要尝尝啊。对，咱们也吃吃。那个大宅子的人都吃了，说这个可营养了。苏丫头说了，这个吃了长个子的。众人哄堂大笑，好半天他才后知后觉的知道在笑他个子矮。沈云苏心里惦记着他的小鸟，破天荒的也起了个大早。狗蛋，喝水。谢谢苏丫头，我就不客气了。客气个啥？宝宝，我就是看你矮，咱就是单纯的想试试我的灵泉水能不能让你长高一点。咱家的大黄、小鸟都是喝的灵泉水。苏丫头，你家的酒水好好喝哟，能不能再来一杯？是水还喝上瘾了，3碗不过冈了。那是当然，咱家的井水当然甜，我再给你拿一杯。以后要经常来苏丫头家喂小鸟，还顺便来蹭水喝，心里想着，脸上就笑了出来。狗蛋，你怎么朝着我的小鸟傻乐呵？你脑子进水了？不是，我就是看你这鸟好看，才忍不住看它笑的。小鸟心想，放屁，老子都鄙视你！好好的一个娃，就是脑子有病。看来以后还是多给他一点水吧。一仰脖子，一杯水又一饮而尽。苏丫头，你的小鸟以后吃的虫子我包圆了。唉，宝宝，我容易吗？村民们看着沈云芝和沈云峰带着几个年轻人一起出了村口，大家才谈笑风生的往回走。李正喊住正要回去的沈继德和沈继林，屋里去说，把沈先生也喊上。老三啊，你出来。好的，马上来。你去吧，我自己来就行了，马上就好了。官上说话，你们沈氏家族啊，可能有麻烦找来了，你们要做好准备呀。李正叔何出此言呢？李正叔，我记得咱们家没得罪过谁吧？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呀。谁要抢咱家闺女？和苏丫头无关。你想想，你们沈氏家族为什么来到梧桐村的？难道皇上又打算让我们守龙脉了？可是我们都不知道龙脉是什么玩意儿。族里留下的祖训是不准让外族进卧龙山，可这里也没来过外族人。那山上真的没什么，除了最深处有楼，其他的真没什么稀罕物啊。李正就把儿媳妇段秀兰那一晚看到的情况讲了一遍。秀兰说是鬼，可我是不相信。京城里能人异士多，会武的人也多呀，就是江湖侠士都有轻功，我断定啊，就是人。咣当一声，厨房传来了碗被摔的声音。我去看看我媳妇儿被烫着了没有。这沈先生还真是像村里的长舌妇说的那样，天大地大，媳妇儿最大，干啥啥不行，生娃第一名。我三弟啊，就是太稀罕他媳妇儿了。苏娘是个好姑娘，咱们理解。我们继续。咱们沈家穷，娶个媳妇儿不易，是该好好疼惜啊。我给你们说一声啊，这事儿别出去声张。最近啊，大家警惕着点，若是有陌生人来，更要提高警惕。这可如何是好啊？苏儿还小，万一有什么，我们哪里是那些人的对手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别想那么多，我们手里啥都没有。你回去啊，该干嘛干嘛去。我去族长家一趟，这事儿啊，必须和他通个气。厨房里可是被烫着了，我看看。谢谢，是不是我连累了你们？我离开这里好不好？我不能。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吻堵了回去。小说都是骗人的，谁说古人保守又古板了？赏他丫的穿过来看看。别，苏儿还没吃早饭呢，我再给他盛一碗。蛋羹今天是没得吃了。我不许你再说离开我们的话，这事与你无关。估计是有人相信了这里有龙脉的传言。真的？苏娘别怕，那些人找不到你后早就回那里去了，咱们要一辈子在一起。我也舍不得你们，可我怕给你们带来灭顶之灾，他太阴毒了。如果我内力还在，他也不会这么容易就。要不你还把那敌练起来，我不怕那啥了。好，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以后每天早上我去树林里练，
不会吓着你们。夫妻俩收起晦暗的心情，端着粥去堂屋里喂小闺女的早饭。苏儿，娘亲把蛋羹打翻了，宝贝，咱们就喝粥好不好？娘亲，你哭了，是爹爹惹你生气了。是爹爹不好，惹你娘亲生气了，爹爹改，下次不会了。其实宝宝早就可以自己吃饭了，和娘亲和爹爹很享受喂饭饭的感觉，那宝宝只得成全呀。爹爹去祠堂，娘亲进厨房洗碗去了。娘亲，我玩去了。他一口气跑到去往大宅院的路上，见四下无人，他闪身进了空间。才过了一会，他埋的种子都发芽了，淡绿的芽头刚刚露出土叶。苗儿，你快点长大，我好想看看你长成啥模样。昨晚他掐了的生金草又长了几片叶子出来，他又去屋里看那些画着植物的书。他看到一种叫玄青果的图，能提升内力，还有解毒功能。还有一种叫六叶香槟的植物，书上说这灵药的叶子服用后能让人的心脑血管保持活力。究竟哪一颗是玄青果，哪一颗是六叶香槟呢？等六叶香槟长成后，首先要给大伯和大伯娘，还有二伯和二伯娘用，当然爹爹和娘亲也得吃。虽然娘亲看起来就像是双十年花的姑娘，还有太多了，等长出来再说吧。他又摘了2张生金草的叶子后，才出了空间。他抬头一看看日头，难道空间里时间比外面长很多？他来不及细想，屁颠儿屁颠儿的往二伯家走去。族长看到沈基德一脸凝重，基德，你……他蹙着眉，把李正过来传的话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三叔公啊，李正叔和我的看法一致，认为是有人冲着那传言来的。你说的没错，这穷乡僻壤的，没大事不会有人动用会武功的侍卫来，该来的总会来，躲也躲不掉的。三叔公，您是不是知道什么？这一劫难我们要如何应对？都过去了，一切恩怨都不用计较了。他把沈家先辈如何被庶出算计，又被驱除家族，除去族谱，然后被前朝皇帝责罚派来这里的事儿说了一遍。记得这事是我爷爷亲口对我说的，本来我就打算把这事带棺材板里就算了，可现在也不排除京城的沈家后人在作妖，还有是关于沈家有女的传说。三叔公，您说，我听着呢。那个圣僧说的不只是沈家有女是奉命，还说了她能带来改天换地的气运。后面的话是我爷爷求着他别说了的，就怕招来用心不良的人。三叔公，我看苏尔的确与别的小孩不同，咱们族里的人呐，大多文不成武不就的，要如何保护他周全呢？苏尔是颗明珠，他的光芒岂能是我们能藏得住的？我交给你一件事，云峰在那富户家学了些拳脚功夫，你把沈家年轻人都组织起来跟他学。现在家家都为了生计忙碌，恐怕能抽出人来练武的不多呀。那就抽出小孩学，再这么下去，我们这一支就真的完了。不求功名利禄，但求自保。如果我遭遇不测，这族长的重担还得是你来担着。但是你那暴脾气得好好改改，凡事三思而后行。沈基德连声应诺。于是可听苏丫头和云星的。梧桐村的大宅院里，顾离生坐在花厅里看了一早上的书。方文龙端着药走向花厅。殿下，这汤药要在午饭前喝效果最好。昨晚给你诊脉，你的气血越来越畅通了。他在方文龙没看到的时候，全部倒进花园里的荷花池里喂鱼了。翠微山庄里，亭台楼榭披红挂彩，好一派喜气洋洋。婢女们端着香喷喷的菜鱼贯而入，手捧佳肴等候在花厅的一边。嬷嬷在郡主耳边一阵低语后，她向一边伺候的婢女打了一个手势，开席。顿时有丝竹声响起，伴随着琴声袅袅。最后一道菜是麻辣小龙虾，郡主夹着已经剥好的小龙虾缓缓地送进嘴里。继续剥，这道菜有赏，名不虚传，的确鲜香可口。郡主喜欢，改天我把煮这道菜的厨子召来庄子里，让他负责您的膳食。那倒不必，御医叮嘱我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只是我偏爱辛辣，偶尔吃一回即可。南边席这里同样是琴声悠扬，随着琴音起，舞姬凌波起舞，霓裳羽衣步步莲花。
曼妙女子，若仙若灵，如碧波之上荡漾的荷花，娇嫩又绚烂多姿，美不胜收。托祖母的福，我陪他老人家来清河镇休养，才有机会和大家一起畅享美酒与美人。大家都面面相觑。宇文少爷说的什么意思啊？和我们一起享用了美酒，难道美人也……宇文湘君的那个随身小厮笑得一脸神秘。我们公子啊，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好交朋友，尤其是两肋插刀的那种朋友。欢迎大家以后常来府里喝酒品茗，只要和我家公子投缘的人，就是府里的美姬，也是可以。下面的官吏有的已经和臭味相投的人开始分析那话的深意。各位吃好喝好，由于刚来这里，府里的厨房准备不足，所以特地去这里有名的醉仙居订的宴席。吃过辛辣，喝一点清淡绿茶去火，清新爽口。有几个年轻一点的官吏不爱喝茶，拿起盘子里的西瓜就大快朵颐了起来。管家拿了一锭银子，打发府里的小厮去醉仙居打赏。白掌柜见今天的宴席做得很完美，让后厨做了好菜犒劳大家。煮麻辣小龙虾的师傅辛苦了，郡主有赏。还不快过去领赏，谢过郡主的赏赐。结果沉甸甸的赏银，连声给跑腿的小厮道谢。这都是咱们郡主仁慈，以后啊，郡主再订菜，你好好伺候吧。啊！正在吃饭的曾大厨眼里满是嫉妒，他捏了捏上衣的口袋，若不是怕郡主一怒之下迁怒整个后厨，他今天就把口袋里的巴豆加小龙虾里面去了。沈兄，你这里怕是有无聊，是不是该请大家吃顿好的呀？去，别捣乱，这一桌菜还堵不上你们的嘴啊！以后都好好干活，做出特色菜，也有贵人给你们打赏。若你们可以去找来小龙虾，我可以煮给你们吃啊，调料我出。若你们找来蚕蛹，我也可以帮着炒啊。不容易呀，沈铁公鸡，蚕蛹就不劳你大驾了，那玩意儿我都看熟了，连洗碗的胖婶都会炸。翠微山庄里，白清怀刚走几步，身后噗噗几声，一股臭味迅速弥漫开来。童公子，你失禁了，快来人！万公子和许公子也不好了，快抬客房去！快去请府医去客房给三位公子看诊，再派人去醉仙居把掌柜和厨子带来。若三位公子有个好歹，必须严惩。送完赏银的小厮刚进大厅，他急忙转身又朝醉仙居跑去。白清怀见此情景，他停下了准备离开的脚步。快，我要公桶！等公桶拿来时，还是晚了一步。三人又疼又急，狼狈不堪。我都提了5桶水了，早知道用这么多水，就该把几位公子带温泉池里去洗啊！你这话以后切莫再胡说了。你是新来的，不知道郡主府的规矩。童公子几人呐，像是吃坏了肚子，若把他们丢进温泉池里，万一……哎呦，那池子以后还能用啊！多谢小哥关照，小人昨天才进府当差，不知道这府里的规矩，小的以后一定谨言慎行。府医提着药箱一路小跑来到客房。大人请稍等，我家公子又去进房了。那我就先去隔壁瞧瞧，晚一点再过来给你家公子诊脉。府医说完，脚步匆匆地往隔壁屋子而去。这一间屋里住着的是万公子，抱着肚子蜷曲在床上轻轻呻吟。孙姨想，我家公子啊，腹痛难忍，已经进了进房有7、8次了。孙玉一不疾不徐地从药箱里拿出脉枕，拉过万公子的手腕放在上面，又询问了他在宴席间吃了些什么。麻辣小龙虾吃了2盘，还有蚕蛹、樱桃肉。孙玉一蹙眉，万公子说的这几种菜他也吃了的，其他人也吃了不少。公子啊，你再回忆一下，你和童公子、许公子，你们坐一起还吃了什么别的没有？比如饭后的点心，或者冰瓦子这些。饭后婢女上了糕点和冰镇西瓜，我们3人一人吃了几块。席间吃了辣的，吃着西瓜感觉不错，就多用了2块。冷热交替，肠胃哪里受得了啊？公子以后切莫这样了，若反复几次，会落下病根了。经过一番望闻问切，他得出3个人的病因相同的结论后，才坐下开药方。醉仙居的伙计们见打赏的小厮去而复返。小哥，贵人是不是要打赏后厨所有的人啊？郡主有请白掌柜和这位师傅跟我去翠微山庄一趟。2人忐忑地跟着小厮向翠微山庄而去。小哥可知道贵府让我们过来有何指教？别问那么多，你跟我来就是了。是不是我们的菜出了问题啊？不应该的呀，这里离酒楼不远，他们把菜端过来也不会坏。这些贵人不好伺候，稍微一点不满意，收不到钱是小事，就怕他们不肯息事宁人。你也别怕，要是有什么想赖在我们头上也不是那么容易。我堂弟刚从京城下放到江陵县做县令，这里是他的管辖范围内，他为人正直，不会冤枉我们的。小厮安顿好2人，就去给严管家禀报。严管家，结果出来了，孙玉仪说是3位公子饭后吃多了冰镇西瓜。
这事整的。他们不知道叫他们来干什么，他问了，我也没说啊。我想起来了，他们醉仙居的小二啊，还开玩笑说我又去给后厨的人打赏了。对，就这么办。我去拿几个钱袋子。你叫什么名字？挺机灵的。你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办事。小人姓丁，在家排名第3，大家都叫我丁三娃，大人就叫我丁三儿就好了。见管家拿了钱袋子出来，多谢管家大人提拔，以后啊，我丁三儿就是您的一条忠狗，您让我咬谁，我就咬谁。是否忠心，以后走着瞧吧。对我和主子不忠心的人，反正也活不成。是，管家大人，且看小人表现就是了。两人一前一后的来到庄子里最偏的院子。管家大人叫我们来，这位是，他叫沈云清，小龙虾就是他家里人创新的菜，他家就在梧桐村，小龙虾也是他们梧桐村养的。沈云清躬身给严管家行了一个礼。既然这麻辣小龙虾出自沈师傅的手，今天客人吃了这道菜就中了毒，那就请沈师傅就在府里多住几天，待我们把事情查清楚了再回去。那就请沈师傅啊在这里配合一下，让严管家早日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还你一个公道。我操，还真是菜出问题了，不应该啊！请问严管家，有多少人中毒？为什么就断定是小龙虾有问题？这就不是你该过问的事，这里没你的事儿，你回去吧。既然说是我做的小龙虾有问题，那我就得问清楚，最好是往衙门报官吧，让衙门来查，也好给贵府一个交代。这里是郡主住的地方，可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来插手的。我家老爷是丞相大人，什么样的案子他查不出来？我的菜的确没有问题，我和贵府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我一介草民，就是借我100个胆，我也不敢做谋害郡主的事啊！求管家大人明察，草民冤枉啊！请把我交给衙门，如果是我的错，小人愿意受罚。你看这孩子自己都愿意见官，这事真的和他没关系。管家大人，你看现在是委屈你暂时在府里住几天，配合我们查明原因，我们不会对你如何，你且放心住下。你随我来，你别急啊，我去想办法。小龙虾的事，我去梧桐村跑一趟，让他们晚几天再送。沈云清无奈地点了点头，看着白掌柜被严管家带走的背影，他颓废地坐了下去，把人带回领来这里，还什么都没准备。太匆忙了，茶都没准备。沈师傅，您就别多想了，安心等消息。郡主啊，为人宽厚，不会为难你的。再说，客人吃坏了肚子，也没出人命，你说是吧？多谢小哥提点。可若是我不回酒楼，我们村的小龙虾一时卖不了，也耽误了酒楼的生意啊。你别慌，我也帮你催一下严管家，让他快些啊把事情弄清楚，好早一点放你回去。沈师傅，你先休息，我去给你呢拿些水和点心过来。这院很少住人，里面啥都没有。白掌柜被严管家带了出去，走到回廊中间。这事儿非同小可，白掌柜你就别掺和了。至于酒楼的银子，翠微山庄1分都不会少了你们的。那孩子是我酒楼里的人，这菜也是从我们酒楼出去的，这事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那孩子都跟了我几年了，他真不是会害人的人。我言尽于此，你请回吧。罢了，拜托严管家帮我照顾着点那孩子。你把白掌柜从后门送出去，路上不得乱走。小人定会完成任务。白掌柜蹙着眉，为何不让他从前门出去呢？不知今天吃席后病了的客人是哪家的贵人？小厮摇了摇头。听声音，那花园里的是女眷吧？他们可有吃病了的？小厮就像一个哑巴似的，他彻底歇了在这山庄里打听消息的心思。他加快脚步，他得赶紧出去找东家商量捞人呐。严管家一路小跑往郡主住的凌雪阁而去。今天就到这里，我有些乏了，我去小憩一会儿。香如，你和卓君帮我招待好夫人们。直到最后一位女眷走远，他才快步走了进去。快去给郡主通报一声，我有重要的事见郡主。去，让他进来，这里没你们的事了。今天辛苦了，你们也下去休息一会儿吧。两人双双行礼。少夫人，四小姐安好。进去吧，祖母叫你进去。少夫人，四小姐慢走，老奴先忙去了。恭喜郡主大喜。这话从何说起？梧桐村沈家人落咱们手里了，郡主，您看什么时候派人去请沈家族长来交涉？当真？你这话从何说起？严管家就把今天在宴席上发生的事儿来龙去脉都仔细说了一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这都是小人应该的，有主子的忧，
仇主子的仇，这是奴才的本分，小人不敢鞠躬，只愿主子早日如愿以偿。等这里的事情尘埃落定，回京城后，我就把你媳妇提到我身边当管事嬷嬷。严管家又躬身谢过。主子，你看我什么时候派人去梧桐村合适？不急，明天吧。今天酒楼要去传话，先熬一熬沈家人，太快了，效果不佳。你今天把府里的人安排好就成，住在客房的人你多派一些人手，别走漏风声。还有那个沈师傅，先别动他，如果沈家人不识好歹，那他就休怪我无情了。奴才姓德，已经派人把他安顿在了幽兰阁，还派了一个机灵的小厮去盯着他。你去忙吧，今天事多，你就不必来凌雪阁伺候。白掌柜他刚走到翠微山庄的大门外，就见有马车缓缓地从里面驶了出来，拦下一辆马车。不好意思，打扰小哥一下，在下是白县令的堂兄，我来接他，又没帖子进不去翠微山庄的大门，麻烦你帮我问问你家主子，我堂弟今天可是来参加宴会了。白县令还在后面，宴会上有人拉肚子，他可能会陪着查一查情况吧。请问大人，今天宴会上有多少人拉肚子？也就3个人拉肚子，其他人没事儿。请问他们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还是宴席上的菜？不瞒大人，在下就是醉仙居的掌柜，郡主让人带走了我的厨子，也没给个说法，我才在这里想打听一下事情的经过。是不是他们太贪凉了？饭后端上来的冰镇西瓜，我一口都没让闺女吃。我坐在他们对面，他们3人是吃了不少西瓜，其他的人年龄较大，都没吃西瓜。白县令应该也看到了，他就坐在我旁边。多谢大人相告，我这就去大门口等候我堂弟出来。等了近1个时辰，也不见堂弟白清怀的身影。算了，还是先去通知梧桐村的沈家人，再回头从长打算。回了酒楼，派了一个机灵一点的小二去梧桐村通知沈家人。梧桐村的祠堂里，李正和沈家族长一起把大家召集了起来，把沈云星说的那个股份制传达给大家。沈氏族人就踊跃参加，梧桐村其他人也表示愿意加入。狗蛋儿娘是出了名的铁公鸡，都慷慨地说道：我出2两银子，苏丫头带着狗蛋去山上捡的鸡枞菌和鹿茸，都卖了好几百文呢。大家愿意跟着发财就好，要入股的自己把钱交给沈继德，他管钱，沈先生管账。别着急，入股的事儿你们下去慢慢办。我这里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沈家族人听好了，从现在开始，家里20岁以下的人每天早上都去跟着云峰练武，能学多少算多少。为什么要去练武啊？太苦了，咱们又不去从军。哎，孩子们去练武，家里的活就没人干了呀。练武又没多大出息，大不了就是个护院。子胖，你想不想去学练武呀？别闹，我再听听族长还说什么。看什么看？手坐在树上别闹，都能听清楚。苏丫头，你学不学？你去我就去。滚！我小姑姑又不是男的，不需要学练武，说的就像你姓沈似的。这时，一辆马车驶进了村里，一路喊道：谁是沈云清的家里人？不好了，摊上大事了！什么？谁惹事儿了？沈云清家住哪里？沈三娃家呀。那在竹林的那一头。你来的正巧啊！今天沈家开了祠堂，大部分的人呢都在祠堂听族长和李正讲话呢。看到没有？就是那棵大黄果树，祠堂啊就在那里呢。小二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飞奔而去。谁是沈云清的家人？沈云清出事了！出什么事啦？我家云清怎么了？3弟能出什么事啊？外面太阳大，把传话的人请进祠堂慢慢讲。小姑姑，你别急，听他说清楚呀。快，云清，怎么了？我们云清可老实了，不会主动惹事的。大家别吵，听他说。小二一边用手摸着额头的汗水，一边把酒楼发生的事儿都讲了一遍。大家先回去吧，有事儿我们另找时间商议。族人们哪里能放心回去，就连梧桐村的村民都没有回去。小二又把白掌柜的疑惑说了说。沈叔叔，你也别急，掌柜的说了，郡主只是把云清软禁在翠微山庄里，白掌柜已经找东家去想办法了。不是，这郡主也太不讲理，那么多人都吃了小龙虾，单就3个人拉肚子，这明显和我们的小龙虾无关呢。就是啊，若是所有的人吃出了问题，这还有的说，这不明显是欺负我们云清年纪小吗？大哥，这事要快，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打云清？我马上去写状子，咱们去县衙递状子，让衙门来评评理。郡主就能欺压我们了吗？那也太无法无天了。大家别轻举妄动，最好去和白掌柜通一下消息，商量着来。听说郡主还是皇后的亲苗，搞不好啊会掉脑袋的。这还有没有王法了？不是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门外以沈云苏为首，躲门外听屋里的大人议论。
纪灵不得忘义，这事儿不是一个菜那么简单。多谢相告，我们会尽快去和白掌柜联系。三叔公，你那话是何意思？我家老三和郡主府又没有恩怨，他为何要故意为难他？对的呀，郡主才从京城搬来镇上，云清都没见过他老人家，为何这事是不是和那事儿有关系？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可我们沈氏家族连石头都没见过，真是无妄之灾啊！只听哎呦一声，门外咕噜噜的滚进来几个小孩。沈思胖，你这个不孝子，压着我的老腰了。小姑姑，我不是故意的，把你压疼了吧？是狗蛋这个狗东西在后面推我，是周二宝趴我背上的。小姑姑，哎呦喂，我的宝贝儿，给我哪里摔疼了？苏儿，这条腿疼不疼啊？苏儿，那条腿疼不疼啊？宝宝，我心肝脾肺肾都疼，被那个不孝子气的，不行，得让四胖这次习武，还得让方叔叔给他配几副苦药汤子。这娃体内湿气太重了。不疼，我没事儿。你们两个给我去祖宗牌位前跪着，好好反省反省。三宗祖，我们真不是故意推倒小姑姑的，是你们说话太小声了，我们听不清才。马上跪过去！你还有理了？若是苏儿有哪里疼，看我不剥了你们一个个的皮！你们俩以后啊，也去跟着练武，我今晚就去给你们爹说一说。史云噔噔噔的来到族长身边。三宗祖，别罚他们跪了，他们刚才也摔疼了，是这祠堂太破旧了。等我赚了钱，我要把这祠堂修建的又高又大，还结实。你们看看，好好跟你们的小姑姑学学，小小年纪就知道为家族分忧。你俩一天到晚就知道逗猫遛狗的，不务正业，还不快给三宗祖认错？以后要好好练武赚钱，咱们一起让沈氏家族发扬光大。对，小姑姑说的对，我们要好好的练武，保护小姑姑。谁欺负小姑姑，我就揍谁，就算是皇帝了，我也揍。这大逆不道的话也乱说，你这是要害死沈氏家族吗？三宗祖，别当真嘛，我不就打个比方而已。小姑姑，我不喜欢读书，我决定要学练武，我要保护小姑姑一辈子。我沈家好生如此团结，将来沈氏家族必定会发扬光大。我也要保护苏丫头，还有我练武不行，我怕累，可我可以帮苏丫头做饭呀，我娘都夸我煮的粥可香了。你丫的拉倒吧，你娘的话也能当真？你也就只是烧了个火而已，说的跟自己已经做了一桌满汉全席似的。三宗祖，云清哥哥被那啥郡主关了起来，我有办法让他放人，但是三宗祖有事可别瞒着我，也许我能想到更好的办法。要不我去让大家回去？不用，这不是什么秘密。如果朝廷的老臣给他们后代讲过这事儿，也许还有人记得。不过有的人不一定相信，都道是前朝皇帝故意惩治我们先祖罢了，把我们嫡侄放火上烤，沦为整个北民国的笑话。族长也不避讳，把沈氏家族如何被庶子陷害，如何被前朝皇帝发配到这偏僻的梧桐村的事儿，毫不隐瞒地讲了一遍。还好没人信。现在已经有人来卧龙山探过了，就是不知道对方是谁。从小二传的话来推测，郡主是最大的嫌疑人。小姑姑，这个故事比你讲的猪八戒还精彩呢。是瓜的，找抽呢！闭嘴，让苏丫头想想对策。刚才你们说的郡主是皇后的娘亲，那她派人来探，而不是皇上派人来问，也就是说她是瞒着皇上的。那她要干嘛呢？沈长生见沈思胖欲言又止的模样，伸手在他腰上的游泳圈上拧了一把。哎呦，揪我的肉干啥？你这个搅屎棍，还是去跪着？是他好吧，我跪祖宗去，我去祖宗那里告你的状。如果郡主觉得这里有宝藏，她背着皇上来找，你们猜皇上知道了有何感想？皇上知道会怎么想啊？古人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哇，爹爹您好聪明呀，宝宝好佩服您哦。大哥二哥，你们听听，我宝贝闺女夸我了，她夸我说的有道理呢。我这三弟越来越幼稚了，这么办呢？都是苏儿分析完了，你才补一句，看把你给能的。苏儿没来之前，你咋想不到这里啊？沈先生没说错，林生哥哥，原来小苏苏半天没见到我，还是会想念我的，这幸福来得太猝不及防了。大哥哥，我都好想你了，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想办法让那些坏蛋把云清哥哥放回来呢。好吧，是我自作多情了，人家是往他哥哥
我怀里扑过去的。原来刚才传话的小二一进村口的大喊声就被对面正在找蚕蛹的高管家听到了，他们还没到祠堂就把事情听了个七七八八的。小苏苏分析的没错，有人冲着那传言来的，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拿捏住沈家人，接下来应该会请组长去拿知道的事儿交换人了。可我们手里真没有东西呀，这可如何是好？那就只有让他主动放人了。离生哥哥和我想到一起去了耶，还得让郡主恭敬的把人放出来，以后再也不敢明着对付我们了。我这就放消息出去，趁今天来参加宴席的人都在镇上。高伯伯，你先去，等太阳落山后凉快一点，我们去镇上接你。老大、二宝、长生，老大，有事你说话。小姑姑，你说，我听着。你们几人去准备20-30只小竹筒，筷子那么粗就行了。老大，你要小竹筒干啥？问那么多干啥？老大喊干啥就干啥。哦，我们这就去。小姑姑，四胖也一起去吧，让他多活动活动，有利于减肥。这主意不错，让他也去。小姑姑，我给你找40只竹筒来。苏丫头，接下来你如何安排？三曾祖全听你的。苏丫头毕竟是个孩子，这不太好吧？不会错，我沈家百年得一女，能是普通人。三叔公，你说咱们要如何才能把云清要出来？我们都听你的。对，我们就是不睡觉啊，也要把云清弄回来。谁知道他在那里会遭什么罪啊？我们嫡支这一族人在这里浑浑噩噩的过了几代人，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沈家祖宗当年还有财力建这祠堂，而我们现在连修缮都做不到，我惭愧呀！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道理大家都懂。从现在开始，沈继德接手族长的位置，沈家的前途就靠你们了，你们还要多听季贤家的话，毕竟他读过书。还有，三叔公，您老还可以。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沈家族人以后无条件的听从沈云苏的话。好，咱们以后啊都听小姑姑的，要过好日子，听小姑姑的，没错。好，我们都听苏丫，我们都听苏丫头的。看来是我多虑了，你们都是明白人。苏儿，你刚才说有重要的事给大家说，你来说吧。沈云苏看了看天色，又回头看看顾离生。半个时辰后差不多了，高伯应该已经把消息散出去了。那就半个时辰后出发吧。要想尽快的把云清哥哥弄出来，就得造势。咱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郡主府抓了守龙卖人的后人，他意图不轨，咱们管不了他，他总有惧怕的人。咱们只需要去郡主住的山庄要人就行了。大家别忘了大肆宣传，我们是守龙卖的后人哦。大家回去喝点水，半个时辰后村门口见。老人和小孩骑骡车去，身体不好的老人别去。三叔公，您身体不好，您就别去了吧。我坐骡车去，今晚把云清接回来后，族里的事务都全交给你了。族长说着，又回头看了看祠堂上方的祖宗牌位。沈继贤回家后，把事情的经过和计划讲给苏娘听。他一语不发，默默转身进屋，从箱底拿出一个木盒，里面躺着一只闪着亮光的墨玉笛子，笛子的一端垂着红穗，红穗连着笛子之间串着一枚精美的玉佩。他目光深沉，摩挲着笛子上面的玉佩，眼里泛起一丝悲伤。他把笛子贴在胸前，深呼吸一口气，像是在做一个很大的决定。苏娘，你又在看他？夫君，明早开始我去后山练习，多年不练，可能都生疏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不然我保护不了我们的孩子。我听娘子的，只是后山那个小木屋多年没去，不知道还在不在。你别管，我叫儿子一起去看看。我不打算瞒他们了，我得带着他们练武。昨晚泡温泉的时候，我感觉那里有恢复的迹象，只是今晚我若不去，大哥大嫂那里也不好说。我戴面纱去吧。到时候你站后面，我护着你。夫君放心，在我的功力没恢复之前，我不会暴露我自己。别到时候我的侍女们没找到我，让他发现我们就不好了。爹娘，我们回来了。回来就回来了，什么嚷啊？惊笑怪异，惊一乍的。爹爹，怎么了？我们每天回来都是这样的，你忘了？沈继贤郁闷地去厨房倒水喝，他好气哦，臭儿子什么的，太影响心情了。还是闺女乖，一看到他心情就愉悦。苏娘把笛子放了回去，从箱里拿了一张已经泛黄的面纱走了出来。娘，爹他怎么了？他病了吗？怎么爹爹脸色有点红啊？没，怎么可能生病？可能他是热的。你们快去准备一下，等会儿大家一起去镇上。娘亲，你愿意去镇上了？苏娘，你喝一些水，家里没有水囊，还不知道会在那里等多久。爹爹，我也口渴了。爹爹，最近家里的水好好喝哟，我喝了还想再喝。等等，别急，
先给你们娘亲倒上。先给儿子喝。顾离生跟着沈云苏出来后，就去了竹林，就见狗蛋儿和沈四胖几人在忙活。小姑姑，我们试过了，还是笨竹枝更好，不大也不小，还结实呢。聪明，这次任务你们完成的很好，大家数一数有多少了，有的2、3只就可以了。我来数。狗蛋儿，快回来，一会儿我们一起去镇上。娘亲，你别管我，我和四胖他们一起去。对，我们一起坐少爷家的马车去，我大哥赶马车可稳了。哎呀，我才数一半就被狗蛋你娘一嗓子给吼忘了。你刚才数到多少了？才数到18。那行，你看你没数的那一堆，估计也差不多了。够了，都拿上，跟我来。看吧，还是我小姑姑厉害，不用数都能估个8、9不离10。你们把剩下的都拿上啊！咦，少爷，天色不早了，可以先回去了。我去看看小鸟。少爷，你就不用担心小鸟了，以后我天天都捉虫子去喂，不会让苏丫头累着。顾离生停下脚步，回头瞅了狗蛋儿一眼。咱们是读书人，不需要斗有志气。嗨，弟弟、娘亲、哥哥，我回来了。哎呦喂，宝贝儿，快来喝水，这都给你倒好了，还是热的呢。一惊一乍来了。妹妹这叫惊喜。等，爹，多倒几杯，我还有小伙伴们呢。顾离生没有进屋，他静静地伫立在外面的屋檐下，看着屋檐下悬挂着的鸟笼子，小鸟正蹲在笼子里打瞌睡。孩子，喝一杯山菊花消消暑吧。谢谢。他特别羡慕小苏苏喊他娘亲，还给他肆意撒娇的样子。长生，你去把我哥写过的纸拿几张来。狗蛋，你手劲儿大一点，你来帮忙。沈长生看着堂屋里的2个布袋子，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沈云墨一把提起自己的那个书包，搂进怀里，去那个书包里找。拿我的。他拿起一叠写过的纸，就朝门外走去。我也去。大家别碰到这粉末子了，这是我做的痒痒粉，只要沾上就会全身发痒，自己会忍不住把皮肤抓溃烂。我把痒痒粉装在你们做的小竹筒里，两边塞好。今晚要是有人对我们动手，我们就负责拔开塞着的纸条，向动手的人吹过去。记得看风向，别吹到自己身上了。妹妹什么时候学会做这个了？我怎么不知道？要不给三哥一点，下次那夫子再训斥我，我就给他衣服上倒一点点。群星，不得胡来，夫子训斥你那是为你好，只要你不好好背书，能不能考上童生就看下个月了。我就说着玩玩，没想真的去整蛊夫子。这个不会要人命吧？不会，3天就不痒了。至于被沾上的人，自己会不会把皮肤抓破，就看自己的毅力了。你叫他配药了。苏儿颇有天赋，我会逐渐让他接触药理。妹妹，用哥的书包装。行，就用1碗，等会儿回来就还你。吹这个的时候，尽量别让对方发现，只要顺风，1丈的距离也能让对方中招。小姑姑，他好厉害呀！你这是用什么做的？教教我们呗。好，这个是山上的草果磨成粉做成的，是我无意中发现的。苏丫头，咱们啥时候又上山？对，小姑姑，你啥时候又带我们去？我还想去看看鸡枞菌还有没有。你不用怕，沾染上了，你身上已经痒起来了。沈云峰赶来了马车，又把顾离生送了回去。素娘带着孩子们坐进马车去村口集合。就这样，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往镇上走去。狗蛋儿家和刘铁柱家，还有几家不是沈氏家族的人，也跟着一起去郡主府讨说法。李正和老伴儿也坐着骡车，大牛负责赶骡车。沿途的村民看到梧桐村的人这架势，都纷纷出来围观。发生什么大事了？你们梧桐村的人这是要干嘛？都是那前朝皇帝做的孽呀！把沈家人派来守山，还说守龙脉，还有人说山上有宝藏，这不惹出事儿来了，有人眼馋了。顾大他娘，你的意思是真有宝藏？我呸！我们整个梧桐村的人年年都在山上砍柴，有没有宝藏能不知道？要是有宝藏，老娘还能穷得连身新衣服都舍不得做。那你们这是去哪里？你们知道吧？长乐郡主都到镇上来了，还把沈家人抓起来了。镇上街坊邻居们都早早的吃了晚饭出门溜达，还有人坐茶楼里听说书先生讲故事。今晚的故事就是前朝皇帝的宝藏。当说书先生讲到卧龙山下梧桐村时，梧桐村是不是住着被前朝皇帝派了的人？他们姓沈。你怎么知道？的确如此啊！哎呦喂，搞不好那里真有宝藏啊！长乐郡主已经搬来镇上的翠微山庄常住了，今天已经把沈家人抓起来了，这会儿说不定已经在庄子里严刑拷打了。顿时大家像开了锅似的议论起来。说书先生只好端着茶慢慢的品着，他也说累了，好不容易听一回群众说书也不错的。你们说郡主是不是来帮皇上寻宝的？不可能，皇上要寻宝，直接召见沈族族长就行了，至少也得派御林军来镇守，哪有私下里偷偷摸摸的捉拿沈家人的？那郡主背着皇上寻宝，他这是要干嘛？还能干嘛？敛财呗！郡主还能缺钱花？我信你个鬼！一个宝藏能养活多少将士们了？长乐郡主是皇后的亲娘，她养士兵干啥呀？还
说你们文人啥都懂，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你说他养病能干啥？顿时从前朝宝藏到郡主窥探，再到抓了守宝藏的沈家人，再从宝藏的用处说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郡主的心思扒了个明明白白。在下今晚就是讲一个前朝故事，大家呢就当听一个乐子，可别当真。今晚就到这里，明晚呢我再给大家接着讲前朝的民间故事。白掌柜火急火燎地到了东家府上，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东家不但不站出来拿主意，还把白掌柜训斥了一番，说他不知轻重，为了一个会做那么几道菜的厨子去和郡主过不去。他垂头丧气地回到酒楼。掌柜的，东家怎么说？快进去，有一个自称你堂弟的人来找你，我把他安排在2楼的雅间里。什么？我堂弟？快带我去看看，说不定沈家小子有救了。白掌柜说着，急忙抬步向2楼走去。堂弟，你来的正好，今天下午我还在翠微山庄外面找你，你今天参加了宴席，到底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郡主要把我的人扣下？我也是在宴席上才听说今天的菜是你们酒楼做的，我在郡主的翠微山庄转悠了好一会儿，什么都没打听到，最后还被郡主府的管家轰出来了。都是堂弟官职太小，无用啊！兄弟俩把知道的那点微博信息一交换，得出的结果就是拉肚子的人绝不是中毒，应该是饭后的冰镇西瓜。老爷，夫人派我来问问，今晚会现成吗？发生了什么大事？这夫人和小姐怎么了？刚才就到处在传，郡主抓的那个人呐，是前朝皇帝派到梧桐村守宝藏的后人，说那郡主啊，就是冲着宝藏去的。真有这回事？我怎么没听说过？我刚才进酒楼的时候，大厅里的人都在议论，和我们住一个客栈的官吏都带着家属连夜回京城了。他们怕什么？他们都在说郡主抓沈家人，要他们交出宝藏，用那钱啊来养兵，大家都怕被皇上知道了会连累到自己，都跑了。夫人也是担心你，若郡主真怕你被连累，才打发我来问问，我们是不是也避一避嫌呢？我避什么避？我只是地方官，照例来应付一下而已。他们素来和郡主府没交情，我明天还有事要去梧桐村，我答应了那里的李正去查看灾情的。梧桐村有什么灾情？我怎么从未听沈家小子说过？白清怀简短的把李正去县衙的事说了一遍。怀清，今天宴席上的麻辣小龙虾好吃吗？太好吃了，麻辣鲜香，我从来没吃过那种香味的菜。的确如此，那小龙虾就是出自梧桐村，可能啊，就是李正嘴里说的那个祸害。这道菜就是今天被郡主扣押那沈家小子做的，据说这道菜的吃法是他堂妹教他的。真的，大兄，明天你陪我一起去梧桐村好好考察一番，如果可以，我想把这个点子推广开，把我们县的经济发展起来。大家快，慢了就看不到好戏了。窗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和喊声，屋里几人听到外面的声音，都不约而同地往窗外看去。只见街上的人如潮水般的往一个方向涌入。这时，最先居的一个小二跑了上来：“沈云清的族人来郡主府要人来了。”来了多少人？不太清楚，听说来了很多，把郡主府啊围了个水泄不通，整个镇的人都去看热闹了。走，快过去看看。哎呀，郡主不会真把沈氏族人都抓起来吧？不但不会抓，还要把被扣押的沈师傅好好的送出来，不然丞相父子俩就要吃瓜落了。哎呀，沈家人的这一招真是绝了啊！郡主府玩阴谋，他们给他来阳谋，高，实在是高。几人刚要走出酒楼，曾大厨急忙走出来，一把拉住白掌柜：“掌柜的，这事儿啊与我们酒楼无关，你最好别去趟浑水，东家肯定会不高兴的。没了一个沈云清不要紧，改天我把我同村的人喊一个来，我手把手的教出来，包你满意。”要多久？1年还是2年？半年就半年，好准啊！比沈云清那小子会做菜。沈云清跟在厨房有小4年了吧？你咋没把他教出来？还得他自己拿新菜谱出来给酒楼撑场子。你在酒楼这些年，哪一个是你带出来的啊？是我招的人太笨，还是你曾大厨不肯教啊？从下个月开始，给你带徒弟的那2两补贴啊，就不再发了。掌柜的，别，我还是教他们还不行吗？一群人出了酒楼，跟随着人潮移动，往翠微山庄走去。白掌柜看人太多，向一起跟来的小二喊道：“你们把我兄弟护着点，别让人挤着了。”看着正在往这里涌来的人，沈云素对娘亲和大伯娘说道：“成了，郡主今晚怕是睡不着了。这里的消息不到明天上午准能传到京城。可惜了这么多的群众演员，要是能发个微博多好，哪怕是朋友圈也行啊。”郡主饶命，我们也不知道宝藏的下落，求郡主放过我们，我们愿意带你去找宝藏和龙脉。
后面接着就是众人相同的呼喊，声音整齐洪亮。人群里有人议论：原来不只是宝藏呀，还有龙脉。郡主这是要干嘛呀？皇上可还年轻呢。门房听到外面的动静，一看外面黑压压的人，吓得他赶紧关上耳门。严管家，不好啦！快去找少爷商量，外面好多人呐！严管家在屋里已经听到外面的喊声，他正要去门房询问，一出门就和门房撞了个满怀。哎呀，后面有鬼追你！你这失了魂的样子，成何体统？我平时的教导都喂狗肚子里去了。是奴才莽撞了，可是外面来了好多人呐，在喊郡主和那啥宝藏的。管家大人，你快去瞧瞧，我门都不敢开呀！怕什么？在北冥国这片土地上，谁敢给郡主找不痛快？说着昂首阔步地向门房走去，还没到门房，就听见外面震耳欲聋的喊声：放了我沈家人，我们愿意带郡主去寻宝藏，请郡主高抬贵手。严管家一个趔趄，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你快去后院通知少爷，大事不好了！他自己跌跌撞撞的往长乐郡主住的凌雪阁跑去。凌雪阁里，长乐郡主正坐在后花园里乘凉，宇文香如绘声绘色的讲着话，说什么今天来参加宴席的谁家姑娘看上了谁家的公子，又是谁家的夫人看中了谁家的小姐做儿媳妇，提亲不成反目成仇的。说到最后，他总结道：其实那兵部尚书家的公子不错，就是现在还住在客房的那位童公子，也不知道他在家排行第几，连那些小姐夫人都眼拙了。宇文香如说这话的时候，还瞅了一眼坐在一边的二嫂关卓君，这小姑子只不过是个庶女，居然肖想童尚书家的二公子童长风，她偏不如他的意，知道也不说。郡主，不好了，沈家来人了！你这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滚出去，通报了再进来。等等，让他把话说完。严管家欲言又止，他看了看伺候在一边的婢女和嬷嬷，郡主秒懂他的意思，他一抬手挥退了婢女和嬷嬷。时辰不早了，你们也去休息吧。关卓君中规中矩的行礼，后退了下去。他刚走到门口，就见自己的夫君宇文香君衣衫不整的迎面而来。他敷衍的打了一声招呼，多余的一个眼神也没有给他，就直径离开了。小姐，吴叶涛，玲珑，注意言辞，这里不是咱们御史府，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得清楚，别到时候丢了小命都不知道为什么。宇文香如心不甘情不愿的往门口走去。司小姐，你也不必着急，那童公子不还住在西院客房吗？想要知道什么，直接去问童公子不就成了？这怕不好吧？若被祖母知道了，肯定会责怪我没有大家小姐的矜持。小姐，你和奴婢们一起去送个点心什么的，又或者带郡主过去问问童公子和那两位公子可好些了，这也无伤大雅，还显得四小姐你懂事。就是郡主知道了，也挑不出你什么毛病吧？那这时候不可，小姐，这个时辰去不合适，估计三位公子折腾了一下午，这时候也休息了。再说这个时候去才是显得……小姐，你明天去就可以了。行，明天去，这个你带着玩，以后机灵点，等小姐我觅得家婿，亏待不了你的。说吧，何事让你如此慌张？郡主，大事不好了！那沈家带着一群人在外面叫喊，让我们把沈师傅交出去。什么？祖母息怒，让孙儿去收拾那一帮刁民。在京城都没人敢与咱们家添堵，在这乡野之地，我还收拾不了几个刁民了。你知道什么？这事一旦捅到皇上那里，咱们家还能如此得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道理你可懂？祖母，这不是想给家里分忧吗？你看看你，整日里窝在舞姬堆，美色把脑子都迷昏了。这事儿看来由不得我算计。走，我亲自去前面看看。侍卫们冲出大门，拔出手里的剑，指着前面的人呵斥道：大刁民，还不快退下！这里是郡主的别庄，要在这里闹事儿，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的？大人，我们不是闹事儿，郡主把我儿放了，我这就带人回去。郡主好威风，皇上都没这么大的口气，动不动就要杀了北冥子民，看来北冥要改姓。还我沈家儿郎！郡主草菅人命！还我沈家儿郎！沈家儿郎！郡主草菅人命！郡主草菅人命！不得无理取闹，速速退去！若再喧哗，我住口！不得放肆！族长和李正两人上前一步，颤颤巍巍地跪了下去。郡主，请放过我沈家儿郎。前朝皇帝把我族人贬到这里守龙脉，可我们真不知道龙脉在什么地方呀！如果知道，我定双手给郡主奉上。对呀，郡主，放过他们吧！你看他们穿的衣服都是破旧样，他们有宝藏，不是早就发财了吗？对呀，郡主，你就放了他们吧。你看他们穿的衣服就知道，这哪里像是守着宝藏的人呀！郡主，让我们去把
把那几个起哄的给宰了。哇，郡主府要杀人啦！天哪，郡主好可怕呀！比皇上还威风，吓死我们了！一阵眩晕过后，郡主头脑清醒不少，他一巴掌朝身边的严管家呼了过去。这就是你干的好事，还不快喊他们退下！祖母，这些刁民，住口！还不去把沈师傅请出来！快去客房把人请出来！客房里住的不是沈师傅，沈师傅被关在……你去请。郡主若不信草民的话，可以随时到梧桐村查看，我定亲自带着您上山去看。那山上真的什么也没有。这里面定是有什么误会，与你说的龙脉宝藏的无关。这事是我府里的管家办事不力，他看府里的客人有中毒迹象，就请沈师傅暂时住在府上，以便查清缘由。那就请郡主把中毒的人喊出来吧，我们请了会诊脉辨毒的郎中，以证我哥哥的清白。郡主府已经半天都没有人查出原因，看来是医术不行。我们请的人可以免费为中毒的人开方子。郡主，这事你挺划算的。该不是今天拉肚子的不是中毒吧？饭后吃冷食也是要拉肚子的哦。还有没有天理了呀？以后谁还敢卖吃食给郡主府了？拉个肚子也要喊打喊杀的。是啊，我们也怕呀。郡主听得额头冒汗，第一次感觉好憋屈。看来这山庄是个风水宝地呢，中了毒也不会死人。今天这是一场误会，是我府里的管家好大喜功，他没弄清楚缘由，就把沈师傅留在府里了。我已经让人去请沈师傅出来了，我先在这里给大家赔个不是，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回头我定会狠狠地责罚管家。说着，他就要向沈家人弯腰赔礼，只见他身子一歪，就晕了过去。郡主，快来人把郡主扶进去，郡主被气晕了。唉，这演技太差了。小姑姑，郡主为什么要装晕呢？还能为什么？谁晕谁有理。太没诚意了，一说赔礼道歉就晕了，这不是哄人的吗？哎呀，不奇怪，老太太都喜欢用这一招，我家那恶婆婆也是这样，一心虚就装晕。惊风阁里，玲珑和灵巧两个丫鬟都跑院里，爬到假山上去听外面的动静。玲珑隐约听到喊郡主府放人，她小跑进院里。小姐，府里出大事了，门口有人讨伐郡主，让她放人。关竹君揉了揉额头，把院门关上，去把玲珑喊回来，把院里的烛火都灭了，睡觉。外面可热闹了，小姐不过去看看。玲珑，如果你再看不清楚境，我就把你送回母亲那里。在这郡主府，蠢人是活不长。同样听到府外动静的宇文香如带着婢女往前院跑去，刚走到花园里，就见小厮带着沈云清疾步朝前院走去。站住！前面生什么事了？怎能如此喧哗？我也不知道，我领命带沈师傅出去。啰嗦什么？还不快走！快收起家伙，别误伤了大家。你这话就严重了，就是一场误会。我们郡主府一向对皇上那是忠心耿耿的，既然忠心，就该把这里的事向皇上禀报，让他派人来查看一下，前朝皇帝究竟是不是留有宝藏在卧龙山？我沈氏家族不愿意再背这黑锅了。对，我们沈氏祖宗就是被前朝皇帝给坑了，我们从京城的官宦之家被贬成现在的农户，让皇上来给我们评评理。大家别当真哈，这就是个传说，皇上也是很忙的，这种小事就不用去麻烦圣上了。看来郡主府也是听过这个传说了。娘亲，我的儿呢？你怎么样了？他们打了你没有？你们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们就是留着他查询而已，怎么可能会打他？小姑姑，那是个坏人，要不给他来一打？你绕到他身后去，竹筒别扔了，下次还能用。围观的人见人被郡主府里放出来，也没有被打，就三三两两的散了。白掌柜要留堂弟去酒楼喝一杯叙叙旧，以后相聚的时间多，今晚就先回去了，免得内人担忧。我们明天见。白掌柜目送走了堂弟，等人群散得差不多，他带着小二们围了上去，还没等得上前，几个和沈云清要好的小二就围了上去。你没事就好啊，可把掌柜的和我们担心死了。沈云清朝着众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家人们、乡亲们，你们辛苦了，堂兄无恙，我们就回去吧啊！门里，宇文香如刚好偷窥到这一幕，她面如冠玉，精致如铸的五官让人怦然心动。小姐，快回去，门房要关了。如此俊俏的儿郎，怎就有孩子了呢？素娘见儿子的两手不空，还扛着妹妹。苏儿，走，回家了。来，娘亲抱。娘亲，我不累，妹妹不重。多大？4把，长生，阿宝，快跟
的。素娘一个转身，一阵风吹过，把她的面纱掀起。离她不过几米距离的宇文湘君只觉得眼前一亮，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乡野之地居然有如此绝色，明明是一妙龄女子，居然被那高大的少年喊娘。难怪那小女孩长得粉雕玉琢，原来有如此美貌的娘亲。这么年轻的娘，那少年应该不是她亲生的。沈云清刚走2步，他急忙转身，从衣袖里掏出那点打赏的银子，朝严管家扔了过去。你们郡主府的赏钱太烫手，管家收好了，咱们2清。说着，大步流星地跟着族人离去。沈师傅，咱们的误会说开了，都别往心里去，我改天定当登门拜访。小姐，快，二公子要进来了，他若去郡主那里告状，你又得被斥责了。催什么催？他不还没进来吗？我看到了，他不还站在那里的吗？宇文湘君看着人群消失在夜幕下，他目光森冷。快带着侍卫们出去，找到今天所有来参加宴席的人，让他们闭好嘴。今晚的事不能传出清河镇。严管家领命后，带着10几个侍卫疾步而去。他嘴角勾起一抹邪恶的笑，原本还算俊秀的脸看起来有几分狰狞。少爷，您走去见祖母。宇文湘君一甩衣袖，心情十分愉悦。难道新买来的武器让少爷神魂颠倒？一定是这个原因。宇文湘君脚步轻盈地进了垂花门。二少爷，郡主在大厅等你。今晚月色甚好，我看兰儿越发的美了。少爷，你就别戏弄奴婢了，郡主还在大厅等着你商量事儿呢。等祖母什么时候高兴了，我与她老人家把你要到我房里来伺候可好？大厅里，郡主无力地靠坐在梨花木雕花椅上。郡主别急，事情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坏。这里到京城，毕竟快马也要1天1夜的路程呢。祖母，您怎么了？快让人去封口，尤其是从京城来的人，哪怕是一人送一个武姬也在所不辞。祖母放心，我已经让严管家带人过去了。祖母，咱们来这里做事啊，还是要低调一点，不然容易被人弹劾。就那沈师傅，我找个时间去安抚一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说是吧？君儿，你父亲让你不去领那闲职，就是看中了你聪明。你姑母诞下木儿后，其实又诞下了一个不健全的孩子。还好我果断的处决了，不然皇上发现了更不待见你姑母了。哎，咱们虽然和皇帝血脉相连，可宇文家不能权势过大，那样皇上该对咱们有戒心了。你爹文臣，你大哥武将，宇文家只好委屈你在后面做他们做不到的事了。祖母知道我委屈就好，孙儿没别的要求，只想多纳几房妾室，为宇文家开枝散叶。大哥那么忙，家眷又不能带军营里去，这事儿就只有辛苦孙儿我了。宇文湘君偷瞄了郡主一眼，见祖母没有不悦，他继续说：祖母可否答应我，不论我将来看上什么样的女子，只要孙儿喜欢，祖母就依了孙儿。是不是今天在宴席上你看上了谁家的小姐？不，没有的事儿，我已经有了正室，哪里还敢去觊觎今天来的那些贵女啊？再说别人也不会愿意来丞相府做我这个游手好闲一事无成的人的妾室啊。你知道就好，卓君那你切莫太冷落他了，今晚你就去他的清风阁住，这紧要关头，他父亲若是不讲情面，在朝堂上伙同别人弹劾你父亲一本，与我们宇文家也是大大不利的了。今天这事就到这里，你寻个时间备上厚礼去梧桐村，这事我就不再过问。我年龄大不中用了，一着急就头晕，回去休息了。走，去清风阁看看，祖母都下令了，我好歹要去走走过场。说着就往外走去。远远的还没有到清风阁，小厮见前面一盏灯都没有，他不解地问道：少爷，不对呀，这时辰少夫人应该还在纳凉才对。您看清风阁院里一盏灯都没有，是不是少夫人病了？走，先去看看。宇文湘君上去推了推院门，院门纹丝不动。少爷，这是吃闭门羹了。嘘，别闹，爷正好也无兴趣和这冰美人同寝，还是舞姬们更见风情。这事你别与我祖母声张，祖母问起我自己去解释。你去准备婢子汤，我今晚要红绫伺候。严管家带着侍卫们把镇上的客栈挨个的找遍了，只有县令带着家眷住在客栈，又去找白清怀打听。我如何知道他们为什么连夜回京？郡主若有要紧的事找他们，快马加鞭也就1天1夜的事。哎呀，不是，小人不解的是，他们都离去，为何大人你还留在客栈？郡主只是让我过来关心一下，看大家是否住的习惯。府里客房有限，安置不了那么多人。本官明天还有其他事要办，郡主的心意下官领了。我在客栈住得很好，就不劳你家郡主惦记了。回去吧。严管家不敢深思，他火急火燎地往翠微山庄赶回去。这时候感觉到脖子上有一些痒，他胡乱地挠了2把，一走到西厢房外面，就被宇文湘
将军的贴身小厮拦了下来。严管家，你有事与我说，我会转达给二少爷的。这是10万火急的事儿，等不了，你先去通报一声。小厮一脸为难，指了指屋里。严管家顺着小厮手指的方向看去，屋里的灯还亮着，有清脆的娇笑声响起，灼得严管家和小厮浑身难受。看情形，少爷正在兴头上，我还是先去找郡主禀报。二少爷完事后，你让他到凌霄阁去。严管家逃也似的往院外跑去。郡主躺在贵妃椅的凉席上，嬷嬷给她按摩着头部。郡主，你这怕热的体质，还是早日回京，让御医开了方子调理一下才好。我也知道我这身子怕热的不正常，我年轻时都没这么怕热，可宫里最好的御医都在我身边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孙御医说我这是阴虚火旺，他开的方子我也喝了，可不见一丝好转。唉，人老了，中用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歇着了。郡主，严管家来了，他说有重要的事禀报您。快传严管家进来。严管家快请进，郡主还没睡。严管家一进屋里，他有些不敢直视郡主的眼睛。有事快说，我乏了。严管家躬身一礼，硬着头皮禀报道：郡主，大事不好了，今天参加宴席的人，客栈里一个人都没找到。不，还有白县令带着家眷在。好一群墙头草！郡主别急，别把身子气坏了，慢慢想对策。事情如此严重，你还不快把二少爷喊过来，让他想办法补救。严管家嘴唇动了动，最终没有说出一句话，他只好装作还没有去通报二少爷的样子，朝外面走去，不时地看向西厢房过来的那条路。丞相培养武技是为了牵制朝臣，可他没料到红颜祸水也能淹死自己人。大约过了2刻钟，宇文湘君才姗姗来迟。小祖宗呢？你终于来了！大晚上的，你有何事需要急着禀报？严管家又把去客栈找不到人的事儿说了一遍。宇文湘君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一边快步往凌雪阁院里走，一边问道：祖母可有办法周全？进去再说吧。快修书一封，连夜快马加鞭送回京城。这事得让你父亲出马了，我们鞭长莫及。奴才这就去安排侍卫，准备出发。严管家避之不及的先溜了出去。片刻后，他找来2个侍卫，拿了宇文湘君写好的书信，又选了庄子里最壮实的2匹马，连夜往京城奔去。送走了侍卫，严管家紧绷的神经松了下来。这一放松，他感觉身上越来越痒了。他一边挠着，一边疾步往回走。他想着得赶紧去泡个澡就好了。沈云清出来后，听家人一说，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郡主是把他当人质关着的。整个梧桐村和隔壁村一起跟来看热闹的人浩浩荡荡的走在回去的路上。姑姑，今晚那老妖婆晕得太早，不然我定给她吹一支养养粉。你不说我都忘了，你们只留1支防身，其他的都还回来，我收着，下次再用。都在这里了，不用留，下次要去收拾坏人，咱们和苏丫头一起去。那老妖婆还会不会找我们梧桐村的麻烦呢？那就得看这消息传到哪里。如果京城都知道了，她应该就没心思收拾我们了，她自己的火都灭不过来。王氏坐在马车里，这会儿还红着眼眶，她抬起衣袖擦了擦眼角。弟妹，今晚要不是苏儿和你们，我的云清还不知道如何被郡主发落呢。大嫂就别说见外的话，以后让孩子们要坚持练武，这样才有能力自保。让文虎一早起来练，每天练1个时辰再去书院。我命咋就这么苦呀？其实你不喜欢读书也可以学武呀。祖母，你听到了吧？小姑姑说我不喜欢，可以不去书院了。你若考不上童生，你就是想去读书也不让你去。你娘怀着身子，你回来帮着干活正好。文秀她又有了，这次让她小心着点，怀着身子就别去干活了。我要妹妹，像小姑姑一样可爱的妹妹。我可不敢奢望你娘生闺女能平平安安的，再生一个大胖小子就不错了。我娘说不生了，她说生再多儿子都没什么用，大哥和二哥都还没娶媳妇，都是没钱闹的。急什么？不到过年，媒婆会把村口的斜坡踏平。素娘轻轻地抚摸着闺女的小手，面纱下的脸露出一抹浅笑。大哥哥，你让村里人把消息传出去，我们冬天要大量收购萝卜，让附近的村民多种一些，价格比市场上高1成收购。好的，我这就给大伙说。朝前后一边走路，一边有说有笑的村民喊道：乡亲们，感谢你们今晚的到场，我家云清啊才能无恙的从郡主府出来。我们沈氏家族无以为报，今年冬天的萝卜我们会高出市场价的1成，大量收购。长萝卜和圆萝卜都收吗？都收，无论什么萝卜。沈老大，真的吗？收圆萝卜还是长萝卜？都收，还有番椒，有多少收多少。番椒啊，只收红了的，大家切记啊。哎呦，原来是真的！我听王婆子说梧桐村在收番椒，我还不信呢。我家种了一大片番椒，马上就要红了。哎呦，我都愁死了！去市场卖，别人都1斤1斤的买，往年多余的都烂土里了。
不一会儿，沈家大量收冬萝卜的消息传遍了梧桐村隔壁的几个村。沈云峰把马车里的人送到村口，王氏和素娘催促他快些去送还马车。沈云峰也担心秦钟在门房久等，他就赶着马车径直往大宅子走去。秦钟看时辰不早了，从沈云峰手里接过缰绳，催促着他快回去休息。他刚要转身，黄婶儿从里面走了出来，手里提着一篮子糕点。沈公子，你等一等，我做了小苏苏最喜欢的桂花酥，今天没见着他来，你帮我把桂花酥带给他。沈云峰接过食盒，黄婶儿，这太多了，你们都还没吃晚饭吧？是少爷让我给你也准备了的。沈云峰谢过黄婶，提着大食盒回了家。他刚一进院子，沈云苏听见开院门的嘎吱声，就迎了出来。大哥哥，快洗手吃饭了，二伯娘和文秀嫂嫂煮的蔬菜粥可香了。哥，我闻着肉包子味了。你属狗的嘛，鼻子那么灵，还没打开就知道是什么了。沈云星迫不及待地打开盖子，只见第一格装了满满的一笼包子，看得沈云星眼睛都瞪圆了。这是黄婶啊给妹妹做的点心，你别像个馋猫似的，多给妹妹留几个放井里冰着，明早还可以吃呢。这么多，给大伯和二伯家送过去一些，让他们都尝尝。还是咱们闺女懂事。云星，你去拿2个碗来。哎，我去拿。哇，下面还有2层耶！第2层白白胖胖的糯米发糕，快看看最下面那一层是什么？我猜黄婶做的桂花糕。还是妹妹聪明，黄婶啊，就是说给你做的桂花糕，我都不知道她还做了包子呢。咱们也不白吃她的，明天去给她灌水，等草药长成了，看什么适合她，再送她一些就是了。沈云峰把包子和糕点一样拿了一些，装了2大碗。沈继贤和素娘一人端1碗，就往外面走去。妹妹，你要收那么多萝卜做什么呀？先尝着这个，等爹爹和娘亲。沈云峰看着妹妹，认真的听她说萝卜的事儿。萝卜可以做麻辣萝卜干，又甜又脆，还易储存。这个我们做出来可以销往京城和邻国。妹妹，你说我们可以把生意做得更远？你就知道赚钱，你没看见妹妹的手拖着脑壳的，拖着下巴的。好吧，都对，我下巴在脑壳上。哎，都是三哥不好，差点把妹妹磕着了，下次我一定注意啊。还下次你毛手毛脚，以后啊你最好离妹妹远着点。大哥哥，我没事，三哥下次不会了。做买卖首先要沉稳，不能表露情绪，尤其是和别人谈生意的时候，你的一颦一笑，哪怕一个皱眉，对方都能从你的表情琢磨得出来你的底牌。沈云墨听得双眸圆瞪，妹妹这是比他们夫子懂得还多呀。妹妹说的是，我一定铭记于心。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其他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表情是很难，也是很重要的。还有那番椒，不光做成番椒酱，还要晒一些做成番椒粉，做麻辣萝卜干会用的，而且量很大。番椒我已经让云之哥开始收了，就是你说的豆油，我都让大伯娘准备做了。大伯娘每年都会做一些自己吃，只是夏天容易生虫，也就只是冬天能吃着。没关系，我有办法让它不生虫，以后咱们一整年都有酱油吃了。沈云苏说着，不时地看向门外，只听咕嘟一声，他肚子不争气地叫出了声。妹妹饿了，让她先吃，我们等爹爹和娘亲吧。沈云峰拿起一个肉包子就往妹妹嘴里喂去。你们怎么还不吃？把我宝贝闺女饿坏了吧？大哥哥你也吃，娘亲你吃，我自己可以吃饭。哎呀，我闺女会自己吃饭了。宝宝我很久以前就会自己吃饭了的，又不是什么大事，知道这么大惊小怪吗？爹爹，妹妹早就会自己吃饭了，是你和娘亲非要带着她喂。这不是吗？苏儿还小，端不稳碗，要是被饭烫着了就不好了。素娘见闺女吃饭利落，居然一滴粥汤都没落在身上，也就放心的自己去吃了。爹爹娘亲，我吃饱了，要是有麻辣萝卜干就着粥吃，那可香了。什么麻辣萝卜干？妹妹新发明的菜，听着都觉得好吃呢。三哥喜欢吃包子，你吃了吧，这大热的天放明天都变味儿了。我已经吃饱了，还是留着明早给妹妹当早饭吧。我吃腻了，明天早上还是吃蛋糕。妹妹既然不吃，我也可以帮着吃的，大不了吃撑了晚点睡。那怎么行呀？二哥若睡不好，耽误了功课就不好了。还是我吃了算了啊。沈云峰嘴角抽了抽，两个弟弟太糟心了，还是妹妹乖。大哥哥，香料能收购多少算多少，越多越好。我要做一种香料出来，取名叫14香，可以用来烧各种美味的佳肴。王守义用13香，咱用14香，不算侵权的，多一香说不定卖得更火。妹妹，咱们的银子不够呀，你看这番椒和香料都收，如果加上小龙虾下个月的盈利，勉强够。如果还要买上百的陶瓷罐，还有冬季的萝卜，就还差起几百两。
了。我粗略算了一下，村里一共最多能集到200两银子，如果潘教授的量不大，还勉强能够。不行，过了这个季节就得等明年了，必须是有多少收多少。要不拉黎生少爷入股，他可能不差这点银子。不行，差钱这事儿别让他们知道。片刻后，看家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我不是别的意思，师傅和黎生少爷帮我们家已经够多了，咱们不能再给他添麻烦。钱的事都别急，或许到时候就够了。不过什么时候能自由地进空间呢？他又想到了分床。他的目光在屋里扫视一圈，还真没有他住的地方。在堂屋里面的角落里是可以安一张小一点的床的。妹妹，你瞅啥呢？哥哥帮你拿。唉，没啥，我就看可以在哪里给我安一张小床。我马上快4岁，可以自己睡了。哎呦，闺女，你是不要爹爹了吗？为什么不和爹爹娘亲睡了？说爹爹太粘人了，宝宝带着他真累。天热，我一个人睡凉快。对啊，3个人睡太热了，我都想自己睡。可这咱们没多的屋子，要不爹爹今晚打地铺，让你和娘亲睡床上。今晚就算了，明天在这里给我用木板搭个床就行了。爹爹还是不放心宝贝一个人睡，晚上谁给你盖被子？早上有些凉，你踢被子了怎么办？爹爹，我负责每晚给妹妹盖被子。你自己能盖好被子就不错了啊，你还给妹妹盖，干嘛你弄啊？都不用，我早上要起早练功，正好可以给妹妹盖被子。他站起身，在堂屋的角落里比划了一会儿，点头道：排屋里还有木板，我明天给妹妹拼一个床。要是晚上舒儿滚床下摔着怎么办？爹爹我还是不放心啊。爹爹你就放心吧，我把床的周围都加一圈围栏。我的床四周做围栏，怎么像婴儿床？脑壳里怎么冒出了山区里的猪圈？加围栏就加围栏吧，只要能单独睡就好。晚上还可以偷偷溜进空间去睡，不冷也不热，可舒服了。第二天早上，大家仍然像往常一样装好小龙虾往镇上送去。今天不同的是，送小龙虾的人当中有沈云清一起。出了村，刚走了一半的路，就碰到白掌柜坐着马车向梧桐村而来。云清，别送了，快往回走。师叔，怎么回事？东家的……是的，东家昨晚听说你被郡主放出来了，他怕郡主找他晦气，让你别去酒楼了，也不敢再用你们的小龙虾了。沈云芝和大牛都围了过来，听到白掌柜的话，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云清这时辰还没去书院，何不快回去问问他？沈云芝一看天色，这会儿晨雾都未散尽，他转头对沈云清和大牛说道：我回去问问，不行再拉回去放田里也没什么损失。坐我们的马车去，我和白县令本就要去你们村的。沈云芝回村心切，他和白掌柜也不客气，一个翻身就坐到了车辕上。小龙虾如此美味，何愁销路？这醉仙居的东家目光也太肤浅了。堂兄，你不如跟我去县城另觅活计。不瞒堂弟，这次东家这做法实在是令人寒心，我正好也有离开醉仙居的意思。沈云芝静静地听着车厢里两人的谈话，马车很快就回到了村里。沈云芝向白县令和白掌柜打了声招呼，就快步地朝沈云苏家奔去。白县令和白掌柜就直径去了李正家的院里。沈云苏惦记着自己的床，起床梳洗后就蹲在屋檐下，看着大哥哥从柴屋里拿出木板。今天的野鸭子来得特别的早，素娘捡完蛋，看着竹篮里满满的一篮子蛋，直说太多了，吃不完要放坏。哎呀，我咋把这茬忘了？娘亲，你快把鸭蛋洗起来晾干，让爹爹煮一锅开水，我们做咸鸭蛋吃，那样放得久还不会坏。真的，妹妹你又想到新吃法了。三哥，把嘴擦干净，玉米糊糊还在呢。哥哥，看把你急的，每一种食材都能变换出很多种吃法，这有什么奇怪的？你快和二哥去书院，别迟到了。娘亲这就去洗了，我让你爹把水烧起。素娘端着鸭蛋往柴屋后面走去，那里有一口专用来洗东西的温泉池，非常方便。素娘，你累着了吧？还是我来洗，这么多年没练了，很辛苦吧？周身的骨节是不是都会酸疼？不爱，平时我也有打坐练的时候，3、5天后就好了。沈云松拿了几味香料和一些粗茶叶，沈云星接过看了看，就放进已经烧热的水里。水开了再放盐，放多少呀？得放1斤半吧，盐放少了入不了味儿。这锅水还能重复腌咸鸭蛋，不会浪费的。云峰、云星，妹妹快出来，出大事了！大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发生什么事了？醉仙居的东家把云清辞退了，还说从今天起不用我们的小龙虾了，这可如何是好啊？不合作就不合作吧，这是他的自由。不过以后谁再想来谈合作，就交加盟费。可田里的小龙虾越来越多，没有地方卖，这如何是好？村民们都指望这个赚钱呢。今天是赶集的日子吧，咱们自己摆摊去。云志哥，你去把二伯家的那个炉子拿出来，再来一些干木柴。大哥哥，你把家里的油和配好的调料都带上一些，把家里的大碗和盆都带上，咱们去市场上煮熟了卖，价格比醉仙居少卖一些。
沈云芝和沈云峰听了妹妹的吩咐，毫不犹豫地去做准备了。云星，等会儿要迟到了。妹妹，你想不想去街上玩啊？三哥今天陪着你去。你又想逃课，还拿妹妹出来帮你挡。阿哥，你就帮三哥请一天假吧，不耽误事儿。你晚上回来复习的时候，就帮三哥补回来了。不是妹妹，云星这样经常耽搁，她将来如何去考科举啊？咱们本来读书就比别人晚，再不努力就没有机会了。谁说只有考科举这一条路可走了？我的梦想是做大商人。三哥，你太通透了，赚钱才是硬道理。那些走仕途的，最后不还是要暗地里开铺子吗？尺有所长，寸有所短，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取得优异的成绩，能体现自己价值的人，都是值得钦佩的。朽木不可雕也。沈云苏看着二哥离去的背影，小莫，咱们准备去镇上吧。你还没吃饭呢，三哥喂你。嘿，三哥不是朽木，你等着瞧，我要让你天天有肉包子吃。兄妹俩匆匆收拾了一番，又给爹爹和娘亲叮嘱要冷却后，捞出里面的茶叶和香料，把煮好的水倒入瓦坛子里，再放进洗好的鸭蛋。李正家，李正见到白县令来了，他招呼老伴儿泡上粗茶招待。那天我也是回村后才知道沈先生家研究出来小龙虾的吃法。这真不是草民要故意给大人添麻烦。李正，你一心为乡亲们，这是好事。今天我来这里也是为了这事儿来的。接着，白掌柜把醉仙居东家辞退了沈云清，又不再继续合作的事儿说了一遍。郡主权势滔天，东家惧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咱们也不怨他。只是这小龙虾以后要如何？我吃过小龙虾了，味道奇美。我在县城也认识1-2个开酒楼的人，你们不妨带着小龙虾去县城碰碰运气。县令说的没错，县城里的消费力更强，比镇上销路好多了。我也打算去县城酒楼谋个差做。白县令留了客栈的住址给李正，说他还会在镇上住2天，然后才告辞，起身朝外面走去。李正把2人送到村口，正准备转身回去，就见前面2个熟悉的身影正往镇上的方向走。苏丫头，李正爷爷，我们去镇上卖小龙虾，回来再给你报告好消息。小龙虾，快停车！那2个孩子是不是沈先生家的？对，正是。小龙虾的吃法呀，就是这兄妹俩发现的。沈家小子，快回来，坐我们的马车去镇上。县令大人就是为了你们的小龙虾来的。苏丫头，你们坐白县令的马车去吧。李正爷爷都发话了，咱们就坐白掌柜的马车去镇上吧。哥，你没听到李正爷爷说这是县令大人的马车吗？沈云苏歪着脑袋仔细打量着那1辆马车。别怕，县令也只有2只眼睛1个鼻子，不坐白不坐，咱们就坐他的马车去，早点去找个好位置。好吧，咱们就蹭县令的马车。兄妹俩进了车厢，白掌柜笑呵呵地做了自我介绍后，又介绍起县令。我是沈云星，这是我妹妹沈云苏。县令叔叔是来我们村看小龙虾。算是吧。你们刚才说去卖小龙虾，是你们又联系到了酒楼了吗？不，我们去市场上摆摊卖。叔叔等会儿要不要也跟着一起过去看看？有县令在，至少没人敢来捣乱吧，说不定还能帮着。你们可以往县城卖，那里市场更大，消费的人更多。等会儿见着你家做主的了，我再说一说。这个我们已经想过了，一步一步的来。毕竟咱们现在还缺周转的银钱，有什么事儿可以和我妹妹说，她可以做主。叔叔，你没听错，关于咱们村小龙虾的事儿，我可以做主。白县令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他看向堂兄，直到白掌柜点了点头。小姑娘真了不起啊！县令叔叔过奖了，我也没什么过人之处，是我们沈氏族人做事齐心，我也只动了动嘴皮子，干活的都是我的家人们。小小年纪就知道谦虚，前途不可限量。好吧，我今天就去看一看你们是如何摆摊卖小龙虾的。马车刚到镇上，沈云星让赶马车的先去镇上人最多的集市上，他猜云芝哥哥和大哥哥他们应该会选择在那儿摆摊。果然，刚到集市外面，就见大家正在忙着打水架锅。清华，你先在车里坐一会儿，这里人多，我先下去看看。你先去吧。白掌柜刚下车，沈云星接着也灵活地跳了下去，他还伸出一双小胳膊喊道：妹妹快来，哥哥接住你。兄妹俩一个敢抱，一个敢跳。你为何不把下马凳摆上？老爷，我还来不及搬下马凳，这孩子就跳下去了。见俩小孩都下去了，白县令也不放心，他也紧跟着下了马车。云香，妹妹，你俩咋来了？快站到后面来，前面人多，别被踩着了。对，快后面来，这里有板凳。白掌柜也走了过去。白叔，你怎么来了？酒楼里这会儿应该也该忙起来了吧？都没招牌菜了，有什么可忙的？我晚些时候再回酒楼，我吩咐了曾大厨和账房先生照管呢。我也是，就是看隔壁铺子后面有一口井，我们才在这里摆摊。
看，我大哥给这杂货铺的老板说了，今天我们需要的东西都从他这里买。老板说井水让我们顺便用，只要不洒在他铺子前面就行。不一会儿，阵阵鲜香飘散开来。白县令不声不响地伫立在一边，看着几个小伙子忙得不亦乐乎。哎呀，什么味儿啊？好香啊！沈云苏看着沈云清煮了2盆起来后，三哥，酒香也怕巷子深的，你去吆喝，重点是要提价格比醉仙居还要少5文钱一斤，最好让买的人拿盆来装，我们没有那么多盆子。好的，这事儿交给我就成了。真的，单独装一碗出来，让没有吃过的人尝。下课拿一个盆子装起来，别弄得一地狼藉，影响大家的胃口。白掌柜听得频频点头，白县令也不作声。伯伯婶婶们，大哥大嫂们，我们家小龙虾今天在这里卖熟食，又香又鲜的，刚出锅的麻辣小龙虾，只要30文一斤，比以前在酒楼的还要便宜哦。真的呀，我吃过。哎呀，酒楼里太贵了，没舍得经常买。顿时，路过这里的人群停了下，都看着桌子上盆里那红红的小龙虾咽口水。前面10人买10斤送1斤，先到先得，错过了就没有了啊！今儿我们第1天来，带的小龙虾也不多，卖完了为止。白掌柜在心里暗暗地给沈云星竖起了大拇指，这沈家的孩子一个比一个聪明，忒能忽悠了。真的吗？可不可以等我回去拿一个大盆子过来？张老板，你快去拿盆子，我定会给你优惠的。嘿，这不是醉仙居的大厨吗？你怎么在这里摆摊卖了？现在我们自己干了。张老板，记得常来光顾我们的小龙虾啊！县令叔叔，你也来尝一尝，今天的小龙虾和翠微山庄办宴席的那一天有什么不同？白县令嘴角勾起，这小人精还真不浪费一兵一卒。他挽起衣袖，净了手，大大方方的站在桌边剥起了小龙虾。你们看，那不是咱们的县令大人吗？他都吃得津津有味，咱们呢也买点回去尝个鲜。大多数人还没有吃过小龙虾，毕竟酒楼不是谁都能消费得起的。哎，那不是醉仙居的白掌柜吗？他怎么也在这里？难道他和大厨出来单干了？隔壁就是卖碗和盆的杂货铺，如果家离得远的，可以去他铺子里买一个大碗或粗陶瓷罐来装小龙虾。我们这里有水，可以把陶瓷罐洗干净用。被沈云星一提醒，他们恍然大悟，顿时隔壁的杂货铺被围得水泄不通，老板都乐得合不拢嘴。他没想到这几个小子来问他要水，居然还带动了他的生意。不一会儿，杂货铺里的粗陶瓷碗和盆，凡是能装3、5斤以上的东西都被抢购得干干净净。人群后面有2双眼睛不时地看向这儿。沈云苏感觉灵敏，他直觉告诉他一定有人在盯着他们这里看。可等他向人群看去的时候，又只看见来去匆匆的老百姓和前面排队等候小龙虾出锅的人。东家，你看那白掌柜吃里扒外，难怪今天酒楼一个订单都没。回去你可要好好的敲打敲打他。我是不是做了错误的决定啊？没有这道菜，我们酒楼以后会不会受影响，还未可知啊。东家，你不必理会，他就这么一个菜，能卖出什么花样？我回去再琢磨2道下酒菜出来，再带2个帮工出来，保证啊咱们的醉仙居越来越红火。大哥，你去隔壁杂货铺借一个炉子和锅过来，一个锅炒料，一个锅煮，这样会快很多。沈云峰很快就从杂货铺老板那儿借来了炉子和锅。沈云苏又让沈云芝和大牛还有沈四胖的大哥一起过来看炒料。他想着把这煮法得多培养几个人出来，不然以后会忙不过来。梧桐村小龙虾从现在起在清河镇选2家加盟商，我们的小龙虾是独门秘方煮的，如果想要合作的可以到梧桐村来谈合作意向，我们只收加盟费，然后把煮法教授给加盟商。真的吗？可以把煮法交给我们？那当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信可以问问县令大人，他可以作证。对，大家放心，有县令大人在此，还可以到衙门备案。白县令突然有一种被人卖了的感觉，这沈家孩子太聪明了。我可以给大家做个见证，这小龙虾商机无限，要是其他村也养殖起来，这小龙虾可以卖到京城去，也不是不可能的。真的吗？我们村也可以养？可以的，要想买种虾的，可以去找梧桐村的李正谈。县令大人，你真的想多了，其实我哥哥是想赚种虾的钱。请问你们说的加盟费需要多少啊？1000两银子是加盟费，终身只交1次，以后有其他新菜谱享有优先加盟权。天哪，1000两银子会不会太多了？今天咱们毛利就能有7两多，30天就是200多，1年下来就是2000多，这个成本低，一点也没有多收，只收1000两银子的加盟费。什么1000两？就拿咱们今天带的200多斤小龙虾来算吧，毛利一共有7两多，这还只是今天上午卖的，下午我们不打算卖了。那中年男子眉头微蹙，他低头默默地算着。
我们当初提供给醉仙楼的是2文钱一斤，调料贵一点，但用量不算大。以后我们有新品推出，加盟商享有优先加盟权。白县令内心也有一点诧异，他没想到加盟费有这么多，他还打算让他县城开酒楼的朋友也加入的。1年有2、3千的毛利润，这买卖划算。哎，你等着啊，我马上回去拿银子和笔墨过来，咱们呢当着县令大人在这里把契约签了。那人说完就疾步离去。这人他是营四坊的老板，他那铺子不算大，他的优势是吃住一起开的。路过这里的人在他客栈落脚的多啊，原来如此，看来他以后会越做越大了。这清河镇的酒楼生意，他能分一杯羹了，那可不是。哎呀，可惜我那东家瘸了眼，1分钱没给，还白得一厨子，他还挑3拣4的。堂兄，所以你还是赶紧辞了你那个掌柜吧，过2天与我一同回县里，我去帮你找一个可靠的东家。沈云苏听到白县令的话，眼里闪过一抹金光。掌柜叔叔，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沈氏商行？白掌柜听得一愣，我们准备去县城开一个菜馆，主要卖江湖菜，和酒楼不同。如果掌柜叔叔愿意加入，只需要出100两银子即可，利润分成按出资多少，你还可以继续做掌柜领月例哦。沈家丫头，你说的可是真的？我也可以加入吗？怎么不可以？县令叔叔你不用参与管理，你就坐等分钱就成了。我加入，我要入股200两。那啥，沈姑娘，我们可不可以加入啊？现在我们才初步规划，暂时不需要那么多人加入，现在只计划拉亲朋好友加入。白县令心里甜滋滋的，他看向堂兄，这丫头说咱们算亲朋好友呢。1刻钟后，一辆马车停到了摊位前面，营四坊的那老板都等不及车夫拿下马凳，急匆匆的就跳了下来。这么近还坐马车过来，这是怕别人抢了钱头啊。一人姓穆，笔墨纸砚我都带了的，还请县令大人帮我们写一份契约书吧。白县令微微颔首，走向沈云苏收钱的桌子。穆老板拿出笔墨纸，又帮着磨好墨，都是足银呐，请白掌柜帮忙查看一下，我刚从钱庄取出来的，我怕来晚了，特意坐的马车过。我就喜欢穆老板这做事风格，先小人后君子，不留诟病。那就烦请白叔叔帮着清点验证一下银子吧。沈家丫头啊，这契约如何写？你可有章程？县令叔叔，这很简单的，我说你写就成了。白县令听他如此说，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第一，加盟商必须遵守价格统一，服从管理。第二，加盟商不得擅自改动配方，否则影响销售量后，后果自负。他刚说2点，就看向穆老板。沈姑娘放心，我穆某人做生意啊，一向以口碑为重，绝对不会做偷工减料的事儿。第三，加盟商要严格执行卫生，保证食材的新鲜度和质量，否则吃出问题自己负责，加盟费一概不退。这点尽可放心，我厨房里啊有冰窖，连1颗葱都保证是新鲜的。第四，加盟商自己经营不善与供货商无关。第五，加盟项目不得转卖或者租赁。第六，不得做有损项目声誉的任何事。就这几条吧，我相信你也明白，这些条款也是为了维护好菜品，大家一起共赢。对对对，我明白，都是为了小龙虾好，咱们一起发财啊！白县令写好后，沈云苏提议写2份，白县令不厌其烦的又抄了1份，双方签字画押。轮到沈云苏签时，白县令都发愁了，这小姑娘怕是连字都不认识吧？怎么签呢？妹妹还小，手拿不稳笔，我来帮着签。等等，三哥，你确定不走科考之路吗？我绝不走科考的路，我喜欢做买卖，这样可以到处跑着玩。我把你的名字签上。不，写三哥你的名字，咱们是一家人，不用分彼此，以后很多事情你都要亲力亲为，不可能我老是跟在你后面去签字吧？好，哥哥听你的，我可不会让妹妹出去辛苦，跑腿的事儿都让三哥来，你只管和娘亲在家舒舒服服的待着享福就行了。沈云星手起笔落，一挥而就的把自己的大名签上。不错，清河书院真是名不虚传，连不想走仕途的学子的字都如此有神。沈云苏捂嘴偷笑，这白县令的潜台词不就是说清河书院的学渣也不错吗？双方按好了手印，各持1份契约书。穆老板把银箱子往沈云星面前一堆，这箱子就都送给沈公子了，我这就回去收拾好后厨，选出可靠之人，静等沈氏商行派人上门传授做法。小龙虾和调料还是照以前给醉仙居的价格，明天早上会有人送调料和虾过去，直到你的人学会为止。我们还附送做小吃的方子，还要送小吃方子。哎呦，那太好了，我那店里啊南来北往的人多，正需要小吃方子呢。小吃方子当然要送了，不然梧桐村那么多土都吃不完，得进二师兄的肚子了。直到最后
后一个人拿着盆来装，沈云清只给他装了半盆。小老板，你看你锅里还有，你就全都卖给我吧。以后你们吃麻辣小龙虾就去赢四方，他们也卖给你们端回家的。这锅里的我就不卖了。今天我们麻烦了隔壁老板很多，我送一碗让他尝尝鲜。白县令见事情办得差不多，他就对白掌柜说道：堂兄，我晚些时候再带着内人和闺女去你家，我还有其他的事需要办，我就先行一步了。他又低头对沈云苏兄妹俩说道：咱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推广养小龙虾的事还得需要你们帮忙。白掌柜刚把县令送上马车，最先居的一伙计飞快地跑了过来。掌柜的，沈云清，东家请你俩快些回酒楼了。这消息传得也太快，免费的东西不会有人珍惜的。嘿，妹妹，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话呀，比我们书院夫子说的都有道理多了。少儿哥，是不是东家听到有人加盟，心里就急了呀？我都为东家辞了，肯定不会再回去了的。哎，东家也太精明过头了，他当谁都是傻子呢。你们还真说对了，就是啊，他听说你们收了1000两加盟费，他想把云清啊请回去，1分钱不花，还能继续卖小龙虾呢。做他的春秋大梦呢，机会给他了，他无情无义，这可怪不得我们了。对，我听我妹妹的，我不会回去了。我还是得去给东家说一声，他还不知道我要辞工。掌柜的，你要走吗？去哪里啊？可不可以带上我和水娃几人？我们习惯了跟着你干，您可别丢下我们了。云清啊，你不知道，刚才东家和曾大厨还来看你摆摊了。沈云苏恍然，难怪他感觉有一道不善的目光在看他们。我跟你回去和东家交代，至于我去哪里，现在还没有着落。以后你们走投无路了，可以来找我。沈家丫头，说好的别变卦哦，我处理好手里的事，就去梧桐村里找你们。白叔叔，一言为定，咱们一起报复哦。妹妹，你饿了没有呀？我去给你买肉包子。能不能换个别的？你俩急什么呀？妹妹还没发话呢。三哥，是不是你饿了？大哥哥，我想要100小镰刀，我上山摘蘑菇需要。沈云苏直径往摆着镰刀的地方走去。快跟着妹妹去，别走丢了啊！沈云苏选好一把趁手的镰刀，又选了一把小锄头。三哥，今天就不吃包子了吧？咱们等会儿路过卖肉的叔叔那里，买了肉回去，让大伯娘做饺子好不好？好，听妹妹的，咱们就吃饺子。沈云星看着妹妹在远眺正街中心，妹妹别看了，改天哥哥再带你来逛街，还给你买肉包子。皇宫里御书房里，北冥帝顾慕辰看着桌上的折子，眼睛微眯。福汉，你去把关御史找来，我在这里等他。奴才马上就去。出了御书房，海福带着2个小太监一路小跑，前往乾清宫的偏殿。东侧门口，大臣们下朝后早已经离去。宇文修弘站在东侧门不远的一棵树下，不时地张望着从乾清宫出来的那条路。他看到金吾卫统领急匆匆地去了御书房，想到母亲和2儿子去了清河镇的事儿，他心里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该不会是清河镇的事儿被人看出端倪了吧？他正准备离去，却见他那不听使唤的亲家出来了。他装着没看见，就直径地往宫门口走去。关大人，请留步，皇上在御书房等你。多谢海公公，您前面带路。关御史不急不慢地跟在海公公身后，脑壳里一直在想，今天的早朝有什么不同？皇上到底有什么需要问他的？进了御书房，关御史照例一番叩拜。关爱卿快平身，我找你来是想让你看一样东西。关御史恭敬地接过海公公递过来的折子，先一目十行地扫了一遍，又仔细地看了一遍。怎么样，关爱卿可有要说的？你在前朝的史记上见过没有？这传言是否属实？甄家被发落一事，我在前朝的史册上见，里面呢并没有详细说他们犯了何罪，也没有说关于龙脉的事儿，只说了皇上恼怒之下把他们那一房贬去了梧桐村。至于那传言，我更是没见到只言片语。这里没有旁人，你可大胆地说，这事关重大，朕不会无底线地护着某些人和事。还有，我这消息的来源不会有假，你毋庸置疑。不过有一事微臣不明。说，朕恕你无罪，有什么尽管大胆地说。也不算什么大事，皇上应该是知道的。我的女儿卓君被皇后指婚给了丞相家的2公子，二公子纨绔成性，我闺女和他并无情谊，他俩貌合神离已久。可就在前不久，长乐郡主要去清河镇的庄子去避暑，他非要拉着我家卓君一起去，说什么为了早日诞下子嗣。你这是在怪皇后乱点鸳鸯谱了？微臣不敢。我觉得蹊跷的事儿就是这里，宇文湘君妻妾无数，却非要拉着见面不说一句话的人一起去避暑，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再说我家卓君从不管他后院的事，生多少庶子庶女出来，难道他们还会在乎我家卓君的看法？皇上听得频频点头，他比关御史更清楚，皇姑姑把关卓君拉一起去，那只有一个用处，那就是他有一个做御史的爹，他们拿捏着他，那御史能帮什么呢？
那就是压下要弹劾的事儿。皇上脑子清醒不少，同时他感觉后背发凉。宇文修红刚一出宫门，他府里的小厮就示意他进了马车。那些小厮打扮的人，实则是丞相府的侍卫，而且武功还不弱。送到车厢里，侍卫拿出丞相府刚收到的清河镇连夜送来的信，他很快看完信的内容。你先回去，我去见皇后。他下了马车，急匆匆的又进了宫门，朝交房殿疾步而去。都不等交房殿侍候的宫女通报，他就和宫女一起进了内殿。妹妹，宇文修红欲言又止。你们下去吧，这里不用伺候。老奴去给娘娘煮点解暑茶。妹妹，你看看这个，我们要如何补救？这事恐怕已经传到皇上那里了。哥，如果皇上他开始起疑，那这事咱们还能不能继续呀？这关系到咱们宇文家的大业，再难也要咬牙坚持下去。只是这事得慢慢筹谋，找机会再接着探寻。现在当务之急是你得去皇上那里探探口风，看他知道多少，还有他对此事的看法。毕竟是一个传说，能打消他心里的疑云更好。哥哥，实话跟你说吧，自从4年前我诞下那怪胎，也不知道是不是走漏了风声被他知晓，还是因为淑妃那贱人。淑妃那贱人，那孽子逃过一劫后，也许是她在皇上耳边嚼舌根子了。从那以后，皇上就不怎么待见我了。我怕母亲和你担心，我都没跟你们说过。其实皇上心里从来就没有我的位置，要我去探口风，何其容易！若不是他对我如此，我又何曾想过去寻那宝藏？刚才皇上在御书房召见了关御史，我这时候不方便去御书房，你看这是……大哥，你何不找关御史问问？好歹他是卓君的爹，有这层关系在，唇亡齿寒的道理他应该懂的。娘，这事不成啊！那老匹夫丝毫不在意咱们是儿女亲家，屡屡不听我的意思。母亲让我给湘君指婚，看了这亲家是颗废气了，偏偏这颗废气甚得皇上赏识，这就是我最糟心的了。他女儿在府里倒是个安分，从来不过问府里的任何事。名单上的人，我今晚会去拜访一遍，只是宫里的事儿，微臣我插不上手啊。贱婢，你敢拦着我？为什么不让我进去见母后啊？娘娘，太子他……参见太子殿下。这里没有外人，大哥不用多礼，咱们还是想想对策。大舅，你没事来找母后干什么？为何不让我进来？宇文修红看着太子有些头疼，明明有时候是为他好的，他还会把人骂得狗血喷头。总之他不说正事儿还好，一谈正事儿就感觉他缺了一根筋。母后，我问你话了，为何你不理我？太子殿下，你父皇日夜操劳，你何不送一碗补品过去看看？皇儿来得正好，母后没有不让你进来，是那群奴婢没眼力见，母后定会重重惩罚他们。你和母后一起去看看你父皇，有甚好看？昨天他还夸三皇子的字写得比我好，我现在想想都气。我将来是要做皇上的，又不卖字画，写那么好看干什么？这话以后再也不准说了。你父皇夸谁没关系，你才是太子，你做好一个太子的本分就行了。我不是别的意思，我就是委屈。为什么父皇老是夸他们，一次都没夸过我？我也想让父皇夸一夸我的。我的木儿最孝顺，那些皇子以后都是你的垫脚石，别在意。咱们去给父皇送补品。那微臣这就出宫去准备今晚的事，娘娘和太子殿下就先去忙吧。宇文修兰看着大哥的背影，向门外喊道：“来人！”他话音刚落，他的贴身嬷嬷应声疾步走了进来，手里还端着一个托盘。娘娘，这是老奴刚熬出来的燕窝莲子汤，补气血还清热，适合这盛夏喝。停下，别拿出来，端好跟我们来。皇后稍微整理了一下仪容，拉着顾离墨就往御书房走去。你等会儿见着你父皇，你就说这燕窝莲子汤是你吩咐赵嬷嬷给他炖的，知道了吗？知道，不就是撒谎吗？我会。走到御书房外，就见海公公身边的几个小太监伺候在外面。皇后娘娘，请留步，皇上正在议事呢。你进去通报一声吧。皇后娘娘驾到！片刻后，海福公公走了出来，他恭恭敬敬地朝皇后行了礼。娘娘，皇上让奴才传话，今天皇上没空见您，还请娘娘先回吧，改天再来觐见皇上。还请海公公再去通报一遍，太子煮了去暑热的汤过来，本宫不好服了太子的孝心。殿下的孝心，老奴一定转交给皇上。就像一旁的四喜看了一眼，四喜心领神会地上前一步，去接赵嬷嬷手里端着的托盘。海公公的心意，本宫领了。太子的孝心，还是让他自己亲手送去的才好。海公公只得转身进了御书房，他在皇上身边耳语几句。顾慕辰目光清冷，嘴角噙着一抹冷笑，他沉声道：“让他母子去偏殿候着，我处理了这里的事，再宣他们。”海公公领命离去。皇上，要不微臣先退下，皇后娘娘定是有要紧的事见你。有什么要紧的？不过是心虚罢了。关爱卿的大公子在海州做知州已经有2年了吧？多谢皇上挂念，犬子在
海州已经有3年了，不过他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等我告老还乡后，就去他那里养老。皇后对你家卓君的指婚，她是有私心的，这一点我深感愧疚。皇上，你这是愿意让他们和离了？皇上的嘴角微不可察地抽了抽，这憨包说话太直了。关御史，你听好了，你马上启程去梧桐村查明缘由，朕准你带着你女儿关卓君一起去。听说那卧龙山险峻又危险，还有老虎出没，这一去凶多吉少。你儿子在海州干得不错，就让他在那里待着吧，远点有远点的好处。关爱卿，你说是吧？皇上，您的意思是？郡主是朕的姑姑，又是皇后的亲娘，我可什么都没说。事情成不成，得看关御史的本事了。关御史心里了然，他赶紧跪了下去，额头都贴在了地上。皇上的恩情，微臣没齿难忘。微臣就是肝脑涂地，也定会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关御史磕完了头，领了口谕，就急匆匆地退了出去。皇上揉了揉额头，以前他都没有感觉，现在一梳理，他感觉他可以放心用的人太少了。宣皇后和太子进来吧。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觐见。随着他的喊话后，皇后仪态万千地从偏殿走了过来，她目光扫过海福，海福莫名的感觉有一股凉意，有些瘆人。皇后拉着顾离墨一番跪拜之后，皇儿惦记皇上龙体，他让嬷嬷煮了燕窝莲子汤，非要拉着我一起亲自给皇上送来。这孩子是越来越懂事了。皇后双手端起汤盅，走向皇上身边。墨儿有心了，先放那儿吧，我过一会儿再喝。皇后目光扫过书桌，又看向小榻，一无所获。这关御史也太不懂事了，这大热天的不让皇上歇着，还追来御书房闹。改天我把关卓君召进宫来，让他回去敲打他爹，别太死心眼了。皇后若没有其他事，就带太子回去吧，有时间多看看他学功课。这就轰人了。父皇，我已经会背《论语》的第2章了。很好，没事多看书，再写写策论。皇后走后，海公公看着那盅解暑汤道：“皇上，这汤赏给你了。”皇后这时候送的汤，皇上都不喝，他哪里敢喝了？除非他嫌命长了。谢皇上赏赐。海公公硬着头皮把汤盅端了下去。他走到御书房外，悄悄处理了，别让人看到。片刻后，他又转身进御书房伺候。去查一下皇后宫中今天来了何人。奴才这就让人去查。关御史领了皇上的口谕后，高兴的走路时脚下都生风了。他刚出宫门，还没来得及爬上等候在那里自家的马车，一个小厮过来恭敬的行礼。关大人，丞相让你出宫后去丞相府坐一坐，喝杯茶。丞相大人有心了，替我带句话给丞相大人，多谢丞相大人的美意。这大热天的，茶就不去喝了。说着直径上了自家的马车。快回家。1个时辰后，御史府出来一辆没有标识的马车。大约又过了半刻钟，关御史带着夫人坐着一辆有御史府标识的马车，缓缓驶了出来。别表现出来，收好情绪，成不成啊？在此一举。白掌柜回到醉仙居后，东家见他就一人回去。沈家小子呢？他为什么没有一起回来呀？东家，你莫不是忘了，是你早上让我去辞退了那孩子的？我刚从梧桐村回来，你这是何意啊？梧桐村在集市上，我在集市看沈家卖小龙虾，你还别说，才半天不到的时间，200多斤虾就一抢而空，这有什么稀奇的？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哪能和我们酒楼的菜品比？比起曾大厨，沈家小子是差了一点。要不曾师傅你也弄2个菜去试试，看一天能卖多少斤？都别说了，白掌柜啊，你和沈家那小子有些交情，要不你负责去把他喊回来。小龙虾的价，我每1斤多加1文钱。东家，你是听说有人交了加盟费了吧？是又如何呀？还在我酒楼学了这么久，说走就走了，这也太……等，东家，今早上你说的话，这会儿就忘了？我不是怕郡主怪罪下来，连累我们吗？现在不怕郡主怪罪了。东家，你查看一下，这个月到今天的账都在这里了，如无差错，在下就要告辞了。你要走？小人不才，没管理好酒楼，愧对东家，还请东家另请高明。你不会是要跟沈家小子去干了吧？德不孤，必有邻。说完拱了拱手，满目春风，大步流星地朝外走去。看着白掌柜离开的背影，醉仙居东家肠子都悔青了。沈云峰赶着骡车往回走，路过卖肉的地方，沈云峰下了骡车，看着卖肉的案板上的肉已经不多了。哟，沈家老大，今天你来晚了啊，就这些了。要不你把这几斤五花
花肉全买了，耳朵和猪蹄儿我给你算便宜点。沈云苏这会儿饥肠辘辘，他听到说有猪耳朵，他就想起了卤猪耳朵。我去看看。外面这会儿太阳烈，别下去。你想吃什么？3个去给你买过来。快去给大哥哥说，猪蹄和猪耳朵不要，五花肉也要，多买一些。给二哥烧一个他最喜欢吃的红烧肉。别愣着，快去！猪蹄子给妹妹炖汤喝。沈云星连忙走了过去。哎，大哥，妹妹说把猪耳朵和猪蹄儿都买下。这猪尾巴我就送给你们了。老板，麻烦你把五花肉给我分2块出来。沈云峰拿起分出来的2块肉，一块给了大牛，一块给了沈大胖，剩下的放进了骡车里的盆里。几个骡车再次启动，沈云苏朝沈云清催促道：“云清哥哥，赶快一点，得赶在大伯母做午饭前回去。”不急，昨晚娘还说今天要去挖土豆，这会儿应该还在地里。他们还没回到村里，小龙虾加盟费的消息就传遍了附近的几个村。骡车停到李正家门口的时候，沈云苏吩咐沈大胖和大牛，让他俩午饭后就去捞一些小龙虾起来。然后他又给沈云清交代，让他下午带着2人去迎四方传授做法。回到了家，沈云峰把那1箱子银子交给娘亲，叮嘱她别做午饭，大家都到大伯家吃饺子。苏娘，这是咱们闺女这呢，我的个乖宝贝哦，真是祖宗给咱们家送的个金娃娃呀！素娘波澜不惊地盖好木箱，端起就往卧房走去。大伯家，王氏正好在院里选土豆，他把太小的土豆扔到一边。云清，快把这些个小的土豆放厨房去，明天煮了喂小鸡崽儿。沈云峰一到院里就去清理猪蹄和猪耳朵。大哥，你把猪蹄给我留一根，还有猪耳朵和猪尾巴，我要试试用香料煮肉。好，你让云星回去拿香料过来，我晒好了挂堂屋里的墙上。沈云星还没等妹妹喊他，他就往外跑去了。云清哥哥，这个小土豆可以做成煎土豆，应该很好吃呢。苏儿，你别心疼，我拿来喂鸡崽儿，等过年了，你就有小鸡炖蘑菇吃了。真的，云清哥哥，你试了就知道了。这个可以做成小吃方子送给加盟商，然后加盟商就会买我们村的土豆，就变成钱啦。妹妹，你等等，我马上就把土豆洗好蒸锅里。哎，大伯娘，今天怎么没有见到大嫂呢？他娘生病了，带些让她回去看看。今天一早就去了，度假村又不远，我让你大哥晚一点去接她。苏儿，你自己玩，我去叫你二伯娘过来帮着烧火。沈云苏见大家都各自忙着，他噔噔噔的迈着小短腿来到骡车旁，他要把他的小锄头和镰刀放空间里去。妹妹，你别急，锄头和镰刀啊还没有加把手，我空了找根光溜的木棍做把手，这样就不伤手了。沈云苏暗暗懊恼，自己没当过农民，连这个都不知道。妹妹，大哥，咱们快回去，有人来家里谈加盟的事儿来了。不用着急，我把香料放锅里再出去也不迟。云清哥哥，等香料包煮出香味，你就把这些都放进去，记得先腌些盐哦。今天时间不够，你的汤里再放一点盐。我知道，您放心去忙吧，今天的午饭会吃得晚一点。苏儿，你快回去，有人找你，厨房里热，吃饭的时候我让你二伯去喊你们。杨氏从门外大步地走了进来。弟妹，你慢一点走，别摔着了。大嫂，我最近眼睛好像越来越看得清了呢。今天上午我晒香料都能分得出来形状了。妹妹今天累了吧？哥哥背你回去。我要过去看看。我家苏儿啊，真了不起。大伯刚在地里听到别人说了，这不，我活儿都没干完就回来了。还没进篱笆院里，就见一辆马车停在院外。堂屋里坐着一位穿着绸缎的精瘦中年男人，他身后站着一位微胖的中年男子。见沈云苏回来，哎，闺女，你可回来了，客人都等了好一会儿了。那清瘦男人连忙起身去和沈继德打招呼。鄙人冯有贤，清河镇鸿运来酒楼啊，就是在下开的。得知你们的小龙虾还有一个加盟名额，特此啊前来谈合作的事宜。小的是鸿运来的掌柜金不换，银子我们也带来了啊。我是苏儿的大伯，这加盟的事儿啊，还是得苏儿说了算。冯有贤和金不换面面相觑，他们看着沈继德怀里的小姑娘，玉雪可爱，粉雕玉琢，眉宇之间透着与凡尘女孩不同的灵气。你们的鸿运来酒楼在镇上的什么位置？离迎四方有多远？迎四方的老板呢，我很熟。穆老板是个厚道的生意人，他的铺子在镇头，我的铺子呀在镇尾。三哥，你把我们和穆老板签的契约给冯老板看看。冯有贤认真看过后说道：写得非常好啊！既然要做这个生意，大家应该维护好，这样才能长久的盈利嘛。沈云星把供货的价格再重复了一遍。小龙虾在冬季量会减少，不过我们会尽力供货。冬季也许会推出另一个菜谱，到时候实验成了，加盟商有优先拿到菜谱的权利。如果冯老板没有意见，那就准备签约吧。沈云星得了妹妹的准信，马上进屋里拿出笔墨纸砚，他照着上一份契约又抄写了2份，又拿给冯老板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问题后，双方才签上名字。家里没有坏鸭的印泥，
沈云星又冒着正午的太阳跑去李正家，得知这一消息的李正激动得胡须直抖，拿出印泥交给沈云星，让他赶紧的回去。谢大婶儿看着老伴儿一脸神秘，她压低声音道：老头子，看来那事是真呀，沈先生家要发财了。嘘，别再提起，沈家人如此团结，翻身发财呀是迟早的事儿。厨房里大牛烧火，段秀兰切肉，她一边切肉一边酸溜溜地说道：今天沈家收了1000两银子呢，才给你这点肉，太小家子气了。姓段的，别不知好歹，我们跟着沈家卖小龙虾也是赚了不少钱的，以后会越赚越多。人家一共才买了几斤肉，就分了3斤多给我和大胖。我不就是那么一说而已，我觉得你别生气。你以后最好给我闭嘴，如果再不识好歹，你就回那娘家去。我们家穷，养不起你这尊大夫。你这不知好歹的话，若被父亲听到，定让我休了。咱们跟着沈家干，这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沈云星拿回印泥，双方盖好手印儿，又约定好送货去传授主法的时间。红运来的东家和掌柜满脸喜悦地回去了。沈云峰一进门就见大伯和爹爹看着1箱子银子发愁。儿子，你看这么多银子，放哪里合适啊？镇上不是有钱庄吗？放那里不就行了吗？真是书啊，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哥，我不是担心别人知道惦记上吗？再说我又没去过钱庄，都不知道怎么存呢。要不我等会儿和云之哥去钱庄？大哥，不用，我会藏起来，你们都找不到，要不试试？不用试，就让妹妹收起来。素儿，这么多银子，你打算如何安排？我们去县城找一个地方，让云清哥哥开一家饭店，就是普通的那种，不需要华丽，只要地方宽就成。沈云苏又看了看破旧的房屋，蹙眉道：其实家里的房子也该修建了，就不知道去县城开饭店后能余下多少，还有祠堂也该维修了。妹妹，你想住新房子吗？要不先给妹妹盖一间屋子出来？算了，把钱省着去赚更多的钱，到时候咱们整个沈家族人都去县城住。不去县城，我们习惯了这里，让年轻人去县城，我们老人呢还是要守着土地，心里才踏实。等秋收过后，我找人来在隔壁给苏儿盖一间屋子，再大一点也要分床了。等一会儿啊，快吃午饭了，让你哥休息一下，早上再去劈柴。劈什么柴？他在给苏儿做床，我去帮着一起做。云星啊，你带着你妹妹去看午饭做好了没有？做好了才喊我们啊。沈继德头也不回的往柴屋走去，留下沈继贤憋屈的看着小苏苏。弟弟，娘亲去哪里啦？去后山采药了，他马上也快回来了。啾啾声响起，沈云苏才想起他今天都没喂小鸟。别喂了啊，别撑死他了。你们去镇上的时候，狗蛋几人拿了虫子过来喂了。我去后山接娘亲。沈云星爬上一段路后，又走过了一段平坦的山路。远远的，他听到远处飘来悠扬的笛声。难道山里还有住人？他循声向前走去，刚走到一段路，笛声戛然而止。娘亲，星儿，你来后山干什么？这山上蚊虫多，以后别上来了。啊，娘亲，刚才我听到有笛声，这山上难道还住着人呢？这卧龙山连绵10几里，就是住了人在里面也不奇怪。你这已经煮好饭了吧？素娘抬头透过树叶看了看天，今天她感觉内力在丹田里涌动。她来到依着大树盖的小木屋，她试着提起气，腾空跃了上去。只是她刚站稳，一口黑血喷了出来，她晕了过去。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悠悠的醒转。她赶紧盘腿打坐，片刻后，她感觉周身都轻松不少。难道时隔多年，那毒妇给她下的压制她内力的毒自己解了？她又调息了一会儿气息，然后拿出墨玉笛，吹起了久违的曲调，直到她听到草丛里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她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娘亲，你领口上怎么有血迹呢？娘亲，你受伤了还是摔着了？没有，可能是野果的姜汁吧。沈云星见娘亲没事，就把今天家里发生的事儿讲了一遍。娘亲，我和妹妹赚钱了，你和爹爹都去县城好不好？8月乡试过后，二哥可以去县城上更好的书院。我和你爹爹就在这里。等娘俩回了家，洗漱一番后，王氏站在院里朝着李大声喊：苏儿，都过来吃饭了，饺子都下锅里了。沈继贤坚持要守在家里，他怕有小偷来。爹爹看家也好，我去啊，给他端了送过来。刚进院里，沈云苏就闻到了熟悉的味道。云清哥哥，你做对了，就是这个味道。沈云一眼看到的是一盆金黄的小土豆，正散发着一股香喷喷的味道。妹妹，香料锅里的猪耳朵和猪蹄都熟了，猪尾巴我都砍成小段的了，给文虎和云墨留的肉也冰镇到井里去了。没想到这些树叶和树皮煮肉还如此香。苏儿，你是如何想到的？苏儿，快去吃，饺子已经端上桌了。大哥哥，你装一点猪耳朵和猪蹄装在这里，我给黎生哥哥送去，让他们也尝尝鲜。
我给爹爹送过去，再给少爷送去。妹妹，你快去吃饭吧。不，我送过去，再装一些小土豆和饺子。我等会儿就在大宅子里吃了再回来。兄弟俩把妹妹送到了大宅子门口，把食盒和沈云苏交给了秦钟后才回去。哇，小苏苏，你给少爷送的什么好东西来了？好香嫩啊！书房里，方文龙见顾离生精神打蔫儿，以为小殿下又病了，他拿出脉诊，拉过顾离生的手腕。不对啊，少爷没病，为何胃口不佳？高盛白了他一眼，像看傻瓜似的看着他。殿下，你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高盛拎着他的手臂，像拎小鸡儿似的把他拽了出去。等等，高大哥，你不讲道理啊！你一言不合就拖我干什么？你这个傻逼，殿下明明是心情不好，你非要说他身体不好。还有，你那苦药汤子就别熬了，荷花池里的莲子都要被泡苦了。小苏苏都快2天没来了，殿下心情能好吗？你也不动动你那装满汤药的脑子。方文龙心想，我没喝汤药，喝了也不可能在脑壳里啊。半晌后，他恍然大悟道：对，还是高大哥你想事情更周到。殿下毕竟还是个孩子，他也需要玩伴，等表少爷来了就好了。高盛强忍住发痒的手，他恨不得一巴掌呼过去。算了，懒得和你这憨批说，不说就不说，干嘛那么凶？高伯伯、方叔叔，小苏苏又来了。小苏苏，哎呦喂，你可来了，少爷的。小苏苏，听说你干了大事，快跟我一起进去，咱们呢也给少爷讲讲。什么味儿啊？好香啊！啊，这里小苏苏说他这叫卤肉，卤肉什么肉做的？方叔叔，这卤肉闻着香，我也不知道味道如何，等我配出来最佳配方，让皇婶多卤几种，让大家吃个够。高盛把小苏苏让到了前面，自己和方文龙屁颠屁颠的跟在后面。离生哥哥，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顾离生听到喊声，脸上浮上一抹喜色，嘴角上扬。离生哥哥，闭上眼睛，我要喂你一个美食。又喂。顾离生心里浮起一丝不安，上次被他诓着吃了那么多竹节虫的事儿，他还没与他算账呢，这会儿又要投喂什么？他心里开始有点慌。少爷稍微等一会儿，我去拿2双筷子和碗碟过来。我去拿。都瞅着顾离生那紧张的神情，笑得眉眼弯弯。多拿几双筷子，喊皇婶也一起过来尝尝，还拿一点蘸料过来。我还没有吃饭，我带了饺子过来的。哎，好嘞，小苏苏还小，吃清淡点好。我让皇婶给你做蘸料，快吃2块填填肚子。饿坏了吧？先喝一口水再吃。你不好好吃饭，你就是把村里的蚕蛹吃光也长不高。少爷明明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小苏苏来，这人来了就不知道说2句暖心窝子的话哄一哄，还黑着个脸训斥人。哎，少爷年少不懂事，好急呀！沈云苏自然明白他是关心他的，他拿起白瓷杯，轻轻地抿了一口，又捻起一块糕点放进嘴里，细嚼慢咽。你丫的若不是长得俊，就这冰碴子脸，将来肯定娶不上媳妇儿。你在想什么？什么？没什么。我操，大意了，表情流露了，看来以后得注意了。这小屁孩比较早熟，还天生带有洞察能力。你肯定在想怎么整蛊我，对不对？真没有，是我赚钱了，而且还赚了大钱，整整2000两银子呢。高盛暗自思忖，小苏苏若将来成了他家皇妃，有他出谋划策，能拿到那把龙椅的机会大很多呀。来了啊，可把咱们小苏苏饿坏了。沈云苏见只有方文龙一人进屋，皇婶呢？他怎么没有一起过来？他听说你吃饺子，他要给你煮一个汤过来。离生哥哥，你闭上眼睛，猜猜吃的是什么？猜对了有奖哦。奖励可以由我提要求吗？你一个小屁孩能提多大的要求？老阿姨我让着你，好吧，由你提。可以提3个吗？可以，3个就3个。老规矩，老高。高盛看着2个小伙伴亲密无间的嬉闹，嘴角都勾了起来。方文龙可不这么看，他暗戳戳的在想，这俩人等一会儿会因为什么翻脸呢？顾离生闭上眼睛，有孜然的香味儿。哎，小苏苏，你咋想到用孜然做食物的？很多香料都可以做食物呀。沈云苏夹起一筷子猪耳朵塞进顾离生嘴里，你猜这是什么？味道怎么样？好吃吗？顾离生慢慢的咀嚼，品味了好一会儿，他轻轻的说道：猪肉。哇，少爷好厉害，一猜就对，正是猪耳朵。沈云苏心想，哎，大意了，没说让他猜出是猪身上的什么部位，被高伯伯这么一喊，再不就已经来不及了。这一回算你赢了，下一个得猜是猪身上的哪个部位。小苏苏自己都说是猪身上的东西，那少爷如此聪慧，肯定能猜得着。小苏苏又夹起一小坨卤猪蹄塞进他嘴里，错，比炖猪蹄儿好吃。看吧，高大哥以前老说我让少爷吃猪蹄儿不对，这不吃猪蹄儿能答对。黄文龙，你别翘尾巴，明天开始你陪着我教少爷练功。不急，慢慢猜，快吃。沈云苏埋头吃了一个饺子，张嘴，最后一个猜了，猜不出来只能提2个问题。选了一截小一点的猪尾巴投喂进他嘴里，他咀嚼了好一会儿都没吃出来这是哪个部位的。太小了又太香，我还没尝出来就吞下去了，我要求再尝一个。这就对了嘛，男人要什么脸啊？行，算你有理。沈云苏又选了一段不大不小的喂进他嘴里，还揶揄他道：这一块不会马上吞了吧？要噎出人命的。顾离生慢慢的品着，他感觉这肉中间有骨头，而且
且是圆的。猪尾巴，这你都能猜得到，佩服。方文龙仰头望屋顶，心里暗暗腹诽。小姑娘就是好虎，有那高狐狸协助，少爷还有什么猜不出来的？方叔叔，你看屋顶有什么呢？快来尝尝好不好吃，还需不需要改配方？啊，没看什么，我在想什么时候上山去打猎，山上有狐狸，剥了皮做围脖。你们也尝尝，挺好吃的，尤其是猪耳朵和猪尾巴。两人就站在旁边尝了起来。小苏苏，这个味道真好，我从来没吃过如此美味的肉。非常不错，就是香味有点浓。如果那锅卤水再煮一次，味道绝对比现在这个好。快吃！孜然在土豆里，我吃出来了，真香！哎，小苏苏，你太聪明了啊！想出来的吃食都是人间美味佳肴，你上辈子肯定是个食神。宝宝上辈子只是一个吃货而已。方文龙刚要说什么，被高盛一把拽了出去。慢点儿，黄婶儿端着汤迎面而来。小苏苏啊，听说你又研究出了新菜，可喜可贺，肯定好吃，闻着就香。今天的猪耳朵和猪尾巴太少了，改天多买一些，里面还可以卤豆腐干。小苏苏，改天我也试试，你快喝点汤。难道我真生病了？我帮你倒杯热水去。沈云往隔壁的茶水室里走去，他倒了一点热开水，又往水杯里还有水壶里注入了灵泉水。以后你别去倒水，别烫着你。你知道吗？你啰嗦的样子特别像我爹爹。别瞎说，我才不像你爹爹。这孩子一点都不精动。小苏苏，卤肉也吃了，是不是该说说我的3个要求了？说吧，我听着，只要我能做到，绝不赖账。那好，第一个要求就是我明天开始练功了，你得过来和我一起练。你欺人太甚！早上那么早，我还在睡觉呢，和你练什么练？你想得美！说着，头也不回地往外走了。顾离生没想到他对练武的反应这么大，被他训斥的呆愣了好一会儿。窗外的树下，他去哄哄小苏苏，少爷又把他惹毛了。高盛见小苏苏气鼓鼓的大步朝门口走去，他连忙追了上去。哎呦喂，小苏苏，你等一等，高伯伯送你出去啊！回过神来的顾离生追了出来，一脸憋屈的站在书房门口，看着远去的娇小人影。你说过的不耍赖呢，我才刚提一个要求。少爷，你提那要求对小苏苏的确有点难度。你看他那小身板，下雨天走路都走不稳。顾离生何尝不知道他这是强人所难呢？他只是想找个借口，让他多点时间待在他身边而已。高伯伯，我自己回去，他欺负人。小苏苏，别生少爷的气，好不好？你看，伯伯呀，就是练武的人，知道练武的好处。少爷或许啊，是怕你出门被人欺负，才拉着你一起练武的。的确是哈，从来都是他整蛊他，他应该是为了他好。可是他早上真的起不了那么早。你看你大哥哥现在多厉害，不光是射箭，用长剑短刀都很会，就连轻功最近都明显提高了。和我学武恐怕不行，我想学医。那也行啊，小苏苏，先跟着方叔叔学，以后啊，等我找到了一白骨，我定要让他收你为徒。一白骨是谁？他很厉害吗？一白骨他是北民国最有名的神医了，传言呐，他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他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医者，他医术超群，不练权势。当年皇上啊想招揽他入宫，他都果断拒绝了。沈云苏扬起小脸，静静地听着高盛讲述，能被高伯伯敬佩的人，那一定是人品很好的人了。他说他要走遍五湖四海，悬壶济世，医苍生。只是后来啊，他在京城销声灭迹，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高伯伯，此人有医者仁心，等我以后见到他，我一定要拜他为师，我也要悬壶济世，医苍生。那小苏苏，你可以先跟着方叔叔学些医理，也可以呢为村民们指点伤风咳嗽的小毛病，你看可好啊？好吧，我一有空就过来学。小苏苏，就别生少爷的气了，好不好啊？不生气了，咱不跟小孩一般见识。那咱们还去书房玩一会儿，晚一点啊，等沈公子来了一起回去。高伯伯，明天见，我有事先回去了。方玉意，你说小鸟除了吃虫子还可以吃什么？少爷，你想养八哥？要说八哥那可好养活了，他除了吃虫，还要吃小米、玉米粒都可以，水果都可以吃。要不让沈公子去县城帮你买一只回来？不用，小苏苏家里有，我晚上去看看。顾离生说着，转身进了书房，又进去看书去了。方文龙恍然大悟，原来少爷是帮小苏苏问的呀。高盛把小苏苏送到大门口，小姑姑，小姑姑，老大，我们去你家找你，你哥说你来这儿了，我们都等了你好一会儿了。这么热的天，容易中暑，以后别傻等我了。没事，我们在大树下，没晒着太阳。那也不行，树下哪里有家里凉快，都快回去。老大，你看我给小鸟抓的竹节虫，在李正家门口的竹林里抓，个小，适合小鸟吃。小姑姑，咱们什么时候又上山呢？苏丫头，不急，等下了雨后再上山，那时候山上的蘑菇最多。对，小姑姑，咱们等下雨了再去，也凉快点儿。没下雨前，我们每天去小姑姑家学练武，下午等小姑姑睡了午觉再起来，与我们讲孙悟空的故事。你丫的都把时间给我安排完了。几人见沈云
云苏眼神不善，忙心虚地说道：“我们都听老大的。”那还差不多。沈云苏抬头挺胸，雄赳赳气昂昂的带着一群跟屁虫回家去了。沈云苏一回家就见三哥坐在屋檐下和父亲说着什么。哎，妹妹你可回来了，我的二宝，你们没事吗？我们今天没事，天气热，李征叫沈先生休息，我们也不用上课。他们捉了竹节虫，过来帮我喂小鸟。妹妹，我刚才去二伯家院看了，坛子院里已经放不下了，翻焦味儿也会影响二伯家生活，我觉得需要盖一个加工房。三哥，你的想法非常正确，没加工房做不到，咱们现在就是急需要盖一个加工房。那盖哪儿合适呢？盖哪里都得通过李正。那就盖大伯和二伯屋边的树林那里，把前面这块地也要了，后面靠山，前面左右有我们三家人住的近，也不怕有人捣乱。还是妹妹聪明，我咋没想到这儿啊？把树林圈起来，足足有好几亩地了。你们在家里看家，我去与李正说。好吧，爹地去更合适。几个小伙伴们又围了上来，满是期待的眼神等着他讲故事。你们自己坐着玩，我要画一个图。妹妹，要不还是盖一间屋子，准备用来守夜的人住。要是你说的辣椒酱卖得好，我担心隔壁村的人会来偷。对，还是三哥想的周全，人心难测，得防着点儿。等加工房建好，把大黄带进去帮着看。大黄像是知道在说他还摇了摇尾巴，算是回应了。沈继贤刚与李正提起加工房的事儿，李正就问他看上哪儿了。最后李正听说是树林和前面的那块地。那树林算是荒山，又没有多少，你们沈家带着全村的人发财，那树林不需要给银钱。还有啊，你旁边那块地是你二哥家的吧？这个你们自己做主就成了，村里也不会收银子的，那是你们兄弟之间的事儿。沈继贤谢过李正离开后，段秀兰说他有事儿回娘家一趟。刚一进家门，段赖子劈头盖脸地骂他道：“你这个死妮子，这小龙虾那么值钱，为何不早点回家来通风报信？害得那晚我差点被梧桐村的人撞见。你个死鬼，女儿刚回来，你吵什么吵？秀兰呀，你看你妹妹的婚事又如此艰难，昨天你姑母把她送了回来，她说在他们村没有合适的对象安置秀珠，你妹都16、17岁的人了，再嫁不出去，那就成了老姑娘了。娘，你别哭了，大不了我做姑子去。秀兰呀，你爹当年把你塞进梧桐村，用心良苦，现在妹妹婚事困难，你当姐姐的是不是该帮着牵个线、搭个桥啥的？娘，我也不知道如何帮呀，连公公和婆婆一提起爹爹就没好脸色，村里其他的人就爹一天干的那些事儿，傻子才会与咱家结亲的，都别想了，我自己去县城找大户人家做奴婢去，好歹还能挣2个银子补贴家用，以后爹就别再去干偷鸡摸狗的缺德事儿了。这个死妮子咋不被你劈死呢？有这么埋汰你爹的吗？秀珠，你去隔壁哥嫂家。段秀珠用手捂住脸，低头跑了出去。闺女，你看吧，这日子没法过了，你给你妹妹找一个去处吧。这10里8村的，就属沈家的儿子最多，要不你就在他们家寻摸寻摸。娘，沈家人的眼光高着呢，现在他们家族有了苏丫头，那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今天沈先生还来找公公谈修加工房的事了。沈家大房那小儿子不小了，和你妹挺合适的，回去让你公公出面保这个媒，一定成。你3张纸画1张脸，好大的面子。算，当家的你别为难秀兰了，亲家公肯定不会听咱们的，这事还得从长计议。秀兰，你看咱家都是穷害的，要是有钱，你爹也不至于那样。既然沈家要建加工房，是不是需要找人做工呀？对呀，现在村里好几个婆子都在沈家做工，20文一天呢。听说天气热，他们还另外加了10文。那让你妹妹跟你回梧桐村，你把她也弄去帮工，这一来二去的，说不定你妹妹手脚勤快，就被沈家人看上了呢。你娘这话有道理，你妹妹又不丑，就是脾气倔了点，肯定能入得了沈家人的眼。那好吧，大牛的大哥没和我们住一个院子，家里有空屋子，我呀这就把秀珠带回去。段秀兰觉得这样甚好，她赶紧走了出去，站在院里朝隔壁大声喊道：“小珠，快回来，姐和你商量个事儿。”她走到院外，还是站在门口磨蹭了一会儿，才往里走。爹不会打你了，快进屋收拾几件换洗衣物，跟我去梧桐村。跟你去梧桐村干什么呀？帮你家收谷子呀？这还没到季节呢。收谷子有你姐夫和他哥，用不着你去。娘让你跟我去梧桐村挣银子，1天30文，你挣不挣？真的？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啊？那我就不去县城做奴婢了。不对啊，你们是不是又整什么幺蛾子呀？梧桐村这么近，我可以早上去，晚上回来呀。妹妹，你去姨母家耍了一段时间，你不知道最近村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段秀兰急中生智，她把那一晚碰到了会飞的黑衣人的事儿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段秀珠也彻底打消了心里的疑云。
看着姐妹俩远去的背影，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你看沈家那生的闺女，你再看看咱们家的。老婆子，你说我们若把沈家那闺女偷来，那咱家不就发财了？你个死鬼，你想啥呢？咱们俩村离得那么近，你早上偷来，不到晚上沈家人就能发现了。咱们偷来又不是自己养，那么能赚钱的女娃，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偷来后，咱们走水路，保证沈家找不着。哎呦喂，当家的还是你聪明呀！可这船咱们没有啊。哎呀，这还不容易？你去下河村租一艘渔船，他们村打鱼的多，然后你去把那小姑娘骗出来，由我带去河边，顺着大河往南走。你去南山镇卖？南山镇太近了。哎，我听我爹说过，村外这条大河是南北贯通的，上可以绕去东邻国，往南走可以去往南疆。你别绕弯子，你就说你打算弄哪里去卖？段赖子瞅了一眼自家婆娘已经开始花白的头发，心里顿时改变了刚才想带着婆娘一起去南疆的想法。总之，你给我准备足够的银子，至于去哪，你一个富大人家就别问那么多，你知道的越少越好。前一刻两口子还商量的兴致勃勃，后一刻就横眉竖眼的，弄得段秀兰的娘一头雾水。家里的银子都别动啊，等你把沈家那闺女哄出来了，我马上就。九珠也去了梧桐村，最近你多去梧桐村转悠转悠，找准机会就下手。段赖子说完就往床上一躺，嘴里哼哼唧唧的哼着小曲儿，做着自己的黄粱美梦。杜家村里，杜文秀的娘见到女儿回来，又喝了2次药后，明显精神多了。同村的妇人们听到杜文秀回娘家的消息，那些家有女儿的杜家婶娘们都纷纷提着鸡蛋来看杜文秀的娘。文秀啊，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那得在家多住几日。杜文秀看了一眼她的娘，见她和几位婶子聊得热火朝天，一点都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的模样。不住了，我家云芝晚些时候忙空了，就会过来接我。婶子们都夸赞李氏找了一个好女婿，都道他是个有福之人。我哪里来的福？我家文秀嫁到他们沈家，一举得男，沈家人屁都没有一个。这一胎你还生不出闺女，你婆婆会不会嫌弃你哦？杜文秀轻轻抚平着平扁的小腹，娘，这胎肯定是闺女，我怀第一个就爱吃酸的，这一胎呀，我爱吃辣的，就我家小叔子煮的小龙虾，我可以吃一大盆呢。文秀他娘，说起这小龙虾，那可是沈家闺女发现可以吃的。今天镇上2个大东家还给了他2000两银子买走了方子呢。婶子，你怕不是听错了吧？哪有一个方子能卖那么多钱的？就是，药方子能救人命，也卖不上那天价呀！真的，不信你问问他们。我们今天都去赶集了，县令大人都要入伙你们沈家那啥苏丫头啊，对，就是苏丫头的生意。文秀呀，你家婆婆和公公对那3房家的小闺女比亲生的都好，有没有这回事啊？这话不假，不光我们这3房人，就是沈氏家族的其他人都稀罕她呀，跟个宝贝疙瘩似的。文秀啊，我们觉得你夫君家这样挺好的。你看咱们杜家闺女生得多，哪一个媳妇没遭婆婆的白眼？那位婶子说，还瞅了瞅礼物。大嫂，你别看老太婆没在家，一看我生病了，就去隔壁了。文秀，你夫家儿子多，你帮着把杜家未出阁的妹妹们都介绍去你们沈家吧。对呀，在沈家你也有人照应，不会受欺负。我回去问问吧，看看还有谁家的男孩没议亲。你的2个小叔子都没有议亲吧？还有3房的那个大儿子，我看着就不错，把他介绍给我家丫头可好？我那云峰堂弟呀，你们就别想了，别说咱们杜家闺女，就是这10里8村的，我还没觉得有谁配得上她。孩子他婶，你们的意思文秀他知道了，下次回来再给大家答复。我周身都不舒服，我就不留你们久坐了。娘，我去给你热药。文秀娘，你好生歇着，若有事儿就叫四丫头过来知会一声，咱们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的。片刻后，李氏腾地站了起来，他走进厨房，拉起正准备生火的杜文秀。你给我听着，你三叔家那大儿子是你们村长的最俊的，你可别真去介绍给了他们。娘，我又不傻，沈元峰气质不凡，恐怕一般女子都入不了他的眼。谁说的？四丫头，你可回来了，你们东家好不容易放你们回来一趟，能不能多陪娘亲几天呀？大姐，你可回来了，是不是家里谁生病了？刚才你们怎么说那沈云峰眼光高得很呢？是娘昨天出去干活，天太热了，没忍住喝了一碗冷水，结果就不舒服了。你爹抓了药回来熬，我喝了已经好多了。爹呢？地里干活去了，他去把红番椒摘回来，等你姐夫来了就带回梧桐村，免得我再跑一趟。大姐，你看我这裙子怎么样？漂亮吗？漂亮。这是我用师傅剩下的细棉布和绸布条拼的，穿着比粗布衣服舒服多了。等几天我也给你拼一条。姐是妇人了，不适合穿这么显眼的裙子。姐，你妹妹我也不差呀，你为何说沈云峰谁也看不上？云峰堂弟这个人呢，不太与人亲近，他的亲事我们也做不了主。
不，偏不，我就是看上他了。姐，这事儿你可得帮我，咱们才是一家人。哎呀，四妹啊，不是姐不帮你，是我在沈家真插不上话。杜文秀向外张望，他希望云芝早一点过来接他。姐，我请了1天的假，要不你跟我去梧桐村住一晚吧，我明天晚一点回绣房去。四妹啊，我觉得你二姐家那个表弟都不错，人又憨厚老实。老实有什么用？能当饭吃，越老实越穷。我觉得你四妹说的话是对的。你看我们村哪一家穷的不是老实巴交的人？我也觉得咱们文雪能配得上你那堂弟。姐，你若帮我嫁到你三叔家，他家那么多银子，爹娘的日子也会好过很多，祖母也会少给娘亲几个白眼。你妹说的对，你妹妹若嫁好了，你祖母也会少给我几个白眼，也不会骂我晋升赔钱货了。别说了，行吧，你去住一晚可以，家里没多的屋子，你就和我睡，我让你姐夫去和娃睡。杜文雪见大姐点头，脸上露出一抹得逞的微笑。母女三人又说了一会儿话，杜文秀的爹才背着一大背篓番椒回来。杜老汉看着红艳艳的番椒，说道：“哎呀，还好今年做了不少，能多卖不少钱了。”杜文雪看了一眼番椒，又看向杜文秀：“姐，既然都是一家人，你们把番椒买去做调料，何不把做调料的方子交给咱爹？咱们不是也可以做了去卖钱了？”哎，文雪，别瞎说啊！就是方子给我，我也未必做得出来。这是说出去惹人笑话啊！可别再说。瞧你这点出息，沈家若把方子交给我，我就是不睡觉也要把它做出来。娘，你问大姐要方子，说不定咱们也可以把方子拿出去卖一个大价钱。当家的，屋里有热水，你进去喝一点。文秀，你倒是说说这番椒的做法，娘也试试能不能做成。娘，不是我不告诉你，是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咋做的。我有了身子后呀，婆婆都没让我干过活，家里的事儿都是云芝和我公公在做。大姐，你是姓杜，别那么死心眼儿，我们也不会说出去的。我真的不知道啊，那味道闻着就呛人，是在二叔家做的。我只知道云芝买了不少盐回来啊，还有粗陶瓷坛子。娘，那咱家也用粗陶瓷坛子试试，反正家里有，我今晚就去瞅一瞅。我看明天回来教你。好，娘听你的，沈家都发达了，咱们家也能，还是死丫头聪明。李氏看天色不早，他问杜文秀：“云芝还有多久来接你？要不你就吃了晚饭再回去。”娘，文秀，四妹也在家，我来接文秀回去。他看到屋檐下那一大背篓的番椒，岳父呢？这番椒啊，我带回去。我今天身上的银子都买了盐了，回头我再补上。都是一家人，说什么钱不钱的，只是这番椒味道不错，我和文秀的爹都喜欢吃，可就是不会做。娘，那没啥，等第一批做成了，我给您和岳父送2坛子过来。还是我大女婿孝顺，我去给岳父打声招呼。送2坛子总有吃完的时候，还是自己会做才好。文雪，别为难你姐夫，他也不知道。沈云芝去后院见过了岳父，沈云芝回到堂屋，他又向李氏告辞道：“娘，我今天就先回去了，家里活太多了，改天我带文虎来看你。”李氏看着沈云芝端起背篓就朝外面走去。你妹妹的事儿你做不了主，难道还不知道帮着敲一敲边鼓，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还用我说？大姐，走吧。四妹不用送，你回去吧，外面这会儿啊还是挺热的。直到杜文雪也坐上了骡车，沈云芝才知道这小姨子不是送他们的，车上有盐，又多了一个人。沈云芝心疼骡子，她就没有坐上去。她走到前面，牵着骡子慢慢的往前走。杜文雪看得心急，她还想借乘凉的机会去沈云峰家串个门啥的。就这样慢悠悠的走，那她的心思不就白费了？姐夫，你咋不坐上来呢？坐上来把骡子赶快一点，天黑之前就到梧桐村了。今天骡子很累了，我带着他走，晚一点回去也没什么。梧桐村里，沈云苏好不容易把几个小伙伴忽悠走了，他趁家人不注意的时候，就溜进屋檐后，一闪身就进了空间。空间里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株绿油油的苗子。我的个神，这也太快了！照这速度，要不了1年，这些药材也许就能采摘了。他又瞅了一眼黑土地里的一角的人参，好像又长高了一些，生金草也越来越茂盛。沈云苏急急忙忙地摘了2片生金草的叶子，就出来空间，就直奔二伯家去了。村里帮工的人都回家去了，只有二伯和二伯娘忙着收拾已经晒好的香料。阿伯，看我给你送什么来了。苏儿，屋里去，这里的味道大，别呛着了啊。对，快屋里去，二伯娘把香料收完就去陪你。你看今天又收了不少。沈介林进屋后，接过沈云苏手里的生金草，就放进嘴里咀嚼片刻后，然后又喝了一点水。苏儿，你又去山上了，你千万别一个人去啊，那样太危险了。阿伯放心，我没上山，这是我悄悄种的一棵，别与其他人说，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哎，
宝宝太难了。沈继林去厨房洗了几个金苹果出来，端到沈元苏面前。苏儿，吃苹果还没熟透呢，不过呀，也可以吃了。再不吃啊，就要被村里的几个小孩霍霍完了。沈元苏拿了一个，秀气的咬了一口。二伯，别去摘了，我让狗蛋他们都别摘了，熟透了的时候再摘了分给大家。好，二伯听你的，我不去摘了。我感觉我的脚啊好一些了，你看我都能爬树了。我感觉这只脚啊热乎乎的，不再像以前那种麻木的感觉。沈元苏知道这是筋脉在开始恢复了，如果有银针再扎针配合治疗，恢复起来更快。苏儿，咱们村的人好多都去山上找香料了，今天收了100多斤呢。就是南山脚下的村民都把香料送过来了，还有你爹过来与我说了你计划加工房的事儿。我觉得很好，我这院子呀还太小了，再过一段时间送番椒的多了，我就装不下了。苏儿，组建加工房那块地，二伯娘送给你，你二伯以后管加工房就够他忙了，以后也不做那么多地了，这样对他的脚恢复也好。那不能白拿，那就把那块土算进筹入股，年底分红多一些。苏儿，二伯不要，你二伯还年轻，还能挣啊。二伯娘，别推辞，等云珠哥哥从东陵回来，还要给我娶一个俊俏嫂子呢，这些都是要花钱的。苏儿，苏儿，有你真好。二伯，今天中午的香料煮肉好吃吗？味道怎么样？好吃。哎呀，太好吃！我尝了一片猪耳朵，那种香糯无法用语言形容。对，又香又糯，我尝的猪蹄子。所以呀，二伯和二伯娘别那么省，过一段时间咱们把香料煮肉的方子取个名再卖出去。还是苏儿会想办法，可取个什么名好呢？这道菜主要是熬卤水，那就叫卤肉比较合适。好，就卤肉，一听就馋人。妹妹，原来你在二伯家来了呀，我刚才去大伯家找你了。沈云星快步走了进来。二伯娘，我带妹妹回去了，娘亲找她了。走了几步，沈云星又回头道：建加工房，大伯明天就找人开始动工，争取半个月就建好。二伯，你关好院门，别让人随便进来。沈继林知道做番椒这个方子太简单，很容易就能被人看了去。过来干活的人只负责洗和剁，加盐和装进坛子，再到最后用香油密封，都是他亲自动手。沈云墨晚饭去了大伯家吃饭，沈云清把给他们留的肉做成了红烧肉，沈云墨和沈文虎吃得满嘴都泛油光。还是小姑姑心疼我，给我留了这么多红烧肉。沈云墨心里暗道，妹妹是知道他喜欢吃红烧肉，才让云清给他们做的。他是文虎的长辈，他才不会去与他打嘴仗。太好吃了，若是不怕撑坏了，我还想再吃几个土豆。原来土豆还能这么煮，我小姑姑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灶王爷。灶王爷是男的，灶王爷的孙女不可以吗？门外有骡车响起的声音传来，沈文虎起身就跑向外面。爹娘，你们可回来了，快进屋吃饭。三叔做的红烧肉和土豆可香了，只是红烧肉被我和云墨叔叔吃完了。文虎，你这个小东西都不认识小姨了。小姨好，乖，又长高了不少。四姑娘来了，快进屋吃饭。大哥大嫂，快洗手吃饭，娘给你们炖的猪蹄汤。他又看向沈云墨，文虎吃饭狼吞虎咽，早吃完了。沈云墨吃饭慢条斯理，姿态优雅。沈云清觉得堂弟就是吃红薯稀饭都是那么耐看。沈云墨轻轻地放下碗筷，站起身，准备把碗筷拿去厨房洗了。墨儿，你去看书，大伯母可不能让你洗碗。咱们云墨这手比大姑娘的手都好看，将来是要用来写奏折的。祖母，你咋不说小叔叔还能绣花呢？大伯母过奖了，我可不敢指望蟾宫折桂，先考过童生，以后能考个秀才就行了。杜文雪不着声地打量着沈云墨，他暗道云墨和他大哥越来越像了，只是这弟弟一身的书卷气。你是云墨，就是云峰哥哥的二弟吧？沈云清心想，春天的时候才见过，这不是明知故问啊！大嫂这妹妹这是唱的哪出戏啊？杜家姐姐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咱们不久前才见过面的吧？云墨，等等我今晚上你家去。杜文雪看着两人走远，他翻了一个白眼儿。咱又不吃人，好什么？四姑娘，别看了，快来吃饭。那俩孩子脸皮薄，这是说我脸皮厚。王氏暗自猜测，这杜四姑娘莫不是看上云峰了，还是看上云清了？不过年也不过节的，以前也没这些时候来梧桐村住过。他看向刚端起碗的大儿媳杜文秀，杜文秀连忙垂眸，婆婆这眼神分明是起了疑心了。娘，咋没看见我爹呢？你爹到你三叔家商量修建加工房的事情去了。那我等会儿也过去看看。说着就埋头吃饭。杜文雪不声不响的也闷头吃饭，她得抓紧时间找机会也跟去。姐姐家的饭菜太好吃了。沈云苏回家吃了晚饭后，就看大哥哥在忙着给她铺床，粉红色的蚊帐，凉爽芦苇席，连枕头都是芦苇做的。大哥哥，你真会买，我好喜欢。喜欢就好。老板说呀，
这个睡着凉快，我就买了试试。我还给爹和娘也买了的。你是不是没有给你们买？我们床上的枕头还能用，暂时不买了。哎，哥哥，明天你去买，别省钱，挣钱不就是来花的吗？等凉快一点，卤肉房子也可以卖出去了。苏儿，你说的卤肉是不是中午吃的那个？是呀，我就叫它卤肉。妹妹，卤肉的水我放井里冰镇着呢，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可能不能用了。哎，我爹呢？娘不是说她过来商量修建加工房的事来了吗？大伯去村里请人去了，妹妹说修建了加工房就翻修祠堂，大伯过去与三曾祖说一说，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沈云峰的话音未落，门外响起了高盛的喊声。沈云峰快步迎了出去。师傅，快进屋喝杯茶。沈继贤也带着小闺女跟着迎了出去。高师傅，快屋里请。高盛笑容满面地走进了堂屋，后面跟着方文龙，还有一个像小尾巴似的躲在后面的少爷。几人落座后，高盛不让沈云峰去倒茶，他说有几句话说了就走。顾离生坐在高盛身边，还有几分心虚的看向沈云苏。学武的是作罢，学艺甚好。沈云苏看他憋屈又倔强的小眼神儿，他差点笑喷。还没等沈云苏笑出来，顾离生凉凉的来一句：剩下2个先欠着。一屋子的人除了高盛和方文龙，其他的人都听得云里雾里。小闺女欠这少爷什么了？这黑心肝的少爷是不是骗宝贝妹妹什么了？屋里的气氛顿时凝结。顾离生不经意的扫了一眼屋里的人，顾离生心里顿时一慌，他这是捅了沈家马蜂窝了？大家别误会啊，小孩子家打赌玩的。沈先生，你看我们也认识了几年了，小苏苏天资聪颖，我想收她为徒，不知道你意下如何？沈继贤没有急着回答，他目光投向小闺女。孩子他娘等一会儿就……只要苏儿愿意学，我没意见。好，那我就拜方叔叔为师傅。说着就要跪下磕头。云峰，小苏苏，繁文缛节呀，咱们就免了。你们是师徒，也是亲人。你这师傅给小苏苏准备的东西呢？在这里，我早就选好了。说着，双手恭敬地递上一个布包，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方府医拜师傅呢。哇，银针包，谢谢师傅，你的礼物我以后再补上。他抱着银针包，高兴地真想原地转几圈。小苏苏高兴就好，礼物你就别准备了。我的礼物师傅会喜欢的。一家人看着小苏苏高兴，他们也跟着高兴。高兴过后才反应过来，苏儿是被方师傅追着拜师的。高盛几人离开后，沈云清又给大家汇报了他们去迎四方的情况。迎四方的穆老板还让沈云清回梧桐村帮着订购土豆。安排好第2天的事儿后，沈云清拉起沈云星就往外走。哥哥，你们要去哪里？我去看看大伯找的人齐了没有，肉不够还要去邻村去找呢。妹妹别出来了，我们等一会儿就回来，今晚我和云星睡。沈云清说完，拉着云星就往村里走去。院外一个人影鬼鬼祟祟的来回晃悠，不是别人，正是杜文雪。2个人影也从通往村里的竹林路上冒了出来，还没走近，就见杜文雪在外面晃悠。沈先生在家吗？还没等院里回应，段秀兰就看到了屋檐下的小身影。他又喊道：苏丫头，我是大牛媳妇，我想请你帮个忙，可以吗？沈云峰停下手里的活，走到院门口问道：嫂子有啥事儿需要帮忙的吗？云峰老弟啊，是这样的，我娘家妹子想过来找活干，你帮我给你二伯说一说。嫂子，你回去吧，明天呢，你们直接去二伯家就可以了，这几天正需要人手。杜文雪在一旁听得一愣一愣的，邻村的姑娘都过来找活干，这梧桐村都成了香饽饽了，那她还有什么机会？云峰哥哥，你们真的还需要人吗？我也想来，可以吗？沈云峰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问话的人是谁，他淡淡的说道：有啥事儿你去找云之哥问就行，事情都是他和二伯在管。夜幕下，段秀兰瞅了杜文雪一眼，嘴角露出一抹讥笑，拉着她妹妹就回去了。不明所以的段秀珠连声惊叹：哎呀，想不到沈家活这么多呀，以后邻村的人都要过来挣钱了。你以为都像你这猪脑子，满脑壳都是挣钱，人家嫁进沈家了，还用想着挣那2个钱？姐，你说刚才那人和沈家的谁定亲了？你傻不傻呀？别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定亲是迟早的事。别人定没定亲，远得了水，近得了月的，关我屁事儿。段秀珠无视她姐姐的啰嗦，自顾自地往回走。她只想挣钱，其他的事儿都放一边，有了钱就是做姑子也有肉吃。杜文雪见沈云峰没有开院门请她进去的意思，她看着屋檐下的那团小身影喊道：你就是苏妹妹吧？好久没见你了，又长高了呀。大哥哥，外面的姐姐眼睛太厉害了，我坐着她都看出来我长高了。沈云峰摇头轻笑，自己家的妹妹太聪明了。外面的姐姐请回吧，我是小孩子，得早点睡觉，不然长不高了。
沈云苏说完就往屋里走去。杜文雪见没人搭理他，他只好悻悻而归。等他的身影消失在院外，沈云清才拉着沈云星从竹林里走了出来。云清哥，你不喜欢他呀？你还是小孩子，懂什么喜欢不喜欢？别乱说。我不小了，我懂。你怕他才躲我家来，今晚咱俩打地铺。皇宫里，今晚顾慕辰没有去后宫，海公公正把收集到的信息禀报给皇上。皇上，今天只有宇文丞相去过交房殿，而时间正好是你在御书房召见关御史的时候。你以后盯着皇后一点，别让她进御书房半步。明天你来宣旨。第二天，皇后还在交房殿里等着后宫嫔妃们的请安，结果等来的是皇上宣布撤销京都大营，让金武卫暂时接管的消息。杜文雪一大早起来就在沈云苏家外面溜达，她听姐姐说沈云峰早上在院里练功，而她把沈云苏家院子都找遍了，也不见沈云峰的身影，她就往村里走去瞎溜达。她刚走到竹林深处，就听见隐约有练武的吼声，她按耐住内心的狂喜，循着哼哼哈哈的声音找了过去。今天就到这里吧，明早继续。哎呦，可累死了我了。起来回家吃饭了，吃个饭去找小姑姑问问，今天是不是要上山？不是说下了雨才上山的吗？你去催什么催？那也得去，咱们还要顾着喂小鸟呢。等，狗蛋你放手，我周身都疼。大家再坚持几天，习惯了就不疼了，还会感觉一身轻松呢。云峰哥哥，你们在这里呀？哎呦喂，你咋流了这么多汗？快擦一擦。多谢杜姑娘好意，男女有别，授受不亲，还请。哎，我也擦一擦。沈长生一把拽过杜文雪悬在手里的手帕，沈长生擦了后又递给沈思胖，快，也擦一擦啊！小姐姐的手帕可香了。杜文雪气得脸色铁青，又碍于面子不好发作。沈云峰大步流星地朝家走去。杜文雪见沈云峰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手帕都来不及要，就跟着追了上去。哎，小姐姐，还你的手帕。他追了10几米远，当他追到路口时，哪里还有那健壮飘逸的身影？他只得回过头去拿自己的手帕。不好意思，给小姐姐擦脏了。没关系，我回去洗了就是。杜文雪见自己成不了事儿，她回去把杜文秀拉到屋里，压低声音说道：大姐，他很守君子之礼，我找他说话他都不搭理我，要不你去说媒？我与你说过呀，他性格清冷，除了家里人，对其他人那都是如此的，他就是对我都是客气又疏离的。姐，知道他有什么喜好，我们换一个方式接近他，我就不信他不会喜欢我。他呀，最喜欢他妹妹，连去大宅子帮工他都经常带着呢。要不你等会儿跟我去三叔家坐一会儿，我找个借口去他家一趟。素娘收拾完了后，就在院里整理她采摘的草药。沈云苏今天让娘亲帮她扎了一个丸子头。沈云苏摸了摸，这不还是双压剂吗？好吧，双丸子。娘亲，去师傅那里学习去了，我中午回来。她还没走出院门，杜文秀就带着她妹妹堵在了院门口。哎，小苏妹妹，你这是要上哪儿去了？小苏妹妹真可爱。文秀，快进来，就说准备好了给你们送过去呢。沈云苏一脸无害地看了杜文雪一眼。方府一收我为徒了，我今天第一天去学习，不能迟到了。说着，他就往外面走去。小苏妹妹，姐姐送你去可好？杜姐姐，这条路我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哪里还需要人送？杜文雪目送沈云苏走远，她落落大方地跟着姐姐进了院里。她忍不住偷偷打量沈云峰的娘亲，肌肤如雪，还是那么风姿超约。她刚伸手想去帮忙，别动，这还没有配好，你坐一会儿，马上就好。杜文秀缩回手搓了搓，又和妹妹对视一眼。她见素娘低头把弄着草药，她壮着胆子问道：三婶，云峰不小了，是该到了议亲的年纪了吧？不急，他还小，等他到20了再说。他若是遇到他心仪的姑娘，他自然会与我说。不是三婶，我们这里传统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像我和云芝不也是媒婆保的媒吗？我和你三叔没有媒婆，缘分天注定。试探无果的姐妹俩只得铩羽而归。两人路过沈家二伯院外时，姐，你忘了还有重要的事没做呢，走，咱们进去看看。杜文雪走进院里，就见院里堆着像小山堆的番椒，只见几个妇人和姑娘们在清理辣椒。嗨，你不就是昨晚在沈先生家外面的姑娘吗？你也要来做工啊？这是我娘家四妹，她过来玩的。大家都各忙各的，万秀珠也不再搭理她。姐妹俩看了一会儿，也看不出个所以然，两人转身离开。杜文雪凑近姐姐耳边，压低声音说道：姐，看出来了。怎么可能呀？咱们就看到洗、晾、剁，后面的工序肯定藏在那偏房里。盘子做啥的？那肯定是用来装剁好的辣椒的。姐夫买那么多盐回来干啥？放剁好的辣椒里就成辣椒酱了。对，这么简单的工序，那肯定得藏着了，让人一眼就看穿了，那不成人人都会做了？他们还怎么卖？那1斤辣椒放多少盐合适呢？
这个你就别管了，家里做过腌菜，娘肯定知道。杜文秀从衣袖里拿出一个荷包，这是你姐夫今早上拿的辣椒钱，我还添了50文，你带回去给娘。姐，那我的亲事？哎呀，这事儿急不得，他娘的态度你也看到了。杜文雪接过荷包，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回去了。她暗暗发誓，她要回去做出辣椒酱，让沈云峰对她刮目相看，然后她定会3媒6聘，风风光光的娶她进门。沈云苏迈着小短腿儿，一路不停歇的往大宅子奔去。哎呦喂，小苏苏，慢点走。老伯伯，师傅，我来晚了。不急，少爷呀，也刚才用了早膳。对，不急，咱们今天先背汤头歌。进去后，小苏苏慢慢学，我去伺候少爷冲了凉再过来。方文龙把昨晚一回来就默写出来的汤头歌拿了出来。沈云苏看着厚厚的一叠纸，上面还散发着墨香。方文龙揉了揉眼睛，从第1页开始教了起来。沈云苏只读了一遍，抬头看着方文龙微红的眼睛。师傅，你去补觉吧。没事，师傅不困。沈云苏合上书，摇头晃脑地背诵道：大青龙汤挂黄麻，病草石膏姜枣藏，太阳无汗兼烦躁，风寒凉解此为良。小苏苏，你我的个妈呀，你真是个小天才啊！师傅，你把注解讲一遍就去睡吧，记得住。好，为师可捡到宝了。方文龙详细地讲述了一遍注解。可听得懂注解意思？这也是风寒中其中的一部分。在方文龙的再三坚持下，一连看了3页，沈云苏都朗朗上口地背了一遍。师傅，汤头歌我抽空背，咱们还是学一学穴位吧。等一会儿少爷来了，我就可以试试手。咚当一声，在花厅外面响起，两人一抬头，就见顾离生手里的茶杯落在地上。我去换衣服。他怎么啦？我没惹他吧？你刚才说开始学穴位，少爷来了就可以打他。沈云苏看着顾离生仓皇而逃的背影，差点笑喷。这人真是的，不就是扎几针吗？有那么可怕吗？苏苏，外面有人找你，说是县太爷来村里了。我大哥哥在吗？和他一起回去看看。沈公子去镇上采买，还有一会儿再回来。沈云苏一咕噜站了起来。师傅，去休息，空了再过来，我先回去了。说着跟着秦钟往垂花门走去。当他一走出大宅子，门口几个小脑袋呼啦啦的又迎了上。小姑姑，县令大人来了，他去看你们正在建的加工房去了。老大，白掌柜也来了，他说翠微山庄在轩上找郎中。老大，100两银子呢，咱们去把它挣回来好不好？小姑姑，那坏人明天过后就会不药而愈，咱们是挣咋不挣？有钱不挣是傻子。他回头朝一脸懵的秦钟挥了挥手，带着几人往回走。山脚下的树林里，一双眼睛跟着沈云苏的脚步移动，不是别人，正是段秀兰的娘。沈云苏停下脚步，转头定定地看着周二宝。二宝，我记得你大舅是郎中，对吧？老大，你别逗了，我大舅就是跟着一个游医学了一点皮毛，我发烧的时候他都医治不了，他就会阉鸡，给村里的猪开个方子什么的，他都不算是个郎中。看你这憨批样，老大有让你大舅真去医治那坏蛋吗？咱们就是借他的名头而已。聪明，我就是这么打算的。咱们是小孩子，说了没人信，弄不好他们回过神来，猜到是咱们捣的鬼。老大，你带着周二宝去找他大舅，事成之后分10两银子给他，其余的你们4个人分。那不行，这是老大的功劳，老大也得一部分。对，老大也应该分。对，小姑姑应该分大头。我已经有2000两了，你们有吗？听我的，跟着我有肉吃。走，跟我回家拿解药去。他豪气的一挥手，昂首挺胸，大步往前走。好吧，听老大，但是只要老大需要钱时，咱们都必须倾囊相助。一个妇人抱头鼠窜地从树林里跑了出来，只听一阵嗡嗡的声音，一群蜜蜂追着那妇人跑。大家还没反应过来，那妇人哀嚎着，连滚带爬的，扑通一声就滚下田去了。蜜蜂掠过几人头顶，原路返回树林里去了。老大，快去看看是谁被蜜蜂蛰了。县令大人带人来买小龙虾做种虾，李征吩咐刘铁柱带了几个人去田里捞小龙虾。听到呼声，刘铁柱也围了上来。狗蛋儿看着在水里扑腾的妇人，他大声喊道：蜜蜂已经走了，你站起来就行了。疼死我了！刘铁柱跑来后，他跳下田，把一身泥水的妇人扶了上来。这不是大牛的丈母娘吗？你来乌东村干什么？这边没有你家的地方。他是从树林里跑出来的。他去咱们村的树林里干什么？后面围过来看发生了什么的人越来越多，段秀兰的娘就开溜。他无缘无故的来这里，肯定憋着坏心眼儿。大家以后提防着他2口子，2个缺德玩意儿。娘，你说的对，他在苏丫头家附近，肯定是想来偷东西。对，他肯定是想来偷银子的。偷银子躲小树林干嘛？众人七嘴八舌，说到最后都把目光看向沈云苏。小姑姑，他应该是冲着你来的，大家都知道你每天都会走这条路，他肯定是做拍花子了。
大家听着啊，以后只要段赖子两口来村里，大家都长个心眼儿，只要他不是去大牛家，就把他们轰出村去。吓死宝宝了！狗蛋儿和小伙伴们决定以后每天都去大宅子门口接小苏苏回家。不用，我以后每天都和大哥哥一起去，一起回。他就是做了拍花子也奈何不了我。那咱们只要一有空就来接你。别争了，走，回家拿解药。回了家，沈云苏拿了解药交给狗蛋儿。周二宝的舅舅家离梧桐村不远，周二宝还说快去快回。沈云苏又和沈长生、沈四胖去找县令大人溜达到哪里查看去，最后在李正家里找到了他们。沈云苏见大伯和爹爹都在。沈姑娘，咱们又见面了。白叔叔好，县令大人好。哎，为什么叫他叔叔？这不公平啊！沈云苏心想，就是我都喊白叔叔，你俩分得清吗？你看我给你带谁来了？随着白县令的手指去，就见4个须发花白的老人坐在李正旁边。沈云苏一脸茫然，他一个也不认识呀。这几个都是李正，他们的村民打算养小龙虾，他们是过来买种虾的。我们村的小龙虾要紧着镇上的2个酒楼，可能无法大量卖出种虾。不爱，我们先买一些，养到明年呢就会多了起来。我算过，可以分200斤种虾给他们。这个够了，我们一个村50斤先养着，这个繁殖快，大不了明年少卖一点。沈云苏给4位李正讲了他们梧桐村的管理模式，4位李正听得目瞪口呆，一个村被一个小女孩管理得井井有条，这太不可思议了。不到半个时辰，刘铁柱和村民就准备好了种虾，几位李正兴高采烈地分了种虾，付了银子，和白县令道了别就离开了。沈姑娘，咱们来说说去县城发展的事儿吧。白叔叔，你回县城先打探一番，如果有位置不错，租赁在1000两左右的铺子就行。主要是铺子要够大，咱们不走高端，就主打中端江湖菜，每月推出1个新菜就可以了。你们明天在镇上等着，云清哥哥会带着银子和你们一起回县城，以后县城的事情就交给你和云清哥哥了。哎呀，不是沈姑娘，你不去，那每月的新菜谱我如何也想不出来的呀。这不用急，等酒楼地址敲定，我会偶尔去一趟。如果小龙虾从梧桐村运进县城，会涉及到卡费，也就是税费。那没关系，县城菜的定价也会高一些，羊毛不会出在狗身上。沈丫头说的甚是有理。白掌柜看着小苏苏是越看越喜欢。狗蛋儿和周二宝不到50就到了他大舅家，两人说明来意，他大舅听得瞪大了眼，就只需要他去走一过场，就10两银子到手。在车上，狗蛋儿一再叮嘱二宝的大舅千万要端着，一定要少说话，要故作高深，千万别透露住址。骡车到了翠微山庄的大门口，看着威严雄伟的建筑，周二宝的大舅腿肚子都开始打颤了。二宝，这会不会被发现？我就是一个兽医呀！你只管说能治就成，真的能治，不会被打出来。祖传秘方，药到病除。干什么呢？哪里来的熊孩子？你知不知道你敲的是谁家的门？这可是郡主的别庄，快滚啊！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你们告示上说的人死了，你这孩子不会说人话就滚，严管家好着呢。你的意思是你们那病人好了，不要找郎中了？狗蛋儿见他和门房说不清楚，他3步并着2步走上前去。小哥你好，我看到你们山庄的告示，上面说了症状，恰好我师傅有治这方面的祖传秘方，所以才来问一问，你们府里那病人还需要医治吗？门房这才抬头看向台阶下，那里还站着一位年约40旬有余的人。我师傅就这方子医治好了上百人，今天我们恰好路过这里，也算咱们有缘。哎，你们且等一等，我进去通报一声。片刻后，小厮又跑了出来。郡主让你们进去试试，如果胆敢骗人，小心你们的狗腿。小厮走在前面，把几人带到了后罩房。3人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屋里的哼哼唧唧的声音，还有一股难闻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病人就在屋里，你们去吧。告示上说医治好了就有100两银子，这是真的？这时丁三带了2个小厮走了过来，他听到狗蛋的话，鄙夷的看了几人一眼。当然是真的，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今天呢，你们是第9个郎中了，那你们就准备好银子吧。你们告示上说他瘙痒难耐，我想他肯定已经抓破皮了。小厮和丁三对视一，这几人貌不惊人，难道还真能医好严管家？被他自己抓了的外伤，得养几天才会愈合。我师傅的祖传秘方，只需要服用1次，就可以药到病除，保证病人马上就不痒了。只要病人自己感觉药对症，我就带你们去账房领银子。师傅，里面请。一个乡野郎中，架子还挺大。进屋后，周二宝连忙取出脉诊，他把脉后收回脉诊，对狗蛋儿点了点头。
师傅，你的意思是他可以用咱们的祖传秘方？可以。那好，师傅您一边休息，徒儿来就成。狗蛋拿起桌上的茶壶，他把药粉倒在了一个白瓷杯里，他朝门外喊道：进来2个人帮忙。床上的严管家缓缓地睁开眼，嘴里停止了哼哼声，可他一醒，手又忍不住的往脖子、脸上、身上不停地挠了起来。见2人进来，狗蛋吩咐道：把这杯药水给他灌进去。俩小厮一人扶起严管家坐了起来，一人手拿杯子喂药。被病症折磨到难受的严管家咕嘟咕嘟几口就喝了个精光。不养了，不养了！我师傅的祖传秘方当然是药到病除了。严管家激动地去拉周二宝大舅的手，吓得他大舅差点坐在地上。对不起啊，吓着你们了。哎呀，这病太难受了。师傅，走吧，咱们领银子去。恭喜严管家终于康复了，还真是一件大好事啊！我马上就去禀报郡主。神医可否留下地址？万一我再犯病，去何处寻你们？还有，你们还没留下药方。我师傅的住址岂能随便说的？咱们是哪里有病人就去哪里。你都痊愈了，要什么方子？我师傅的祖传秘方是能随便给的。严管家还从来没被人如此的训斥过。谁让人家是神医徒弟呢？他只有老实的听着。这个给你泡澡用的。丁三带着狗蛋几人去账房领银子去了。出了翠微山庄，周二宝的大舅后背都被汗水湿透了。出来时走的大门，门外有一辆马车停在山庄大门口。狗蛋几人只匆匆看了一眼，就直径的往骡车上走去。上了骡车，狗蛋毫不客气地喊道：先送我们回梧桐村。周二宝大舅驾着骡车就往回走，他一眼都没敢回头看。大舅别怕，咱们完成任务了。那郡主家像是有客人来，咱们慢慢走。走了好远，周二宝大舅才心有余悸地说道：二宝，大舅没本事，没学到师傅的一成医术，可这骗人咱还是头一回，我这会儿脚还发软呢。大舅，咱们没骗人，那人不是已经好了吗？这不算骗人，那庄子里本就没有好人，尤其那郡主坏透了。狗蛋儿递了一锭10两的银子给周二宝，大舅拿好，今天的事回去谁也别说，你还是照常给乡亲们医猪和鸡。狗蛋，我今天才发现你真能唬人，你咋会那些规矩的？你傻呀，你没看到高管家就是那样恭敬的对少爷的？哎呀，我咋没想起这事儿？以后多学着点儿，老大以后要去县城，咱们得跟着伺候，不能让别人看出来咱们没规矩。周二宝连连称是。还有，你文不过沈长生，武不过我，你拿什么保护老大？明早练武你用心着点，别到时候老大不要你。我明天要好好练功，不怕累了，我还要学算账，我还要学煮饭，老大会用得上我的。刚才翠微山庄那辆马车不是别人，正是关御史夫妇2人已经到了翠微山庄。夫妇2人进了翠微山庄，还是先去拜见了郡主。郡主听闻关御史来拜见，心里的阴霾散去了一大半。他连忙吩咐人在凌雪阁的大厅做好准备接见关御史，又派了婢女去清风阁通知关卓君过来见他父母。匆匆看了一眼铜镜里的妆容，就带着一群婢女往大厅走去。关御史来干什么？最近京城发生了什么事？皇上知道了多少？二少爷今天在忙什么？派人悄悄过去打声招呼，卓君的爹娘来了，让他收敛着点。一切安排妥当，他才又向大厅走去。关御史夫妇见郡主在嬷嬷和婢女的簇拥下走了进来，2人连忙起身行礼。关大人呐，好久不见，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听闻我女儿卓君陪同郡主来了清河镇，臣父思女心切，就陪同夫君一起过来了。皇上命微臣去梧桐村看一看，听说前朝派了人守在那里，皇上就派微臣过去问明情况。皇上体谅贱内思女心切，特许他过来带着卓君陪同微臣一起去。皇上仁慈，这就是为什么我当年一心要辅佐他的原因。那是。爹娘，你们也来避暑来了。关卓君一进大厅，就中规中矩地向郡主行了礼，回转身就拉着娘亲的手，亲昵地说道：娘，别扰了祖母清静，您和爹去我院里歇着。关大人，你我2家是亲家，如果莫儿将来继承大统，这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我想你是个明白人。皇上英明神武，自有断绝，微臣人微言轻，做好分内事就行了，其他的事微臣无能为力趁天还早，我和贱内就带着卓儿去了。夫妇俩行了礼，退了出去。关卓君一头雾水，爹娘要带他去哪儿？他匆匆行了一礼，就向外面追去。卓君，祖母有事吩咐。卓君，时刻谨记，你是宇文家的媳妇，宇文家的兴衰都和你紧密联系到一起的。你爹固执不懂变通，你要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卓君醒的，祖母放心。好，你去吧，早去早回，记得多带几个人。说完，他又朝身边嬷嬷使了一个眼色。关卓君带着爹娘回了清风阁，关御史让玲珑去门口看着。
他一把拉过女儿，激动的胡须直抖。卓君，我的儿啊，皇上开恩，咱们可以跳出这火坑了。爹，皇上下旨让我们和离了。傻闺女，天家的面子多重要呀，哪里容得我们和离呀？皇上下旨让我死。说对了一半，死遁金蝉脱壳。若不是宇文家野心暴露，皇上不可能放我们一马。卧龙山地势险峻，听说山里有野兽出没。关御史说着，瞅了一眼外面，他凑近女儿耳边一阵低语。关卓君听得神采飞扬，频频点头。片刻后，他把玲珑喊了进来。关卓君看着一身薄裙的玲珑，乡下傍晚就降温了，多穿一件衣服在里面。小姐，傍晚的时候我们都回来了，我会在马车里备一套衣服。关卓君思忖了片刻，还是忍住没有与玲珑说他们的计划。在关卓君的坚持下，玲珑还是加了一件薄纱在里面，又带了一套衣裙备用。周氏看着女儿头上的金步摇，他平复了心情，点头道：对，别带他家的，晦气。夫人，去多久？带水囊吗？把屋里的2个水囊都带上，这天气热，乡下不好找水喝。关御史夫妇2人带着女儿走出大门，被眼前的情景惊得倒抽一口冷气。周氏看得心里拔凉拔凉的，就这阵势，他的卓君要如何脱身？娘，这是郡主不放心咱们的安全，特意派来保护咱们的吧？二少奶奶请，我等负责二少奶奶的安全。若你有什么闪失，郡主会拿我们试问。关御史冷哼一声，一甩衣袖往自家的马车走去。这分明就是监视他，什么负责安全一派胡言。关卓君让2婢女坐一个马车，他自己上了他爹娘的马车。他上了马车后，车夫就策马扬鞭，自顾自地往梧桐村奔去。不到一盏茶的功夫，他们就到了梧桐村。在村民的带领下，关御史第一个就到了李正家。在李正的陪同下，三叔公把他们祖辈如何被派到梧桐村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沈继德丢下手里的活儿赶过来，一听说是朝廷命官，他跪拜后连声叫屈：大人，您要为我们沈家主持公道，这老十字龙脉咱们早就不守了，反正我们也没拿过现在朝廷的俸禄，让皇上派人来山里转一圈，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藏没有。皇上派我来就是了解下，前朝的史册有提到过你们沈家这一支被发配梧桐村，可并没有详细记载缘由。大人明鉴，这里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我们真不知道前朝皇帝让我们祖辈守什么，都是家族出了败类，为了除去我们敌之，不知道与前朝皇上如何记得谗言。爹爹，我看他们说的不假，说有宝藏，他们何苦过这种紧巴巴的苦日子？这明显是被人糊弄的乌龙。不管如何，既然本官来了，就不会让你们不明不白的背着黑锅，不然有人觊觎这，又得拿你们沈家族人做文章了。关御史眼神向院里的那些侍卫瞥了一眼。大人英明，若这里真有宝藏或什么龙脉，我们早就上报朝廷，献给皇上。三叔公拿出族谱，指着上面的人名道：沈乔是我祖父，就是从他这一代过来的。史册上记载，当时的沈侍郎是被停职，原来是嫡系被他送来了。从记载分析，当时沈侍郎应该是因为什么触犯了天颜，具体什么就不得而知了。朝廷现在应该也有沈氏后人就职，如果要查起来也容易。我们这一支既然已经被除族谱了，我们也不打算再和京城的沈家人有任何牵扯。我们现在是地地道道的泥腿子，能惊动皇上的泥腿子可不多呀。弟弟，你看这里的景色真美。关卓君指了指外面，近处绿树成荫，远处连绵不断的山峰。再放眼远眺，卧龙山最高的那个山峰，半山腰上隐约还有云雾缭绕。这真是个好地方啊！都到这时候了，山腰上还有雾。李正和沈基德也跟着走了出去。那是卧龙山最高的山峰，名为狮子峰，从来没有人上去过呀。只要那山上雾气开始多，就说明这2天梧桐村会下雨。青山常绿如玉盘，攀天美景只一峰，太壮观了。卓儿既然喜欢，爹爹带你去山边转一转，我回去也好给皇上一个交代。好，听爹爹的，咱们去近处的山边看看，也不虚此行。妾身，你就在这里待着，我们去就回。我腿脚好，我带你们上去。我们送二少奶奶去。郡主家的小厮手未免伸得太长了吧？要不你去查看，再回京给皇上禀报。奴才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关心二少奶奶的安危。关卓君深深地看了周氏一眼，又看向那一干小厮打扮的侍卫，他冷冷地说道：你们就在这里保护我的娘亲，说我娘有什么闪失，我回去定让祖母惩罚你们。照顾好我娘，你与我同去。周氏垂眸，他不敢看女儿，他不知道这一别又是多久。你多带2个后生一起去。好，
好，我带铁柱他们一起去。李正叔放心，咱们呢又不会走多远。沈继德说着就往外面走去，关御史也紧跟了过去。郡主府的侍卫们面面相觑，这到底是跟上去还是不跟去呀？关卓君隐藏却眼里的不舍，他一语双关道：娘，你放心，我和爹爹有分寸，有危险的地方我们不去，我们定会平安的。说着深深地看了娘亲一眼，转身就跟了上去。玲珑也紧跟其后。周氏见女儿走远，他低头说道：我有些乏了，我去马车里坐一会儿。一行人路过刘铁柱家时，沈继德正要去喊人，关御史连忙拉住他道：沈兄不必去麻烦他们的，我带了随从的，咱们就只在近处的半山腰逛一圈。爹，你们慢慢来，我和玲珑去前面看看。主儿去吧，爹和沈族长慢慢来。关卓君路过顾离生住的大宅院，还停下脚步嘀咕道：真奇怪，这里居然还有如此华丽的宅子，或许是京城官员的别庄。你看这里风景如此秀美，偶尔来住也挺好的。关御史看着女儿三人的身影消失在前面的路口，他停下脚步，站在大宅子门口的榕树下，打量着那朱红色的大门。这一家也是经常来，人不错，我侄儿就在他家帮工。看这建筑，非富即贵的人家啊。走入树林后，关卓君看着热得快冒烟的玲珑道：这会儿你可以把外面这件衣服脱了。玲珑见走在前面的人，这不好吧？哈顺，你别回头。小姐，我在前面等你们。关卓君简短的给玲珑说了他要离开的计划，还问玲珑道：如果你不愿意离开，你这会儿下山去，让我娘带你回官府。小姐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小姐不会是不想要我了吧？我怎么会不要你？我去海州这一路很辛苦的，那里也没有京城繁华，我总得问问你的意愿吧。我就是看你比灵巧稳重，我才带你的。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撕呀？关卓君看了看郁郁葱葱的树林，再往里面走一段，坐下坐下。阿顺见两人跟了上来，他把手里拿着的鱼图收进了怀里。小姐，往这边走是出梧桐村的方向，再往前面走一段，然后再迂回右转。关卓君一边走一边做记号。小姐，要不让我一个人去前面布置？别分开，这里面容易走散。关卓君抬头看了看天，翻过一个小山头。关卓君把他们三人的衣服下摆撕碎，一路上放一点。刚走不远，就听到远处传来了几声低笑声。大树不好，有老虎。小姐，我们必须爬上那个树。别怕，老虎不会爬树，那大树树枝多，很好爬的。几人连滚带爬的到了树下，阿顺一点都没犹豫。小姐，你先上，我在后面推你。你们先爬，我腿软。阿顺，你把腰带解下来，绑在小姐腰上，你背着小姐上去。突然，身后的草丛中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仿佛是人的脚步声在靠近。你们是谁？为什么在这里？你是神仙吗？有老虎！素娘看着面前的三个人，一个小姐打扮，一个小厮，一个丫鬟，她梨窝荡漾，轻笑道：你们不会是私奔去吧？我们是为了躲一些人，才误闯进山林，迷路了。顺着这里过去右拐，翻一个小山头就可以出去。不过从这里到我家更近。你是梧桐村的人？素娘点了点头。关卓君见瞒不住，只好把他的身份和目的一五一十的讲了出来。求夫人别去报警告发我们，我们小姐好不容易逃出那狼窝。北冥皇室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些欺男霸女的禽兽。对，夫人说的是，他们都是坏人。你们要出村，走错了方向，若不是遇到我，你们或许会继续往山里面去了。跟我走吧，天黑后我找人送你们出村，保证神不知鬼不觉的。夫人，有老虎！他在对面山头，无碍。夫人如何称呼？承蒙相救，来日卓君定当报答今日的救命之恩。报恩就不必了，叫我素娘就行。素娘轻盈的脚步踩的树枝咔咔的响，阿顺走在最后，他不时的回头看，又用手里的树枝拨动地上的枯叶，把被踩得很明显的脚印儿掩盖起来。山下，关御史磨叽了好一会儿，才往山上走。走了好一阵，都不见御史千金的人影。沈继德越走越着急。关大人，不对呀，走了这么久，咋没有令千金的身影？马上天就要黑了，这山里不安全呐！哎呀，这如何是好？咱们回去叫上人上来找。沈继德不死心的朝树林里喊了几声。关大人，你也喊起嗓子呀！被沈继德一催，他随身的小厮连忙朝树林里喊了几声，依然没有人回应。快退出去，找人来！郡主府里，宇文湘君刚走到花园，就碰到一个侍卫，匆忙地向凌雪阁奔去。京城发生什么事？这是丞相大人的手信，快报与郡主，我在门房等着回信。宇文湘君接过信，看都没看，就快步地向前走去。凌雪阁外伺候的婢女见二少爷那行色匆匆的模样，他们只朝里面大声喊道：二少爷来了！祖母来信了。宇文湘君来不及行礼，就动手拆开了信封。你们下去。他伸手接过信，一目十行地瞄了一眼。我眼神不好，你念来听听。宇文湘君没想到祖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心里一紧，赶紧抓起来念了一遍。
祖母，这皇上他什么意思？让大哥回家等候，另行分配？怎么分配？他这是要削了我宇文家的权势呀！祖母，皇上这是在猜忌我们。若当年圣女为我们所用，今日我们也不会走入如此境地。你择日动身去南疆，去见一个人，让他必须再送一个圣女过来。祖母，这事若是被皇上查到痕迹，恐怕宇文家的后代从不认输，他不认，我也就不义了。我当年让南疆王送圣女过来和亲，只是看中他手里有控制人心的蛊毒，我并没有要取他性命的意思。祖母，远去南疆，何不派人把那逃跑的圣女找回来？传说南疆圣女驻颜有术，她现在也就30出头，听说还有倾城之姿，若能找回，送给姑姑顾宠，这不比找一个年轻的回来争宠来的强？我又何尝不知道能找到更好？我派出去那么多人，一丝痕迹都没查到，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别说他，就是他那几个侍女都不知去向。父皇不是说他功力尽失了的吗？难道北冥有人接应？宇文湘君也走过去，坐在桌边。不可能，他们是秘密送过来的，只有皇上和一些大臣知道，其他人并不知道。我想不明白的就是这，在北冥没有人接应，但是他就是凭空消失了。南疆那里我们派人过去打探过了，他并没有回去。祖母，你笃定再送一个圣女过来，就能为我们所用？所以我让你去找他呀。南疆王只要有一点好处就能收买，可是那人不同，他是……郡主一招手，宇文湘君把耳朵凑了过去，两人一阵交头接耳后，宇文湘君一脸惊愕：我明儿回京城一趟，你岳父岳母带着卓君去梧桐村了，我派了侍卫们跟着，你要不要跟过去看看？宇文湘君想起那惊鸿一瞥，他腾地站了起来。祖母说的对，今晚我们回来再谋划南疆之行。我先去梧桐村接卓君去，不能让岳父岳母寒了心。对，你可以宠着西院的那些人，可也要心有沟壑，顾全大局。南疆之行慢慢谋划，皇上那里还得我亲自进宫一趟。一走出凌雪阁，他高兴的都想跳了起来。他吩咐丁三去库房取出他已经准备好的礼品，又兴冲冲的回西院换了衣服。看着铜镜里风流倜傥的翩翩家公子，他满意的勾起嘴角。哟，少爷这满面春风的，这是要出门？爷有正事儿，别碍眼，一边待着去。爷带红绫出去吗？不该你问的别问，有这心思还不如去孝敬我祖母。说完拂袖而去。凌雪阁我都进不去，去进哪门子小？上了马车，他让车夫快马加鞭的朝梧桐村走去，直到夜幕降临，车夫抬头看着前方巍峨的大山，他回头喊道：少爷，前方就是梧桐树了，马上就到卧龙山脚下了。宇文湘君强按耐住内心的喜悦，向前方远眺，放眼望去，目及之处都是一片碧绿，别有一番风味。难怪能养出如此绝色，这美景堪比世外桃源呢。这时前方一人骑着马疾驰而来，那人和马快要走近，丁三连忙喊道：是府里的侍卫。转瞬间，那人也来到马车前，他也认出了是府里的马车，他连忙翻身下马。二少爷，二少奶奶出事了。他能出什么事啊？滚水田里去了。二少奶奶和关大人上山查看就不见了，大家这会儿正往山上去找呢。什么？关御史也不见了？若关御史在这儿出了事，他们宇文家更脱不了嫌疑了。二少奶奶带着玲珑姑娘，还有一个小厮是关大人带来，都不见人影了。听村民说山上有老虎，会不会遭遇不测了？这么说，我那岳父岳母无恙？关夫人已经哭晕在马车里了，关大人正带着村民上山寻找二少奶奶。少爷，您看这事儿需不需要回府禀报郡主啊？不用惊扰祖母，走去梧桐村看看。二爷，二少奶奶她不会真……你少爷我什么时候缺过女人了？京城多的是大家闺秀等着我挑。梧桐村有老人和孩子，还有一些妇人，他们站在李征家外面的坝子里，都望向对面的山上。多好的姑娘呀，那相貌也俊秀，那气度贤淑又端庄，但愿她平安下山吧。可惜这么好的姑娘被皇后指婚给了郡主那孙子，听说那二少爷是个浪荡玩意儿，真是造孽哟。村里的小伙子都去了，就不知道了是不是他们在山里迷路了。今天山里起雾比较早。下午时分，沈云苏去柴屋，拿了做好手把的镰刀和小锄头放进空间。他看着柴屋里的竹梯子，他拿不动梯子，就用小手抓住梯子。他想用意念把梯子移去空间，试了几次，梯子纹丝不动。我操，居然不能作弊！那小木屋肯定是班主任设计的。妹妹，你说什么？我们回来找你一会儿了，你躲在这里干嘛？没什么，我就说这梯子像班主的韧性那么好。班主太小，做不了梯子，这是男主做的。男主后又长，才能承受
人的重量。二哥，你别啰嗦了，妹妹什么都知道。知道还瞎说。沈云墨摇头回到堂屋，见爹娘和大哥都不在，他就去煮晚饭了。沈云苏和三哥逗小鸟，养了几天，小鸟越来越活泼了。突然，屋后面的脚步声渐渐走近，肯定是娘亲采药回来了。不对呀，不止一个人的脚步声。别说话，我过去看看。这条路从来都没有其他的人来过。苏儿、元儿，你们俩在这里干什么？素娘走在前面，看着鬼鬼祟祟的兄妹俩，问道：“他们是谁啊？”嘘，别声张，等天黑我们把他送走了，再慢慢的与你们细说。云儿，你在进屋去拿2个板凳过来，让他们在屋檐后坐着休息。你去柴屋门口守着，别让任何人进到后面来。我去拿些水过来，我去煮面。你们吃了晚饭，等天黑，我让人用骡车送你们走。关卓君伸手拔下头上的金钗，就塞进素娘手里。夫人的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请夫人留下这个俗物。相见即是有缘，关小姐不必如此。关卓君目送素娘走了出去，他看着粉雕玉琢的沈云苏道：“好可爱的小妹妹。”说着，他就要去解她身上的玉佩。姐姐，你别解，我不会收的。娘带你们从山上下来，定是你们遇到麻烦了。姐姐遇到坏人了，我得躲着他，不然姐姐这一生就白忙活了。那个坏人前2天还招惹了你们沈家人。你是说郡主？他的确是坏人。苏儿，你去把大哥哥喊回来。沈云苏迈着小短腿儿就向外面走去。他刚走到院门口，就听到大哥在院外喊道：“云墨、云星，把妹妹看着点，山上出事儿。”听到喊声的云墨和云星连忙跑了出来，素娘也从柴屋里出来了。哥，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你别问这么多了，你们把妹妹看好，有可能老虎又过这边山来了。我跟着大家去山上救人，你快进去，把院门关好。风儿，你进来，娘有话跟你说。云峰，你看好家里人，我带人上山去找关小姐。娘，连爹都去了，我得去看看才放心。听大伯说呀，关御史是个好官，他就是为了咱们沈家的事才来梧桐村的。他的闺女若有个3长2短，咱们也难心安呢。听娘的，你进来，我要说的就是这事。沈云峰进院里去了屋后的屋檐下，看着毫发无损的3个人，沈云峰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太好了，关小姐，你没事就好。你娘啊，都哭晕在马车里了。李正和我大伯都急疯了，你爹带着跟你们来的侍卫都上山去了。沈云峰说着就要转身去报信，素娘一把拉住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了一遍。关小姐放心，郡主和沈家的恩怨和你无关，你也是受害者。他抬头看了看天色，又回头看了几人那一身的狼狈样。等天色再晚一点，我亲自送你们去下游河边。大恩不言谢，这恩情我关家定会重重报答。关小姐不必客气，关大人也是为了沈家的事来的，他是个好官呢。你能逃出郡主府的火坑，我们都为你高兴。你们歇着，我去准备一下。沈云峰向几人点了点头，就转身离开了。你们自己倒水喝，我去煮面。大伯娘见他来赶骡车，问他这时候了还去哪儿。师傅让我去镇上跑个腿，晚上路不好走，骡车慢一点安全。大伯娘听闻是大宅子的事，就没有多问。他把骡车牵到院门口，见四下无人，连忙进屋喊道：“娘，我准备好了，可以出去了。”在夜幕的掩护下，3人上了骡车。沈云峰赶着骡车直奔邻村的下游，路太窄，骡车无法走到河边。他把骡车拴在田野里的树林边，他走前面，带着3人走过田埂去往河边。沈云峰见河边停着一艘小船，想必这就是关御史安排接应的人了。还不等走过去，一个人影从河边的草地上站了起来。小姐，是你吗？小姐，是阿宝的声音。小姐，咱们逃出来了，以后你就自由了，再也不用过那种憋屈日子了。祝关小姐一路顺风，你们快上船去吧。关卓君深深地朝沈云峰行了一礼。关小姐不必如此，举手之劳不足挂齿。关卓君快速地解下玉佩，如遇难事，你带着玉佩去官府找我爹娘，他们会尽全力帮你。还不等沈云峰推辞，他转身就朝船上走去。关卓君站在船头，朝沈云峰挥手道：“回去吧，给我爹娘带句话，我在海州等他们。你们家人若有机会来海州，到海州知州府来找我。”山上那些小厮打扮的侍卫离开村民的视线后，纷纷跃身而起，往树林的深处飞去。远处村民们的喊声此起彼伏。哎，你们等等，这里有衣服的碎布，这里也有，是二少奶奶的裙子布料。我这里也有，是玲珑裙子的布料，还有一块棉布料，像是关大人带来的那个小厮的。又有2个小厮从密林里飞奔而出，公鸭嗓手拿布条在鼻子下闻了闻，没有血腥味，或许是二少奶奶他们被荆棘刮破了衣裙。这山里也许不只有野兽，要是有传说中的野人，也可能把二少奶奶捉了去。一个侍卫说着，向四下张望，他仿佛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看着他们。突然，老虎的低笑声从远处传来，吓得公鸭嗓连忙喊道：“撤退！少奶奶肯定遭遇不测了！”哎呀，别进去了，再往前就有老虎。我们找到了二少奶奶裙子的碎布。什么？我看看，我闺女，这是我卓儿的衣服啊！关大人请节哀，咱们明天继续找。
关大人，请回吧。前面有老虎的叫声，不知道离我们究竟有多远。为了大家安全，还是先下山从长计议。众人见关御史泣不成声，沈继德让沈云之扶着他往回走。宇文湘军到的时候，就看到周氏红肿着双眼，他收敛起他的小心思，上前行礼问候后，跟李正家要了火把，就带着小厮往山上去了。少爷，那沈家咱们什么时候去拜访啊？今天是没法去了，真是晦气，把爷的计划都打乱。二爷，少奶奶没了，你多的是机会到梧桐村，明天也可以来啊。万一少奶奶真遭遇不测了，你还有借口来梧桐村祭拜啊。聪明，好好干，以后我出门办事儿就带你了。走到上山路上的岔路口时，三人隐约听到山上有喊声，贴身小厮还要往前继续走。宇文湘军喘着粗气道：咱们意思意思就行了，用不着真上山。少爷，你说这树林里有没有野兽啊？哎呀，都3个人了，老虎早就吃饱了。别怕，等山上的人下来，我们就回去。别闹，你们听，有人下来了。宇文湘军听到有脚步声向他们走来，他连忙往前面走。岳父在这儿，他还是得装一装着急关心的模样。见2个年轻小伙儿扶着关御史迎面走来，他快步跑了上去，急切地问道：岳父大人，卓君呢？他怎么没有一起下来？卓君他没了。卓君他一句话都没说完，身子一软就倒了下去。小厮和丁三连忙抱住他倒过来的身子。快来人，少爷晕了！他娘的，比我还能装！快掐人中！我刚失去女儿，可不能让丞相大人没儿子呀！沈云之把宇文湘军平放到草丛里，用大拇指使劲地往人中穴掐去，那力道之大，疼得宇文湘军差一点就蹦了起来。不麻烦你了，让少爷缓一缓就好了。几个侍卫扶起宇文湘军，就往一个高个子背上放去。看着那群侍卫健步如飞，关御史在后面喊道：你们快送2少爷回府，这里的事我自己能处理。沈云峰把骡车赶了回去，他见大伯和其他的人都没有回来，他就去大宅子外面的榕树下等候。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山上下来了一群人，直到那群人越来越近，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快放我下，太爹！少爷，咱们快点离开才好。你看那老匹夫，让人把你掐的上嘴唇都淤青了。你们说他是不是知道少爷撞晕，让人故意掐的？不会吧，他又不认识那村民。那泥腿子力气太大了，若不是我能忍，当场就露馅了。爱信不信，反正我宇文家不会为那蠢妇办丧事。二爷呀，回京城还真得给2少奶奶大办丧事才对，就是要让大家知道2少奶奶遇难了，别人也会说咱二爷重情义不是。沈云峰见那群人越走越近，他屏住呼吸，闪身躲在榕树后面。到了大宅子门口，侍卫把宇文湘军放了下来。他娘的，蛐蛐都差点钻我耳朵里去了。宇文湘军抬头看向大门，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少爷，快走，别看了，一个废人而已，他在这里碍不着事儿了。走，先回府。看着宇文湘军走远，沈云峰看着大宅门若有所思，直到又看到火把从山路上蜿蜒而来，他不疾不徐地迎了上去。云峰，你怎么来了？沈云峰看着一脸疲惫的关御史。我爹呢？你爹脚崴了，我让他先回去了。今天晚上麻烦大家了，梧桐村的恩情我关某记下了，大家都请回吧，我也准备回镇上。大伯，你带大伙回去吧，我送一送关大人。关御史指了指大宅门：你就是沈族长的侄儿，在这庄子里当差。沈云峰点了点头。关大人认得这个吧？卓儿的，你见到他了？他走了。关大人放心吧，关小姐和阿宝他们几人已经顺流而下了，他让我回来告诉您一声，别担心的，他在海州等你。走了好啊，那一家黑心肝的迟早会拉他坠入深渊的。他收起女儿留下的玉佩，一把扯下腰间的玉佩，双手递到沈云峰面前。沈公子大义，关某铭记于心，以后你若有难事，可随时来京城官府找我。使不得，举手之劳而已，关大人不必放在心上。沈公子，你难道不想去京城看一看吗？愿意一辈子埋没在这里？若想保护家人，必须得走出这村庄啊！像我堂堂一御史都保护不了我的家人，沈公子，你会有用得上的时候。沈公子，你请回吧，我也去李正家接卓儿他娘去了，请沈公子帮我给4殿下带句话，他若安好，我在京城等他。看着关御史离开的背影，沈云峰心里思绪万千。关御史这话，他是知道4殿下安好。关御史带着小厮回到李正家，谢婶儿把早就准备好的玉米粥和馒头端了出来。大人节哀，咱们明天再上山去寻找令千金，饭还是要吃的。关御史不客气的拿了一个大馒头，一口咬了下去。李正和谢婶儿都看呆了，这关御史怎么看都不像是刚失去孩子的爹呀。关夫人见丈夫这般模样，心中一阵窃喜，她的卓儿顺利走了。
夫君，你慢点吃，今晚咱们……时辰已经晚了，要不大人今晚就歇在这里，我让老婆子马上收拾房间。农家小菜，大人将就着吃点儿。屋子我已经收拾好了。夫人，卓儿没了，我也难过，可我还有你和孩子，我不能。哎，夫君啊，这是卓君的命，不想留在这伤心地，咱们还是离开吧。咱们马上回去。谢婶儿看着夫妻俩忍着伤心，还得安慰对方，她默默地准备了馒头和咸菜，让灵巧和车夫赶紧吃。李正看着消失在夜幕下的马车，又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卧龙山。今天的事儿太蹊跷了。沈云峰一进堂屋，就看见娘亲在给爹爹的脚敷药，妹妹蹲在一旁观看。凤儿，爹真没用，还没上山就把脚崴了。听了素娘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她心里好受多了。要是郡主明天还派人来山上查探，这事儿今晚有雨，他们什么也查不到的。果然，当晚雷雨交加，狂风大作。经过一夜大雨的洗刷，清晨的空气更加清新。每天送龙虾的事现在都由大牛几人去办，他们送了回来，会和沈继贤和沈继德对接账目。沈云苏见大家都已经做得井井有条，他默默地筹划着下一步。妹妹，你在想什么呢？今天哥哥背你去大宅子。大哥哥，咱们这几天还是去县城一趟吧，我想亲自去看看县城有多大。我今天给师傅说一说，咱们明天去好不好？咱们去县城，哥哥呀，给你买漂亮的珠花带。我要蝴蝶模样的。走，咱们先去大宅子看看。你去学习，我看今天府里有没有需要采买的东西。好。刚出院子，狗蛋儿几人就跟了上来。老大，小鸟今天早上吃了3条虫子。小姑姑，咱们最近别急着上山了。我大哥哥说关大人的闺女被老虎吃了。好，咱们缓一缓再上山。我娘说关小姐的夫君是郡主家的那啥，是他龟孙子。老大，你以后可不能找那样的混蛋，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我小姑姑才不成亲呢。以后有咱们给他养老。我谢谢你全家，咱俩谁跟谁养老还不一定呢。今天凉快，你们去祠堂练功去。别送了，你们忙去吧。沈长生像泄了气的皮球，他还想等着小姑姑给他讲孙悟空过火焰山的故事呢。他看着小姑姑越来越远的背影，他转头狠狠地瞪了一眼沈四胖。我没说错什么吧？憨批，非常憨批。走吧，练功去，等你练好了就长命百岁了。沈云苏和沈云峰一进大宅子，秦钟就一脸八卦地问道：听说昨晚御史大人的千金被老虎吃了。我不知道，昨晚我没有上山。昨晚高管家出去看过，有丞相府的人，我们就没参与。沈云苏今天给黄婶拿了卤料包，他一溜烟儿的就往厨房跑去。小苏苏，昨晚没吓着你吧？以后上山别走远了。黄婶，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卤肉的香料。对啊，就是这个。沈云苏一边回应，一边瞅厨房里其他厨娘在不在。都不在。耶！太好了，我去给沈公子说，等会儿从镇上买一些猪耳朵回来。沈云苏他快速的往水缸里放了水，然后像个没事人似的往花厅走去。顾离生早已坐在花厅里，沈云苏见他头发还是湿的，他猜他应该是练功后洗了头。为什么你不拿帕子把头发搅干？不用，一会儿就干了。顾立生继续看着手里的书，只是好一会儿也没见他翻动一页。这孩子真不听话，算了，反正师傅还没来，帮他一下，万一他病了，还是高伯伯和师傅受累。我帮你绞头发。他把头往后仰了一些。昨晚吓着你没有？没有，我又没有亲眼见老虎吃人，我怕什么？我是说昨晚那么大的雷雨和大风，怕不怕？不怕，昨晚不热，我和娘亲睡的。再说我又没有站在大树下，雷也不会乱劈人。我大伯娘说被雷劈的都是不孝子。大树下会被雷劈？对，所以打雷的时候千万别去大树下躲着，水边也别去，要躲在屋里才安全。沈云苏耐心地给他科普雷雨知识。小苏苏，你来了呀！咱们今天就学扎银针。行了，就这样，一会儿就干了。师傅，这小铜人给我看看行吗？沈云苏见铜人上面的字不算很多，他估计现在的穴位不全。咱们今天从手上的穴位学起。好。他仔细地看着面前的小铜人，这里关冲、掖门、少冲。方文龙指着穴位的部位一个一个的讲解。沈云苏一边听一边看上面缺了哪些穴位。顾离生轻咳一声，沈云苏一抬头正对上他那清澈的双眸。连我祖神他都知道，这人还能不能愉快的一起学习了？小苏苏，这上面有些字你可能不认识啊，没关系，咱们慢慢学，每一个不认识你就问我。非常配合的指了指几个笔画多的字，方文龙都非常耐心重复的给他念好几遍。沈云苏乖巧的坐着跟着念。不错啊，小苏苏好聪明啊！今天就先熟悉这些，你慢慢消化，不懂的你再留着问我。你们慢慢学，我先出去了。
方文龙刚一走，顾离生露出一抹戏谑的笑容。你装的还挺像，那些字你都认识是不是？沈云苏瞪大眼睛看着他，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娘的，这人是人还是鬼？怎么看出来的？难道我在他面前是透明的？你别吃惊，你想什么我都知道。这人会读心术？不用觉得奇怪，我也只看得懂你。是被撩了？什么鬼？难道他比三哥还能看懂我的意思？你能猜到我想的是什么？基本能猜到，都被你戏耍了那么多次，才看不出来。那我就真是傻瓜了。不管你看出来了什么，你都不准和别人说起，不然我就不和你玩了。我不说，谁也不说，这是咱们俩的秘密。谁违背了约定就是猪八戒。哦，是猪八戒，不是孙悟空。还有，昨晚的关小姐并没有被老虎吃了，别瞎担心了。你怎么知道的？她一个丞相府的二少奶奶，没事能来梧桐村，还爬山里去喂老虎，用脚趾头想都猜到，她这是想逃离丞相府的金蝉脱壳之计。顾离生用手指轻轻地扣了扣桌面，他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这事儿你知道，你不用心虚。这事儿高管家也知道，其他的人或许不知道。沈云苏气得只能干瞪眼，他的话一句也没法接呀。这事儿不会有人知道，关御史这么做是对的。那宇文家没一个好东西，总有一天。他眼里闪过一丝冷意。沈云苏没有接话，继续低头看书和小铜人。沈云峰进了院子，直径去找高盛。高盛一见沈云峰进来，他连忙说道：昨晚的事儿不会连累到村民吧？现在不知道那个宇文湘军不是个善茬，你做的对啊。关御史是个不错的人，昨晚我一直在墙头观察着外面的动静。师傅，你都看到了？都看到，也都听到了。师傅，那宇文湘军明显对四殿下有敌意，咱们可要小心这一点。岂止是敌意，他们都出过手了，多亏了。高盛差点说漏嘴，他看了沈云峰一眼，连忙转移话题道：今天你去一趟镇上。沈公子，今天你去镇上买东西吗？如果要去，买一些猪耳朵和猪尾巴回来。你和秦钟2个人去，多买一些。哎，好的。妹妹说呀，还可以卤豆干，我也买几块回来试试。那太好了，少爷就喜欢吃素的。翠微山庄里，郡主到早上才知道关卓君的事。他看着宇文湘军，严肃地问道：现在皇上那里能说得上话的人不多，关御史和咱们没了这层姻亲关系，你说这事怎么办？祖母，以前那倔驴也没帮咱们家，咱们不也是朝廷里最有威望的？你是真蠢还是糊涂呀？以前他没帮咱们干什么，可也没在皇上那里给咱们上眼药啊。现在没了他闺女，捏在我们手心里，他再也不会沉默了。祖母，要不你再去找皇后姑姑，让她把三小姐关卓越指给我续弦。什么？你是说庶出的那个？不是，祖母你弄混了，庶出的是四小姐关卓越，关卓越是嫡出的，长得比她姐姐还美3分。郡主犹豫了一会儿，眉心微微动了动。我记下了，这事儿急不得，那倔驴肯定会愿意。等我们回京城，把卓君的丧事操办起来，再想办法。今天你安排人去卧龙山看看，找不到尸骨也得走一个过场，你懂吗？宇文湘军爽快地答应了，他还要回西院补觉。他出了凌雪阁，就直奔西院。他与身后跟着的贴身小厮交代道：我今天不会去梧桐村，你别让祖母知道我今天没出府。少爷放心，奴才省的。大宅子里，顾离生和小苏苏学习了半个时辰。沈云苏嘴里吃着糕点，心里暗戳戳的想：这货再过几年就是英姿飒爽的少年了，看那妖孽样，以后得迷倒多少无知少女心。你这是想卖了我？沈云苏瞪了他一眼，这人说话也太直接了。还真是这么想的？不是的，我是在想，你这么好看，以后得迷倒多少姑娘呀。你这小脑瓜一天净想些有的没的。我这人实诚，这不是实话实说吗？你是女孩子，要懂得男女有别，以后你别和你们村的那几个臭小子天天玩。你不也是小子？我还天天和你一起学习了，有什么区别吗？那不一样。我们顾离生欲言又止，他差点把青梅竹马说了出来。他们是我的亲人和朋友，不是别人，懂吗？再说我们沈家没女孩，那你让我去找谁一起玩耍？那好吧，不过你的小鸟不一定只吃虫子，还可以吃小米和玉米粒。我知道的，再大一点，它还可以吃谷粒。苏苏，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走出梧桐村，去更大更远的地方，比如京城？我想去的地方可多了，不过我得先去县城。什么时候去？咱们一起去，好不好？如果大哥哥有空，就明天吧。你别穿这一裙去，得换上男装。沈云苏撇了撇嘴，没有接他的话茬。家里哪里还能找出他合身的男装呀？你把手伸过来，让我学一学摸脉。你还没有开始学把脉，你能摸出什么？顾离生嘴上这么说，手腕还是很实诚的伸到他面前。我不是正学着吗？多看医书，多练一练，不就会了？今天你没带银针吧？没带，我今天只带了卤料包。
脉搏强劲有力，气血通畅。再看他脸色红润有光泽，不错，你现在能上山打老虎了。哎，小苏苏，你说的没错，咱们少爷啊现在好多了，真是托你的福啊。高伯伯，我大哥哥呢？他现在还有事儿忙吗？我想回家了。今天午饭就在这里用，沈公子回来就帮着皇婶收拾猪耳朵。今天中午啊有卤肉吃了。小苏苏，你接得如何了？咱们明天可以学着认识药材了。师傅，明天恐怕不行，我想让大哥哥带我去县城看铺子。那没关系，等你回来了再继续学。高盛和顾离生对视一眼，顾离生微微点了点头。哎呦喂，你看我这记性啊！我也正好有事要去县城，我在那里啊还有一个2进院子呢，好久都没去看看，正好顺路。哎，咱们一起去啊！离生哥哥给高伯伯的待遇还不错嘛，连县城都能置得起宅子。清晨，在薄雾的笼罩下，一辆马车行驶在林荫路上，马车里，沈云苏扯了扯身上的衣袍，面料很清凉。错，这是我4岁多穿的，那时候我身体不好，个儿长得慢。小苏苏这一打扮还真和云星公子一模一样。妹妹，你困不困呀？要不要再睡一会儿？这时候还早，小苏苏和少爷都睡一个回笼觉吧。妹妹习惯我抱着睡，少爷你睡榻上吧。开玩笑，想和我宝贝妹妹睡一个榻上，做梦呢。我不困，你把小苏苏放好了睡，暗格里有小毯子。城里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楼4月悬。在高盛的带领下，马车到了不起眼的宅子面前停了下来。他上去敲门，不一会儿，一个小厮把门打开。高大人，我是高管家，我带少爷和我的徒儿来这里小住，你去收拾几个房间出来。少爷，高管家，屋里都是干净的，我马上让人铺好被子就可以休息了。吃午饭时，沈云苏仔细地品尝着酒楼的饭菜，小厮还在一旁伺候。沈云苏嘴里吃着清炖蟹粉狮子头，喊道：果然县城的菜品不一般。你觉得这道菜比起小苏苏新创的卤肉如何？卤肉更香，这江陵板鸭是秘制后风干的，也不错。还是卤肉更好吃，卤豆干都比这江陵板鸭好吃。我还有方法让鸭子更好吃，既有卤肉的香，也有板鸭中的那种嚼劲。在大家的注视下，沈云苏说把鸭子卤好后，再下油锅炸的方法说了一遍。炸完后，里面还可以加炸土豆条、麻花、花生米，加上孜然粉，还可以适当的加入辣椒粉，也可以啥都不放，根据个人的口味做。你再想想，这鸭子还有哪些做法？我一并记下，等咱们开店后，我都要做出来试试。还可以做烤鸭。妹妹，讲讲如何做。妹妹，你继续说，我记下来。首先得做一个烤灶，然后是把鸭子提前腌制，再放灶里面烤，烤成金黄色，外焦里嫩就合适了。这个需要慢慢积累经验。我会做灶，妹妹，你说的这个烤灶有什么特殊要求啊？沈云苏想到现代的旋转烤炉，他略微想了想，到了笔墨。他身高不够，他站在地上，把纸铺在椅子上画了起来。我能做出来。沈云苏指着图纸上的旁边，这里还可以用铁板做隔断，这一面就可以烤糕点，还可以烤红薯。小苏苏啊，听你这么说，我都能闻到烤鸭香了。可不可以让伯伯也入一份股啊？伯伯也没多的钱入股，我就拿着小院入，再外加200两银子，怎么样？不嫌弃伯伯寒酸吧？那好呀，伯伯用这小院的令子钱入股，我们就不用再去另住房了，只找一个临街的铺子就成了。那感情好啊！高伯伯以后啊，养老钱就靠咱们小苏苏了。高伯伯放心，我定会想出更多的菜谱，让那些达官贵人都来光顾咱们的酒楼。午饭后，沈云清和沈云峰去找白掌柜。沈云苏提议他要去街上逛一圈，顾离生说这时候外面还热，晚上再出去。高盛让小厮出去找了房牙子过来，经过一番筛选，沈云苏看中了这里附近琵琶巷口的一间铺子。沈云星手指微动，默默心算着，妹妹加上装修布置，大约在1500两左右。这个铺子位置差一点，又只有2层，如果是3层，那租金又得加300两了。见几个没有再说什么，房牙子让步道：这样吧，我跑腿的20两就找房东要，你们的我就不收了啊。这铺子房东打算租多久？如果时间太短，我们就不用谈了。公子，你运气还真好，这房东一家已经去了京城，你租用3-5年都不是问题。等白掌柜来了，我们去看看吧。如果满意，契约上写5年，房租1年一结；如果违约，必须赔付10倍违约金。不光是经验丰富的房牙子听得一愣一愣的，就是高盛也听得暗暗吃惊。这要是在宫里，若是一直能在殿下身边，那真是4殿下3生修来的福气。不到1个时辰，沈云峰和沈云清就带着白掌柜来了。哎呦，小苏苏，你终于来了呀！我都找他看过一遍了，就等你来定夺了。
厉害！想不到你一天抱着书看，居然没傻。这是夸我还是骂我？你觉得这屋里怎么样？顾离生瞅了一眼正带着大家看房子的房伢子，不错，这2楼可以做雅间，赚有钱人的银子。对，咱俩想到一起去了，只是这楼上还得花心思布置一番。以后夸我别举手，我分不清楚你是夸还是损。当然是夸呀，咱们少爷如此俊俏聪慧，我损你干啥？顾离生一脸黑线，小苏苏戏弄他的时候，每一次都是一本正经的神情。一起跟过去看看有没有破了的门窗，如果有，可以让他一起修缮。苏苏，你看从这里看下去，能看到河对面的风景呢。看过，大家都回到1楼，房伢子满眼期待地看着沈云苏。跟我们去写契约吧，不过得押100两银子。等你把净房改造完了，你就找他领剩余的银子。房伢子点头称是。一群人又回到小院，由沈云苏念，沈云星执笔，一份简单的契约文书就写好了，双方都签名画押，付了银票，各留一份契约，就算敲定了。白叔叔，咱们的酒楼从装修、从采买、开业，这些都靠你了。沈云峰给白掌柜做了介绍，他也只是介绍高盛是他的师傅，其他的一句也没透露。高伯伯也是股东哦。我这院子呀，闲着也是闲着，可以住人，还可以当库房。我没想分多少红利，意思意思就可以了。白叔叔，我们钱不多，就选了一个价位我们能承受的铺子，就是位置不好，咱们一起过去看看。好，听小苏苏的，如果不满意，我把城里的房伢子都带来你选。我保证能帮少爷您找到合意的铺子。高盛转身进了屋里。少爷，咱们看铺子，你一起去吗？走吧，你多带些碎银子。不到一盏茶的功夫，一群人就到了琵琶巷，这正合他意呀。众人跟着房伢子去看后院，后院一口水井。房伢子实话实说道：这井水很好，是2家人共用的，得多雇一个人挑水。哪里需要雇外面的人，光是4胖家都能抽出2个人来，我回去再合计合计。房伢子点头哈腰，答应沈云苏提出的所有要求。众人到了2楼，沈云苏见顾离生在走廊上观看，他走了过去。别碰，有尘土，这屋子至少空了1月有余了。铺子里整改和装修都必须要人守着，我这就回家去收拾收拾，晚上就住铺子里的后院去。等一等，说从衣袖里拿出2张银票。白掌柜看看沈云苏，又看着高盛，我这里的还加上我入股的200两，还有我堂弟县令大人准备入股的钱，银票足够了。小苏苏，你看。沈云星毫不客气地接过银票，语气笃定地说道：妹妹，我想好了，我不去书院了，我呢就在县城管着，等酒楼做起来，咱们还得开第2家、第3家，没那功夫去书院浪费时间。他一回头看着大哥黑沉的脸，就连忙说道：不过我会一直学习的，赚了钱我就请一个夫子回来，让沈大胖和沈二胖还有村里一起进城的都一起读书识字。大哥，我觉得3哥说的有道理，家里读书的事就让2哥去吧。这决定爹和娘会不会不同意啊？沈少爷如果不嫌弃做账经商里面的行当，我愿意倾囊相授。我看这事行，沈先生呢是通情达理的人，应该会同意的。沈云峰抬头看了看天色道：这时辰还早，我回去一趟，明天我就带人进城，把酒楼的厨房和烤灶做起来。白掌柜请，我先把你送回去。大哥，等等，这上面是我拟的名单，回去问问看他们愿不愿意进城，你看看还有什么遗漏的。尽力说服他们进城，阅历加提成比种地强多了。看着大哥和白掌柜离开的背影，沈云星松了一口气。咱们不能老是用离生哥哥的马车，这时候还早，去马车行看看。酒楼的名字想好了？对的，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儿忘记了？少爷，你可有何高见？得注意与别家酒楼莫通名。沈云苏心里一直惦记着室友，他们是否也穿越来了？他思忖片刻，那就叫俏江陵沈氏私房菜。为什么叫俏江陵？这名字并不像酒楼名字呀。咱们江陵县山清水秀的，难道不俏吗？以后咱们把酒楼开到别的地方去，让整个北冥的人都知道江陵是个美丽的地方。还有咱们的菜谱与众不同呀，那肯定是私房菜了。行，就用这名。那牌匾这事儿就交给高伯去办。我马上去，咱们酒楼不豪华装修，很快就能开业，得尽快准备。高盛说完，带了一个小厮就出去了。高伯伯，带银票，不算他入股。李生少爷，你家还缺管家吗？高伯伯很辛苦的。沈云苏听见他们的对话，这才猛然醒悟。沈云苏目不转睛地盯着顾离生，笑嘻嘻地问道：离生哥哥，你最好老实说了吧，这宅子是谁的？不然我们住着心里不踏实呀。顾离生本还想垂死挣扎一下，看着兄妹3人都一脸怀疑地盯着他，尤其是小苏苏手里还拿出银针包摆弄起来，顾离生心里一发怵，就什么都交代了。小苏苏，你跟我来，咱们去看看后面的院子。顾离生说着就往后院走去。妹妹，
妹，咱们还要去买马车呢。我和你去就行了，妹妹还小，出去久了会累着的。我包里就只有这些了，不知道够不够。哎，你刚才接高伯伯入股的银子就够了，咱们不用买那么贵的，反正不会跑太远的路。钱这玩意儿太不经花了，宝宝还需要努力，希望就在前方。顾离生站在抄手游廊尽头，等沈云苏走近，顾离生垂下眸子，轻声说道：“苏苏，对不起，我不是故意骗你，我只是怕……我没怪你，你们大户人家规矩就是多，麻烦。等你长大，我会告诉你。”医生哥哥，我也不和你客气了，现在我没什么银子，就先用着你的小院。不过我们只用那几间厢房就够了，其他的都不用，你们的小厮他们也不会用。好，不听你的，只要你不生气就好。走，带你看主屋去，今晚你就住我隔壁。主屋里，沈云苏都看呆了，屋里的摆设精致，一张黄花梨雕花拔步床，大的可以睡3个人，都显得宽裕。医生哥哥，这屋子很漂亮，咱们逛街去吧。别急，去隔壁看看你的房间。看着屋里清新典雅，没有那么多名贵的装扮，沈云苏心里踏实多了。两人来到前院，顾离生坚持要等高管家回来一起出门，他没有说为什么，沈云苏也没问，他就自己拿起笔来写写画画的。沈云苏写一会儿手都酸了。医生哥哥，你的字漂亮，你帮我写几个菜谱。在顾离生的帮助下，沈云苏把凉菜、配菜还有主菜都捋了一遍。我怎么不知道你会那么多菜谱？我知道的不多，可是我可以想呀。我怎么不知道菜谱是想出来的？首先吧，你得是个吃货。吃货？不是，首先你得喜欢吃，比如你爱吃青菜，你就不知道鸡肉有哪些做法。看着顾离生半信半疑的神情，沈云苏继续忽悠道：“比如我就喜欢吃肉，我就能想到肉的很多种做法。你这个炸鸡是个什么东西啊？炸鸡，顾名思义，它就是油炸的鸡，这理解起来有那么难吗？”正在被小苏苏说得快怀疑人生的时候，高管家回来了，顾离生帮着把菜谱叠了起来，他递给沈云苏说道：“说好别弄丢了，若是被别的酒楼拿去了，你的俏江陵就没优势了。”高盛就带着沈云苏和顾离生出去了，高管家跟在两人身后，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生怕一眨眼的功夫，前面的2个俊俏孩子被拍花子偷去了。糖葫芦嘞，又酸又甜的糖葫芦。顾离生循着叫卖声走了过去，来一串糖葫芦。好嘞，这少爷你不来一串，只买给你弟弟吃，你这哥哥太好了。离生哥哥，你吃一颗，可甜了，有幸福的味道。你自己吃，我牙不好，不能吃多了甜食。一路上顾离生自己不吃，他看着觉得不错的，他都去买一份。离生哥哥，别再买了，我都吃得走不动了。那好吧，我带你去听说书。不，我想去看看哪里有卖书的。去听说书，他才没那么闲。他会讲的故事可比说书先生手里的画本子精彩多了。画本子，他灵机一动，他也可以卖画本子呀。小苏苏，再往前面一点啊，就有摆书摊的，各种书都有。苏苏，你想买哪一种书啊？是不是要送给你二哥云墨的？我就是不知道什么适合他，我先看一看。2位小少爷，里面请，里面的书更多。顾离生一进去就拿起一本大学翻了翻，老板看着沈云苏稚气未脱的脸，拿了一本《三字经》推荐道：“小公子，这一本适合你。”沈云苏瞅了一眼，眼睛又看向一旁的一书，他拿起来翻了几页。郭胜把小苏苏看过的书都让老板包了起来。沈云清和沈云仙2人找到一家车马行，掌柜见2人穿着打扮，就问他们：“你们是谁府上的？是买马还是连着车厢的？我能先去看一看马吗？”掌柜喊来了一个小厮，这一边是年岁不大的小马驹儿。小马驹大概多少银子一匹啊？这一匹啊是来自外族，叫矮小马，适合女子骑，也就2000两左右。沈云星听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兜里这200两银子都不够买一个马腿的，不，马屁股都买不了。小二哥，咱们没多少银子，你帮着我们介绍一匹便宜的。2位小哥，如果要便宜，就只有老马和病马。病马那不是买回去就死了，那不成买马肉了？小哥你误会了，我们这里的马卖出去10日之内死了包退银子的。他带着2人快步来到安置在角落里的几匹马面前，指着一匹白马儿说道：“你看这一匹马，你怎么喂它，它就只吃一点儿，都2个月了，也不见好转，也没有死。”沈云星仔细打量了一下，的确如此，那马儿就是瘦了一点，精神也不怎么好。小厮又指着旁边的一匹褐色的马儿的：“这匹马呀，是脚受了伤的，已经医好了，以后跑太远的路程是不行了，在城里用啊还是可以的。那几匹马呢，都是老，也不适合跑太远的路，价格呢都在100两，咱们东家也就把本钱卖出来就行了。这马儿这再熬1个月，估计也只有吃马肉了。这病马要是10日内死了，真的可以全额退银子。这是车马行的行规，小哥这一点大可放心，只要不是买家带回去摔死或者打死，都是会全额退银子。付钱的时候会给买家一份承诺书的。”
雨欣，你看这马儿精神那么差，买回去第11天死了，那咱们也亏得慌啊。小二哥，你去问问你们掌柜，如果这匹马80两银子，我就赌一把。弟弟，你这不用问掌柜了，80两就80两，万一这马儿和你们有缘，你带回去他就愿意吃饲料了呢。雨欣，我看这马儿连马车都拉不动，你看他眼睛都快闭上了。你们还需要马车？哎呀，那好啊，我们恰好啊有一款轻的马车，多少银子？贵的就不要了啊。你先别着急问价格呀，你跟我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我保证套在白马身上，它能拉得动就行啊。沈云清一看也没有几辆马车，他一抬手，你们就这几辆？这屋里啊就是最便宜的马车了，一辆才10两银子。那屋里的马车至少都是50两以上，这不是为了让小哥省钱着想吗？他俩看马车的时候，沈云星围着马儿检查了一遍，确定他没有其他的外伤。他伸手轻轻地拍了拍马背，低声说道：“小白儿，你千万要争气啊！回家我给你吃好吃的。”云星，你真的要买这匹病马？试试吧，看缘分。哎，对，这小哥呀说的太对了，马儿也是会认主的，就是看缘分。沈云清牵着马儿，这里摸一摸，那里瞧一瞧。他见沈云星一出来，他把车辕上的绳子塞沈云星的手里。咱俩都搭把手，把马车拖回去。沈云星看着他那样，笑得直不起腰。谁家买马车是这么干的呀？为了让马儿省力，自个儿把马车拉回去的。你别笑啊，我问小孩要的绳子，快大点力，我看他走出马厩比刚才精神多了。两人一人拉一边，白马儿也挺争气，转弯的时候轻轻拉一下缰绳，他都能明白主人的意思。刚到院子门口，哇，好漂亮的白马驹呀！这马儿多少银子？怎么看起来有些瘦啊？这岂止是有点瘦，高伯说话也太客气了。你们猜多少钱啊？吃过马肉没有？没吃过。花了100多两吧。还是高伯伯厉害，一下就猜对了。车马行要100两，我只给了80两就成交了。车厢10两银子，一共花了不到100两。这马儿啊，没别的毛病，就是不太吃东西。顾离生忍不住噗呲一声笑了出来。离生哥哥，你笑是？顾离生瞅了马儿一眼，直径地朝院里走去。一小厮提着那半大鸡崽儿问沈云清：“沈公子，这鸡怎么煮啊？我去杀了收拾干净。”正在沈云清瞅着鸡崽儿不知道如何回答时，沈云苏看着鸡崽儿两眼放光。哇，是小鸡崽儿呢！今晚大家有口福了，吃炸鸡块。妹妹又想出新吃法来了。对呀，做法我都整理出来了，今晚就试试。沈公子，你这马应该是病才是这个价，健康的壮年马大多在6、700两，若是外族的好品种会更贵。高伯伯真英明，这马呀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胃口不好。等明儿我就带他回村，让娘亲煮些草药喂他。你娘会医吗？那倒不会，就我们家人有个头疼脑热的，我娘就煮草药给我们喝，一喝就能好，可灵了。我有一熟人会治马，要不我请他帮着瞧瞧。高伯伯别急，过了今晚再看看吧，我去喂他一点水。老厮们把马儿拴在马槽边离开后，他意念一动，一汪清水就落在了铜盆里。他足足放了半盆水，他才抬头朝白马喊道：“小白，快过来喝，可甜了。”那白马像能听懂小苏苏的话似的，他用头挨了挨小苏苏的手，就低头喝了起来。喝完后，他就蹲下闭目养神。等他出去的时候，沈云星连忙问道：“妹妹，白马儿喝水没有啊？”“喝了不少，他休息了，别打扰，等晚上再过来看看。”顾离生见屋里只有他和高伯，他低声道：“明天你去找一个兽医过来，你别说是请来的。小苏苏知道了这院子是我母妃的嫁妆。”少爷放心，我明天一早就去办，绝对不会让他们看出端倪。沈云苏拿出写好的菜单，沈云清看了好一会儿。妹妹放心，我已经记住了，要想酥脆，复炸那一道工序不能省。云清哥哥太聪明了，一点就通。哥哥也聪明，你看我若买成老母鸡了，今天的炸鸡就做不成了。沈云清嘴角抽搐一下，没有揭穿他，自顾自的去厨房做炸鸡了。沈云苏见时辰还早，他拉着三哥坐了下来。妹妹，哥今天忙着拉马车回来，都没给你买东西。等哥哥赚了钱，我也给你买绫罗绸缎穿，还给你买2个丫鬟使唤。三哥，你跟谁学的腐败思想？反正不是跟离生少爷。我什么时候使唤过丫鬟？我们庄子上都没有丫鬟。少爷，你其实可以让你娘给你留几个丫鬟。上次你娘离开的时候，我看她身后跟着的丫鬟，那个个都……若你喜欢，以后我送你几个可好？哎，我就不用了。我是说以后有钱了，买2个伺候我妹妹。哥，别想那么遥远，咱们还是说说赚银子的计划吧。装修酒楼的事儿你帮不上忙，不如利用这几天干点事儿赚点快钱。快钱有多快啊？怎么赚？就写画本子呀，有故事好的，卖书的老板就会请书生帮着抄写，然后再放在铺子里面卖。可写什么呀？看画本子的大多数是深闺小姐和后宅妇人，我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故事呀。就写
孙悟空和他师傅的那些故事试试。于是沈云星和顾离生说干就干。沈云苏按照故事情节的发展，让顾离生写第1集，沈云星写第2集，两人分工合作，直到香喷喷的炸鸡端了上来，两人才放下笔休息。顾离生夹起一块，优雅地咬了一口，细嚼慢咽后微微颔首，外酥里嫩，回味无穷，这道菜能成为招牌菜。顾离生虽然觉得好吃，他也只吃了2块。沈云苏吃了3块后，一口饭都没有再吃了。沈云峰回到村里，我的苏儿呢？你咋没带回来？妹妹和云星呢？沈云峰把酒楼租好了的事儿说了一遍，拿着名单就去找人了。闺女从来没有离开过咱们，今晚她会不会哭啊？苏娘，闺女今晚肯定会想我们的，怎么办？这时候咱们去县城也晚了呀。素娘睨了他一眼，爹爹，妹妹很独立的好不好？她没你想的那么脆弱。你见她什么时候哭闹过？是啊，小苏儿就是懂事，从不无理哭闹，连分床都是自己提出来的。苏儿没在家，也就是觉得心里空得慌。马上就要乡试了，云星这一走，她连考童生都放弃了，挺可惜的。其实她能考得上的，我心里有数。她就是个奸商的材料，天天都惦记着赚钱。唉，都是爹没能耐，让你们都无法安心读书。以后你金榜题名时，别忘了你妹妹和大哥啊，还有云星的付出。爹，我醒了，云星也是为了这个家，她其实很聪明的。还有妹妹，说女子可以读书，妹妹一定能考上女状元。女状元的事切莫说了，前朝到现在，女子可以在家读书识字，朝廷不可能让他们进考的。我只想苏儿能安安稳稳的在我眼皮下幸福的过日子就好了。沈云墨偷偷地瞅了一眼父亲，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就去厨房和娘亲一起做晚饭去了。厨房里，沈云墨烧火，素娘和面。沈云墨见娘云淡风轻的淡定神情，他忍不住说道：娘，你上辈子肯定是咱们的爹，爹就是咱们的娘。你这孩子，你爹只是性格太好了，他离不开苏儿。娘，你知道吧，爹这会儿想妹妹了，在堂屋里哭鼻子呢。没事，让他冷静一会儿就好了。没苏儿和星儿在家，娘心里也空落落，可你们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去奔前程的，娘会学着习惯。娘，我不会和你们分开的，以后我去哪里都要带着全家一起。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让娘和妹妹都过上好日子，让大哥不再那么辛苦，也让三弟穿上绸缎衣。晚饭后，沈云苏又坐在一旁，看着三哥和顾离生写话本子。妹妹，云星，那白马在吃东西了。少爷，咱们也过去看看。还不等顾离生回答，沈云星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快地射了出去。高盛带着顾离生和沈云苏去马棚的时候，远远的就听到沈云星的笑声。我的小白马真的跟我们有缘，你看它都快吃完了。我听说过马喜欢吃精饲料里加一点盐，我就煮了一锅粥，加了一点盐，没想到它还真喜欢吃。沈云苏迈着小短腿到了马儿面前的时候，那白马已经吃光了一大盆的粥。沈云星正摸着马儿的脑袋说道：好好吃饭会好起来的，在你没有长壮实的时候，我不会让你拉马车。白马儿像是能听懂沈云星的话，他用脑袋往沈云星的手上蹭。顾离生站在后面，他低声说道：明天还是让人来看看。高盛应声点了点头。沈云苏看着白马的毛色暗淡，他说道：等他精神好了，能正常吃饲料了，给他洗个澡，那就漂亮了。他盯着马儿看了看，笑嘻嘻地问道：小白，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呀？哎呀，买的时候忘了问了，不过没关系，不管他是男是女，我都喜欢。哎，你们看，他身上一根杂毛都没有，漂亮极了。我看过了，他和你一样是公的。嘿，等我赚钱了，给他娶一个俊俏的媳妇儿回来。嘿，小苏苏正准备蹲下身看看那马儿真的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去洗漱，早点休息。我都还没有把马儿看完呢。你是女孩子，别啥都看。我忘了。顾离生看着他一身男孩打扮，眼神微闪。沈云苏趁没人注意时溜进厨房，把灵泉水注入水缸里。今晚马儿就开口吃饭，他觉得灵泉水的作用大于粥。顾离生和沈云星各写完了一集话本子。沈云苏看着2本整理出来的册子，他指着封面看着顾离生说道：得写上笔名，让大家都知道画本子出自谁的手。对的，很多大师都有绰号，比如一白骨，这名就与众不同，可有名了。那就叫会游泳的咸鱼吧。顾离生嘴角忍不住地抽了抽。哎，还是妹妹聪明啊，这名好特别，容易让人记住。顾离生心想，咸鱼都能游泳了，记不住也难呢。沈云苏取这个名儿也是有深意的，他那仨室友都知道他曾经发过文章，笔名就是会游泳的咸鱼。如果他们不幸的也穿过来了，他以后会写更多的画本子出来，他要让画本子传播远一点，方便他们能找到他。高盛让小厮准备好了热水，他过来喊他们3人去冲凉。
这里没有婢女，给小苏苏洗澡就是个问题。他站在门口问道：“小苏苏，你自己洗澡行吗？这院里没有婢女。”那没事，我去给妹妹洗。不行，3岁不同席，更别说洗澡了。在家里，娘亲给妹妹洗澡都是我准备的衣服，有什么不行的？这可是我亲妹妹。哥哥帮我拿换洗衣服，我会自己洗。那好吧，我去门口等你。高盛抹了抹额头不存在的汗水，最后的结果是沈云苏在里面洗，顾离生和沈云星在门外等着。妹妹，你站桶里洗，别淹着了啊！有事喊一声，哥哥就在门口。顾离生看向星星点点的夜空，沈云星顺着他的视线看去，满天繁星，月亮在树梢慢慢升起。哎，少爷，你家没有妹妹吧？我娘只有我一个。啊，原来如此，难怪你不懂。有了妹妹，你才知道她有多可爱。下次你娘来了，你问她要一个妹妹，你丫的别与我抢妹妹。顾离生无语。不一会儿，沈云苏冲好凉，沈云星把妹妹抱到床上，他看着自己睡的屋子，距离妹妹顾离生的一墙之隔远多了，心里暗暗磨牙道：等我赚够了银子，就去另租一个院子。沈云苏上床就睡。沈云清吃了早饭就去酒楼了。沈云星拿着写好的画本子，犹豫了一会儿，还是问了出来：“离生少爷，你说咱们写的这画本子卖多少价位合适啊？”我也没经验，等一会儿高伯带人回来看了那匹马，你再和高伯一起去卖吧。三哥，这2本别太计较价格，你留下酒楼地址，以后他再找你要续集，那价格就是你说了算的。不到半个时辰，高管家带着一个中年男子回了小院。白马儿早上也吃了半盆粥，还吃了一点马饲料。那中年男子围着白马转了一圈，又看了看马的牙口，他两眼放光的看着沈云星：“小伙子，你这是走了好运呀！哎呀，这马应该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一时不适应环境，所以胃口不好。”他又摸了摸马背，如果我没看走眼，这马来自西凉，是一种名为雪里驹的品种。在西凉啊，下雪天它也能跑很远的路程，是名副其实的千里驹啊！真的呀？那为什么车马行这么便宜就卖给了我？车马行也是看他时日无多了，才这个价给你的。若是马儿好好的，就这不到10岁的雪里驹，没个2000两银子，老板都不会放手的。高管家也暗暗惊叹，沈家人的运气也太好了。马儿从昨晚才开始慢慢吃东西，你看是不是再开个方子？这马儿应该是精神上的问题，不需要吃药。车马行是有自己的兽医的，他们自己早就试过了。既然他愿意吃了，就说明他和你们有缘。你的意思是他有神经病？哎呀，小公子你误会了，这雪里驹别的马更有灵性，他有可能是和他家人或同伴分别后心理阴郁，就导致食欲不振。沈云苏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这样，那这马儿看来还真是和三哥有缘。我什么时候可以帮他洗一个澡啊？这天气你想什么时候洗都可以。那兽医男子眼里的艳羡溢于言表，他行医10多年，还是第一次见有人从车马行捡漏的。他热心地叮嘱了一些养马的注意事项，高管家才把他送了出去。哥哥，你看太阳都挂那么高了，咱们给马儿洗个澡，你说好不好？沈云苏让三哥多提几次井水，再开始洗。沈云星一离开，他就往木桶里加灵泉水。当沈云峰回来的时候，看着洗得油光水滑的马儿，这白马瘦是瘦了一点，可这毛色还真是漂亮。沈云星把他买马捡漏的事儿说了一遍，那一脸的骄傲，望着大哥哥，满眼都在说：“快夸我吧！”这马不错，好好养一养。大哥，爹爹和娘亲还有二哥都好吗？爹爹在家不会哭鼻子吧？你还真猜对了，爹爹还真在家哭鼻子了，他让我早点带你回去呢。大哥，你带的人呢？他们不愿意来吗？我已经把他们送酒楼去了，我还拉了一马车的调料都送到酒楼去了。他把加工房和辣椒酱的事儿简单的给妹妹和云星讲了讲，叮嘱了他们要忙酒楼的事儿，就不回小院用饭，最后才恋恋不舍的出去了。宇文湘君带着小厮和几个侍卫来到梧桐村，美名其曰是过来祭奠亡妻关卓君。他带着人去山脚下装模作样的祭拜了一番，然后就带着人往沈云清家走去。到了沈云清家院门外，王氏一见院外喊门的人是郡主家的人，还有侍卫手里捧着的东西，他冷冷地说道：“郡主的心意我们领了，咱们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就行了。”无论宇文湘君说什么，王氏就是不开院门。杜文秀见那些人手里拿那么多东西，郡主家出手的怎么也差不了。他在屋里看着，等婆母转身进了厨房，他佯装出去摘菜，手里提了一个菜篮就往外走。宇文湘君见他开了院门，手一挥，几个小厮打扮的侍卫动作迅速的把礼品放到屋里，就退了出来。哎，小娘子，我向你打听一个人啊，我家小
小叔子去县城了。不是，你们沈家有一个小女孩吧？就是长得非常俊俏的那个。你是说我三婶儿家的姑娘？那可是我们沈家的宝贝疙瘩呀！你没事可别瞎打听啊。杜文秀嘴里说着，眼睛却看向沈云苏家的篱笆墙院子。宇文湘君心领神会的往杜文秀竹篮里丢了一锭银子，转身若无其事的离开。杜文秀随便摘了一点菜就回去了。他一进屋就大声喊道：“娘，这是谁送的礼品啊？”王氏听到儿媳妇的喊声，暗道一声糟糕，就一阵风似的跑到了堂屋，就见儿媳杜文秀在礼品包里翻出一匹布，爱不释手的左看看右看看，用手轻轻的摩挲。哎呦喂，这是谁送的呀？婆婆，你看这布比细棉布还柔软呢，给我闺女做衣服最合适不过了。放下别动，别眼皮子那么浅，这玩意儿是烫手的。婆婆，你看这些都是好东西，还有药材呢，可以给公公补身体用的，不收多可惜了呀。去把云芝喊回来，让她跑一趟，把这些东西给郡主送回去。咱们小门小户的，担不起这贵重的物品。杜文秀看着那堆礼品，眼睛都挪不开，见婆婆态度强硬，只好去把沈云芝叫了回来。宇文湘君在杜文秀的暗示下，他带着人来到篱笆墙的外面，还不等他叫门，就见几个小孩从一旁的柴屋里出来。哎，小子，这家的女主人去哪里了？狗蛋儿往侍卫身后看去，就见宇文湘君伸长脖子，一脸不怀好意的往院子里面张望，像是在寻找什么。狗蛋儿，他们是翠微山庄的人。狗蛋儿抬头看了看山上，心里浮起一个主意。突然，左边树林里的鸟儿腾空惊飞，素娘美眸微眯，她脚尖轻点，跃到大树枝头，向下看去，只见几个人影快速地向她这里飞奔而来。她瞳孔一缩，手下意识地伸向腰间挂着的墨玉笛。不行，这里离梧桐村太近，不能污了这片净土。她一纵身，翩然而下。她走到树下，背上背篓，往树林深处走去。在前面搜寻的人还没走多远，就见一女子背着背篓，步履蹒跚地往树林里走去。在这里看着，你们去后面把少爷带过来，要快，枝叶茂密，一会儿就不见人影了。少爷，你看咱们都走了2个山头这么远了，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回去吧。万一……你闭嘴！没有万一，今日错过这良机，就很难再遇到了。他若在村里，咱们还不方便下手；他在山上，咱们只需要把他绑了，等天黑之际，神不知鬼不觉的带回庄上即可。可二少奶奶刚哲允在这里，我怕……都那老匹夫那一点雕虫小技，岂能瞒过我的眼睛？突然，左边树林里的鸟儿腾空惊飞，素娘美眸微眯，她脚尖轻点，跃到大树枝头，向下看去，只见几个人影快速地向她这里飞奔而来。她瞳孔一缩，手下意识地伸向腰间挂着的墨玉笛。不行，这里离梧桐村太近，不能污了这片净土。她一纵身，翩然而下。她走到树下，背上背篓，往树林深处走去。在前面搜寻的人还没走多远，就见一女子背着背篓，步履蹒跚地往树林里走去。在这里看着，你们去后面把少爷带过来，要快，枝叶茂密，一会儿就不见人影了。少爷，你看咱们都走了2个山头这么远了，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回去吧。万一……你闭嘴！没有万一，今日错过这良机，就很难再遇到了。他若在村里，咱们还不方便下手；他在山上，咱们只需要把他绑了，等天黑之际，神不知鬼不觉的带回庄上即可。可二少奶奶刚哲允在这里，我怕……都那老匹夫那一点雕虫小技，岂能瞒过我的眼睛？我不过现在抓不住他的把柄而已。少爷，您的意思是……你们想想，车被老虎吃了，那衣服的碎片上能没有血迹？一个老虎能吃下3个人，那这老虎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对的呀，我们咋没有想到这里？地上也没有拖拽的痕迹啊！郡主知道吗？他老人家还回京城办丧事去了，要不要我回去就送信回京城啊？还没等宇文湘君说话，几个侍卫从远处飞奔过来。少爷，前方发现了那位村妇，她背着背篓在树林里走呢。宇文湘君一巴掌呼了过去，啪的一声落在了那侍卫脸上。什么村妇？瞎了你的狗眼！那是爷的女人，以后给我放尊重些。贴身小厮听得脖子一缩，少爷对那美人如此看重，以后他得小心伺候了。在哪里？还有多远？不远，就在前方几十丈的距离。那还等什么？快追！宇文湘君一挥手，快步地朝侍卫们刚才回来的方向走去。片刻后，宇文湘君一身狼藉地赶了上来。少爷在那里呢，我看到他还在采药。宇文湘君整理了一番衣袍，转身对小厮问道：
你看我还有哪里需要收拾的？小厮哪里敢说实话？少爷现在头发凌乱，衣衫都皱巴巴的，和平时的风度翩翩一点都不沾边，那简直是判若两人。他只好硬着头皮帮着少爷整理了一下头发，还拉了拉衣袍，整理妥当，一瘸一拐的朝他追了上去。小娘子，等一等！他脚下一滑，跪了下去。想不到郡主的孙子礼数如此周全，真是让人刮目相看。美人，你等等我，你别走了，跟我回去，我定让你过上富贵荣华的好日子。宇文家真是出大善人呐，继承了郡主的风范，见人就要送富贵，也不怕送多了，把宇文家的富贵都送没了。宇文香见到没有戴面纱的素娘，他看的都忘了说话。宇文公子，你看这地方如何？美，真美。既然你觉得这里美，那就在这里安置吧。这会不会太委屈美人了？美人还是跟我回府吧，府里锦衣玉食，香正软榻的，可比这……素娘拿出手帕垂放在他面前，他见风向正合适，手指伸进布袋，然后向空中轻轻一弹。宇文香君和侍卫们只觉得香气扑鼻而来。美人不用迷香。宇文香君说着就想伸手去拉素娘的手，素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身一跃，飞身跃上了一根横出的树枝上坐着。你会轻功？素娘取下腰间的墨玉笛放在唇边，只见她一双纤纤玉灵活地在玉笛上跳动，悠扬的笛声如天籁之音飘向四周。宇文香君看得入了神，直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在身边响起，众人才回过神来。宇文香君看着那些虫子，你是南疆圣女？当年郡主与洛基勾结，费尽心机的把我绑架到北冥，我今天帮你选这块风水宝地，宇文公子可还满意？宇文香君原地上蹿下跳，拍打着不断往衣服里钻的虫子。圣女饶命！我祖母说那是南疆王，求圣女救我，你提任何条件都可以。当年我也求过郡主，放过我了吗？若不是我夫君救了我，早就沦为你们宇文家的傀儡了。你们宇文家欠我的账，我会慢慢还的，一笔一笔的收。素娘说完就飞身离去。素娘走远，身后传来一阵老虎的低笑声，侍卫们正准备跃向宇文香君之际，只听一阵嗡嗡的声音起，头上一群野蜜蜂黑压压的围了上来。不过须臾，树林里只剩一堆白骨。素娘背着一背篓蘑菇和草药回来时，沈继贤见素娘今天背回来的草药比以前多很多。今天你怎么采这么多从来没见过的草药？闲来无事，今天多走了一段路。杜文秀看到沈云芝赶着空骡车回来时，他心都凉了半截。他和闺女的新衣服就这么没了，狠狠地跺了跺脚，转身进屋去了。王氏刚好看到这一幕，他摇了摇头，暗叹道：还是以前太穷了，没好好的为云芝挑上一门亲事，这眼皮子浅的，将来会是沈家的绊脚石啊！村里有老人看着村口的马车，还有几匹马，在那里已经许久没有人来理，都悄悄地议论道：这都半天了，这马呀都快把路边的葫芦瓜藤啃完了。狗蛋儿和沈四胖捡起地上的小石头，向那马扔了过去。狗蛋，你说那几个王八羔子这时候都没下山，不会是真的被老虎吃了吧？无论谁问起，都别说咱们给那几个坏人指了路，就说看到他们上山祭奠关小姐去了。狗蛋，你牛，你越来越聪明了。难道我以前是蠢的？老大说过，说话做事得动脑筋，不然吃了亏都不知道。对的，万一他们真回不来，就是为关小姐殉情去了，和咱们梧桐村无关。走，去给小鸟喂晚饭去了。而此时的关卓君吩咐阿宝早早的就去找了一家客栈，要了2间上房。玲珑看着坐在桌前沉思的关卓君，轻声安慰道：小姐，你别太忧心，听夫人说海州的冬天很暖和，等到过年时，夫人就会去海州和咱们团聚了。你说沈夫人有多少岁了？我倒小姐思念夫人和老爷呢，你却是在想沈夫人。沈夫人看起来也就20出头，可是她的儿子都那么大了，算算时间，应该是30出头的人了。我想起来了，我在爹爹的书房见过她的画像，失踪的南疆圣女洛素。小姐，你不会魔怔了吧？圣女怎么会变成农妇？玲珑不得无礼，沈夫人对我们有救命之恩，怎能拿普通的农妇与她相提并论？对不起，是奴婢出言无状，我没有想对恩人不敬的意思，奴婢下次不敢了。其实也不怪你，圣女有农女的身份做掩护，这些年才没有被皇上和宇文家的爪牙找出来。还是咱们老爷明辨是非，皇上就是拿了画像给他拿进书房就没有拿出去过。关于沈夫人是圣女的事，小姐要不要写信回去告诉老爷，让他帮着掩护一二？不用，咱们什么都不说，就是最好的掩护。梧桐村里素娘这几天只在她家屋子后面附近练功，宇文家派了一波又一波的人来卧龙山搜寻，直到第5天，锦衣卫才在离梧桐
农村很远的一座山里，找到了散落一地的白骨。郡主回京后，他坐上府里最豪华气派的马车，进宫面见皇上。见到皇上，郡主颤颤巍巍地行了跪拜礼。自坐后，郡主在眼角按了按。皇上，这次去清河镇避暑，我们宇文家可是遭了大难了。不说和沈家那场误会，就说我那白身的二孙子，他媳妇跟着关大人去梧桐村查看，厚厚的孙媳妇就这么没了。王姑姑节哀，人各有命，等丧事过了，朕再帮二公子赐一门婚事就可以了。谢皇上隆恩，关家教女有望，我就喜欢关家小姐，还请皇上把关三小姐关卓韵赐予湘君为妻。皇上和海公公对视一眼，郡主有眼光，关大人的确教女有方。那关家的小姐还没及笄时，关御史家的门槛都被提亲的人家给踏破了。宇文公子续弦的事儿，暂时还是别提了。关小姐尸骨未寒，别伤了关大人的心呐。郡主，你说是吧？海公公不愧是皇上身边的老人，思虑周全，那就等半年后再去关家提亲吧。皇上眼里闪过一丝凉意，看来宇文家对关家的人势在必得了。郡主想起在家贤妇的嫡长孙宇文相荣，曾经大权在握的京郊大营总督，他低垂着头，敛去眼底的森冷和恨意。他再次起身跪了下去。皇上，臣妇想知道宇文相荣是做了什么让皇上不满意的事吗？为何让他回家听候安置？现在京城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人寿年丰。宇文家文有丞相，武有都督，后宫有皇后，弹劾宇文家的折子都有1尺多高了。王姑姑，你也该体谅朕的难处。皇上明鉴，宇文一家对皇上忠心耿耿，皇姑姑可是看着皇上登基的，维护好皇上的江山，臣妇万死不辞啊！皇姑姑的恩情，朕当然铭记于心，可你也要理解朕的处境，总不能让大臣说我偏颇皇后外家，一意孤行，寒了大臣们的心吧。准备笔墨，朕亲自拟旨。郡主内心一阵狂喜，每一次她进宫一跪，从没有空手而归过。她欣喜的跪安后，就安心的回家，等着内侍官上门颁旨。海公公看着3000营提督几个大字儿，连声赞叹皇上英明。从都督到提督，一字之差，手里的权势那差别可大了。皇上两手负在身后，眉头紧锁，在偏殿里来回走动。皇上是不是在担心关御史那个硬骨头？奴才听闻他家3小姐和兵部尚书的2公子佟长风定了亲呢。那可不，若皇后又故技重施，关柏那个老家伙非在我御书房撞死不可。皇上不必忧心，奴才出宫去丞相府颁旨的时候，再去一趟官府和尚书府，传皇上口谕，让佟2公子和关3小姐即日完婚就成了。皇上龙心大悦，当即就赏了海公公京城的一个2进院子，让他留着以后出宫养老。郡主屁颠儿屁颠儿的回府后，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宇文湘君在卧龙山失踪了。不到半天功夫，宇文相荣就接到圣旨，任命他为3000营提督。宣旨的海公公一走，郡主抓起圣旨就狠狠地往地下扔去，还大声咆哮着：狗屁的提督，手下才3000人，3000人能干什么？皇上的暗卫营都远不止这个数，如何完成宇文家的大业？宇文相荣并没有马上去上接手3000营，他马不停蹄地前往卧龙山。整个郡主府被阴霾笼罩，气氛降到了冰点。只等到宇文相荣和皇上的锦衣卫回京，运回了几个棺椁，郡主和丞相夫人如五雷轰顶，大受打击，一病不起。丞相在大门口听着锦衣卫的禀报：大人，发现尸骸的地方凌乱，实在分不清是哪一块骨头是令公子，我们就只好按人头把尸骸都带过来，让大人自行处理。宇文修弘看着面前的几个棺椁，踉跄了一下，他悲痛欲绝，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疼让他窒息。郡主在床上躺了一天，稍微一有精神，他让人喊来了宇文修弘到床前问话：娘，事已至此，我们得往前看，只要李默顺利登基，咱们宇文家做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把家里的事给你2弟传去，让他找机会和洛基见面，让他再送一个听话的圣女来北冥。你妹妹在宫里拿捏不住皇上的心，这样下去，咱们迟早会被出局。如果太子才能超群，我们也不必那么紧张。可他到现在都写不清楚策论。你以为我老糊涂了？李默比你生的那个傻儿子能强几分？你赶紧给香荣多纳几房妾室，到时候从里面选一个聪明的孩子，去母留子。看着母亲眼里的狠厉，宇文修弘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母亲这是打算李代桃僵，等李默登基，把下一代直接换成了宇文家的孩子。
母亲节哀，你交代的事，我马上去安排。你等等，官家来人没有？传我的话，让官夫人把她三姑娘带来为她姐姐守灵。没了湘君，还有湘蓉，你让湘蓉找机会和她亲近。母亲，你先歇着，我去找管家问一问。宇文修红让小厮喊来管家，管家把收里的单子看了一遍，面露难色，低头禀报道：官家派人送来了祭品。宇文修红接过礼单一看，气得七窍生烟，他黑着脸沉声问道：管家可有人来守灵？官家正在办喜事，是派的一个管事来传话，说关卓君是宇文家的人，丧事如何办，官府不会过问。喜事？什么喜事？是关三小姐和兵部尚书家的二公子今日大婚。好你个官老匹夫，大女儿尸骨未寒，还有闲心给三女儿办喜事。他狠狠地一甩衣袖，转身又去了郡主的院子。御书房里，锦衣卫统领恭敬地跪在地上，向皇上细细地禀报着卧龙山的所见所闻。你是说发现尸骨的地方是那座山的腹地了？皇上，卧龙山太大了，虽无法确定那里算不算腹地，但是已经是山的深处了。微臣听梧桐村的村民说，他们从不会去那里。微臣仔细看过，那里参天大树数不胜数，也不像是能埋宝藏的地方。皇上冷哼一声，白公公躬身道：皇上，奴才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呀。本恕你无罪，有话直说，这里没有外人。皇上，宇文家让二公子不畏艰难，都要去那山里，如果不是为财，那就只剩下传说中的龙脉了。可皇上已经立了皇后所出的大皇子为太子，那宇文家还想图谋什么呢？海公公的这一番话，不光皇上听得背脊发凉，就是地下跪着的锦衣卫统领也听得心惊肉跳。这宇文家是觊觎皇上屁股下的宝座。锦衣卫退下后，皇上把海公公的话反复的在脑海里琢磨。大夫，你来说说，朕有哪里做得不好，让皇姑姑另起心思？皇上觉得太子的德和才与众皇子比如何呢？包括离宫的四皇子在内。朕都快4年没见到他了，要说聪明，他当属第一。他1岁不到我就看出来了，不然……后面的话皇上吞了回去，是自己没护好他，才让他着了别人的道。皇上日理万机，当然与寻常的父亲不一样，四殿下会理解的。前几日皇上让奴才给淑妃送了一盘菜过去，奴才见淑妃娘娘心情甚好，应该是娘娘得知四殿下已经在练武，心里高兴吧。你是说四殿下能练武了？这么说生儿已经大好了。走，白家华清宫。华清宫里，淑妃看着婢女一针一线的绣着兰花，她用手指了指，这里也绣上兰花。生儿说君子如兰，可见我的生儿是有多爱兰花的高洁，是咱们四殿下倾慕兰花的柔韧高洁，可见咱们的四殿下也是品性高洁的人。四殿下现在康健不少，长得可快了，咱们把四季的衣服都多做一些。这一件衣服比娘娘手里的那一件长一些，就是四殿下10岁都能穿呢。奴婢啊，多做几件长短不一样的。娘娘放心，今年冬天等不着咱们四殿下的。本宫是怕了那些人的阴私手段，不敢把上衣局送来的衣服送去，这样一来你们就辛苦多了。娘娘，你可别说见外的话，奴婢能为小主子的安全尽一份力，那是奴婢们的荣幸。皇上驾到！宫女们都来不及收起衣服，就见那一抹明黄色的身影走了进来。淑妃带着婢女们恭敬的行礼。皇上驾到，臣妾没来得及去殿前迎接，多有失礼，还请皇上恕罪。爱妃请起，都平身吧。淑妃起来后，示意嬷嬷收起桌子上的衣服，宫女们也如获大赦，小心翼翼地去收拾衣服。等等，这是什么？淑妃递给宫女一个眼色，她们低头退了出去。皇上牵着淑妃的手，淑妃眼圈微红，她柔声道：皇上，是臣妾怕了，这些衣服都是臣妾用自己私库里的布料做的。生儿当年如何中毒，谁下的毒，至今都没有查出来。上衣局的衣服，臣妾实在是不敢与生儿送去呀。都是朕的不好，没能保护好咱们的儿子。皇上不怪臣妾没遵守宫里的规矩。爱妃爱子心切，朕哪里能怪你？不过有一事，您瞒得朕好苦啊！生儿在学练武了。淑妃看了看门外，心里了然，她淡淡一笑：皇上宠爱生儿，臣妾待生儿谢过皇上。臣妾就怕皇上知道了生儿好转的事儿，一高兴就召生儿回宫，那样咱们的生儿又会被那只黑手盯上了。爱妃思虑周全，不如这样，为了生儿的安全，我暂时不召他回宫，明儿我就从私库拨银子，让人送到将军府去，让将军府请贤妇在家的大学士去庄子上给生儿授课。皇上的心意我明白，臣妾的父亲让人找了学富五车的夫子，还有陪读，不日
就要送去庄子上。这不，臣妾就让宫女们与生儿赶着东瀛。曾经在朝堂任职的人，他们与大臣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还是用与朝廷无关的人，臣妾更放心。皇上一想起皇后和俊，恨不得把整个朝廷的官员都笼络在他们手里。和淑妃的贤良淑德比起来，他对皇后的厌恶又升了一级。皇上当晚就歇在了华清宫。第二天，让海公公悄悄地送了10万两银票去将军府。经过几天的调养，白马儿已经能正常吃饲料了，还肉眼可见的长了一点点膘起来。看着日益精神的马儿，沈云星恨不得搬去马棚睡。沈云苏一回院里，埋头整理菜单。离中秋不远了，他要把烤炉利用起来，里面烤鸭子，外面烤月饼和面包、烤馍。你又折腾什么好吃的了？李生哥哥，你以前吃的月饼都有些什么馅的？桂花的、红豆的、腊梅的、花生的、玫瑰的。沈云苏听完，嗯了一声，继续在纸上写了起来。啊，你怎么不理我？我问你，又琢磨啥好吃的了？沈云苏一口气把月饼的品种写完，抬头呼了一口气。火腿月饼、五仁月饼、蛋黄月饼。火腿可以做月饼？可以呀，为什么不可以？顾离生看着他水灵灵的凤眸，那长长的睫毛一扇一扇的，像蝴蝶的翅膀，扇得他心里咚咚的跳。以后你别对着别人眨眼睛。说月饼呢，你扯什么眼睛？人是活的，当然眼睛会眨，不然还拿2牙签撑起来吗？沈云苏说着，给了他一个白眼儿，心里暗暗腹诽：这人也有憨批的时候。五仁是什么？就是核桃、花生、芝麻、杏仁这些呀。你这里只有4种人，我这不是想不起来吗？反正里面就是可以任意的搭配自己喜欢的馅。沈云苏隔着书桌瞪了他一眼，这孩子一点都不可爱，太较真了。蛋黄呢？去哪里找那么多蛋黄？我这个可不是一般的蛋黄，得用咸鸭蛋。顾离生这才回过神，难怪前几天他让沈云星做了几大坛子的咸鸭蛋。你傻呀，蛋清可以做菜，要是每一桌你配送1碟蛋白，你觉得客人会不要吗？做吃食生意吧，配菜很重要，一定要送小吃，这样回头客会越来越多。顾离生听着觉得小苏苏说的甚是有理，他觉得脸上有些痒，还不等得伸手去挠，沈云苏跳下椅子向他扑来，拉着他的手喊道：别动，你脸上起红疹子了。顾离生看着面前可爱的乌鸦嘴，欲哭无泪。别挠啊，千万得忍着，不然破了相，你以后就不好娶媳妇儿了。顾离生心里咯噔一声，破相了怎么办呢？小苏苏肯定不喜欢和他玩了。看着顾离生像是听进去了，沈云苏才迈着小短腿儿跑出书房。他喊来高管家，又吩咐小厮准备沐浴。小厮刚提了一桶水进盥洗室，就被小苏苏喊可以了。趁大家慌乱之际，他往浴桶里注入了很多灵泉水。他手里没有药，只能试试。在小厮的伺候下，顾离生把整个身体都泡在水里。沈云苏在门外听到里面的哗哗声，沈云苏在外面喊道：对，往脸上浇水，也可以把脸埋进水里。小厮听得额头筋筋突突的跳，这小苏苏真是不嫌事儿大的主啊！少爷，你拿湿帕子盖脸上吧。见屋里没有动静，小厮进去一看，吓得魂飞魄散，一声惊呼。沈云苏一着急，也跟着跑了进去。怎么了？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只听哗啦的一声水响，顾离生猛地抬起头，他甩了甩头，水珠飞了沈云苏一脸。你怎么进来了？还不是他在叫唤，我以为你更严重了才跑进来的。我没事，你们都出去。你还说你没事？你看你脸都红成猴屁股了。顾离生双手捂脸，欲哭无泪。他总不能说他是害羞的吧？放下，别用手碰脸，不然你娶不上媳妇儿，我可不负责的。必须负责。沈云苏一扭头就往门口走去。哼，不识好人心。刚走到门口，他停下脚步。你这会儿有没有好一点？要不你还是把脸放水里，抬头换气勤一点，别憋死了。好多了，身上都不痒了。既然没痒了，你就慢慢泡，多泡一会儿，出来我给你扎针。沈小姐呀，这个扎针吧，也不能随便扎，万一……他欲言又止。你们别担心，我可会扎针了，我都跟方师傅学了好久了。两小厮脸上扯出一丝牵强的苦笑，外面急匆匆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郎中来了。两个小厮终于松了一口气，都别进来，等我穿衣服出去看郎中。郎中检查还是要让你脱衣服，多此一举。你别转头，你再离远一些。沈云苏这会儿才回过神来，原来他在害羞。他玩心一起，回头冲他做了一个鬼脸，才蹦跶着去了隔壁的书房。
他完全没有听到身后的水声和磨牙声。顾离生穿好衣服，一脸黑线的来到书房，郎中盯着他的脸看了好一阵，才问道：这位小公子没有碰生气吧？没有。那郎中又把了把脉，他收回脉诊。我就是小公子皮肤太娇嫩了，若是皮肤碰了生漆，后果不堪设想。以后别去有生漆的地方了，只要喝一帖就可以了。记得3碗水煮成1碗，只喝3次就成了。郎中走后，沈云苏也仔细地看了看顾离生，这时候他脸上不红了，有点黑，看着他的脸都快滴出沫了。沈云苏笑得直不起腰，还笑？谁叫姑娘是这样？我记着，男女有别。少爷呐，您泡在浴桶里，我能看见什么？再说我还是个小孩。等会儿别瞎说了，高伯送了郎中就回来了。他说什么了？他至于这么紧张？少爷，听说你生气过敏了，好点没有？妹妹，你知道吗？墨香斋让人找来酒楼了，问我这个故事有多少集，你猜怎么着？你怎么回答的？嘿，我说有88集。这会儿轮到沈云苏头疼了，他去哪里凑这88集？前面2本画本子只卖了1两银子，他又接着又写了几集，可妹妹不准他再拿去书斋卖。咱们等着，他们肯定会找上门的，必须给10两银子一本，咱们才卖。你给来问的人说了价格吗？说了呀，那人是铺子里的帮工，做不了主。他说回去问问东家。那个画本子呢，我晚上再写，白县令让人传话了，他夫人请咱们去他们府里做客。沈云星伸手就去端妹妹的水杯，你自个儿倒水，这里还有空杯子。你们大户人家真是规矩多，这是我妹妹喝过的，又不是别人喝过的。再说了，别人用过的东西，我才不会用呢。自己妹妹也不行，你是哥哥，你得让她学会男女有别。妹妹，我觉得我能把唐僧写得更生动灵活。你就按照我跟你讲的那么写就成了，千万别画蛇添足哈。这儿不是有活唐僧吗？放心，写不蹦。沈云苏实在没忍住，顾离生啰嗦起来，还真不比唐僧差。你就是那孙猴子，天没个正形。对的呢，离生哥哥的比喻也挺恰当的。孙悟空没啥不好的，打妖怪、除魔鬼，掐桃花，还能让师傅吃饱饭，我挺愿意像他那样的。顾离生一脸黑线，小厮熬好了汤药送来书房。顾离生看着黑乎乎的药，蹙眉。离生哥哥，你不喜欢汤药？顾离生心想，谁能喜欢汤药？那不是有毛病吗？喝后吃一口如意膏呗。沈云苏盯着那碗苦药汤，自信满满的说道：给我2年时间，我会做出各种药丸子，你就不用喝这臭药汤了。顾离生感动的心跳都漏跳了一拍，小苏苏为了他都愿意研究药丸子了。沈云苏深思熟虑后，觉得酒楼里还是需要请2个糕点师傅，他就把这想法说了出来。沈云星拿过妹妹手里写好的月饼方子，哎呀，妹妹呀，这月饼的名字一看就好吃啊，咱们不能只卖中秋节呀。妹妹，你脑壳聪明，再帮哥哥想几个糕点名啊，比如什么春饼，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舍得花钱，我们就多做几个吉祥饼。离生哥哥，你学问好，一起帮着想一想，城里的大户人家都喜欢什么样的吉祥词？没问题，我写出来，你自己选。说着就拿过一张纸。沈云星看着离生少爷一手漂亮的簪花小卡，沈云星不由得念了出来：福禄双全饼，多福多寿，富贵如意饼，金玉满堂饼，龙凤呈祥饼。我马上和白掌柜去人牙子那儿，看能不能找到做过糕点的厨娘。看着三哥的背影，沈云苏喊道：说人牙子那里没有，写一个告示招聘，贴酒楼门口。沈云星头也没回的挥了挥手，疾步而去，表示他知道了。清晨的空气格外清新，鸟儿们叽叽喳喳的在花园里的树上跳来跳去。沈云苏双眸跟着鸟儿跳动。你是不是想套鸟窝里的鸟蛋？我喜欢看小鸟飞，你看它们多快活多自在，以后我也要像它们一样飞出去翱翔四海。妹妹，我先送你去白府，然后再去看人牙子带过来的厨娘。三哥，你穿月牙白真帅气。什么叫做帅气？就是最俊俏啦。沈云星把妹妹的衣裙整理了一下，又看了一遍。行，这小如裙挺可爱的，适合妹妹，咱们走吧。就这样，顾离生眼睁睁地看着沈云星牵着小苏苏向垂花门走去。我们很快就回来了。顾离生眼底的失落顿时消失。上了马车，沈云星指着小机上的东西：妹妹，等一会儿到了白府，你把这个送给白夫人就行了，这里是卤肉香料。他又指了指马车角落里的小坛子，这个是云之歌让人送进城的辣椒酱，我买了一个精致的小坛子，分了2斤，让县令大人尝一尝。三哥想得真周到，这可是别人花钱也买不到的。沈云苏往街上两边的铺子看看哪里有大医馆，不过一盏茶的功夫，马车就到了白府。白县令夫妇一见到兄妹俩，只觉得眼前一亮。白叔叔，白叔叔，白夫人
夫人安好。叫我姨姨就好，白夫人太见外了。姨姨好。小苏苏、云星公子，今天休沐，终于见到你们了。这就对了嘛，喊姨姨多好听。小苏苏呀，姨姨早就想请你过来玩了。你白叔叔说他也想见你，非要等到休沐时间，这不，姨姨今天才能见到你。兄妹俩一落座，几个婢女把备好的点心和瓜果如流水般的端了出来，婢女又上了茶水。谢谢。白夫人看在眼里，问道：这孩子不光貌赛潘安，品性还温润如玉，是个难得的好儿郎啊。白县令与沈云星谈着酒楼的事儿，也说到了开业的时间。白县令主动说道：开业的那一天，我一定到场。中午给我留2桌，我要在那里宴请亲朋好友，让他们去尝一尝咱们酒楼的招牌菜。小苏苏正认真地听着白县令和三哥谈话，白夫人向身边的婢女低语了2句话，婢女就退了下去。片刻后，一个11、12岁的姑娘牵着一个7、8岁的小男孩走了出来。爹娘，喊完后就匆匆地瞥了一眼父亲身边坐着的沈云星。淑珍、景睿，快过来见过沈公子和苏儿妹妹。沈云苏一听淑珍，县令姓白，那不就是白淑珍了？脑海里想到的是回去后白蛇传的故事也得安排起来，这一趟不虚此行。白淑珍腼腆地向沈云星微微扶了扶。白姐姐安好，景睿弟弟以后经常来酒楼玩啊，哥哥让厨子给你做好吃的。白景睿看了看父亲，又看看沈云星，腼腆地点了点头。白姐姐安好，好可爱的小妹妹，难怪爹爹经常念叨你了。诶，小妹妹有和大哥哥一模一样的酒窝呢。淑珍、景睿，坐这里来，陪小苏苏一起玩。白叔叔、姨姨，小侄今天还有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开业时酒楼见。妹妹，哥哥忙完事儿就过来接你。哥哥，我可以自己回去的。云星，你放心忙你的事儿，我们会派人送小苏苏回去的。看着哥哥离去，沈云苏又开始犯愁了，一个说接，一个说送，他什么时候才能把人参卖了呀？白淑珍不停地问小苏苏这里那里的事儿，小苏苏就是说到蚕蛹可以吃，他都没特别的害怕，而是充满好奇，仿佛他对这个世界从没有接触过似的。坐了快1个时辰，沈云苏觉得差不多了。姨，苏儿改天再过来陪你玩，我先回去了。小苏苏，白叔叔还有事没和你说呢，今天用了午饭再送你回去，好吗？那好吧，我就不客气喽。小苏苏啊，那些村民说小龙虾长势很好，你还有没有金点子帮白叔叔支个招呀？咱们江陵县啊，有的地方太穷了，我也头疼呀。我哪有什么金点子，我就是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小女孩。不过说起吃，其实也能做出不一样的吃法，村民们找到方法了，也能有些收入。白叔叔，这马上就是收稻谷的季节了，接下来不久就会收红薯了，到时候你再去酒楼找我三哥，他会与你说红薯如何变成银子。小苏苏还与叔叔卖起关子来了，有意思。好，叔叔记下了。苏儿妹妹，就先说来听一听吧，不然我今晚都会惦记着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不说，而是我说了你也体会不到。没关系，我们再等等。白叔叔，关于北冥律法的书哪里能买到？不用去买，白叔叔送你一本，我书房里就有。小苏苏，你为何想起看律法呀？让三哥多看看，做一个遵规守诚的商人。白淑珍拿来了书，沈云苏谢过白县令，翻看了几页，就放在桌子上。小苏苏，你看得懂吗？认识一点点。午饭时候，沈云苏看着满满的一桌子菜，调侃道：我回去得让三哥好好打理酒楼，不能辜负了这一桌子的美食。他的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姨姨真羡慕你的娘亲，有你这么聪明伶俐又可爱的闺女。一顿饭吃得喜气洋洋，沈云苏还讲了香料卤肉的方法，又讲了辣椒酱的吃法。饭后稍作休息，沈云苏就起身告辞。白夫人命婢女取来一枚玉佩，要送与小苏苏。姨姨的礼物太贵重了，苏儿受用不起，我还是喜欢白叔叔送我的书，这个更适合我。苏妹妹，狼毫不贵重，哥哥送给你练字，好不好？小苏苏，你就收下吧，再过2年，你也可以练习写字了。那好吧，多谢景睿哥哥的狼毫，我会好好练字的。他们全家人把小苏苏送上马车，挥手告别。小苏苏告别了白县令全家，他让车夫把他送往酒楼。他到了酒楼，车夫要送他进去，小苏苏说他要自己进去。他佯装往酒楼走，离酒楼隔了2条街的距离就有一个大医馆。刚走过一条街，沈云苏见一个医馆不大，里面有一须发皆白的老者坐在里面，抬头望去，德康堂几个大字悬挂得高高的。先进去问问价吧。爷爷，我能问你一个事儿吗？
小姑娘，你是要买什么药吗？爷爷，我想问一问，这只人参值多少银子？老郎中双手接过人参，仔细的端详，又凑近鼻子闻了闻，连连点头。这项难得一见的千年人参呐，老朽生平啊还是第一次见到。要说它的价值，还真是不好估量啊！小姑娘，你是想把这人参给卖喽？沈云苏点了点头。我的医馆小啊，收不起你这人参。平常人参价格，一般100年的人参是100两银子，300年的人参呢是500两左右。你这只人参呢，少则800两，多则1000两银子呢。谢谢爷爷指点，我去找大医馆问一问。如果在京城呢，那里贵人多，你这只人参呢可卖1500两。如果遇到有贵人急用，甚至可以卖更高的价格。出了德康堂，他直奔县城最大的医馆济世堂。沈云苏在济世堂门前站了片刻，看着宽大的铺子里面的药童都有好几个，等着拿药的人都排了好长的队。见一个中年郎中闲了下来，沈云苏走了过去。叔叔，你们收人参吗？手里有一只千年人参。哎呀，小孩子别来捣乱，坤们正忙着呢。叔叔，我没捣乱，你看一看就知道了，不收也没关系，我又不是等着急需银子。沈云苏不慌不忙地打开木盒，一只全须全尾的大人参呈现在大家眼前。前一刻还在轰人的郎中看了看，又放在鼻子下嗅了嗅，他收起眼里的势在必得，面无表情地说道：这哪里算得了千年人参，也就是一只普通的人参而已。你想要多少银子？既然你不识货，那我不卖了还不成吗？哎，小姑娘，你别急嘛，看在你年龄小的份上，我给你200两银子，好不好啊？200两了耶，够一家人过很多年了呀！这小姑娘运气真好。那中年郎中嘴角上扬，眼里闪过如饿狼般的幽光。这时，排队等候的人群里有一个戴着斗笠的人侧目看了过来。算了，贵店无心收我这人参，咱也不勉强。再加100两如何？小小年纪，做人不能太贪了啊！姑娘，300两银子已经很多了，都够你以后的嫁妆了，也就卖给济世堂吧。除了济世堂，恐怕没有哪个医馆出得起这个价了。就是，济世堂口碑啊，一直是咱们县城最好的了。算了，我不卖了，我自个儿泡水喝得了。沈云苏说着，就从椅子上跳了下来。小姑娘，你别走啊，要不你开一个价？你是故意装不懂人参的价格，还是欺负我是小孩子？我若不知道人参的价格，你觉得我爹娘会让我拿到济世堂来卖？那你说一说，你爹娘让你卖多少？1000两银子。一只人参值1000两，我的个娘啊！咱们也去山上挖人参去。有人回过了味儿，刚才济世堂郎中只给小姑娘200-300两，小姑娘说她的人参价值1000两，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家是小孩子吗？我说小丫头，做人不能太贪心，1000两太多了，但你人小，500两不能再多了，我亲自把银票帮你送到你家，怎么样？郎中海沉着脸向柜台里的药童使了一个眼色。柜台里的药童从钱匣子里拿了5张银票走了出来。小姑娘，你家住哪里啊？我送你回去。说着就要去拿沈云苏怀里抱着的木盒子。且慢，1000两我买了。天哪，原来这小姑娘真的没说假话，她的人参真的值1000两银子，这济世堂太欺负人了。戴斗笠的人掏出一叠银票递给沈云苏。爷爷，你做人厚道，不欺负人，我只收你800两就好了，这人参我多的是。会有那么老吗？都成爷爷了。等等，对，他人参多的是有多少？沈云苏走出济世堂，回头看着牌匾，鄙夷地说道：无良无德，进哪门子的事？还是德康堂的爷爷有医德。走，咱们去德康堂买，有医德的人呐，不会卖假药的。那群买药的人呼啦啦地往德康堂涌去。戴斗笠的男子手里拿着木盒，远远地跟着沈云苏。一个小孩在众目睽睽下拿着那么多银票，他担心有人打劫他。济世堂的郎中看着一个人都没有了的医馆，咬牙切齿地说道：去跟着他，看他家住哪里。白县令府里，白夫人看着手里的玉佩叹气：小苏苏怎么就不收呢？我可喜欢她了。夫人，咱们都喜欢她，要不咱们收她为义女？你真是死脑筋！咱们景睿只比她大了几岁，你认了义女，以后儿子就没机会了。夫人，这话以后可别再提了。苏丫头玲珑剔透，聪明睿智，哪里是咱们儿子配得上的？不试试怎么知道结果？论门户，咱们是官宦人家，他的爹娘是农户人家，万一他爹娘愿意呢？他们家不是普通的农户，曾经也是京城的官宦之家，眼皮子没你想的那么浅，你最好歇了这心思啊，不然沈家可能会不再与我们往来了。小苏苏的哥哥小小年纪就能管理酒楼，长得也气质清俊，双眸明亮，一看就是聪慧不凡。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你看他比咱们淑珍小不了多少，你下次去梧桐村，是不是与他父母提一提，探一探他们家的口风，是否介意女子比他们的孩子大一些？夫人，今天你是怎么了？为什么就揪着沈家的孩子不放了？沈家的孩子太优秀了，妾身实在是忍不住往这方面去想。哎，你就歇了这心思吧。小苏苏家还有2个哥哥，都是人中龙凤，你眼馋不过来的。白县令的一番话，白夫人听得瞠目结舌，原来是他家高攀不起啊。白淑珍在窗户外把爹娘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她红着脸悄悄地回了自己的屋里。小苏苏人参卖掉了，兜里又有了银子，心里美滋滋的，就只差嘴里没哼唱今天是个好日子的调调了。到了院门口，天姑娘，你三哥呢？你为何一个人回来了？你不是与我说你很快就回来的吗？为何现在才回来？你这就不懂了吧？白夫人让我过去，肯定得招待我吃饭吧？吃饭也得到点儿才吃吧？既然招待我，那席面的菜就丰富了，我总得认真品尝吧。这一大桌子的鸡鸭鱼肉吃下来，总得1个时辰吧？够了，少忽悠我！你有多大的肚子，需要吃1个时辰的饭？厉声哥哥，我真的没有忽悠你。我们吃了饭，还坐着喝了一会儿茶呢。还有这个，厉声哥哥，你看白县令送我什么了？陆离生从他手里拿过书，手牵着他向饭厅走去。他向饭厅前一小厮喊道：“可以用膳了。”都这个时辰了，你还没用膳？不一会儿，高管家和小厮端着菜走了进来。小苏苏啊，还好你回来，不然少爷得等你等到天黑呢。多嘴！大伯伯，给我碗筷，我也饿了。傻子，就吃饭都不知道吃饱。顾离生坐着没有动筷子，他看了那书一眼。北冥律法，白县令送你这书干什么？沈云苏把他的想法和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小苏苏有远见，做生意就是怕惹事儿，遵纪守法好。今天有卤肉，还有卤豆干，可香了。快吃！见小苏苏一会儿就把半碗饭吃了个底儿朝天。这狼毫不适合你，回去我送你几支轻一点的笔，适合写簪花小楷。你回屋睡一会儿吧，今天你都没睡午觉。你三哥回来了，我让他去喊你。好吧，我还真的困了。沈云苏转身就往后院走去，看着他走远，顾离生把木盒子递给高管家，扔了。好，听殿下的，我一定扔得远远的。睡了一觉的沈云苏一醒来就被三哥抱起来去往书房。兴致勃勃地给他和顾离生讲着街上的流言，还有他卖了画本子的事儿。所以啊，做生意得诚信，济世堂就是咱们的前车之鉴。不光是需要诚信经营，还得知道北冥律法才行。妹妹真是深谋远虑啊，我一定好好看。今天看到白大小姐，就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咱们就取名《白蛇传》吧。那姐姐小家碧玉的，挺好的。哎，你别拿她编故事啊。白姐姐很好，我怎么会让她做故事呢？我脑壳里有一个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顾离生心想，为什么我们脑壳里没故事？妹妹，你且讲来听听，我看适不适合写画本子。沈云苏足足讲了2个时辰，才把白娘子的故事讲完，听得顾离生一会儿蹙眉，一会儿嘴角上扬。沈云星听完后，他大骂法海不是东西。我怎么觉得那许仙的性格这么熟悉呢？片刻后，我想起来了，大伯不就是经常骂爹百无一用是书生吗？此时的沈继贤在家打了一个喷嚏。苏娘，咱们闺女为什么还不回来？是不是我明天亲自去县城一趟？刚才我都在打喷嚏了，肯定是闺女在念叨我了。弟弟，你就别去添乱了。这段时间你在家把加工房的事盯好，把你手里的账目做好就行了。一个酒楼要开业，妹妹忙着给酒楼想新菜做计划。云志哥回来说他可忙了，你不用急，10天之内闺女肯定能回家。什么？还要10天？这时沈继德恰好走到门口，他狠狠地瞪了沈继贤一眼。你看你这出息，还没弟妹稳重呢。哥，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云辉都多少年没回家了，我什么时候像你那样了？要死要活的。孩子们迟早要出去闯前途，都留在身边能有什么前途啊？和咱们一样捏泥巴吗？你那不是臭儿子吗？谁还不是臭儿子了？你别叨叨我呀，都快忘了说正事儿了。沈继德在门口的板凳上坐了下来。二弟的脚基本快好了，加工房再过几天把石板一铺，就可以往加工房里搬东西了。哥，铺石板会不会太浪费了？换成碎石头不好吗？苏儿说铺上石板可以晒干辣椒和香料，你换成碎石头怎么用啊？去石头缝里找。时间飞逝，一转眼就到了酒楼开业的日子。
沈氏家族的小伙子们都穿上清一色的工作服，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在一阵鞭炮声中，白县令缓缓地拉下了牌匾的大红绸，俏江陵3个烫金大字十分醒目，下面写着沈氏私房菜。你们看，是县令大人接的红绸呢，这俏江陵不简单呢。用咱们江陵县取名，这肯定是县令大人家亲切的酒楼了。不对吧？上面还写着沈氏私房菜，东家肯定是姓沈啊。白掌柜在酒楼门口热情地招呼客人。那不就是白县令的堂兄吗？他家就离我们家不远啊。酒楼门口旁边立着一个大木牌，上面写着今天有什么招牌菜，还有最低消费是多少。有识字的人念了出来，都是咱们没听过的菜名呢，好想去尝一尝啊。当他们听到最低消费和8折优惠时，兜里有钱的人就不再忍了，直接往酒楼里走去。这酒楼好，价格不贵，菜品新颖，得去尝一尝。酒楼门口左右两边的2个俊秀的小伙子脸上挂着微笑。这俏江陵还真是不俗啊，没有其他酒楼的奢华，也没有其他酒楼那样的势力，这才是咱们该去的地方。不到5时，酒楼的楼上楼下都坐满了食客。沈云星跟着新出炉的烤馍，他每一桌都送上一盘。大家尝尝沈氏独门秘方烤馍，这个呀可以单独打包外卖的啊。今儿呢就送给大家尝尝鲜。好香，软绵，咸的适度。哎，我还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糕点呢。沈云苏和顾离生坐在柜台里面。高苏苏，你看这满堂的食客，你家很快就发达了。这算什么？我要带着沈氏家族回京城开酒楼。对，去京城赚大钱，别忘了给我留股份，我要投大股。沈云星忙得晕头转向，他忙里偷闲的到柜台里坐一会儿。妹妹，糕点月饼我还是得另外想办法，不能混在酒楼卖。就在附近找一个小店铺就行。行，就在附近找，暂时先只卖烤馍，每天做好了送糕点铺子里去就成。妹妹，你好好想一想，糕点铺子用什么名儿？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顾离生一脸坏笑。本宫的酥怎么样？不怎么样，你继续想。沈云苏脑海里灵光一闪，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他和好友曾经就是闻名而去的，就冲着那个桃花仙子的故事，他们在桃花坞玩得开心，也累得半死。桃花坞不错，挺别致的，一听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我会让3哥把桃花坞的传说写在铺子里的墙上。开业的第1天下来，白掌柜手捧账簿，笑得合不拢嘴。今天的毛收入总共有518两，可喜可贺呀！哎呀，这可是以前醉仙局小半个月的收入呀！若不打折送糕点，利润会更多。白掌柜把第2天的活儿安排好后，沈云星就带着妹妹和顾离生回去了。顾离生回去后，高盛递给他一封信，他快速地看了一遍。不急，等酒楼把前3天忙过，小苏苏一起回去。他们来了就让他们等着，庄子里有黄婶，不用担心，他知道安置他们。第2天，顾离生试图劝阻小苏苏别去酒楼了，反正他去了也帮不上忙。我就坐在柜台里看着生意兴隆，心情就好。你今天就别去了吧，陪我在那里待大半天也挺累的。我当然得去，我得陪着你。要是你被拍花子的盯上了怎么办？2人一进酒楼，白掌柜就说县令夫人在楼上雅间等了小苏苏好一会儿了。离生哥哥，你去柜台吃烤馍，我去就下楼。一起去，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说着拉着沈云苏的手往楼上走去。哎呦喂，刚才那可爱的小姑娘就是沈公子的妹妹啊！哎，你们看，一模一样，连2家的酒窝都一样。进了雅间儿，爷爷、白姐姐、熊瑞哥哥，今天你们可要好好尝尝这里的美食，保证让你们满意。这位公子是？他家庄子在我们村，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长大的玩伴。我知道，他就是你青梅竹马，是也不是？沈云苏一时语塞，他这么小，能算青梅竹马？还是白少爷聪慧，咱们就是青梅竹马。他在心里暗暗腹诽。看你丫的说得好，将来本殿下有权势在手时，至少提拔你2级。小孩子别瞎说，小苏苏还小，哪里懂什么叫做青梅竹马？沈云苏心想，我还真的懂。这位少爷，你姓甚？坐过来一起用饭。他叫离生哥哥，好名字。离生哥哥，一起用饭吧，今天这顿我请客。爷爷哪里舍得让小苏苏破费？爷爷昨天都没有送礼物过来。你白叔叔说呀，不用俗套，让我们经常过来捧场就行了。那苏苏就不和爷爷客气了，欢迎经常过来吃饭，我让白掌柜给你们打折。顾离生这会儿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什么时候沦为蹭饭的了？沈云苏像是感觉到了他的不安，他快速的给大家把菜介绍了一遍，就声称要下楼等人。爷爷、白姐姐、景瑞，你们慢慢用，我就先忙去了。虽然白夫人实在是想不通，她一个小姑娘忙个啥，她也不好刨根问底儿，只得笑着回应：我知道你不喜欢陌生人，你真傻，不喜欢还陪我上去，以后别这样了。5时后，沈云芝才带着小龙虾和10个沈
沈氏族人到来，沈云星给他们讲了讲酒楼的服务细节。沈云星还指派了几个人与厨娘学糕点，他要慢慢筹备去其他地方开分店的事儿。开业的第2天，俏江陵的生意仍然很火，大厅里人满为患。沈云星听取妹妹的建议，开启了外卖窗口，一时俏江陵的菜品风靡全城。沈云峰见沈云星在白掌柜的带领下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就带着妹妹回村去了。沈云星抱着妹妹，眼圈都红了。三哥，我可以经常来县城的，等你手里的钱宽裕了，咱们再买几匹马，还在县城附近买庄子好不好？好，哥听你的，我会让人牙子帮我盯着，有好的庄子呢，咱们就买下来，那样你和爹娘都过来住，我就可以骑着马儿天天回家了。顾离生心里暗暗腹诽，还好你丫的不能经常回家了。家里的事儿啊，你别惦记，看好酒楼，我会抽时间常过来看的，你自己照顾好自己。云峰啊，你放心吧，我已经叮嘱了院里的小厮，他们会照顾好他的。沈云星看着马车消失在街的尽头，京城戴斗笠的那人进了西城门后，快马加鞭的直奔荣亲王府而去。荣亲王府里的前厅里，荣亲王看着一身风尘仆仆的人，向府里的小厮吩咐道：快带100股去洗漱用膳。不急，我先看王爷的病要紧。司徒姐啊，真难为你大老远的赶回来，都这么多年了，都习惯了。是夫人她不放心，非要我把你给找回来。100股带诊都没准备，他就拉过荣亲王的手，把起脉来。别与我说那些虚礼，换成别人，我能马不停蹄的从药王谷赶回来。3年1次的药王大会都被你搅没了，你还是想想如何补偿我的事儿。好说好说，我让人打开库房让你选，怎么样？够朋友了吧？闭嘴，省点力气，还可以多活几日。算你运气好啊，这次失去了在药王大会上淘天才地宝的机会，却阴差阳错在江陵县得到一只千年人参，正好与你吊命。司徒姐，你实话告诉我，究竟还有多少时日？其他的我没什么，我就是放心不下我那一双幼子啊。有我在，你还可以纳两侧妃。你是回来给我送终的吗？就会故意气我？你明明知道我……你歇着，别激动，等我洗漱用了饭，给你开药。100股丢下磨牙瞪眼的荣亲王，一溜烟的跑了。洗漱后的100股换上干净的衣衫，虽然皮肤黝黑，怎么看也不会是沈云苏嘴里的爷爷了。荣亲王回了书房，喝完药，他半躺在小榻上。千年人参本就难得，你银票可够花。银子的事你别管，没有了我知道拿玉牌去钱庄取。我现在头疼的是你明明都好好的，为何又发病了？也许是我在半年前的一次宫宴吧。我那一天进宫啊，什么都没吃，我谨记你的话，一口水都没喝。可回来之后就开始感觉不适了，开始也不明显，最近2个月是明显感觉疲惫嗜睡。我去过很多地方，听说过一种毒药叫子母毒，身体里有母毒的人只需要闻着子毒味就能引发体内的母毒。我怀疑你是中了这种毒，可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子母毒的解药。王爷这毒必定是那人下的无疑，以后他无论用什么理由召你进宫，你都别去。若他派太医来查看，你就躺家里就行了，反正你的症状一时没解药，我也只能治标治不了本。子锦的嘱咐我铭记于心呐。看着荣亲王疲惫的倦容，100股起身说道：你去休息，刚用了药，多睡有助于恢复。等你精神好一些了，我再与你谈一件有趣的事儿。你还是这样，既然有趣，为何不先讲与我听啊？小厮见100股离去，进来问道：你去卧房睡，还是就在这里睡？我还得等着他来与我说话呢。小厮见王爷坚持，他拿了薄毯给他盖好。罗大几人一见马车出现在村口，他们就直追着马车跑来。老大，你回来了吗？小姑姑，我是4炮，慢点跑，我回来了，我给你们带好吃的了。不提吃的还好，一提起吃的，几人跑得更欢实了。老大，你的小鸟都长大了一些，羽毛好漂亮，你不信回去看，你可能都认不出它来了呢。这娃是不是把你的小鸟养死了，另捉了一只放笼里？不许你怀疑我的小伙伴，他们对我可好了。少爷也是担心你的小鸟，小苏苏勿怪啊，咱们少爷聪慧，一般人呐忽悠不了他，所以才……沈云峰嘴角抽了抽，师傅就是师傅，看护起4殿下来，黑的都能说成白的。大宅子门口，沈云苏白了顾离生一眼，疑心病也是病，得治。顾离生心虚的把目光移开，不敢与小苏苏对视。小苏苏说的是得治，最好是扎针。小苏苏，你明天早点过来，帮咱们少爷扎几针。高管家满脸堆笑，在沈云苏看不见的地方朝顾离生一个劲儿的眨眼睛。
方文龙也迎了出来，他一看高盛那狗腿的样子，再一看小苏苏气鼓鼓的腮帮子，就知道两人又闹掰了。小苏苏，明天过来，师傅就教你扎针。你俩是谁家的人呢？为什么每一次都没原则的帮他说话？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扎针了？狗蛋几人一上来就围着沈云苏从头到脚的看了个遍。老大，你穿这衣服好看，比镇上那些大家闺秀都漂亮。小姑姑，你好像长高了。我才离家多久？你们当我是蘑菇呢？一天一个样。顾离生哼了一声进去了，狗蛋几人这才回过神来，他们好像忘记了与离生少爷打招呼。狗蛋，过来帮我抱一个箱子。是斑斑，箱子里是咱们酒楼的烤馍，我带了一些回来，让你们尝尝。沈云峰抱着木箱走起路来，脚下生风。狗蛋儿抱着木箱紧跟其后。沈四胖远远地看见沈继贤在篱笆院里，他大声喊道：“三爷爷，小姑姑回来了。”沈继贤听到喊声，他放下手里的活儿就跑了出来。沈云峰可以肯定的是，他从没见过他爹跑这么快过。沈云墨指着飞奔出去的爹说道：“娘，你快看，妹妹回来了！你看爹跑得比兔子还快。大伯说爹没用，我看这话不实。别去抢，让他稀罕个够。”说着，他走向厨房。沈继贤一把抱起闺女：“苏儿，你怎么才回来？可想死爹爹了！什么时候爹爹力气这么好了？大伯埋汰爹爹，让他大风时别出门。看这趋势，爹爹以后不会被大伯骂了。”苏儿也想爹娘，还有哥哥了的。我苏儿更想与三哥在城里赚钱，让爹娘过上好日子。小姑姑，你想没有想我们呀？别捣乱啊，长幼有序，我闺女肯定得先想我，才有空想起你们。爹爹还真没说错，他忙起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想，一空了下来，还真是先想念爹娘。咱们走，进屋啊，吃的去。说起吃，沈四胖也丢下沈继贤和小苏苏，快步的跟着沈云峰往前跑了。沈继贤抱着闺女往回走，一路上都问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什么闺女在城里一个人睡得香吗？吃了多少饭呀？早上谁帮她梳头发呀？爹爹，你还没问三哥好不好呢？还没问酒楼赚没赚钱？那臭小子精得像个猴似的，有什么好问的？肯定是能吃好睡好，然后把城里肩上的伎俩都能学会。担心他个啥？沈云苏心疼了三哥几秒，有这么埋汰自己亲儿子的吗？沈云峰回去把木箱放下，又打开装烤馍的木箱，揭开木箱盖，顿时一股香甜味儿溢了满屋。风儿，什么回来了？好香啊！娘，这是酒楼的烤馍，听云芝哥哥说这个卖的可好了，三弟还在计划着开糕点铺子。沈云墨说着，拿起一个烤馍喂进娘亲嘴里。你们也吃，这个季节不能久放，等到冬天的时候才可以多放几天。你们几人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矜持了？沈云墨看着几人手里拿着烤馍，小口小口的吃着。是老大说的，咱们也要学规矩，以后去了城里，别人才不会说咱们是不懂规矩的泥腿子。对，咱们可不能给小姑姑丢人呢。别光吃烤馍了，都来一起吃饭吧，我做的多。他们咽了咽口水，几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说话，都留下一起吃吧。这时候沈继贤抱着闺女也进屋里，都留下一起吃饭，我还有很重要的事与你们商量。老大，你有话就说吧，我们都听着呢。对，小姑姑，有事你说话，咱们都听你的。妹妹，想二哥没有呀？二哥天天都担心云星那臭小子是不是能把妹妹照顾好。沈云墨用脑袋蹭了蹭妹妹的小脑袋，沈云苏搂住二哥的脖子，吧唧一口亲在了二哥的脸上。娘亲说的，不准我们亲你，所以我可以呀。除了哥哥，不可以亲别的人，尤其是那混蛋少爷。沈云苏无言，他怎么觉得哥哥们都不待见离生哥哥？他觉得他挺好的。素娘从沈云墨手里接过闺女，吧唧一口亲在了闺女的小脸蛋上。宝贝，三哥每天很忙吧？他吃得消吗？带去的人没有不听统一安排的吧？三哥很好，咱们沈氏族人都很齐心，本想富裕的好日子指日可待了。素娘把沈云苏放在了沈云峰身边坐下，闺女尝尝咸鸭蛋是否能吃了。接着他又拿起勺子给狗蛋几人盛鸡汤，来多多吃一点，我炖了一大锅呢。谢谢三奶奶。苏儿没在家，你们几人也辛苦了，看你们把那小鸟养得活蹦乱跳，大多数幼鸟被抛弃后是很难活下来的。沈云苏心里纳闷，大哥哥没在家，谁上山捉的野鸡呀？沈云峰拿起一个咸鸭蛋，剥好后放进妹妹的碗里。沈云苏用筷子把蛋插起来咬了一口，他看着已经开始起沙的蛋黄，非常合适，可以吃了。尤其是吃稀饭的时候煮几个，可下饭了。沈继贤把一个鸡腿压到了沈云苏的碗里，闺女吃这个，爹帮你吃咸鸭蛋，明早煮稀饭，爹再给你煮咸鸭蛋。先吃鸡肉，这个你们带回去，明早下稀饭。沈云峰又把咸鸭蛋一人一个分给了几个小孩。沈云墨看着碗里剩下的最后一个咸鸭蛋，他也好想尝一尝鲜呢。这个留着妹妹饿了再吃。沈云墨心想，大哥是不是忘记了什么？老大你说吧，我们听着。不急，吃了再说。爹爹说的食不言，寝不语。
还是咱们闺女记性好，我只说一回她就记住了。好，听老大的，听小姑姑的。几个小孩认真的干着自己碗里的饭，素娘嘴角噙着笑，不时的给大家添菜。几个小孩吃的小肚子鼓鼓的，把一锅鸡汤干了个底儿朝天。沈云墨暗暗腹诽，还好咱们家没那么多臭小子，不然呢，真是越吃越穷了。妹妹，今晚凉快，你还是和娘睡吧。对，今晚和娘亲睡，爹爹还是睡你们脚那头。爹爹，你可以来我们屋里睡，反正云星不在家，床宽裕着呢。我就要睡我闺女脚边，你别管。别争啦，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睡了。老大，咱们一起去后屋檐下看小鸟。去玩吧，慢点走。几人来到后屋檐，那小鸟一见到沈云苏，它就在笼子里上蹿下跳的，高兴地蹦了起来。老大，他还记得你呢，你看他跳得多欢实。小姑姑，你看它是不是越来越漂亮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小鸟。老大，你看这鸟儿这么漂亮，我们都喊不出它的名字，要不你给它取一个名儿呗？放它自由吧，它的爹娘找不到它会伤心的。我决定明天带它去那片竹林，或许它能找到它爹娘。那好吧，老大，你说哪一天放回去，咱们就把它放回去。小姑姑，可不可以让它和咱们多玩一天？不行，就明天。那好吧，我听小姑姑的。小姑姑，明天中午咱们早一点吃午饭，好早去早回。沈云苏伸出一根手指，从鸟笼的缝里伸了进去。那小鸟停止跳动，它慢慢的走过来，左右看了看，还伸着脑袋在沈云苏手指上蹭了起来。老大，他是不是头痒？难道他也头上长虱子了？狗蛋一巴掌拍在了周二宝后脑勺。你个憨批，你以为他像你呀？没事长虱子，这明明就是舍不得老大的意思，在撒娇呢。我也这么觉得，你看他眼神，看老大和看咱们都不同。看吧，这就是我与你们说的，万物皆有灵，不可以伤害无辜的小动物，他们也是有感情的。不是，老大，咱们和他见面的时间更多，会和他更喜欢你呀。小鸟是认了我小姑姑做主人，肯定不会搭理你的。沈云苏看柴屋那里没有哥哥和爹娘过来，他一脸正色地说道：我与你们商量的事儿是，你们放在我这里的银子是留着娶媳妇儿，还是拿出去投资赚更多的钱？我们不会投资啊，老大，你说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我不会让你们的钱打水漂的，既然你们愿意投资，三哥开糕点铺子的时候，我就帮你们拿去入股了。老大，咱不娶媳妇，亏了也没关系，你咋弄都可以。那好，既然如此，我就把你们的银子带进城去，糕点铺子很快就要开起来了。沈云苏说着就往外面走去，他还要去大宅子看一看。大宅子里，顾离生看着面前乌泱泱的一群人，他眉头微不可察地动了动。这就是表哥说的外祖父送给他的礼物。燕南巡毫无生疏感的把手往顾离生的肩头一搭：表弟怎么样？他们都不错吧？这可是祖父花了好几年的心血为你培养的暗卫，功夫都是1等1的好，要不让他们与你展示一下？还不等顾离生开口，燕南巡一挥手，10个年轻男子身形微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身手不错，表哥带外祖父送他们过来，辛苦了。顾离生看着面前低头站着的2个人，问道：他们呢？为什么他们没功夫？站在离顾离生近一些的小孩扑通一下跪了下去。小人见过四殿下，以后小的就是四殿下的奴才了。他是祖父从边疆带回来的孩子，他的家人都在战乱中没了，祖父让你留在身边。他呢？小人也是将军从边疆带回来的，若没有将军，我们早就死在边疆了。我是少爷的贴身小厮，老太君赐了我燕姓，我叫燕江，四殿下喊我阿江就可以了。那你叫什么名字？小人不记得以前的名字，求主子赐名。表弟，你就赐他一个名吧。他在府里的时候，大家都叫他小六，因为祖父带回来的人中他最小，大家就按大小叫的。我还是赐你姓燕吧，既然外祖父带你回来，你就是燕家的人，皇家的姓不能随便赐，那你就随我母妃的姓吧，单名一个童字，以后我们就叫你阿童了。谢主子赐名，这名我很喜欢。高管家和方文龙站在他后面也不插话，看着小主子井然有序地安排着自己的事，2人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顾离生抬头，他看向花园里的大树，什么都没有看到。那些人呢？躲哪儿去了？燕南巡抬起手，轻轻地拍了2下，只见10个精壮的男子一身劲装，如离弦的箭一般飞了出来。10人再次拱手向顾离生行礼。主子，将军说了，以后小人就是你的人，不再听命于将军府。主子请吩咐。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小的都没有名字，全是代号。我是暗一。很好，你们都自己把代号报一遍。10个暗卫报完后，我现在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你们忠心。这里暂时没有别的事，你们守护好这里的安全就好。10人领命退下。这时，一个年约40旬的老者走了过来，他恭敬地跪地行礼：草民给4殿下请安，在下是林清州，曾任翰林院编修，不才前来给4殿下授课。见设前起，以后可别行如此大礼。
微臣早闻四殿下聪慧，微臣今生有幸当四殿下的先生，实属三生有幸。高伯，帮先生选一间朝向好的厢房安置下。看着高管家带着林清舟离去，人挑了挑眉。你的任务完成了，表哥辛苦了。休息一晚后你就请回吧，记得回去帮我与家人问好。顾离生说着转身就走。不对，表弟，你轰我回去干嘛？我是来陪你读书的。燕南巡赶紧追了上去。四殿下，你等等，你不能这么对我，我也是你的亲人。沈云苏一进垂花门，就见到这么一个情景。四殿下，那不就是皇上的儿子了？我去，他经常捉弄的是当今皇上的儿子。后面追的那个人没说错吧？离生哥哥是皇子。怎么办？穿帮了，糊弄不下去了。小苏苏以后会不会不理四殿下了呀？不用为难，我理解，四殿下是为了安全才隐姓埋名来这里的，对吧？小主子去花厅了，要不小苏苏也过去看看。今天府里来了人，燕老将军送了人来保护四殿下，还来了一位老师，听说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可有大学问了。刚才追着四殿下那个公子是淑妃娘娘的娘家人，也就是表少爷。他是来做四殿下的伴读的，还送了一个小厮过来。咱们将军可仁义了，每年都要领不少孤儿回来安置。领过来的那个娃就是边疆带回来的，能伺候殿下，那娃运气不错，咱们殿下是最好的了。沈云苏心里也忐忑，他是皇子，他不能像以前那么对他了。他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我大哥哥呢？他知道吗？其实沈公子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阿周，你去忙吧，我找皇婶去了。沈云苏直接往厨房走去，顾离生坐在花厅里，眼睛一直盯着垂花门口。沈云苏的一举一动都没能逃过他的眼睛。燕南巡一直在他耳朵边叨叨，他一个字儿都没有听进去。喂，表弟，四殿下，我跟你说的话你听到了吗？你知不知道你很吵？燕南巡气得直磨牙，他深呼吸一口气，暗暗的给自己打气。他是金尊玉贵的皇子，脾气臭是应该的，我得忍着。他是我祖父最喜欢的外孙，我得让着。祖父让我嘱咐你，身体恢复后练功的事循序渐进，不可急功近利，最主要的是把文和那什么策学好。不，我想起来了，就是治国策。你是皇子，你肩上担着家国天下的重任，你必须要学好如何兴国安邦。我又不是太子，学那么多干什么？你离开京城时太小了，你不知道吧？有人私下议论太子设立有问题，以后不堪大用。万一以后皇上要给你委以重任，你得具备这些才能，你才能接得住呀。你是说他们说太子是傻子？我不知道，我没机会见太子，反正大家私底下都在议论他不聪明，不配做咱们北冥的储君。起来！什么？顾离生，你别仗着你是皇子的身份欺负我，我都是为了你好。我没欺负你的意思，你坐这里，我对面那个位置是我一个朋友的，你不能占用他的。我让。说着他就挪到小桌的一侧，他倒要看看顾离生的这个朋友是什么样的人物，居然让这兵疙瘩如此的看重。表弟，你这桌子有问题吧？是不是太矮了点？坐久了要变成驼背的。那一个桌子高，你坐那里去。好，你就知道欺负我，我就坐这里行了吧？沈云苏进了厨房，见皇婶和厨娘们在忙，他正准备悄悄退了出来时，小苏苏，你过来，我有话与你说。多谢小苏苏的烤馍，很好吃，婶子很喜欢。我要与你说的是，府里又添了人，以后会更热闹了。那个燕少爷人很好相处的。沈云苏听得一头雾水，燕少爷好不好相处与他何干？他每天只过来跟师傅学习。去吧，少爷他们在花厅，今天你们刚回来，去熟悉熟悉。沈云苏看了一眼水缸，今天他是没机会往水缸里加灵泉水了。他出了厨房，硬着头皮往花厅走去。他磨磨蹭蹭的，一边走一边想，难道见他还要行礼了？可不习惯怎么办？离生哥哥是不能随便叫了的，说真计较起来，这称呼就是死罪。阿江和阿童见沈云苏过来，都没有擅自阻拦。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没什么，就是想着明天要把小鸟放回去，心里有点不舍。舍不得就留着养吧。燕南巡目瞪口呆地看着沈云苏，转头看向顾离生。四殿下，这小姑娘就是你说的朋友？是的，有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挺好的。小妹妹比我家那妹妹可爱多了。小哥哥你好呀，你就是皇婶说的那位燕少爷吧？对啊，以后叫我南巡哥哥就行了，喊少爷太见外了。我是四殿下的表哥，我的姑姑是当今的淑妃娘娘，也就是四殿下的母妃。他一阵巴拉巴拉，把他和顾离生的关系接了个底儿朝天。我真不是故意要瞒你，小苏苏，你别介意，咱们还是好朋友的。四殿下不必多想，只要你还住在梧桐村，咱们当然还是朋友。听了沈云苏的话，顾离生心里隐隐作痛，没有哪一刻像他现在这样希望自己不是那个
个身份。南浔哥哥好，我叫沈云苏，大家都叫我小苏苏。哎呀，小苏苏不是说他姓沈，我都快要把受人之托的事给忘了。阿强，你快去把我书箱里那2封信拿来。信？难道是二堂兄带回来的？是我祖父军营里的一名得力干将，他叫沈云辉，是他托祖父让人带回来的信。这不，我过来了，就顺道带了过来。这时，阿童进来给3人添了茶，他有一些腼腆的退了出去。他叫阿童，以后就跟着我了。小苏苏，你若有事儿，尽管使唤阿童就行。还有，不准喊4殿下，我就喜欢你喊我李生哥哥。你们皇家的礼节繁多，我记不住，那我以后也就不用和你行礼。好，你永远都不需要向我行礼。表弟，那我呢？你顺带把我的礼也免了吧。在这里可以。哎，谁让我这么命苦呀？片刻后，阿江拿来了2封信。沈云苏接过信，你们该干嘛干嘛，我去找师傅学扎针了。说着径直往师傅碾药的屋子走去。李生，这姑娘就是沈家的人，就是皇上都听说了那个沈家，这姑娘将来一定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你看她那眼睛、那酒窝，还有那脸蛋，都生得那么恰到好处。你最好闭上你的眼睛和嘴巴，不然我真的把你轰回将军府。燕南浔无语，他说什么了？不就是夸奖几句沈姑娘吗？怎么这个表弟性格如此古怪，说翻脸就翻脸？方文龙见小苏苏过来，苏苏，我以为你明天再过来呢，我都没有准备。师傅，我过来拿一本书，我带回去看就成了。方文龙从桌子上拿了一本药理基础知识。沈云苏谢过师傅就离开了，刚出了垂花门，就见大哥哥也准备回家。大哥哥，快回去看戏，二堂兄给大伯带信回来了。沈云峰抱起妹妹朝家里疾步而去。回去后，沈云峰把信送去了大伯家，大伯娘让沈云峰把信念了一遍，信里说他已经是被提拔成了小将领了，一个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做媒，把他的亲妹子许配给了他，等他从边疆归来就打算成亲了。好，他终于有着落了，为娘再也不用担心他娶不上媳妇儿了。沈云峰回到家，就见娘亲抱着妹妹坐在堂屋里，爹爹在看那一封信。大哥，快看信，是关御史给你的。沈云峰接过爹爹手里的信，仔细地看了一遍，原来是关御史回京后，恰逢皇上解散了京郊大营，关御史就擅自做主，把沈云峰的名字加到神机营里去。他来信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希望沈云峰尽快地去神机营报道。凤儿，你自己拿主意吧，你做任何决定，娘亲都支持你。沈继贤平时骂臭儿子最有精神，这时候他坐在堂屋里，有些失魂落魄。老三那奸商刚离开，懂事的大儿子若也离开，他心里有10万个不舍。沈云峰脑海里不断地回想起那句话，若要保护家人必须强大。他蹲下身，伸手拉着妹妹的手，眼里全都是不舍。大哥，我支持你去，好男儿志在四方，家里有爹爹和二哥，不用担心，咱们一定会把生意往京城做。你在京城的军营里不比边疆，还是能和我们见面的。凤儿，你去吧，机会难得，我会做饭啊，也会很多家务活，我能照顾好你娘亲和你妹妹，以居正功名，重新光耀咱们沈家门楣。大哥哥，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沈云苏说着，噔噔噔地跑向屋里，从木箱里拿出那一本内功心法。大哥哥，这本书给你，你看看这个，学了以后会更厉害的。苏娘看着书面上的几个大字，北冥心法。娘，这书有何不妥呀？苏娘手里拿着书，声音都有些颤抖了。苏儿，这书你从哪里得到的？娘，怎么啦？这书有问题，这是我在书摊上胡乱买的，我就看不贵，买回来给大哥哥看看，若没用收了就是，反正也值不了几文钱。真是天助我也，有了这宝贝，我能很快恢复。他看着一脸懵的沈云峰和小闺女，把他的真实身份讲了一遍。我的个娘，娘亲居然是个大佬啊！原来娘亲是南疆圣女，难怪漂亮娘亲会生得如此貌美。抬头看了看矮小的破房子，不亏不亏。娘，你受苦了。娘能绝处逢生遇到了你爹，还有了你们，娘很幸运，也很幸福。沈云苏看着坐在一边稳如泰山的爹爹，他脸上毫无波澜。沈云苏问道：爹爹，你早就知道娘亲的身份了吧？爹知道，你们还小，很多事不方便说与你们听。爹，你能遇到娘亲，你可赚大发了。这是已经失传已久的武功秘籍，如果能练得其中的2成，就是皇帝身边的锦衣卫统领都不是你的对手。师父曾经与我说过，这是一本古书，它有灵性，传说它只出现过1次，后来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既然它能到苏儿手里，那就是和咱们家有缘。凤儿，从明天开始，你跟我一起去后山练功，等你把北冥心法背熟了，我也放心你去京城。娘的功力已经恢复了9成，我们不用你担心。
爹娘，我去给少爷说一声，我就不去大宅子里帮工了，我还得去与师傅说一说我要进京的事儿。去吧，和你师傅商量一下好，他待咱们不薄。高盛和顾立生得知沈元峰过几天要去军营的事儿，他们都支持他去。顾立生让高盛给沈元峰拿了200两银票，沈元峰推辞不收。顾立生认真的说道：沈公子，你不必推辞，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让你进京后有银子傍身，可以为自己添置东西，希望咱们以后京城里能再见面。四殿下多保重，以后京城再见。高盛把他送出了大门，关切的说道：你去准备几天吧，你放心的去京城，只要有我在梧桐村，我知道守护好你要守护的人，师父的恩情徒儿铭记于心，后会有期，您多保重。沈元峰跪下给高盛恭敬的磕了3个头才离去。晚饭后，沈元峰就带着妹妹去往二伯家，大伯和大伯母都在二伯家的院子里纳凉。苏儿，你终于回来了，你爹在家都哭鼻子了，来，二伯娘抱抱。沈云峰坐下后，把他打算去京城军营的事儿讲了一遍。云峰啊，你去京城的军营总比去边疆的好一点，边疆的条件更艰苦，几年都见不着家人呢。你去吧，家里啊有我和你大伯，你在外面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凡事啊都不能逞能，记下了吗？大伯、二伯，放心吧，风儿记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我懂的。现在京城太平，暂时不需要上战场，我知道好好练武，为将来打好基础。沈云苏让二伯伸出那只受过伤的脚，他熟练地抽出银针，在二伯脚踝周围一共扎了10根银针。苏儿啊，你扎针还挺好的呢，我一点也不觉得疼啊。我师傅教的可好了，所以我学起来也快。苏儿，二伯娘的眼睛最近是越来越看得清楚了，要不要你也帮我扎几针？弟妹，二弟扎的可是脚，你那可是眼睛，也不怕把眼珠子扎爆了。阿伯娘，等我再学一段时间，我准能治好你的眼睛。好的，我就等着苏儿给我扎针。大家有说有笑的，很快1刻钟就过去了。沈云苏拔了银针，沈继林起身走了几步，他明显感觉他的脚更好一些了。阿伯别急，若要恢复如初，估计还得扎几次针。有苏儿在，二伯才不急了，我慢慢养。我已经找人帮着收这一季的稻谷了。对，我们那几亩薄田也请人收，咱们要把重心放在加工房这一边。大伯、二伯，种地太费时间，我建议咱们村里的水田以后都只种莲藕，莲藕里也不耽误养小龙虾，还可以养鱼，这些都是酒楼里每天都需要的食材，不愁销路。对的呀，大家不忙活田里的活了，能抽出更多的人去城里做事，这样一来，每一家的收入也提高了。苏儿，你还不知道吧？醉仙居也不知道从哪里买了小龙虾，他们也在琢磨小龙虾的煮法，结果有人吃了后不给银子，说他们骗人，龙虾全是泥腥味儿。他卖他的，咱们卖咱们的，这也无可厚非，反正配方在咱们手里，他也做不出来咱们的味道。若他能琢磨得出来，那也是他们的本事。可是有人看到云芝的小姨子就是杜文雪进醉仙居，我不是怕族人们怀疑咱们家把秘方透露出去了吗？这样影响团结。苏儿，你等着，我让你云芝哥去把情况弄清楚。大嫂说的是，前段时间他来咱们村，我看他在我们院门口鬼鬼祟祟的，我都没给他开门。大伯娘，你别担心，他就是拿着咱们一样的香料去煮，也煮不出来和咱们一样的味道。沈云峰对生意的事儿不懂，他默默地在一旁听着妹妹和伯父伯娘们的谈话。第二天清晨，沈云苏起床的时候，屋里只有二哥和爹爹在忙着准备早饭。沈云墨问沈继贤：爹，大哥哥和娘去哪里了？怎么我起床后都没有见着呢？你大哥哥可能去山里打野鸡去了，你娘亲捡蘑菇去了。沈云墨纳闷儿，难道妹妹一回家，咱家天天就能吃到野鸡炖蘑菇了？见儿子一脸疑惑，沈继贤一个头2个大，儿子太聪明了也不好，要想糊弄他们太费劲了。你管那么多做啥？你娘天天都在家，难道还能走丢？快吃了饭去书院啊，马上就要相试了。妹妹，大哥哥和娘都不在家，我忙着去书院，你自己吃饭吧。大哥你先吃吧，我马上就画完了。沈云墨看妹妹画得如此认真，他定睛一看，妹妹写的字他都认识，可连起来他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妹妹，你画这个像衣服，可也太短了吧？还有羽绒是什么意思？二哥，你好好读书就成了，其他的事就不用管了。妹妹，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的？你大哥哥过几天要去军营了，本打算过几天告诉你的，你这没完没了的问个啥？这是好事儿，瞒着我干什么？凭大哥哥的身手和智慧，去哪个军营都能出人头地，至少能像云辉哥哥那样当一个千户长是没问题的。看吧，这是我给大哥哥入军营的第一份礼物。将士们冬天是最苦的，我就想到了用鸭绒、鹅绒，用这2种材料代替厚重的棉衣。妹妹，你真聪明，羽绒肯定比棉衣轻。将士们练武的时候
就没那么费劲儿了。苏儿，你这个发现可了不起了！边疆每年都要冻伤多少将士，若他们能穿暖和，就不会被冻伤了呀。对军营来说，这算是大功一件。咱们酒楼里常年会用到鹅和鸭子，我打算把羽绒都收起来，找人做了出来，然后由大哥送给将士们。云墨，你看看，你妹妹小年纪，天天都在为你们谋前程，你可得争口气，至少考一个秀才吧。有了本事啊，你们才能更好的保护苏儿。爹，你放心，我肯定能考上秀才的。我们父子就是建议我直接跳过童生考秀才，可我还在犹豫。大哥啊，听父子的，直接去考秀才，你行的。沈继贤略微一犹豫，他说道：“云墨，如果书院安排你越级考，你不妨去试试。”好，那我听爹爹和妹妹的，试试就试试。沈云苏见时间还早，就去加工房溜达了一圈。沈继德见沈云苏在里面转悠，他跟过来问道：“苏儿啊，你看还有哪里不满意的，我再让他们改。”大伯，不用改，做的挺好了。你让人在太阳晒得着的地方架一些木头桩子，以后用于晾晒粉条用。粉条？什么叫粉条啊？苏儿，你又想到什么了？大伯，你先把这个收着，这边的工人干完了活，你就让他们接着修缮祠堂，这是我向三曾祖承诺过的。苏儿，这都让你一个人掏银子，不好吧？要不你到过年的时候分红了，大家凑钱修缮祠堂。大伯，你接着，我还有钱。过年前都下大雪了，那时候也没办法开工，还是趁早修缮好，我也不会失信于三曾祖的。沈云苏又与大伯说了，等红薯成熟的时候，一定要大量的收红薯回来加工。大宅子里，沈云苏怀里抱着书进了垂花门。他将手里的书还给迎面走来的方文龙。小苏苏，你拿着看就是了，不用急着还的。沈云苏把书里的主要内容和重点大致讲了一遍。小苏苏，你都看懂了？师傅，我都懂了，也记下了。今天没时间上课，我得去山上把小鸟放回去。小伙伴们还在外面等我呢。等等，一起去。你们要去哪里啊？你刚才还喊我饶了你，你骨头都要散架了。你不是说好要躺着休息吗？去休息吧，我们去山上玩。顾离生说着就向小苏苏走去。说起玩，还是去山上玩。燕南巡立即满血复活，一阵风似的跟了上去。要去可以，在外面不准喊殿下，不准带随从。阿江，你就在家，我去就回。少爷，以后四殿下别走太远了。三人走出大门，就见一群穿着粗布、背上背着小背篓的孩子，其中一个手里提着鸟笼等在门口。这次还是与往常一样，狗蛋儿走在前面，沈云苏起了一个头，他们又唱起了歌。刚走不久，沈云苏停下脚步，喊道：“别唱了！”小苏苏，怎么了？你难道闻着老虎的味儿了吗？别紧张，我闻着了檀香木的香味。沈云苏说着，又循着香味飘来的方向走去。害怕的话，这会儿回去还来得及。谁怕了？我才不怕，我是担心老虎来了伤着你。我还需要你保护。早上谁输了2招，不记得了？顾离生瞥了他一眼，他也跟着沈云苏后面而去。你们都仔细闻闻，别老看我。暗卫们看到的就是几个孩子像小狗似的，脑袋左右摇摆，一路向前面嗅去。小姑姑，我都闻到野鸡粑粑的味道了，可就没闻着你说的那啥香味儿啊！哎呀，别闹，闷头闻。沈云苏循着香味走去，来到一株大树下，那香味顿时又浓了几分。他抬头看去，只见那大树身上有一处的树皮是被什么蹭掉了，树皮下的紫色呈现出来，那檀香味更浓了。大家快过来，我找到了，在这里。离他只有几米远的顾离生最先跑到小苏苏的身边，他急切地问道：“小苏苏，你找到什么？是檀香木树吗？”“对，是檀香木，还是稀有的紫檀木。”大家都闻声赶来。沈长生提议：“小姑姑，我下山去找人来帮忙，把这棵树砍回去，给小姑姑以后做嫁妆。”“对，用这棵香香的树给老大做一套漂亮的嫁妆，肯定特有面子。”这么大一棵树，大哥和大伯也弄不回去呀。再说这时候大哥和娘亲去后山练功了，族里的年轻人都在忙活着，实在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你回去叫高伯带人上山，把这树砍了，送小苏苏家里去。燕南巡朝来的山路看了一眼，他们应该在咱们周围。顾离生这才想起他现在是有暗卫可用了，他对狗蛋说道：“你得带着大家继续往前走，不让人来帮着砍。”狗蛋对周二宝几人一挥手：“走，咱们继续，别耽误久了，到时候起雾了找不到回家的路。”几人的身影消失在树林里，顾离生拍了拍手，几个黑影飘然而下。主子有事情吩咐。你让人回去拿工具，把这株紫檀木树砍伐回去，让高管家送到小苏苏家里去。主子放心，天黑之前，属下定会把这棵树送去。很快，顾离生就追上了沈云苏一行人。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怎么把紫檀木变成现银。你不做嫁妆了？我还是个孩子，做什么嫁妆？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嫁人了？顾离生神情一滞，他又说错话了。女子长大嫁人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又过了一片茂密的树林，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
你们看，对面山上还有云呢。少爷，那不是天上的云，是咱们卧龙山上特有的山雾。有雾的地方，就表示那里湿气重。湿气重的地方，有可能很快就有雨。表弟，这么美的景色，不画下来太可惜了。下次再来，我要带着笔墨来。你何不在山里搭个窝，多住几日，岂不美哉？老大，咱们今天抄近路去竹林如何？有更近的路当然好啦。那里全是石头，会不会不太好走呀？没问题，咱们慢一点。要是小姑姑走不习惯，我背着她走。得了吧，胖子都可以滚过去了，不用争，我背小苏苏过去。靠左边走，右边是个悬崖，大家注意别掉下去了，很高的哦。狗蛋儿一边走一边给大家讲着前面的地形。顾离生回头对后面的人说道：“都慢一点，别怕，别去看悬崖那里，看脚下。”离生哥哥，你停下！他踮起脚尖，轻轻地去抠那白花花的石头。别去抠，你喜欢这白石头，我让人给你敲几块回去。是消石，离生哥哥，这是可以治病的消石。你说的可当真？我确定这个就是消石，不信你多抠几块下来，咱们拿回去试试就知道了。狗蛋儿见他们在撬石头，他止步不前，原地等着他们。穿过长满白石头的山崖，就看见山下不远的地方就是竹林了。他们一路拉着小树下了山坡。燕南巡看着一望无际的竹林，惊叹道：“好壮丽的竹海，这里也是作画的好地方。表弟，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住下就康复了。有这么美的世外桃源，这可是养人的好地方，你的病当然能好了。”顾离生才懒得理他，他是如何恢复健康的，他心里门清。狗蛋儿手提鸟笼，带着他们直径往捡到鸟的地方走。老大，是你捡到的它，还是你亲手把它放了吧？小鸟，这就是你和你娘亲走散的地方，我们把你送回来了，你可以去找你的娘亲了。小鸟抬头看着沈云苏，叽叽喳喳地叫了几声。不知道为什么，沈云苏从小鸟眼里看到了不舍。出来吧，这里适合你生活，咱们下次还来看你。你丫的，对我的态度都没有对小鸟的一半好。沈云苏伸出小手去把它捧了出来，小鸟像一只赖皮狗似的蹲在沈云苏的手心。小鸟，你就飞一圈试一试嘛，看一看这周围是否有你娘亲的身影。在沈云苏的鼓励下，小鸟腾空而起，它在沈云苏头顶盘旋，越飞越高，直到它消失在茫茫的竹海中。他肯定能找到他娘亲的。这里有竹节虫池，也饿不着他；山岩下有溪水喝，应该也渴不着他的。小苏苏，你别难过，他长得那么与众不同，记忆力肯定很好，说不定他还会回来看你。真的？这只鸟是我见过最漂亮的鸟，它那眼睛贼亮，肯定能回去看你的。你会说人话吗？那小鸟满眼都闪着智慧的光芒，怎么到你嘴里就成贼亮了？我这一着急就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儿，口误。好吧，我相信他能找回村里看我们的。沈姑娘，若你喜欢养鸟，我让人从京城送一只漂亮的八哥过来，就当我送给你的见面礼。谢谢南巡少爷，不用了，我每天很忙的，我其实并没有时间养鸟。这一只鸟儿还是我的小伙伴们帮我照顾的。有了消食，你会做冰吗？会呀，这个原理很简单的，一说就通，只是要调试比例就成了。消食放进水里，它会吸收大量的热，然后没了热的水就降温到结成冰块。回去试过后，我调试好比例，你自己记住。你可以让你的人把消食开采回去储藏起来，后面如何做，这个就不用我讲了吧。后面的事我知道，我手里有人，我分2成利给你。别，我什么都不想要，就那紫檀木就够我做本钱了。不管你收不收，我会一直给你留着。暗二一个跳跃，落在艾姨身边的树杈上，压低声音说道：“你看到没有？咱们家的小主子对那小姑娘与众不同，她对表少爷都没这么上心过。咱们和小主子相处的时间还不长，别背后忘义主子。”燕南巡性格直率，没一会儿他就和狗蛋儿几人打得火热，探着堆了一地的野果子和可以吃的草根，他忙不迭地给狗蛋儿说道：“狗蛋儿，你把这些都放你背篓里带回去，我让我表弟也尝尝。他可能不会尝的，那他真是傻子。这么多好吃的，尤其是这野葡萄，比我家里种的葡萄都还甜几分。这山里宝贝可多了，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宝贝。就是平时我们很少走这么远，村里人上山砍柴都只在山边，若不是和小姑姑一起来，我们都不敢来。”燕南巡纳闷儿，小苏苏人小胆大也管用。狗蛋儿抬头看了看天色，走回去吧，别让老大等久了。什么？你们认我家冰疙瘩当老大了？老大是我的小姑姑，燕少爷可别想差了。燕南巡心里更震惊，大家都听那小苏苏的话，而且都还一副很恭敬的样子，他对小苏苏的好奇又多了几分。医生，野葡萄可好吃了，你尝尝。大呼小叫，成何体统？我好心给你带好吃的回来，你还凶我，是深山老林的，我要什么体统呀？我就要葡萄，你丫的嘴损，就不给你吃。沈云苏抬头四处张望，顾离生知道他在找什么。天色不早了，
往回走吧。小姑姑，咱们又摘了一些鸡枞菌，没上次那么多，可以不少了。都不错，总算没白来一趟。老大，回去还是抄近路吧，那条路也没什么危险，只要大家别往山崖边上去。行吧，还是你带路，大家尽量靠拢一些，别走散了。燕少爷，你个儿最高，还是走最后面吗？不，我走最前面。老大，燕少爷带路，我就走最后面保护大家。暗一和暗二看着几人又原路返回，他们看着上斜坡的燕南巡一上去又滑下来，再上去又滑下来，两人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我就不信上不去了。一个助跑就往前冲，冲上斜坡还没站稳，吧唧一声，只见他又滑了下去。你冲上来不知道拉住一旁的树枝，就你这冲法，你今晚就在这等着喂老虎吧。这不说还好，一听说老虎，燕南巡回头看了看，他脚都吓软了。燕少爷，你走旁边，拉着小树就上来了。等他哼哧哼哧走到最前面去的时候，路过顾离生身旁时，他气急败坏地问道：你刚才是不是故意提起老虎的？要是在战场上，你要是吓得腿软了，你觉得你有几成活命的机会？作为男儿身，要克服惧怕，磨练意志和胆识。燕南巡正还想说什么，顾离生指了指对面山上的如画美景，你看那里美吗？想不想去探一探？那里可是有老虎的哟。燕南巡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放眼远眺，对面山峦重叠，有高有低，那景色的确是很诱人。再美可有危险，谁还敢去？如果咱们练习好武功，还能惧怕区区一只老虎，如果是外祖父和大舅来，你说他们会怕吗？那肯定不会怕的，祖父一刀就能砍下老虎的一条腿。所以啊，练功苦一点怕什么？等你强大了，就没有什么能让你惧怕的人和事。好，明早开始，我就与你一起好好练功，我定要去对面看最美的风景。下山后，高管家把狗蛋几人捡的鸡枞菌全都买了下来，狗蛋每人手里拿着2两银子，都说高管家多给了。顾离生让大家别管多少，收着就行。然后他对几人说道：山里发现消石的事，希望你们别对任何人说，不然会给梧桐村招来祸事。今天大家就当没有见过那块石头，你们还记得郡主家吧？他们就是让人来咱们这儿寻宝的，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宝，对我们无权无势的人来说就是催命符。小姑姑，你放心，咱们不会说出去的。从明天开始，如果你们愿意学武功的，都可以来我这里，咱们一起练习。离生少爷，真的，那太好了，我们愿意。在高管家的带领下，几个暗卫换了家丁的衣服，把紫檀木送去沈云苏家的时候，沈继贤见是木头，他直接让他们送去加工房，那里做门窗，正好还需要木头。这可不是普通的树木，沈先生还找一个稳妥的地方放好。最后，高管家让打扮成家丁的暗卫把紫檀树放在柴屋里，直到檀香味越来越浓，沈继贤才知道这棵树是紫檀木。高管家走后不久，素娘和沈云峰练功回家了，还没进屋，素娘就闻到了檀香味。沈继贤激动地拉着素娘，指着地上的檀香木：素娘，这是罕见的紫檀木树，以后给咱们闺女做嫁妆正合适。你看这树多大，我都抱不过来。娘，这棵树像是之前当年撞死野猪的那棵树，你看看这里，我记得以前这里被野猪撞掉了一大块树皮的。这棵树和咱们闺女有缘，好好留着，以后给闺女做一套家具，满屋都是飘香的。夫君，你是不知道这树的价值，恐怕北冥皇帝的寝宫里也未必能有这么一套紫檀木家具吧？就这个晾干后卖去香料铺子，都能换很多的银子了。娘，我把这树枝挂起来。顾离生让阿童打来2盆水，又吩咐阿江把消石捣碎。方文龙拿来了他称药材的秤，沈云苏也不知道用多少消石合适，他从量少开始试验。第一盆量少了，顾离生建议继续往里面加，刚加了2勺子，又搅拌了几下，没一会儿水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成了冰。沈姑娘，你这样也行？如果要做冰丸子吃，只能吃隔水做出来的冰，直接加了消食的水不能食用。沈云苏指着冰面上的白霜说道：这个刮下来可以重复使用。沈云苏做完这一切，就准备告辞回去了。我送你回去。阿童也不等主子吩咐，默默地跟在后面。刚走到垂花门前，沈云苏只觉得有什么从他头顶飞过，他一抬头就见小鸟在他头顶盘旋。小鸟，你真的找回来了！沈云苏伸出小手，小鸟稳稳地落在他的手上。小鸟像是能听懂沈云苏的话似的，他啾啾地低叫了2声。顾离生伸出一根手指去逗弄小鸟，小鸟也不避开他，就任由他抚摸。咦，真奇怪，四胖他们天天喂它，小鸟都不让他们碰的，怎么他就让你碰呢？他可能觉得我长得比他们俊。离生哥哥，小鸟这么漂亮，我是不是应该给它取一个名字？彩鸢怎么样？书上说，传说中有一种灵鸟叫凤鸢，你看它羽毛像彩色锦缎，叫彩鸢很合适的。好听，就叫彩鸢吧。彩鸢，你以后就叫彩鸢了，好不好？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小鸟高兴地腾空而起，又绕着2人飞了一圈又一圈。它一会儿落到顾离生的肩膀上，一会儿又往回家的路上飞去。快到家时，沈云苏让顾离生回去，他自己一人一鸟蹦蹦跳跳地回去了。顾离生原地转
助力，直到那抹身影进了篱笆墙的院门，他才转身往回走。阿童啊，主子有什么事儿？你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叫阿童吧？阿童摇了摇头，这里叫梧桐村，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这里有对我最重要的，对沈姑娘要像对我一样。主子放心，奴才晓得。沈云苏回去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紫檀木树的事。他说不急，等树枝干了再做打算。一转眼几天就过去了。这一天清晨，母子俩把前面的心法都练了一遍。凤儿，你都背下来了吗？娘亲放心，我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后面的部分我会慢慢参透练习的。沈云峰的话刚说完，他就见娘亲手里的那本北冥心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在他们面前。看着儿子眼里的失落，素娘安慰道：凤儿，做人切莫太贪心，他能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已经是我们的福分，他还有他的使命要做，或许他继续去寻找他的有缘人去了。娘，我知道，若不是妹妹，咱们或许都和他无缘的。沈云峰说完，他又快速地砍好一捆柴。第二天清晨，沈云苏把早就准备好的药瓶拿出来，他指着药瓶对大哥哥说道：这里是我做的解毒丸，可解大部分种类的毒。这一瓶是毒药，只要一点点揉入水，就能迷晕一匹马。你若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千万别省着用，我以后做出来了，还给你送京城去。沈云墨眼圈微红，沈云峰拍了拍他的肩头：哥哥不在家，你带我照顾好妹妹。沈继贤强忍着不舍说道：沈天早，你还要赶路，快去吧。说完，他就转身去了厨房。沈云苏搂住大哥哥的脖子，悄悄地耳语道：爹爹骂你臭儿子是骂着玩的，你看他又躲着哭鼻子去了。大哥哥别难过，我们很快就能见面的。冬天到的时候，我准能把羽绒服送到京城，你就等着吧。走吧，娘送你到村口。我也去。好，就送到村口就行了。我去镇上搭顺风车去城里，我有银子可以租车去京城，你们都不用担心我。沈云峰抱着妹妹，素娘手里提着包裹，沈云墨紧跟其后。一出院门，就见李正带着族人们等在外面，沈继德和王氏，还有沈继林和杨氏都等在外面。李正和老族长迎了上来，把一个包裹递了过来。云峰，你是第一个回京城的沈家人，你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别贪功，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你带着，里面有婶子们做的干粮。谢谢家人们，你们也多保重啊。云峰，家里的事儿你都不用担心，有我们呢啊。云峰，咱们这支沈家和任何人无关，你记着。三曾祖，云峰懂，哪怕那一支在京城位极人臣了，咱们也不会去借他们的事，我会一步一个脚印去走我们自己的路的。村口的大树萧胜和秦钟，还有方文龙几人身边站着一匹枣红马。见沈云峰走近，高盛把缰绳放他手里，他压低声音道：四殿下让我选了一匹脚力最好的马，让你代步，师傅带我给他道声谢。在大家殷切期盼和不舍的目光下，沈云峰策马远去。接下来的日子，大人们忙着收割稻谷，狗蛋儿几人每天坚持去大宅子练武。沈云星给妹妹带了信，说俏江陵的生意越来越好，糕点铺子已经找好了。让沈云星发愁的是他的画本子。沈继贤一听说写一集故事能赚50两，他娘的奸商太坑人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沈继贤咬着牙妥协了。沈云苏每天给爹爹讲2集故事，沈继贤听得津津有味，他信誓旦旦地说：苏儿放心，爹其他不行，写字爹还是不错的。然而很快就打脸了。爹爹，你要把孙悟空的机智和不羁描写生动，还有猪八戒贪吃好色也得体现出来，这个不行，重写。闺女，那猪八戒好色那个可不可以不要啊？这也太难为情了。你在家说说就算了，出去可别说这话。你写其他的，有妖精的留给我写。娘比妖精好看多了，爹你难道比唐僧还不解风情？要是那样，哥哥们和宝宝那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了吗？在素娘的监督下，直到掌灯时分，沈继贤才写出了1集勉强过关的画本子。沈云苏拿起来仔细检查，一边看一边评论：爹爹，下次记得把妖精的美描绘的仔细一些。如果你实在想不到如何描写，你脑壳里就想着第一次见到娘的样子。苏儿，娘身上没妖气。我是说描写身材、相貌美如花的外貌，妖气嘛，嘿嘿，就用它调戏唐僧的话也能体现出来。爹爹，你慢慢琢磨吧。故事要生动，人物性格外貌都要体现出来，再加上精彩的故事情节，这差不多就算合格了。爹爹，墨香斋是县城里最大的书斋，
3D 的画本子能卖50两一集，那算是天价了。你好好写吧，写好了赚的比县令大人的俸禄都多。宋娘，走，咱们回屋里去好好琢磨。在沈继贤孜孜不倦的学习中，他通宵达旦的完成了他的第2集。爹爹，以后可别熬夜写了，得有充足的睡眠，头脑思维才是最敏捷的。去睡吧，进步很多了，加油，爹爹最棒了。得了闺女的夸赞，沈继贤像打了鸡血似的，他安心的睡到中午吃饭才起床。每天饭后的时间，沈云苏就会讲一会儿故事，沈继贤和素娘都听得津津有味。闺女，你怎么脑壳里装这么多故事啊？你从哪里看到过吗？爹，故事就是故事，不需要看到过，你可以瞎编呀。比如我要是写爹爹的故事，我就写爹爹金榜题名，但是路上没有遇到娘亲，娘亲进宫后，他把皇后……别瞎编了，闺女，你是什么精灵投的胎吗？我怎么感觉你比爹娘都懂得多？爹爹，我聪明，也就是爹爹和娘亲聪明。你看3哥他都聪明，还有2哥，山长都让他越级考试了，还有大哥，是咱们沈家人都聪明，知道了吧？随着酷暑的远去，秋天的风略带一丝丝的凉意，桃花坞提前几天开业了。沈云星惦记家人，可又抽不开身回家，他就让沈云芝带了很多的月饼回村。梧桐村的每一户都提前收到了月饼。沈云苏让高管家把月饼分给大家。沈云苏刚从厨房出来，燕南巡一看到他跑了过来。小苏苏，你刚才手里提的是什么？怎么没有了？你好好的坐花厅里去，高伯伯马上就会送过来的，保证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走吧，咱们一起过去，正好我们也该休息了。沈云苏快走几步。快呀，燕少爷，走慢了等会被离生哥哥吃没了，你别生气哦。看着快步朝自己跑来的娇憨身影，顾离生眼底渐渐变暖。你慢慢跑，别摔一跤把牙磕着了。他刚坐在软垫上，顾离生就把糕点盘子往他面前推了推。你尝尝，这是外祖母让人送来的，宫里送来的，都扔了。小苏苏，是那个淡绿色的，外面是绿豆糕，里面是桂花馅的。我相信燕少爷的嘴。为什么相信他的嘴？他会吃呀。这词用的不错，会吃。我记得高伯跟你大哥哥挑的那匹马就是特会吃。那小苏苏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他说的我会分辨好吃与不好吃。顾离生笑而不语，他就喜欢看他气得磨牙，又拿他没办法的样子。其实会吃也是福，你看燕少爷才来不久，脸上都有肉肉了。他一顿饭吃2大碗，部长对得起那些米吗？你早上非要让我陪你多练半个时辰，我能不饿吗？下午林先生一讲完课，是谁又跟着狗蛋几人跑田里逮鱼去了？快尝尝云星公子桃花坞的月饼，我刚分下去了，这里呢都是你们的。燕南巡看着一盘表皮都是金黄的月饼，这怎么与其他的月饼不一样？这是椒盐味的五仁味，这是冰糖味，这是蛋黄馅，还有火腿馅的。离生哥哥，你吃这个火腿的吧，以后你的日子都是红红火火的了。燕南巡捻起一个火腿馅的月饼，他一口咬下去，小半个月饼，真的好好吃。顾离生瞅了他一眼，他从盘里拿起一个火腿馅的月饼，优雅地吃了起来。怎么样，有没有感觉与众不同？外形诱人，味道香酥可口，御厨也做不出这么美味的月饼。原来你也是挺会吃的嘛。顾离生也不搭理他。当燕南巡把手里的最后一个月饼吃完时，顾离生悠悠地说道：皇婶在准备明天过中秋的糕点，我看材料很多，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做完。今中午的松鼠桂鱼可能要晚一点才能做好了。你怎么不早点说呢？你就是故意的吧？你可以去花园里练一套拳法，没准等一会儿又能吃得下了。这次我觉得你的建议不错。沈云苏抿嘴忍笑，就这么看着燕少爷被顾离生忽悠着练功去了。你看燕少爷多勤奋，将来肯定又是一位难能可贵的大将军。咱们家少爷若有一天成了大将军，那肯定都是4殿下用心栽培的结果，都是自家人应该的。沈云苏看着顾离生嘴角上扬，满脸的幸灾乐祸，他信他个鬼。苏儿，你明天晚上在哪里赏月？我现在正在长个，我得早点睡。月亮就那个样，我觉得没什么好看的，我就是比平时大一点点嘛。那好吧，等你长大了，咱们一起赏月，一起做事。两人正说着话，彩渊不知道从哪里飞了进来，他直接落在了沈云苏面前的桌子上。顾离生回头对阿童说道：去把做好的那个竹筒拿过来。阿童听了吩咐后领命离去。前几天我就看见彩渊经常从你家到我这边来回的跑，我就在想他比信哥聪明，你以后就可以用他来传信。我让安一做了装信的竹筒，等会儿绑他腿上，以后我若是要跟你说话，就可以让他传信了。试试吧，如果行，我还可以让他给大哥传信去。他一次都没有去过京城，那不行的，必须是他去过的地方他才能找到。不急，咱们迟早会去京城的。阿童拿来后，顾离生示范了一遍给沈云苏看，别绑紧了，那样会伤着他。
他的。放心，知道，绑紧了他会难受。刚绑好，秦钟就进来禀报道。沈姑娘，狗蛋几人在门口等你，叫你快回去，说白香参去你家了。沈云苏心里暗道一声不好，难道白香参亲自上门提亲来了？自家的哥哥那么俊逸非凡，可不能让这猪来拱了。白香参有问题吗？我让阿姨换了衣服跟你回去。不用，他就是惦记咱家的白菜。顾离生不明所以，一个乡绅家难道还缺几颗白菜？我先回去了，改天再给你讲一颗白菜的故事。沈云苏还不等他回过神来，他就往外面跑去。沈云苏走后，顾离生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他招来暗一，他让暗一和暗二悄悄跟过去看看。沈云苏一出大宅子的门，沈长生赶紧上前一步：“小姑姑，乡绅在加工房门口，他要想闯进去看看，二爷爷没给他开门，他就在门口不走，他还威胁二爷爷，如果不开门，他要让咱们沈氏族人都要倒霉。他要是敢闯进老大的加工房，我就要让他尝尝拳头的滋味。练了这么久，我们还没有试试咱们的拳头硬不硬呢。都别慌，先去看看他怎么说。要进我们的加工房，他总得有个理由。”加工房的大门就挨着沈云苏家的院门不远，他远远的就看见一个老头带着几个小厮围在加工房门口。李正还在与那人说着什么。你去祠堂叫我大伯过来。沈云苏快跑几步，狗蛋儿他们也跟着紧跟其后。哎呦喂，这位老大爷是干嘛的？干嘛堵在我家门口？你就是沈家那丫头吧？你猜对了。沈家丫头，听说你说话比你们族长还好使。老夫今天特意过来拜访你的，你看他不让我进去。白香参来拜访我，我有何德何能，能让乡绅大人来拜访？小丫头，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咱们乡绅大人愿意亲自过来，是给了你们沈家多大的脸面了？不得无礼，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哼，一个唱红脸，还有一个唱黑脸的，这不是有备而来吗？谁与你是一家人啊？白乡绅，你胡子都白了，说话咋满嘴胡言乱语呢？你少拿你的乡绅的身份来压人，就你那孙女那模样，凭什么配得上云峰那孩子呀？老夫也有自知之明，我刚才不是说了，我家又不止一个孙女，我是诚心想与沈先生家联姻的。李正爷爷，你别气，咱们大哥哥人才出众，会被人惦记上是很自然的事情。咱们家虽然无权无势，可也不是谁都能塞一个姑娘进来的。你这小丫头说话怎的这么不中听？去把沈先生叫来，让他来说说我白家的姑娘哪一点配不上的沈云峰了。白大人，你可别说自毁名节的话，我家云峰已经从军去了，我们没打算现在给他议亲。他从军的事儿我知道，我也不计较，先订婚，过2年成婚也行。我大孙女是长得富态一点，可我二孙女模样姣好。沈先生，我把话说得太死，你们做加工房都还没有给我报备呢。沈四胖一听富态2字，他笑得都直不起腰了。你是谁家的孩子？回一边去，别耽误我们乡绅大人谈正事儿。白乡绅是官复原职了，还是咱们北冥的律法又改了？我怎的不知道白乡绅手里还有这权利了？李正爷爷，白乡绅以前是个什么官来着？官居极品呢，他都回乡养老了，还这么勤政，咱们还是去给县令大人说一说，让他帮忙递着一个请功的折子上去。我不记得他是从七品还是正七品了，下次你见着县令大人的时候，你再让他查一查。可以，让爷爷今晚就修书一封，明天就带进县城。白乡绅的功劳可不能被埋没，咱们得夸一夸。沈先生，沈家丫头，李正，我刚才就是一时忘记了，我已经是闲人一个了，哪里还能管得了什么大事儿？既然都来了，沈先生也不请我进去喝一杯茶。咱们农家不讲究喝茶，白乡绅还是请回吧。我就进去看看如何？如果你们做得不错，我愿意入股你们沈氏商行。咱们沈氏商行不接受入股，这都是咱们沈家人的小生意，就不劳乡绅大人费心喽。你们沈家人真是不知好歹，有咱们老爷入股，你们都得沾多少的光啊！咱们老爷的人脉，你们也可以用，切，真是鼠目寸光。白县令也姓白，不知乡绅大人是不是白县令家的那一族人？我们已经沾了白县令的光了，那就不能再让您费心了。我和白县令不是一个家族的，既然沈氏商行不接受入股，那我就不打扰了。咱们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啊！说完就带着几个恶奴灰溜溜的走了。书上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不就惦记上了？他一个闲人也如此猖狂，是因为很多老百姓不懂律法，惧怕他。若是大家都懂，谁也不会拿他当颗葱的。沈云苏打定主意，既然他敢把手往梧桐村伸，那他就不客气了，哪怕他有8爪鱼那么多手，他都要给他砍了。
白香生回去的时候，他都快到家了。路过一个池塘的时候，脚下一软就栽进池塘了。入秋的水已经有一些凉意，一回家就病倒了。中秋这一天，沈云苏是在大伯家过的节。虽然这个中秋节家人都无法聚在一起，我对未来是更有信心了。祝文秀现在看着素娘都没以前亲近了，整个午饭他都埋头吃饭，吃了早早的就回屋去了。沈云墨饭后就带妹妹回家睡午觉，他拿着书陪在妹妹的小床边。沈继贤一回家就去写画本子去了。沈云苏一觉醒来，就见彩渊蹲在二哥面前不走。妹妹，你看彩渊今天怎么了？我轰都轰不走，他一直在等你起床呢。彩渊用脑袋在沈云苏手里蹭了蹭，然后他提起一只脚来。沈云苏这才想起他那脚上还有竹筒，他连忙把竹筒塞子拔开，然里面躺着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王婶把月饼蒸出来了，过来尝尝。妹妹，他会传信？这里距离近，他会，我马上再试试。沈云苏撕下一张小纸条，写上：你那里有关于北冥律法的书吗？然后他就将纸条放回竹筒里。他对彩渊说道：你去找离生哥哥。妹妹，上次离生公子送的那几本书对我很有用，以后咱们需要自己进城去买，别麻烦他了。得，二哥误会了，不是，我有急用，他若没有，我让三哥再买一本带回来。没一会儿，彩渊又飞回来了。沈云苏激动地抱着彩渊，拨开小竹筒，拿出纸条，上面赫然写着：书房有，连前朝的都有。二哥你自己看书，我出去一下。沈云苏拔腿就往外面跑，彩渊见小主子跑了，他也跟着飞了出去。沈云苏还没走到大宅子门口，顾离生和燕南巡就已经在门前的榕树下等他了。小苏苏，你终于来了，我都盼了一天了，快进来尝尝，皇婶加了糯米糕做的月饼也很好吃的，尤其是那五仁馅，可香了。好，我马上进去瞧一瞧。你等会儿去拿了月饼，到书房找我们。到了书房，沈云苏就看见2本北冥律法放在书桌上，顾离生也不打扰他，就静静地看着他在书里找着什么。就是这个。顾离生一看是关于乡绅的特权。那乡绅又来找你家麻烦了？还没有，不过以后就不好说了，我得让他没机会来找咱们麻烦。燕南巡端着月饼进来，正好听到小苏苏的这句话。小苏苏，谁找你麻烦？我去帮你揍他。小苏苏一边吃着黄婶的蒸月饼，一边与他们讲着他的计划。明天就是赶集，这事交给我去吧，太不知羞耻了。沈公子俊逸非凡，岂是他家丑丫头能消想的？小苏苏，要是把我也比喻成一颗白菜，我不介意你是那头猪。你才是猪，你全家都是猪。下次母妃派人来时，我就带信给母妃，让她在京城里寻摸寻摸，看谁家的小姐知书达理，好早日给你定一门亲事。别哈，我谢谢你了，我可不想这么早定亲。上次祖母还提过我姨母家的那个闺女，我还哭闹了一场，他们才没有提了的。既然你没想定亲，后就离小苏苏远一点，她还是个孩子。我就是看她可爱，故意逗她玩的，你们不用当真，玩笑都不行。这个玩笑不好玩，谁愿意当猪呀？再不济咱也是白菜。哎，行行行，你是白菜，我是猪，行了吧？不行。哼，做白菜不行，做猪也不行，做哑巴总行了吧？你祖母让你娶姨娘的闺女是吗？你可千万不能娶啊！为什么？你是不是也觉得她太娇气，惹人生厌？从学医的角度上来讲，小兄妹结亲是近亲，也就是他们生下傻子的几率远远大于常人。你怎么知道的？离生哥哥，你以后若是要娶，就娶远一点的姑娘，越是远距离的人，他们生下的孩子就越聪明。你不信，去问问方师傅，近亲结婚的人很多，你们去打听一下就知道了。大多数傻子都是近亲成亲的人家生出来的。小苏苏说的没错，这个问题啊，早就有御医提出来了，可碍于皇上和皇后也是近亲，太医院还没有把这个问题递到皇上那里去。小苏苏，你是如何得知的？上次去县城，我就看到一本游记里记载着关于血统的文章，上面说的，若是与外族通婚，生的孩子不光聪明，还特别俊美。傻子，原来如此。小苏苏，今天是中秋节，你就休息吧，不用上课了。谢谢师傅，我今天就看看律法。方文龙心想，这孩子太好学了。沈云苏见师傅一走，他就拿起炭笔开始写画本子了。第二天，茶社里，叔叔先生手里拿着纸稿，他仔细看了一遍，连连夸赞道：这故事啊，肯定是哪位秀才写的。这北冥律法都改了这么多年了，咱们都不知道啊。叔叔先生从荷包里拿一串铜钱递给阿童，这钱我们不能收，咱们都是为了清河镇的老百姓，不再收乡绅的欺压。以后还请先生多多讲一些关于北冥律法的故事给大家听，这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这一天，
大街小巷都在议论关于乡绅名下借了别人的土地，乡绅私底下收村民的银子是违法的。不到午时，白乡绅家门前就有上百人前去要回文书。白大郎正在为银子发愁，他听小厮说村民们来拿回他们寄靠的土地，更是着急上火。爹，外面村民都来要寄靠文书了，您看这事怎么办呢？什么？爹，你快说怎么办？连白家族人都要拿回他们的土地文书，这可如何是好啊？你去把你二伯叫来，我问问他是怎么想。难道夜来妖？这不是添乱吗？白老二被喊进屋，一看他大哥面如死灰，他心里咯噔一下。大哥，你好好养身体，土地的事儿咱们就不麻烦你了。现在律法都改了，咱们也不给你添麻烦。律法与咱们无关。多少年来我们读书人回乡不都是这待遇吗？大哥，你就别拿我们当傻子了。别说你是一个赋闲的七品芝麻官，你就是当朝丞相，你还能大得过朝廷颁布的律法吗？老爷，不好了，大少爷拦不住，村民们要冲进来了。大哥，别人的土地有不寄靠的自由，你这么做不就是此地无银300两吗？面对二弟的质问，白乡绅只觉得嘴里一股腥甜涌了出来，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老爷哥，你滚！话刚说完，手就无力地垂了下去，头一歪，只听喉咙咕噜一声就断气了。最后在李正的主持下，白家大房把假买卖文书还给族人和村民，大家也把最后的这一季的寄靠费给了白家，这事儿才算完结。不到半个月，这事儿就传遍了整个北宁。白县令看着多收上来的5成税银，听着师爷讲那个乡绅与税赋的故事，他连连夸赞：真是高手在民间呀！朝廷头疼了这么多年的税赋，一个说书先生就搞定了。顾离生的书房里，顾离生看着小苏苏，耳边听着阿童从外面打探到的消息。苏儿，你说一个故事，为何影响能这么大？这真是我没料到的。舆论非常重要，要想捏住这一点，你就得掌握舆论风向，也就是整个国家的喉舌。它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你的意思我懂了，苏儿，谢谢你。卖冰的银子，我第一步就用来开说书的茶铺子。不客气，咱们是好朋友。你们又躲着我来书房玩了？我看你趴书桌上睡着了，为了不影响你睡午觉，我和离生哥哥到书房来看书的。今天上午练功太累了，让你多睡一会儿。严少爷，你看咱们殿下都在书房写了几篇文章了，林先生还等着检查呢。沈姑娘都帮你写了一点，你再接着写一点，就可以交差了。燕南巡看着沈云苏推过来的纸，见上面写着拍案讲法4个大字，这就是阿童说的帮我写了一点儿。严公子可别与我客气，题目我已经帮你写好了，内容你自己看着办。顾离生用书遮住脸，不让燕南巡看到他一脸的幸灾乐祸。这拍案讲法什么意思啊？我不理解，让我怎么写啊？这个很简单的，你写一个案例，编一个关于律法的故事，既有故事情节，又有律法的内容。你看沈姑娘写那个乡绅欺压村民的故事，你就照着这个依葫芦画瓢就行了。不错，阿童理解的非常到位。这里有律法的书，你自己看看。你打算写哪一种内容？选定了再构思故事就容易多了。我只是陪读，可不可以不交文章？你自己去问林先生吧。我明天交2篇策论，你才交1篇文章不多吧？算了，我写还不行吗？燕南巡拿过北明律法，认真看了起来。沈家祠堂的修缮已经快结束了，老族长每天都去看一遍，李正也经常陪同他一起，两人就静静地坐在黄桷树下。沈家三叔啊，这一切都是托了苏丫头的福啊！咱们梧桐村的日子越来越好了。等到明年春天，我家也打算盖新房喽。是啊，你看那大门是不是和咱们小时候看到的一模一样？只是门前的石阶更光滑了。就是，我还记得那一年你惹怒了你爹，你就跪在祠堂前的石阶前，我还偷偷给你送窝窝头来着呢。李正左右看了看，你还记得那个高僧说的话吧？这事儿你怎么看？那话咱们就带棺材里去吧。我听我爹说过京城的事儿，宫里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我可舍不得苏丫头去遭那份罪。好，以后这话呀不再提起，咱们就当没听说过。老东西，我想起来了，那大宅子里那娃挺俊的，他和苏丫头关系也挺好的，以后就招他为赘婿吧。
那娃不错，看样子家里也殷实，可惜啊，就是没爹没娘的。老东西，你真是老糊涂了呀！他是孤儿，那不正好吗？你看他那是那管家带大的，这样的中仆不多见呢。以后啊，让苏儿好好给他养老就成了。沈云苏和顾离生两人在书房，双双打了一个喷嚏。我回去了，快凉风了，这几天要下秋雨了。阿童，帮我送苏儿回去。外祖母要给你送几个丫头过来伺候的，你母妃说你不喜欢婢女伺候，你看苏丫头冷着了，你都没衣服拿给她御寒。有婢女伺候又如何？我能拿婢女的衣服给苏儿穿吗？我让皇婶给苏儿做几身衣服备着不就成了？还是你聪明，我怎么没有想到？谁知道？你回去问一问二舅和二舅母，他们前两辈人有没有亲戚关系？苏儿可说了，一定要出了5服之内才行。我爹和娘可没有亲戚关系。说完后，他才恍然大悟。你又内涵我？你快写吧，先生或许要咱们提前交文章，你写好了，我帮你检查一遍。好吧。顾离生每一次把他惹毛了，他总能找到理由，让他很快就忘了刚才的不愉快。沈云芝刚进院门，就听见小姨子杜文雪的声音从堂屋里传出来：“大姐，说为什么我做出来的辣椒酱是酸的？不让你打探辣椒酱的做法，你到现在都说不出来，你是不是心里已经没有杜家了？”沈云芝听得一愣，他小姨子什么时候盯上沈家的辣椒酱了？他放轻脚步走到堂屋外面，他想听一听媳妇儿怎么说。四妹啊，辣椒酱的事儿呢，你就别打听了。再说你就是知道了也没用，现在做辣椒酱的季节已经过了。大姐，娘说的没错，你就是个白眼狼、死心眼儿。今年过季了，难道明年就不行了？你怎么这么笨呢？你是不知道吧？我把我做的辣椒酱卖给醉仙居做小龙虾，那东家说我做的坏了他的菜，还赔了他5两银子，那可是我一针一线挣的辛苦钱呢。四妹，你小声点，婆婆去祠堂了，你若被她听到那就不好了。我这儿呢有20两银子，你拿去用。沈云芝听得眉头蹙起，他们家是娘亲管钱，媳妇儿哪里来的银子呢？沈云芝握了握拳头，紧抿嘴唇，如雕塑般的站在屋檐下。大姐，这银子我带你拿给娘，可是辣椒酱的事儿你必须给我办成。四妹，你别逼我太急啊，你容我慢慢的想办法，反正到明年还早。若我这一胎是个女孩，沈云芝不告诉我实话，我就带着闺女回娘家住，她不说出方子，我就不回沈家。沈云芝脸色铁青，她气得胸口起伏，嘴角露出一抹讥讽。大姐，那沈云夫都从军去了，我怎么办？这事我前几天才知道，你为何不给我送个口信来，我好去送一送他？只要我去送他了，别人不就都知道我是他的人了吗？这么好的机会就这么没了，你傻不傻呀？四妹，我与你说过，三叔家孩子的婚事儿，咱们大房说了不算，你呀就别惦记云峰了。你看云清如何啊？他现在可是沈家私房菜的大厨了，你若跟了他，以后你们就单独出去卖吃食，说不定以后也能开酒楼了。我就要云峰，你家三弟收破天了也就是个厨子，有什么好稀罕的？若是嫁给云峰，我说不定以后就是将军夫人，那时候姐姐你都能沾光了。现在云峰已经走了，你再怎么说也无用了，而且他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你看我家二叔啊，都20出头了，都没时间回家成亲呢。那没关系，我等他呀。你去与你三叔家说，如果他家推三阻四的，咱们就对外说他和我有婚约，汉氏家姑娘还和他一亲，到了最后，他不还得与我成亲吗？沈云芝听到两姐妹厚颜无耻的话，她实在是忍不住了，气得砰的一声，一脚踹开虚掩的房门。她怒吼道：“够了啊！我们沈家都成了你们眼里的肉了，想剁哪里就剁哪里。杜文秀，你也别想着生闺女威胁我了，我马上就给你写休书。我们沈家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了。你吓唬谁呢？有本事你就写休书啊！最好把文虎也轰出沈家。文虎愿意跟谁都行，我不强求他。你去收拾你的东西，我马上就给你拿休书回来。”沈云芝说完，头也不回地往回走。杜文秀她回过神来后，快步上前拉住沈云芝的胳膊，带着哭腔道：“云芝啊，别，孩子还小，你就别和四妹置气了啊！趁爹娘没回来，咱别闹了，好不好？”我是和你妹妹置气吗？我站在外面已经好半天了，你们杜家的100年大计我都听完了。你说我们还有必要在一起吗？爹娘经常提点你，咱们沈氏家族人多，要团结。如果都像你这样在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咱们哪来的好日子过呀？你回娘家去吧，该给的补偿我都不会少了你的。如果我再留你在沈家，你迟早要让我们大房遭大家厌弃。可以，补偿咱们要1000两银子，1文都不能少。够了，四妹，你怎么能狮子大开口呢？你让他上哪儿去找那1000两银子呀？你赶紧回去，你别搅和我和你姐夫的事儿了。我不想被休，我肚子里还有他闺女呢。我还不知道，原来杜四姑娘胃口这么好。若真让你进了我三叔家的门，你都能把沈家整个吞了吧？杜文雪被噎得满脸绯红，仿佛自己的小心思被沈云芝看破，她还真是这么想的。夫君，
你别听四妹的胡言乱语，我不走，以后我再也不敢了，你就饶了我一时糊涂吧。大姐，你就别装了，沈云芝已经走远了，你装给谁看呢？快起来，咱们去收拾衣服，他拿了银子，咱们就回家。杜文雪躬身去扶杜文秀起来，她一低头，就见地上有血迹从杜文秀身上往下滴落。四妹，快去喊我三婶儿，她冬衣里。看到地上的血迹，杜文雪这才慌了神。她刚才以为大姐是在装柔弱来拿捏姐夫的，没想到大姐的肚子还真的出了问题。她连忙把杜文秀扶到竹椅上斜躺下，她咬了咬牙，快步朝沈云峰家跑去。此时的沈云芝正在把她听见的事儿说与三叔和三婶听。沈云苏心里暗道，这杜文雪还真是个人精，就看一看基本就琢磨了个8、9不离10了。说杜文秀多去加工房转一转，只要对杜文雪稍加提点，杜文雪是完全能做出辣椒酱的。三叔，这杜文秀既然有这样的心思，她的娘家人也是在搅事情，我不能留她了。三叔，你帮我写一封休书吧。云芝，你别急，她还怀着孩子呢，这事与你爹商量了再做决定。对，云芝你再等等，你娘马上就回家了，她送开水去祠堂了，一切等你爹娘商量了再做决定。不，我绝不和她过了。她的四妹更可怕，她不但觊觎咱们云峰，她还盯上了妹妹手里的银子。他刚才狮子大开口，让我拿1000两银子做补偿啊！沈云苏差点气笑，要1000两补偿，他咋不去抢呢？沈继贤刚走不久，杜文雪就在外面大喊：“沈家三婶儿，快救救我大姐，她流血了！”云芝，先放一边，救人要紧，毕竟他还没做出伤害大家的事，别先等晚上再说。沈云芝眼神空洞的点了点头。素娘走到门口，回头对沈云苏说道：“苏儿，你就待在家里。娘，我学了扎针，我一起去看看吧。”杜文雪见素娘出来，她回头撒腿就跑。她不是往沈家大伯家跑，而是往梧桐村外面跑。堂屋里，杜文秀双手按着肚子，脸色苍白，额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滑。素娘看着竹椅子下面的那一滩血，她暗道一声不好，她一把抓起杜文秀的手臂。素娘把完脉，沈云苏伸过去小手也摸了摸，果然和她猜测的一样，孩子保不住了。先把她衣服换了吧，孩子保不住了。云芝，咱们的闺女没了，是我没有，不该听我四妹的话。你闭嘴，别一口一个闺女。沈云芝一把抱起她往里屋走去。儿子，放屋里，娘去收拾，你别沾那晦气的东西。沈云芝把杜文秀放进卧房，就走了出来。娘去找几味草药来，就待在这儿。你媳妇儿这性子的确很影响咱们家族的团结。现在她刚伤了身子，这事儿先缓几天再做决定啊。沈云芝低着头，眼底的黯然没人看见。她一再的告诫自己不能心软，谁知道她以后还要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王氏没有言语，他闷头帮杜文秀换了衣裙，收拾了一切，转身就走。娘，我错了，娘，我不该听四妹的挑唆。你错在哪里了？我不该说带着闺女回娘家。你再想想，你到底错在哪里了？唉，娘，我不该答应四妹去打探那辣椒酱的方子，都是我一时鬼迷心窍，我下次不这样了。娘，你帮我给云芝说一说，不想和她分开。我的文虎若没有了，娘，你就这些没了？娘，对不起，没了，以后我都不听娘家人的话了，我会本本分分的跟云芝过日子。王氏没有说话，他冷哼一声走了出去。沈云苏见此也不好插手大人的事儿，他等着娘亲送了草药过来，他才和娘亲离开。很快半个月就过去了。王氏这一天中午做了一顿很丰盛的午饭，杜文秀还觉得纳闷，又不过节，也没请二叔和三叔家，这顿饭气氛很压抑。杜文秀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看向儿子沈文虎，沈文虎情绪低落，看大家放下碗筷，沈云芝才拿出一张纸放到桌子上。你按个手印吧，以后咱们就桥归桥，路归路，一别两宽，嫁娶自由。儿子，你帮娘亲看看啊，这是啥呀？娘，是和离书，爹和爷爷商量了很久，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儿子，你就忍心让娘走吗？见沈文虎垂着头不说话，他又看向沈云芝，夫君，难道不能原谅我这一回吗？我不想离开儿子。我没限制你看文虎，他也可以跟你回家小住，这个算是我们给你的补偿。家里没有多少银子，你自己也知道的。杜文秀一见那30两银子，眼里闪过一丝冷怒。他见沈基德转身要走，他怒气冲冲地喊道：“爹，难道我这么多年的付出就值30两啊？你们是不是太欺负人了？”娘，
我不喜欢读书，我打算进城去学糕点，以后我赚钱了会拿银子给你花的。就你做的那些事儿，我们沈家对你算是仁慈了，你还想要怎么样？1000两，少一文我都不依的。王氏听见堂屋里吵了起来，听到1000两，他以为自己耳朵出问题了。什么1000两？你觉得咱们家有那么多钱拿给你吗？家里一共才40两，都给了你30两，你还有何不愿意的？你们没有啊？你们最疼爱的苏丫头有呀，你们那么疼她，她肯定愿意帮你们给的。你去跑一趟吧，只要你给三房说一声，她肯定会给你的。厚颜无耻！以前我怎么就瞎了眼，让云芝娶了你这么一个黑心肝的人呀？够了，娘，做人不能没有良心。小姑姑的钱都投入到酒楼里去了，再说那是小姑姑的银子，我们凭什么去要？娘，你别无理取闹，说没有小姑姑，我不可能有机会去书院读这几年书。刚才我说了，以后我还是会养你的。行，你们的意思是不给是吧？不给可以，那就别和离呀，等凑够了再和离也不迟。杜文秀嚣张地喊道。他看到王氏气得站都站不稳，他哈哈大笑，哼，怎么你们这是白疼了苏丫头呀？你们不敢去问她要银子呀？啊？沈继德气得胡须直抖，他走过去扶住摇摇欲坠的王氏。老婆子，别急，我就不信还没有办法治他。爹，你和娘去三叔家，这里我自己处理。说吧，你想干嘛？你不要和离书，那就换成休书。没钱拿马车抵押也行，我把马车牵走，你以后呀拿银子来赎回就是了。沈云芝差点被他气笑。你给你娘说，那马车是谁的？娘，你是不是糊涂了？那马车是云星叔的酒楼里的，咱们家只有骡车，你如果要，你就把骡车牵走到外祖母家去吧。沈云苏听完大伯和大伯娘说了杜文秀在和沈云芝扯皮的事儿，他安慰大伯娘道：大伯、大伯娘，你们都别急，他们杜家的人都贪得无厌，咱们才不上他们的当呢。说他不离开这里，你们就进城去，看他自个儿在家里能折腾出什么花样。哎呀，都说娶妻娶贤，都怪我当年一时鬼迷心窍，没帮云芝把好关，娶到这么一个混不吝。算了，让他们自己掰扯去，我们就不掺和了。大不了我和你大哥去城里躲一会儿清静。大伯娘，咱们迟早会去城里的，如果二哥这次月事也过了，他也会去江陵书院读书了。杜文秀在家苦恼了好一阵，他以前觉得憨厚老实的沈云芝是很好拿捏的，怎么现在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哼，走就走，没谁离不开谁的。文虎啊，是你说的要给银子给娘花的，这话你记得。片刻后，杜文秀收了满满的几大包出来，看着用被单包起来的东西，沈文虎问道：娘，你把棉被都收走了，爹怎么睡觉呀？别那么多废话，你爹以后有你后娘送新被子过来，你愁个什么劲儿？你快去把骡车套过来。沈云芝被他折腾得心力憔悴，他那泼妇一样的德行让他心惊肉跳的。很快就套好骡车，牵到院里，看着满满一车的包袱，杜文秀坐上车辕，扬起鞭子，狠狠地往骡子身上抽去。骡子一声嘶叫，用力地朝外面跑去。文虎啊，是爹对不起你，没有给你找一个贤德的娘亲。你记着，以后娶妻啊，一定要娶贤啊！沈文虎紧抿着嘴，强忍住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沈云芝和儿子进卧房一看，那还真是干净啊，连蚊帐都被收走了。爹，你今晚还是睡三叔房里吧。别难过，爹就住你三叔屋里去，反正他在县城也没空回来，屋子空着也是空着。我去找小姑姑。走出院门，他就蹲在地上小声的啜泣。过了好一会儿，有脚步声在他身边停了下来，他感觉有一双小手在摸他的脑壳。他抬头一看，祖父祖母都一脸愁容地站在他面前。文虎，别难过了，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你有你自己的路要走，过几天你继续去书院读书。家里银子都被娘拿走了，我不读书了，我去城里酒楼做学徒去。银子的事情你别管，你该读书还去读书，家里修建新房的事也不会耽误的。我写信给你云星三叔，我让他提前把分红发下来。这一天晚上，梧桐村各家都在敲打自己家的儿媳妇，若再有吃里扒外的人，杜文秀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沈云苏家的新房开工了，大家商量后一致决定把新房建在温泉池的一边，紧挨着旧房子。午后，狗蛋几人又和沈云苏去看田边的草棚搭得怎么样了。一匹白马儿从村外疾驰而来。妹妹，三哥回来了。小姑姑，是三叔哎，你看三叔的个头都长高了，酒楼肯定吃得好。马儿越来越近，还不等马儿站稳，沈云星迫不及待地翻身下马。三哥哥，沈云苏咯咯地笑着扑了过去。哎呀，妹妹，哥哥可想你了。今天啊，我好不容易抽时间回来看看，你有没有想哥哥呀？想了，天天都想了。
小叔叔，我什么时候也可以去酒楼里干活了？都别急，机会多的是，在家好好读书练功，再过几年你们来酒楼，阅历比你们哥哥还要多呢。真的？那我更要好好练功了。拿去分了，这是给你们带的糕点，这天凉快了，可以多放几天。小叔叔，我帮你拿，我去牵马。哎呦喂，小叔叔，你这袋子咋这么沉啊？还硌人。哼，是银子，我提前把银子发给大家，在冬天来临之前，有要修建新房子的就有银子了。哇，这么快就有银子分了？还有你们的，先分一些呀，让你们高兴高兴。我们都什么？你们都忘了，你们入股了糕点铺子呀？这才多久？太快了吧！我们不急着用钱的。对，我们现在不需要银子，娶老婆还早着呢。咱们桃花坞的糕点是全江陵卖的最火的，利润比酒楼都好。你们呢，把分的红交给你们的娘亲，先补贴家用。过年的时候还会再分一次银子，等你们长成人时，娶几房老婆的银子都有了。那不行，咱们老大说了，妻妾多了是祸根，一个就够了。你不是说你不娶媳妇儿吗？我可以入赘啊！沈云苏几人没忍住，大家都笑弯了腰。走，咱们先回家，再去祠堂分银子。素娘见儿子回来，高兴地拉着嘘寒问暖的。沈基贤看着臭儿子，是又爱又恨。娘，等我把分店开起来了，手里的钱宽裕了，我呢在县城买一个大宅子，你和爹可以常住在城里头。沈基贤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又撒娇：爹，你呢把账簿拿出来，我再核对一下。我带了银子回来，香料和小龙虾的钱，我们家就别赚大家的差价了。我打算全部分给大家。这还差不多，做人要有良心。咱们家收拾地基建房，村里的人都来帮着砍后山的树，大家连水都没喝咱们家一口。沈云苏和小伙伴们坐在一边吃着糕点，看着沈云星一边看账簿，手指不断地在小算盘上扒拉。也就一盏茶的功夫，沈云星直起身，呼了一口气：没错，每一户人呢可以分55两银子。我和你大伯先去把大家召集到祠堂，你后面慢慢来。沈继贤说完就往外面走去。尝一个。沈继贤接过月饼咬了一口，还是咱们闺女孝顺，臭儿子。老大，这糕点是云修叔叔带回来的，沈先生咋的还夸你孝顺，骂云修叔叔臭呢？我家爹爹说臭，那就是香的意思，知道了吧？哎呦呦，难怪他是先生，读书多的人就是不一样，我还以为云修叔叔被沈先生嫌弃了哟。其实你丫的没说错，我爹就是嘴上嫌弃，心里喜欢。你们不懂我爹的爱，就像法海不理解白素贞的爱。狗蛋儿4胖，你们几个人的银子我先分给你们啊，一人5两，过年的时候再分。沈云苏见娘亲诧异，他解释道：这是他们入股糕点铺子的银子，他们进山捡到鸡枞郡卖的钱，我让三哥帮他们入股了。素娘点了点头，露出赞许的眼神。沈长生几人拿着银子都不知道放哪里好。沈云苏让他们先回去交给爹娘。李正一听说要分钱，他都还来不及吩咐，段秀兰转身就去拿了铜盆出来。他站在外面的石头上，用力地敲了起来。好了，差不多了，看把你乐，今天分了银子，你拿2两银子回去孝敬你娘吧。娘，2两会不会太多了？二妹在家也会挣钱养家的。你别管多少，让你拿就拿，只要你爹不教唆你干不得体的事儿，咱们就好好的过日子。咱们梧桐村有沈家这棵大树，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李正说完，脚下生风似的往祠堂走去。没一会儿，大家都聚在了沈家祠堂前的黄桷树下。沈继贤坐在桌子前，手里拿着苏儿叫他画的表格。我念一个名字，你们就上来领钱和按手印。沈云星站在一旁，看着大家一派喜气洋洋，他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他暗暗发誓，他要更加努力赚钱，争取明年让大家赚到更多的银子。咦，你们发现没有，咋上去领钱的都是男的？我刚才看到我爹去领钱了，这有什么不对吗？不对，完全不对劲。以前我爹是一个铜钱都摸不着的。直到念到沈长生家还有沈四胖家都是他们的爹去领的银子，按的手印。还真的呢，二宝快看，你家也是你爹去的。沈云苏笑而不语，他明白了杜文秀的事儿，各家媳妇儿都在避嫌。轮到刘铁柱家的时候，刘铁柱的娘用胳膊肘撞了刘铁柱的爹一下。死鬼，你还不上去按手印？媳妇儿，钱的事儿啊，都是你说了算，我不去。当着大伙的面，这大实话一说出来，大家哄堂大笑。沈继德不想大家对事情有什么误会，他把杜家姐妹的算计讲了出来。大家别误会啊，家里该媳妇儿管银子还是媳妇儿管，只要不干损人利己的事儿，不干缺德事儿就行了。难怪都算计到云峰头上去了，活该被羞。
羞了。那杜四丫头呀，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咱们以后相看媳妇儿得把戏着一点儿，可不能娶了那种道德败坏的人进村。她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恬不知耻。云峰那孩子啊，品貌出众，他都敢肖想，他都不知道撒泡尿照照自己长什么样子。大家领了银子，都乐滋滋的计划着，是新建几间房呢，还是把屋子修缮一下好？现在大家也不愁娶媳妇儿的事儿了。有家后，沈云苏把新房的平面图拿给三哥看。妹妹，这院子会不会太小了？不小了，你看正房都有3间，左右还有2间厢房，前面还有厨房和储物间，还有这里温泉池我都圈成洗澡房了。可我看这些屋子也不是很大呀。三哥，你信我的，尺寸在这里我都标好了，这里就当个避暑的地方吧，别把银子都砸在这里，以后尽量把银子往京城投资，到时候去京城好好的置办一个大宅院。妹妹，我这次回城呢，得计划开分店的事儿。你画的那个火锅桌，我已经让那家具行在做了。你写的那个炒料的方子，云清哥已经做了几次了。沈云清把过年前的计划都向他汇报一遍。还有2个好消息，你们猜一猜是什么？娘猜不着，你直接说。第一件事呢，是二哥考过秀才了，虽然名次没在前面，好歹也是过关了。最近呢，他在城里教大家识字，没空回来。等江陵书院开学后，他就直接去书院了。真的吗？那兔崽子真的考过了？弟弟，二哥很聪明的，别说秀才了，就是以后考个举人也行的。我看呀，咱们二哥是考状元的料。还有一个好消息，白掌柜把他闺女许配给云清了。我们呢都去白掌柜家吃过饭了，那姑娘挺不错的，我都还来不及跟大伯说呢。好，咱们沈家双喜临门，我去叫你大伯二伯他们过来，一起高兴高兴。沈继贤也不管鸡汤炖好了没有，他就一溜烟的跑了。秋天的梧桐村，清晨的浓雾犹如人间仙境，短暂的和家人相聚，沈云清又恋恋不舍的离开了爹娘和妹妹。段秀兰拿了2两银子回了娘家，她兴高采烈的把梧桐村的变化讲给她娘听。段赖子在一旁听得抓心挠肺的，他娘的，怎么他没有这好事啊？他连续蹲守了1个多月了，都不见沈家那丫头落单过。爹，我和娘把地里都种上萝卜了啊！沈家的加工房冬季要大量收萝卜，你收起你那些不该有的心思啊！对的，爹，你若去梧桐村偷银子被逮着了，要么被打死，要么就被送衙门里去，别再做给我们丢脸的事情了。段赖子心想，老子看在你拿了银子回家的份上，不和这俩白眼狼计较。娘，二妹，我今天过来不光是送银子，告诉你们，沈家这个冬天要大量收红薯，若你们肯吃苦，就去更远的地方低价收，用骡车拉回来，卖给沈家的加工房，赚一些差价。成啊，这事儿我看行。南山岸那一带地处偏僻，那里的集市很远，我们去那边收红薯。姐，你回去吧，我看谢婶子对你也挺好的。我呢，先带着爹去收购几次红薯，等沈家的加工房需要人时，我还是要去挣现银的。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初冬已经来临。一天中午，沈文虎刚吃了午饭，回到丙字班坐下。沈文虎，快去书院门口，你家里来人找你了。沈文虎纳闷，家里筹划建新房的事儿，都忙得把他扔书院吃住了，谁还有空找他呢？难道家里出事了？他惊慌失措地往书院大门跑去。他刚一出书院大门，杜文秀就黑沉着脸质问他：谁让你来读书的？你不是说你要去县城挣钱吗？啊！三爷爷说我还小，还可以多读几年书，挣钱的事儿不急，爹爹和爷爷都有在挣钱。我呸！你信他的鬼话呀？你哪里小了？他家沈云星也就比你大一点儿啊，人都在县城当大东家了，你还在书院里知乎者也的，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啊？到时候你也像他一样去祠堂教书吗？娘，我怎么能与云星三叔比？他算账的本事，恐怕咱们书院的账房先生都比不过他的。你呀，就是个窝囊废，像你爹一样，手里拿着方子，不知道去赚大钱。我怎么生出来你这么个玩意儿啊？开始杜文雪没觉得大姐和离对她有什么影响，直到有一天，秀芳的小姐妹拿着糖来分给小姐妹们，大家都在恭喜她定亲了，都在夸那秀女有福气，能嫁到梧桐村这样的福窝里。她鄙夷不屑地说道：有什么稀罕的？我大姐以前就是嫁到梧桐村里的，我家云峰回来，我迟早也是梧桐村的人。姐妹们，梧桐村的小伙子个个都精神，还勤劳，他们选女方的要求也不高，就是要家世清白，人品没问题就成。不过那秀娘瞅了杜文雪一眼：姐姐你说说，不过什么嘛，有好二了，姐姐可别忘了给姐妹们牵线搭桥哈。啊，对的呀，姐姐你快说说，咱们有什么不合适的也好改一改嘛。我听媒婆说的，梧桐村有一个条件，就是杜家村的姑娘他们娶不起。众人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杜文雪，你凭什么
么这么诋毁我们杜家村的姑娘？我们碍着你哪里了？这不是我说的，是梧桐村里的人放话出来。以前他们村娶过一个杜家姑娘，说那姑娘吃里扒外，心术不正，是梧桐村的人被杜家村的那姑娘整怕了。哎呀，刚才杜文雪不是说她的大姐以前嫁到了梧桐村吗？就是啊，那是以前，也就是说现在被休了。文雪姐姐，你和你的那个云峰订婚了没有啊？这事你要抓紧办哈，别让人捷足先登了哟。就是，越快越好。哎，听我舅母说过，沈先生家的几个孩子容貌俊美，让人看一眼都忘不了呢。他倒是想订婚，可也要沈家点头才算数呀。可人家像躲瘟神似的躲他，人又去从军了，这辈子他还能不能见到他都不好说。大家七嘴八舌，10个人有11种建议，而且个个都是为了他好，气得杜文雪把绣线一扔，跑回家了。一回到家，他就质问杜文秀，梧桐村是不是说过这话？多少是见过世面的杜文雪，一见他姐姐那支支吾吾的模样，他就断定这传言不假了。你怎么就不死在梧桐村呢？你回家干啥？现在好了，整个杜家村的姑娘都别想嫁好人家了。李氏偏爱杜文雪，杜文秀只能忍气吞声。李氏和杜文秀的爹商量，让杜文秀去找沈文虎，让他回去劝说沈云芝，让杜文秀回梧桐村。可杜文秀一见到儿子，还没说正事，他一生气就把沈文虎一通好骂。娘，你妈也骂解气了，你回去吧，我该上课了。等等，你今天放学回家去，让你爹到杜家村来接我，我有话要对他说。你给他说啊，他不来啊，我会让他后悔的。见沈文虎犹豫，他眼圈一红，儿子呀，我想回家，我在你外祖母家待不下去了，他要把我嫁给官夫。爹没空，他都没时间接送我上学了，这不我都搬到书院里来吃住了，1个月还要多交1两银子呢。文虎啊，你不心疼娘了吗？啊，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娘亲再去嫁官夫吗？爹爹给了你30两银子，你这么快就花完了吗？你自己有钱过日子，为什么外祖母让你嫁什么人你都答应？文虎啊，你回家帮我与你爹说一说啊！我现在日子呀，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手里1文钱都没有了，钱全被你外祖母拿走了。娘，你和爹的事情我做不了主，你没银子了，我可以把我的零花钱给你。让你传话你就传，如果你和你爹不来接我，就等着给我收尸吧。杜文秀没有给沈文虎反应的时间，就捂着脸哭着跑了。当天晚上，沈文虎回去把杜文秀的话原封不动地讲了一遍。沈云苏听得想笑，这个杜文秀还真是个拎不清的，他就是死了也轮不着大堂兄去收尸吧。他死活关咱们家什么事儿？不会是看到咱们建新房了，他就眼热了？文虎啊，他再来找你，你就实话实说，让他死了回梧桐村的心思。老头子，等搬到新房，咱们就好好的给云芝再寻摸一门亲事，好让他死了要回来的心思。第二天，杜文秀果然又来书院找他。沈文虎把爹和祖母说的话原封不动地传达给杜文秀。杜文秀听得脸色铁青，他咬牙切齿地骂道：好啊，你个老妖婆啊！你想再另娶媳妇，做梦呢！娘，接下来要干什么？要不要回去告诉爹？一想到杜文秀那狠厉的眼神，都觉得不寒而栗。10月初8这一天，阳光明媚，仙云不染，远山寒带。彩渊带着一群喜鹊儿在新房上空欢叫，像是在庆祝沈云苏家的乔迁之喜。梧桐村现在家家都在忙着盖新房，素娘一向喜欢清静，他们今天也只请了沈家大房和二房2家人过来吃顿饭。沈云苏和小伙伴们坐到堂屋里去吃点心、嗑瓜子儿。沈云苏剥了2颗瓜子儿就停下了。炒瓜子、五香瓜子、绿茶瓜子，哎呦喂，这都是现成的生意经呢。老大，你让我守着捡鸭蛋，现在都没看到一只野鸭子过来。啾啾声响起，彩渊从外面飞了进来，直接落到了沈云苏面前的桌子上面。你一大早的跑哪里去疯了？你才多大，就到处招蜂引蝶的？我看到了的，他带了一群喜鹊在那里飞。老大，别怪他，他带喜鹊来庆贺你的生日和搬新家，这是好事儿，寓意着老大年年有今朝，家肥屋润。老大不错呀，你会说4个字的了。我是听黎生少爷的先生念过的。彩渊见沈云苏不理他，把有绑竹筒的那一只脚抬了抬。沈云苏抽开竹筒，拿出里面的小纸条，打开一看：愿如梁上燕，岁岁常相见，生日快乐。宝宝，我天天都快乐着呢。沈云苏探笔写了回信：谢谢，我很快乐。他把便利贴放进竹筒封好，彩渊都不等他吩咐就腾空而起，一溜烟的功夫就不见踪影了。小苏苏啊，今天你们家双喜临门哟，我过来沾沾喜气儿。高管家，这多不好意思啊！你年年都给苏儿送礼物，我都不知道如何来还这份恩情。咱们少爷与小苏苏啊是好朋友，这些都不值当几个钱的，都是少爷的一片心意。沈云苏笑盈盈地看着高博口吐芬芳，
睁着眼睛说瞎话。来来，大家都乐呵乐呵。高管家说着，从衣兜里抓了2把金瓜子儿出来，分给了狗蛋儿几人。谢谢师傅，谢谢高伯伯。小苏苏啊，你师傅让我给你说生日快乐，他给你买的礼物是那匹粉色的布。高伯伯帮我给师傅带话，就说谢谢师傅了。高管家笑眯眯的点了点头。沈继贤热情的邀请高管家等一会儿带黎生少爷过来一起用午饭。高管家说少爷有事儿来不了，他还得忙着回去伺候。最后沈继贤把云星带回来的糕点让高管家带了一包回去。老大，快打开看看，看少爷送什么给你了。我刚洗了手的，我来代劳。一看都是和以前差不多，都是做衣服的布料。长生你来拆吧。果然礼物和前面的每一年没有区别，都是给沈云苏一年四季做衣服的布料。今年唯一不同的是里面有2朵珠花。这粉色的面料很好，很舒服，方师傅还挺有心的。这个可以做过年的新衣服，很喜庆的。沈云苏默默地瞪了几人一眼。端午吉祥物嘛，还喜庆。老大，你那金瓜子没有我多，我分你一些。高伯伯给你们的，你们就收着。我兜里的银子比你们的都多，这几颗金瓜子留着给文虎玩。大宅子里，阿童手里端着一碗小米，他望着屋檐下说道：“柱子，不应该呀，我都照你的话试过了，彩渊一天至少到这里来3次，这都好一会儿了，他应该回来了吧？你确定每一次都喂饱了的？可别省着喂，喂少了他可就不来了。哼哼，你们俩背着我嘀咕啥呢？我怎么感觉你俩今天鬼鬼祟祟？高管家刚才提的一包礼物去哪里了？管那么多干啥？先生让你背的文章你都背完了吗？着什么急啊？这才什么时辰，早着呢。我过来陪你聊会儿。燕南巡轻轻一跃，他一屁股坐上窗台。顾离生这会儿骂娘的心都有了，这憨批像个门神似的坐在他窗口，那彩渊如何进来呀？咱俩没什么好聊的，你忙你的去。谁说咱俩没聊的了？那个拍案讲法的故事里，你建议我可以加一些悬疑案，我感觉不错，你要不再给我提些意见呗？顾离生心想，老子这会儿对你意见可大了，能把你踢走。我想起来了，燕少爷，你屋里还有多余的白马纸吗？咱们主子这里快用完了，我随你过去拿一些过来。我门都没关过，阿江在屋里，你自个儿去拿吧。阿童不时地抬头看向天空，他又回头与顾离生对视一眼。正在他打算把燕少爷拖出去的时候，一抹艳丽彩色掠过他眼前，毫无畏惧地落在了顾离生的书桌上。顾离生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连忙从竹筒里抽出纸条。阿童熟练地把一碗小米放在彩渊面前。你们俩这是在管苏丫头的彩渊吧？那纸条上写什么了？放开，不然我要么一起看，要么一人看一半。殿下你看着办吧，草民无所谓。顾离生一巴掌拍死他的心都有了。外祖母作孽呀，怎么送这么个玩意儿来陪他？3天能气他2回，当年没被毒死，他觉得他迟早要被这憨批气死。一起看。谢谢，我很快乐。什么鬼？是什么意思？他谢你什么？你送他礼物了？管那么多干啥？我和苏儿是青梅竹马，互相送个礼物是很正常的事。我呸，毛都没有长齐。你知道什么叫做青梅竹马吗？阿童心里暗暗腹诽，这燕少爷嘴也太损了一点，咱们主子好歹也是皇子呢。我怎么不知道？就是一起长大，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好朋友。好，你说的都对。燕南巡看顾离生被他气得小脸都要红了，他也不逗他了。你忙你的，我去厨房看看黄婶今儿中午做什么好吃的了。不对，你们刚才为了苏丫头的彩渊，你们是不是憋着什么话？燕少爷，你看小米多贵呀，沈家姑娘肯定舍不得买来喂彩渊，咱们还不是想帮着沈姑娘省钱吗？燕南巡思忖一会儿，这也是，村里人都不富裕，穿的都是粗布衣服，整个村里也就苏丫头穿的好一些。南巡少爷，你可别与沈姑娘说起这事儿，别让她难为情。咱们就是少吃一口，也就把彩渊的口粮省下来了。行，我不说，我又不是傻子，我能让苏丫头难看吗？看着这二愣子走远，阿童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直到午后也没见野鸭子来，沈继贤若有所思的问道：苏娘，野鸭子们供养了咱们家整整4年，我们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那要不咱们去河边搭些草棚，偶尔再去投喂玉米。几天功夫，两人就在河边的芦苇荡里搭建了10几个小草棚。时间转瞬即逝，荣亲王的身体在伊白骨精心的调养下，又达到了一个平衡的状态了。伊白骨没时间脱身之前，他就派玉萍前往江陵县开了一个医馆，让他把专收名贵药材的牌子挂上。这一天，他急匆匆地赶到江陵县。
玉萍兴冲冲地上前去迎接他。师叔，你猜我收到什么了？2颗千年人参，我觉得我没看走眼，我去拿给你瞧一瞧。片刻后，玉萍双手捧着2个锦盒出来，她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那人拿来的时候还是用简陋的竹筒装着的，我看人参的须啊都很完好，我就用2个锦盒装了起来。师叔，你快看嘛，相信我的眼力劲儿，我跟师傅在药王谷那么多年，见过不少好药材，500年的人参我都见过，这一颗绝对是千年人参。不要紧，看走了眼也没关系，你师叔其他的不多，就银子多。一白骨说着，缓缓地打开靠他最近的一个锦盒。当锦盒打开的那一瞬间，他双目圆瞪，这人参的成色就是与那小丫头卖给他的一模一样吗？甚至更胜一筹。他什么时候来的？他叫什么名字？他家住哪里？我忘了问他住哪里了，那人走得挺急的，应该是很忙的样子。他叫什么名字？快拿来我看看。他的名字我记住了，叫沈云星，那孩子挺俊的，眉清目秀，气质与众不同。哎，对了，还有俩梨窝呢。下次见到他，你一定把他给我留住，我要见见他。两人各说各的话，丝毫都没有注意到两人说的不是同一个人。花厅里，沈云苏眼睛看着医书，他看到里面有几处不妥的地方，他拿炭笔圈了出来。怎么了？是不是看不懂？我让阿童去把方玉也喊过来。不是，这几处病例的方子欠妥，还有更恰当的方子。这时候，方文龙正好煮了驱寒的汤端了过来。不会吧？这书可是太医院的前院手送给我的。第一个病例，如果把知母换成鸡屎和黄连，降火的效果会更佳。这方子妙在。第二个病例是消渴症，上面说用干姜是错误的，姜生火，消渴症最忌讳的就是辛辣，如果把干姜换成黄柏就比较恰当了。小苏苏啊，为师真的惭愧，你学习的速度快得我都没什么可教你的了。咱们北冥若能允许女子考御医，就你现在的医术，太医院做个学徒绰绰有余了。太医学徒算极品官，有多少俸禄？我刚入太医院是从实习御医做起的，正9品，俸禄嘛够花。方文龙说着还瞅了顾离生一眼，他能当着皇上的儿子抱怨俸禄少吗？那当然不能够的。沈云苏见他那脸都憋红了，就知道皇上抠门，肯定没多少俸禄了。方伯，今天的汤如果有苦味，我可就不喝了。不会有苦味的。没一会儿，厨娘也送来了炒瓜子儿。沈云苏捻起一颗尝了尝，不错，味道很正。燕南巡这一尝就停不下来，直到第二天，燕南巡嘴角起了泡，肿起了老高。苏丫头，你就帮我做一点膏药材好不好？你这是上火，必须得喝黄连水才好得快。你若不信，你可以不喝呀。而且这有什么苦的？我家彩渊前2天不也喝药了？也不知道是哪个黑心肝的给他吃了什么，他拉稀了好几天，屁股都拉红了。顾离生手拿书册挡住了自己的脸，他强憋着笑。彩渊为何拉稀，他心里门清，可他不能说呀。前几天下了一场小雪的缘故，彩渊冷着了，就1天没来大宅子串门。第2天彩渊过来的时候，在顾离生不知道的情况下，阿童去厨房拿了红烧肉喂给彩渊。当阿童给顾离生说，主子，我喂他吃好一点，他就记得天天过来了。顾离生一听就知道完了，可怎么办呢？已经喂了。顾离生只好在书房里给阿童上了一堂如何养鸟的课。阿童为了不连累主子，他就给燕南巡说，他看见彩渊偷吃了他盆子里的肉。中午吃饭的时候，燕南巡恰好去了一趟净室，阿童的话他丝毫没有怀疑。他一见到沈云苏就觉得心虚，可也不说破。沈云苏一见他那样，更笃定彩渊拉稀与他脱不了干系。苏丫头，我真不是故意的，是彩渊到我盘子里偷吃的。顾离生和阿童差点笑喷，沈云苏气呼呼的瞪了他一眼。顾离生借口去净室，阿童跟着去伺候，两人跑得比兔子还快。彩渊会偷吃你盘子里的肉？那是不可能的，我家彩渊是很有原则的，你不主动喂他，他绝不会吃的。这个我也不清楚，是阿童说他看见的，当时我去净室了。沈云苏好歹也是2世为人了，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燕南巡是被塑料表弟坑了，他还蒙在鼓里。算了，这药不用喝了，你把这个吃了吧。燕南巡想也没想的就放嘴里吞了，清香扑鼻，满嘴都溢着清凉的味道。片刻后，顾离生若无其事的又回到座位上，阿童跟在后面，低着头看不清表情。手伸过来。顾离生一愣后，还是把右手放在了沈云苏面前。沈云苏2指往他的脉搏一搭，那脉搏跳得可欢了，他不动声色的收回手，又让阿童过去。阿童听到喊他，吓得头皮一紧，蹲下身子，把手臂放在桌子上。沈云
云苏在他脉搏摸了一吸，下巴微抬。你俩体内有热，把这个汤药分了吧。这是被看穿了呀！我来帮他们分。他不偏不倚，一个杯子倒一半，均匀的不差分毫。阿童见状，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哎，沈姑娘，这事儿与主子无关。我坦白，是我为了彩渊的红烧肉才害得他拉稀的。你惹了祸，为何要让我来背这黑锅？这不是少爷你说过的，死道友不死贫道吗？你这狗奴才要气死我了！我那话……顾离生紧张的把手缩回衣袖里捻了捻，好险，还好阿童没有说他诱拐彩渊来玩的事。正在他犹豫着喝还是不喝时，秦钟就走了进来。沈姑娘，狗蛋他们来找你了，让你快去，他们好像很着急的样子。看着沈云苏离去的背影，顾离生莫名的松了一口气。这时候黄婶又送了一碟糕点进来，托盘里还有一碟五香瓜子。殿下，这五香味的比绿茶味的更香。沈姑娘可聪明了，过一个生日，她就想出了一个吃食，老奴都巴不得沈姑娘天天过生日呢。苏丫头什么时候过生日了？我怎么不知道？关你什么事？哎呦喂，都怪老奴没有提醒燕少爷一声，咱们殿下还送了沈姑娘好些礼物呢。黄婶说完，也不去看小主子那黑沉的能滴出墨汁的脸。沈云苏一出大门，狗蛋儿就急哄哄地说道：“老大，今天那姓杜的人又到路上堵人来了。又是杜文秀，他都在路上堵了云芝叔叔好几天了。他哭着闹着要求与云芝叔叔复合。这天气冷，本来小龙虾都不多，害得今天云芝叔叔到镇上又迟到了，小龙虾都死了好几斤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怎么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早点与我说？我本打算跟老大说的，可狗大说老大最近很忙，就没说了。走，先回去看看。几人回家后，直径去了沈家大伯家。沈家大伯家建的房子就是用沈云苏家的那个图纸，两家格局一模一样。堂屋里，沈云芝坐在单板凳上，她双手抱头，听见有脚步声进屋，她抬起头，一脸沮丧。哥哥，没必要如此难过，不就是损失了几斤虾子吗？苏儿，他欺人太甚了，不光经常去找文虎，还拦我送货的马车。狗大，你跑一趟，去把大牛和刘铁柱找来，我有事找他们。云芝哥哥，你收拾一下，明早与我一起进城，你进城就不再回来了，让他看看死缠烂打有没有效果。苏儿，我不识几个字，我进城能干什么呀？加工房那么多事儿，就二伯两个人怎么能成啊？现在云墨哥哥一有空就教大家识字，咱们酒楼里的族人个个都能写会算的了，你去了也跟着学。至于你是想学掌柜，还是想学厨子，或者是去学糕点销售，你进了城再慢慢来。村里的生意我打算让大牛和刘铁柱接手，咱们沈家人迟早要从村里走出去的。妹妹，哥听你的，我进城去，我就先从小二干起。沈大胖都学会打算盘，我相信我也能学会。很快，狗蛋儿就找来了大牛和刘铁柱两人。沈云芝把手里的活儿都交给了他们，两人长期跟着他一起送货，他们也知道哪些货怎么送。如果明天杜文秀又堵你们，你们就说云芝哥去县城里成亲了。死女人，上你威胁，这下可以死心了吧？苏丫头，你放心，他主要是堵云芝，他要敢堵我们，耽误了我们送货，我一定把他扔路边的臭水沟里去。当天晚上，沈云苏与爹爹和娘亲说了他的打算。大雪将至，他要把羽绒服和羽绒被送到京城去。他好久没见大哥哥了，他好想他呀。早上，刘铁柱早早的就等候在外面，顶着冷冽的晨风。沈云苏告别了爹娘，和沈云芝坐上了马车。马车在前面疾驰，彩渊在马车的上空紧紧跟随。这一次，沈云苏想试一试彩渊的能力，他想看他能不能从县城找回梧桐村。如果可以，他以后与二哥和三哥互通消息就方便多了。梧桐村的大宅子里，顾离生觉得今天的午饭一点儿也不香。燕南巡看着某人心不在焉，他轻笑道：“别等彩渊了，今天他肯定被苏丫头关起来了。”你怎么知道？被关起来也好，万一出来得了伤寒，又得赖我头上。你这是要笑死人吗？谁听说过鸟儿会感冒的？怎么不会啊？沈姑娘说过，鸟儿也会生病的，那病叫禽什么来着？禽流感。哦，对的，就是禽流感。说这病如果传给了人，很恐怖的，堪比10亿呢。真的？是沈姑娘说过的话，她让我们别去碰林中的死鸟，还说如果看到树林里有死了的小动物，要挖坑埋了，不然很容易引起那啥病毒传播。燕南巡见阿江如此说，他就相信了。此时的沈云苏已经到了江陵县，他正坐在俏江陵火锅店里，美美的吃着久违的火锅。云芝哥哥，你快吃呀，趁热吃。三哥，再给我烫一个毛肚，还有豆腐，我还要吃肉肉。沈云芝经过一番思量，他决定在火锅店里做事，什么洗毛肚、切菜这些他都会。
沈云星已经在火锅店附近租了一个小院，方便安置沈家族人就近休息。安置好沈云芝、沈云苏，就和三哥回到顾离生的那个小院去休息了。路过养生堂时，沈云星还指了指街对面的养生堂：“妹妹，你看，人参就是卖给这家医馆的，他一出价呢就给1000两。我看是个药童在铺子里，我都没加价。有东家在，我会试着讲到1200两一支。”那好，下次去看到东家在你才出货。沈云苏远远地瞅了一眼养生堂，只见医馆大门前人头攒动，看样子这家医馆的郎中应该还行。顾离生写完一篇策论后，还不见沈云苏和彩渊的身影。眼看日头偏西，他坐不住了，他趁去洗手间的时间招来暗医，让他去沈云苏家看看。阿童见主子坐立不安，他提议：“殿下，要不奴才去沈姑娘家上门道歉吧？或许是姑娘还在生我的气呢。”不用，苏儿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等阿姨回来再说。片刻后，暗医回来禀报道：“沈姑娘家没人，只有大黄守在家门口，狗蛋几人在祠堂读书。”他会去哪里？不应该啊！平时他不是在大宅子里跟方玉一学医，就是和狗蛋几人在村里逗猫遛狗的，从来没有他一人单独出村的时候。殿下，要不奴才去村里转悠打听一下？别，不妥。什么不妥？你俩今天鬼鬼祟祟的，不对劲儿，是不是又在给我挖什么坑了？我这会儿都有挖个坑把你埋了的心都有了，你信吗？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阳谋比阴谋来得痛快，你俩继续吧，我的文章还没有写完。他刚准备转身，一道五彩斑斓的光从他头顶飞过，直径落在顾离生的肩头上。哎，彩渊来了！看你这激动的，不就是咱们的小青梅一天没过了，你都成这样了。来，我帮你抱着。是我的青梅竹马，不是你的小青梅。我不也在这山沟沟里陪你们一起长大，为什么要把我撇一边？咱们还是表兄弟呢，一点都不厚道。顾离生哆嗦着把纸条取了出来，上面是沈云苏那熟悉的狗爬字：“爹娘，我到了，勿念。”这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这不就是说他到了目的地，让他爹娘别惦记的意思吗？殿下，沈姑娘是不是去县城了？她的2个哥哥都在县城呢，你忘了？你去找秦钟，把纸条让他送到沈先生手里，让他写好回信带回来。我也写一封信带给苏丫头。燕南巡说着，用他那不算漂亮也不算差的字写道：“苏丫头，快回来，我们都想你了。”顾离生看都没看他一眼，他手里提着谢兰毫，只写了2个字：“速回。”最后落款写上自己的名字。燕南巡看了他写的信，忍不住的捧腹大笑。平时写策论屁话一大堆的他，居然今天卡壳了，连屎都给他笑出来了。笑什么笑？苏儿懂我的意思，不需要我多说。不到一盏茶的时间，秦钟拿到了沈先生的回信。阿童，打开看看。顾离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的抢过阿童手里的信，把他早就裹好的细纸条往竹筒里一放，把竹塞套上。快去县城找苏儿。他双手举起彩渊，用力一抛，彩渊就扑棱着翅膀飞向天空。你欺人太甚！我写给苏丫头的信都还没有装进去，真把你急的！你没看见那竹筒很小，已经装不下了吗？再说我都让他速回了，过不了2天苏儿就回来了。你再把信亲自给他，那不是显得更有诚意？我信你个鬼！那个竹筒都可以放下1张纸了，你当我是瞎的？好好，咱也别吵了。明天让彩渊专程就送你一个人的信，好不好？哼，这还像人说的话？这可是你说的，不能反悔。阿娇，你记好了，不能让他明天又变卦了。奴才记下了。还有你做这可不准抵赖。公子放心，咱们殿下可是一言九鼎的人。其实他心里腹诽，明天彩渊或许都不见鸟影，看你找谁喊冤去。江陵县城里，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沈云星提着食盒回来的时候，看见妹妹趴在青铜炉旁的桌子上睡着了，他轻轻地走过去，摸了摸妹妹的头发，是干的，还好不会着凉。彩渊回来了吗？妹妹，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哥，你看见彩渊回来了吗？我让他回村给爹娘报平安去了。没看见呢，我刚进屋，他不会是迷路了吧？沈云苏奔向门外，他抬头看天，今晚不是月明之夜，难道彩渊真迷路了？他心里紧张的扑通扑通的乱跳。早知道呀，他就不应该急着把他放回去。沈云苏正悔恨交加之际，一个小黑点儿在天空越来越大，直奔他面前而来。彩渊回来了！沈云苏喜极而泣，他伸出双手，彩渊就落在他的手心，他激动地把彩渊紧紧地搂进怀里。哥，太好了，彩渊能识路，以后咱们写信就更方便了。沈云苏抱着彩渊，好一顿亲热，他才拿出竹筒里的信。哎，怎么有2张纸啊？他迫不及待地展开卷成筒状的纸条，速回。一看落款是顾离生的，再一看爹爹的。宝贝，吃好睡好，早归来，爹娘想你。妹妹，你快过来吃吧，烤鸭、小笼包子，还有蔬菜粥。中午吃了辣，晚上咱们清淡一点。接过三哥递过来的鸭腿，狠狠地咬了一口。哇，
好香啊！原生态的鸭子烤出来，那是真的好好吃哦。算了，不惦记夫妻肺片了，等从京城回来，再慢慢吃个舒服才回去。元清哥哥和族人里的亲人都让我把你带酒楼里去吃饭，我想着你赶路累着了，就随意带了一些回来，咱们兄妹俩一起吃。看着妹妹吃得一脸满足，清晨的浓雾还没有开始消散，沈云苏就抱着彩鸳出门了。到了大门口，沈云星把妹妹抱上马车。妹妹，这马车呢是我前不久才买的，花了200两银子，车厢和车轱辘都是最结实的。沈云苏坐在软软的小榻上，三哥拿过小毯给她抱着。你快盖着，别冷着了。我呢怕赶路太颠簸，没敢在马车里放炭盆。黄昏的时候，他们就到了离京城最近的一个镇，名为半月坡。正在沈云星有些着急的时候，前面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沈云星刚要喊车夫停车，赶车的小厮就朝那熟悉的背影喊道：“高管家！”高盛一回头，就见到熟悉的小厮和雪里居，还有车帘缝里2张俊俏又熟悉的脸庞。云仙公子，小苏苏，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沈公子和沈小姐要进京城，这时候已经赶不到关城门前进城了。公子正在找客栈落脚。小苏苏啊，你来的正巧，我刚盘下了一个客栈，你看那里。沈云苏顺着高管家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飘扬的酒旗上写着“原来客栈”的字样，还有亲自带着几人楼上楼下的看了一圈。云仙公子，这里怎么样？有好的建议啊，提出来，我好让人改一改。我没什么好的建议，高伯，你把这里打理得很好了，比我刚才看的那几家客栈好很多了。住大通铺，人鱼龙混杂，太乱了。权贵们又进得了城门，所以到我这里来住的多是南来北往的商人。第二天一早，兄妹俩告别了高管家，顺利的进了城。一进车门，兄妹俩眼睛都看直了，车水马龙，游人如织，宝马香车。妹妹，你看这些铺子，这得多少银子才能租得到一个呀？哥，你兜里有多少银票？我把所有的银票都揣兜里的，一共才1万两，还是3个铺子的所有盈利呢。我这里还有2000多一点点，咱们先把羽绒服和羽绒被给大哥哥送去，再把紫檀木卖了，或许可以凑够租一间铺子的银子。说再不够，我们回去再拿一些紫檀木来卖。云星少爷，你看这里有一个香料铺子，要不要过去问问价格？三哥哥，你拿一段紫檀木去问问，咱们多问几家铺子，比价一下哪一家价格高就卖给哪一家。沈云星拿起最大的一截紫檀木，刚走进香料铺子，那掌柜双眸微眯，快速的把沈云星从头到脚扫了一眼。掌柜对一旁的小二一使眼色，小二会意，满脸堆笑的迎了上去。公子，你需要些什么？你们收紫檀木吗？掌柜见沈云星衣着普通，不像商人，应该好忽悠。他和小二对视一眼，小二面露难色。公子，你看咱们这铺子呢是卖熏香类，至于您手里这块木头，可以帮你收了，只是价格嘛……小样，这杀价的小把戏，爷都不屑用的啊！打扰了。沈云星都不等小二反应，他就转身往外走去。公子请留步。公子有话进去说，咱们坐下聊。啊，聊什么呀？你们小二刚才不是说你们是卖熏香的？难不成你们也愿意收我这破木头？小公子啊，你手里可是上好的紫檀木啊，可不是什么破木头啊。他礼貌的向说话的那位大叔点了点头。小公子还是进屋里谈吧。掌柜的，如果您有诚意要收我手里的紫檀木，就开个价，如果值当呢，我就卖给你；如果不值当，咱就自个儿拿回去玩。这可是罕见的小叶紫檀木啊，用来做手串，那可是上品。你手里这么大的小料做熏香，太可惜了。大叔，你家铺子可要收，我还多着呢。苍老板，你不能这样啊，做生意也得讲个前来后到吧。哈哈，我就是看着孩子手里的东西啊，太稀罕了，没忍住多嘴了，对不起啊，你们谈。沈云星怎可能还相信奸商的话？他本就不知道价格，这种人不可能给出真实的市场价。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往回走。小公子，你留步，我们是真的想买你手里的货。掌柜的，你就别纠缠了，既然你无心出价，我再另选买家喽。5000两一斤，怎么样？这价格可公道吧？你就是走遍京城，也没人出的价比我的更高了。未必。沈云星丢下2个字，就掀开车帘钻进车厢。胡掌柜，你们谈妥了吗？如果谈不拢，那我就要出价了。这时路过的人群都停下脚步，好奇地看着2家掌柜竞相出价。这位东家，不知你出价几何？我唐某人做生意20余年，从来都是老少不欺呀。小公子手里的那一截是上好的小叶紫檀小料，市场价值8000两一斤。哎呦喂，刚才胡掌柜出5000两银子，都说他出的高价了。以后买香料啊，还是去别家吧，这家也太坑人了。你们不知道吧？这家铺子的东家是贵人呐！大家七嘴八舌，指指点点。前一刻还理直气壮的胡掌柜，这时候脸都臊红了。他见大家看他的眼神都带着鄙夷，这生意是谈不成了，就灰溜溜的回铺子里去了。看吧，像骗小孩子。他看这位少爷年纪尚小，又不是本地口音，
就想白吃了他手里的货。就这小叶紫檀木，哪怕是最小的料，都值5000两一斤的。何况公子你手里这小料算大的了。哇，原来这么值钱呀！妹妹，要不……沈云苏点了点头。唐老板，就照你开的价，我都卖给你，大的8000，小的5000。好，公子请一步。沈云星自个儿把马车里的2捆小料都提了出去，在大家的见证下，大料6斤半，小料3斤，一共67000两银子。请问小公子贵姓？如果下次还卖，希望公子还是选择卖给咱们白玉阁。在下姓沈，唐老板后会有期。看着马车缓缓启动，围观的人都唏嘘不已。我的个娘耶，这木头也太值钱了，就这么几斤，不够咱们烤1天火的，人家就卖了几万两银子。羡慕吧？你也出城去山上寻摸寻摸，没准儿你也能寻着这香香的木头。沉香阁里，胡掌柜靠近另一个小二耳边低语了一句，那小二出了铺子，很快就消失在了人群里。妹妹，都给你收着。沈云苏接过银票，全都放进了空间里。妹妹，咱们要穿城过，出了西城门才是军营。我们先把客栈找好了，再去军营吧。咱们去西城门附近找客栈。半个时辰后，沈云星在靠近西城门附近找到了一个叫天香楼的客栈。沈云星订了2间上房，订好房间，几人就在天香楼用了午饭，都顾不得休息，又马不停蹄地朝西门外走去。远远的，沈云苏就看到了军营外巡逻的将士。离马车不远的另一辆马车上，有一双贪婪的眼睛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巡逻的将士见有人靠近，上前拦住他们，说道：“这里是神机营重地，闲杂人等请速速离开。请军爷帮在下给神机营的同副指挥使帐下的沈云峰带句话，就说他弟弟在外面找他。你在这里守着，我去就回。不可再往前走，不然50军帐下去，你的小命都不保了。”他退后几步，向留下来的那位将士瞅了一眼，虎背熊腰，双目蕴藏着锐利，寒风中脸庞黝黑中透着红，一身棉袄略显臃肿，让挺拔的身姿看起来不够灵活。他转身回到马车旁边，隔着车帘对沈云苏说道：“妹妹，我看那个巡逻的将士脸都冻红了，咱们大哥的脸不会也冻坏了吧？”沈云苏他刻意的瞅了瞅周围的地形，又看了一眼1丈开外的巡逻将士，这里四面都没有山，自然风吹得更大一些，将士们常年操练，皮肤不可能白白净净的。三哥别担心，回到京城，我去药铺买一些药材，做几瓶冻疮膏给大哥哥送过来。这时从远处军营里走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人步履匆匆：“大哥哥，我们在这儿！”最前面的那个人是大哥哥耶！大哥哥，我在这里！可沈云峰早就看到了那团粉色的身影，他回头对身旁的人说了一句话，就朝妹妹飞奔而来。沈云峰抱着妹妹，激动的原地转了好几个圈，沈云苏乐的咯咯笑的声音飘出了老远。大哥哥，还有我呢。沈云峰这才一手抱着妹妹，一手揽过弟弟的肩膀抱了抱。哥哥也想你们了，娘和弟弟还有云墨都好吗？弟弟可好了，他都会赚银子了呢。真的？是真的，他写的话本子已经卖到52两一集了。二哥哥越级考上秀才了，他在江陵书院读书来了，休假的时候在教酒楼里的族人们识字算账呢。沈云星巴拉巴拉的一口气把家里的变化都讲了一遍，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云香妹妹，我现在还是普通的将士，不能在军营接待家人，这里风太大，你们还是早些回客栈休息吧。大哥哥，这些你都说好，这个瓶子里的药丸你1天1粒，直到吃完为止。瓶子上写了用处，你回去慢慢看。还有这个你拿着，现在家里不缺钱花了。银票我还有，你们留着啊。哥，你收着，银子的事你别担心，我们这次来会多住几天。若是找到了合适的铺子，我要把生意往京城发展了。我和妹妹把那紫檀木树的树枝都卖了好几万两呢。大哥，图纸你也说好，可别被别人抢走了你的功劳。妹妹放心吧，咱们总指挥使和副指挥使都是有家世背景的，他们不在乎这些，他人挺好的。再过几日就又是比武大赛，我会找机会把他献上去。过几天我做了冻疮膏送过来，你可以分给将士们用。哥，娘的功力已经恢复了10成，娘让我问问你，你练那内功心法可有进展？上次比赛我拿了第2，不然呢你们今天没这么顺利的找到我。一个军营里几万人，谁会认识那么多人？今天恰好巡逻的人是我们一个小组的，现在整个神机营应该有一大部分的人记得我的名了。哥，你为什么没有拿第1啊？不急，慢慢来，你让娘放心，我练着呢，内力大有长进。听到大哥哥什么都好，沈云星放心的从大哥手里接过妹妹。沈云峰招呼了他带过来的几个同伴，几人1人1袋，轻松的把羽绒服和羽绒被搬走了。沈云峰摸了摸妹妹的小脑袋，拍了拍弟弟的肩膀，照顾好妹妹，大哥做事有分寸，不必担心我，让二弟好好念书，我在京城等他的好消息。大哥你也好好的，我很乖的。沈云苏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就是忍着不让它落下来。大哥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妹妹的，我们一家一定会在京城团聚的。寒风虽冷，兄妹几人内心暖烘烘的。
马车缓缓启动，沈云苏一进车厢，眼泪哗哗的就流下来了。妹妹，乖，别难过了，哥哥一定努力赚钱，在京城扎下根来，那样咱们一家就又可以在一起了啊！咱们明天就找房牙子选铺子。三哥，要不先开糕点铺子吧，这个需要的铺面不会太大。不急，明天看看再说。你看你小鼻子都哭红了，以后三哥离开你的时候，你可别哭鼻子了啊，那样我心里会难过的。我偏要哭。好，三哥呀，陪你哭。西城门车马和行人逐渐减少，马车在关城门前早早的就进了城门。回去的路上，路过一家医馆，沈云苏买了2大包的药材，进了天香楼，又问掌柜的买了1罐猪油。沈云苏关上房门，从空间拿了一个小布袋子，往里面倒了一些药粉，然后挂在了门栓上，安排好一切，闪身进了空间。这时门口2个鬼鬼祟祟的人手里拿着一把匕首，轻轻地撬开门栓，屋里漆黑一片，只有一股异香扑鼻而来。没有人，人去哪里了？我明明看到进屋了的，还有门栓也是拉下来的。那黑影转身的时候，彩渊从房梁上俯冲而下，一嘴啄向那人的一只眼睛。快走，这屋里有问题！只听咣当一声，2个黑影劈着了屋里的炭盆。沈云苏听到声音后，他连忙闪身出了空间。妹妹，你怎么了？屋里好像是进贼了，别急，他偷不着我的东西。好险，再晚一点就要走水了。妹妹，你看彩渊，他的嘴上有血迹。妹妹，刚才贼人进来没吓着你吧？你快看看丢了什么没？没吓到我，可能小毛贼一进来就被彩渊赶跑了吧。我去找客栈的小二说一声，进贼了。云清少爷，我陪你一起去。贼人进来吓着沈姑娘了，天香楼得负责把贼人找出来。三哥等等，别声张，咱们初来乍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咱们也没有丢失东西，万一被贼人反咬一口就不好了。哥，你们去睡吧，我真的没事。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要不哥睡桌子，你睡床，万一又有贼进来了呢？啊！你们放心的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别声张。明天有人问起，咱们什么都不知道，记住了。沈云星见妹妹坚持，他就和小厮回房去了。沈云苏关上房门，他把彩渊带进空间，用泉水把小鸟嘴上的血迹清理干净。咱们彩渊乖，干得漂亮，下次来还啄他们，把2只眼睛都给他们啄瞎。对坏人，咱们要下死手。彩渊心想，小主子真啰嗦，咱不就是这么干的吗？把彩渊收拾干净后，又把他放出空间。直到饮食3刻，一声惊叫声响彻云霄，惊醒了整个天香楼的客人。什么事儿啊？大清早的叫什么叫？还让不让人睡了？快，1楼发生了什么？快去瞧一瞧！各个房间的客人有披着衣服骂骂咧咧，有抱着看热闹的，都纷纷的涌了出来，都走向回廊边，朝楼下张望。只见一小二吓得魂飞魄散，浑身打着哆嗦往楼上爬来。快，出人命了！1楼大厅的门口，只见2黑衣人半坐半躺在门口，掌柜伸手去2人鼻子下探了探，把这2人抬到一边，快去官府报案。这2人应该是到咱们客栈里来偷东西的，不慎失足摔晕了，没死，气息微弱，还有一口气。奶奶的，报官，必须抓起来！大家听说是小偷，都急吼吼的回房检查自己是否丢失了东西。少爷，走，咱们也回屋检查有什么被偷没。沈云星带着小二进了屋里，关上房门，他压低声音对小厮说道：“你忘了，咱们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楼下都出人命了，可不要被牵扯进去。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知道了吧？”少爷说的对，咱们在睡觉，什么都不知道。沈元苏当然也被吵醒了，他打开房门，掌柜带着小二刚好巡查到他的房门前。小姑娘，请问你们丢失了什么没有？昨夜咱们天香楼进了毛贼，没吓着你吧？哥哥，我好怕。怎么了？谁吓着你了？给三哥说说，我帮你去揍他。掌柜和小二面面相觑，他们怎么了？他们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吧？怎的就该挨揍了？不是，这位公子，我就问了问小姑娘，说咱们天香楼进了毛贼，谁知道这……哎呦，我真不是故意吓唬你妹妹的。掌柜的，我妹妹还小，听到有贼人进了客栈，肯定会害怕的。你们可要把贼人全都抓起来，我们可是交了几天的房钱的。公子的建议非常好，你们放心住着，我们正在挨个的搜寻一遍，看还有没有同伙，也查询一下大家有没有丢失物品。若有丢失，请尽快报上来，我已经派人去京兆尹报官去了。掌柜的说完，歉意的讪讪一笑，逃也似的往隔壁查询去了。敢来盘问本宝宝，我就哭给你看。唉，一个被忠义耽误了的戏精。妹妹别怕啊，有三哥哥呢，贼人都被抓起来了。什么抓起来了？那俩家伙怕是还没有睡醒吧？沈云星很少见妹妹真的哭过，她心疼不已。哥哥，我饿了，什么时候吃早饭？妹妹，你真聪明。沈云星帮她梳了一对双压髻，又戴上珠花。沈云星看着妹妹头上这对陌生的珠花，问道：“这不是我给你买的吧？怎么我没有印象呢？”这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高伯伯送过来的，他说是黎生哥哥送给我的。不好看，京城的竹花更好看。三哥给你买，咱们买更漂亮的。沈云苏听得莫名其妙，三哥今天这是怎么啦？怎么这话听着酸溜溜的？小伙伴不就送了一个礼物吗？这有什么？咱们又不是没有还过礼。三哥哥，我都记下来的，咱们不白拿他的礼物。等我回去的时候，也给黎生哥哥买一个礼物回去。还有燕少爷、黄婶、师傅、高伯、小伙伴们，还要给娘买一把剑回去，还要买一个笛子。娘亲说要教我吹笛子。算了，你别送他礼物，我买了送给他。那好吧，难得进京城一回，大伯和二伯家我都要带礼物去。快下去看看官府的人怎么说。几人刚走到回廊，就听见衙差呵斥道：装死是逃避不了的，快滚起来，跟我们回衙门。沈云苏向楼下看去，就见几个衙差凶神恶煞的朝地下的黑衣人一脚踹了过去。地上躺着的黑衣人仍然没有动静。衙差向小二喊道：拿一盆水来，我不信他们装死就能把事情躲过去。小二领命，很快端来一盆冷水，给我往他们脸上泼。小二把一盆水朝两人头上倒去。哎呦，哪个遭天杀的泼我呀？两人一边抬起衣袖擦脸，一边骂骂咧咧。衙差飞起一脚又踢了过去。哎呦，我眼睛怎么这么疼？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沈云星听着声音有些耳熟，等那人的手离开脸上的那一刻，沈云星眉头一挑，这不是那沉香堂的胡掌柜吗？沈云苏抓住了重点，这人不知道他眼睛被啄了。老实交代，你俩半夜三更跑到天香楼来干什么的？是不是有什么不轨之心？是谁指使的？什么？这是哪里？我为什么在这里？围观的客人听得哄堂大笑，见过小偷装死的，还没见过装傻充愣的。既然不肯说，那就请回金兆尹慢慢的说。慢着！那胡掌柜一手捂着被啄了的一只眼睛，一身狼藉的坐在地上，看着一起来的人问道：你说说，咱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不知道，我全身都疼啊！昏迷嗜睡、乏力、腿软、肌肉疼痛、断片。沈云苏默默的把这些症状记了下来。我看这两个人呢，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都带回去。两人嘴里不断的喊着冤枉。冤枉！大半夜光顾咱们天香楼，还有脸喊冤枉？若不是没人丢失物品，就是打死他们也不冤。围观的客人都交头接耳，都在猜测着、议论着，这俩人是到天香楼干什么来了？那个瞎了一只眼睛的人好面熟啊！你说什么？那个人挺像咱们沉香堂的掌柜，咱们客栈曾经去那里买过熏香，后来觉得桂香堂卖得更便宜，咱们就没去过沉香堂购买熏香了。别胡说，大家都知道沉香堂后面的东家是谁，他家又不缺银子，不可能派一个堂堂掌柜到咱们天香楼里来偷鸡摸狗的。快干活去！你这是掉脑袋的话，可别再说。别看了，走，哥哥带你吃肉包子去。京城的汤包是最出名的了，咱们也去尝尝。一番折腾，外面天色已明，冬天的早晨，寒风格外的刺骨。冷不冷啊？要不要哥哥抱着你走？不冷，我穿的羽绒服可暖和了，还有我这个羊皮小靴也暖和。暖和就好，回到江里我再多买几双，你带回去穿。三人没走多远，就看到了一家羊肉汤包铺子，要了3笼小笼包，一人一碗红豆粥。过2天皇上就要去西郊大营看比武了。难道皇上要去军营里选武状元？不会吧，选状元的时间已经过了吧？谁知道，万一皇上是想提拔新人呢？听说可以让老百姓远远的看。哎，咱们也去看看呢。这么冷的天，皇上不会把荣亲王爷请过去吧？应该不会吧，他那身子恐怕半年都没出过门了吧。沈云苏默默地听着旁边的一桌人嘀咕，荣亲王是个病秧子。几人吃完饭又坐了一会儿才离开。房牙行或许过一会儿才开门，我们去街上溜达一圈，看哪里的人更多。少爷，我看京城这里比县城的人多了，哪一条街的人都不少。哥哥，咱们得打听一下哪里住的贵人更多就行了。贵人密集的周围，肯定铺子里的令子钱更贵。咱们的吃食特殊，就是远一点，贵人们也会去尝的。你看今天早上那个汤包铺子里面，我看有好几个穿着绸布衣的丫鬟提着食盒呢。街上的人越来越多，吆喝声此起彼伏。哥哥，你看他们手里的竹篮好漂亮，如果咱们的桃花屋也配上这么漂亮的竹篮，那价格都可以加2成啊。请问姑娘，你手里的竹篮是哪里买的？那女子瞪他一眼，骂了一声登徒子，就继续往前走去。小厮被骂得一脸懵，我就打听一个竹篮，怎么就成登徒子了？一个商机从沈云星脑海闪过。
整个卧龙山脉周围都有竹林，就是每个村子都有很多竹林，村里大多数的男人都会竹编。如果能编出这么精致的竹篮，都卖到京城来，行动往往比脑子还快。见那女子错身走远，沈云星3步并作2步的追了上去。小姐姐，请问你手里这精致的竹篮是哪里买的？我初来乍到，对京城不甚熟悉。是百味斋买的，他们家的核桃酥可有名了，买上2斤，百味斋都会送这个竹篮装好。沈云星听后，又朝那女子拱手道了一声多谢。他快速走回妹妹身边，她说是前面一家叫百味斋的糕点铺子买的。同样是问话，云星少爷的话怎的就这么好使啊？沈云苏暗自腹诽，原来古人也是看脸的。到了百味斋，沈云星买了2斤核桃酥。既然别人都这么说，那这核桃酥应该是这百味斋的招牌点心了吧？沈云星让妹妹和小厮都尝了尝这百味斋的糕点。少爷，这糕点一点都不酥脆，还是桃花坞的糕点最好吃。哥哥，咱们的桃花坞在京城绝对能火，相信我。找了2家牙行，经过一番比较，沈云星看中了这附近的一家铺子。王牙子带着几人来到铺子，上下2层。公子，这西泉街离西市不远，采买东西非常方便。这间铺子以前是卖成衣的，里面收拾的可干净了。是挺干净的，屋里一根板凳都没有，空荡荡的。公子，你看后院比前面还宽敞，东家只要8000两银子，你们可捡着宝了。如果在朱雀街那边，就这一间铺子，没有2万两银子是拿不下来的。你看后面，厨房、水井还有马厩，是挺齐全的，就是呢，这地方太小了，后面只有1间厢房可以住人。公子，楼上还可以住人，我带你们上去看看。2楼有2间屋子，只能用于住人和储藏物品。地段嘛一般，房子进深随狗，铺子的门脸太小了，要是有2间就完美了。如果公子满意，这100两的跑腿费我就不收了，就8000两。成交。说完，他示意小厮拿出早就准备好了的租赁合约，你看看吧，如果没问题，咱们把金额填好就可以了。王牙子也是见多识广的人，可他一看手里的合约，条理分明，不留一点漏洞。就签公子的这份合约吧。房牙看着沈云苏掏出银票数了起来，他才在合约上面签了名，按了手印。房牙子收了银票，交了房门钥匙，他恭敬地对沈云星说道：沈公子的这份合约甚合我意，以后我家牙行的合约就用沈公子的做范本，公子以后若还有需要，请尽管吩咐。3人刚进酒楼，就听到大家在大厅议论纷纷。你们知道吧？那2人啊，居然想攀要丞相大人，说他们是丞相府的人。结果呢？后来怎么样了？丞相府可是皇后外家，岂是一个小偷可以攀要的？那是堂堂当朝丞相，岂容了这般小人泼脏水？丞相府派了管家去京兆尹去辨认。你猜怎么着？大家都伸长脖子等着他说下文时，他却卖起了关子。在大家的催促下，那人幸灾乐祸地说道：能怎么着？人家丞相府的管家压根就不认识他，直接支回衙差狠狠地打。那后来呢？这还用问？拒不认罪，当然是被打死了。这是不是有点太狠了？若昨晚你的银票被偷了，又或者你被那歹人杀人灭口了，你会觉得谁狠？那人被书生的话噎得缩了缩脖子，继续埋头吃饭。我们先去退房，再进去收拾东西。沈云星牵着妹妹走向柜台，那掌柜竭力挽留，沈云星都坚持退房。他说妹妹胆儿小，被吓着了，不敢再继续住。最后掌柜的还是给他们办了退房。燕南巡这一天抬头望天的时候，比他1个月看天空的时候都多。直到傍晚，花园里除了麻雀，连一只喜鹊都没见到，更别说一身霞雨的彩鸢了。骗子！京城里，沈云苏美美的睡了一个懒觉。昨夜他好不容易把冻疮膏做好装瓶了，做了整整的50瓶。妹妹睡醒了吗？睡醒了。今天3哥哥带他去逛朱雀大街，听说那里是京城最繁华的地方，他好期待哦。早点是小厮去买回来吃的，有肉包子和粥，还特意给沈云苏买了1碗豆汁儿。少爷，我打听过了，朱雀大街离这里还有几里地的路程，咱们还是赶马车过去吧。好，还是赶马车过去，京城里人太多，还是坐马车安全。半个时辰后，3人才来到朱雀大街，一条南北贯穿的街道，街道中间人群拥挤，熙熙攘攘，远远眺望能见到有一座高楼，金顶石壁，巍峨壮观。这大概就是京城最高的楼了吧？应该是了。听说呀，最上面的那一层都是京城权贵去品茗的地方，也是看全城风景最好的地方。沈云星一边与妹妹说话，一边观察这条街都是些卖什么的。最先看到的是一家
家卖刀剑的。沈云星带着妹妹进了铺子，里面正有几个江湖打扮的人在挑选长剑。见兄妹俩进去，都没有人过来招呼他们。大侠，您就要这一把刀吧？您看这刀刃锋利，刀柄呢还镶有一颗宝石，只需要500两银子，很划算的。你给我把你们挂的最高的那一把剑取下来瞧一瞧。几位大侠真有眼光，这是我们店里的镇店之宝，要价至少2000两。大哥，咱们兜里没多少钱了，要不咱们就买那大刀算了。你知道什么？1寸长1寸强，这可是要命的事，不能节约这银子。咱们手里一共没有2000两，这家铺子卖的忒贵了，咱们去铁匠铺看看。几人一番讨价还价后，那把大刀小二愿意让价到450两，可那把镇店之宝那是分毫不让。最后几人只买了2把匕首就出去了。真是没钱还来凑什么热闹？咱们的宝剑呀，削铁如泥，哪里是铁匠铺子的东西可以比？那小二拿起宝剑就要挂回墙上。哎，等等，这位公子，隔壁呢就是一家书斋，笔墨纸砚都一应俱全。我不会练武，难道还不能买来送人啊？心里暗骂道，真是狗眼看人低。你别净瞎吹牛，你说说你这个宝剑怎么削铁如泥？你可试过了？去，你小孩子来凑啥热闹？沈云苏看都没看小二一眼，掏出一叠银票，慢悠悠地数了起来。你们真要买？那当然了，不然我们吃饱了撑的，没事跑你铺子里来。那我就示范给你看啊，我们这把宝剑不光是削铁如泥，还能吹毛断发。小二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横放在剑刃上，头发瞬间就断成2截。怎么样，公子可否满意？加这一把。为了让娘亲用上得心应手的宝剑，就是花2万两银子都值。兄妹俩刚走出铺子，迎面走来了一位头戴帷帽的女子。沈公子，小苏苏，你们怎么来京城了？汪姐姐，你怎么回来了？走，跟我去我家，咱们再慢慢聊。官府经过一番交谈，原来关卓君一收到宇文湘君遇难的消息，他就悄悄地赶了回来。现在他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关家的养女关卓蝶。关姐姐，就是宇文家认出了你，你不认，他们也无可奈何。三公子说的对呀，他就是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家也是不怕他的。毕竟当初咱们官府是没有认可他们办丧事的。对，反正宇文家那个坏蛋已经死了，对关姐姐也造不成什么威胁了。说要把事情闹到皇上面前去，我就告他宇文家宠妾灭妻，说他谋杀未遂。关御史回到家，见到沈云苏和沈云星，关御史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我家卓君若没有遇到你娘亲在山上采药，我可能就已经失去他了。太好了，你在京城啊，好好干，有什么事儿给伯伯知会一声，千万别客气啊，就当咱们是一家人啊。伯伯，我们家大哥是受了你的恩惠才得以入了军营，以后可别说这客气话了。好，伯伯以后就不客气。今天我收到军营传回来的消息，你家大哥抱上去的羽绒服被圣上稀罕的爱不释手啊，说要嘉奖你们大哥。皇上已经把图纸都分到上一级去了，还说做好后要送往边关呢。明天就是比武大赛了，我们明天呢一起去观舞台。好。傍晚时分，如鹅毛般的大雪飘飘扬扬地下了起来。沈云苏站在雪中，他双手向上，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在他的小手上，转瞬即化成水。妹妹别玩了，当心着凉。妹妹乖，以后啊你可别贪玩雪了，你昨年玩雪把手都冻红了，可把爹娘吓的。等雪停了，哥哥陪你一起玩，好吧？高兴过后，沈云苏开始担心大哥哥。三哥哥，这时候隔壁不远有卖布的铺子，你去买一些做围脖的布回来，给大哥哥做几条围脖带去。不用，送羽绒服的时候已经送了，我早就准备好了。你呀不用担心，你自个儿把耳朵护好。西郊大营外，内侍官手拿折子，把皇上勉励将士们的话念了一遍，其他的冠冕堂皇的空话，沈云苏没记住。他只记住了其中的奖励部分，他把小嘴儿凑近三哥，压低声音道：听到了吧？第1名要被封为神经营副指挥使，赏银白银1万两，赐府邸一座。听到了，大哥行的，你别急。苏儿，你可看好了，等会儿啊，你大哥哥给你拿个第1名。谢夫人吉言，一定行的，赢一个大宅子，可省多少银子？一声唱鸣声响起，接着又是擂鼓喧天。只见2位将士走向比赛场地，两人互相抱拳后，2位将士就你来我往的拳生风。不是大哥哥，别急，这是决赛，初赛皇上不可能来观看的。只见台上有一人吧唧一声落在地上，好一会儿都爬不起来。早知道从军这么苦，咱们应该拦着大哥别来从军，就由我在江陵开铺子从商了。别紧张，他们都是空手比赛，受伤的人都有御医医治，比赛是有规则的，不可取对方性命。沈云苏当然知道，可被揍的感觉总是疼的吧。沈云苏很想问问关夫人，现在他还能不能把大哥哥带回去？现在回家还来得及吗？大宅院他不要了，荣华富贵他也不稀罕，他只要大哥哥好好的。想着想着，他眼底泛起了无助。
直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比赛场上，他的心都揪了起来。看呐，沈公子上场了。哦，看到了，是大哥哥。沈云苏紧咬下唇，没有吱声，他真怕自己哇的一声就哭出来。皇上，那个孩子就是奉上羽绒服的那一个。不错，一表人才。若是他从文考状元，朕一定会点他为探花。可惜荣亲王今天没来，这么精彩的比武他都没看到，真替他遗憾。朕已经约过他了，谁知他那身体又严重了，这冰天雪地的，他来了也受不住。那是，还是皇上想的周到。您赐的补品我已经送到荣亲王府了，荣亲王啊，感动的都挣扎着坐起来，非要下床谢恩呢。沈云苏见大哥哥与那人几个回合下来，那人连他衣襟都没沾着，他那颗悬着的小心脏终于落了下来。那位沈公子的功夫不比锦衣卫的人差，皇上又得一员大将，可喜可贺呀！哇塞，那公子比刚才那人俊多了，好厉害呀！你们知道那位公子是谁家的少爷吗？三哥哥，大哥哥赢了呢！赢了吗？好，恭喜沈公子，恭喜小苏苏，你大哥哥呀拿第1名了。谢你们，你哥哥好厉害呀！我家大哥哥也厉害，不过他是读书厉害。别怕，大哥哥身手好着呢。哎，刚才是真的吓死我了，我真担心那一拳落大哥哥脸上，若大哥哥被打破了相，那可怎么办呢？大哥哥还没娶媳妇儿呢。关夫人和关卓越被兄妹俩的话逗得捂着嘴笑。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还没有俊俏嫂子呢。你要俊俏嫂子呀，这容易，这事儿报我身上，我一定帮沈公子寻一个贤良淑德、美貌如花的姑娘。获胜第1名，沈云峰上前听风。沈云苏见大哥哥快步朝观礼台走来，他很想飞奔过去，可皇上马上要封赏了，这可是大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沈云峰德智兼备，武功卓绝，勇冠3军，天惠聪颖，奉上御寒符有功，朕心甚慰。着神机营副指挥使，从3品，赏白银1万两，府邸1座，以之勉励。望其不骄不躁，继续勤学苦练，成朝廷之砥柱，国家之栋梁。钦此。朕副指挥使啊，接旨吧，有2天假呢，回去安置吧。啊，三哥哥，你听到了吗？大哥哥有2天的假呢，他今天就可以与我们回西城接住了。关夫人，咱们这时候可以去找大哥哥吗？去吧，我在马车上等你们。沈云星拉着妹妹的手向大哥哥奔去，一群将士欢呼着，团团的把沈云峰围住。云峰，恭喜你了！云峰，你为兄弟们争光了！将士们恭贺声此起彼伏，一番嬉闹后，沈云峰也向兄弟们道了谢。云峰，你快去看看皇上赐的宅子有多大，能住几方美人？阿莽的胳膊被你复原了，没有大碍，有御医在，没问题的。你放心回家吧。沈云苏听后，心里泛起一丝酸楚。大哥哥都会胳膊骨节错位复原了，可见他刚进军营，也没有少受伤。将士们道贺后，都纷纷的返回军营。等一下，沈云苏掏出几瓶生津草做的药丸，塞进沈云星手里。沈云星会意，他快步上前，把手里的药瓶递给最后离开的那一位将士。三弟妹妹，你们来了。这药丸对筋骨恢复有好处，1天1粒效果很好，最多服用7天。云峰，你家弟弟妹妹好可爱哦，不但给你送保暖的衣服来，还送药来。那是我妹妹已经拜师学医了，她做的药丸子可好使了，你快拿去给阿莽用吧。好的，云峰，早点回军营啊，兄弟们还等着庆贺呢。大哥哥，将士们与你的关系还不错，挺好的。走，咱们边走边聊。大哥哥，刚才吓死我了，我好怕那人一拳落在你脸上哦。你们别担心，我进军营里后啊，都从来没有拿出过我的真实水平来比赛，今天也一样，我都没有主动攻击他的。你怎么会骨骼复位了？是不是经常受伤？我没伤过骨头，是军医帮兄弟们复位的时候，我经常去帮忙，看久了自然就会了。大哥哥，骨头没受伤，那你其他地方受过伤了？皮外伤很少的，在军营里一点皮外伤这是常见的，以后不会了，我不需要再藏拙了。一路上，沈云星把如何遇见关卓君的事，今天又是如何进了观礼台的事说了一遍。云峰、于青，你们到这里来。沈云峰微笑着向关御史挥了挥手。小苏苏，我们在这儿呢。妹妹，你先与关夫人坐一辆车回去，咱们再慢慢聊啊。沈云峰抱着妹妹就走向关夫人坐的马车，安置好妹妹后，他才带着沈云星上了关御史的马车。沈云星上了马车，坐下后拿着房契看了看，玉泉街在什么地方呀？恭喜沈公子一举夺魁啊！这玉泉街就在西门，东门是文臣的府邸居多，武将的府邸大多在西门。2进院子，大哥哥娶妻生子都够住了。内务府
会按官级对朝廷的贡献多少再做调整。云峰等很快提拔到从三品，这是很少有的先例了，这得托皇后娘娘的福啊。沈云峰在军营这么长时间，多少也知道一些关于皇上和皇后外家的一些八卦，他笑而不语。去玉泉街看看，玉泉街与西泉街很近，西市外的河边有一眼很好的泉水，由此而得名的。关御史一路上与他们讲解西门的地理特色和位置。玉泉街不错，这院子以前住的兵部侍郎，后来他家犯了事儿被流放，这宅子空了好多年，晚辈定谨遵教诲，不会再重蹈覆辙。关御史满意的点了点头，心里暗道：这孩子不错，响鼓不用重锤啊。关御史夫妇陪着兄妹几人把前后院子都逛了一个遍。不错，内务府做事还挺快的，屋子是被收拾过了的，家具都是楠木或者是桃木的，可见从前兵部侍郎的日子过得的确不差呀。不错呀，咱们省得再去买家私了，我们今晚就可以搬过来住。当天晚上，兄妹几人就搬进了院子里住。第二天，关夫人让人送来了贺礼，兵部尚书童家、工部侍郎贺家都陆续送来了贺礼，还有一些沈云峰并不熟识的人都送来了不轻不重的贺礼。大哥哥，这些人里呢，有人是真想和咱们交好，有人呢只是随一份礼而已。到了年关，我会按照礼单的轻重都还回去的。三哥，咱们还是去买一些小厮和婢女吧，这院子这么大，没人打理是不行的。妹妹说的对，我马上就去人牙子那里挑人，还得提拔一个做管家才行呢。这么多事儿，我一个人忙不过来的。糕点铺子也需要雇人，妹妹你就在家待着，哪儿都别去，外面冷。姑姑你想多了，我才不想出去呢，在家烤火多舒服。兄弟俩出去后，小厮在门外来回的走来走去，最后他鼓起勇气敲了敲门。阿坤，是你吗？小姐，是我听三少爷说他去人牙子那里去了，我想请小姐与三少爷说一说。有什么事你不方便当面给他说的？小姐，我想跟着三少爷，高管家与我说过让我伺候三少爷，可三少爷好像不想收留我。阿坤说着从衣兜里拿出来了他的身契。黎生少爷把你的卖身契都还给你了？是高管家还给我的，他说府里不需要那么多人，让我把三少爷伺候好就成了。我可以做主，你就留在我三哥哥身边吧，咱们家没有那么多苛刻的规矩，你只要忠心就成，亏不了你的。阿坤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快起来，低下凉，以后要生病的。阿坤起来后又是一躬身。不请小姐关心，小的没事，膝盖一点也不疼。你听着，以后别动不动就跪，膝盖会受不了的。你不想老了成跛子吧？好好干三哥交代的事就成了。小姐放心，阿坤生是神府的人，死是神府的死鬼，一定对神府忠心耿耿，不然天打雷劈。一个时辰后，沈云峰兄弟俩带着4个年纪不大的小厮，还有一对母女俩回来。他们都是逃荒来的人，大娘母女俩会做饭洗衣。二珍小姐，我的家人都没了，就我老婆子带着闺女逃出来了。若不是公子好心买了我母女俩，人牙子就把我闺女卖到那吃人的地方去了。陈婶，阿菊，咱们家人不多，你俩就在内院伺候吧。阿坤，让陈婶儿和阿菊姑娘白天有事儿进内院干活就行了，还是安排他们去前院照房安置吧。好的，小的马上去安排。大哥哥，三哥哥，这个你一起收着吧，咱们和阿坤认识的时间不短了，他人不错，留下他吧。这小子他真不要黎生少爷了，我还以为他说着玩的呢。阿坤很机灵，就留下他吧，反正咱们这儿还缺一个管事儿的，他正好合适。大哥哥，你还有什么吩咐的？爹娘都不在这里，内院只需要偶尔让人收拾一下就得了。你也不小了，要懂得避嫌。避什么嫌呀？大哥哥，你有话直说好不好？沈云苏毕竟是两世为人的啦，以前小说没少看。大哥哥这是怕被丫鬟爬床了。沈云峰被弟弟这一问，脸都憋红了，都没想到恰当的话来把这事儿说明白。三哥，大哥的意思是你晚上关好房门，晚上内院别放其他人进来，知道吧？大冬天的，我当然得关好房门睡了，我脑子又没毛病。大哥哥放心，我不会冷着我自己的，屋里有炭盆。我说的是炭盆的事儿吗？完了，我这聪明俊俏的三哥好像是哪里缺了点什么，再过几年我的三嫂去哪里找？对的，晚上把门栓拉下，别冷着了，屋里有炭盆，把窗户开一些就行了。你去吧，我今天回军营之后，你自己万事多长个心眼。大哥哥，今天记得把冻疮膏带上。我不会忘记的，有好几个兄弟都长冻疮了，正需要冻疮膏呢。妹妹，你别那么辛苦，有事儿你吩咐小厮帮着干。还有，你回家之后叫爹和娘也来京城住，娘出门戴围帽，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不会有人认出来的吧？等一等吧，我还要与方师傅多学2年。爹爹还要帮着记账，娘应该不想到京城来，再过几年看看吧。我回去给爹娘说，咱们偶尔进京城小住一些日子，娘应该会答应的。
以前没条件的时候，我从不敢想，现在咱们在京城有家了，哥想每一次回家都能看见你们。在大哥哥回军营前，沈云星早早的让阿坤带着小厮去外面酒楼里去买了2桌菜回来，早早的就用了晚饭。沈云星让阿坤把大哥哥送回军营。大哥哥，我送你回去。阿坤刚放好下马凳，沈云苏自个儿就爬了上去。算了，我也一起去吧。兄妹3人上了马车，沈云峰抱过妹妹，握住她的小肉手，一路说不完的话，很快就到了军营外面。京城人多，你出门呐，要拉着三哥的手，知道了吧？大哥哥放心，我不会走丢的。沈云苏强忍着不掉眼泪，大哥哥有假期的，可以算着他休假的日子到京城来。云香，你别太省，大哥哥现在有俸禄了，你在家把妹妹照顾好啊。沈云峰抱着包裹，1步3回头。哎，我都忘了问了，大哥哥有多少俸禄来着？沈云苏心想，这是谁家的哥哥呀？怎么如此财迷？别想太多，俸禄能有多少？还是赶快把铺子开起来。我让阿坤明天找人装修铺子，我赶马车带你回江陵县，我得回去把人手重新安排，其余的人我要带进京城来。沈云苏其实还想在京城待几天，可又想爹娘和二哥哥了。梧桐村里一连几天都没有沈云苏的消息，顾离生有些坐不住了。殿下，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县城好不好？县城的美食那么多，苏丫头肯定吃得不想回来了。怕是你想吃桃花坞的糕点了吧？苏儿可不是贪吃的人。我不生气，你是我亲表弟，你读书比我多，眼瞎是正常的。少爷，今天你看到财源回来了吗？没有，或许沈先生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没有，我今早上就问过三爷爷了，他什么都不知道。少爷，要不你把马车借给我，咱们去县城把老大接回来。就你，得了吧，你都没有赶过马车，准能把马车赶到路边的水沟去。让秦钟赶车，你们去吧。真的，少爷你太好了，咱们现在马上就出发。少爷，严公子，我给你们带烤馍回来。几个小孩高兴的都忘了回去给爹娘说一声，就屁颠屁颠的坐上马车去县城了。京城里，沈云星把小厮们还有陈婶和阿菊都喊到前厅，他严肃地对阿坤说道：大哥平时都在军营，咱们府里呢暂时不接待官家和同家以外的拜帖，尤其是送礼物，一律拒绝接受。若有人私自做主的，别怪我不留情面。小的请的，咱们只忠心皇上就成了，有小的在，定不会让一只苍蝇飞进府里。若有人问起，你都说副指挥使在军营，府里没有主子，别人也就少了许多心思。安排完了事情，沈云星就带着妹妹出发了。郡主府里，宇文香如回去后辗转难眠，她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去找祖母说话。床榻上，精神萎靡的长乐郡主斜靠在枕头上，有婢女进屋通报道：郡主，四小姐在外面求见。让她进来吧，我时日无多，让她多瞧2眼也好。四丫头是个孝顺的。郡主别说丧气话，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祖母，告诉你一件欣喜的事，您听了肯定会觉得开心。您老一开心呀，病就大好了。哎呦，四小姐一来呀，屋里就热闹多了。你说吧，有什么喜事？是谁家上门提亲了，还是你爹要纳姨娘了？哎呦，祖母别打趣孙女了，父亲也都好几年没纳姨娘了，是京城里的大事。有事就说，少转着弯的来糊弄我。祖母，您还记得清河镇梧桐村沈氏家族吗？你提那一家人做甚？说没有他们带着上百人在翠微山庄闹事，咱们家就没有后来的麻烦，我的湘君也不至于被折在了那大山里。因为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呀？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四小姐，别提了，说点开心的事儿吧。老奴看郡主比前段时间好多了。祖母，你别急呀，您知道吧？沈家族里出了一个人才，我见着了，皇上都已经钦点了。什么？皇上钦点？他家一族几代的泥腿子有什么能耐？皇上凭什么钦点他们？宇文香如见祖母精神尚可，他就把沈云峰以武夺冠的事儿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岂料郡主越听脸越黑，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你个白眼狼，宁可提拔一群纨绔子弟和泥腿子，也要把香荣手里的权分散开，太可恨了。祖母，你想没想过，那泥腿子在京城无根，咱们给他一个甜枣，他不就成了咱们的人了？就一个小小的副指挥使，我还没放在眼里，就是要拉拢，也应该是拉拢总指挥使庄冲。祖母，他现在一提拔就是从三品，将来前程不可估量，未来谁可预知？咱们可别管中窥豹。四小姐，祖母，我的意思是，咱们要拉拢一下这些不起眼的人，万一啥时候有用处呢？要不孙女儿就知会管家一声，让他备了礼送去，也显得咱们郡主府大气。那副指挥使是个俊俏儿郎吧？可能，也许还
还行吧，离得太远，孙女也没怎么看清楚。一个小小的副指挥使而已，不必备多厚重的礼品。你下去吧，我乏了。宇文香如朝郡主扶了一礼，飞快地跑了出去。郡主，老奴看四小姐的心思，你也看出来了吧？我现在精力不济，她的事还是由她母亲去拿主意吧。咱们丞相府的庶女如何也不能低价了，弄不好就是打了皇后娘娘的脸。宇文香如屁颠屁颠地跑出去，催着管家去送礼。不到1个时辰，管家就提着礼盒回府了。你怎么又把礼品提了回来？四小姐，是老奴没用，我好一番询问，才找到一个院子。隔壁的人说是最近才搬来了的，我去敲门，您猜怎么着？怎么了？你找错地方了？门房门都没开，说府里没有主子，奴才们不接待任何客人，我能怎么办呢？难道他家人没有来京城？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弃，我得另辟蹊径。宇文香如一跺脚，转身就往院内走去。沈云星带着妹妹回到江陵县的时候，已经是亥时3刻了。听到敲门声，门房小厮在里面喊道：“沈公子，是你回来了吗？”听到沈云星的回答声后，门房急忙打开房门出来迎接。沈公子，沈姑娘，你们可算是回来了。你们若再不回来呀，那几个小孩就要追京城去了。什么？该不会是狗蛋他们几人找城里来了吧？可不是嘛，若不是我今天拦了下来，他们就往京城去了。这不，刚下了大雪，若是他们有个什么闪失，可如何是好啊？还好姑娘回来的及时。都这个时辰了，别打扰他们，我们在路上已经吃过饭了，有热水就行。兄妹俩洗漱后就分别回房休息。第二天早上，狗蛋几人见沈云苏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高兴的都快跳起来了。老大，你终于回来了，没你在村里一点都不热闹。小姑姑，京城下雪冷吗？你在京城见到云峰叔叔了吗？老大，我家的狗生了3个狗崽呢，回去看看，你想要哪一个都可以。谁稀罕你家狗崽？小姑姑家的大黄难道不会自己生？你编去。沈云苏心想，大黄是公的，他还真不能自己生。小姑姑，你去京城吃了些什么？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别急，咱们吃早饭，回头再与你们慢慢说。三哥哥呢？他怎么不来吃早饭？沈公子和阿忠出去了，他说他一会儿就回来。沈云苏一边吃饭一边给他们讲京城的事儿，连一旁伺候的小厮都听得激动地说道：“沈大公子真了不起！老大，我想好了，等我练好了功夫，我也要去军营里迎一个将军来的。快吃饭，比长大还早呢。”沈四胖把那肉包子看了好几眼，算了，我忍着，我要减肥。忍什么忍？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回去我给你一个方子，保证你会瘦的。有了小姑姑的鼓励，沈四胖一口气干完了2个肉包子。过了好一会儿，沈云星和秦钟才回来。沈云星一进屋就对沈云苏说道：“妹妹，东西我都给你备好了，你拿回去分一下。羊皮靴我买的多，狗蛋他们1人2双。”谢谢云修叔叔，这个冬天我们再也不怕下雪了。收拾好一切，他抱着妹妹走向大门口的马车。妹妹，三哥没空陪你回村去了，我计划明天就带人回京城，我得尽快把京城的桃花坞做起来。你留的银票还有那么多，我一回京城就去订火锅桌，在1个月内，我呀还得把京城的火锅做起来。有阿忠赶马车，还有狗蛋他们。三哥哥，你不用担心我们走慢一点，大不了晚一点到家。马车里有糕点、瓜子儿，你们路上可以吃，还有2罐夫妻肺片，你带回家让爹娘尝一尝，也给大家分一些。三哥哥，你自己照顾好自己，给二哥说休学就回家。如果新买的小厮有欺负你年少的，你直接贩卖回去就是了。我会经常让彩云送信去京城。沈云星看着马车消失在街道尽头，转身就开始忙去了。沈云苏家的新房外面，沈继贤他一边跑一边喊道：“苏儿，你咋这才回来啊？可想死爹爹了！苏娘，咱们闺女回来了。苏儿，你吃午饭了吗？娘，马上煮晚饭了，一起吃晚饭就行了。我不饿。娘，我先去分礼物，晚上我再给你讲一个好消息。”沈继贤眼巴巴地看着小闺女忙前忙后的指挥着小伙伴们分礼物。这是高伯伯和师傅的，这是你的，这是皇婶和厨娘们的，还有阿江和阿童的，林生少爷和燕公子的。沈云苏让爹爹把大伯家和二伯家的礼物都挨个的送过去。沈云苏这才抱着宝剑就朝厨房走去。娘，快接着，挺沉的，我快拿不动了。苏娘看闺女手里抱着一把带鞘的长剑，她连忙上去接住。苏儿，你怎的想起给娘亲买这个了？苏娘拔出宝剑，一道寒光闪过。好剑是吧？我就说嘛，挂那么高肯定不会差啦。苏儿，笛子你都买好了吗？明天早上娘就开始教你了。大宅子里大家都拿着沈云苏带回来的礼物，高兴得合不拢嘴。哎呦，这得花多少银子呀？你看这布匹，还是我在京城的时候看到过。
可不，这就是沈姑娘从京城带回来的，她就知道咱们稀罕这个。明天咱们可以着手做过年的新衣服了。书房里，顾离生手里攥着玉冠，他慵懒地瞅着燕南巡。你先拿出来看看是什么？不行，还是先看你的是什么。你也有礼物，为什么那么在意我手里的是什么？你紧张什么？我又不要你的，咱又不是没有，是吧？燕南巡觉得他说的有理，他一手捂住锦盒，一手小心翼翼地开启盒盖。是玉冠，银丝嵌白玉，漂亮，我喜欢。来吧，轮着看你的了。咱们都是苏丫头的朋友，也许咱们的礼物是一样的呢。你猜的没错，咱们都是一样。说完后，唇角勾起，看起来心情甚好。殿下，我还是帮你把发冠收着吧，万一不小心弄丢了就不好了。还是阿童想的周到，若我丢了，我肯定第一个就想到是不是表哥捡到了，毕竟咱们的都一样，是吧？不知道为啥，燕南巡心里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第二天练功后，燕南巡去温泉里舒舒服服的泡了一个澡，阿江帮他把头发烤干。燕南巡想起今天苏丫头肯定会过来，阿江，今天就用苏丫头送的发冠束发。好的，小的马上去拿。怎么不见了？不可能记错呀，我明明就放在这里的。阿江急得额头冒汗，在屋里的梳妆桌前一遍又一遍的翻找。少爷，玉冠咋就不见了？你刚才说什么不见了？不会是……少爷，就是玉冠，沈姑娘送的玉冠不翼而飞了。走，找他算账去，肯定是他。燕南巡怒气冲冲的往顾离生的屋子走去，回廊上的横梁上，暗九从怀里摸出玉冠，看了一眼，又揣回怀里。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你看把燕少爷气的。你质疑四殿下的命令？没有，四殿下说的都对，他让咱们去拿，肯定有必须拿的道理。知道就好。燕少爷气一会儿就好了，四殿下有的是办法哄的。不信你等一会儿再看。顾离生的卧房里，殿下，你说等会儿燕少爷会不会过来兴师问罪？我让你准备的玉佩，你准备好了吗？殿下放心，都准备妥了。燕少爷如果来了，你一声令下，我就马上拿出玉佩来。那么漂亮的玉佩，保证让燕少爷看得移不开眼。主仆俩话音未落，急促的敲门声响起。看吧，说来就来了，快去开门。阿童打开房门，只见燕南巡披头散发的就冲了进来。是不是你拿了我的发冠？昨天我说什么来着？你还记得吧？奴才当然记得。殿下说，如果你的发冠丢了，肯定会怀疑燕少爷。你欺人太甚！表哥，你不能空口无凭，红口白牙的冤枉好人，不就一个发冠吗？我这里的好东西多了去了，我至于去拿你的发冠？他也不看燕南巡气得发青的脸，对阿童说道：“去把那块和田暖玉拿来，让我表哥消消气。”哎，奴才这就去拿。阿童转身进了里屋，手里拿着一块通体晶莹的白玉走了出来。不是，表弟，都是我一时情急，气糊涂了。或许是阿江忘了放哪里了。你这玉佩质地上乘，我怎好意思收呢？咱们殿下与燕公子是最好的兄弟，燕公子就别客气了。殿下好几块玉佩，这一块是其中最好的了。表弟，对不起啊，都是表哥错怪你了。这玉佩太珍贵了，我不能收，我再回去找一找。苏丫头第一次送我礼物就被我弄丢了，我觉得挺对不起她的。说完就转身出去了。殿下，燕少爷不收玉佩，我心里咋不得劲儿呢？给他送过去，不然我心里也不得劲儿的。暗九和暗十目不转睛地看着四殿下门外。燕南巡回到自己的屋里，阿江继续给他束发。看着阿童手捧玉佩走过回廊，暗时压低声音说道：“怎么样？你还会觉得咱们四殿下做的事儿过分吗？不过分，这么好的事儿，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江陵县里，白县令看着沈云星送过来的精美竹篮，他翻来覆去的看了又看。他抬头看向沈云星，不确定的问道：“你说这个篮子能值500文？”我粗略估算呢，在京城可以卖500文。在我们村会做竹编的人很多，如果要做得如此精美，一个人一天估计只能做一个。县令大人，你看你手下有人，路上还有驿站可以用，如果由你出面去组织，村民也赚钱了，你税收的任务也轻松的就完成了，这是一举几得的好事儿啊！见白县令有些动容，沈云星再次给他一颗定心丸：你送到京城的竹篮，我都以500文一个的价格收购。我们桃花坞的标识，我自己让人给绘上去。那其余的我找谁买去？你让人把好质量关，再控制好量，先做一些出来。京城的销路我负责联系，需要多少量，我会及时与你沟通。与白县令商定好后，沈云星再次叮嘱道：“篮子里的玉肤膏是我妹妹送给白夫人的，别忘了带回去。”沈云星告辞后，出了县衙就直奔桃花坞去。他安排好一切，给沈云墨留了一封信，又买了2辆马车，拉了满满的2车粉条和辣椒酱，还有很多香料包，就直奔京城而去。卧龙山对面的山上，隐约能看到未化的积雪，悠扬婉转的笛声响起。沈云苏看到有黑色的甲壳虫从草丛中钻了出来，虽然早有准备，他还是紧张地抱紧了娘亲的腿。一曲过后，在悉悉索索的一阵响声后，黑色的虫子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苏儿，
别怕，你学会吹训曲了，他们是很听话的。你没内力，娘亲先教你训虫，等你修炼内力达到一定的程度，娘再教你驯兽。娘，我不怕，我愿意学。咱们上午来这里学吹笛子，晚上在家学内心功法。娘，学会驯兽后，对面山上的老虎是不是也能乖乖听我的话啦？对，学会驯兽，所有的大型野兽也都会乖乖听你的话。以前那老虎是在咱们这边山上生活的，后来娘就把它驱赶到对面的山头去了。这一天，沈云苏只学会了吸气和吹气，笛子是被他吹响了，可那调子是真没有。娘，我太笨了，我是不是学不会呀？苏儿，别灰心，娘当年学了3天后才成调，咱们明早不用上山，就在院子里学普通的曲调。等你学熟练了，娘再带你到山上来学吹训曲。素娘阿起宝剑翩然而下，有宝剑在手，练起剑法的招式来，只见剑影寒光。哇塞，娘亲威武，娘亲好厉害！一套剑法练完，素娘一个飞身又落在了沈云苏身边。苏儿，练武很辛苦的，需要夏练3伏，冬练3久，非常人能坚持。娘亲，我若能学你一半的功夫，我就可以出去闯荡了。你还小，不急，咱们慢慢练。今晚你先学会打坐调息。时间一晃眼就到了寒冬腊月，沈继贤写了一个书生与狐仙的故事，里面差不多是说他与素娘的事儿。他听着院子里悠扬动听的笛声，就知道闺女学笛子又有了进步。笛声戛然而止。爹，怎么样？做萝卜干的工钱和材料钱都够了吧？你大伯把工钱都发下去了，手里还有一些余钱。再过几日，大牛和刘铁柱就要往京城送货了。素儿，爹真没用，我写的画本子才卖7两银子一本，而且爹爹好几天才能写出一本。爹爹，没关系，写东西本来就需要灵感的，需要多出去走走，开阔眼界，那样才能激发自己的灵感。夫君，写不出来也没关系，别强求，咱们可以做玉肤膏，我试过，做起不难，材料又容易找到。小姑姑，快出来，有好消息！老大，快出来！沈云苏听到外面几人喊得鬼哭狼嚎的，就往外面跑去。你们吃饱了撑的吗？不在家烤火，跑出来乱晃。小姑姑，是云竹叔叔回来了，他刚进村，咱们都没认出他来。外面冷，走去书房烤火，坐下慢慢说。进去后，我听娘说，他走到村口都没敢进来，他还问这里是不是梧桐村。你们说谁回来了？是云竹，是云竹叔叔呀。他都走了好几年了，看村里的变化太大，都把他给看懵了。云竹这臭小子，终于知道回来了。沈继贤喃喃念叨，飞奔了出去。素娘进来，他回头看了一眼已经跑到大门边的沈继贤。苏儿，你爹忙啥呢？看把他急的。云竹哥哥回来了，爹地说他去看臭小子了。我过去看看。老大，这时候还早，咱们去大宅子看看。我们都3天没过去了。秦钟说黎生少爷的娘来看他了，所以我们就没过去打搅。我看到今天他家的那辆豪华马车出了村，黎生少爷的娘应该是又走了。走吧，先去大宅子看看，再回来看云竹哥哥。这时候先让大伯、二伯和爹爹去稀罕一会儿。路上被霜冻得硬邦邦，走起路来还打滑。远远的，秦钟就上来迎接他们。一进垂花门，秦钟也不知道是在向谁说话，他就大声地嚷道：“沈姑娘过来了！”没一会儿，阿童就跑了出来。沈姑娘来了，奴才带大家去花厅，少爷在那里和燕少爷对弈呢。一行人走到回廊，方文龙把沈思胖上下打量了一番。苏丫头这方子效果不错，这孩子瘦了一圈，精神多了。那2本书怎么样？有没有看不懂的地方？还行，我还没有看完。你输了，输了就输了，改天再战。你已经学会吹笛子了，你想不想学古琴？林先生的古琴弹得很好的，要不要与我们一起学？过2年再学，我太笨了，吹笛子都没学明白。苏丫头，你一天忙得都不见人影，你都没有与我们细说你去京城都见了些什么好玩的。也没见着什么稀罕的，就是大哥哥比武的那一天，我见着皇上和皇后了。老大都已经给咱们讲过了，皇上也和咱们差不多，有鼻子和眼睛。皇上给你留下什么印象？你不妨说来听听。没什么印象，他长得就那样，还没有我爹俊，一看就是花心大萝卜那种人。什么叫做花心大萝卜？是你们家工房做的萝卜干吗？花心的意思呢，就是渣男，懂吧？你看皇上，他3宫6院的，是这个时代典型的花心大萝卜。每个国家的皇上不都是这样的？你见过啥时代没有这样的？沈云苏这才意识到自己又说漏嘴了，他连忙纠正道：“画本子呀，你看白娘子被关在雷峰塔下了，人家许仙多专情的，独自带着孩子长大，也没有再拈花惹草的，那对神仙眷侣实在是让人羡慕。”沈云苏说完后，又瞅了一眼顾离生，见他没有丝毫不悦，他才暗道一声好险，一时说的高兴，差一点就忘了皇上是顾离生的爹这一茬了。
我以后可以不当花心大萝卜，也不当渣男。你不是说你不娶亲吗？你又忘了？我说过我可以入赘的，你怎么就记不住？别吵，入赘的人没机会当渣男。渣男是什么鬼？我知道什么叫渣男，以前小姑姑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提到过，就是妻妾成群、欺男霸女的坏人。沈四胖说的高兴了，还顺便夸起了他自己的爹。完了，要死了！原来我爹也是渣男。外祖父只准舅舅们纳一房姨娘，这在北冥来说已经很好了，以后你不纳姨娘就是了。燕南玄放下手，他本想说他还是愿意当渣男的，可他一眼瞥见沈云苏脸上的鄙夷之色，他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产生，四胖，咱们还有事儿，我们先回去吧。沈云苏一出花厅，迎面就见到黄婶端着糕点过来。哎呦，小苏苏，你别急着走呀，我刚做了糕点，快趁热来尝尝。黄婶，今天就不吃了，我还要回家见一个人。顾离生看着几人仓皇离开的背影，他瞪了燕南玄一眼。我说错了什么了？渣男。心中见沈云苏几人笑呵呵的离开，心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啊，今天平安无事。他笑得一脸狗腿的把几个小孩送出了大门。出了大宅子的门，走了一段路，沈云苏郑重地给几人说道：以后咱们别在大宅子里讨论那啥渣男的这个问题了。为啥？咱们不是也拿离生少爷和燕公子当朋友吗？怎么就不能说了？别傻呀，离生少爷和燕公子是什么人？他们的爹都是渣渣，以后他们也会三妻四妾的，咱们在他们面前说，不就是在打他们的脸吗？狗大说的非常对，我今天一高兴就把这茬给忘了。沈家二伯院里，堂屋里坐满了人，杨氏拉着儿子沈云竹的手不放，他激动的泪花在眼眶里打转。儿子，你受苦了，你看你这手上的老茧，都快赶上你爹的手了。娘，学手艺哪有手上没有老茧呢？这几年我跟着大舅去了很多地方，咱们有手艺在身，没吃什么苦的。云竹啊，你既然回来了，那就别出去了。咱们沈氏家族不比从前了，家家户户手里都有银子。等过了年，你也去京城学做掌柜的。大伯，村里变化太大了，我都以为我走错路了呢。儿子，你回来的正好，县令大人正在组织各个村的人做竹编呢。你出过远门，见多识广，你正好帮大伙把关，看还有没有更精致的做法。云竹学的是木匠，你让他去看竹编，这合适吗？大伯娘，我也会一点竹编，我在东陵也看到过精致的竹编，我可以试试。西凉甚至还要把木和竹一起融合做成农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把村里的变化，还有沈家终于有了闺女的事儿，都一一讲给沈云竹听。沈云竹听得目瞪口呆，想不到他出去几年，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都和沈氏家族的唯一一个女孩有关。三叔、三婶，妹妹在哪里？我想见见她。沈云竹的话音未落，门外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正走了进来。沈云苏打量着二伯娘身边坐着的那位少年，年约17、18岁，五官清秀中带着一抹俊俏。仔细一看，他和二伯娘有5分相似。呆愣片刻后，他走了上来，蹲下身子问道：你就是我们的苏儿妹妹了，好可爱哦。苏儿，快叫云竹哥哥。哥哥好。苏儿，快到二伯娘这里来。狗蛋儿几人都是挨个的过来见过沈云竹。你们都这么大了，我当初离开的时候你们都还小，一转眼你们都成半大的孩子了。我若再过几年回来，你们都快成亲了。谁说的？云竹叔叔都还没有成亲，我们不会成亲的。沈四胖一脸认真的表情，逗得大家都乐了起来。老二家的，云竹回来了，赶紧的给他张罗亲事。村里好几户人家都喜事将近了，你也寻摸寻摸。好，听大嫂的，现在他爹脚不跛了，我的眼睛也看得清楚了，咱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是该给咱家云竹好好寻摸一门亲事了。一大家子人烤着火聊着天，直到一起吃了晚饭，才各自回屋休息。一转眼又下了2场大雪。梧桐村口，几匹枣红色的骏马飞奔而来，后面还跟着一辆马车。云辉，这里就是你们梧桐村了吧？哎，你看那卧龙山就在村后面，没错吧？马背上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从军多年的沈云辉。大舅哥，就是这里，我走前面去带路。徐大哥，还是你有眼光，给妹子找了一个好夫婿。你看这里山清水秀的，真是一个好地方。是个好地方啊，可惜家里生意需要柔儿帮着打理，回来办了婚事还得到盐城去呢。后面的马车上，一姿色清丽的女子探出了头，好奇的打量着被薄雾笼罩着的卧龙山。小姐，外面太冷了，你快放下帘子。没事，不冷我就看看。你看那山多美，在盐城就见不着这么美的风景。直到前面那个高大的身影回头看他，他小脸一红，娇羞的把头缩了回来。车厢里的2个丫鬟见小姐被看了一个大红脸，都捂嘴偷笑。丁香、丁可，你俩死丫头再笑我就把你们嫁了。哎呀，小姐别害羞，你和沈姑爷都给老爷和夫人磕过头了，就差没进洞房了，咱们不害羞哈。丁香姐姐说的是啊，这不咱们这就送小
小姐你过来洞房的嘛。死丫头别瞎说了，这可不是在咱们闺房里，被别人听去，人家该说我们许家没家教了。婢子知道了，婢子知道错了，婢子这就闭嘴，就是实话也不说。你还说？虽刚走到李征家门口，就被刚从沈云苏家回来的狗蛋儿几人捧个正着。哎，那不是老大的二堂兄吗？你看那马，还有牵着马的将士，好威风啊！四胖、二宝，快跟我过去报信。沈云辉远远的就看到几个孩子，这会儿见他们一见他就跑，把他都看懵了。大舅哥，这些孩子是怎么了？那个大的应该是认识我的吧？他们肯定是去通知你爹娘去了。沈家大伯一家这会儿正在沈家二伯家里喝茶，听沈云竹讲外面的奇闻异事，几个娃儿跑得气喘吁吁，一进院子就大声地嚷道：云辉叔叔回来了，还带了好几个人一起，骑的高头大马。你说啥？云辉回来了，还带了人和马？老婆子，快，咱们快去看看，看新媳妇儿是不是也一起来了？云竹啊，你跑得快，先到前面去看看。你们都快去，我去地里摘一些菜回来。沈云苏见狗蛋儿去而复返，他们呢？怎么就你一个人？你忘了什么吗？老大，你哥回来了，一起的还有几个将士打扮的人。不可能，我哥最近忙着呢。老大，不是你的云峰哥哥，是云辉哥哥。我去给爹娘说，你等着我。爹爹，娘亲，云辉哥哥回来了。沈继贤在书房写话本子，正写到精彩情节，听到闺女的喊声，连忙跑了出去。苏儿，你说谁回来了？云辉哥哥呀，爹爹快出去接他。狗蛋说大伯二伯都出去迎接了。沈继贤就往外面走去。娘，咱们一起去看看，看新娘子来了没有？老大，他们进院门了，后面还有一辆很气派的大马车。狗蛋，外面太冷了，你先到大伯家去烤火，我和娘一会儿就过去了。那好，我先去帮着烧火，你快些过来啊！狗蛋说着，就快步的朝沈家大房的院子走去。走吧，小心，来，娘亲牵着。沈家大房里，大伯母王氏让沈云辉把准新娘子送去新房。王氏看着准儿媳妇面容姣好，端庄贤淑，她笑得见牙不见眼。许柔和两个丫鬟看得有几分震惊，这和他想的农家不一样啊。沈云辉带着大舅哥在新房里到处转悠了一圈，心里感慨万千。他毫不隐藏地对许安说道：大舅哥，以前咱们的屋子都是用篱笆加稻草做墙的，想不到我出去几年，家里的变化这么大啊！在村里来说呢，这屋子的确不错，想不到你家还有一眼温泉。今晚我和兄弟们都好好的泡一个澡。哎呀，赶了这么久的路了，我自己啊都闻着我快要馊了。他看向忙进忙出的王氏：云慧，你还找机会给你爹娘说一说柔儿过年后就会与你回盐城的事，别让老人家白高兴一场啊！大舅哥放心，我爹娘是通情达理的人，他们能理解我们的。你常年在军营，岳父岳母年纪大了，有柔儿在盐城帮着打理生意，你和我也放心不少。新房里门口出现的一对母女俩，许柔看得都目瞪口呆了。她暗叹：好美的绝色佳人呐，不施粉黛，目光潋滟，冰肌玉骨，气质绝尘。再看那小姑娘，和她娘亲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粉雕玉琢，一双眸子灵动异常。她正冲她笑呢，她歪着小脑袋打量了一会儿许柔，笑嘻嘻地喊道：姐姐好。沈安好。她又蹲下身去，拉着沈云苏的小手道：想必你就是苏儿妹妹了吧？姐姐久闻妹妹聪慧可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都是哥哥们的厚爱，夸大其词了。苏儿妹妹，这是姐姐特地给你准备的礼物，我先送给你，婶婶们的，我随后让伯母也分下去。沈云苏大大方方地收了锦盒，她都没看里面是什么。姐姐，你明儿个用这个擦脸，很好用的。好，姐姐明儿个一定用，我都闻着香味了。一路奔波辛苦了，你先歇着。多谢三婶关心。姐姐你们先歇着，我去给云清哥哥送信，让他也带着新嫂子回来。沈云苏出来后就去找沈继德，此时的沈继德与王氏正在听刚回家的二儿子说着他们的打算。沈云苏一出现在门口，王氏连忙喊道：苏儿快进来。沈云辉看着沈云苏，两眼满是宠溺。你就是苏儿妹妹了，和三婶长得一模一样。好吧，娘答应你，可你们也要早日给我生一个和苏儿一样乖的乖孙女。云辉哥哥，你与大伯娘说什么了？你看大伯娘一脸肉疼的模样。苏儿啊，你来的正好，我去找你爹，让他写一封信，让云清那臭小子带新娘回来成亲。再过10来日啊，就是要过年了。你确定你成完亲就要回盐城？爹娘，儿子不孝，不能在梁老身边尽孝。岳父家的生意也做得大，盐城也离不开柔儿。傍晚，彩渊就带回了沈云清写的回信，他的意思是3天后他把新娘直接从县城迎娶回来。沈继德看着沈云清的回信，他脸上都笑开了花。好好好，我这办一回喜事啊，就娶了2个儿媳妇，咱们这才是真正的双喜临门啦。他高兴地拿起旱烟准备点燃，王氏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烟杆。
抽什么抽？苏儿曾经说过，抽烟影响健康，还影响胎儿发育。沈云苏暗暗惊叹：难道大伯娘老蚌怀珠啦？老婆子，你是越来越谨慎了，儿子都还没有进过洞房呢。我的个娘，还好是虚惊一场，不是大伯娘怀孕了，不然就她这年龄，那可是高龄中的高龄产妇了。你这里的医疗条件，那是真的很危险的。娘亲30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怀孕的几率还是很高的。不行，可不能让娘亲再受生育之苦。他打定主意，决定今晚进空间研究药丸子。晚上，他这才打开许柔送他的锦盒，里面是一只金灿的朱雀拔丝金钗。这么贵重的礼物，沈云苏深感受之有愧。他决定把手里的食谱方子送一些给许柔。沈云苏把食谱方子送给许柔的时候，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妹妹，你送给姐姐的是一座金山呢。姐姐送给我的金钗很漂亮，素儿很喜欢。素儿没什么贵重的礼物送给姐姐，只好拿方子让姐姐自个儿赚钱去了。谁说的？妹妹送给我的玉肤膏可好用了，你摸我脸上可比以前嫩滑多了。沈云苏在许柔娇嫩的脸上摸了摸，的确是滑滑的。第二天，沈家大房张灯结彩，红绸高挂，一派喜气洋洋。周围10里8村的人都赶来道贺。沈继贤在门口拿着笔负责记礼单。4时3刻，一队迎亲的队伍一路吹吹打打的进了梧桐村。沈云清坐在带着红花的马背上，马车到了院门口，县令夫人带着一对儿女，还有几个送亲的白家人，都被迎接到了早就准备好了的屋子里。沈云苏陪着白夫人进了屋，片刻后，他看着外面道：我再出去看看，看我大哥和二哥还有三哥赶回来了吗？你放心，你大哥军营里有任务，他没有回来。雨墨和玉银星都在迎亲的队伍里，他们走在最后面。白姐姐，我马上就回来了。话音未落，他像只蝴蝶似的飞了出去。李正作为证婚人，他拿着早就写好的证婚词念道：今沈家有双喜临门，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天成，同心同德，一家一室，共蒙鸳鸯之事，此正。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送入洞房。两位新郎满面春风，笑意盈盈地牵着自己的新娘往各自的新房走去。江陵县里，一白骨听着外面的炮竹声，他摇头道：罢了罢了，咱们还是回药王谷去想办法吧。我等得起，荣亲王等不起啊。就这样，过完年，大家才发现养生堂已经关门了，连牌匾都没了，就像他这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不知不觉，沈云苏迎来了这里的第10个春天。卧龙山上，一个娇俏的姑娘一手拿笛子，一手拿了一朵花去追赶着蝴蝶。随着她轻快的步伐，蝴蝶就像知道她不会伤害他们似的，在她的头顶忽上忽下的飞舞着。苏儿，你都10岁多了，怎的还像个孩子似的贪玩呢？娘，要是蝴蝶也能听懂我的训曲多好，我就把它们通通带到后院去玩。苏儿，你现在都可以驯兽了，你学的速度可比娘当年快多了。娘，那几只野猪和野兔不算，等狗带他们回来时，我带他们去对面的山上去，看那老虎听不听我的话。真是个傻闺女，野猪是最难训的了，别看它在山上不算老大。娘，我想哥哥们了，咱们什么时候再去京城呀？三哥传信给我说，好多个帖子都是要给大哥提亲的，爹爹忙着写话本子，你不在他身边，他都不敢拿主意的。等你二哥科考的时候，我就与你进京去，这里适合练功。回去了。回到家，沈云苏躺在温泉池里，美美的泡起了澡。素娘坐在了沈云苏身边，帮她梳洗着头发。她温声细语道：苏儿，大宅子那边你最好与他们保持距离，毕竟身份不同，娘可不希望你沾惹上皇家的人。娘，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才与你说起他的身份，就是怕你担心。我和他只是朋友，就像和燕南巡一样，人家都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听皇婶说，燕公子又去边关了，顾离生现在忙着到处捞银子呢，听说他的云来客栈都开满整个北冥了。这北冥皇也真是把一个好好的皇子扔在外面，也不知道召回宫里去调教。皇上曾经派过人来接他回去，他每一次都装病躲过去了，还是我用银针帮他改变脉象糊弄过去的呢。你呀，真是被你爹宠得无法无天，也不怕皇上知道了怪罪下来，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事。
娘亲放心，离生哥哥他就算被罚，他也不会出卖我的。这事儿连师傅都不知道，他还真以为四殿下病了呢。高管家更是忙的没几个时候回村，他也不知道。这他知道了，我敢打赌，他肯定也会帮我们打掩护的。一想起要到了8月的科举考试才能到京城，沈云苏心里就像猫抓似的。大堂兄沈云芝去了京城后，他就接手了京城里的桃花坞。关卓君带着婢女去买糕点，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憨厚的沈云芝。后来得知了沈云芝的遭遇后，他就3天2头的让婢女去买糕点。过了1年多，沈云芝一天也只知道卖糕点和做糕点。关卓君的丫鬟都看得急了，我家小姐吃你的糕点都吃得胖了1圈了，你难道就不想负责吗？沈云芝纳闷，吃胖了也不一定是糕点的原因吧？你家小姐平时爱吃肥肉吗？你家小姐平时爱吃肥肉吗？看着丫鬟气急败坏的离开，沈云芝晚上回去的时候，她还特意与沈云星说起了这事儿。沈云星听完后并没有给她解答，捂着肚子哈哈大笑的半天直不起腰来。见大堂兄不开窍，沈云星就对他直言不讳的说道：关家小姐是看上你了，你见过谁家3天2头买那么多糕点的，还连续不断？三弟啊，你可别戏弄我，会当真的。那关小姐啊可漂亮了，哪有见了不动心的？我无功名在身，哪里敢去肖想她这位关家小姐？哥，相信弟弟的话，不信咱们明天一试便知。第二天，沈云星让大堂兄去城隍庙外等候，他用沈云芝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他装着去拜见关御史，亲自送去了官府。他装模作样的问了问大哥沈云峰怎么最近很少回家的事儿。关御史说，最近朝廷风向有变，事情特别的多，最近几个月都有可能回不了家。正在沈云星感叹他大哥都20出头还没成亲的时候，关卓君站在门外向关御史说道：爹，我去城隍庙烧香去，你等会儿与娘说一说，我刚才去的时候她不在，她今天带着卓越去参加赏花宴去了。好，你早去早回啊。看着关卓君走远，沈云星也告辞了。就这样，在沈云星的帮助下，沈云芝在当年的春季里就和关卓君结了琴瑟之好。第2年，两人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现在小豆丁都已经3岁多了。他在西城边购置了一个2进院子，现在他和关卓君的小日子是过得和和美美的。洛城的原来客栈里，一位面如冠玉、俊逸无双的少年站在窗前，他手指捻了捻，回头看着单膝跪地的暗衣问道：你把京城的事禀报上来。殿下，我管家把话本子发下去后，所有的说书先生已经讲了半个月的故事了，很受民间追捧。京城里很多人家与表兄妹定了亲的，现在都没敢成亲，都在犹豫。朝廷里的老臣们已经开始弹劾太子，质疑他的人越来越多。京城里的事你继续盯着，哪怕是一些小事你也别放过。殿下一提醒，下属还真的想起了一些京城小事。起来说话吧。谢主子，皇上悄悄地训练了很多暗卫，暗卫藏匿在西郊，由锦衣卫统领负责训练。这么大的事，它就是你说的小事。这么大的事，它就是你说的小事。不是，接下来就是禀报小事了。皇上已经提拔了沈云峰做神机营的总指挥使，让他负责暗卫营的一些外围事。属下与殿下八卦一下，沈总指挥使家里的事吧。沈姑娘和她娘亲过了年就回梧桐村去了。沈云星把他爹留在了京城，近亲成亲容易生傻子，这个话本子一火，沈先生最近也在写这方面的话本子了。沈云星最近在忙什么？沈云峰和谁家议的亲？四殿下还真是关心小事，这也太喜欢听八卦了吧。沈总指挥使一忙起来都没时间回家，京城里有好几户人家都想和他议亲，可是全被沈先生拒之门外了。暗衣见主子听得认真，把那几户人家扒了个底儿朝天。还有丞相府的庶女宇文香茹，对沈公子那是穷追猛打，围追堵截，什么花招都耍尽了，沈家人都无动于衷。宇文家的那庶女年纪可不小了，脸皮也真够厚的。主子的记性真好。可不是，那宇文香茹已经年满20了，皇后也不想屈尊降贵的为她指婚，这不就拖到现在了。讲完了最新八卦，暗衣见主子眉眼带笑，他暗暗地松了一口气。退下后，暗衣不断地总结经验，下次禀报消息一定要先说小事儿，而且还得是沈家的小事儿。顾离生心情大好，他拿起龙毫，龙飞凤舞地写起了字。陛下，周二宝在梁城已经做得如鱼得水，他让我问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江陵县去。就让他在梁城，给他传消息，春季后马上就是夏天了，让他把做兵的车准备起来。你派几个人去梧桐村，就说是周二宝想他爹娘了，让人把他们送到梁城去。听着主子的吩咐，阿童暗暗地替周二宝捏了一把汗。那孩子也真是，从小就嚷嚷着要去做赘婿，这下可好，直接被主子弄去梁城，那
那里离西凉都不远了。春天的西北边关，春天比其他地方来得更迟一点。一个健壮的将士骑着马儿在边城的大街上飞奔，快速地奔向驿馆。到了驿馆外，他翻身下马，丢下缰绳，就往驿馆里面跑去。一个驿卒迎了上来，满脸堆笑的：“林千户大人，您今天又白跑了，今儿个真没有你的信到驿馆，要不你也别3天2头跑了，有你的信来了，我给你送过去。”此人正是被燕南巡带到边疆的狗蛋儿。狗蛋儿没有拿到自己的信，垂头丧气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的道：“老大肯定忙着学医治病救人，周二宝那个没良心的肯定有媳妇儿了。沈长生和四胖忙着赚钱，都把我忘到后脑勺了。林大将士，请你帮个忙，这里有一封燕老将军的信，麻烦您帮着带回去可好？哎，林千户，你等等，可别走啊！狗蛋儿连忙拉住缰绳，一拍自己的脑门，暗骂自己一声猪脑子。他总是忘记了他的大名。他接过牛皮纸信封，揣进怀里，策马往军营奔去。他进了军营，到了老将军的大帐外面。狗蛋，你找我祖父有何事啊？他刚才去城墙上巡逻去了。这是将军的信，你和我都没有。燕南巡一看不是军机密信，他从腰上取下匕首，挑开封蜡。是4殿下，里面还有周二宝给咱们写的。你再找一找，里面或许还有老大写的信。燕南巡又找了一遍，摇头道：“真没有了。”少爷，你说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回梧桐村啊？你自个儿看，里面提到苏丫头，她现在可能呢轻功大有进步。狗蛋儿拿起信，眼睛瞪得6圆，认真的看了起来。少爷，你看这日期不对啊，这信到咱们手里都已经小半年了。还有你看，周二宝说他老大或许会在过年时去京城，这和没说有什么区别啊？谁说没区别了？说明半年前周二宝就知道苏丫头还在梧桐村的消息。你也别那么多要求，周二宝自己都还在凉城呢。你现在可有钱了，4殿下都给他买了一个3进院子。你看咱们兜里的这点碎银子都不够去沈家私房菜吃一顿。不对，少爷，你看这里，周二宝提到沈氏私房菜，昨年都已经开到凉城去了，还有琼州、景阳城，这有什么呀？顾立生那小子除了边关，他的客栈都铺满了北冥了。沈云星这小子才这么几个地方，比起我表弟来还差得远呢。这有可比性吗？4殿下那是无本的买卖，他手里的消息还是咱们老大发现的呢。若不是咱们老大，他拿什么去开那么多客栈？你想回村去看苏丫头？不是，我想爹娘了，也惦记4殿下，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念我们。最近民间传言说皇后生的太子脑子有问题，不知道皇上会不会又召他回宫。我现在无职一身轻，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现在可是千户了，哪能说走就走呢？狗蛋这一刻恨不得抽自己一嘴巴子，早知如此，他就装燕少爷的小厮多好呀。少爷，现在边疆安稳，要不你去给将军说一说，引我回家探亲。安稳？马上就不安稳喽。那传言呢，这会儿恐怕已经掀得朝廷动荡。皇宫里这一晚月明星稀，一位童颜鹤发的老者站在观星楼上，抬头看着浩瀚的夜空，喃喃自语：那颗星越来越亮了，它的亮光已经盖过紫微星了。海公公带着几个小太监恭候在一边，大气都不敢喘一口。2刻钟后，国师再次抬头看了看，他摇了摇头，没有再说话。国师大人有请，皇上在养心殿等着大人了。走吧。皇上，国师求见。请他进来吧。皇上，不好了，贫道刚才看了，紫微星气数渐弱，有一颗明亮的星座正在靠近紫微星啊。这是何意？难道是有外邦来犯？护士，他突然想到多年前清河镇的那场乌龙，最后不了了之。难道宇文家已经选出了替代太子的人选，准备揭竿而起了？不是外邦，那颗越来越亮的星在4方之中，应该是哪一位皇子的星象？你是说众皇子中有人命带紫薇？国师，你可看得出是哪一位皇子？贫道只看得出来，那星座在靠近紫微星，一旦他再继续靠近，他就彻底吞噬了紫微星啊！最近谁与太子走得近？回禀皇上，丞相府最近经常有人去东宫，2皇子和3皇子都去过几次。听当值的人说，丞相有意把他那已经年满20的庶女塞给2皇子或3皇子。还有这事？皇上若没有其他的事情，贫道就告退了。你去吧。看着国师的背影走远，皇上气得一甩衣袖。他心还不小，就一个庶女而已，还想塞进皇子府？他这是要广撒网多敛鱼，择诱而从之。皇上，您消消气儿，这只是宇文丞相的一厢情愿罢了。别说他那庶女都比3皇子大2岁，就是2皇子妃也不会答应他进府的。老奴可是听有传言，说丞相大人的那个庶女可是被你新提拔的沈总指挥使耽误了的。继续。皇上您有所不知啊，那庶女心悦沈公子已久，丞相府也舔着脸让人上门去说亲，结果门都没让进过。
结果门都没让进过。沈家的奴才说他们主子不在家，一律谢绝见客呀。不愧是我钦点出来的人才，他干得不错，是个拎得清事的人。这么说来，是二皇子或者是三皇子想拉拢丞相了。哼，真是不知死活！就丞相那老奸巨猾的人，就是把他们卖了，他们还得帮他数银子。交房殿里，嬷嬷正在给皇后卸下头上的凤钗。你说那老东西想干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把那妖道招进宫，让别人怎么想？让我和太子的颜面何存？娘娘，生意难测，咱们还是要有应对之策呀。说是太子背，您也要受牵连的呀。皇后当然知道，若要废太子，恐怕皇上最先废的是她这个皇后了吧？娘娘，探消息的人回来了，快传，让他进来禀报。一个小太监低着头，匆匆地走了进来，他跪下行礼道：“回禀皇后娘娘，国师去了观星楼，然后被海公公又带去了养心殿，大约1刻钟就出来了。真是老糊涂！先皇见来观气候的地方，倒成了他装神弄鬼的地方。今晚谁在侍寝？这奴才跟着国师去观星楼了，就没见着净室房带谁去侍寝的。皇后一挥手，小太监惶恐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躬身一礼后就退了出去。嬷嬷，明天你安排一个人出宫去丞相府，这事必须让母亲早做准备，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难道还是让南疆送圣女过来？这话都提了几年了，南疆都没有送人过来。传回来的消息，洛基的女儿成了这一代的圣女了，那贱人出尔反尔。你是说她与南疆王的女儿？是那个见不得光的野种，她和那个废物的女儿。南疆王的公主怎可能被当选圣女？圣女身上必须是有特殊标记的，具体是什么标记我不知道。娘娘放心，老奴这就去安排。嬷嬷转身就往外面走去。早上，红墙绿瓦的宫墙内，宫女太监都在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一个不起眼的宫女走出交房殿，她左右看了看，就快步地朝御膳房走去。丞相府里，满头白发的郡主正坐在厅里，满脸怒气地盯着下手坐着的宇文香如。你说你要干什么？是想去尼姑庵，还是去宇文家的家庙？父母，二皇子刚娶了皇妃不久，正是新婚燕尔女动我浓的时候，他心里没有如儿的容身之地。你气死我了！咱们宇文家的姑娘，哪一个是贪慕那虚无缥缈的情爱的？你看看你姑姑，皇上就算再冷落她，她不也是高高在上的皇后吗？祖母，那沈家在京城无根，皇上又提拔了她，您怎么就不看好她呢？这话你还有脸说？那泥腿子拿正眼瞧过你了吗？我宇文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光了。四小姐，别怪老奴多嘴，说句不中听的话，那三皇子虽然是比你小了一点儿，他现在身边还没有人，如果你能抓住他，以后侧妃的位置还是有的。都是被我惯出来的毛病，我愧对宇文家的祖宗呀！宇文香如见状，连忙跑了上去，蹲在郡主身边。父母，您别生如儿的气了，如儿不惹祖母伤心了，我听你的还不行吗？真的，看吧，郡主还是没有白疼四小姐，其他几位小姐可没有这待遇。机会不多，春日宴秋猎，是二皇子还是三皇子都行，你自己见机行事，你皇姑姑也会安排的。宇文香如走出金福阁，往自己住的听雨轩而去。四小姐，你真的想好了吗？嘘，回去说。进了听雨轩，宇文香如身子一歪，一下子就瘫软在小榻上。听天由命吧，咱们口口声声的说沈家是泥腿子，可我心里明白，咱们才是想高攀的那个人。可是我是丞相的女儿，我不甘心呢。金福阁里，郡主转身问一旁伺候的嬷嬷：“你觉得她真的回心转意了？”老奴看四小姐一片孝心，她心疼你来着，应该是真的醒悟了。宫里来人了，快传进来。一个宫女走了进来，宫女恭敬地向郡主扶了一礼，道：“娘娘让我把这个送出来。”郡主一见便知。郡主接过信，很快地看完后，她把眉头紧锁，心里盘算着下一步怎么办。梧桐村里，沈云苏母女俩练完功回家后，娘，我去看看皇婶，师傅也回京城了，就他们几人还守在这里，我给他们送一些泡茶喝的草药过去。沈云苏手里提着竹篮就往外走。沈云苏刚走，二伯母杨氏就来了。素娘，你今天做什么给苏儿吃呢？我刚从地里回来，就摘了她爱吃的青菜回来。素娘，云竹又带信回来，让我们去京城住，我怕去了给淑珍添麻烦。二嫂，云竹刚和白淑珍成亲，他俩正是好的蜜里调油。
的时候，你们还是缓一缓再去吧。哎，咱们的日子都越来越好了，大哥大嫂也在京城享福去了。云竹说他的家具铺生意很好，咱们以后都要去京城。可我这心里还是舍不得这梧桐村。二嫂，在云墨科考之前，咱们一起去京城可好？好，听你的，免得你和苏儿一走，我这心里又空落落的。苏儿妹妹，你这是要去送周二宝的爹娘吗？谢芝嫂子好，铁柱哥哥今天又送小龙虾去县城了吗？沈云苏她走过去，用手轻轻地摸了摸婴儿的小脸儿。小铁柱真漂亮，你看这眉眼，像极了秀珠嫂子。秀珠嫂子，你刚才说周二宝爹娘要去哪里？周二宝派人啊来接他爹娘去良城享福去了呢，该不会是周二宝要成亲了吧？嫂子你真逗，周二宝才到束发之年，怎么可能是要成亲了？村外两匹马疾驰而来，马蹄下烟尘滚滚。殿下慢一点，马上就到了。为了早日回村，主子日夜兼程，路上都去自家客栈换了好几匹马了。快，那是苏儿，她在咱们院子大门口。顾离生加快速度往大宅子跑去。沈云苏刚把手里的竹篮递给秦钟，马蹄声由远而近，好久不见的那个清俊少年，一身云锦缎衣被晨风吹得飘了起来。苏儿，我回来了，殿下回来了。还不到50你们就到了，你们是多早就出发了？走，进去说话。沈云苏在他还没握紧的时候，他抽回手。娘亲说的，男女有别，以后不可以牵我的手了。我想起来了，这话你也说过。沈云苏见他一脸吃瘪的表情，心里莫名的愉悦。苏儿说的对，是我唐突了。沈姑娘好，你看晨雾把我的头发都弄湿了。你们也不知道晚一点出门，这大早上跑着还有凉意。殿下，快进去休息吧。这几日，阿童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顾离生的一个眼神堵了回去。你们自便，我找黄婶去了。说着，他提起裙摆，一溜烟的往厨房跑去。顾离生嘴角上扬，他抬头看见彩渊在头上掠过，记得喂彩渊。丢下这句话，他就往内院走去。此时的燕南巡在狗蛋的怂恿下，他动心了。卧龙山的春景实在是太美了，在梧桐村生活的那几年里，他深有体会。我今晚啊，给祖父说一说，找个理由把你带着一起。听了燕南巡的话，狗蛋高兴的差一点蹦了起来。到了晚上，燕老将军回了营帐，燕南巡把准备了一下午的说辞讲了一遍。你别扯那些没用的，你就是想回京城玩是吧？不是，祖父，咱们一家3代就耗在这里，祖母在家能安心吗？四殿下提到过京城或许有变，罢了，你回去吧。林千户就别带走了，你回去还是跟在四殿下身边去。以你现在的身手，本可以在军营里立足的。我不希望你为别人做嫁衣。要是太子登基，咱们燕家就是他要除去的对象。祖父放心，我回去啊也能帮着表弟，他现在正需要人手。梧桐村里夜幕降临，山村的浓雾渐渐升起，一只鸽子落在了窗台上。看完信，顾离生嘴角微勾，这火得稍旺一点才有意思。这一天的早朝难得的和谐，那些一直支持太子的太子党今儿个都鸦雀无声了。关御史出列奏道：为了体现公允，众皇子都一起考试，请上书房的大学士、翰林院的院修一起出题。那些小的皇子怎么办？他们很多都还没有开始授课大学。微臣在上书房任职多年，这一点微臣可以代劳。考试的题分别出，给微臣10日时间即可。不知四皇子是否也要出席这场筛选考试？皇上，你看这是需要微臣安排人去把四皇子接回京城吗？宇文修弘孤掌难鸣，那些得了他好处的人，今天在朝堂上都低着头闭着嘴。这场考试的后果如何，他心里门清。万爱卿言之有理，都是朕的孩子，当然要接回京城一起参与测试了。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吧。早朝后，皇后得知了钱塘的议事结果，气得砸了好几个官窑瓷杯。不行，我得做点什么，正好在春日宴上面做点事。娘娘说的在理，那几位命妇也是时候请进宫来敲打了。嬷嬷看着皇后把帖子写完，她亲自送了出去。皇上的御书房里，皇上负手而立。你先选拔2000暗卫回来，兵分3队，一队人盯着丞相府，一队人去保护四皇子，一队人在宫里保护其他皇子的安危。锦衣卫领命后，躬身一礼退了下去。清晨，金色的阳光刚从云海里跃了出来，母女俩刚进家门，秦钟就过来了。沈姑娘，今天天气不错，主子和咱们去南山寺赏杜鹃花，皇婶特地让我来接你。杜鹃花咱们这边的山上也有，为何要去南山寺看？南山寺的杜鹃花是成片的，都不一样。苏儿，去吧，这季节正是杜鹃最美的时候。沈夫人也一起去吧。你先回去，我换了衣服就过去，我娘不喜欢热闹。
你先回去，我换了衣服就过去。我娘不喜欢热闹。得了准信儿，秦钟走路的脚步都轻盈多了。他会去吗？顾离生昨晚收到消息，宫里最近要派人过来接他，这一次是他正面迎战的时候了。2刻钟后，2辆马车缓缓地驶向南山寺。一路上，沈云苏都在看着外面如诗如画的风景，顾离生却在看着他。离生哥哥，你看对面山上那里也有一个寺庙呢。那山后面就是杜家村，那山上是个尼姑庵，文护的娘就在那山上修行呢。南山的风景应该更好。宫里来消息了。那好呀，你一回去就……沈云苏刚说了一半，就见顾离生眉头微不可察地动了动，他看到了他眼里的不安和忐忑。我是说，你回了宫，就有更多的人伺候你了，也有……说到后面，沈云苏觉得心里有一点堵，再看向窗外时，怎么觉得风景也没那么美了？你就那么希望我回宫？是不是你回去是要干大事的？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过一些时日，我和娘亲都会进京城去了，你可以出宫来找我玩呀。顾离生暗暗地吁了一口气，他抬手扶额，揉了揉太阳穴。没事儿，你放心的回去，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大礼包，上宫里的牛鬼蛇神都靠近不了你。好的，我会保护好自己，我也会出宫去找你。少爷到了。哇，这山挺高的呢，马车上不去的。皇婶几人也从后面的马车上下来了。要不咱俩试试，看谁先跑到终点。你们去吧，我们随后就到。开跑！沈云苏足尖轻点，像一只轻盈的燕子似的往山上飞奔而去。顾离生一个飞身，身子像离弦的箭一样跟了上去。哇，原来沈姑娘的轻功已经这么厉害了。顾离生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他也暗暗吃惊，想不到最近几年他时常不在梧桐村，苏儿居然进步这么大。沈云苏一个飞身落在了一棵大树上，他回头看着紧跟而来的顾离生。离生哥哥，你没有尽全力。顾离生也飞身落到了他对面的大树上。我尽力了，最近身体不好，功力大不如前。沈云苏投过去一个我不相信的眼神。接着这个每天1粒，可助你提升功力。只听哎呦一声从树下传来。一白骨摸着被砸疼的后脑勺，他抬头望去。你这俩孩子砸我干什么？大爷，我真不是故意的。谁是你大爷？我还年轻着呢。大爷，不是，这位大叔，都怪那只坏鸟，我苏儿妹妹不是故意的，真对不住了。妖孽，我看你才不是只好鸟。顾离生把滚落在草丛的瓷瓶捡了起来，他拿起瓷瓶，拔开木塞，一股异香扑鼻而来。他倒出一颗，把药丸放进嘴里，闻着异香，一白骨双目圆瞪。你这是什么药？可否卖2粒给我？本药无价之宝，不卖。大叔，实在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凤眸弯弯，2个梨窝漾开。丫头，原来是你，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呀。他大爷的，他不会认错人了，笑得如此开怀，把我误认为是他的债主了吧？大叔，这话可别乱说，我可不认识你，更是从来没有欠过谁的银子。丫头，我可知道你老有钱了。沈云苏心想，娘亲说的没错，果然人心险恶。大叔，我身上这衣裙的布料都是他送的，我真没有你看到的那么有钱。你这丫头不老实，第一次你卖了1根人参，卖了800两，第二次卖了2根人参，卖了2000两，我说的没错吧？沈云苏心想，我操，连3个拿出去卖的人参他都知道是从我这里拿的，这人也太神了。大叔，你说的都对，可是我真的没有欠过你的银子呀。再说卖参的银子早就被我花光了。你还真卖过人参，还卖了那么多钱？巧合，纯属巧合，山里挖的。班主任说的没错，果然是不能撒谎，一个谎言需要100个谎言来掩盖。丫头，我啥时候说你欠我银子了？那你为何瞎说认识我？丫头，你好好看看江陵县济世堂，我买了你的人参。沈云苏往他那平平无奇的脸上定睛一看，是有几分眼熟，原来是他呀，没那么黑了。大叔，原来是你，你比那1年可年轻多了。他呲牙咧嘴呼出了声。大叔，我帮你看看有没有砸坏。好像是坏了。苏儿妹妹，咱们去南山寺要了笔墨，给这位大叔写一个活血散瘀的方子。你懂医理？学过几年，略懂一点。不用那么麻烦，挖一些杜鹃花的根，再找几味草药搭配即可。一白骨说着，就四下寻找了起来。大叔，你是到这里来采药来了？是的，我刚找到一种解毒药草，被你一砸，这会儿我又得重新去草丛里扒拉了。那没关系，我这里恰好有一瓶可以解百毒的药丸，我送给你，就当补偿你头上那个包吧。苏儿，咱们走吧。且慢，我前几年就在学
寻找你这丫头，你可否再卖一些人参于我？我现在还没有，等我有了人参，我再去寻你。请问大叔，你在哪个医馆做堂？我才司徒景，外号一百谷，我没去医馆做堂。你是一百谷？正是，如假包换。我好友中毒已久，我多年未寻到解毒之方，正是丫头你卖给我的那几颗人参，为他续着命呢。一百谷拿着沈云苏撒给他的药瓶嗅了嗅，一股异香扑鼻。他食药无数，却分辨不出来是用哪几种药材提炼而成。这丫头莫非是哪个世外高人的弟子？一出手就是如此罕见的药丸，真是稀世瑰宝。丫头，你师承何人，能做出如此好的药丸？可否引荐一二？说我那好友能得你师傅医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我师傅姓方，他回京城去了，这些药丸是我偶然得来的。你的好友是荣亲王吧？他还好吗？你认识他？是我皇叔。你是四皇子顾离生。说完他就跪拜了下去。顾离生连忙扶了他一把，说道：这不是公礼，不必多礼。一百谷这人不错，有情有义，是个可以结交的人。他转头看向一脸自信的沈云苏，心里有一个想法，或许苏儿能救皇叔。你把他带到梧桐村来，我可以试一试，记得带银子啊，我的诊费可不便宜。好的，那是自然，荣亲王不差钱的，你尽管大胆开价。梧桐村里卧龙山下的那个院子，就是我养病的地方，你把皇叔送到那里即可，里面的人我暂时不带走。顾离生快走几步追上沈云苏。见一百谷紧跟其后，他挑眉回头看了看，今天没采到好药，配了都不要了。一百谷转身就往回跑。沈云苏见一百谷那滑稽的动作，他忍不住掩嘴偷笑。别跑了，慢慢走一会儿，都到半山腰了，再走2刻钟就到了。看着两人还在向山上走去，一百谷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喊：四殿下，丫头，你们等等，你们走错路了。等等他好像对这里很熟悉。右边那里有一个小庙，虽然没有山上的寺庙壮观，可这里离后山的杜鹃花海很近。你前面带路吧，走吧，他们知道跟过来的。一百谷像一个合格的向导似的，一路指着山上的风景，给两人说着哪一片山上都有些什么药材。走过一条幽静的石块小路，路边的野花竞相开放，五颜六色，甚是娇艳。穿过一条林荫小道，眼前成片的花海，看得沈云苏移不开眼。看吧，我没骗你们吧，这里的景色是这南山寺最美的。再往前走半里路，那山坳就是一个小寺庙，里面只有一个住持，还有4个带发修行的姑姑。离生哥哥，今天真不虚此行，这里太美了。很美，苏儿喜欢就好。越往前走，道路越崎岖。看，马上就到了，他们在晒草药。几人走进小庙的院里，一百谷喊道：梅姑，今天多做几个人的素斋，我带了贵客过来。没问题，司徒施主，你看这药。梅姑一抬头就看到一张熟悉的缩小版的脸，她瞪大眼盯着沈云苏看。梅姑，你怎么了？梅姑没有接她的话茬，她眼眶泛红，眼泪迅速涌满眼眶，她声音沙哑，带着哭腔喊道：阿音、阿秋、阿欢，你们快出来呀！他好像……看着泣不成声、激动不已的女子走近身边，沈云苏试探着问道：你们认识素娘？素是不是她是你的娘吗？她在哪里？沈云苏一个问题都还来不及回答，3个容貌俊美的女子从屋里奔了出来。她们脚步轻盈，一看就是功夫不凡的人。阿梅啊，发生什么事了？3人见阿梅拉着一个娇俏的小姑娘，他们定睛一看，都惊呼出声：素娘！四殿下，是丫头的，她是……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你什么都没听到，领路过那边去看看。说完就自顾自地往院子里面走去。四殿下，梅姑他们是我救了后带到这里来安置的，咱们都是自己人。院里，沈云苏看着4位姑姑，满眼噙着泪水，激动地围着自己说不出话来。她满脸惊喜溢于言表。姑姑，是你们？娘亲与我谈起过你们，她以为你们已经回南疆去了。太好了，素娘还活着，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儿了。就是呀，小主子和素娘长得一模一样，太好了，苍天有眼，老爷家有后了。是老爷和夫人的在天之灵保佑着小姐的。姑姑，我口渴了。好，咱们进屋喝水，再慢慢谈。进屋后，阿音端了一壶水过来。小主子，我是阿音，这是野蜂蜜水，可甜了。我是阿秋。
我是阿欢，小主子快趁热喝。沈云苏道了声谢谢，就接过杯子，一口气喝了半杯。他缓了一口气，看着面前的姑姑们，笑嘻嘻地说道：梅姑姑、殷姑姑、秋姑姑、欢姑姑，我姓沈，名云苏，你们就喊我苏儿吧，喊苏儿更亲切。苏儿小姐，还是喊小小姐？还是苏儿更亲切？沈云苏把娘亲的遭遇都讲了一遍，他们也把他们如何被歹人迷晕，如何逃出来，又如何被追杀，再又是如何被采药的一白骨所救的事，他们讲了整整1个时辰。顾离生和一白骨两人盘腿坐在庙里正殿的蒲团上。我救他们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是圣女的侍女，我把他们藏在这里后，也多方打听过圣女的下落。后来的事你可能也听说过了，皇上把我揍了个半死，我在荣亲王府养伤，后来就离开京城了，中途偶尔回来，都是荣亲王病重。关于他们的事，你都烂在肚子里。皇叔呢，你别惊动任何人，悄悄地带过来。四殿下放心，我就是怀疑荣亲王是中了南疆蛊毒，而且是很厉害的蛊毒，连梅姑几人都只能压制，无法彻底解毒。这些年，我一边寻找解药，一边打听圣女的事。其实我也有私心，希望找到圣女，为荣亲王解毒。或许过几天就回宫了，回去有多少胜算还未可知。你且带着皇叔在那里安心住下。四殿下对荣亲王这是大恩，他肯定不会袖手旁观。我认识的巨安不是那种无情的人。若皇叔得救，对他有恩的人是苏儿，我只是提供一个院子而已。姑姑，午饭后你们收拾收拾，跟我一起回去。那是当然，现在有小姐的消息了，咱们当然是要回去伺候小姐的。沈云苏恍然，原来母亲料理家务不行，都是这几位姑姑惯的呀。午饭后，几位姑姑和住持师太挥泪告别，沈云苏带着4位姑姑坐在车厢里。顾离生不愿意进车厢，他和阿童坐在车辕上。一路上，沈云苏像只快乐的小鸟，欢快地与姑姑们讲着哥哥们的趣事。姑姑，你们看，就是那里，转过那个弯就是梧桐村了。原来小姐离咱们这么近。姑姑，娘亲几乎都不出村的，你们就是住得再近一点，你们也未必找得到她。姑姑别紧张，以后咱们再也不分开了。我不紧张，我高兴。你们说小姐还能认出我来吗？我有没有变老？姑姑啊，你们都很年轻，看起来都是双10年华的大美人呢。若是在京城，别人知道我有这么多漂亮的姑姑，我家的门槛都会被媒婆踏破了。苏儿，姑姑们才不嫁人呢。甄姑娘到了。马车停好，阿童还来不及安好下马凳，沈云苏迫不及待地跳了下去。娘，看我带谁回来了？阿梅、阿秋、阿英、阿欢，你们。苏娘快步跑了出来，她激动地张开双臂。小姐，您受苦了。没有你们的消息，我以为你们已经回南疆去了。我们得知朝廷在找小姐的时候，就猜到小姐你逃出来了，只是没想到我们离得这么近。我们要是也学学那些出去化缘的尼姑，说不定我们早就找到小姐了。就是，你看咱们的小小姐，她和小姐长得一模一样。我们只要是能见着她，肯定能找到小姐的。先安置房间，晚上咱们再聊。几位姑姑七手八脚的，很快就把自己睡的床铺好，晚饭很丰盛。小姐，你真是恨不得一下子把我们喂胖啊！你们在寺庙吃斋念佛的，受苦了。小姐，你想多了，咱们是念过佛，那斋也只是在住持的眼皮子底下吃的。阿弥陀佛，罪过。那后山的野鸡和野兔几乎被我们烤得绝迹了。算你们聪明，没亏着自个儿。主持师太坚持吃素，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把鸟蛋悄悄地和在面里，擀成面块，再多煮一些蔬菜在里面，他吃不出来。小姐，这么多年，我们想你，想家乡，住在那里真没有多苦。我们做的草药，师太出去的时候，他都带到南山镇去卖了。回来的时候，也会给我们买吃的穿的回来。沈云苏吃饱了就溜下桌子，他把空间留给娘亲和姑姑们。久别重逢，他们有太多的话要说了。他自己回到房间，就见彩鸢从外面飞了进来，他落到窗台上。你又去他家吃小米了，吃里扒外的家伙！哼！沈云苏说着，就从竹筒里拿出一张纸条：姓氏清，别后莫相忘。沈云苏看得小脸一红，他这是被这厮撩了。这信是回还是不回？要怎么回？他苦恼的又瞪了一眼正看着他的彩鸢。既然他要回去做大事，那就祝愿他心想事成吧。看着彩鸢飞走，
他才又去听娘亲和姑姑们说话去了。顾离生看着那娟秀的字，自言自语道：我一定要心想事成，才能保护你。阿童见主子看着纸条发呆，他小心翼翼地说道：殿下，你说沈姑娘她才10多岁，她能明白你的心意吗？有一天她会明白的，不着急。秦钟刚把马喂完，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谁啊？秦钟，你快开门，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哎呦喂，是表少爷回来了。少爷快请进。他在吗？在的，四殿下刚回来几天，少爷还没吃晚饭。阿江叮嘱了一句，就匆匆跟着燕南巡进了垂花门。燕南巡进了后院，就直奔顾离生的书房。是外祖父让你回来的。苏丫头呢？她也回村了。你看你一身的尘土，快去洗漱。少爷，咱们洗漱换了衣服再说。行，不说是吧？我自个儿啊，明天把信送去他家。沈姑娘今天还和我们一起逛寺庙去了，把信给了奴才。奴才明儿一早就给沈姑娘送过去。我一定啊给沈姑娘说燕少爷回来了。阿江，把信给他。看着厚厚的信封，顾离生眉头微蹙。主子，这信啊，他的小伙伴对他没那么复杂的心思，这时辰他还没睡，你送过去吧。第二天一早，素娘让沈云苏自个儿在院子里练功，她带着侍女们去了后山。素娘教他们一起练北冥心法后，把她的打算都说了出来。阿梅气愤填膺地说道：回南江前，我要亲手宰了那老妖婆。你们先练上一段时间，功力至少会增强3分。丞相府的侍卫身手不弱，我们既要全身而退，还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的身份。他们也挺赞同的。京城里不比这山里，在这山里呀，他们要让一个人消失的无影无踪是很容易的事儿。沈云苏练完功，他先送信去了狗蛋家，又把准备好的药瓶送到大宅子去。书房里我都写了说明，你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别弄错了，误人性命。这是救人解毒的，这几瓶是毒药。谢谢苏儿，你这些对我太有帮助了。你放心，我不会滥用，说有人不安分，我也不会手软。顾离生刚把瓶子放进书桌的抽屉里，燕南巡就追过来了。你们俩背着我说什么呢？看燕少爷说的，我们能说你什么啊？狗蛋的信我念给他爹娘听了，你回去的时候记得给他说他爹娘好着呢。就这些。今天你自个儿先回京城，我等着宫里的人来接。苏丫头，你给评评理，有他这么对待表哥的吗？我昨天晚上才到，他就开始赶人了。沈云苏突然想起多年前燕南巡就说要到有老虎的那座山上去看看，正好他可以去试试他的训曲对老虎有没有效果。要不咱们仨今天去山里转一圈，就是有老虎的那座山，怎么样？可以，还是苏丫头懂我。我呀早就想去那座山上看一看了。以后你就叫她沈姑娘，她再过几年就及笄了。你呢？你怎么称呼她的？顾离生拉起沈云苏就走，丢下一句：我们不一样。燕南巡看着呆愣在一旁的阿江和阿童，有什么不一样？阿江和阿童对视一眼，阿江说道：少爷，咱们快一点，再不出发，四殿下和沈姑娘就走远了。阿童笑而不语，他当然不会说他家殿下早把代表他身份的玉佩都送给沈姑娘了。沈云苏被顾离生拉着，一口气跑到垂花门。等等，不到半个时辰，他们就来到了那片竹林。远远的就听见有水从高处落下的声音。燕南巡激动地指着前方：哎，你们听，就是那个瀑布的声音。你看溪水并不算多，说明前方没有大瀑布，就是山涧水从高处落下来而已。还是苏儿有见识，说的甚是有理。早上谁说的？喊沈姑娘。顾离生走在沈云苏的身后，他抬头欣赏着美景。对于燕南巡的话，他没有接茬。沈云苏见前面的草丛很茂盛，他取下腰间的笛子放在唇边，悠扬悦耳的笛声响起，在山谷中久久回荡。几个人听得陶醉，却没有注意到前面草丛在晃动了。片刻后又归于平静。沈姑娘的笛子吹得太好了，好想再听一曲啊。说要再听，就往前面走吧。没问题，看我的。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几人就来到半山腰。还是继续上去看看吧，那上面呢应该很平坦。你拿着，前面不好走。沈云苏看了看前面那长长的斜坡，他还是接过了长剑。表弟你真啰嗦，沈姑娘的轻功不在我俩之下，哪里需要用剑当拐杖？我想一路找一找有没有特别的草药。大家都到山上的平坦处时，阿童清点了一下沈姑娘一路的收获：2颗灵芝，3颗百年老参。我在前面怎的就没看见？你认识药材？不认识。阿童抬头看了看日头，他对阿江说道：咱们去前面抓几只野鸡回来烤。少爷，我们去捉野鸡。阿江对燕南巡打了一声招呼，就往树林里走去。不一会儿，两人一人捉了2只野鸡往回走。突然一声虎啸声响起，紧接着有重重的脚步声朝他们飞奔而来。两人大惊失色，足尖一点，飞身而起。
两人大惊失色，足尖一点，飞身而起。后面的老虎也很迅速，很快就出现在他们身后的视线之内。沈云苏听到虎啸声，暗道一声：“来了！”糟糕，阿江他们去前面树林了，我去接应。燕南巡说着，就飞身往树林而去。沈云苏不慌不忙地拿起笛子吹了起来，微风拂过，尖乐飘飘，笛子声响起。老虎低笑一声，停下追逐的脚步，像是在认真的倾听。他原地驻足了一会儿，转身往树林深处走去。刚刚赶到的燕南巡看着这一幕，他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阿童看着老虎的身影消失在前方，他朝阿江喊道：“没事了，他回去了。”惊魂未定的阿江从树上一跃而下，吓死我了！那老虎的眼神好凶哦！怕什么？我们人多，他再出来，咱们正好扒了他的皮。沈云苏指了指往回奔来的几人：“他们回来了。”表弟啊，你没跟去，刚才那只老虎好大呀，他还向我摇尾巴了。真的，那老虎开始的眼神好凶的，看得我心肝打颤。后来他听到沈姑娘吹笛子了，他就没凶我们了。沈姑娘的笛子吹得太好了，连老虎都爱听。沈姑娘的笛子吹得太好了，连老虎都爱听。万物皆有灵。沈云苏一伸手臂，彩云稳稳地站在他的手臂上。沈姑娘说的有理，你看彩渊，她可有灵性了。阿童和阿江把野鸡收拾干净后，就把火点燃了。沈云苏手拿剑，在周围的灌木丛林寻找药材。他掏药材根部的时候，觉得手里的剑每提一次，比平时都要重一分。这里有铁矿，离生哥哥，你快过来！顾离生走了过来。你说的是哪一株？我来掏。离生哥哥，这泥巴下的石头不对，有吸引力，像铁矿石。顾离生眸子一亮，铁矿石，这可是稀有的矿石啊！打造兵器全靠这个。顾离生帮沈云苏把草药根掏了出来，他用剑在泥土下面的石头上一试，石头果然有吸附力，他又把泥土添了回去。咱们别声张。知道。鸡肉快熟了，咱们回去。看着两人肩并肩的走近，燕南巡有一晃神的感觉，眼前的两人真般配呀！他摇了摇头，觉得自己傻了。明明黄婶说沈姑娘和自己挺般配的，自个儿咋把她与那顾狐狸相提并论了？少爷，你笑甚？没什么，今天挺高兴，终于来了这座山，还是沈姑娘懂我的心思。沈云苏心想，我懂你个大头鬼，我只想着人多胆肥，过来试试我的驯兽曲而已。顾离生冷冷地扫了他一眼。这山里真冷啊！一旁的阿江可把那一记冷刀子眼全看在眼里了，他暗暗叹息，自己家的少爷在四殿下这儿哪一次也没讨到便宜而不自知，四殿下的心思都那么明显了。少爷昨夜还与他说，他再过3年就去沈家提亲，他是旁观者清。苏儿，快吃，吃完了，我这里还有鸡腿呢。不用了，我这里还有很多。燕少爷，你又叫错了，是沈姑娘，要你多嘴。阿童说的没错，哥哥你是君子，当然要守君子之礼。一句话堵得燕南巡无可辩驳，心里暗暗腹诽。不像有些人是假君子真小人。你在心里骂我？你怎么知道？沈云苏实在是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他觉得燕南巡浑身都冒着傻气儿。你满脸都写着你在骂我小人。阿江，你看出来了吗？奴才愚钝，没看出来。表少爷以后啊，可别当着咱们殿下的面骂人了，在这里没人说什么，回到宫里那可就不一样了。阿童说的对啊，下次我注意。还有下次？不是，以后啊不骂你就是了。几人回去的时候，就见宫里的人到了。京城见，等我。沈云苏给他比了一个懂了的手势，就转身回家了。他回到家门口，并没有急着进屋，他远远地看着村口，看着马车走远。沈云苏很想抬起胳膊，潇洒地挥挥手，可心里感觉空落落的。苏儿，你怎么不进去啊？二伯娘，没啥，我就是刚从山上回来。刚才那一群人是来接离生少爷的吧？他家恐怕是官宦之家吧？好像是，咱们进屋去。屋里，娘亲和姑姑们在院里做绣活。苏儿回来了，快来量一量长短。咱们苏儿可有福了，又可以穿漂亮的新衣服了。可不是，她的姑姑们的手可巧了。苏儿，你今天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娘，离生哥哥他们走了，宫里来人接他回去了。傻闺女，他是皇子，回宫是迟早的事，你难过什么？咱们应该为他高兴，他父皇最终没有忘记他。我没难过，就是觉得他们走了，就像是少了一点什么，对，少了一个玩伴。没事，再过一段时间，咱们可以提前进京去。等100股把荣亲王带来了，咱们看能不能治好他再做决定。我听你梅姑姑他们说那症状，那人应该是被下了蛊毒，至于什么蛊毒，娘亲得看了才知道。小姐，你快来看，苏儿采了好多稀罕物回来呢。我们苏儿一向好运，和她进山总是会有意外收获。不一会儿，沈云苏就把离别的愁绪都抛到脑后，他指点着阿欢如何收拾药材。一连几日，沈云苏像一只快乐的小鸟，
每天被4个姑姑们照顾得舒舒服服的。京城里，顾离生回宫后被临时安排在长信宫。阿童看着殿外伺候的一群宫女太监，他压低声音道：殿下，要是咱们能回后街住就好了。你看这乌泱乌泱的人，谁知道这里面是谁安排的棋子？不急，他们就是有人要下手，也不会明目张胆，也只会在吃食里动手。吃下去，普通的药对咱们不起作用。阿童接过药丸放进嘴里，一仰脖子，还是沈姑娘想得周全，我这小命啊，可是托了她的福了。门外响起一道尖细的声音：四殿下准备好了吗？皇上还等着呢。皇子的服饰比平时穿的繁琐多了，阿童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帮顾离生穿戴整齐。主仆2人刚走到长信前殿，殿下呀，你这回到宫里还是得用公公伺候才合适。你看这腰带系的都不端正，宫里的规矩啊，还是要遵守的。要想在殿下身边伺候，还是要净身的呢。阿童听得心里咯噔一声，无辜的小眼神看着顾离生。公公，你误会了，阿童并非是伺候我起居的人，他是我的书童。你姓什么？奴才史望拜见主子。在长信宫的这段时间，四殿下的一切事务都由奴才打点。哦，知道了，史公公。阿童低着头憋着笑，虽然是同音，他就知道主子说的此史非彼史。顾离生眼里闪过一丝凉意，皇后的手伸得太及时了，如此不加掩饰，内务府总管都听命于皇后。来到宫殿外，有公公把阿童拦了下来。顾离生这才想起有后宫娘娘们的宫宴，阿童进去的确不合宫规。阿童，你就在这里等我，我会尽早出来。殿下，你放心去，我就在这，不会乱走。顾离生一走进大殿，上手坐着皇上和皇后，皇子公主们的位置在下手。皇上看着面如冠玉、目如朗星、长身玉立的少年走了进来。皇儿，快过来，父皇瞧瞧。这就是4皇子了，母后可认不出来了。儿臣拜见父皇母后。皇儿快快请起。顾离生侧过脸，见一身紫袍，胖乎乎的人，略带憨相，他猜这就是太子无疑了。他躬身就是一礼：参见太子。子弟不必多礼，快吃饭吧。坐在下手的淑妃见皇上毫无顾忌地打量着儿子，皇后眼底的寒霜乍现，淑妃不由得心生寒意。顾离生见过了2皇子顾离熙，还有3皇子顾离衡，在皇上眼里，今晚是家宴，表面上一派和气，暗地大家心里怎么想的就不得而知了。顾离生正在思忖着如何能早一点退出宴席时，皇上对他说道：生儿一会儿去御书房来一趟。阿童见主子出来了，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走，跟我去御书房。到了御书房外，海公公对顾离生躬身行礼，把他迎了进去。要不我去给皇上通报一声，把你也请进去坐着听。心思被四喜戳穿，史公公也不恼怒，他讪讪一笑，若无其事地退到一边。你是什么时候跟着4殿下的？我问你话呢，你是哪里的人呢？啊，问我什么呀？你把你的详细情况说一说，我明天要报内务府登记。哦，知道了，登记后就有月例银子了是吧？这是当然的，你不给我报备，我如何去给内务府报备呀？史公公真是个热心肠啊，宫里的月例嘛，草民就不去领了，能帮国库省一个算一个。咱们4殿下在乡下一向节俭惯了，草民也习惯了，不要月例。你不知好歹！四喜一时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御书房里，皇上看着4皇子品貌俱佳，胜过其他几个皇子。生儿，你在乡下受苦了，不知你都读的什么书啊？45经，还有父皇让人送来的那些书。至于琴棋书画，学一些皮毛，并不是很精通。不错，生儿还是如小时候一般聪慧。你好好休息几天，等大学士他们把试题选出来，父皇再给你另行安排住处。顾离生恭敬地听完父亲的教诲，就告退了。看着4殿下离开，海公公满脸堆笑地说道：恭喜皇上，4殿下目光清明，聪慧至极，将来呀，定能成为皇上的左膀右臂呀。朕也很看好他。你派2个得力的人去长信殿伺候。史公公见海公公亲自送了2个人过来，还是在御书房外伺候的，他心里不痛快，可也不敢表露出来。殿下，海公公送过来的人是皇上的人，我在御书房外见过他。你让皇上送过来的人负责吃食，其他的人就由着他们去。那2个宫女怎么办？他们在外面等着，他们说是伺候殿下梳洗的人。你要是敢把他们放进来，我今晚就把那2宫女赏给你。他纵身一跃，从后窗跳了出去，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阿童一个哆嗦，急忙转身向外面走去。主子这哪里是赏他呀，这分明就是要他净身。他一出去，
就见两宫女端着水就要进去，他连忙呵斥道：“站住！你们把水放下，去外面伺候。”你一个书童，凭什么管四殿下房里的事？我们是听命管事公公的吩咐，如果伺候不好，我们是要被内务府责罚的。你们的意思是四殿下的话不管用，你们只听史公公的？这近身伺候四殿下是史公公安排的，咱们在阿童的怒目而视下，两宫女只好放下水盆退了出去。阿童走到窗边眺望，默默祈祷主子能顺利和汉一接上头。宫墙外，主子，今晚有官吏家悄悄把武吉送回了丞相府，名单在这里，你们继续探查，有机会把人截下来带去后街看起来，后面我会用到他们。高管家回来就让他住后街，有事我再去联络他。顾离生吩咐完后，就飞身跃上宫墙，看见主子从窗口跳了进来。殿下，你终于回来了，好险呐！刚才那两个宫女非要进来侍寝。什么啊？才说错了，是他们闹着要进来近身伺候，不过也和侍寝差不多了。他们还想帮殿下洗澡呢。我把水端进换洗室了，殿下快去洗漱吧。殿下快去洗漱吧，门口守着，若是放了一只母蚊子进来，你就等着明天去净身房。殿下放心洗澡，奴才保证连只公蚊子都进不去。关御史夫妇俩看着面前的帖子，长吁短叹，愁眉不展。哎呀，老头子，你说皇后啥意思呀？咱们家没有未出阁的嫡女，难道皇后连庶女都不放过？这一次考试之后，太子位置不保，皇后这是借春日宴的由头，要敲打咱们呢。你进宫要万事小心呐。哎呀，卓越怎么办呢？是带去还是？皇后的帖子上提到了他，带去了吧。明天宫宴上人多，让他不要离开你太远。梧桐村夜幕下，一辆马车缓缓地驶向大宅子门前。秦钟见是100股，连忙帮着一起把荣亲王从马车上扶了下来，安顿好荣亲王。100股把秦钟拉到一边。阿周，你看这时辰却打扰苏丫头，会不会太晚了？可荣亲王经过一路颠簸，情况又不太好。医生放心，我马上和皇婶去沈姑娘家走一趟。其实你们这个时辰来很合适，不会引人注意。看秦钟走远，100股坐在床边，用手握了握顾墨安的手，轻声安慰道：“菊安，你打起精神，圣女一会儿就过来了，她一定有办法解去你身体里的毒。”阿姐，或许我时日无多，我朋友不多，恒盛钱庄就拜托你帮忙料理了。我的一双儿女也托付给你了，若有机会带他们离开北冥，我怕……菊安，快别说泄气的话，有圣女出手，你定会无恙。哎，万事往最坏的方向打算。你知道我为什么给颖儿和晨儿取名没用皇家的族谱牌？我们留着皇家的血脉都是错呀。你别多想，我都听你的。素娘听皇婶和秦钟说明来意，阿梅和其他几人都争先恐后的要一起过去。不用去那么多人，阿梅，你跟我和苏儿过去就成了。3人一起来到大宅子里，素娘看着萎靡不振的顾慕安，她心里也没有把握。把完脉后，她又问了一些症状，素娘笃定的道：“是蛊毒无疑，他体内有蛊虫。娘，你知道蛊虫藏在哪里的吗？”素娘拉起顾慕安的手腕，掀开衣袖，一条淡淡的红线若隐若现。这蛊虫如果闻到了他喜欢的味道，就十分活跃，那样宿主的身体就会衰弱。这种蛊叫石金蛊，这蛊虫在南疆早就失传了。娘，他喜欢什么味道？咱们把他引出来就好了呀。素娘神情凝重，她回头对秦钟道：“给我一把匕首。”100股知道圣女救人的方法和她不同。素娘从桌上拿起一个空茶杯，一刀划下，鲜血从玉腕滴落，有一点疼，你忍着点。素娘又拿起匕首，她在顾慕安的胳膊上轻轻一划。素娘拿出玉笛放在唇边，阿梅端起茶杯里的鲜血泡进顾慕安的伤口。笛声响起，阿梅对100股道：“医生搭把手，按住王爷。”悠扬的笛声刚响起一会儿，只见那鼓动的红线开始蠕动，她闻到了圣女的血的味道，开始找出口了。那蛊虫快速地朝伤口处蠕动，突然那红线加快速度，从伤口嗖的就窜了出来。一下子就落在了地上。沈云苏眼疾手快，一根针扎了下去。菊安，你醒醒，蛊虫出去了，你不会死了。剩下的就交给你了。沈云苏点了点头。大叔，你让一让，你把他的脸拍肿，都没有我扎一针管用。100股往旁边挪了挪，他都还没看清楚沈云苏如何下的针，就见人中穴上扎着一根银针，紧接着又见他熟练的在心经穴、少冲、心包经穴、中冲、大陵、内关等穴位都
都落下了银针。一声闷哼声后，顾母安悠悠转醒。行了，居然你没事了，多亏了神医啊，对，沈夫人才是真的神医。张嘴。沈云苏取下银针后，手拿药丸，在荣亲王正要张嘴与素娘道谢的时候，他迅速的把药丸弹进他的嘴里。荣亲王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给他喂一点水吧，这药丸挺苦的。一白骨扶着顾母安坐了起来，被药苦的肝都在打颤的顾母安接连喝了2杯水。谢谢圣女出手相助，居然从来没有一次喝过这么多水。医者仁心，不必在意，只是今日之事，切莫对外再提。请荣亲王也切莫再提。沈家有100余族人，实在是承受不起皇上的怒火。救命之恩，没齿不忘。圣女请放心，以后圣女有用得着本王的时候，本王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那倒不必，荣亲王多保重。每过3个时辰后，各吃2粒，7天可除去余毒。一白骨接下瓷瓶，他急忙喊道：“圣女等一等，再想想，想收沈姑娘为徒，不知你意下如何？”素娘没有马上回答，她看向闺女，其实就是一个称呼，令院的医术不在我之下，谁做师傅都行。大叔，你这没有说错吧？怎么能谁做师傅都行呢？哪有我这么小的师傅？学无止境，能者为师。他暗暗腹诽，这徒儿有点老，他可不想要。他看向娘亲，让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再做决定吧。送走3人后，一白骨在屋里来回的踱步，他自言自语道：“他是愿意呢，还是不愿意？”阿锦啊，明天你帮我把谢礼送过去，你再去探一探圣女的意思。我看那小姑娘聪慧至极，是个难得的人才呀。丞相府里，宇文修红正在焦头烂额，他要想办法阻止皇子们的考试。大人，不好了，郡主的院子走水了！听到小厮的喊声，他跌跌撞撞地跑出书房。都愣着干什么？快去打水，让所有的人都过去救火！然后他自己也朝金福阁跑去。黑暗中，暗衣打了一个手势，几人朝一处偏院飞奔而去。昏暗的灯光下，有2家丁打扮的侍卫在一道门前走来走去。暗衣拉了暗二一把，在他耳边小声嘀咕。2人把2守院子的侍卫放倒在地，就听到里面有女人嘤嘤的哭声。我家大人那么宠爱我，不知为什么就火急火燎地把我送回丞相府。当初他可是舔着脸向丞相府要的妾身，我就是舍不得我的孩子，他才1岁，没有我护着，主母能不能容他活着都不一定。哎，姐妹们，咱们命苦啊！本以为是跟了良人，这说不要就不要了呀，咱们还不如那青楼里的姚姐儿。暗衣走到窗外，轻轻地扣响窗户。谁？是不是我家老爷来接我们回去了？你们想不想离开这里？我可以帮你们。大侠，你们是我家老爷派来接我们的吧？你们马上跟我们走。当然，你们愿意留在这里让丞相灭口，那是你们的选择。走，咱们愿意跟大侠走。几个女人从屋里涌了出来。大侠，走哪里啊？请前面带路，丞相府的侍卫很多的，别去前门。快带着他们走后花园，翻墙出去。你们跟我来，我知道后花园哪一段墙矮一些。在昏暗的夜色下，带头的女人很快就把大伙儿带到了一处低矮的围墙边。姐姐，你这么熟悉，该不会你早就想逃出去了的吧？我若能翻得过这墙，我早就跑出去了。哪位大侠帮一帮我，上墙头去拉我一把。快，你们1人1个，我断后。前一刻还畏缩不前的暗卫们，一人搂住一个女人的腰肢，飞身跃上墙头。几人把这个女人带到后街的5金大院里，安置在其中的一个小院里。暗衣刚要离开，大侠请留步，我们走得匆忙，没有换洗的衣服，可不可以借几件衣服给我们？暗衣看向暗二，老大，我没有多的衣服，再说我这个子大，他们也穿不上啊。老大，我没有多的衣服，再说我这个子大，他们也穿不上啊。你们去成衣铺子找一些衣服回来。大侠，可不可以请你去张守备家，把我那1岁的儿子带过来？我怕再过几日就被主母。你们好好在这里住着，等丞相府不再追杀你们了，何去何从，你们自己看着办。说完，他转身离去。1个时辰后，暗二带着几个扛着大包小包的物品回来，他们往几个女人面前一扔：“你们自己去分吧。”暗衣一手搂着孩子，一手提着一大袋的东西，女人激动地扑了过去，把孩子抱住，跪地连连磕头：“谢谢恩人，谢谢大侠，我的儿子得救了。我在孩子摇篮边胡乱拿的，你看还差什么？改天让他们帮你买回来。”谢谢恩人，不差了，这些都是孩子的衣服。丞相府里一把大火几乎烧光了半个金福阁，用了近2个时辰才把大火扑灭。可惜了郡主的好东西，光是那一面黄花梨的屏风就价值1000金。算了，身外之物没了就没了，只是今天这火起得太奇怪，没有大风，却把烛台吹倒了，还倒在了窗帘边。
还倒在了窗帘边。快带你祖母去你院里歇着，快让人准备热水沐浴。看着母亲的背影，宇文修红猛然回过了神。糟糕，调虎离山！宇文修红到了金丝阁，侍卫上前禀报：大人，都没了，看足迹是从后花园跑的，路上没有拖拽的痕迹，屋里也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群养不熟的白眼狼，还不快去追！他们活着就是隐患，追上就不留活口。梧桐村里，沈云苏回家后，乐滋滋的给姑姑们讲一白骨要收他为徒的事。苏儿，医圣的大名不光是北冥，就是邻国的人也如雷贯耳，都钦佩他的医术。我看这师傅你可以收下，娘也觉得不错。一白骨人品高洁，医术精湛，我早有耳闻。沈云苏早年听高管家提起一白骨的大名，本就想投在他名下，以后他的医术也师出有名了。我已经有方师傅了，再拜一位师傅，会不会对方师傅不敬？不会的，医术啊，学无止境，师傅们都不会计较这个的。只有文人相信，他们容不得一徒多师。咱们学医术的，才不介意自己的徒儿多学呢。沈云苏打定主意，他还是要写一封信带到将军府去，把拜师的事知会方师傅一声。时间不早了，都休息吧。沈云苏心里还有10万个为什么，他哪里能睡得着啊？他疑惑地问道：娘，为什么你的血可以引出蛊虫？不过你们以前都诊断出容亲王的病了，为什么你们的血不可以？阿梅、阿秋、阿音还有阿欢都看着素娘，欲言又止。罢了，也是该与你说的时候了。咱们骆氏家族里每一代都会出一个圣女，圣女身上有一个荷花胎记，遇热或者情绪激动时就会显现。沈云苏下意识地摸向了自己的锁骨处，这么说来，她就是下一代的圣女。娘，圣女的血与众不同吗？圣女的血是蛊虫最怕的，也是最喜欢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洛基给我下的蛊毒而不是蛊虫。圣女的鲜血味道对蛊虫有致命的诱惑，但是蛊虫若触碰到就必死无疑。不对啊，说是骆氏族人一代只出一个圣女，南疆现在难道就没有圣女了？素儿，这是什么都瞒不过你。没错，现在的圣女是假的，至于她怎么做的假，糊弄过去祖老的，这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南家千百年来，圣女是上天神灵指派，她这样欺骗圣祖，是要遭天谴的。苏儿，你保护好你的胎记，别让人看见。娘只想你快快乐乐的生活，不愿意你被卷入圣女的纷争。圣女？哦不，小姐。苏儿她4侍女3分诧异，7分震惊的用询问的眼神看向素娘。没错，苏儿就是下一代的圣女。几人闻言齐齐的跪了下去。姑姑，你们……沈云苏刚惊呼出口，就见4位姑姑双手交叉在胸前，抬头望见不见皎月的夜空，口中念念有词，大意是感谢神灵赐予他们下一位圣女，他们将不负圣祖，定会保护好圣女。4位姑姑虔诚的祈祷完后，素娘说道：骆氏家族里会给每一代圣女培养侍女，她们终身不会婚嫁，一生都会陪伴他们的圣女。是的，如果小主子在南疆，族里也会给你配4个侍女的。沈云苏大概明白了，娘亲的侍女一生都会跟随娘亲，不是要拜她，但是他们还是会护着她的意思。看着仍然貌美如花的姑姑们，沈云苏心里感觉挺遗憾的。大家都回了屋，各自安歇。沈云苏胡思乱想了好一阵，才闪身进了空间。他刚走到木屋门口，总觉得今天空间里有哪里不同。他退后几步，四处张望，原来是多了一小块领土。难道是和今天救人有关？那为什么以前给顾离生解毒后什么奖励也没有？哎，算了，不想那么多，干活。第3格里的种子都是以花为主，一共有10种花的种子。古书上记载，可以入药，也可以加入香料。沈云苏开心地哼着曲儿，一个人在空间里欢快地忙碌着，没一会儿就种好了。早上，沈云苏仍然和娘亲还有姑姑们踏着晨雾在山上练功。回到家，素娘带着闺女泡澡。沈云苏刚泡一会儿，她锁骨下的胎记清晰可见。沈云苏看向娘亲，和她那一模一样的胎记娇艳欲滴。她踌躇了好一会儿，鼓起勇气问道：娘亲，你的胎记是不是也有一个像家的地方？苏儿，你是说你有一个空间？娘，你知道？娘知道，圣祖就是一个带有空间的人，南疆史册上都有记载，传说他的空间里有奇花异草。娘，其实北冥心法也是空间里的，我那
那时候不知道如何给你们解释，我就撒谎了。娘亲不怪你，其实娘早就发现了你异于常人，只是没料到圣都把空间传给你了。你很小的时候，娘都能闻到你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荷花香。娘亲虽然也有荷花胎记，可娘没有空间，也没有荷香。我以前怕娘亲和爹爹还有哥哥们知道了，会觉得我是一个怪物，就不喜欢我了。傻孩子，你哪怕就是个怪物，爹娘都喜欢，你哥哥们也会喜欢。我记得你三哥哥悄悄地跟我说过，他说你天生就会很多东西，好像天生就能识字似的。你说你三哥哥把你当怪物没有？没有，三哥哥对我可好了。娘亲，我想三哥哥了，不知道他何时回京城，也不知道他最近去哪个地方发展生意去了。别急，今天写一封信去京城问问你爹。好，娘亲，我找个时间带你进空间玩。早饭很丰盛，有欢姑姑学做的凉拌肉片，还有酱肉包子。沈云苏好久没吃包子了，还挺馋的。素儿，快吃，家里有你做的冰窖呀，就是好，咱们早上就能吃上鲜肉了。素娘拿了一个大碗，她把酱肉包往碗里装。小姐，你快吃，是给二夫人送过去的吧？锅里还有，我马上送过去。阿秋端着包子，刚打开大门，就见一白骨手里端着一个锦盒，站在门外。省一块里面请，我们小姐在家。阿梅和阿欢还有阿英放下筷子，连忙迎了出来。苏儿，你去与医生说吧。沈云苏站起来，就见一白骨被姑姑们迎接了进来。看见一白骨手里的锦盒，沈云苏眼前一亮，这是送纸巾来了，盒子也太小了。算了，苍蝇再小也是肉，咱们也不好狮子大开口不是。苍蝇再小也是肉，咱们也不好狮子大开口不是。我可是圣女的亲闺女，不能太俗气，那样有损娘亲不食人间烟火的完美形象。苏丫头呀，昨天我的提议你考虑的如何了？是收我做徒弟呢，还是收我做师傅啊？沈夫人好，荣亲王的一点小心意，还请沈夫人笑纳。我说过了，不必谢礼，举手之劳。谁说是举手之劳了？我那药丸子可是罕见的龙胆草做的。一白骨当然知道龙胆草有多珍贵，他把锦盒又递到沈云苏面前。苏丫头，你收下吧，里面没有黄白之物，荣亲王就知道那俗物，沈夫人不会喜欢，特地交代我别用那玩意儿来污了夫人的眼。沈云苏心里那个急呀，他就喜欢那俗物呀，而且黄白之物最养眼，怎么不考虑一下他的感受呢？还是荣亲王想得周到，他说京城买院子太贵了，他恰好在京城西北边有一块荒地，还是先皇送赐给他的，他一直没用得上，这不正好送给你们，以后你们沈氏族人就有地方建房了。沈云苏心想，怎么不早说？沈云苏笑嘻嘻的一把接过锦盒，不愧是王爷，居然知道咱们最需要什么。这礼物我喜欢，以后荣亲王若还要吃药，别忘了找我哈，我保证他药到病除。这丫头真是啥都敢说，哪有谁还没病就越医的？素娘以手扶额，她实在是没眼看了。她觉得夫君老说云星是奸商，她这会儿觉得三儿子有点冤呐。姑姑们看着沈云苏那小财迷的可爱模样，他们怎么看都觉得好喜欢。阿梅宠溺地看着沈云苏，苏儿快打开看看，看那地盘能建多少院子。沈云苏打开锦盒，里面躺着一张地契，地契上面还躺着一枚玉佩。沈云苏拿起玉佩看了看，一白骨连忙说道，这玉佩是恒盛钱庄的信物，凭着玉佩可以去钱庄借免利息的银子。那这个你退给王爷，他的心意我领了，我不喜欢借钱花的感觉，我也不需要借钱。他拿出地契看了看，阿梅和几个姑姑也凑了过来。不错，挺大的，足够建10个5进大院了。京城寸土寸金，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地方空着。这不，那块地就是位置偏僻了一点，住家还是挺不错的。你这师傅我就收下了。真的？这是生金草做的药丸，算是我的拜师礼。一白骨再一次被惊得目瞪口呆，生金草也是他只闻其名未见其身的稀世奇药。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徒儿免礼，以后可不许跪了，膝盖会疼的。能让你叫我一声师傅，为师3生有幸啊。徒儿，这个你一定收着，这个不用借钱，花了不用还的。师傅，这不好吧？我已经收了地契，哪里还能去荣亲王的钱庄拿银子花的道理？徒儿放心收着，平时你用不上，万一你自个儿出门在外的时候遇上难事的时候呢？王爷的钱庄遍布北冥，以后你出门在外，为师也放心不少。师傅的银子也存在他钱庄里的，以后你花钱就报师傅的名号就成。
以后你花钱就报师傅的名号就成。沈云苏听得心里暖烘烘的，这师傅可以再来2个。师傅，王爷今天状态如何？徒儿，你先吃饭吧，王爷的事儿，饭后你跟我一起过去瞧一瞧。师傅，你先回去吧，我自个儿过去就成。一白骨也觉得他站那里等着不合适，他告辞后就离开了。沈云苏迫不及待地又坐上桌，他乐呵呵地说道：娘，我要用那一块地打造出京城最繁华的街道。那块地那么大，得要多少银子才能建造出来？小姐，你忘了你在南疆的家业现在还不知道落在谁的手里呢，咱们一定去拿回来呀。对啊，老爷留给你的那些财产都够建好几个大院子了。那笔账我当然会去清算，以前我不敢想，是因为我身中蛊毒，家有稚儿欠吻，我都会全数收回。沈云苏今天心情格外的好，他还多吃了一个酱肉包。饭后他给爹爹写了一封信，看着彩云飞远，他才哼着曲儿往大宅子而去。到了大宅子，沈云苏路过顾离生的书房，他驻足片刻，往日几人嬉闹的场景浮现眼前。现在一片寂静冷清。他懊恼，以前自己真不该捉弄他。苏儿小姐，你是不是想起燕公子了？沈云苏一回头，对上黄婶那慈祥的双眸。黄婶，你不觉得他们走了，院子里冷清了吗？黄婶看着花园里的绿植，生机盎然。我也这么觉得。听说云墨少爷金秋就科考了，要不咱们一起回京城看看？好。黄婶陪着沈云苏一起进了王爷的院子，两人刚到院门口，就见王爷背对院门，他负手而立，听见有脚步声，他回过头，沈云苏这才看清，顾慕安脸色虽然苍白，可那如清风月白般的五官透出难掩的贵气。徒儿，你来了，你看王爷精神是不是好多了？是不错，余毒除去后就可以给王爷慢慢进补了，最多1月有余，王爷就又能生龙活虎了。一白骨和沈云苏两人都给王爷把了脉，两人还探讨了这几天如何进食。京城御花园里雄伟的宫殿里传出丝竹声声。顾离生端坐在书桌前，认真地看着父皇送过来的书卷。阿童端着托盘从外面走了进来。殿下，更衣吧，上衣局把衣服送过来，还是穿衣柜里的衣服。阿童看了一眼托盘里的锦衣华服，还是顺从地从衣柜里拿了一套主子最喜欢的华服。宫里规矩繁多，他把阿童留在长信殿，只带了4喜随身伺候。史公公气得暗暗磨牙，等他们走远，他转身就往交房殿走去。什么？你说那孽障没穿送过去的衣服，你在那里怎么伺候的？连这点小事都没办好。那衣服可是他精心为顾离生准备的，他不穿，只有另想法子了。你过来。皇后喊过史公公，一阵耳语，他对身边的赵嬷嬷微微颔首。老奴明白，用第2种法子。宴会厅里，宇文香如神情恍惚，她看着大厅里的姑娘们，有说有笑的，她心中升起一股悲凉。昨夜祖母的话言犹在耳，让她心生寒意。香如姐姐，咱们也去御花园吧。莲儿的提议不错呀，听说沈姬莹也来人了，还有4皇子也回宫了，咱们过去悄悄地瞅一眼。你是说沈将军来了？香如姐姐，你真是被那个泥腿子害苦了。我哥哥沈轩多好，你都看不见。你哥哥是将军吗？我哥哥正在准备科考，万一以后中个状元，这也是有可能的。萧芙蓉一心想过去看4皇子，她听姐姐太子妃抱怨说4殿下容貌出众，气质绝尘，哪里像太子，胖的五官都挤到一起去了。在两人的撺掇下，宇文香如3人往南边厅的花园边走去。南边厅里，四喜带着顾离生坐在大厅的一角，他漫不经心地看向御花园。突然，人群里一个熟悉的身影跃入眼帘。四喜，你去把沈总指挥使请过来。此时的沈云峰正与佟长风谈话，皇上让他俩一起过来，帮着锦衣卫负责安全。沈将军，咱们4殿下有请。童兄，你先去忙，我去就来。沈云峰大步流星地走过去。微臣见过4殿下。沈公子别多礼，坐下一起喝杯茶。沈云峰落谢过后落了座，看着面前个子又窜高了很多的顾离生，那脸上的老沉还是一如既往的和他年龄不符。殿下还好吧？刚回来，不太习惯。沈夫人和苏儿都很好。沈云峰心想，这娃还是那么的令人讨厌。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敛了敛情绪。4殿下身份尊贵，微臣娘亲和妹妹都是一介草民，就不劳殿下费心了。你好好做你的皇子，咱们不是一路人，不该惦记的人别惦记。苏儿再过些时日会来京城，她很想念你。沈云峰气结，这厮与他装傻呢，还一口一个苏儿的。若不是他是皇子，他早就一拳头挥过去了。沈岩的目光随着2皇子和3皇子移动。昨夜父亲与他说过，无论是2皇子或3皇子，他们后
侯府都配得上的。萧芙蓉按着顾离生如画的侧颜，如痴如醉。宇文香如见沈云峰走向御花园一边的荷花池，她顾不得祖母的叮嘱，她要过去再问一问，为什么他总是拒她于千里外。香如姐姐你。香如姐姐你。沈岩看着快步追过去的宇文香如，他把阻拦的话吞了回去。萧小姐，你看香如她，皇后娘娘不会责怪我们吧？啊，香如姐姐比我们大那么多，我们哪里能拉得住她呀？嗨，随她去吧，咱们还是去看其他的小姐们作诗吧。沈将军，你等等。沈云峰一回头，就见宇文香如脸色绯红，头上的珠钗晃动。这位小姐，你走错路了，女婢席在那里。我是宇文香如，丞相府的千金，你不记得我了吗？我为什么要记得你？小女子爱慕公子已久，从紫薇山庄那一眼开始，我就心悦于你。哎，姑娘请自重。说完，他转身就走。啊，不好意思，公子没事吧？没事，是我走得太急了。宇文香如咬了咬牙，今天就孤注一掷。扑通一声响起，远处有人惊呼：快，有人落水了！沈云峰一回头，刚才缠着他唧唧歪歪的女子不见了，只有荷花池里有一个女子在水里扑腾。他见前后都没侍卫过来，连忙抓住刚被他撞着的男子。公子，你会浮水吗？略会一点。有劳兄台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沈云峰说着，提起男子就放进水里。水里闭着眼扑腾的宇文香如，他的手一触碰到下水靠近他的人，他内心狂喜，两只手紧紧地搂住来人的脖子。他闭上眼睛，把脸深深地埋进那人的颈窝，软软的身子更是紧紧地贴了上去。来，兄台，你抓紧了，走过来一点，我拉你上来。宇文香如一听声音不对，他抹了抹脸上的水珠，定睛一看，这不是护卢寺卿家的那个嫡次子吗？这会儿啊，他是真的想死的心都有了。放开我！闻讯而来的侍卫七手八脚的帮着把两人拉上岸。沈云峰见侍卫赶来的时候，他就让到了一边。师兄，那边怎么了？没事儿，一位小姐不小心落水了，有一位公子下水救起来了。哎呦喂，师兄，这么好的英雄救美的事你都没捞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凭你的身手，哪里还轮得着别人出手救美人呢？这种好事啊，还是留给别人吧。走，咱们去其他地方巡逻。师兄，你知道皇上为何让咱们来宫宴吗？不就是巡逻吗？哎，皇上让我带你过来，让你看看有没有心仪的姑娘，你怎么就不开窍啊？你看宫里侍卫和锦衣卫都不少，难道还差我俩？洪兄，不是我说你，嫂子挺好的，你就别再去拈花惹草了。我是陪着你来的，皇上说的是你。师兄，你也该不会是不喜欢女人吧？皇后安排好一切，她悠闲地漫步到御花园里，听贵女们吟诗抚琴。夫人们都在一旁围观，心里都暗暗地为自家儿郎留意，谁家姑娘最合适。萧芙蓉落落大方地站在中间，暮春时节，我做一首《暮春花》吧。她朝皇后盈盈一礼，声情并茂地诵道：香风飘飘春渐去，恐惊世间赏花人。一轮俏色极凋零，对镜平添一抹痕。不愧是太师的女儿，这文采不输男儿。也有贵女和一旁相好的女子小声议论：小小年纪如此风骚，将来还怎得了得？皇后正听得如痴如醉，一个宫女匆匆地跑了过来。皇后娘娘，不好了，有人落水了！皇后朝身边的大宫女吩咐道：快去准备衣服，把人带去更衣室。暮春时节最易着凉。众人听闻，都夸赞皇后娘娘大度贤德。皇后听着命妇们的阿谀奉承，心里美滋滋的。本宫做事一向宽厚，本宫对太子也是如此教导的。今天人多，若有不周的地方，大家多体谅。人群后面，关夫人带着关卓越站在一株紫荆花旁驻足欣赏，对大家那不要钱似的拍马屁充耳不闻。皇后漫步走了过去，关夫人带着关卓越赶紧行礼。皇后看着她，挑了挑眉，笑意不达眼底。关夫人作为嫡母，庶女都年近双十了，也不着急婚配，关御史眼神不太好啊。臣妇谨记皇后娘娘的教诲，定会给月儿觅一良缘。请皇后娘娘恕罪，莫要责怪臣女母亲。母亲待臣女视如己出，是臣女自己眼高于顶。母亲和爹爹对臣女宠爱有加，
爹对臣女宠爱有加，才留着臣女在闺中多住几年。有死母亲是臣女的福气。有心地善良的命妇羞愧不已，对于庶女，她们可做不到如此纵容。有通透的命妇看得明白，皇后这赤裸裸的打脸，最后谁被打了脸，大家都心中有数。罢了，都是你们的家事，平身吧。谢皇后娘娘。她起身后，连忙扶住关夫人，用手揉了揉关夫人的腰。母亲，你还好吧？月儿给你揉一揉就不疼了。关夫人啥时候把你家义女带进宫，让本宫瞧一瞧吧。听说她和卓君长得可像了。娘娘说的没错，她就是像极了我的卓君，我才收她为义女。若是不像，我也不费那心思了。这时，皇后的大宫女神情紧张地走了回来，她凑近皇后的耳边低语了一句。皇后身子晃了晃，脸上的端庄优雅再也端不住了，她眼里戾气顿显，都没有和众人说点什么，就朝荷花池疾步而去。荷花池边的回廊上，被救回来的宇文香如狼狈不堪。哎呦喂，那姑娘可是丞相大人的千金呐！快让人去通知皇后娘娘一声，快让人去通知皇后娘娘一声。什么千金？不就是一庶女吗？还不是仗着皇后的事。闻声赶来的鸿胪四卿伍思邈见儿子英雄救美，还是救了丞相大人的闺女，他激动地抖着胡须喊道：逆子，你还不快把宇文姑娘抱去更衣？你傻愣着干什么？男子汉要坦荡，姑娘的名节大于天，你难道就这么算了？皇后赶到的时候，就见武明一抱着蜷缩成一团的宇文香如穿过人群向偏殿走去。香如你，皇后娘娘恕罪，犬子不是有意污了丞相千金的名节，犬子心地善良，他实在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宇文小姐去死呀。皇后抬头看向衣袖上全都是水渍的几个侍卫，目光阴翳，几人慌忙跪下禀报：武大人说的属实，宇文小姐路过荷花池不慎落水，武公子恰巧路过，还好有他及时相救，宇文小姐才没有性命之忧。都怪属下办事不力，请皇后娘娘责罚。都起来吧，武大人准备去丞相府提亲吧。武大人准备去丞相府提亲吧。宏伟的大殿里，歌舞升平，荡人心魄的琴声悠扬。教坊司的女子正长袖漫舞，四喜躬身小声道：宫宴快开始了，皇上也快出来了。谢谢。顾离生用手轻轻地扣着茶杯，他希望宴会快点结束。这时，一个宫女低头路过他身边，他手里的托盘一偏，托盘里的茶杯和茶水洒了他一身。你眼瞎？怎么走路的？对面那么宽，你不走，你看不见吗？奴婢知错，奴婢该死，赐殿下饶命啊！是我说要抽你筋了，还是要扒你的皮了？是奴婢害怕，赐殿下恕罪，奴婢这就带赐殿下去更衣。前面带路。宫女大喜，居然没受责罚。四喜刚要跟上，一个面生的小太监过来喊道：四喜公公，海公公让你去乾清宫见。四喜不疑有他，他看向顾离生：你去吧，这里有人伺候。到了更衣的偏殿，托盘里还是早上送过来的那套棕色的衣服。那宫女伸手要帮他更衣，被他一个冷眼吓得后退2步。出去，我自己会整。出去，我自己会整。顾离生一转身，他提起衣袍，一股若有若无的甜腻香味从衣袍上散发出来。四殿下，还是婢子帮你换吧。顾离生抓住宫女的手腕，四殿下，轻一点。等，屋里镂空铜香炉里，熏香正袅袅升起。顾离生瞥了一眼，又看向眼神迷离的宫女，他出手快如闪电，点了宫女的睡穴。他一闪身来到后窗，推开窗户就跃了出去。赵嬷嬷听见屋里宫女喊疼的声音，狂喜，事成了。他让几个宫女守住门，他就朝大殿跑去。大殿里，皇上和皇后刚刚坐下，安乐公主坐在德妃与淑妃之间。淑妃娘娘，今天我怎么没有见到四皇兄？我还想问问他，可不可以去他的长信殿玩来着？再等等，你四皇兄刚回宫，他还不适应，让他缓一缓。安儿乖，别闹了，等你四皇兄有了自己的宫殿，咱们再过去玩。皇上正准备喊开席的时候，赵嬷嬷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皇后娘娘，出事儿了！四殿下他在偏殿，他把宫女……赵嬷嬷的话断断续续，让人听得浮想联翩。还跪着干什么？还不带路过去看看？众嫔妃愕然，不是应该让赵嬷嬷说清楚发生了什么吗？皇后这也忒急了点。四喜在乾清宫没有见到海公公，他一问当值的太监，才知道皇上派海公公去慈宁宫了。他又屁颠的往慈宁宫去，刚走到半路，就碰到迎面而来的海公公。干爹，你找儿子有何吩咐？我什么时候找你了？你不在四殿下那里好好伺候，你跑这里来干什么啊？不好，
他都来不及和干爹打一个招呼，就往回跑。他一边跑一边懊恼，干爹给自己讲过宫里那么多的阿杂事，自己都没有一点警觉性，真是该死。赵嬷嬷带着一群人往偏殿跑，顾离生快步的往长信殿的方向走去。刚走过2个转角，就碰到沈云峰和佟长风在人路上溜达。你这是？我被茶水泼了而已。两位若没有其他事，就一起陪我去换衣服吧。一路上，沈云峰给顾离生介绍了佟长风。佟长风得知四殿下曾经在沈云峰的老家生活了那么多年，他羡慕不已。见他们说话的语气，他就知道沈云峰和四殿下交情匪浅。赵嬷嬷带着一群吃瓜嫔妃，最先来到偏殿门口，门外守着的几个宫女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娘娘们请留步，四殿下他……别支支吾吾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宫女带四殿下进去更衣，后来屋子就从里面关上了。再后来那宫女就喊疼。不会吧，四皇子还没有到束发之年，这也太早了吧？嗨，你们没见四殿下的身高可比其他皇子都高半个头嘛，也许他那方面……他即使没说完，大家都明白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淑妃听得胆战心惊，德妃见他摇摇欲坠，一把扶住他。冷静，这事儿没这么简单。对，他的儿子性格冷清，怎么可能随便会和一个宫女那啥呢？贱婢，你血口喷人！我皇儿就是换衣服，也是有他自己的宫人的。那宫女委屈地看向走过来的皇后，婢子说的千真万确，不信娘娘你问一问这门外伺候的人，他说的可是真的。婢子亲眼目睹，千真万确。赵嬷嬷试着去推了推门，果然门是从里面落了栓的。淑妃一看急了，她扑过去拍门喊道：皇儿，快开门！屋里寂静无声，没有任何回应。你们把我儿怎么了？皇后眼底的笑意藏都藏不住。皇上，你看四皇子这事儿闹的。后面的吃瓜群众议论纷纷。这宫女有福了，得了四殿下的宠爱，以后就是四殿下的小侍宫女了。听说四殿下容貌清俊，我们还没见过呢。顾慕辰对赶过来的侍卫一挥手，沉声道：把门撞开。侍卫上去就是一脚，砰的一声，门应声而开。顿时屋里浓郁的熏香喷涌而出。四皇子你别怕，做错事不要紧，不就是一个宫女吗？母后做主把这宫女赐给你做小侍宫女。淑妃听里面没有回应，她绕过皇后，走到屏风后面，里面只有一宫女，衣衫整齐地睡在地上，并无顾离生的身影。她转身走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对皇后道：姐姐，你就那么笃定这里面的人是我皇儿？皇后抬眸看向赵嬷嬷，见赵嬷嬷眼神坚定，皇后心里有了计较。姐姐你也别急，这事不怪四皇子，年轻气盛，谁还没有过年轻的时候啊？臣妾倒不知妹妹年轻时还有如此精彩的过往。樊贵人自知说话不慎，被对方抓住了错处，立马闭嘴，噤若寒蝉。妹妹，你也别怪蓝妹妹说话直白，她都是为了四皇子好。皇上，你说是这个理吧？快不快把那逆子喊出来！如此不知自重，成何体统？淑妃无意间瞅见门外的人群后，那熟悉的身影，一脸为难。这不好吧？妹妹，事已至此，你就想开些，毕竟是皇上的亲骨肉，皇上也不会太过责罚他的。姐姐，你就这么肯定里面的人是我生儿？这顾慕辰看着淑妃，慈母多败儿，都到这份上了，你还护着他？你把那畜生给我喊出来！皇后还是第一次见皇上对淑妃动怒，她极力压制内心的狂喜。看这情形，淑妃要失宠了。皇上息怒，四皇子养在外面这么多年，在那乡野之地，没有宫里的规矩约束，染上一些恶习是在所难免的。淑妃委屈地瞥了皇上一眼，她欲言又止的模样彻底点燃了皇上的怒气。顾离生，你给朕滚出来！父皇是在叫儿臣吗？众人一回头，看着顾离生清冷无比的容颜，都目瞪口呆。你怎么在外面？看母后说的，我刚回宫换了衣袍，见大家都往这里来，我不在外面还能在哪里？见皇上看过来的目光森冷，皇后一个机灵，一群瞎了眼的贱婢，拉出去杖毙！皇后娘娘饶命啊！都是奴婢们眼花，没有看得真切。臣妾在一旁看得真切，开始他们言之凿凿，后面归结于眼花，这如何也是说不通的。
这如何也是说不通的。开始是赵嬷嬷来大殿禀报的，是吧？赵嬷嬷是皇后娘娘身边的老人了，这事儿非同小可，最好彻查清楚，可别冤枉了皇后娘娘的赵嬷嬷。是啊，这可是污蔑皇嗣的大罪，不查就杖毙了，于理不合呀。皇后娘娘刚才一口一个四皇子染了恶习，把我生儿说的那样不堪，臣妾羞愧的无地自容。这事儿还请皇后娘娘还我生儿一个公道。把人带下去，我会亲自审问，定会给淑妃妹妹一个说法。这时四喜赶了过来，见主子安然无恙，他才松了一口气。皇上错怪了顾离生，他看着门外那风神俊朗、面如寒霜、让人难以亲近的儿子，面露愧色。都押去慎刑司严加审问。娘娘救命啊！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拖下去！瞬息间，几声砰砰砰的撞击声，还有惊呼声，宫女血溅当场。看着那几个宫女都倒在血泊中，皇后暗暗地松了一口气。皇上，这里面还有一个宫女，可别让她自尽了。可别让她自尽了，带下去盘问。说完就拉着淑妃往外面走去。顾离生势单力薄，既然皇后那么关心他的下半身，他不回敬一下，那岂不是太失礼了？盛云峰和佟长风见皇上走远，对顾离生道：“就这么算了？我刚回宫，如履薄冰，得步步为营，咱们就不明着了。在这吃人的四方天地，四殿下自个儿多保重啊！有用得着属下的地方，四殿下尽管吩咐。”顾离生心里一热，他们这是在担心他，也是在支持他。他抬头远眺，目光清明。我在宫里自保还是没问题。临走时，苏儿送了我不少宝贝。盛云峰心想：我吃饱撑的，居然担心起这厮来。童兄，咱们还没吃饭吧？盛云峰还不等佟长风回过神，拉着他就大步流星的往南宾席方向而去。殿下都是奴才大意了，才让殿下差点着了别人的道。和你无关，这个坑我不跳，还会有下一个坑等着我的。淑妃回到宴席，见大家都坐着不动筷子，她指了指佳肴，对德妃道：“姐姐，你快吃一点，都快冷完了，快冷完了。”就你心大，儿子都差点被人算计了，你还吃得下饭？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娘俩早就碍了别人的眼，我已经习惯了。皇后在上手，如坐针毡，她心里实在没有底，不知道赵嬷嬷安排的谁和那宫女接的头。半个时辰后，锦衣卫的首领走了进来，他还来不及行礼，皇上腾地站了起来。免礼，审得如何？是什么人要对四皇子下手？长秋宫的宫女招了，说是今天偏殿当值的一个宫女让他去的，有人许诺他事成后就可以留在四殿下身边做小事宫女。长秋宫不就是兰姐姐住的宫殿吗？兰贵人后知后觉地反应了过来，她连忙起身跪了出来。皇上明鉴呐，臣妾可没有要害四皇子的心思，快让那贱婢把事说清楚，是谁所使他干的？慌乱过后，他抬头看了一眼皇后，臣妾就一个小小的贵人，哪里有权利给四皇子安排小事宫女？皇上示意锦衣卫统领把话说完。屋里的衣服上有催情香，屋里的熏香炉里残留了一点催情香的灰，灰已经有人动过的痕迹。残留了一点催情香的灰，灰已经有人动过的痕迹。真是一群饭桶，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还被抓住把柄。四皇子还未到束发之年，就这么急着毁了他。说完，他侧脸看向皇后，这做法实在是歹毒了一点。是偏殿当值的宫女如何交代的？可惜她也在偏殿撞柱而亡的宫女里面。皇上，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崔庆香，属下带人去后宫搜查吗？不必了，你下去吧。他又看向淑妃，语气柔和了几分。爱妃，这事你怎么看？生儿也是皇上的儿子，臣妾相信皇上会为他主持公道，一切但凭皇上做主。你可有什么要说的？臣妾冤枉，请皇上明察。臣妾没管教好长秋宫的人，这是臣妾的不是。既然知道错在哪里，回宫好好调教自己宫里的人吧。没有得猎，不得出长秋宫半步。谢皇上恩典，臣妾认罚。就在皇后以为这事儿与自己无关的时候，皇上看着他问道：朕如果没记错，在偏殿的时候，皇后说要为生儿赐小氏宫女，朕没记错吧？朕没记错吧？臣妾想着木已成舟，就想遂了四皇子的意。臣妾够了！你当朕是瞎的不成？从即日起，你也回宫反省吧。没有朕的命令，若擅自走出交房殿，那就一去冷宫吧。看似不重的惩罚，在这前朝喊着换太子的关键时刻，对皇后来说是要命的。顾离生回宫后，还没来得及去拜见过任何一个人。晚上后，他破天荒的带着史公公往东去，说是去拜见太子哥哥。史公公见他两手空空，
再次确认道：“四殿下，咱们真的是要去拜见太子吗？”没错，宫里你熟悉，前面带路吧。皇上下午才让人送了那么多的赏赐过来，他居然空着手去拜见太子，乡下回来的就是小气。到了东宫，臣弟回宫没几天，对宫里的人和路都不甚熟悉，特地让史公公带我过来拜见太子哥哥。四弟有心了。然后东宫里的宫女上了茶，兄弟俩喝了一杯茶。就在太子转身去看宫女递瓜子的时候，顾离生手指轻轻一弹，一颗白色药丸悄无声息地落进太子的茶杯里，转瞬就融化得无影无踪。四弟啊，尝一尝这瓜子儿，是我托人去宫外买，是一家叫桃花坞的糕点铺子里的，可好吃了。宫里的御厨都做不到这么美味的瓜子儿啊。顾离生微微一笑，他捻了几颗尝了尝，是挺好吃，太子哥哥多吃点。顾离生静静地看着太子嗑了半碟瓜子儿，又把茶杯里的茶水喝得干干净净的，他才端起面前的茶杯一饮而尽，恭敬地给太子行礼告辞。有了春日宴会那一天的前车之鉴，长信宫的宫女也歇了心思，本分分地做着分内的事儿。这几日，太子担心皇后，忧心成疾，去往东宫的御医是一波又一波。皇上见考试的日子迫在眉睫，他召来太医院的院手过来问话。张院手，你说说吧，太子他究竟得了什么病？怎的都好几天了，你们都没人过来给我禀报。皇上，这太子他是不举，本以为他是心情不佳，过几日就会好的，谁知道……说什么？太子内伤出了问题？说什么？太子内伤出了问题？你细细道来，太子究竟因为什么才如此的？这种症状有什么药好得快？我让人去库房找一找。太子说他前2日还有一些兴致，这2日他逐渐没了那方面的冲动了，这该用的药啊都用了，可太子他还是不行啊。下去吧，你和御医们再研究一下药方试试。太子身体过胖，张院手曾经都劝告过太子让他少食，这样下去会影响子嗣。张院手退下，顾慕臣让海公公去东宫传口谕，让负责太子膳食的人给太子减少膳食的供给，如果谁敢擅自做主多给太子食物，杖责50。太子妃使出浑身解数，还往太子屋里送了2个姿色姣好的宫女，太子的病也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太子妃进不了交房殿，她隔着宫门把太子的事儿向皇后哭诉了一通。太子这事是关系到皇嗣，你不但不捂着，居然还大张旗鼓的去找太医院，你是嫌前朝请废太子的理由不够充分？母后，我以为他只是一时体虚，以前太子偶尔也有心律不从的时候，我想着还是让御医开个方子服用2天就好了，谁知道这次……够了，记住，太子的病不药而愈了。母后见太子妃沮丧，皇后眼里闪过一丝算计。别慌，等我解了禁足，母后会从宫外找人进来给太子医治的。第2天，张院手火急火燎地带着一群御医前往东宫请脉。刚进殿门，东宫的管事太监笑嘻嘻地禀报道：“院手大人请回吧，咱们太子身体已经大好了。昨夜新开帘的2位宫女伺候的，闹腾了半宿呢。”张院手听闻，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这几天众御医的努力总算是没有白费。太子神情蔫蔫地斜躺在软榻上，任众御医挨个的请脉。请脉后，张院手看向众人：“依你们看，太子殿下今天的脉象如何？”御医们面露窘迫，其实他们从开始就没觉得太子的脉象有什么不妥。有御医见太子面色疲惫，就躬身说道：“太子殿下身体刚恢复，敦伦之礼还是节制一些的好。”哎呀，对，适度就好啊。太子欲哭无泪，他节制个毛线呢？太子这几天都饿得头晕眼花，走路脚都发软。太子妃还让他听母后的话，要把生病这事儿圆过去。昨夜太子妃让房里的2个宫女和他玩游戏，3人一直嬉闹到子时3刻才睡觉。这一大早还被喊起来请脉。都下去吧，本宫乏了，别有事没事的跑过来打扰本宫睡觉。交房殿里，被禁足的皇后听了太子妃的话，她坐立不安。太子这病来的也太蹊跷了。她让被一起禁足的赵嬷嬷拿了一个玉镯出来，趁送换洗衣服的粗使宫女过来的时候，让那粗使宫女去诚信殿找史公公过来。史公公来到交房殿门外，皇后焦急地问道：“那剑种最近在忙什么？东宫的事是不是他的手笔？”四殿下只去拜见过1次太子，平日里都不出长信殿。皇上和淑妃娘娘过来看了他1次。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安分的，果然是他。
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安分的，果然是他。他都拿了些什么去拜见太子？是吃的还是布料？娘娘，四殿下穷酸的很，空着手去的，奴才都替他臊得慌，哪有空着手去拜见呢？什么？他进了东宫都干了些什么？奴才可是一直盯着他的，他就在大厅里喝了一杯茶，陪太子唠嗑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娘娘，我看那四殿下与其他几位皇子还是不同，他对太子恭敬有礼，奴才啊都看在眼里了。怎么可能？那逆子眼里有狼性，我不可能看走眼。石公公见远远有侍卫过来，有人过来了，奴才告退了。娘娘您多保重啊。长信殿里，顾离生把沈云苏送给他的宝贝挨个的摸了又摸，爱不释手。阿童看着主子那如春风般的眼神，就知道他又在想念沈姑娘了。主子，你说那啥，太医们不会查出来吧？苏儿说，那是一个能改变体内一个叫激素的东西，服用1颗可管用1年之久，神仙都查不出来。沈姑娘医术高明，若这药用于净身，太监们就不会遭那个罪了。那是。顾离生挑眉看向他的衣袍下摆，你啥时候想来一颗，可随时与我知会一声。你啥时候想来一颗，可随时与我知会一声。阿童两手往腿中间一捂，殿下，您先忙着，我去给你煮杯茶过来。阿童吓得转身就跑，直到四喜送来午膳，都没见他把那杯茶煮来。一夜的绵绵细雨打落了本就快凋零的桃花。博儿，今天咱们又去哪里看诊啊？师傅，昨夜下了雨，今天就不出去了，改日天气好咱们再出去走走。沈云苏和一白骨来到大宅子里，花园里荣亲王站在蔷薇花下负手而立，听到脚步声，他转身笑着问道：丫头啊，你的药效果太好了，我现在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了，我啥时候可以回京啊？师傅，我觉得再过2日王爷就可回京静养，你觉得呢？一白骨犹豫了一会儿，上前一步，他拍了拍顾慕安的肩头：居安呀，这次回京你就自个儿去吧，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交给徒儿，我就不陪你回去了。你确定你有很多东西还没有交给苏丫头？我怎么觉得你是来这儿拜师的呢？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我是从苏儿那里也学了一些东西，可我还有易容术都还没来得及交给徒儿啊。师傅，你还会易容术？那是当然的，我曾经救过一个江湖侠士，是那人教我的。出门在外，多学一点东西没坏处。再说，我还打算带徒儿去药王谷，他给你解毒的那个药丸，在药王会上去拍卖，那可是能拍出天价的。顾慕安一噎，怀疑自己拿的那谢礼是不是太寒酸了。沈云苏知道了有药王谷拍卖的事儿，他激动不已，他早就把空间里的瓶瓶罐罐清点了好几回。师傅，药王谷的事儿往后推一推，你不是说现在药王谷改成了每1年都有拍卖会了吗？还是我让师姐从3年1次改成每年1次吧。这几年没什么好东西出世，改一改或许有意外收获。今年8月我家二哥就科考了，我得提前进京。药王大会的日子也是8月，今年是不行了。我觉得啊，苏丫头说的对，药王大会啥时候去都可以，又不急着用钱。丫头啊，你需要银子就用你师傅那块玉牌去我的钱庄取，你说取多少都行，没人敢不给你。师傅，咱们今天不讨论药了，就学易容术吧。行，我去把秦钟喊过来。一白骨去屋里拿了一个包袱出来，他拿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工具。沈云苏看师傅把工具摆开，他大概能认出来一些。一白骨指了指用牛皮纸包起来的透明物，这个东西是人皮面具，是我从一个海商手里买过来的，据说这玩意儿是海的另一边的东西。沈云苏内心暗暗吃惊，难道这个地方也有出产橡胶的地方？沈云苏全神贯注地看师傅在秦钟的脸上倒腾，不一会儿，一个年约30多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他面前。秦钟看着镜中陌生的人，对一白骨佩服得五体投地。医生，你这手艺我也要学一学，我不能老是一个模样啊，让人看出来我是4殿下的人。可以，都交给你们，你去把脸洗了，我再给你画一个老者。秦钟出去打水洗脸的时候，你是谁？你怎么进来的？皇婶，是我是秦钟。皇婶，是我是秦钟。放你娘的狗屁！别以为你偷了阿忠的衣服穿，还学阿忠的腔调说话，就能糊弄过去。你进来之前也不打听打听阿忠才多少岁。面对闻声赶来的2个厨娘，秦钟后退一步，用手护着脑袋，他哭笑不得地解释道：皇婶，我真的是阿忠，我脸上是化了妆的，我就是过来打水洗脸的。快去喊阿忠过来，这个老贼还想狡辩，看我今天不打死他！说着，木棍就劈头盖脸地砸了过去。沈云苏听到厨娘的喊叫声，他跑出去的时候，又看见王婶手拿木棍追着阿忠围着院里的荷花池跑。石姑娘
娘救我！皇室不相信我的话。一个厨娘一脚踢在他屁股上，扑通一声扑进了荷花池里。苏苏，你看这老东西是不是邻村来的毛贼？居然还冒充阿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那副老脸。就是，肯定是附近的人才知道咱们府里没多少人，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进来的，是不是阿忠进来的时候忘了关耳门了？沈云苏看着阿忠在荷花池里扑腾，他笑得捂住肚子道：皇上，他真的是阿忠。皇上，他真的是阿忠。阿忠扑腾了几下就站了起来，皇婶一看目瞪口呆，他一脸懵：你真的是阿忠？这是怎么回事啊？皇婶，你怎么就不相信我？我和苏苏姑娘在跟着医生学化妆。是易容术，就是你看到的那样，改变容貌。实在对不住啊，都是婶子眼拙，主子不在，你快去温泉池里泡一会儿，别着了凉。医生的易容术出神入化，不怪皇婶，就是主子在这里，他也未必能认出我来。一场乌龙后，阿忠学起来更用心了。一白骨见两人都学得差不多，让他们自己回去再练一练。沈云苏已经收到了爹爹的回信，他说三哥哥不在京城，至于具体去了哪儿，他也不是很清楚，只说他出京的时候是带着沈文虎一起走的。清晨，沈云苏匆匆用了早饭，就往大宅子而去。丫头，你慢点跑！今天多练了一会儿功，差点错过了宋王爷一程。丫头，记住啊，荣亲王府的大门呐，永远都为你敞开的。回京城记得到府里来玩啊！回京城记得到府里来玩啊！好的好的，我肯定会去的。徒儿，上马车吧，咱们去采药，顺道送王爷一程。越来越不会说话了，你就不能说为了送我一程，顺道去采药啊？一样的，一样的，居安又不是别人，我何须客气。马车上，一白骨一遍又一遍地啰嗦着，让他回去要注意什么。有沈云苏在场，他很隐晦地提醒：大病初愈，身体恢复需要10日，别多见客，尤其是侧妃。阿锦放心吧，侧妃啊是皇上亲赐的，我得好好供着啊。不一会儿，一白骨指着远处的高山：举安，你别急着赶路，路上注意休息。我们到了，你们看，我们今天去那里采药，顺道看一个故人。王爷慢走。去吧，咱们很快就会又见面的，记住，回去仍然装病。沈云苏看向远处的山，他十分认真地说道：师傅，咱们今天是去看望故人，顺道采药，记住了。为什么？我本来就是为了采药才去的。沈云苏心累，师傅太直男癌了，这情商堪忧啊。师傅，朋友也是需要哄一哄的。沈云苏摇了摇头，自顾自地往前走去。一白骨快步跟上。没事，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这性格，不用哄。算我白说了。沈云苏边走边看，这里好像离杜家村不远了。师傅，你要见的故人不会是一个尼姑吧？沈云苏心里猜测道。听说杜家村的人把杜文秀送到了附近的尼姑庵，难道就是这里？徒儿就是聪明，我都还没说你就猜到了。我以前在这里来采药，给尼姑庵的人看过诊，所以有一些交情。每次到这座山采药，我都会在这里去吃斋饭。师徒俩聊着天，很快就到了半山腰的尼姑庵大门。沈云苏不想看到杜文秀，以免尴尬。师傅，你去和你的故人打个招呼吧，徒儿就不进去了。一白骨不知道杜文秀的事儿，他抬头看了看天，时辰还早，咱们进去歇歇脚，再去后山采药。行吧，师傅，你去见师太，我自个儿在里面溜达一圈。好，等会儿门口见。沈云苏走了2步，停下脚步。庙宇不大，隐约有木鱼声和念经文的声音从正殿里传出。他顺着杏黄色的院墙往前走。大姐，是娘让我过来拿银子的。你现在吃住都在这个庵里，要那黄白之物做什么？姊妹，你回去与娘说，以后你们就当我死了吧。我已经遁入空门，本就断绝了前尘往事，别再来打扰我了。沈云苏探头望过去，只见一株菩提树下站着一身素衣的杜文秀，还有一身锦衣大半妖娆的杜文雪。大姐，你别说的那么绝情，若不是你名声扫地，我怎么可能委身于那个和爹都差不多大的人为妾？阿弥陀佛，施主回去好好过日子吧。绣金坊的老板对你不薄。别废话，听说文虎给你带银子来了，你快交出来，我带回去孝敬爹娘，你就在这里安心修行。沈云苏正准备悄悄离去，只听杜文雪说道：你以为我是真的想做那老东西的妾吗？我都还没有给他我的身契，还算不得他的妾室，我不过是和他逢场作戏罢了。等我从他那里捞够了银子，我就去京城。你要干什么？你可不准去打扰我文虎的安生日子。京城里我又没有别的亲戚，我不找他去找谁？等我在他那里落了脚，我就在京城散布我是沈云峰未婚妻的事，看哪一家闺女敢把女儿嫁给他，他毁了我，他也别想好过。
滚！你给我滚！你把我害成这样，还想去害文虎？你还是人吗？还有云峰，别人从来都没正眼看过你，你还揪着别人不放，也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了锦绣坊老板的妾的，不都是你算计来的吗？你还有什么可委屈的？沈云苏听他又提起大哥，他凤眸微眯，既然他嘴臭，那就让他闭嘴吧。他做不到随便杀人，可要他闭嘴还是很容易的事儿。杜文雪毫不在意地捡起地上的银锭子，真是小气，才20两。大姐，听说沈家现在可有钱了，姐夫和一个官家小姐成亲了，我不信文虎才给你带20两银子回来，都是托你的福，云芝才能娶到官家小姐。大姐，你再给我一些银子，我就去帮你出气，等我进京后，看我不恶心死他们。等我进京后，看我不恶心死他们。杜文雪想想就高兴，她看着杜文秀一脸憋屈，她指着他哈哈大笑起来。他感觉嘴里像是进了一只苍蝇，他用攥着银子的那只手捶胸猛咳了起来，然而什么都没有咳出来。他朝杜文秀喊要水漱口，可他张了张嘴，除了咿呀声，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他急得把手里的银子一扔，就朝院里的井边跑去。他来的时候正好杜文秀在洗衣服，他蹲下把木盆里的水接连捧了好几捧，漱了口，还喝了几口，可一张嘴除了喉咙有麻麻的感觉，什么也说不出来。杜文秀呆愣在原地，他不知道杜文雪又在唱哪一出戏，居然他也有扔银子的时候。断墙的另一头，那抹娇俏的身影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去，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白骨从正殿出来的时候，沈云苏已经在大门外等着他了。徒儿站得怎么样？这个寺庙不大，可环境很幽静的。徒儿站得怎么样？这个寺庙不大，可环境很幽静的。挺美的，今天算是开眼了，是个休闲的好地方。到了后山，沈云苏负责采叶子，一白骨就用采药的小锄头挖根茎。这里金银花很多，沈云苏采了一大包。师傅，差不多了，咱们回去吧。师太让我们吃了午饭再走，我都答应了。你休息，等为师把这颗何首乌挖出来。沈云苏无语望天，他不知道如何与师傅说，他不想见到那里面的人。最后他还是硬着头皮的。不瞒师傅，这尼姑庵里有我不想见到的人，还有一只臭乌鸦，我让他闭嘴了。师傅听你的，咱们这就回梧桐村。尼姑庵里，杜文秀看四妹咿咿呀呀了好一会儿，他明白他是说不出话了。阿弥陀佛，善恶终有报，施主你犯口孽太重，是佛让你闭嘴。杜文雪回去后，锦绣坊老板哪里能要一个哑巴做起？他给了些银子，就打发他出府。后来杜家人仍然把他也送到尼姑庵修行赎罪。杜家人仍然把他也送到尼姑庵修行赎罪。丞相府愁云惨淡，乌云密布，一场冷清的喜宴。宇文香如匆匆地嫁给了武明一，郡主写给远在南疆边界在南寺做知州的儿子。宇文修遥的戏如石沉大海，看着在屋里焦急地坐立不安的郡主，嬷嬷安慰道：郡主，您别急，或许是二公子忙于政务，没看到您的信。老东西，你就别安慰我了，我能感觉到修遥他早就抛弃我们了，我和他之间只差一张切结文书了。早知道如此，我当年就不该放他走那么远，他这一走呀，就没有为家族出力的心了。郡主，要不老奴陪您走一趟？没有二公子的助力，丞相大人孤掌难鸣呀。娘，不用去。他走到桌边坐下。娘，我刚从外面回来，我联络好了萧太师，让他鼓动他曾经的学生到宫门外给皇上施压。我还联络了一些学院山长，到时候他们都会带着书生们去。我就不信皇上不忌惮书生们的口诛笔伐。要换太子没那么容易的事儿，还是我红儿有办法，等尘埃落定就尽早下手，别再给他翻身的机会。娘，没那么容易，他已经把妹妹禁足了。他看了嬷嬷一眼，嬷嬷躬身道：我去拿一些热茶过来。见嬷嬷出去，他才说道：娘，太子身子有恙，他不中用了，咱们要早做准备，不管府里哪一个侍妾有孕，都要封锁消息。将来香荣屋里的2个姨娘都没有动静，你让管家把我身边的2个大丫鬟都给他送过去。儿子这就去办，我再送2个丫鬟给他。娘放心，3000营里的事不多，香荣他回家的时候多，咱们还是有机会的。将军府里，燕南巡回去后，没有皇上的旨意，他也没进宫，每天就在家练练功。他带着阿江满京城的吃吃喝喝。这一天，他路过一家叫沈氏家居馆的铺子，他驻足观看良久。阿江，你还记得沈云竹吧？少爷，
这名字奴才好熟悉啊，可又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沈姑娘的一个堂兄，记得吧？咱们远远看过。你看铺子里的那个人是他吗？你看铺子里的那个人是他吗？阿江往前凑了凑，只见一个面容清秀的男子正低头雕刻着一块木头。少爷，好像是沈姑娘家的人。奴才听林千户提起过，他是沈姑娘二叔家唯一的一个儿子，他就是学的木匠。后来他被白县令家的千金看中了，再后来就离开梧桐村进京了。燕南巡低头整理了一下衣袍，那我过去打个招呼，说不定啊，咱们以后都是亲戚呢。阿江扶额，哎呦，宫里的那位一直虎视眈眈的，如果他成了，可不就是亲戚了？沈云竹完全没有注意有人走了进来。沈兄，好久不见了。沈云竹一抬头，见一个陌生的面孔，他愣了一下，很快就调整好惊讶的表情。兄台，这是？我在梧桐村的大宅子里生活过，我叫叶南巡，顾离生是我的表弟。我听说过离生少爷。燕南巡一滞，感情他还不知道顾离生是四皇子的事儿。沈兄真是神功鬼斧啊，这些家具一看就价值不菲。就是，沈少爷真是大才。这些啊都是妹妹的功劳，我在外漂泊那么多年，从来不敢想有一天还能有一个自己的铺子。这些家具啊，好些图案和样式还是妹妹画给我的。沈姑娘以后可有福气了，有你这么手巧的堂兄，她的嫁妆家具可都不用愁了。那是当然，沈姑娘的紫檀木寿还在梧桐村了，用紫檀木做家具，那可是倍儿气派了。不瞒燕少爷，我也正犯愁呢，妹妹的嫁妆家具我肯定得亲手做的，可我现在忙得抽不开身，等忙过这一阵儿，我再找人去梧桐村把紫檀木拉进京城来加工。小事一桩，搬运紫檀木的事儿就包在我们身上。我们将军府里人多，又有马车，正好啊，我最近闲着也是闲着。这不好吧？哎，沈兄别客气，我和沈姑娘青梅竹马，在梧桐村的那几年，我们一起上山打野味，下河摸鱼，咱们的情谊啊。燕南巡的话还未说完，阿江在他后背戳了一下，他嘿嘿笑道：“嘿嘿，是我家少爷下河摸鱼，沈姑娘在河边看着呢。”燕南巡这才醒悟过来，哪有女孩子下河摸鱼的？他这一高兴，很快就把苏丫头说成野丫头了。哦，对，苏丫头站在河边给我助威呢，那就有劳燕公子了。车马费我还是会给的，既然你和我妹妹是好友，等我妹妹招婿的那一天，一定会请你过来喝一杯喜酒。这是何意啊？沈兄怎的说苏丫头要招婿？她啥时候定人家了？我们怎么不知道？没定人家，咱们沈家唯一的妹妹，怎么可能让她嫁出去？万一别人欺负她怎么办？燕公子，你说是这个理吧？沈兄说的是。他心里暗暗腹诽，就你家那个苏丫头，谁欺负谁还未可知呢。说定后，他带着阿江告辞出了铺子。出来后，阿江回头看已经走远，他问道：“少爷，你真要入赘沈家？”这个时候说这个还早，紫檀木比不得其他木材，做工精细。沈云竹又忙，不可能天天都做他的嫁妆，一套家具做出来，说不定就是2-3年之后的事儿。再过3年我就去提亲，后面再商议。阿江这会儿也信心满满了，四殿下再滑头，他一个皇子也不可能入赘沈家。可他们少爷不同啊，家里还有大少爷，还有姨娘生的孩子，将军府少一个二少爷也没什么。少爷别灰心，你入赘沈家，奴才愿意跟着你做陪赘奴才。阿江，沈云竹那个铺子都塞满紫檀木的木粉，都是金贵，若搬去他们加工坊，这恐怕不合适啊。还是少爷英明，听说那个树老值钱了，太招人眼馋了，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才行。不行，这个事儿啊，必须让表弟帮忙。我以后娶了苏丫头的时候，他可是要做伴郎的人。长信殿里，顾离生一个喷嚏后喊道：“难道是苏儿在念叨我了？”殿下快披上，别看外面阳光明媚的，屋里啊还是挺凉快的。沈姑娘可是说了，这季节是叫啥？那个啥流感季节。不用穿，你去给我添些热茶就行，说不定是有人在惦记我了才打喷嚏的。殿下喝一盅燕窝，也休息一会儿吧。就放这吧。殿下，明天就是考试的日子了，您可要好好的补补啊。听说太子殿下最近清瘦了不少，晚上还和宫女闹腾到子时呢。大晚上的闹腾什么呀？就那事儿，皇上啊，让人减去他的食量，看来还是有用的。听东宫的小红给奴才说，到了晚上啊，太子可精神，可是白天就跟个没了魂的人似的。那事儿是啥事儿？哎呀，就那事儿，周公那事儿。你是说太子夜夜笙歌？对，还是阿童书读得多，奴才都不知道怎么说那事儿呢。阿童看向主子，眼里那想问的话呼之欲出。见主子嘴角噙着笑，他又问四喜：“小红晚上在伺候太子？”哎呀，不是，小红在寝殿外值夜的时候听到的。太子妃呀，也不拈酸吃醋。太子肩负皇室子嗣，理应辛苦一些。
四喜退下去后，阿童不确定地问道：“殿下，那药不会是没起作用吧？”阿童，你已经到了束发之年了吧？也才束发1月有余啊！从今晚开始，我让门外那2个偏殿去伺候，让你也来个夜夜笙歌，让你试试能坚持几日。主子，这可使不得呀！奴才这小身板，那可是会要了奴才的命啊！你也知道这是要命的。主子，你是说他虚张声势？主子，以后可别吓唬奴才了，奴才胆小啊！你还胆小？你都敢质疑苏儿的东西了？记住，以后我叫苏儿的话就是圣旨，不许有一丝怀疑。阿童见主子那不怒自威的神情，他硬生生的把那一句沈姑娘啥时候是殿下家的了给咽了回去。话说急性子的燕南巡，他火急火燎的在街上雇了一辆马车，就往宫门奔去。顾离生刚写完一篇策论，他站起身，伸伸胳膊，又扭了扭脖子。他活动了一会儿，他准备去长信殿的小花园里走一走。刚走出书房，就见四喜面带笑容，眉开眼笑地向他走来。四殿下，你猜谁来看你来了？顾离生挑了挑眉，这个时候谁会来看他？唯恐避之不及差不多。见主子疑惑，四喜乐滋滋地禀报道：“是表少爷，表少爷求见。”请，快请他进来。顾离生忙不迭地说道，他正需要跑腿的人，这不就自己送上门来了，真是心想事成。苏儿的祝福就是灵，有了燕南巡，今晚就不用翻宫墙了。表弟啊，好久不见了，你还是挺想我的嘛？啊，四殿下好，快泡壶好茶过来。阿童无言。从住进长信宫的第一天，内务府送过来的只有一种茶。四殿下这时逗燕少爷玩呢，我去准备开水。阿童，你在宫里习惯吗？阿童能说什么？他能说天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的，梦里都是歌淡淡的场景，半夜被惊醒？还行，宫里规矩多，没有在梧桐村那么自由。那就好，我和少爷也挺好的。两人走向茶水房，有说有笑的诉说离别后的一些见闻。书房里，顾离生拉着燕南巡坐在书桌前，一句客套的话都没有说，就直奔主题道：“你来的正好，我正有事需要人帮忙呢。”殿下吩咐吧。老哥呀，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没那么严重，你帮我送一封信，还带一些东西就行了。转过头去。你欺人太甚！燕南巡嘴里抱怨着，身体还是诚实的扭到了一边。你写给哪位姑娘的？不说清楚，我万一路上弄丢了就不好了。高管家，燕南巡听到他折叠信纸的声音，又把身体转了回来。又不是写给姑娘，你搞得这么神秘做甚？他没有地址，你照着地址去找人。如果高管家没在，你找到安一，把这些给他都一样。表弟啊，你的事儿我帮你办了，我还有一个事儿得麻烦你，你是不是也该帮一帮我呀？有什么需要帮的，你说吧。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想借你的地盘用几年。别遮遮掩掩，说实话，我都答应你。燕南巡给阿江抬了抬下颌，你来说。阿江眼睛咕噜噜的一转，他躬身一礼道：“这事儿得从今天在街上看到沈氏家居馆说起。沈姑娘的堂兄是那里的老板，他正在为沈姑娘手里的那棵紫檀木发愁。哦，愁什么？说来听听。沈公子想帮沈姑娘提前把嫁妆做出来，我们答应帮着去梧桐村搬运到京城来，可那个东西金贵，没有地方放。这事简单，我让你送信的地方还有很多院子空着呢，你去安排就行了。还是表弟对我好，以后啊。这不问题就解决了吗？是，受人之托，助人之事，总算没有辜负沈公子的信任。见四殿下表情没有异常，阿江抹了抹额头。我的个神哦，好险啊！他不敢想，若四殿下知道了少爷要请他喝沈姑娘与少爷的喜酒，会惹来怎样的雷霆之怒？少爷，你看天色不早了，咱们还是……燕南巡起身抖了抖锦袍。那我就告辞，去给你办事去了，不用送了啊。回去吧，给外祖母和家人们带个好。我很好，不用担心。等过一段时间，我再去看他老人家。表少爷，让奴才送你。几人还没走到长信殿门口，四喜追了上来。阿童，你回去吧，让我去送燕公子。阿童，你回去吧，让我去送燕公子，我熟悉路也更方便。经四喜一提醒，阿童吓得连忙收回要迈出去的脚步。是啊，殿下说过，让他最好别出长信殿，万一出去冲撞了哪一位贵人，若被有心之人利用，他那玩意儿就真的不保了。阿童，一起嘛，我还想和你说说话。那就有劳四喜公公了，我还是快去伺候殿下吧。阿童一边说，一边转身就往回跑。有劳公公带路了。阿江看着逃也似的往回跑的阿童道：阿童真奇怪，进宫后变得神神叨叨的。四喜笑了笑，没有解释。他当然知道阿童在怕什么。阿童回了书房，见主子淡定地拿出棋盘，自己一个人对弈。主子，你不觉得今天表少爷怪怪的吗？他要做的事正合我意。等过些时日能出宫了，我让高管家再去买一些红布备着，红木做嫁妆，喜庆。奴才是担心表少爷捷足先登啊。他白费心机。殿下，他在宫外自由，更有机会。那就找机会把他也弄宫里来。一出宫门，南巡高兴地跳了起来。阿江警惕地往四周扫了一眼。阿
江警惕地往四周扫了一眼。少爷，以后你在四殿下面前还是兜着点儿，他可狡猾了。奴才早就看出来了，他看沈姑娘的眼神都不一样。放心吧，他的亲事他做不了主。沈姑娘最烦三妻四妾的，只有我可以做到一生一世一双人。阿江还想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他还是咽了回去。不过你提醒的很对啊，那个黑心肝的，若是知道的太早，肯定得和我翻脸。我得等到生米煮成熟饭的时候才会告诉你。哎呦，少爷，你可别乱来啊！且不说沈姑娘还小，就是她手里的那些瓶瓶罐罐，就够你喝一壶了。阿江急得额头冒汗，主子太大胆了，居然想继承事实。你想哪里去了？我是说呀，我和沈姑娘定亲之后再告诉她，这还差不多。信件交给暗一后，燕南巡就忙着回去，准备回梧桐村的事儿去了。直到夜幕降临，高管家才回来。高管家看完手里的信，然后就朝安置武阶们的那个偏院走去。殿下让他做好准备，他估计丞相不可能就此罢休。第二天，乾清宫的大殿里，皇上和大学士，还有翰林院院首和几位肱骨大臣亲自坐镇，看着皇子们考试。大殿中央，皇子们一人一座，都埋头认真答卷。大殿里安静的落针可闻。太子无精打采的着下巴，偶尔还抬头看一看其他皇子们，直到他见皇上黑沉着脸瞪着他，他才提笔写了起来。顾离生端坐在桌前，气定神闲的写字答题。正在他写得酣畅淋漓的时候，殿外跑来一位公公，他火急火燎地喊道：皇上，不好了，宫门口来了好多书生，请愿谏言呐！父皇，来的是书生们，那可是北冥之栋梁，儿臣陪你一起出去看看。拖出去，不准让任何人靠近。皇上三思，真身学子是北冥之脊梁，朝廷之栋梁，若寒了学子们的心，对北冥影响之深远，不可估量啊！坐下，继续答卷。他又冷冷地看了宇文丞相一眼，一切等考试后再议。宇文丞相开始怀疑过乡下回来的顾离生会不如太子，可开卷没一会儿，他就看出了端倪。顾离生比其他的几个皇子都写得更快。顾离生放下笔好一会儿，海公公看沙漏里的时辰一到，他尖细的声音响起：时辰到，时辰到！你们先回各自的宫殿，朕亲自阅卷后，再让人去通知你们结果。等到最后一个皇子离开，顾牧尘对万大学士和翰林院的人吩咐道：各位爱卿，先阅第一遍吧。丞相大人和太师也去看看吧，看看平时诗词歌赋和策论都不输给其他人的太子，今天发挥的如何了？听到皇上的话，太师和丞相面面相觑，额头汗水不受控制的往外冒。为了公允，你们都一起看看，一起监督今天的阅卷是否有偏颇。太师走到太子的座位前，看着那零零星星的答题，又走过其余的皇子做的试卷，他都知道这一次彻底露馅了。大臣们都看过一遍后，都龟缩在一边。皇上睨了众人一眼：众爱卿以为如何？这就是我北冥未来储君的文采。臣以为这次考试优劣清楚，很好辨认，尤其四殿下的试卷，无论是45经还是策论文章，都是上上之选，可评甲等。继续说，其余的几位的都相差不大，做题工整，文采也不错，可评乙等。至于太子的嘛，我想各位大人应该都看到了，题都没有答完，策论文章一个字也没写，高低立下，各位心里自有定论。丞相和太师还有什么要说的？如此庸才，难道就因为是嫡出，就要将我北冥的大好江山交到他手里？皇上三思啊！太子这段日子节食，走路脚都发软，或许是饿极了，精力不济，才导致今天发挥失常。太子平日里中规中矩，望皇上看在太子对皇上一片孝心的份上，再给太子一些时日吧。求皇上三思啊！太子平日里的成绩都不是这样的，定是丞相大人说的那样。求皇上再给太子一些时日。皇上三思。皇上冷冷地看着他们，眼底布满寒霜。北冥地大物博，非普通才能之人能够驾驭。为了不被周边邻国蚕食，理应选有才之人居之。皇上，请三思啊！关爱卿和万爱卿都言之有理，朕决定。顾牧尘停顿了一下，他扫视了众大臣一眼，最后回头对翰林院的编修说道：爱卿拟旨吧，从即日起，太子顾离墨凡才浅识，出力庸才，不足以担当北冥之储君，废除顾离墨的太子之位。皇上，宫门口还有那么多莘莘学子，这事
如何给他们交代呀？封顾离墨为端王，赐府邸一座，着其即刻搬出东宫。他回头看了海公公一眼，海公公会意，他躬身道：奴才这就让内务府马上去办。慢着，他指了指大殿桌子上的考卷，都贴宫门口去吧，让莘莘学子们看看他们今天来为什么样的人谏言的。皇上，这使不得呀，这可是皇家的脸面呀。刚才爱卿不是让朕给学子们一个交代吗？朕这就是给他们的交代。皇上不可啊，这试卷贴出去，端王他以后如何立足啊？海公公站在试卷旁，等着皇上最后的发话。朕废除太子，两位爱卿不是不服吗？那就让大家一起鉴别吧。朕有眼无珠，错选储君，朕有错在先。明天早朝，朕再颁布罪己诏吧。皇上不可呀！皇上何罪之有？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既然众爱卿觉得朕没有错，那这是谁的错？皇上，请恕罪，都是微臣才疏学浅，耽搁了太子，请皇上为端王另择良师，再给他一次。够了，既然萧太师江郎才尽，那就回家颐养天年吧。皇上英明，皇上英明，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谢皇上恩典，微臣感激涕零啊！皇上，如果丞相大人对废除太子的事没有异议，这些试卷关御史就收录入库吧。皇上英明，微臣没有异议，只是这就不用入库了吧？关御史上前一步，迅速把试卷收了起来。这是废除太子的依据之一，师部有责任管理好卷宗，皇家的后人将来翻阅卷宗，才会明白皇上的英明决策和魄力。都散了吧。他还要回去好好想一想接下来选太子的事儿。见皇上离开后，各位同僚还是去宫门口看看吧，别到时候有学子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皇上责怪下来，咱们都担当不起。各位大人有请，为皇上解忧是臣子们的职责所在。老夫今天就要告老还乡了，就再陪大人们去为皇上做最后一件事吧。太师客气了，太师前面请。宫门外，书生们都围在宫门口，他们七嘴八舌的引经据典。见宫门口围了近100个书生，不知情的百姓也凑了过来。有山长见大家各说各的话，现场一片混乱，他带头喊口号道：支持太子，太子千岁千岁！书生们也跟着大喊口号，喊了半个时辰，宫里一个人都没有出来。站长大人，皇上不派人出来，咱们就是喊破喉咙也没用啊！皇上如此不把新兴学子放在眼里，咱们就是以死明志，也在所不辞。有不少的书生都闭上了嘴，他们今天来这儿都是山长带过来的，他们还要蟾宫折桂，哪能早早就去死了？人群一边停着几辆马车。老大，你看大家都喊口渴了，是不是该给大家来点茶水了？你去吧，这里一时还消停不了，有我在这里就行。于是恩九去了一个位置偏僻的医馆，买了一包泻药，然后他又跑去不远处一个卖凉茶的铺子要了一碗茶。他好心的给茶铺子老板说，宫门口有很多的人都渴得喉咙冒烟了，他就是在那边渴得不行了才过来买茶的。有老弟这消息，我今天得多赚不少银子，这碗茶呀就算我请你喝了。有100-200人之多，老板你多送些水过去，我顺道帮你搭把手吧。我有骡车，老弟帮我把水搬上车即可。趁老板去后面赶骡车的时候，暗九把泻药均匀的倒进几个装茶水的木桶里。这时宫里出来一群侍卫，站在宫门口依次排开。山长见有人来了，他又带头呼喊：卖凉茶喽，1文钱1碗，茶水不多，先到先得。顿时书生们纷纷朝后面那个卖茶水的人涌去。别急，挨个的喝啊，把铜板丢到竹篮里就行了。不到1刻钟，几个茶水桶就空了。还有没喝上的书生指着一个木盆说道：这里不是还有一盆吗？怎的就不卖了？这一盆呢，是我用来洗茶碗的。刚才都一个接一个的抢碗喝，哪里洗过碗了？这是没烧的水，我可不敢卖，万一喝的拉了肚子，我这小本买卖可赔不起大家请郎中的钱呢。没事，我们喝完肚子不怪你。丞相大人来了。大人呐，太子是一国之储君，国之根本，切不可动摇啊！皇上一意孤行，已经废除太子了。皇上不可废除太子，皇上三思呀！老夫一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还是愧对皇恩，
蒙受皇上厚爱，让老夫致仕了。皇上怎么能这样对待太师？这不公平！太师为皇上教导出来那么优秀的太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皇上不喜太子，也不能迁怒太师啊！我们要面圣，今天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就不走了。这不关我们的事啊，我们也无能为力啊！你们没用，还出来做什么？都滚回去，让说得上话的人出来。这时候，人群边走出来几个美艳的女人，她们走到宇文修红面前，盈盈一拜。参见主子。你们被……他刚想问他们被谁救走了，话未说完，就猛然回过神来，他得装着不认识他们才对呀。哎呦喂，这就是丞相大人送给那几位大臣的舞姬啊，好美哦！得如此美人，让我卖命我也在所不辞。借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老爷，咱们儿子都1岁多了，你不能因为惧怕丞相大人，就如此绝情的把妾身退回丞相府呀！你不知道，咱们差点被丞相大人……大家听着他的话，自己脑补了无数个故事。我的小心肝呀，咱们的儿子呢？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几个妖女抓起来！丞相大人好绝情啊！你把妾身买来送给了别人，现在还要把妾身抓起来。妾身一女流之辈，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吗？没错，他们在这里不影响什么。丞相大人不必为难几位弱女子。书生们面面相觑，今天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有人说了一句：哼，咱们今天被人当枪使了。顿时，书生们看着美人在侧的官吏，还有一张脸都黑得像锅底的丞相。咱们今天上当了，你看他们狼狈为奸，都不是好东西。咱们今天上当了，你看他们狼狈为奸，都不是好东西。大家都指指点点地议论了起来。乱臣贼子，祸乱朝纲，不配为人臣。突然一阵噗噗声响起，一瞬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屎味。宇文修红被熏得头晕脑胀，快叫太医出来！若是书生们死几个在宫门口，这就麻烦了。咱们在这里站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去雇些马车来，等会儿太医看过之后把大伙儿带回去。山长看着落荒而逃的丞相大，心里也暗骂自己太蠢了，他以后还有何颜面为人师表。第二天，京城里的说书先生在讲着一个关于废太子的故事，那些听说书的人不由得小声议论：难怪太子被废，原来是那玩意儿不中用了呀！哎，还是咱们草民好，不忧心大事，啥时候精神都好。不对，前段时间的那个近亲生傻子的故事，不会是真的吧？不行，你们接着听，我得回去和媳妇儿商量退亲的事。一时，京城里掀起了一场退亲热潮。丞相府里，郡主一脸阴郁地躺在小榻上。娘，事已至此，你也别着急了。我身边能用的人已经不多了，以前的那些人现在见太子被废，都避我如蛇蝎。你就这点出息，太子废了，难道你也废了？咱们本就没打算在莫尔这一带抱什么希望，现在端王妃在宫外，更利于咱们行事。娘，你是说让香容与端王妃？有什么不可以的？莫尔的身子坏了，这事没人知道。端王妃所出理所当然就是皇长孙，现在皇上正是壮年，再过10来年，皇长孙继位是名正言顺。这事太师他会同意吗？你呀，你这个死脑筋，他一个没用的人了，哪里用得着与他商量？这事儿只需要商量端王妃即可，只要他同意，这事儿就好办。要是他不同意呢？如果他不识抬举，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死一个王妃算什么？京城里有的是贵女愿意做端王妃。京城里有的是贵女愿意做端王妃。他侧脸对一旁的嬷嬷一招手，嬷嬷低头扶耳过来，他一阵耳语，嬷嬷点头领命而去。宇文修红想过狸猫换太子，可从没敢想过给皇室戴绿帽子。端王府里，端王妃萧灵儿看着如意居，心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轻松感。王妃，郡主身边的嬷嬷求见。萧灵儿心里咯噔一下，都这时候了，老妖婆还要找她干什么？是让她进来吧。不一会儿，嬷嬷进来恭敬的行礼。端王妃，老奴可否借一步说话？嬷嬷跟我来吧。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如意居，嬷嬷躬身凑近萧灵儿，压低声音说明来意。萧灵儿听得目瞪口呆，双颊通红。请王妃给端王府一条活路吧，大胆奴才！闭嘴！你这话抄家灭族都够得着了，你当我们端王是死的吗？我若有孕，他会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王妃不必动怒，端王那里自然由郡主会去说，如果你执意不从，后果你应该知道。嬷嬷见他脸色铁青，他又说道：如果别的皇子将来得势，端王妃你和小郡主都会任人宰割。他没有那个野心，可嬷嬷说的也不无道理。咱们荣将军才貌双全，比起端王强多了，
王妃，你仔细想想，老奴说的是不是这个理？你回去吧。哎，老奴这就回去安排。2天后的一个傍晚，一辆马车进了端王府。宇文香容在嬷嬷的陪同下进了如意院。萧灵儿为了不让更多的人知道，她只留了2个贴身伺候的陪嫁奴婢。梧桐村里，素娘见闺女的屋里熄了灯，她和4侍女商议着进京的行动。阿欢提议道：“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把丞相府灭了得了。刺杀朝廷命官，这样会不会影响太大了？咱们如何脱得了身？刺杀朝廷命官，这样会不会影响太大了？咱们如何脱得了身？咱们事后就直奔南疆去，不会给沈氏家族带来麻烦。没那么简单，不可轻敌。丞相府养那么多侍卫，也不是全都是吃素的，恐怕事情闹大了，咱们都出不了城门。其实当年那事儿与丞相关系不大，主谋是郡主。阿梅说的没错，丞相府也不是那么好闯的，咱们要小心谨慎，确保万无一失。让苏儿与他二伯和二伯娘一起先走一步，咱们随后再去。”素娘有条不紊地安排着。京城里，当沈继贤得知素娘和闺女就要来京城了，他高兴的连忙喊来管家阿坤：“快让你媳妇儿把内院收拾一遍，我的宝贝闺女和她娘就要回京了。”阿坤听说小姐和夫人要回来了，他转身就往厨房跑去。安排完府里的事，阿坤出了府，他去了一趟朱雀后街。夜深人静，花园里，主子，沈姑娘回信了，他们不日就回京城，快把信拿来看看。沈姑娘的回信在沈先生手里，消息是高管家对属下说的。丞相府有什么动静？最近丞相府频繁有一辆马车进出端王府，马车里的人从来没有露过面，属下经过确认得知，那是郡主常用的马车。见顾离生陷入沉思，汉一提醒道：“会不会是和郡主的生辰有关？听说再过几日，丞相府要大办宴席为郡主庆寿。不对，这里面定有蹊跷。端王可有什么动静？他经常出去烟花酒楼，听完曲就回府，从不在外面过夜。属下刚才说漏了，郡主的马车都是晚上进端王府，早上天还没亮就出来了。你和暗三找机会盯着端王妃的住处，让暗四去盯着马车进端王府后，里面的人去了哪里。”他心里有一个大胆的怀疑，可他没有说出来。他对暗一吩咐道：“外面的事由你和高管家全权处理，过几天我会找机会出宫。高管家最近在筹备百花楼开业的事，属下每晚都会来此地看看。若殿下有吩咐，可随时出来。如此甚好。”说完后，他一个飞身跃上宫墙，转瞬之间就消失在几人面前。2天后的午后，快，小姐回来了，快通知老爷！沈继贤听着小厮的喊声，起身就往外院跑去。刚跑到垂花门，就看见自己心心念念的宝贝闺女走了进来。哎呦喂，我的闺女，你终于回来了！哎呀，可想死爹爹了。爹爹，你这样揉头发会乱的。沈继贤心里掠过一丝失落。四儿也想爹爹了，这不我就催着娘亲提前进京城了。你娘呢？娘和姑姑们随后就来，最迟也不过就是晚1-2天到了。你二伯呢？他们没来京城吗？二伯和二伯娘忙着回去抱孙子，他把我送到门口就回去了。小姐，一路乏了吧？快去洗漱。洗漱后的沈云苏一边吃一边听爹爹给他讲哪些铺子盈利多，哪些铺子盈利少。总的来说，盈利都还不错。丞相府里，素娘看好了位置，几人就直奔最东边的院子而去。到了院外，阿欢把迷烟吹了进去。屋里，郡主感觉气候燥热，她心慌意乱。她看了看放在角落里的冰盆，她向小榻上熟睡的嬷嬷喊道：“老东西，把冰盆挪过来。”郡主，您刚才叫老奴干什么？老东西，快把冰盆挪过来！是不是要下雨了？我怎么感觉闷热的慌啊？郡主，太贪凉对身体不好，老奴帮你打扇。嬷嬷拿起扇子摇了起来，她一边摇一边不受控制的又打起了瞌睡。郡主正欲昏昏欲睡，5个人影站在了房里。嬷嬷只觉得眼前一晃，脖颈上冰冷的感觉让她浑身一抖。老东西，怎么不扇了？郡主要凉快吗？那自然还得去地府才是。老东西，快喊侍卫过来！还未等嬷嬷喊出口，阿梅手里的剑一划，嬷嬷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就倒了下去。助纣为虐的狗奴才，这痛快死法算便宜你了。助纣为虐的狗奴才，这痛快死法算便宜你了。你们是谁？我与你们近日无怨，往日无仇的，为何要夜闯丞相府？你确定我们无怨无仇？洛素，是你？怎么会是你？怎么，郡主很意外我还活着？你说说咱们的仇怨该怎么算？阿秋上前一把揪起他的后领，拖下床，狠狠地甩在了地上。你敢叫一声试试？圣女饶命啊！老师罪该万死，不应该听洛基的话。当年是他让丞相府派人
去见圣女，到北冥来和亲的。难道也是洛基让你把我们的武功废了，再卖到肮脏的地方去的？老钱婆，死到临头了还在狡辩。当年我们可是亲耳听到你交代给侍卫的话，若不是我们拼死冲了出去，我们早就受尽折磨而死了。圣女饶命啊！你需要什么补偿都可以，可不可以放了老师这一回？当年我也苦苦哀求过郡主，我记得郡主你的态度可坚定了。这会儿你反过来求我，你是不是觉得咱们是菩萨转世，求一求就有用了？菩萨都有不灵的时候，你作恶多端，还有脸求我们？如果圣女放我一条生路，我愿意把洛基的秘密说出来。别听他胡说，这老钱婆的话不能信。得看你说出来的东西对我们有没有用。有用，绝对有用。现在南疆的圣女是假的，洛基也不是圣女。还有呢，现在的圣女是洛基和我那不成器的二儿子的私生女，这与我何干？郡主只觉得眼前寒光一闪，她瞪大眼睛，身体直挺挺地跪着。就这么死了，算便宜他了。素娘看了一眼跪在地上那死不瞑目的人，他们刚翻出围墙，就听见丞相府里有犬吠的声音。快走，肯定是狗闻到了血腥味。沈云苏算着娘亲今晚必定会得手，他看着进巷子的路口，自言自语的道：都这个时辰了，娘亲应该快到了。都这个时辰了，娘亲应该快到了。片刻后，5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路口。素娘几人见大黄出来迎接，大黄真乖。素娘快走几步，目光下闺女站在大门前，她上去把闺女揽入怀中。别担心，娘不可能带着你姑姑们去冒险。进了屋，几人打了热水洗漱后吃了夜宵，素娘才带着他们几人去书房见沈继贤。阿梅见过姑爷，阿英给姑爷问安，阿秋拜见姑爷，阿欢拜见姑爷。不是一家人，不用多礼。怎么这么晚才到家？城门不是早就关了吗？你们吃饭了吗？父亲不用担心，苏儿已经让人给我们留了夜宵，我们都吃过了。马车一进城就坏了，我们等车夫修马车，结果还是没修好。这不，咱们就走到这会儿才到家。阿梅几人听小姐面不改色的诓着俊俏姑爷，都忍不住捂嘴偷笑。赶路都走累了，你们也去休息吧。都累了，快去休息吧。阿菊已经把你们的屋子收拾妥当了。小姐和姑爷也早点休息，今晚我们就不在屋外伺候了。什么？他们还要守在屋外伺候？这还让不让人？媳妇儿，他们说的可是真的，咱们可不要他们在屋外伺候，有他们在那多不好意思啊。好，听你的，不让他们进屋伺候。屋外也不行。听你的，屋外也不需要伺候。我与他们名为主仆，其实情同姐妹，我从未拿他们当下人看过。素娘是最好的娘子了，夜深了，咱们也就寝吧。阿梅几人出了书房，阿欢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哎，你们看到没？姑爷果然和素儿说的一样胆小。阿梅一说要去屋外伺候，她吓得脚都软了。看到了，脸都煞白了。咱们姑爷是个实诚人，以后可别再吓唬他了。好，听你的，以后我不逗他就是了。你没听见小姐哄他那语气吗？就跟哄苏儿似的。丞相府里兵荒马乱，这时候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快，郡主，院里有血腥味儿！糟了，快去喊丞相大人来。宇文修红正搂着小妾做着美梦。老爷快起床，东院出事儿了！半夜3更的，叫什么魂儿？老爷别理他们，咱们继续睡。东院那么多人伺候，都有什么事啊？宇文修红骂骂咧咧的搂着小妾又倒了下去，侍卫们直往内室闯去。昏暗的灯光下，只见郡主面容狰狞的跪在床前，已经咽气，贴身伺候的嬷嬷倒在地上的血泊里。快去通知老爷，郡主和嬷嬷静脉被割断，都是一刀毙命，分2路人出去追凶手。管家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侍卫的话，他脚下一软就跪了下去。他冷汗涔涔，郡主被杀害，他这个管家脱不了干系了。丞相很可能迁怒于人。管家再次来到宇文修红歇着的那个院子。老爷，出大事了，郡主她被害了。宇文修红忙不迭地跑了出来，他声音颤抖着问道：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老爷，郡主她被人杀害了，都是奴才疏忽，不该听郡主的话，把侍卫全放在前院，奴才罪该万死啊！他看到母亲和嬷嬷奇怪的死状，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双手捂脸，失声痛哭。快让人过来，把郡主安置在大厅去，我出去看他们有没有找到凶手的痕迹。惊恐后的管家开始吩咐小厮和奴婢们准备郡主的后事，然后他又亲自跑去京兆尹报官。得到消息后的京兆尹亲自带着衙役们在京城里的大街小巷搜寻，整整一夜一无所获。顾牧尘负手而立，静静地听着锦衣卫统领的禀报。你是说
说昨夜郡主被刺杀，丞相今天封了城门，全城搜捕真凶。是，属下刚从京兆尹那里回来，昨夜属下也和京兆尹的人搜寻了一夜，除了丞相府墙上的几个不清晰的脚印，并没有发现其他蛛丝马迹。昨夜没有入户搜查，今天丞相大人令京兆尹的人关闭城门，挨家挨户去搜查。丞相这动静也未免太大了吧？能从丞相府全身而退的，岂会是普通身手的人？城里那么多勋贵，怎能由他胡来？皇上的意思是传令下去，今天只封城一天，只能盘查客栈酒肆，私宅就别去惊扰了。还是皇上体恤子民，若真入伙搜查，想必是民怨沸腾。属下这就去通知京兆尹和巡城卫。得了皇上口谕的锦衣卫统领躬身退了下去。你去让皇后回家奔丧吧。奴才这就去书房殿传皇上的口谕。海公公出了御书房，按到郡主死的真实时候，皇后的禁足就这么解了。丞相府里日上三竿时，有侍卫来禀报：老爷，皇上口谕，封城一天，只可搜查客栈和酒肆，不得入户扰民。我娘可是堂堂皇家郡主，为了不扰民，就这么算了。带上府里所有侍卫都出去找，但凡看到行踪有一丝诡秘的人，都抓起来审问，宁可错杀1000，也不放过一个。侍卫色一凛，领命退下。西郊的神机营里，丞相封闭城门，郡主被刺杀的消息在军营里传得沸沸扬扬。不，你听说了吧？郡主被人刺杀了，而且死相难看极了，跪着死的。这是和谁结了多大的仇啊？这是归京兆尹和巡城卫管，与咱们神机营何干啊？怎么与咱们无关了？今天咱们若要进城就不行了，听说要封城搜查呢。你今天想回家？你这问的不是废话吗？哥哥我家有贤妻，当然想回去了。今天就别想了，去洗澡吧。你都快馊了，明天啊，咱们一起回家。佟长风一边走一边嘀咕道：哎呀，都说饱汉不知饿汉饥，我看未必，也有饿汉不知饥的。沈云峰独自回了屋，他脑海里一直回荡着佟长风说的话：郡主是跪着死的。难道是娘亲和几位姑姑到京城了？无论如何，他打算明天回一次家。沈侍郎一直是丞相的一条忠犬，在礼单上添上厚厚的礼，兴冲冲的去了御书房觐见皇上。不愧是先皇封的永宁侯，就是殷实，出手比朕大方多了。都是微臣思虑不周，微臣这就拿下去修改。都是微臣思虑不周，微臣这就拿下去修改。接下来还要举行封太子大典，三皇子也该选妃了。沈爱卿，你下去看着办吧。看着沈侍郎远去的背影，杜牧臣摇头道：同样是姓沈，怎么差别就这么大？能入皇上眼的人当然差不了。太傅，你说永宁侯府是不是和沈总指挥使是一脉相承？奴才都没怎么出过宫，自然不知道京城世家的事了。此时的皇后正在灵堂训斥端王，你让人去端王府把他叫来，如果他不来，就让他滚回太师府。母后，灵儿她身子不适，守灵还得熬夜，咱们就别去折腾她。他就是病了，也得过来拜一拜才对。这样目无尊长，如何担得起端王妃的名头？刚忙完事的宇文修红走到灵堂门口，就听到了妹妹斥责端王的话。他示意皇后跟他去书房。大哥，你有事就在这里说吧，我还得让人去接端王妃过，咱们不能让别人议论端王妃失礼。还是去书房说吧，我要说的就是关于端王妃的事。到了书房，宇文修红关上房门，满脸悲戚地跪了下去。娘娘恕罪，微臣罪该万死，可为了宇文家，微臣就是丢了这颗脑袋，微臣也在所不辞呀。大哥，你干什么？有话好好说，这里又不是宫里，哪里来这么多的规矩啊？妹妹，木儿是什么情况？你比我清楚。你难道没想过用宇文家的血脉代替顾家的血脉吗？我本盼着萧灵儿再诞下木儿的子嗣，可木儿她的身体……所以这是等不了了呀。母亲做主，她让香容和萧灵儿……什么？你是说……没错，端王妃有孕了，刚1月有孕。以前不是商量过，等木儿的嫡长子诞下后再做决定吗？不过是一个女人，妹妹若觉得她不洁，以后悄悄处置了就是。皇后接受不了自己亲儿子被人绿了的事实，当即她不再听他辩解，她拉着端王就回端王府去了。城门口，别墨家都给老子下车！今天不管皇亲贵胄还是京城权贵，都必须下车接受检查。家丁模样的人把丫鬟一把从马车上拽了下来。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我们有录影，你们偏要进我家小姐的马车里去搜。皇后娘娘的娘家就是不一样，看看这嚣张跋扈劲儿，还真是无人能及。沈云峰和佟长风一声怒吼，就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佟长风把控制车夫的家丁一脚踢飞一个，沈云峰扑
上去，一掌砍在那家丁后颈。我们是丞相府的人，我们在捉拿凶手，你们这是公然违抗朝廷命官的命令。你们有搜查令，还是你们已经有了嫌疑人的画像？家丁们面面相觑，连手令都拿不出来，还不快滚！俺们2位将军是何方神圣？报上名来，敢插手丞相府的事儿，这事儿没完，咱们走着瞧。哼！神机营人人都知道的2封，随时恭候丞相大人来找茬。那几个家丁扶起受伤的同伴，狼狈离去。马车里，女子惊魂未定，她放下捂脸的手，就见一张俊逸非凡的脸就在离自己3尺的距离。谢谢。不客气，路见不平举手之劳，姑娘不必介怀。最近城里有疯狗，尽量少出门啊。沈云峰没往马车里看，可好奇心十足的佟长风可看清楚了。马车里那个鲜少在京城露面的安阳郡主，也就是荣亲王唯一的女儿。那丫鬟和车夫连连向佟长风和沈云峰道谢。佟长风向沈云峰眨了眨眼，别客气，神机营里谁不知道咱们沈总指挥使武功高强，就丞相府里的那些个草包都不够沈指挥使练手的。沈云峰瞪他一眼，今天这厮怎么吹上牛皮了？云峰，咱们走吧。沈云峰心想，我就在你身边呢，用得着这么大声吗？沈云峰一进家门，阿坤就乐呵呵地禀报道：大少爷回来的真是时候，小姐和夫人都回京了。沈云峰拍了一下阿坤的肩头，就直奔内院而去。大哥哥，你来啦！他像一只蝴蝶般的飞奔了过去。妹妹乖，你现在长大了，哥哥呀就不能抱着你转圈圈了。快过去，我带你认识姑姑们去。阿梅和阿秋见沈云峰走近，大哥哥，这是梅姑姑，这是秋姑姑。梅姑姑好，秋姑姑好，我是云峰。真不愧是咱们小姐的儿子，长得真俊。我看咱们云峰最像姑爷了。姑姑说的对，我和2弟更像爹，3弟和妹妹最像娘亲了。云峰回来了，我是你阿欢姑姑，快坐着喝一杯茶，午饭很快就好了。阿欢姑姑好。殷姑姑呢？苏儿饿了吗？姑姑刚才去桃花坞买糕点去了。殷姑姑好。云峰，还是苏儿料事如神，她说你今天肯定会回家，这不我就去买一些糕点回来给你尝尝。妹妹从会说话开始，从没有说错过一句话。沈云苏心想，真是亲哥哥，这夸的都没边儿了，我喜欢。你们先吃一点糕点垫垫底，我去看厨房里准备的如何了。你自己拿吧，哥哥还没有去洗手呢。沈云苏会意，他捻起一块烤馍，咬了一口。这才是开始。二哥哥呢，快进京赴考了，后面我和娘亲还要去南疆，把该收拾的人都收拾了。妹妹，我还是不放心啊，要不缓一缓，我向皇上告个假，陪你们去。大哥哥，咱们去了还有其他事儿，那里什么情况还未可知，我们一去就是好几个月，或许半年。你觉得皇上能准你告多久的假？沈云峰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妹妹的话不无道理，现在是皇家夺嫡的关键时刻，皇上或许都不会准他的假。我的二师傅教了我不少江湖上常用的东西，比如说易容术，还有好几种毒药。大哥哥，你在京城照顾好你自己和二哥哥就行了。也不知道3弟啥时候回京啊？我去云来客栈打听过他的消息了，他们说他带着文虎往西凉方向去了。3弟总嫌银子挣得不够多，我多希望他长留在京城。他们说他这次是去西凉贩马回京，这是好事儿啊！西凉出好马，大哥哥不必担心，三哥哥可聪明了呢。这是好事儿啊！西凉出好马，大哥哥不必担心，三哥哥可聪明了呢。我是担心边疆起战事，那样他就涉入险境了。午饭后，沈云峰陪着妹妹去巡店，兄妹俩一下午几乎逛完了所有的铺子。妹妹，是不是还有最后一个酒楼就巡完了？对，还有映月街的这个铺子还没去。妹妹饿了吧？要不我们在酒楼里吃了饭再回家，回去给娘亲和姑姑们再带一些烤鸭回去。我要吃松鼠桂鱼，还有夫妻肺片。好，妹妹喜欢，我让酒楼隔几天就送一次你喜欢的菜到府里，好不好？算了，别麻烦他们了，都挺忙的，我会让阿坤去买回家吃。沈云苏点了2个菜，让大哥哥再点2个菜，结果他还是点了2个妹妹喜欢吃的菜。大哥哥，你多吃点，军营里的饭肯定没有家里的可口。别担心哥哥，我什么都能吃。大哥哥，现在家里不比从前，你说说你最喜欢吃什么呢？哥哥最喜欢看你和云星吃饭，我看你俩吃饭的模样就觉得什么都香。这菜里怎么有蟑螂啊？沈云苏回过头，一位食客手里真的拿着一只大蟑螂。妹妹，你坐着，我过去看看。哥，别急，等等，咱们后厨很干净，就是再疏忽也不可能有蟑螂在食材里。沈二胖听到有人喊叫，连忙跑了过来。客官，别大声喧哗，影响了别的食客，有什么话好好说。都说俏江陵的菜好吃，把蟑螂都煮菜里了，这他娘的太欺负咱们食客了。不可能，咱们后厨干净卫生自是不必说，就是上菜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看看菜里是否在盘里摆放美观了呢。也许一个蟑螂在菜下面没有被发现呢。沈云峰和沈云苏都走了上去，沈二胖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他不慌不忙地说着。
沈二胖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他不慌不忙地说着：既然问题出在蟑螂上，客官就把这罪魁祸首拿给在下看看。为什么要给你？你想消灭证据吗？俏江陵有那么多分店，他们的食材还是很好的，就一次疏忽而已，别计较了。这掌柜把你这一桌菜钱免了就得了。多谢老板帮在下圆场子，如果真是我们的疏忽，别说免了酒菜，咱们还必须赔偿才对。真不愧是沈家商行，做事啊就是有规矩，大气。沈氏商行家的桃花坞也是最好吃的，而且每过一段时间都有打折的活动。我们也相信沈氏商行家的铺子，还有他家的那个家具铺，那做工和材料都是上等的。我们相信沈氏商行。好什么好啊？菜难吃，我看菜啊都没有洗干净。哎呦，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客官放心，别说你肚子疼，就是你还有一口气在，咱们俏将领也保证你死不了。小医圣，想必大家都听说过了吧？知道，是医圣的徒弟，听说医术啊比医圣还略高一筹呢。大家过奖了，要说医术，还是我师父一百股才是妙手回春。今天这位客官的病嘛，有小女子医治绰绰有余了。你就是小医圣？小医圣不过是大家叫的虚名罢了。小医圣正是我沈家的小姑姑，如假包换。众人哗然，沈氏商行这沈家人可了不得呀，家里有将军还有医圣。那个鹰钩鼻的手一抖，蟑螂就落在了桌子上。沈二胖一把拿起蟑螂仔细打量，这蟑螂只是脑壳被人捏了，是死于外伤，不是死于烫伤。你休要狡辩，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没完。你是肚子疼没错吧？你是肚子疼没错吧？疼，一阵一阵的疼。我不让你一个黄毛丫头看病，谁知道你是不是医生的徒弟？沈云苏手起针落，那人还没回过神来，沈云苏就站起来退后2步了。掌柜的，你看我兄弟这疼法，若他有个3长2短的，我一定砸了你们俏江陵的招牌。砸我沈家招牌，你得有那个本事吧？大家以前都没见过小女子吧？众人摇头表示没见过。如果愿意让小女子免费看诊，可以到这边来。大家一听小医圣要免费看诊，那些身有救急的人马上就往他那一边站去。沈云峰看着妹妹，气定神闲地帮食客们把起了脉。你是体虚火旺，不是什么大毛病，等会儿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喝后夜里也不会再盗汗了。真不愧是医生的徒弟，我都还没说病症你就看出来了。小生医啊，请帮老朽看老朽这病还有没有法子治啊。沈云苏2手指往他的手腕上一搭，他又瞅了一眼那人的面色，他点头道：头晕心慌，以后吃清淡一点，尤其别吃咸了。对，小医生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老夫先去吃饭，我等会儿让人过来拿方子啊。沈云苏一连看了6个人，病症都说得一清二楚，大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沈二胖和伙计们把那几人团团围住，任他们如何叫骂，他们也无动于衷。嚷什么？今天这事哪怕闹到官府，我们也会有个说法。那几人面面相觑，雇主只让他们来砸俏江陵的招牌，可没有说要见官的呀。沈云苏笑盈盈地走了过去，他蹲下身问地上的人。沈云苏笑盈盈地走了过去，他蹲下身问地上的人：怎么样？开始疼，这会儿是不是不那么疼了？还疼？你刚才扎我哪里了？你就这记性，也敢接别人的买卖？你不是吃了咱们家的菜，肚子才疼的吗？休得胡说八道，咱们是受害者，今天呢，非得赔我们1000两银子不可，否则……他一个寒战，把余下的话咽了回去。你这病很严重呀，以前还受过内伤，如果不及时医治，恐怕熬不过这个夏天呀。小医生救命啊！我肚子不是吃菜吃疼了的。如果你坦白交代，今天是谁让你们到咱们酒楼来闹事的，或许我可以救你一命。矮娃，你闭嘴！我都快死了，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不要银子了。想到俏江陵来讹人，也不打听一下他家的人是干什么的。神机营的神总指挥使，听说过吧？姓沈的，知道了吧？真是猪脑子。神机营又怎么样？吃到了蟑螂是事实。如果你说实话，可以免你皮肉之苦。顾总饶命，是对面周家酒楼雇咱们来的，已经给了我们100两银子，是我们砸了你们的招牌，他们还会再给100两银子。沈云苏指了指沈二胖手里的蟑螂，这个就是治你病的，你爱吃不吃？那人想也不想，站起身，一把抢过沈二胖手里的蟑螂，塞进嘴里。小医生真厉害，我肚子真不疼了呢，周身感觉舒畅多了。小医生，我还需不需要再吃一些蟑螂啊？那样是不是会好的彻底一点？3个同伴转身撒腿就跑，沈云峰一掌一个，眨眼间就把3人打翻在地上。小医生饶命，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上沈氏来闹事了。求医生放过小的这回，小的上有80老母，下有70都没有，编不出来3岁小儿吧？
小医生饶命！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上沈氏来闹事了，求医生放过小的这回。小的上有8世老母，下有7世都没有，编不出来3岁小儿吧？小的就是个混混，今天是鬼迷心窍，望小医生大人有大量，饶了小的这一回。可以啊，转过街口就有巡城卫的驻点，你若去报官，算投案自首，处罚比他们轻多了。多谢小医生给小人指了一条明路，小人这就去喊官差过来。说完，他就往外面跑去。那3人见同伙叫了官差过来，恨得咬牙切齿地骂道：“好你个矮子，你居然反水了你！以后啊，你别想跟着咱们混了。都是他们带我误入歧途，小的再也不跟他们去作恶了。你自己投案有功，还是得跟我们回衙门问话。”过来的几位官差推搡着那3人就走，那矮子跟在官差后面。一辆青篷马车的窗口，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俏江陵的牌匾，眼里闪过一抹贪婪的光芒。城北，一辆青篷马车驶进了永宁侯府。大小姐，您终于回来了，快去东院看看吧，老侯爷又在发脾气了。是不是大伯又惹事儿了？是今天去赌了，还是又干什么荒唐事儿了？都不是。老侯爷呀，一向喜欢听大小姐的话，还请大小姐过去看看吧。老侯爷发起脾气来，奴才们都害怕呀。跟我去东院看看。他刚和宇文香如喝了茶，宇文香如言之凿凿地说了一件事儿，一件可以改变他们永宁侯府困窘的事儿。东院的匾额上玉堂居的几个大字苍劲有力，若用朱砂红再刷一刷，一定能看出当年的风采。给我跪祠堂里去好好反省一下，你这个败家玩意儿！给我跪祠堂里去好好反省一下，你这个败家玩意儿！爹，你以前都纳了那么多妾室，儿子贵为侯府世子，我不就是看上个唱曲儿的而已。爹给我银子，我把它买回来，还可以唱曲儿给爹听一听呢。滚！沈岩刚走到门口，啪的一声，大小姐小心！才知道回来，都多大的姑娘了，还整天的往外跑。爹，你好好想想儿子的建议。那姑娘美艳不可方物啊，听说是邻国的人，若是收进侯府，说不定明年还可以给你添一个大胖孙子呢。大伯，侄女还在这里呢，你觉得你说这话合适吗？妍儿啊，明儿我就让你大伯娘帮你给周家侄儿牵个线，周家富裕，你过去啊就等着享福吧。大伯休要胡言乱语，咱们好歹也是侯府，怎么能看上低贱的商贾之家？没想到大小姐是如此看待我周家的，以后伯母就不用拿周家送来的东西去碍大小姐的眼了。我们大小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夫人别介意。大伯母，言儿无心之言，大伯母宽宏大量，千万别与言儿置气。罢了，也怪不得你，谁让我娘家是有财无权的商户。沈勋趁周氏和沈岩说话的时候，他悄悄地往后退去。大伯，小心脚下，别踩着碎片伤着自个儿了。周氏一个箭步冲了过去，一把揪住沈勋的耳朵。好你个败家玩意儿，老娘的嫁妆都快被你给霍霍完了，你都这年纪了都不消停，真是个老色坯子。粗俗！你夫君是咱们侯府世子，你怎么能如此跋扈？你让你那遗愿的儿女如何看你这个嫡母？沈岩看着大伯和大伯母两人拉扯着出了门，他才回过头来，一脸神秘的道：“祖父，言儿告诉你一个惊天秘密。”祖父，言儿告诉你一个惊天秘密。我真没有银子了，你看祖父院里的奴仆都没几个了，还有祖父那些无子的姨娘，祖父全都送尼姑庵去了。祖父以后还是少砸几个吧，这些虽不是好瓷器，都是要花银子的。祖父，你知道布满京城的俏江陵和桃花坞吧？知道，老大家的还买过桃花坞的糕点孝敬我。那俏江陵听是听说过，可实在舍不得银子去那里吃饭呢。祖父，那些铺子都是沈氏商行的，听说还有一个家具铺，里面的家具可贵了。祖父，你猜沈家的祖籍是哪里的人？北冥沈姓人家多了去了，谁知道他们是哪里的人？祖父，咱们家的老祖宗曾经把他哥哥逐出京城了，这事儿还是祖母在世的时候与我说的，这是真的吗？你祖母老糊涂了，他的话你别当真，都是老祖宗的事儿，以后都别提了。祖父，咱们侯府现在是个什么光景，就不用孙女来多说了吧。你看这屋子还有院子，若是有钱修缮一番，哥哥们的亲事啊都会顺利多了。你能有法子改变咱们现在这光景，还是你愿意嫁去周家？孙女听宇文香如说的，沈家商行的祖籍在清河镇梧桐村，这关咱们什么事儿？祖母说的，老祖宗的大房就是被送到梧桐村去了，说是祖父去找族长出面，去请他们重回咱们沈家的宗族，想必他们求之不得，毕竟有咱们永宁侯府这块牌匾在这立着。有机会我去找族长问一问，其实我也不确定，族谱也不在我这里。祖父，你想想，咱们家的那些个铺子一年都没怎么赚钱，还有赔钱的，如果也开一个桃花坞，你说该有多赚钱？
如果也开一个桃花坞，你说该有多赚钱？祖父，你慢慢考虑吧。沈氏商行可是一块大肥肉，若他们愿意回侯府，咱们可赚大发了。到时候家里又可以奴仆成群，还可以把尼姑庵的姨奶奶们请回来伺候您。老侯爷心里也苦，这事儿岂是他愿意就成的事儿？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倾泻而下的时候，大哥哥，你今天陪我去一趟荣亲王府好吗？快吃吧，咱们早去早回。荣亲王人不错，是个可以结交的人。娘，你认识荣亲王？哥，快吃饭，其他的事路上咱们再谈。不到一盏茶的功夫，马车就到了荣亲王府。荣亲王府的管家一听来客是姓沈，快去通知王爷和王妃，贵客到了。沈公子、沈姑娘，快随老奴进大厅歇着。管家还不等禀报的小厮出来回话，他就带着兄妹俩往大厅走去。陈管家，王爷请2位贵客去书房。走了好一会儿，也不见府里有几个下人，若不是府里处处都打理得井然有序，沈云苏都怀疑荣亲王是为了省银子才不用太多的下人。徒儿，你终于来了。陈管家，你去忙吧，由我带他们进去接客。师傅，你怎么又回王府来了？方文龙被招进宫去了，皇上说他医治四殿下有功，又让他回太医院。见过医生。沈公子，你还未曾婚配吧？师傅，你怎么一见面就问我大哥哥这个？难道你要给我大哥哥拉媒宝签？这杯喜酒，老夫喝定了。师傅，是谁家的姑娘？容貌配得上我大哥哥吗？人品如何？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姑娘样貌人品都是上等，京城独一无二。京城独一无二。大哥哥，你听到了吧？我师父说话就像和尚一样，从来不打诳语，你可要上点心。书房里的荣亲王听到屋外的话，忍不住的哈哈大笑。100股现在还孑然一身，可不就是和尚？苏丫头，你终于舍得来看我了。出来干什么？快回去啊！你那侧妃的丫鬟刚从前面花园里过去，她要是看你精神好，又得请你去她院里喝汤了。被100股这么一提醒，吓得荣亲王又退了回去。王爷，咱们不是外人，我就不客气了，没给你买礼物，我给王妃带了糕点和干果，给你的只有这瓶补药。苏儿说的对，咱们不是外人，千万别客气。补药好，伯伯的身体啊，正需要这个呢。徒儿言之有理，以后都是一家人。哎，快去请王妃过来，她都念叨苏丫头好久了。沈云苏高兴的傻乐呵，沈云峰总觉得哪里不对，可看着妹妹和荣亲王很熟的样子，又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很快，书房外面响起了脚步声。沈云苏一回头，就见一慈目善眉的美妇走来。苏儿来了，王妃娘娘安好。苏儿，以后就叫我苏姨。苏儿听苏姨的话，以后就叫苏姨。允儿，别不好意思，快进来见过你的恩人。恩人是谁？兄妹俩一脸懵，顾影红着脸走了进来。多谢沈公子昨日在城门口出手相助，小女子才免受羞辱。举手之劳，不足挂齿。他连忙拱手回礼，眼睛盯着地面。当他一抬头，两人目光相撞的时候，他的心像是漏跳了一拍。大哥哥说他在城门口做了丞相府的侍卫，原来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呀！原来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呀！漂亮姐姐，你今天和我大哥穿的衣服布料好像哎。大家这才注意，两人站在一起，郎才女貌，还真是一对璧人。徒儿怎么样？为师没有骗你吧？没有，师傅慧眼独具。苏儿妹妹，托你和沈夫人的福，我爹爹这才怕隔墙有耳。他没有把话说完。颖儿也别与苏丫头客气了，若沈公子没有异议，改日就来王府下聘吧。我们两家呀颇有缘分，我家颖儿与云峰也挺般配的啊。承蒙王爷和苏姨垂爱，实属云峰三生有幸。过2日在下就到贵府来下聘。云峰，你军务繁忙，聘礼简单一点就成，咱们就是走一个礼节。对，贤侄啊，你可别客气，咱们家呀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差不多就行了。顾影觉得长辈议自己的亲事，在这里不合适，她红着脸行礼退下。颖儿姐姐，我跟你去玩。走，去姐姐院里玩。沈云苏很自然的把小手放进她手里。我是第一个牵了哥哥媳妇儿的手。妹妹，姐姐真羡慕你，小年纪就学了一身的本事。不算啥大本事，学着玩的。娘亲通晓医理，我就跟着学了。寿女真厉害，爹爹在家已经奄奄一息了，妹妹和寿女硬生生的把爹爹从阎王手里拉了回来。姐姐，你知道吗？咱们沈氏家族可是立了规矩的，男子不得纳妾。以后你在我们家，没人给你添堵。医生提到过，这样甚好。我们王府若不是皇上塞了那么一个人进来，父王和母妃会开心多了。沈云苏明白，皇上塞进来的人不能随便让他消失在后院。顾影牵到沈云苏，到了他住的清风阁。妹妹先看我的书房吧。一走进书房，就见书架上的书琳琅满目，墙上还挂着一幅山水画，远山如黛，线条流畅。定睛一看，落影是
影。姐姐的画工真好。哪有妹妹夸的那么好？没事儿画着玩的。姐姐，你还会打算盘？母亲说，女孩子不光要学会琴棋书画，还得会管账、掌家，自己懂得多，下面的人才糊弄不了自己。苏姨真有远见，真不愧是荣王妃。沈姑娘，你还不知道吧？我家小姐已经管了1年多的账了，府里的大事小事，管家都要和小姐商量。王府里下人不是很多，爹爹身体又不好，又不出去应酬，账目比较简单。两人一边吃瓜果，一边聊天。他与沈云苏聊京城趣事，也聊他在游记上看到的故事。沈云苏给他讲大哥哥的事儿，顾影听后露出了羡慕的神情。苏儿妹妹好福气啊，有沈公子这么好的大哥哥。恭喜郡主，喜提如意郎君一枚。大约1个时辰后，兄妹俩就告辞了。荣亲王爷和王妃挽留两人用了午饭回去，顾影也拉着沈云苏恋恋不舍。姐姐可别挽留我了，我们要回去把这喜讯告诉爹娘，我哥急着回去准备聘礼呢。沈云苏的一番话把大家都逗乐了。那姐姐就不留你了，这个你得收下。沈云苏心想，怎么送我礼物？不是该和大哥哥交换信物吗？回去再看。妹妹就不客气了，过2日大哥哥来下了聘，妍儿姐姐一定要经常到我们家去玩。妍儿姐姐一定要经常到我们家去玩。马车刚驶出王府不远，沈云苏就问道：大哥哥，你昨天和妍儿姐姐是不是在城门口就一见钟情了？没有，我昨天一眼都没有往车厢里看。君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爹爹的教导我还是记得的。大哥哥，爹爹的话你也别全都听，你回去好好给妍儿姐姐准备聘礼吧。沈云峰再次觉得妹妹有时候比爹还靠谱。回到家后，全家人听到这喜讯都很高兴，尤其是沈继贤。看吧，还是我闺女运气好，她今天带你出门就遇着了这门好亲事。沈云峰已经习惯了爹爹啥时候都夸妹妹，他笑而不语。爹爹，昨天是大哥哥在西城门英雄救美，哪能啥都是我的功劳？皇上那里没什么问题吧？如果他横加干涉，可别惯着他。娘亲看问题总是那么犀利。娘，走仕途固然重要，可我不会拿终身幸福去换仕途。若皇上怕我和王府联姻，大不了啊，他这个总指挥使我不干了。对，颖儿姐姐是看中了哥哥这个人，咱们没啥好怕的。皇上一直防着荣亲王，恐怕他是不愿意荣亲王府和武将家结亲的。娘，无碍，别担心，我手里的那点权力啊，对皇上没有多大的威胁。皇上自己手里有一支暗卫营和锦衣卫，他现在啊对荣亲王府也没有盯得那么紧了。聘礼的事，库房里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你们去看看，还需要置办些什么？沈云苏打开景儿姐姐送她的礼物，里面躺着一套红宝石头面，还有一个白玉发冠。姑姑，你说我出门扮男装的时候用这个好不好？妹妹还是扮女装好看，这个哥哥帮你收着，改天大哥哥送你2套头面。妹妹还是扮女装好看，这个哥哥帮你收着，改天大哥哥送你2套头面。哎呀，安阳郡主准备的这么充分，看来他昨日就对咱们云峰芳心暗许了。沈云峰拉着妹妹去库房准备聘礼，发现库房里有3套聘礼。我还以为爹爹只知道写画本子呢，没想到爹爹如此着急，把3哥的聘礼都准备齐了。第2天，沈云峰上了折子，请了2天假，他带着阿坤紧锣密鼓地准备聘礼，喜悦声声，张灯结彩，3茶6礼。当荣亲王妃看到沈氏族人浩浩荡荡送来的聘礼，她都难以置信。短短1天的时间，沈家居然把聘礼置办得如此丰厚齐全，两家就这样定了亲。成亲的日子定在来年的春天。御书房里，得到消息的顾母辰在御书房里走来走去，太公公诚惶诚恐地进言：皇上息怒，皇后当年让人给荣亲王下了什么药？他说荣亲王永远都无力造反，皇上您大可放心。他倒是好眼光，那么多青年才俊没看上，偏偏挑了朕最看重的人。依老奴看，皇上现在更不用忧虑，沈将军呢是忠君之人，他在城门口怒打丞相府的事务，是他帮安阳郡主解的围。这门亲呐，只是巧合，绝不会是荣亲王有图谋的。哎呀，罢了罢了，你着人送1份厚礼过去吧。皇上是送荣亲王府，还是送2份？是，奴才遵命。太公公眉梢带笑地退了出去。沈府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得到消息的官吏都纷纷送来贺礼。娘，快来看，是谁送这么多？这是想干什么？素娘闻声赶过来，看到满满一箱金锭子，她也愣住了。这礼也太重了，可不，该不是谁要收买大哥哥，让大哥哥帮着做什么谋逆之事吧？阿梅，快查一查是谁家送的，这礼太重，原封不动的送回去。阿梅翻开礼单，小姐，是高盛。高盛是谁？他很有钱吗？怎么办呢？这箱金子退回去吗？小姐，高盛住哪里？我和阿英负责送回去。梅姑姑，这个礼不用退，可以收。哼，
除非下雨天出门没带伞，脑子进水了，送来还退回去。百年大计正缺银子呢，这不瞌睡来了有人送枕头。前院沈家大房和二房忙着迎来送往。今天沈指挥使的好日子，想必沈氏族长也来了吧？在下正是沈氏族长。你也不过5旬左右，怎就当上了族长？今天来的都是达官贵人，他都不认识，他只管笑脸相迎就好。沈云星此刻更带着他的商队在西凉边界，此时骄阳炙烤着大地。大伙进树林休息，吃了干粮再赶路。小叔叔，这里呢离绮罗山不远了，咱们可以晚一点再上路。好，你吩咐下去就成。沈云星驾的一声，白马再次飞奔起来，转眼间他就进了树林。树林里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小白，自己挑最肥美的草吃，我去就回。然后他就拿着包袱往山边走去。树林的另一边，2位身着劲装的女子骑着马儿也进了树林。公主，咱们还是去溪边洗洗脸吧，你看你都满头大汗了。阿兰在外面喊小姐，尽量别暴露身份。阿兰带上洗脸的帕子。阿兰在外面喊小姐，尽量别暴露身份。阿兰带上洗脸的帕子。片刻后，沈云星走到刚才放马的地方，地上只有杂乱的马蹄印儿。他用手放在唇边，一声清脆的口哨声响起，树林里寂静无声。沈云星顺着草地上的马蹄印儿找去，刚往前走了约莫5丈的距离，一副辣眼睛的画面惊得他目瞪口呆。重色轻重的玩意儿！哎呀，小姐，你看咱们白头翁被欺负了。沈云星回头看去，哪里来的登徒子？小姐，你冷静一点，这不关我的事。那不要脸的马是你的吧？信不信我马上宰了他？小姐息怒，马是我的马，可这事儿真不是我指使的，我愿意赔银子。你看你生得这么美，一发怒就不好看了是吧？油嘴滑舌的登徒子，你休想拿银子来平息姑奶奶的怒气！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小姐，算了，他好像不会武功。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在下手无缚鸡之力，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可乱杀无辜。你去把他们拉开。沈云星无言，这缺德事儿他可不去。别急，很快他就完事了。看你长得人模狗样的，就是个臭流氓。住手！你这姑娘好没道理，为何抽打我小叔叔？他拉起沈云星就准备开溜。我让你们走了吗？还想怎样？你们俩是不是该把我的马儿洗刷了再走？小叔叔，要不咱们就依了他吧。他手里那个鞭子是牛皮做的，中间还加了铜扣，抽人可疼了。你别以为你吃亏了，我那马可是难得一见的雪里驹，别人想要我家的小白配种，我还不舍得呢。我让你们家的马那啥了吗？谁稀罕？2位公子，首先是你们家的马惹了事儿，咱们家的马刚成年，本来没打算这么快让他当娘的，你们就听咱们小姐的吧。可以洗，可我这只有一身干净衣服，我得光着去洗，你们可不准偷看啊！你们可不准偷看啊！我们不看着，谁知道你们洗没洗？小姐，算了吧，我看这2人像书生，不是那种狡猾的商人，相信他们会老实洗的。这位姑娘有眼光，我和我小叔叔不是老实人。温清哥只能憋着一肚子气，看着2人牵着马儿去了小溪。小叔叔，你也脱了外衣，2个人洗更快，别让阿强他们等急了，咱们还要赶路呢。你以为我这样给他洗马？想得美！你给马儿身上浇湿就得了，咱们等一会儿再出去。你放心，那就是2个黄毛小丫头，他们不敢过来看。沈文虎对小叔叔的机智佩服得五体投地。树林里，温清哥看着去往西边的路，他向前走了2步。小姐不可，他们是否洗马事小，明姐是大。我总觉得那长得娘炮的人不是好人，他那眼神像极了狐狸，我敢答他绝对不会洗马。小姐说的没错，哪有一个男人长成那样的？你看他那双凤眸，看一眼就能勾人魂魄似的。他那细皮嫩肉的，比我还白，该不会是个断袖吧？不过和他在一起的少年还像个正常人，面容俊秀，而不是男儿气概。阿兰，这2人不像是西凉人，他们的口音很怪，好像北冥口音，又夹杂着一丝西凉口音。阿兰，看那断袖没有撒谎，这马儿是咱们西凉都少有的千里马，雪里驹。没错，你看他耳朵比其他马儿小，还有腿细长而健壮，身上没有一根杂毛。小姐，白头翁该不会怀上雪里驹的宝宝吧？如果怀上了，咱们可赚大发了。嘘，别说了，他们回来了。你们俩这么看着我的宝马，不会是又打什么鬼主意了吧？你该不会就是把马浇了一些水吧？沈文虎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仿佛他什么也没听到。你猜？登徒子。然后气羞羞地牵着马儿往树林外走去。想从小爷眼里看到真相，你还嫩着呢。温清哥走远后，突然一个转身，对着沈云星挥了挥手里的鞭子。诅咒那女魔头嫁不出去，一点都不温柔，傻子才会娶。小叔叔，他只是虚张声势，若他真要抽你，你那脸早就开花了，你以为你还躲得过呀？你个兔崽子什么意思啊？居然帮那女魔头说话，你是不是看上她了？树林外，小姐，你还热吗？你脸都红了，要不咱们歇一会儿再走？都是被那断袖给气的，下次若再
再让我遇见他，我定会抽了他皮开肉绽。好，下次奴婢帮你抽。算了，白头王被欺负，其实也不是他的错，只是他太气人了。小姐，已经快日落西山了，咱们还是赶路吧，估计天黑之前就能赶到七罗山。两人正准备翻身上马之际，一阵马蹄声响起，一群人骑着马从他们前面的路上跑过。小姐，你看前面那个人就是个骗子。好了，咱们也走。刚才那2个断袖肯定不是书生，你看他们骑马的姿势，一看就是常年在马背上的人。温清歌翻身上马，他一抖缰绳，马儿就飞奔了起来。明明只有1个断袖，小姐肯定是说错了。直到夜幕降临，沈云星的商队才到达七罗山。们从镇头走到镇尾，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叫吉祥楼的客栈。沈文虎喊了好菜好饭，兄弟们吃了就去休息。沈云星吃完饭后，他对沈文虎一挥手：“咱俩出去溜达。”小老师，小叔叔，你是想出去打探消息？咱们去打探一下也好。说是明早开市，我们去看看马市在什么位置。两人路过一家客栈门口，有几个人围成一圈在商量着什么。我看到那人住进这里最大的快活林客栈呢。你确定？那咱们明天早上就去快活林门口和他做交易。东家，我就是去快活林找住处看到的，那一个个健壮的，绝对是成色最多。那一群马怎么有100匹呢？银子带少了的人还吃不下来。快活林里被那人把客栈包了下来，不然我们怎么也不会来住这破地方啊！你知道什么？那一群人一到快活林门口，那掌柜恭敬的像个奴才，我看那人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商人。高个子说着，朝沈云星看了一眼。这家不行，太小了，咱们人多可能住不下。急什么？走，咱们再找一找。小叔叔，那几人的意思是快活林有大卖家，咱们找回去看看。不错，有进步。咱们要抢在别人前面看货，达成交易。小姐，你说二少爷会在哪里落脚？就去吉祥楼，他肯定住在那里，那里的掌柜他认识。等两人走远，你刚才听那丫鬟是不是说漏嘴了？她本想说二王子的。你说那个女魔头是西凉公主啊，怪不得那么凶，原来是西凉王的女儿啊。这么说，卖马的人是西凉的二皇子，那女魔头找他二王兄干什么？难道是来帮他卖马吗？不是，他是来阻止的。快，可不能让那女魔头坏了咱们的好事。说着，他拉起沈文虎就朝快活林跑去。到了快活林，掌柜仍然无情地把他们拦在外面。我不是来住店的，我是来找我的一位朋友，听说他今天带货过来，找二王子。公子，里面请，小丹马上让人上楼去通报。不知今天二王子带了多少货过来啊？整整100匹上好的马呢。整整100匹上好的马呢，把我的马厩都塞满了。二王子已经有很久没过来卖马了，这次啊，他可要大赚一笔了。真的？那我可要去好好看看。沈云星和沈文虎把马厩都走了一遍，整整100匹好马，在马灯的照耀下，马厩里的马儿皮毛油光水亮的，每一匹都很健壮。沈云星看后也不做任何点评。他们刚回到前厅，小二迎上来拱手道：“公子，楼上有请。”在小二的带领下，两人来到了2楼的一个房间。一推开门，一位年约16、17岁的少年斜坐在小榻上。是你找我呀？沈云星知道西凉人直爽，他走了进去。我找你买马，明早开市的时候开始交易也不迟啊。这都什么时辰？你买了也无法上路。我买了也可以明早再上路。若再过1刻钟，你这马不交易，估计你这一趟生意就白跑了。温清凡眼里寒光顿现。你卖马这事儿，若是被你们王氏的人发现了，后果会如何？这事儿不需要我提醒了吧？你威胁我？咱们公平交易，银货2起就成。有一个手拿鞭子的姑娘在街上找你呢。什么？你是说我妹妹找来了？二王子，你看我提前来和你交易，是不是解了你的困呢？主子，怎么办呢？公主不会用鞭子抽我吧？成，你开个价吧，这100匹马都给你。沈云星伸出手指比了比，成交。二王子清点一下吧，这是恒盛钱庄的通兑票。温清凡一挥手，他一旁的婢女很快清点好银票，递到他手里。树木屋，哎，你刚才在哪里看见他的？令妹与在下缘分颇深，我今天下午还帮他洗马来着。沈文虎面露尴尬，他真心佩服。他真心佩服小叔叔的把控脸皮的本事，能屈能伸。令妹这会儿应该快到这里了，刚才看见他往吉祥楼去了。在下还没请教二王子大名，我乃北冥商人沈氏商行的东家沈云星。本王温清凡，沈公子今日的这份情，本王心领了。这一位是我的侄儿，今天帮令妹洗马的事儿都是我侄儿代劳的。亲哥脾气啊，略有一点刁蛮任性，如有得罪，请多包涵。沈云星心想，是有几分凶残好吧？快吩咐下去，本王今日是到这里来购买粮食的，马厩里的马都
都是这位沈公子寄放在这里的。其中一位彪形大汉躬身领命，他刚走到门口，温清凡补了一句：若有谁说漏了嘴，别怪本王无情。沈云星眉头微蹙，真是亲兄妹，说起话来都那么吓人。二王子后会有期，在下就不打扰你们兄妹团聚了。哎，沈公子请留步，做戏做个全套。既然你的马留在这里，你的人也得住在这里才对。小叔叔，我觉得二王子说的在理。恭敬不如从命，那就多谢二王子的邀请了。文虎，兄弟们都歇下了，那就别挪窝了。你过去与阿强说一说，让他们明早过来接货。今晚就咱俩住这里。沈文虎转身出去，让开！你怎么在这里？这里是客栈，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沈文虎丢下一句话，就一溜烟的跑了。沈兄，等会儿我说啥你就说是。我那妹妹可精了，不好糊弄，求你再帮一次忙吧。二王子客气了，好说好说。二哥，听说你带了很多马出来，这事儿是不是真的？你怎么也和我二哥在一起？亲哥，不得无礼，这位沈公子是我的朋友，在下沈云星，北冥商人。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人，一看就是个坏的流油的滑头。公主，你这话实在冤枉在下了。咱们行商的人怎么就不是好人了？我沈某做生意都是公平交易，老少不欺的。我沈某做生意都是公平交易，老少不欺的。二哥，你是不是准备把马卖给他？亲哥呀，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今天没带马出来，是放马的兄弟们送了我一程。我是来和这位沈兄谈生意的，咱们需要布匹和茶，这些呀都是需要从沈兄手里买的。二哥，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咱们正谈着呢嘛。听着兄妹俩的谈话，沈云星有苦难言。他在梁城都把带过来的货卖完了，他哪里还有茶和布匹来交易？来年的春茶是最好的，我一定想方设法去收购了送过来。二王子请放心，到时候多带一些上好的锦缎过来，如果方便还带一些盐过来。沈云星没有接茬，在北冥私下贩盐可是死罪，他可不会做触犯律法的事儿。感情你俩谈的是以后的生意，这一次的呢？这一次就买一些粮回去。二哥，你该不会是从他手里买粮吧？不是，我的货在梁城都抽完了，我就是过来与二王子说一声，咱们下次合作。妹妹，你去休息吧，我和沈公子还有话谈。公主，奴婢先伺候你去洗漱吧。片刻后，走廊上的脚步声走远。哇，好险，还好沈兄机智啊！二王子，你还是叫我的名吧，你是王子，我若在西凉的地盘与你称兄道弟，我这个脑袋就得搬家了。沈公子不用怕，这里没有多少人认识我，我来这里都是以商人的身份示人。沈公子下次什么时候再来，可否把手里的货都留给我？至于价格嘛，好说。下一次来还真有可能是春天后了。等贡茶收完后，我去找一找，看能不能收购到一些贡茶带过来。还有锦缎和上等细棉布，你带多少我就收多少。成，二王子是个爽快人，我很愿意和你合作。两人留下联络地点和方式，沈文虎恰好也回来了。两人告辞后，掌柜带着他们住进了2楼的豪华房间。沈云熙慵懒地躺在床上，想着明天的事儿。阿兰，咱们明天看着点，别让他断袖，盯上我二哥。沈云星起身，蹑手蹑脚地走到窗边，他把头伸出窗外看。公主快睡吧，二王子身边有好几个人伺候，他就是想消想咱们二王子，也近不了身。沈云星无言，他磨牙暗道：你才断袖，你全家都是断袖。直到对面没有说话声后，沈云星这才回到床上，莫名的被扣一个断袖的名头，他越想越窝火。他若不干点什么，都觉得对不起那个女魔头。第二天一早，温清哥下楼去吃早饭的时候，只见大厅里自己的二哥正和沈云星两人坐一桌吃早饭。只见沈云星用公筷夹起一个包子放进他二哥的碗里，他笑得一脸妩媚，还在说着什么。只见自己二哥咬了一口包子，居然回望着那断袖微笑，还连连点头。温清哥看得气血翻涌。公主，你怎么了？咱们也去吃早饭，这里的羊肉包子最好吃了。在这里吃了，咱们走。阿兰看着主子路过二王子那一桌的时候，停下脚步，狠狠地瞪了那沈公子一眼。公主一起用了早饭再走。没有意外，给他的就是那一个鄙夷的白眼。二哥，别吃了，咱们快回去吧。妹妹，坐下一起尝尝，这个包子可好吃了。温清哥不由分说的拉着温清凡就走。沈兄，明年见啊！沈云星朝他挥了挥手。小叔叔，这西凉公主的脾气也忒大了一点，一大早的都没人惹她，她都没有一个好脸色。公主嘛，脾气不好很正常，别管她。可是阿强他们快过来了，等会儿我带一半人马去议事，你带一些人把马喂饱，我们一回来就启程往回走。还好他走了，不然让他发现后面那么多的马，他肯定会起疑的。你想多了，马厩里那喂马的小厮就是负责给客人牵马出来的，她堂堂公主才不会亲自去马厩牵马。沈云星心情愉悦，走到柜台前，放了一张银票在柜台上。公子有事请吩咐，小人一定帮您办好。帮我把所有的马喂饱，早一点准备好我那些兄弟们的午饭。午饭后我们就离开，在我们没离开前，别接待任何人。公子放心吧，小人定给您准备的妥妥的。您
是二王子的朋友嘛，当然也是我们这里的贵客呀。沈云星满意的点了点头。京城里，沈云峰定亲后就回了军营。沈云苏找来了沈四胖和沈长生，他翻着手里的礼单，指着上面的人名道：四胖、长生，这礼单上一共有3位姓沈的，你们都记下，然后派人去打听清楚。小姑姑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那房人的后代来攀扯咱们。三曾祖说的没错，他们的根是坏的。小姑姑，我觉得这个人是最可疑的。他送礼来的时候，还打听过咱们族里的事儿。你们2人管的糕点铺子，时间相对来说要宽裕得多，这事就交给你们了。查出来后，把礼物给他们退回去。小姑姑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要是四殿下可以经常出来玩就好了。我要是把他的侍卫借来查，没准一天都查出来了。皇宫里，顾离生打了一个喷嚏。看吧，你把我弄进宫里有什么好？这不，祖母都念叨我了。我打喷嚏，肯定是外祖母念叨我了，关你什么事儿？顾离生见他心不在焉的样子，他提议道：表哥是不是想去练一会儿剑？说表哥愿意，表弟就陪你过2招。不用，就下一会儿棋就挺好的。练功的事还是早上更合适。两人一局都还没有走完，阿童和阿江一脸神秘地走了进来。殿下，四喜公公刚才从海公公那里回来，他说端王府出事，是皇后娘娘回宫的第2天的事了，是端王妃轰了吧？殿下怎么知道的？是你干的？你当我傻的？我去对付一个端王妃，对我有什么好处？就是燕少爷，以后可别瞎咧咧了。宫里到处都是皇后的耳目，别瞎说，害死他的是另有其人。没过几天，京城里的说书先生又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前朝王妃怀了来历不明的孩子后被太后赐死的故事。消防殿里瓷器破碎的声音阵阵响起，地上的宫女跪了一地。老实交代，是你们谁走漏了风声？这事神不知鬼不觉的，不可能其他人会知道。皇后娘娘息怒，是事儿真不是奴婢们传出去的。不是你们解释一下现在的满城风雨是怎么一回事？娘娘请相信奴婢，这事儿若被皇上责罚，最先要责罚的是奴婢。奴婢就是再蠢，也知道把事儿烂在肚子里啊。娘娘息怒，他们说的在理，这事儿恐怕是从端王府传出去的。去端王府查。都起来吧，你们几个跟我去端王府，协助料理端王妃的后事。皇后娘娘，大事不好了！什么事如此惊慌？刚才朝堂上发生了大事，皇上让丞相大人丁忧了。皇后身躯一震，凤钗轻晃，她稳住身形，追问道：说丁忧多久没有？没有，皇上说体恤丞相府，就让丞相大人一人丁忧，宇文提督不用丁忧。皇后知道这一次她是彻底没有翻身的机会了。皇上还说了什么？皇上颁布了立四殿下为太子的诏书，3天后举行册封典礼。他终于还是做了太子。长信宫里，海公公来宣读诏书的时候，顾离生平静如水，波澜不惊，仿佛那太子之位对他无足轻重。从这一天起，皇后就病了，她让人宣顾离生每天都去交房殿晨昏定省。顾离生第1天早上去请安的时候，整整在交房殿外等了半个时辰，才等到皇后的召见。母后身体有恙，就贪睡了一点，太子不会怪母后起床迟了吧？既然母后身体有恙，儿臣从今天起就带母后去慈宁宫向太后请安。母后，你安心休息即可。见皇后吃瘪，顾离生恭敬的一礼：母后身体有恙，儿臣就不打扰了。说完，转身大踏步的离去。看着全身而退的顾离生远去，皇后咬碎了一口银牙。慈宁宫里，太后得知刚封了太子的4皇子去给他请安，她在慈宁宫的正殿见了他，见过礼，落了座。太后目光淡然地打量着顾离生。皇祖母在慈宁宫久不出殿，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您老人家也不知道。孙儿也许久未见皇祖母，今儿个孙儿就陪皇祖母说说外面发生的新鲜事儿。你还真当皇祖母两耳不闻窗外事了？长乐郡主轰了，我是知道。郡主死的蹊跷，连端王妃也死得不明不白，真是祸不单行。母后悲伤不能自拔，凤体抱恙，故孙儿来带母后给皇祖母请安。你说什么？你说萧灵儿她没了？这是千真万确，孙儿也是刚听说了这事儿。灵儿是怎么没的？太医院可是去了人。灵儿是怎么没的？太医院可是去了人。这个孙儿就不知道了，祖母可以去问问母亲。她头1天从端王府回来，端王妃第2天就没了，母亲应该知晓内情。那个毒妇嘴里能有一句实话，她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早知道如此，我就不把灵儿许给那个废物了。见父见太师没用，就把灵儿害了。这毒妇欺人太甚，哀家定要去找皇上理论，给我萧家一个说法。皇祖母息怒，这事是怎么一回事？父皇他也未必清楚，皇祖母可别冤枉了母后。生儿说的在理，是我气昏了头。明天一早出宫去端王府，你去安排几个机灵的人跟着。皇祖母，您早点休息，养好精神，
才能为端王妃查明死因。孙儿就告退了。出了慈宁宫，还是咱们主子厉害，看皇后啊还敢不敢作妖，总有治得了她的主。阿童笑而不语，他当然清楚他的主子是多聪慧的一个人。御书房里，太公公笑眯眯地禀报道：皇上，奴才刚才经过御花园，看见太子殿下去慈宁宫请安去了。太子他性格清冷，其实是面冷心热的人。就是，老奴也这么觉得。四殿下做事啊，循规蹈矩，老奴带人过去帮他搬进东宫，可他非要等册封典礼过后才搬过去。册封的事都准备的怎么样了？你盯紧一点。皇上放心，虽然时间紧迫，内务府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就等上衣局把太子的朝服做好就行了。第二天，当皇后得知太后带着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去了端王府，皇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太后出宫也不过1个时辰，有宫女来报：娘娘，慈宁宫的人进宫请了御医出去。皇后大喜，她以为是太后见了萧灵儿的官就气晕过去了，最好是气死得了。太医院都派了些谁出去？是方御医和江御医。你去端王府，让嬷嬷把太后的人盯紧了，别出什么岔子。宫女领命离去。端王府里哀乐声声，悲悲戚戚，到处都是一片素白。灵堂里，太后把端王府外院的奴婢小厮都喊了进去。经过一番盘问，那些惧怕太后威严的下人都实话实说。萧太师夫妇俩已哭得几次晕倒在地，他们强打精神，在一旁听太后盘问下人的话。皇后派出来的嬷嬷和宫女都站在灵堂门口，直到宫里来了2个御医。嬷嬷转身对几个宫女道：撤，咱们回去禀报娘娘，大事不好了。太后身边的嬷嬷一直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见他们要离去，她对太后耳语几句：快拦住他们，都关柴房去，马上开棺验尸。皇后派出来传信的宫女，她远远看见赵嬷嬷几人被拿下，她吓得一个趔趄，转身就跑。太后娘娘，这开棺验尸还是京兆尹里的仵作最专业。的确如此，微臣也请求太后娘娘宣仵作过来和我们一起开棺验尸。你拿我的信物去京兆尹叫人来，微臣也一起去。不一会儿，京兆尹的几位衙役带着一个仵作前来，萧夫人嘤嘤抽泣道：不一会儿，京兆尹的几位衙役带着一个仵作前来，萧夫人嘤嘤抽泣道：我想再看一眼我的灵儿。娘亲别看，端王府说姐姐是暴病而亡，估计面相不怎么好看了，你看了会更难过。娘不信，灵儿身体素来很好，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还有她的陪嫁丫头，2个都是自寻短见跟随她去了，这里面定有蹊跷。娘亲别急，有姑奶奶出来为咱们主持公道了，皇后那儿咱们也不怕了。萧太后面如寒霜，看着仵作和2个太医掀开棺盖，都给我查仔细了，别顾忌什么伦理纲常。盖棺一开，棺材里躺着的端王妃面容栩栩如生。方文龙见仵作从端王妃的手关节开始检查，还是先查一下王妃的口液，再查其余的地方不迟。对，先查王妃是否中毒，毕竟她是上过妆了，从面容上已经看不出来了。仵作接过银针，他轻捏端王妃的下颌，用银针探进她嘴里，轻轻地搅动。仵作拿出银针，在大家的注视下，那银针很快就变黑了。端王妃这是中毒身亡的。方文龙波澜不惊，难道真的是王妃有孕被皇后赐死了？可端王妃腹部平平，即使有孕，月份尚浅，若要一查到底，就得剖腹验尸了。这敢毒杀端王妃，是什么人如此大胆呢？太后呵呵冷笑2声，她对衙役吩咐道：端王妃被歹人谋害，皇后带来的人也是嫌疑人，把他们一并带回京兆尹审问。属下这就回京兆尹报案，再带一些人手过来收押嫌疑人。有劳了。属下这就回京兆尹报案，再带一些人手过来收押嫌疑人。有劳了。太后娘娘，您看这还有必要继续往下验吗？不用再继续验了，我心里有数。那2个陪嫁丫鬟应该也是被毒杀的。皇宫里，宫女惊慌失措地跑回交房殿，把她看到的禀报给了皇后。正当她在宫里心急如焚的时候，宇文家让人传消息给她，说事情败露了，太后已经报官了。御书房里，皇上听了锦衣卫的禀报，他惊愕万分，他万万没想到皇后连自己的儿媳妇儿都不放过。传令下去，让皇后待在交房
房殿等候发落，不得出交房殿半步。海公公领命后，亲自到后宫去传皇上的口谕。太子殿下，好消息，皇后啊又被禁足了。李生，你又干什么了？我天天都和你在长信宫，我能干什么？这分明是我那贤德的皇后娘娘又干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慈禧公公有没有说皇后因为什么事被禁足啊？哎呀，说法可多了，有说呀她杀害了端王妃，有说呢她厌弃端王妃，指使端王毒杀了端王妃，还有人说呢是丞相府里送了2个美人过去，争风吃醋毒杀了端王妃。皇后太狠毒了，还好殿下去书房殿请安的时候没有喝皇后娘娘那里的茶呀，还是皇上英明，被禁足了也好。表弟啊，等你册封大典一过，我们回将军府看看，祖母都念叨你好久了。好的，也是时候去见见他老人家了。殿下，咱们可以邀请沈姑娘一起去将军府，你出宫的时候太少了，都约一起见见面吧。好的好的，我也好久没有见到苏丫头了。好的好的，我也好久没有见到苏丫头了。我是说咱们好久都没有见到沈姑娘，她肯定又长高了。她长没长高关你什么事儿？你今天的文章写了多少了？太子殿下，你不带这么玩的，你让我看一大堆兵书还要写文章，我又不参与科考。哎，你是故意累死我是不是？你将来得接威远大将军的位置，我让你熟读兵书有什么不好？燕南巡心想，好你个鬼，我只想跟苏儿双宿双飞，谁稀罕做大将军？还是太子殿下思虑周全，战场上刀剑无眼，多看书好。在蝉鸣声声的叫嚣中，一转眼3天就过去了。宫里喜气洋洋的举办着太子册封仪式，文武百官都在大殿外观里。海公公宣读了册封圣旨后，顾离生穿着一身杏黄色的太子朝服，他款款走向殿前。只见他俊美绝伦，一双桃花眼熠熠生辉，他不慌不忙，气度不凡，仿佛他漫步在花园中那般闲庭信步。顾慕辰看着风神俊朗的儿子向自己走来，顾慕辰昨夜想了好大一篇的勉励话，这会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生儿，你终于站在父皇身边了，你定要忧百姓之忧，乐百姓之乐。父皇相信你将来会是一代明君。儿臣谨遵父皇教诲，恭喜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众卿平身。他气宇轩昂，举止得体，众臣看在眼里，都暗道这才是一个太子该有的模样。永宁侯府里，永宁侯看着他不成器的大儿子沈勋，他指着桌子上的礼品怒吼道：“你看看，人家都把礼物退回来了，你还有心思天天跑百花楼听曲儿？你为这个家做了什么？”爹，那沈家不收咱们的礼物，这不是好事吗？人家或许是体恤咱家不富裕，要不这些都给我去打点关系，说不定还能谋一个差事来做呢。你这个混球懂个屁！人家是不搭理我们，是根本没把咱们侯府放在眼里。谁稀罕呢？大伯父，你是不稀罕，可我们稀罕呀！你有大伯母的娘家给的银子花，我们二房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妍儿啊，你这话就没说对。大伯父就一白身，你爹好歹也是礼部侍郎嘛。妍儿，那方人不愿意和咱们来往，更别提让他们认祖归宗了。你看这事怎么办？这事你们看着办，我去看看孩子们的功课。祖父，爷儿若去找他们更不会理睬。你还是想办法让族长出面去说和吧。你下去吧，这事以后再说。沈岩咬了咬嘴唇，最终没有再说什么。再等等，如果大哥这次榜上有名，就不用去巴结那一方人了。御书房里，皇上看着锦衣卫首领送来的审讯结果，他握了握拳头，眼底浮起冷意。皇上息怒，这事气不可外传。这份供状有多少人知道？皇上放心，赵嬷嬷一喊要招，我就让其他的衙役出去了，只有我和副统领在屋里。赵嬷嬷和那些参与的宫女一个不留，这事你去办吧。海福，奴才在。海公公听到皇上喊他，他连忙从门外走了进来。你带人过去传朕口谕，皇后不贤无德，恃恩而骄，恃宠放旷，心狠手辣，残害端王妃，罪无可恕，现移居冷宫。海公公领命出去后，他走出御书房，抬头喊道：“野鹰！”一阵风吹过，不知道从殿外屋檐下的哪一根横梁上飞身飘下一个黑影。他走到顾慕辰身边，单膝跪地抱拳道：“属下在，皇上有事请吩咐。”顾慕辰压低声音与他交代了一番后，见暗卫消失在御书房外，他才长长的吁了一口气。交房殿里，皇后听完海公公的口谕，她面如死灰：“本宫不去冷宫，本宫要见皇上，他不可以如此绝情。当年是本宫母亲带着宇文家支持他坐上了皇位，他不可以这么对本宫。”娘娘请吧，皇上对您
已经是格外开恩了。一旁的宫女3两下就摘了他头上的凤冠，又脱去他身上绣着凤凰的锦袍。淑妃出去的时候，正看到皇后被拖着路过华清宫前面的花园。毒妇，是你那孽子一直在盯着本宫，是他想把本宫拖下后位，再让你做皇后，是不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夜路走多了，总有碰到鬼的时候吧。连自己的儿媳妇儿都下得去手，毒妇这个称号呀，还真是非皇后娘娘莫属呢。都快成废后了，也不装贤惠端庄了。姐妹们以前还以为皇后娘娘是多贤德呢，看来都是咱们眼拙，原来是一条毒蛇。就是，从前宫里姐妹无缘无故的滑胎，说不定就是这位蛇蝎心肠的女人下的手。本宫当年就是手软，早知道那个狼崽子如今会坏我好事，我应该早就捏死他。果皇儿当年中毒，果然是你这个毒妇下的手。真蠢！你现在才知道，你给他顾慕辰带句话，若不放本宫出冷宫，荣亲王的毒这辈子都别想解了。荣亲王的毒这辈子都别想解了。众嫔妃听得毛骨悚然，以前大家怀疑，可皇后自己亲口说出来，他们觉得皇后太可怕了。那你还是好好在冷宫待着吧，荣亲王府有医圣，用不着你惦记。我要抓烂你这狐妹子的脸，看你拿什么去维护皇上。他还没有扑到淑妃身前，众嫔妃一拥而上，把她按在地上，直到闻声赶来的侍卫把皇后拖走，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第二天早朝，皇上让人宣读了废后诏书。诏书宣读后，大殿里的落针可闻，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皇后说话。有官吏进言道：皇上，听闻3000营的宇文提督昨夜遇袭身亡了，皇上还是尽快安排人手接手3000营吧。最后，顾慕辰另提拔了一位年轻的武将去带领3000营。散朝后，大家回去的时候才得知，昨夜不光是宇文襄荣被刺，就连丞相府的那个傻儿子都没有幸免于难。沈府里，沈云苏正和阿梅和阿欢做干面条。小姐，昨夜京城出大事了。京城又出什么大事了？看把你高兴的。奴才刚才出去采买，听到大家都在议论宇文家又被刺了。阿梅看向阿欢，阿欢摇了摇头，表示不是他做的。现在京城都传遍了，皇后被废，宇文家昨夜的男丁除了丞相那人，连他家的傻儿子都被刺杀了。大家都说他家遭报应了，以前作威作福，就连他家的奴才都仗势欺人。阿坤说的对，做人还是厚道的好，好人会有好报的。小姐这会儿在干什么呢？我去看看。阿梅干咳一声，转身就往主屋跑去。沈云苏看着一堆和好的面，她嘿嘿地笑道。沈云苏看着一堆和好的面，她嘿嘿地笑道：今天中午咱们吃饺子了。说完，她也往主屋去了，留下一头雾水的阿坤发呆。他挠了挠后脑勺，我这么多的面，得吃几天的饺子？主屋里，沈继贤在窗边看书，宋娘正在看阿秋和阿英做绣活。再过几天，云墨就要回京备考了，他得多给他准备几件衣服。小姐，昨晚你们没干什么吧？啪嗒一声，沈继贤老脸一红，一个哆嗦，他手里的书落在了地上。死丫头，你瞎说些什么呢？阿英和阿秋低着头憋着笑。我是说小姐昨晚没出院门吧？奴婢没别的意思。爹娘，昨夜京城发生大事了，宇文家又死人了。沈云苏把阿坤说的话巴拉巴拉的一口气说完。你是说丞相府的男丁一个不剩？沈云苏重重的点了点头。我去书房，你们忙。爹，你耳朵咋是红的呢？沈继贤一个趔趄，要命，闺女眼神太好了。没什么，爹自己挠了的。看着爹似乎有几分狼狈的背影，沈云苏自言自语道：爹走这么快干啥？又没有人追他。爹走这么快干啥？又没有人追他。我脸上有面粉。他一问，姑姑们笑成一团。我去洗个脸。小姐，太子殿下来了。阿坤，你是个管家，你能不能稳重点？奴才见太子殿下来了，一高兴就没忍住。是离生哥哥来了。他就往外院跑去，刚跑到垂花门，他停下脚步，回头对阿坤道：去叫我爹和娘出来。沈云苏踌躇不前，顾离生是太子了，他是不是还得行那该死的跪拜礼呢？苏儿怎么站这里？我在想，是先恭喜你喜得太子之位呢，还是扑通一下给你来一个跪拜礼？都不需要，咱们还是像从前一样，伯父伯母呢？我来了，理应去拜见他们。爹娘马上出来，咱们去前厅等他们。沈云苏自顾自地往前厅走去，他都没注意顾离生对他爹娘的称呼有什么变化。一到大厅，满屋的礼物让他目瞪口呆。你这是干什么？小姐，这是皇上赏赐给你的谢礼。皇上为什么赏这么多东西给我？救命之恩，苏儿，别人不知道，可我知道，我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所以你是我的贵人。沈云苏心想，原来他什么都知道。太子殿下万安。
太子殿下万安。伯父伯母，别多礼，这里没有外人，这不合适吧？伯父伯母，是父皇赏赐给苏儿的，这些都是俗物，请别嫌弃。对，沈姑娘当年给了殿下好多的药丸子，皇上表示感谢，非要让太子殿下亲自来府上感谢呢。苏儿，这娘收下吧，我信你个鬼！你大哥都和安阳定亲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客气的话就别说了。你去换身衣服吧，燕南轩还在外面马车里等着，咱们一起去将军府玩。伯父伯母，今天我和表哥请苏儿一起去将军府玩，下次我出宫再来看你们。以后可别带礼物了，这受之有愧啊。太子殿下慢走，苏儿，你去换衣服吧，记得早点回家。看着顾离生出去后，沈云苏对爹娘道：“山阿坤都说库房里，我早去早回。”说着一溜烟的回屋换衣服去了。这真的是皇上赏赐的，这也太多了。别问那么多，船到桥头自然直。一盏茶的功夫，太子殿下、沈姑娘、少爷到将军府了。顾离生率先跳下马车，他在下面伸手接住从马凳上走下来的沈云苏。燕南巡从马车上一跃而下，他抖了抖衣袍上的褶皱。沈姑娘，我觉得你身边需要2个丫鬟伺候，要不我去祖母院里挑选2个送给你。不用，在府里，我的4个姑姑把我照顾得可好了。苏儿在家有人伺候，伯母是喜欢清静的人，你就别添乱。顾离生说着，拉起沈云苏就跟着管家往垂花门走去。刚走过游廊，燕无寒从老将军院里出来，见到顾离生带着沈云苏走在前面，他带着小厮连忙行跪拜礼。二舅，这里没有外人，不必行此大礼，折煞生儿了。燕无寒顺势站了起来，目光暖如春风，激动的道：“生儿如今是太子了，礼不可废。沈姑娘，原来你和生儿也认识。我的老家在梧桐村。”燕无寒无言，原来如此，害他白高兴一场。老将军正在前厅和夫人说话，进屋后又是一番见礼。沈姑娘，多亏了你给的药丸，我现在感觉身体轻松多了，头也不晕了。沈老夫人看到老将军回家了，心情愉悦，自然就好了。沈云辉是沈姑娘的什么人啊？他是苏儿的堂兄，听说还是祖父一手提拔起来的呢。这孩子不错，有勇有谋。他现在已经独当一面，在东陵边关屡建战功，现在已经是骠骑将军。他从西凉边疆调走之前，刚从千户提拔成副指挥使。沈将军是真有本事的人。表哥别急，你也可以的。既然生儿说他行，过几日我进宫觐见皇上，我就向皇上请旨，让他去边疆磨练磨练。燕南巡内心一声哀嚎，他去边疆在劫难逃了。沈云苏见老将军的小拇指弯曲不直，他直言不讳地问道：“老将军的小拇指是否受过伤？”在战场上受伤是家常便饭的事，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手指被砍落的将士比比皆是。沈姑娘，能否请你也帮我家老头子看看，他这手指还有没有机会复原？沈云苏从挎包里拿出银针包，他走过去，拿起老将军的手，用银针在他的指尖上扎了一针。老将军，手指甲有疼的感觉吗？有麻麻的感觉，手指关节伸不直，已经有好几年了。老将军是伤到了筋脉，骨头没问题的。我这里恰好有2瓶生津药丸，1天服用1粒，老将军不妨一试。沈姑娘真是咱们家的贵人，有你来府里，老身觉得都年轻10岁了。可不是嘛，今早皇上啊，还让表弟带着礼物去感谢贵人。用过午饭，顾离生就带着沈云苏告辞了。表哥其实可以在家住一晚，也没关系的。燕少爷难得回家一次，住一晚也不多。我还是喜欢和表弟在一起，在家听他们啰嗦，太没意思了。你是这会儿回宫，还是去哪里？什么意思？表弟，你还要去哪里？坐在外面车辕上的阿江咧嘴笑了起来。你说今天你家主子能忽悠走我家少爷不？今天看来是不行了。他这会儿正头疼呢，太子殿下交代他看到彩渊悄悄地带回宫去，他今天连彩渊的影子都没见到。也不去哪里，只是去一个地方喝杯茶而已。我也去，既然和表弟一起出来的，理应一起回去才是啊。离生哥哥，你不会是想去百花楼听曲儿吧？百花楼？你们要去百花楼听曲儿？百花楼是听曲品茗，不是你想的那样。百花楼是我让高伯开的，主要用来收集消息。燕南巡不解，他已经是太子了，还收集什么消息呢？快到了吧？一个男子的声音在百花楼门口响起。三娘，你就跟我回府吧，丞相他现在不顶用了，我不怕他了。你还算是个男人吗？当初是哪个龟孙子死皮赖脸的要了老娘，然后一听到风声就把老娘扔回丞相府的？你当老娘是大白菜？你想要就要，想扔就扔。三娘，看在儿子的份上，你就跟我回去吧。
三娘，看在儿子的份上，你就跟我回去吧。张大人请自重，妾身当不得你这样跪。你嘴里说的儿子，我可没见过。这时，里面走出来一个年轻的小厮，那女子一把拉住小厮的胳膊，柔声道：“夫君，妾身已经和这人没关系了，你可别误会我哈。”三娘说哪里的话，我相信你。我在楼上听到你生气的声音，我就下楼看看。大人如果是来听取品茗，咱们百花楼啊，还是欢迎你的。至于秦三娘嘛，她现在是百花楼的掌柜，也是小人的娘子，请大人切莫再来纠缠呢。沈云苏几人站在马车前，把这一幕看完了才走过去。客官里边请，楼上还有雅间。在张守备还没有抬起头的时候，顾离生已经快步走了进去。张守备用衣袖擦拭着额头的汗，满眼的眷恋和不舍。顾离生要了一个靠窗位置的雅间，点了里面最贵的茶。表弟啊，这里的曲子真好听，都是沈姑娘上次写给你的曲子吧？去搭上弹曲的姑娘，请她弹一曲《半壶纱》。顾离生用余光瞅了一眼沈云苏的挎包，随着琴声响起，沈云苏跟着轻声哼唱。他看向窗外，听着熟悉的曲调，思绪飘远。燕南巡闲得无聊，他嗑着瓜子儿，给沈云苏讲北冥的科考规则，顺便又八卦起了过段时间三皇子就要开始选妃的事儿。当皇上的儿子真不错，世家小姐任他们可劲儿的挑。当皇上的儿子真不错，世家小姐任他们可劲儿的挑。两个人八卦的热火朝天，完全没有注意到一旁的顾离生脸都黑得能滴出墨水了。那是当然，还不只选一个，可以同时选一个正妃，两个侧妃。至于姨娘妾室，那就是后面的事了。正当燕南巡讲得起劲儿，他的脚一阵吃疼，他连忙住嘴，弯腰抱住左脚。怎么了？啊，没什么，脚抽筋了。说着还狠狠地瞪了顾离生一眼。当王妃没了以后，是不是还要给他再选一次王妃？等你选妃的时候，肯定比他们的排场更大更壮观。我不选妃，无孝有三，无后为大。皇家呀更看重子嗣，这事儿可由不得你，你管好你自己。咸吃萝卜淡操心，真是闲了。明早提前半个时辰起床练功。燕南巡恨不得抽自己一嘴巴子，他合着黑心肝的较什么劲儿？这不，吃亏的还是自己。三人都沉默不语，心思各异，一时屋里的气氛有几分诡异。沈云苏看向窗外，天空乌云密布。哎呀，不好，快下大雨了，我得回家了。哎呀，不好，快下大雨了，我得回家了。我先送苏儿回去，表哥你再听一会儿曲子，送了苏儿我再回来接你。马车里，顾离生瞥了一眼沈云苏的脖子。苏儿，那枚玉佩是国师开过光的，有护体辟邪的作用，你尽量随身佩戴。我带着呢。离生哥哥，你都念到800遍了。我不会选妃。对，别选，找一个喜欢的人携手人生才有意思。你看你父皇，后宫佳丽3000，他恐怕自己都记不清谁是谁。我听苏儿的，牵一人之手，看花开花落，白首不相离。离生哥哥，你可要做一个好太子，将来要做一个好皇帝。我都听苏儿的，只要有空我就出宫来看你。离生哥哥，你忙你的正事要紧，等二哥科考完，我就和娘亲去南疆了。去多久？用不了多久，大哥哥和颖儿姐姐春天大婚，大约那个时候能赶回来。马车很快就到了沈府。苏儿，能把你的彩元借给我带进宫吗？我想给你写信更方便，安慰在东宫活动不是很方便，父皇他还不知道我身边有安慰。你等我一会儿。沈云苏说着就跳下马车，他一溜烟就跑进房里，避开门房。他从空间里拿出彩鸢，然后又抱着彩鸢回到马车旁。顾离生接过彩鸢，两人挥手告别。沈云苏抬头看了看乌云密布的天空，心里莫名升起一丝不安。此时的沈云星正在赶路，他们正走在一个叫磨盘山的地方。小叔叔，你看前面天上的云都快压下来了，前面在下暴雨，咱们还是找个地方躲一躲吧。小叔叔，今天这雨来得突然，怎么办呢？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先去树林里避一避雨。刚走到那块平坦的地方，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沈云星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兄弟们把马儿往树叶茂密的树下赶。大家快到屋里去！看着大家都奔向茅草屋，沈云星牵着小白紧跟其后。小白，别动，这可以避雨。白马儿就像能听懂他的话似的。沈云星站在屋檐下，看着这雷雨交加，他回头对大家道：“都换衣服，别着凉了，今天就不走了。”不到半个时辰，雷声远去，大雨渐弱。沈云星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就怕一个滚雷劈下来，把树林里的马儿给劈糊了。老大，快去换衣服，今天这大雨，或许有山路坍塌，还是等明天再走。好，明天不下雨再赶路。沈云星见树下的马儿开始啃起了地上的青草，转身进屋。大约丑时末，树林外10几个黑衣人手拿火把，在地上寻找着什么。这里看，马蹄脚印向右走了。他们不是应该向磨盘山去吗？怎么又朝右走了？
他们不是应该向磨盘山去吗？怎么又朝右走了？你不是说你知道他们走的方向吗？怎么就跟丢了？赵老三，你娘的，到底打听清楚了没有？我们跟了他们这么多天，可别让大伙白忙活啊！老大放心，他们在前面的镇上买了很多干粮，我是给卖干粮的人打听的。卖干粮的人说，这群人肯定是往磨盘山方向走的。他娘的，若不是故意让他们把马赶到咱们的地盘边上，省得咱们费劲，老子早就下手了。老大，才下了暴雨，他们没走远，咱们顺着马蹄脚印追，大家把脚步放轻，别惊动了商队的人。怕什么呀？他们只是一群商贩而已，除了有一把子蛮力，还能干得过习过武的我们？就是，尤其是带队的那个小白脸，咱们把他绑了，卖去西凉的南风馆，或许还能卖一个大价钱。卖什么卖呀？那小子比个娘们还好看，留着也享用。等会儿啊，你们小心着点，可别伤着他啊！哎，老大，你啥时候好南风的？我们怎么不知道啊？老大让你仔细点，你就仔细点，你问那么多干什么？老大才抢了一个俊俏寡妇回去，我这不是好奇吗？嘘，别说话了，我听到了马达响鼻的声音，我也闻到了马粪味的。咱们把火灭了吧，这样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的。不行，今晚没月亮，伸手不见五指的，偷马肯定没问题。老子要的是那个俊俏的小子。屋檐下的小白重重地打了一个响鼻，沈云星一个机灵，连忙坐了起来。快起来，把兄弟们都喊起来，外面有土匪来了。沈云星站在屋里往外眺望，只见树林里火光闪烁，那火光往他们这里移动。兄弟们，把凉鞋收起来放一边，把家伙拿手里。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快把迷香点燃放屋里，咱们都去后屋檐躲一躲。火光越来越近，在树下睡觉的马儿惊得烦躁地移动着马蹄。小叔叔，快走！沈文虎和阿强给每人分了一颗解毒丸，呼吸放缓，练功的人耳力灵敏。前院脚步声越来越近，里面的人都出来，把银子都交出来，我们保证不伤你们性命。见屋里没有动静，小眼睛一挥手，他身后的黑衣人都冲了进去。老大，人呢？怎么屋里没人呢？小眼睛和矮个子对视一眼，连忙跟了进去。哎，老大，你看屋里还熏过蚊子，香味还在呢，这里还有凉席。不对呀，这大雨天的，他们不待屋里，难道还能飞了？你看这个破屋子，里面啥都没有，怎么住人呢？他们呢，肯定是去附近借宿去了。不可能，这里前后好远都没人家，是茅草屋还是一猎户人家住过的？我好几年前都知道这里的地形。他们能去哪里呢？外面一大群马，难道他们舍得丢弃了？他们能去哪里呢？外面一大群马，难道他们舍得丢弃了？小眼睛走到门口，看着茫茫夜色，叹息道：这熏蚊虫的香还是热的，难道他们知道我们要来，丢下马儿跑了？他们呢，肯定还在附近的树林里，都给我追，一定把那个小白脸给我追回来。他刚想抬起手臂，他突然感觉浑身发软，只听身后扑通扑通的声音接二连三的响起。中招了！都迷晕了，都进去，把土匪的衣服裤子都脱了，把他们绑起来，记得绑结实。小叔叔，你是不是腿软呢？你以为我是那女魔头，手里有鞭子？他这么从我脑壳里冒出来了。沈文虎见小叔叔跟在大家后面往屋里走去，别说鞭子，给你一把大刀也没用啊。屋里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10多个男子。阿强带着会功夫的兄弟们绑人，其余的兄弟们烧水，咱们吃了干粮休息一会儿，天亮后就出发。不一会儿，大家把歹徒都捆绑好。这个人很眼熟啊，像是在我们路过的哪一个镇上见过。好像是，他们跟了我们至少有2、3天的路程了。沈云星紧抿嘴唇，他心里懊恼不已。若是他选择走官道，或许就不会遇见这伙歹徒了。还是他太大意了。这些歹徒怎么处理？老大说怎么办都行，若要宰了，小的这就带着兄弟们提去树林里处理了。沈云星思索片刻，他看向曾经在军营里做过将士的人，问道：按咱们北冥律法，这几人送官府是怎么处理的？东家，我记得作奸犯科这类的犯人都是统一的送去挖矿，有的呢送去挖铁矿，有的呢送去挖金矿，还有的被送去挖铜矿。拦路抢劫的人丢进矿山后基本都没有机会出来，杀了他们太便宜了。咱们今晚就能赶到前面的雁门县，就把他们交给衙门处理。小叔叔，咱们交给衙门的时候，一定要说这些人啊罪大恶极，那样衙门才不会轻易饶了他们。对，就说咱们的兄弟被他们杀了，被水冲走了，这样衙门也无法查证。还有咱们的马也被他们杀了几匹，都被洪水给冲走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不一会儿把土匪的罪定了一箩筐。大家想着早点把土匪送到县衙，也无心休息了。京城里夜幕下，彩鸢从东宫腾空而起，快速地向城西飞去。主子，你说彩鸢明天还来东宫吗？
你在我书房备足小米和大米，他应该会来。你们在看什么呢？啊，没什么，看天上的星星。燕南寻抬头认真看了好一阵，只见天空一片漆黑，哪里有月亮和星星的影子？阿童，你就糊弄本少爷吧。刚下了暴雨，这满天黑漆漆的乌云，哪里来的星星啊？怎么没有星星？刚才还有2张，你一来就被云遮住了。太子殿下说的对，就是有星星也看不见了。他能怎么办？太子殿下高兴，自家主子不跳脚，相安无事，比啥都好。城西，沈云苏吃完饺子，刚走回屋，窗口响起彩鸢扑棱翅膀的声音。沈云苏走过去，摸了摸彩鸢的脑袋，他拨开盖子，拿出一卷纸，上面还是熟悉的簪花小楷。我很好，勿念。我什么时候念你了？就这么几个字，用得着换竹筒吗？吃饱了撑的。沈云苏闪身进空间去做事儿去了。时间在声声蝉鸣中流逝，转眼间就到了学子们进京备考的日子了。沈云苏整天忙得像个陀螺，他一会儿去大伯家吃一顿饭，一会儿又去二伯母家坐一坐。沈云竹拿出家具图纸，问妹妹更喜欢哪一款。云竹哥哥，你做的我都喜欢，你看做什么合适就做什么。好的，妹妹放心，我慢慢做。那个紫檀木做一个拔步床，还能做一个梳妆台。如果有剩余的木材，我还给你雕刻一些精致的摆件。哥哥，你随意安排，我不挑。一回家，沈四胖和沈长生就上门来了。小姑姑，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你们2个糕点铺的生意如何？最近得准备做中秋的月饼了。三祖父，您放心，我们生意好着呢。现在连宫里的娘娘都爱吃咱们家的糕点了，每天铺子门前都得排着队买呢。走，去我爹爹书房说话。两人落座后，说吧，今天你2人不会是只给我送糕点来的吧？还是咱们小姑姑英明。少拍马屁啊！你俩肚子里有几根蛔虫，我能不知道？小姑姑，我们呐都打听清楚了，咱们老祖宗的家业有多少被那一房吃掉了？说吧，看没了咱们祖宗多少铺子和房产？小姑姑，看吧，就这么多，我怕记不住，就都记录了下来。沈云苏看着那张纸上的半幅字，他惊得半天合不拢嘴。这么多！一个3进3出的大宅子，就是现在永宁侯府隔壁的那个院子。现在呀，住着他家大房，就是那个败家子世子。永宁侯府是先皇赏赐给他家的，恰好在隔壁，他们就打通合成了一个院子，里面可大了。这败家玩意儿，把我们祖宗的铺子卖的只剩6个了，地点都记在纸上了。他们怎么吃进去的，都得让他们吐出来。他向2人招了招手，一番交代后，沈云苏转身回屋，手里拿着几个白瓷瓶递给沈长生。这个你亲自去吧，我保证他们的铺子鬼都不上门。过了2日，沈云墨回家了，在爹娘的介绍下，他和姑姑们见了礼。二哥哥，好久都没有见到妹妹了，妹妹都长高了，有没有想二哥哥呢？哥哥呀，可想念妹妹了。沈云苏心想，我家二哥怎么还问这么幼稚的问题？想啊，可想了，天天都想二哥回家。想啊，可想了，天天都想二哥回家。看着二哥笑得那傻样，沈云苏也跟着傻乐呵。他一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哪里有空天天想二哥？再说还有大哥和三哥，他想得过来吗？他还在筹划沈氏家族的100年大计呢。二哥哥，你们考试的时间在8月底吧，刚合适。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你再复习几日就差不多了。妹妹，哥哥脸上有什么吗？我二哥哥越来越俊了，我担心放榜那一天你被人捉了。二哥哥，要不那一天我给你脸上画板麻子吧？妹妹别担心，放榜那日啊，我让阿坤去看就行了。苏儿，让哥哥过来试衣服。沈云墨牵着妹妹就往隔壁去。沈云苏在一旁点评，他觉得二哥哥穿哪一件都好看。沈云苏看着二哥哥试穿完最后一件衣服，他一双凤眸咕噜噜的一转。娘，二哥哥，我想起一件事儿，我晚点回来。沈云苏一出门就听见街上的人议论纷纷。我的个娘哦，那铺子里的老鼠乱窜，像不怕人似的。我活了这把年纪了，还是头一回见到那么多的老鼠。难道京城的老鼠都去了那一家铺子了？以后啊，咱们可别去那铺子买东西了。听说那是永宁侯府家的铺子，别说买，就是送我都不要。你想想，老鼠爬过的，你敢要吗？那是。沈云苏嘴角上扬，他快步朝10里香走去。10里香的2楼上，顾影亲自给沈云苏倒了一杯茶。妹妹，你找我有事儿可以找家仆过来说一声就行，看把你给热的。田儿姐姐，我不热，是高兴的。今天二哥哥回家了。香菱在一旁捂嘴偷笑，我还以为是沈大公子回家了呢。
别瞎说啊，沈公子军营里那么忙，哪能经常回家呀？妍儿姐姐，大哥哥过几日也回来了，他到时候肯定会去看你的。中秋节夜晚，京城里会举行赏灯会，小姐可以和沈公子一起去赏灯。妍儿姐姐，你有我大哥陪着去看花灯，可我担心二哥没有人陪。二弟的亲事，妹妹放心，我留心着呢。二弟的亲事，妹妹放心，我留心着呢。有了颖儿姐姐的这句话，沈云苏就放心了。她相信颖儿姐姐看人的眼光。郡主，楼下有一位小伙子找你。会是什么人找我呀？我下去看看。过了一会儿，红菱带着来人上楼。小姑姑，原来你也在这里，那真好。沈长生拿出一叠银票，他把银票往顾颖面前一推。这事儿还得麻烦郡主出面去办。沈云苏会意，顾颖不解。沈云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给他讲了一遍。妹妹放心，这事儿我让人去办。这银票多了，长生不必再送银票过来了。最近熏香卖得很好，账上的银钱不少，加上这里的银票，足够老祖宗的几个铺子买回来了。妍儿姐姐，别着急下手，先吊他几日。那是自然，闹腾几日后啊，效果更好。明儿个换个花样，再把传言放出去。要是这样，还有人接手那些铺子，只能说那些人运气好。接下来的一连几天，永宁侯府的手里的几个铺子都出现了蛇和老鼠。本来生意都不行，这一闹腾，全都关门大吉。沈岩惊慌失措的跑回去问老侯爷是怎么一回事。沈岩惊慌失措的跑回去问老侯爷是怎么一回事。老侯爷说那些铺子都是祖上提防的。祖父，大哥马上就要科考，科考完还面临着去哪里任职，我们可不想大哥外放出去，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银子，您老说怎么办吧？去找你大伯母借。祖父，孙女在跟你商量铺子的事，您扯上大伯母做事，她手里也没有多少钱，再说她的银钱都是她娘家给她的，大伯父都要不出来，您让我们去借，您觉得合适吗？那如何是好？我手里真没银子了。沈岩心思百转，祖父若去世，这些铺子将来都是大房继承，还不如卖了好做其他打算。祖父，养那么多掌柜的和伙计都要花银子，孙女建议还是把那些铺子都卖了吧，说给大哥谋得一个好前程，何愁买不回来那几个位置并不怎么好的几个铺子。好，这事儿我交给你大伯去办。沈岩还想说什么，可他始终没有说出口。得了老侯爷命令的沈勋去找房伢子帮着卖铺子，房伢子根本不搭理他，说他那铺子风水不好，谁买了都会砸手里的。过了2天，一个中年男子找到他，说他手里银钱不多，不怕晦气，只要有本钱，便宜就便宜卖。那人一口气拿下了沈轩手里的6个铺子。沈轩手里拿着包着银票的包裹走出客栈，正是他犹豫是先去赌坊还是先去百花楼找美人时。哟，沈世子，你怎么在这里？娇娇儿，你怎么在这里？我去客栈找一位公子，他说带我离开百花楼去做他的外室。娇娇儿，难道我对你不够好吗？你做我的外室好不好？我保证啊，每天都陪着你，拿你当正室宠着啊！见美人低头不语，他急促的道：只要你肯跟着我，我就不回侯府了，咱们在外面安家生子。美人抬头看他，一副我不相信的眼神。也有本钱了，这里的银票啊，足够买一个3进院子还有余呢。光买一个院子有何用？吃穿用度，买奴婢小厮，哪一样都要花银子。世子在侯府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哪里能体会到普通老百姓过日子的疾苦？走，去赌坊。爷今天呢，就给你赢去，等我赢一番的银子，爷马上带你去房伢子那里看院子去。说着，他也不等美人答应，拉着他就往赌坊走去。两人来到京城最大的赌场门口，千金坊。娇娇儿，你不是最喜欢推牌九了吗？你怎么今天怕了？妾身来玩牌都是赌的小钱，爷今儿个可是要大赌，妾身有点怕，等会儿爷还是自个儿下注吧，妾身在一旁看着就行了。好，娇娇儿就看着爷下注啊！进屋后，有小厮过来问他今天赌大还是赌小。爷今天要玩大的。小二恭敬地把他们带到2楼。2楼是玩推牌九下大注的场子，屋里有几个彪形大汉在一旁伺候。娇娇儿，帮爷保管银票啊！从里面拿出一叠银票，冲发牌的小厮喊道：哎，给爷把牌发过来。一连2把，他都大获全胜。那些输得没了银子的人都纷纷退在一边，不舍得离去，偶尔偷偷地瞅一眼美人儿。不到5局，桌上的赌客都全数败下阵来。你看爷今天运气多好，等爷再赢一会儿，爷就带你去看院子。
啊，爷今天晚上就和你住客栈去。哎，还有没有人来玩啊？爷今儿个高兴，可别没人玩就没意思了啊！随着脚步声响起，一个身形瘦弱、面色略黄、身材矮小的男子走了进来。爷今天也有兴致玩，小打小闹的就别来了，别浪费爷的宝贵时间。他一招手，他身后的小厮把手里提着的藤编箱子往桌子上一放，小厮把箱盖打开，里面是一箱金灿灿的金锭子。准备好下注，谁做庄？随便。最后，小厮让2人掷骰子来认定谁做庄家。一把定输赢吗？都押上，敢吗？一把光。沈勋一咬牙，准备殊死一搏。沈世子，你可想好，这可不是儿戏。牌桌子上很难有常胜将军，你可别为了妾身去冒险，妾身担当不起。是我自己决定的，不怪你。那好吧，祝世子好运，妾身今儿个先回百花楼了。我会去找你的。然后他把包裹往桌上一推，我这里的银票比你那里少不了多少，我全押上。小厮发好牌，沈勋在心里把天神地鬼四海八荒的神灵都念叨了一遍。哇，地牌，老天保佑，真的是地牌啊！他这一把地牌肯定赢定了。开牌。沈勋把面前的牌往桌上一拍，哇，地牌呀，只有天牌才能赢。小个子男子拿起牌，双手合十的捧在掌心，然后他不慌不忙放下手里的牌。啊，天牌！哇，真的是天牌压地牌了，天牌赢，不可能，不可能！沈世子，您真的输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不好意思，今天是我运气太好了。2个彪形大汉殷勤地护送着小个子男子主仆下楼。这时，一辆马车恰好走了过来，小厮上前拦了下来，看着马车消失在车水马龙的街头。你看出那个人是什么来头了吗？出手如此阔绰，我还以为这么有钱的大爷，至少得有自己的马车，从马车的标志看，也能认出一二来。就是，这人呐太抠门了，那么多钱还在街上租马车用。哎，万一他不是京城人呢？这个不好说。说得对呀，咱们京城的人个子没他那样的，都不像个男人。我家媳妇儿都比他强壮。哎，或许是其他地方来的人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扑朔迷离，居然都无法窥探半分。马车最后进了百花楼。百花楼里，沈长生洗去脸上那暗沉的化妆粉，沈云苏卸妆换上女装，让人喊了娇娘进来。这是你应得的酬劳，今天的事儿咱们都烂在肚子里。我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做，高管伯应该跟你说过了。小姐你放心，永宁侯府霸占你祖业在先，你今天用非常手段拿回来，理所应当的。这银票娇娘可不能收。我和姐妹们在最无助的时候，承蒙太子殿下派大个子相救，再后来高管家又安置了我们姐妹这才有了安生日子。沈姑娘不是外人，能为姑娘做事，娇娘荣幸之至。娇娘有情有义，云素我领你的情，这银票你收下吧，就当我送你的大婚贺礼了。娇娘收下银票，恭敬的一礼，谢过沈云苏后退了下去。夜幕降临，天穹里布满繁星，一轮皎洁的明月高高的挂在空中，一道黑影飘落在东宫的书房外面。暗姨，你怎么进来了？暗衣左右看了看，闪身进了书房。暗衣行礼后，他指了指东宫后面，那边的巡逻侍卫不多，我在宫墙上观察了好几天才决定进来的。他每天在忙什么？他还好吗？阿童心想，这才几天没见面，主子这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而且这凉飕飕的三秋在主子这里，沈姑娘懵懵懂懂的啥都不知道。属下就是进宫来禀报沈姑娘的事情的。然后暗衣把沈云苏在外面干的那惊天动地的事儿绘声绘色的禀报了一遍。阿童笑得都快岔了气，听完后他拿起纸片提笔写了几行字，直到彩渊的身影消失在夜空。保护好他，还有他的家人。永宁侯无耻至极，我会找机会收拾他的。中秋夜的灯会，我会抽空去找你们。暗衣点头，他心里腹诽，主子你就不能磊落点吗？明明是想去找沈姑娘，还拉上我们。沈府里，沈云苏抬头望向夜空，他多怀念前世那地方的手机和网络呀。破空声由远而近，彩渊缓缓地落在他的肩头。你别到处跑，你的羽毛这么漂亮，小心被人打下来了，把你的羽毛拔下来做毽子踢。彩渊抬了抬绑得有竹筒的那只脚。你今天又进宫了，胆儿挺肥啊，宫里的侍卫可多了，你也不怕被他们射下来把你炖了？沈云苏回到屋里，取出纸条，上面写道：永宁侯的事我会徐徐图之，你别去冒险，一切有我。虽然今天的字最丑，沈云苏莫名的觉得心里一热。罢了，就让他蹦跶蹦跶。永宁侯府里的祠堂里，老侯爷手里拿着家法，狠狠地抽在沈勋的背上。沈岩在祠堂外面看着爹娘唉声叹气。我就知道
大伯父肯定要办砸，他满脑壳都是赌钱。分家，必须分家，这日子没法过了。爹，不行，现在不是分家的时候，再等几年，至少等我和大哥的亲事定下来后才能提分家。周氏躲在自家院里，都不敢去祠堂，他怕老侯爷让他拿他的嫁妆出去补那几个铺子的钱。夫人，公主没有那么多银子，住在前兆房里的人还是得拿银子去打发了，不然窟窿会越来越大。祠堂里，老侯爷听说老大家的拿银子出来打发了那些人，他看着沈勋，咬牙切齿的道：你想要美人，你说服周氏纳进后院不就得了？还用得着去想法养外室？没出息的东西！那恶婆娘又丑又凶，她不准我再纳妾了。商户女就是缺教养，三从四德恐怕都没学过，都是爹对不起你呀。家里缺银子，才给你娶了这么一个上不得台面又善妒的商户女。你今晚就好好的在祠堂反省一晚，也是给那几房人一个交代。第二天，沈岩双眼红肿着去找宇文香如说话。宇文香如听着沈岩倒了一肚子苦水，她苦笑着道：咱们两家半斤八两，我爹刚收到我二叔送来的切结书，二叔得知祖母去世，又得知了家里的男丁都没了，他肯定是怕受牵连才这样做的。香如姐姐，你好歹嫁的夫君家境不错，你娘家再好，你是庶出，你嫡母也不会让你沾到什么好处。可我大伯这一败家，那家泥腿子又不认祖归宗，我的亲事都作难了。宇文香如对沈岩一阵耳语，沈岩听完，他露出了一丝笑容。香如姐姐，这是真的吗？真的，从立了4殿下为太子后，二皇子和三皇子都到自己的皇子府住去了。你是说中秋夜三皇子肯定会去看灯会？那是当然，他母妃又没在身边，女追男隔层纱，男人就那么一回事儿。等你事成了，你还怕沈总提督不来巴结你？哼，说我做了三皇子妃，我才不会认他们不识好歹的东西。除非他们交出沈氏商行，把商行都纳入侯府宫中，看在他们有诚意的份上，我还是可以劝祖父让他们认祖归宗上族谱。沈岩说完自己的事儿，心里畅快了不少。他又听了宇文香如讲述他家的事儿。在中秋节的前一天，老将军进宫面见皇上谢恩。老将军还没开口，顾牧尘就说道：燕家一门是北冥之功臣，将军府人才辈出。老将军卸甲回家了，听说老将军的孙子又是一员将才，皇上过奖了，那孩子跟在太子身边习武读书，学得还很不错。马上就中秋节了，老将军今个就接他回去团圆吧。过了节他再去边疆不迟。燕公子还年轻，让他在边疆历练2年回来时，朕亲自为他指婚。最后，顾牧尘封了燕南巡一个从6品的镇威副尉。当燕南巡得知自己被封镇威副尉，还是中秋后即刻出发去边疆。他在东宫急的就差跳脚骂娘了，尤其是得知过2年皇上还要亲自为他指婚的时候，他气得七窍生烟。最后在顾离生幸灾乐祸的目光下，带着阿江走向宫外。太子殿下，请回吧，我和祖父自个儿出宫。表哥，你就别客气了，咱俩这一别不知道又是多少年，我还是想多送你一程。哎，是不是你撺掇皇上封我那啥劳什子镇藩副尉的？表哥觉得不满意啊？要不明年我让父皇再给你提一提品衔，这刚封就改，不合适，会让大臣诟病的。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想和少爷，皇上在你没立功的情况下就封了你一个从6品，这是对燕家多大的恩赐了。皇后的您别再说了，出宫去也好，明儿啊就是中秋节了，明晚的中秋灯会，我得好好的陪苏丫头逛一逛。你今天就去给我订一艘游船，我要和苏丫头去游湖赏月。阿江见顾离生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黑沉了下来，他使劲的给自家少爷眨眼，他眼睛都眨酸了。自家少爷也不住嘴，还自顾自的描绘着明晚的甜蜜赏月。完了，燕少爷这明显就是豁出去了。晚秋，少爷这是故意捅太子殿下的肺管子呀！燕南巡说着，瞅了一眼顾离生，还轻松地抖了抖衣袖，他全身上下都冒着嘚瑟劲儿。外祖父慢走，生儿改天再去看您和外祖母。想得美！难得见表弟吃瘪一回，燕南巡心情好得不要不要的。他嬉皮笑脸的朝顾离生挥了挥手，大踏步的往宫门口走去。太子殿下别当真，我家少爷今儿个脑子抽风了，他闹着玩的。阿童扶额，的确是抽风了。顾离生定定地看着燕南巡走远，然后他转身疾步而去。主子错了，你走错了。
主子错了，你走错了。你以为我气糊涂了？没走错，你回东宫等我。沈府，阿坤带着人忙碌地准备着中秋家宴。小姐，外面有人找，难道是颖儿姐姐来了？也不对啊，说好的大哥哥从军营回来后再去荣亲王府接颖儿姐姐的。颖儿姐姐是个重规矩的人，她不可能自个儿过来。难道是大伯母和二伯母提前过来了？新天酒楼、火锅店还有糕点铺子都忙得不可开交，应该没有其他的人来才对。大门外，一位宫女手拿帖子，她一见到沈云苏就躬身行礼道：“沈姑娘，淑妃娘娘派奴婢来接姑娘进宫一叙。”沈云苏一脸懵，淑妃是谁啊？和她有什么关系？宫女见她神情疑惑，她提示道：“淑妃娘娘是太子殿下的母妃，姑娘请吧。”请姑姑们稍等一下，我进去换一身衣服。沈云苏转身进屋后，她快速地换了一身月牙白的锦衣。苏儿，谁传你进宫了？有什么事吗？娘，是淑妃娘娘，离生哥哥的母妃。她召你进宫有何事？你可知晓？娘，你别担心，有离生哥哥在。娘，你别担心，有离生哥哥在。这个你带去吧，宫里什么稀罕物都有，就是一个心意而已。沈云苏接过月饼，看着娘亲一脸担忧，她安慰道：“娘，我知道宫里规矩多，我去坐一会儿就回来。我知道逼着皇上不让他见到我。”华清宫外，苏儿，你来了。你搞什么鬼？你母妃召我进宫干什么？你明知道我娘……我知道，我父皇这会儿还在御书房，我刚从他那里过来。咱们进去坐一会儿就出宫，我们今晚去看灯会。咱们还去玉渊湖坐游船赏月。沈云苏和淑妃不熟，她内心还是挺忐忑的。别怕，母妃听说我的贵人是你，她就是想见一见你而已。妖孽，信你个鬼！进了华清宫，沈云苏也没有东张西望，淑妃笑盈盈地坐在桌前。沈云苏中规中矩地行了礼。难怪离生如此妖孽，原来根儿在这里。小医生不必多礼，本宫的生儿多亏有你。娘娘客气了，太子殿下福泽深厚，自有神灵护佑。沈云苏落座后，淑妃也在打量着她，好一个俊俏灵动的姑娘。她不经意地瞅了一眼自己儿子，发现自己儿子看沈姑娘的眼神都在发光。宫女及时地递上沈云苏带的礼品。这月饼是民女家族铺子桃花屋做的，玉肤糕是民女自个儿做的。民女来的匆忙，没有什么准备。仆爱，本宫很喜欢桃花屋的糕点，正合我意。母妃，沈姑娘做的玉肤糕可是千金难买的，你试过就知道了。淑妃当即就拿起来闻了闻，又在手背上抹了一点。不错，淡淡的清香，水润保湿，难怪你能得小医圣之名。此时几辆马车进了二皇子府的后门，几人进了书房就关上房门。二殿下，您得趁他羽翼未丰就下手，一早不宜迟啊！本王今天召集你们来，就是商量一下从哪里下手。二殿下，要说太子这个位置，您比四殿下更合适。您的外祖家是兵部的，您的岳父大人又是刑部的，助力并不比四殿下少。微臣愿意为二殿下赴汤蹈火，永宁侯府也站在二殿下这一边。只要本王坐上那个位置，你们都是本王的大功臣，内阁大臣以后非各位莫属。臣等愿意誓死追随二殿下。臣等愿意誓死追随二殿下。顾离生见时候差不多了，他和沈云苏交换了一个眼神，两人都起身告辞。淑妃赏了沈云苏一些布料和首饰，沈云苏谢过之后都照单全收。你带苏儿去马车场等我，我换一身常服就过来。太子殿下今天不是应该陪着你父皇和母妃过节吗？苏儿，你今天很忙吗？对，很忙，家里准备好了过节呢。我等一会儿还要去你的客栈里打听一下有没有我三哥哥的消息。那正好，我也去客栈，咱们顺道。出了宫门后，沈云苏这才知道他的顺道是有多顺了。他们在客栈打听好消息，得知三哥哥这次买了100匹战马回来，就在最近2天就要到京城了。你不留在客栈？今天你大哥也回家了吧？安阳郡主会到你家过节吗？那是当然。那正好，我也有事找沈总指挥使说话，咱们正好顺道。沈云苏心想，不是说晚上游湖吗？我就想和你一起过一整天的中秋节。去吧，你得说清楚，你是去找我大哥哥的。去吧，你得说清楚，你是去找我大哥哥的。好，我一定解释清楚。今天郡主姐姐也在，正好可以一起见到了。到了沈府，阿坤出来迎接。顾离生拿出一个长长的锦盒。你这是干什么？你找我大哥哥还带礼物？这不算礼物，是我无意之中得了一把好剑，我想它更适合沈总指挥使。明明是让各地掌柜询摸了很久的好吧？这一次沈云峰对顾离生特别的热情，不是因为顾离生送了他一把宝剑，是因为顾颖。团圆饭后，顾离生提议和沈云苏一起去看看黄婶和高伯。
两人刚离开沈府一会儿，燕南巡就到了。他得知顾离生和沈云苏去了朱雀后街，他又追了过去。燕少爷，你放手吧，太子殿下他心里一直装着苏丫头。苏丫头不会喜欢花心大萝卜的。如此灵动的姑娘，若真有一日进了后宫，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是这么活泼快乐。此时的顾离生和沈云苏正在游船的船舱里吃饭。苏儿，这是你最喜欢的松鼠桂鱼，你都吃点，像蚕蛹一样长疙瘩。说好的去看皇婶，怎的又不去了？说好的去看皇婶，怎的又不去了？皇婶天天都在府里，你啥时候都可以过去看她。你看外面的船，咱们若来晚了，就没有这么好的位置了。虽然沈云苏也觉得他说的有理，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可又说不上来。阿童和几个暗卫在船尾吃饭，暗二问暗一：老大，你说燕少爷会不会真的去了朱雀后街啊？万一暗九他们没有守到他去怎么办呢？你啥时候见过主子失算？我敢打赌，燕少爷今晚都没机会到玉园湖来。燕南巡看着街上灯火通明，熙熙攘攘的人群一个挨着一个，唯独没有他想找的人。黑心肝呢，你以后若敢对他不好，我饶不了你。皎洁的月光悬挂在天空，清雅而端庄，如流水般的清辉洒在湖面。顾离生和沈云苏肩并肩地坐在船头。苏儿，都说月亮上有嫦娥，还有月老树，你说真的有吗？或许有吧，你看月亮的右边，那不就像一棵树吗？苏儿，我们每年都一起过中秋，看月亮好吗？这可说不准，万一我没在京城呢？这可说不准，万一我没在京城呢？等我从南疆回来，我还要跟着师傅去药王谷，他说我的药丸子在那里可以卖个大价钱。顾离生见沈云苏目光灼灼，一直落在远处的灯笼上。苏儿喜欢什么样式的灯笼？我去给你赢一个。沈云苏指了指莲花灯。船靠岸后，顾离生牵着沈云苏的手往有莲花灯的地方走去。刚走不远，他就见铺子门前的沈云峰和顾影在抬头选灯笼。他拉着沈云苏又向另一个方向走去。离生哥哥，刚才那里不就挂了一个莲花灯吗？那一家的灯不漂亮，人又多，咱们去另一条街猜灯谜。阿童在他身后听得嘴角直抽抽，他可是看到沈公子在人群里的了。另一条街上，沈岩打扮得千娇百媚的，他在街口等着偶遇三皇子，结果他今晚失算了，他腿都站软了，也没见到三皇子的人影。正在他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见人群中有两个熟悉的身影，他一个趔趄退后一步。小姐，你怎么了？不可能，她一个乡下丫头，怎么可能和他在一起？一定是我眼花了。沈云苏指了指莲花灯。红娘子上高楼，心里疼，泪眼流啊！蜡烛，哎，恭喜这位公子答对了，这莲花灯啊，免费送你了。沈岩看着两人从他身边走过，他这才确定真的是他，是那个乡下进京的野丫头。2天后，顾离生和沈云苏在城门口为燕南巡送了践行酒。燕南巡一仰脖子，把一碗践行酒一饮而尽。男子汉要光明磊落，在他及笄之前，咱们公平竞争，如何？不如何，我还未到束发之年，不算男子汉。你不讲武德，欺人太甚！看着燕南巡气鼓鼓的打马启程后，目送燕南巡远去。又过了1天，沈云星的商队和马儿刚到城门口，就被前来接应的沈云峰告知皇上知道他带回的是战马，沈继营全都收购了，而且出的价还不低。沈府、苏娘和姑姑们正张罗着给沈云星收拾卧房。沈云苏笑得在刚铺好的床上打滚。苏儿，你笑什么？你看怎么样？看看屋里还差什么，姑姑马上就去补上。很好，姑姑准备的很齐全，三哥哥肯定喜欢。那就好，云星可能快到了，我去厨房看看你欢姑姑准备的如何了。妹妹，爹娘，二哥哥，我回来了。三哥哥，沈云苏听到三哥的喊声，就往回廊跑去，看着满脸笑嘻嘻飞奔而来的妹妹。妹妹慢点跑，别摔着了。妹妹，想三哥哥没有？想了，每天都想了。你一身臭烘烘的，抱什么抱？快去洗漱，水都准备好了。弟弟，三哥哥身上不臭，不信你闻闻。沈云星做事又要去抱妹妹，不准再抱了啊！妹妹再过几年就是大姑娘了，这成何体统？沈云苏心想，我这不还是个小姑娘吗？好，听爹爹，妹妹马上就长成大姑娘了，我摸一下脑壳总可以吧？沈云苏心想，我什么时候成猫了？家里人动不动都爱摸我脑袋。三哥哥，你都晒黑了，快去洗漱。你屋里的梳妆台上有玉肤膏，抹几天就白回来了。好的，哥哥每天都擦玉肤膏。妹妹，娘亲呢？娘亲去哪儿了？哎，娘亲刚才还在凉亭里的，她去哪里了？星儿，累着了吧？一路上还平安吗？娘，星儿好想你。
一路上还平安吗？娘，星儿好想你。平安回家就好，娘也想你了。都多大的人了，还跟娘撒娇？快去洗澡。走，去洗澡。你一路上辛苦了，二哥帮你搓背。刚才谁说我是大人了？我不让你搓背，我自个儿会洗。我只是帮你搓背，你看你一身脏兮兮的，洗了就吃饭了。沈云苏听着三哥叫的跟杀猪似的，他笑得前仰后合。二哥人狠话不多，他最能治三哥了。素娘掩嘴偷笑，她也不帮谁说话，任凭兄弟俩闹腾。半个时辰后，沈云星在正厅里见过了4位姑姑。沈云星喝着茶，吃了一块糕点，他看着4个姑姑8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我脸上有糕点？不是，太像，简直一模一样。就是那眼睛、睫毛还有梨窝。对，要去扎一个双压剂，别提有多像了，那就是大号的苏儿啊！姑姑们说的对，我和妹妹都像娘，进吧。姑姑们捂嘴偷笑，这孩子性格比老大和老二都活泼，还真是和苏儿一样可爱。臭小子，难道像我就不俊了？臭小子，难道像我就不俊了？嘿嘿，都想爹爹多没劲儿，我还是喜欢和妹妹一个模样。爹爹是最俊的了，大娘怎么会看上爹爹？娘亲眼光真好。那是当然，还是我闺女会说话。别叨嗔了，都去吃饭。午饭后，沈云苏拉着三哥去了爹爹的书房。沈云苏和沈云星说了说京城里最近发生的事儿。沈云星得知自己大嫂很快就能进门了，他高兴的道：“大嫂会管账，这太好了！以后我就忙外面的生意，京城里的账都可以交给大嫂了。”他听妹妹说起永宁侯府，他凤眸圆瞪：“妹妹别急，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他。”三哥哥，你看看还有哪里需要改的？妹妹，这院子怎么不像现在的院子？这是不是也太大了？每个院子都有独立的空间，这样每个嫂子爱好不同，她们可以在自己的小院里种上自己喜欢的花。妹妹，这图太新颖了，尤其是这大格局，前面是街道和铺子，后面是院子，前后的距离不远也不近，动静分离。这是大伯家、二伯家，其余还有2进的，也有3进的、4进的不等，到时候让大家自个儿选。沈云苏又把库房里有多少银子和金锭子都和沈云星扒拉了一遍。沈云星找来算盘，他一阵噼里啪啦的拨弄一番。除去大哥成亲的花费，足够基础建造，工程量大，工时长。后面装修的时候，那时候我手里又有银子了。妹妹，跟我一起去大伯家走一趟，文虎还念叨着晚上过来见你。三哥哥，你是去商量大伯啥时候动工吧？这季节正合适，妹妹不用担心我，这事有大伯还有二伯，我定会办得妥妥的。皇宫里，淑妃看着过来问安的顾离生，她定定地看着他的眼睛道：“生儿，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小丫头？”母妃，你说啥呢？儿子还没成年，沈姑娘到及笄之年也还早着呢。你是我儿子，你的心思还能瞒过母妃？以为那丫头做的事儿，母妃都听你父皇说了。父皇都说什么了？沈家3郎贩卖了100匹马回来，是你给你父皇谏言，让军营收了的吧？母妃，那可是西凉难得的战马，外面可买不到的。生儿，那姑娘模样可人，母妃也喜欢。你将来若要纳她入后宫，母妃会支持你的。母妃若没其他事，生儿先退下去了，父皇还等着一起看奏折。伺候在一旁的宫女见太子殿下仓皇而逃，都捂嘴偷笑。这孩子知道害羞了。回到东宫，顾离生见阿童在书房外面伸长脖子望着天空。殿下，怎么还是不见彩院的身影啊？不会是又被沈姑娘把她关起来了吧？顾离生看向东宫外面的侍卫，他眉头一挑，纳闷道：“难道是外面的侍卫吓着他了？不应该啊。”8月底的秋日，京城的炎热逐渐退去，一转眼就到了科考的日子。沈府里，沈云苏和姑姑们早就把沈云墨搭在贡院考试的吃食都准备齐了。二哥哥，你把这个带上，万一在里面肚子不舒服，你就吃上一粒。妹妹，别担心，你准备的吃的都是不容易变坏的。虽然早晚气候凉，可这季节的食物还是容易坏，做好准备总没坏处。云星，你这红色太张扬了，你穿其他的颜色的衣服也好看。二哥，你不懂，红色喜庆又辟邪，我今天穿红色，二哥就会考一个开门红。三弟放心吧，二哥心里有数，那皇榜上必定会有我的一席之地的。阿坤今天亲自赶着马车送他们到贡院，贡院外车水马龙。轮到检查沈云墨的时候，检查的人眼睛都看直了。你这是什么？干面？面还能做成这样？这是什么？萝卜干，也就是咸菜。对，这种还有麻辣味的最好吃了，我吃过。哎呦喂，我怎么不知道去准备这个呀？检查完后，沈云墨回头给爹爹、弟弟和妹妹一个安心的微笑，然后双手端着箱子，大踏步的走进贡院。
然后双手端着箱子，大踏步地走进贡院。沈云星回去后，就忙着和大伯、二伯着手审视商业街动工的事。沈基贤回家后，又继续写他的画本子，可无论如何，他都静不下心。爹爹，二哥哥成竹在胸，不说考1甲、2甲，就3甲里的同进士出身也可以了。也行，好歹是进了仕途。沈云墨一进贡院，就看到了自己的号房号第8号。云墨，你这是大吉大利的号啊，一定会一举都状元的。哎，高中了可别忘了提拔提拔兄弟们啊！借兄弟们的吉言，祝你们呢都一举中榜。哼，有什么可嘚瑟的？不就是一个号吗？还有七上八下一说。直到第3天，沈轩再也忍不了他了，他在号房门口大喊当值的监考官：“喊什么喊呢？坚持不下去了，可以马上离开。”官爷，这人天天煮肉，他就是故意的，故意缠得大家静不下心来做题。哎，你这书上好没道理啊！别人吃什么关你何事啊？你自己肚子里没有墨水，答不上来题，还能怪到别人的晚饭上去啊？沈轩告状不成，反被训斥，他只好没精打采的继续去喝粥。那监考官走到沈元墨的号房外面，客气的问道：“请问你吃的肉是怎么保存的？可别吃坏了肚子，影响科考就不划算了。”多谢大人关心，这是风干肉，是放冰窖里保存的。你这吃的嘎嘣脆的是啥呀？你这吃的嘎嘣脆的是啥呀？哦，是沈氏商行卖的萝卜干，就着粥吃，挺不错的。说不错，改天呢我也去买来尝一尝。考试进行到第5天，很多考生都疲惫不堪。这一晚，大家刚刚准备入睡，只听对面号房里传出来一阵痛苦的呻吟声：“快来人呐！不好了，有人生病了！” 2个值夜班的监考官很快的就跑了过来：“快去叫太医过来！”片刻后，2位御医把完脉，又问了那书生吃的什么。你这咸菜都变味儿了，再加上你吃了夹生饭，怎么可能不肚子痛呢？这里熬药也不方便。你是继续考试呢，还是回家准备来年再考啊？请御医大人给我送一点药过来，我再坚持1天就考完了。那好吧，今晚呢你可有的受了。今晚喝下药，至少得要明天早上才会见效。如果兄台不嫌弃，可以试试我带的药丸。多谢兄台，我愿意用你的药丸。快给他服用1粒试试。2位大人，你们看看这是不是对病症的药？其中一个御医拔开木塞子，嗅了嗅，点头道：“应该对病症，里面呢有柯子和藿香的味道，赶快给他服下。”那书生一仰脖子就把药丸吞了下去。是什么人能做出如此精妙的药丸呢？太神奇了！是什么人能做出如此精妙的药丸呢？太神奇了！手拿白瓷瓶的御医走到沈元墨的号房外，问道：“哎，请问你这药丸从哪里得来的？是什么人做的？方便告诉我吗？”是小医圣所赠送。哦，难怪如此啊！片刻后，书生精神奕奕地站在号房门口。在下万青松，多谢兄台赐药之恩，请问兄台大名是？哎，万公子无需客气，举手之劳而已。在下沈云墨，公子家父莫非就是万大学士万书红？御医大人说的正是家父。御医殷勤的又问了问万青松的身体状况，确定他无碍了，才离开。骗子，明明是自个儿的妹妹，偏偏只说别人送的绰号。早上，沈云墨吃完饭就继续写最后的一篇策论。沈府里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沈七贤就在花园里走来走去。爹爹，你别在这儿晃，刀剑无眼。素娘拽起沈七贤就往里屋走去。夫君，云墨是否高中？你不必如此紧张，一切顺其自然，孩子们开心就好。我有点激动，有一些紧张，不知道末日这几日在里面可还安好。我有点激动，有一些紧张，不知道末日这几日在里面可还安好。听说有好几个书生被送了出来，为夫实在放心不下。有素儿准备的那些东西，墨儿定能吃好睡好，你别下担心。素娘，我舍不得离开你，明天为夫跟你一起去南疆吧。夫君，你手无缚鸡之力，你去了我怕你有危险，万一他们发现了你是我的软肋，咱们都很难全身而退。素娘，既然危险，咱们不去南疆了好不好？不行，南疆王和洛基2人的这笔账，若不去算明白，我死也咽不下这口气。那你一定要回来，孩子们离不开你，我也……话还没说完，被素娘的一个吻堵了回去。阿欢这时候刚好提着一桶热水过来，见小姐和姑爷2人那难分难舍的恩爱劲儿，我什么也没看见啊，我等会儿再过来。放心，我们会平安回来的，我也舍不得你。沈吉贤帮着把水提进了盥洗室，他就去外院张罗去了。爹爹，你干啥了？你的衣袍咋的湿了？没啥，给你娘亲提洗澡水的时候浪了一点出来。爹爹，你能提起一桶水？刚才不是欢姑姑提进去的吗？素儿，快去吃饭，爹爹去看厨房今天准备了啥吃的。沈云苏看着爹爹有些仓皇失措的背影，摇了摇头，他就回自个儿房间收拾去了。申时一到，贡院里的监考官在外面大声地喊道：“时间到，都放下笔墨，准备收卷了啊！”
时间到，都放下笔墨，准备收卷了啊！沈云墨端着轻了很多的箱子走出了号房，隔壁的沈轩走出来，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就扬长而去。沈兄，咱们一起出去。你是永宁侯二房家的长子，哈，不认识。两人有说有笑，肩并肩地走出贡院大门。哥哥，沈云墨一抬头，只见一戴着帷帽的倩影冲着万青松喊道：沈兄，我妹妹来接我了，改日我再登门拜访。二少爷，我在这里。万兄啊，回头见，我家里人也来接我了。帷帽下那双清丽的眸子追着沈云墨走了好远，他才收回目光。哥哥，他是谁？怎么看着面生？他不是京城里的人吗？妹妹，这里人太多，回去说吧。沈云墨一回到家，沈云苏迎上去，夸张地秀了秀，又冲沈继贤俏皮地笑道：爹爹，这一回你儿子是真的臭了，尤其是头发。二哥哥马上就去洗漱，还你一个香喷喷的二哥哥。少爷，洗澡水早就准备好了，奴才这就让人送进去。沈云墨洗漱后出来，沈云苏就坐在一旁问长问短的。沈云墨从考卷到考场发生的事儿都讲与妹妹听。沈云墨还说到他策论的见解与切入点。二哥哥，你的看法不错，北冥越来越注重商农合作，皇上应该也看得出来这是好事，你这策论肯定出彩。接下来你就好好准备殿试。墨儿，娘和妹妹会离开家一段时间，你尽力了就好，无论结果如何，你都别太在意。娘，去南疆会有危险吗？他们还会不会害你啊？二哥哥，你这是信不过我和娘亲的身手了，你别忘了还有姑姑们，我包里的药粉也不是吃素的，二哥哥大可以放心。对，你大哥哥成亲前我们就回来了。这一晚，沈继贤也不知道是替儿子高兴，还是舍不得素娘离开，他喝了好几杯酒。娘，你怎么任由爹爹喝那么多酒？我去做一碗醒酒汤过来。别去，让他睡一觉就好了。苏儿，你都收拾好了吧？咱们明早晨时就出发。娘，放心，我空间里准备了很多东西，衣服和被褥都备了很多，还有其他的东西也准备了不少。第二天，当城门一开，一位头戴帷帽的女子驾着一辆马车向城外疾驰而去。也有人发现城墙上有两个身穿黑色衣服的人伫立在浓浓的晨雾中。太子殿下，沈姑娘已经走远了，请回吧，你的衣服都被雾浸湿透了。大同，你说她什么时候能回来？沈姑娘给皇婶说的，她很快就回来了。主子，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这次没能陪她过生日了，挺遗憾的。主子，您把礼物送去沈府，这不就行了吗？沈姑娘回家看了，她肯定会高兴的。不行，我回去另想办法。沈府里，沈元墨和沈云星蹲在娘亲的房门口。二哥，你说爹爹等会儿起来知道娘亲和妹妹已经走了，他会不会抽自己2耳光？不会，爹爹啊肯定会偷着哭鼻子。若不是怕娘亲和妹妹难过，我刚才就从屋里出来了。你不用太担心了，娘亲和姑姑们的武功不差，妹妹手里有毒药，不会有事的。不对，我在窗口啊见妹妹出去的时候，她手里没有拿包袱，她只背了梅姑姑给她做的新挎包。或许包裹是姑姑们早就放马车里去了。兄弟俩正聊得起劲，沈继贤在床上一伸手，空空如也，他连忙翻身下床。苏儿呢？你娘呢？他们是不是已经走了？爹，娘和妹妹很快就会回来的。臭小子，你看着你妹妹和娘走都不喊我起床，我头疼，我还去睡一会儿。走吧，爹今天啊肯定不会吃早饭了。我说什么来着？肯定是偷偷啊哭鼻子去了。沈云星早饭后又出去了。沈云墨在家整理书册，直到阿坤来禀报万大学士带着公子登门拜访了，他才出去。顾离生回宫后，书房里暗淡的宫灯映在顾离生的脸庞，清冷又孤寂。主子，属下带他们进来了，请吩咐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一路上暗中保护他们，直到他们回到京城。这个锦盒在10月初8的时候交到他手里，时间不能提前，也不能退后。主子放心，属下几人就是舍命也要保全沈姑娘的平安。你带着其他的人保护好沈府。主子，二皇子府最近有官吏频繁进出，名单在这里，继续盯着，不可打草惊蛇，看他究竟要干什么。去吧。殿下，二皇子他笼络朝臣，他这是不甘心只做一个王爷，咱们可要当心呢。永宁侯府还真要跟着作死。华清宫里，淑妃给顾母晨揉捏着肩头。爱妃，今天生日去私针房选首饰了，你的生日还早吧？这孩子多孝顺，这么早就给你准备礼物了。咱们儿子是最孝顺的了，前些日子他还带小医生进宫来看我，那姑娘还送了妾身2盒御肤膏，可好用了。朕什么时候再选她进宫？朕可是听说了，那姑娘就是沈总指挥使的妹妹。等咱们生日以后选妃时，就把她选进宫来。那姑娘有倾城之姿，又有一身好医术，申儿应该对她也有好感。